上等灵根的父母，却生出你这么个下品杂灵根的废物，出生当晚就把娘亲气得飞升了。可3位风华绝代的女宗主上门抢着要将你收为亲传弟子，他们为此还大战3天3夜，这一切皆因你激活了天命之书系统，且为天命之书的唯一撰写者。只要让持有者相信里面所编撰的内容，你就可获得奖励。这也等同于把别人的命运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因这群修仙的个个神神叨叨，对玄之又玄的东西是十分信任。想起从你穿书过来的这1年时间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在这个玄幻世界，你灵根杂乱，还背负着气死亲娘的锅，出去被人嘲讽不说，还被扔臭鸡蛋。原书里陆云长就是个炮灰反派，被叶灵退婚后受不了刺激，直接投身进魔道，还没修成什么气候，就被男主傅月明给嘎了。你穿到这个世界，就成了杂灵根倒霉蛋陆云长，战战兢兢的苟活着，好不容易苟过了投身魔道的死期，想着就这么混吃等死。可金手指系统忽然激活，目前天命之书解锁者有极品水灵根叶灵、凌霄宗宗主纪瑶光、碧玉宗宗主莫问蕊。你早已对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修仙者不顺眼了，想起叶灵对你爱答不理，凌霄宗将你拒之门外，连碧玉宗这样的小宗门都瞧不起你。要是让他们相信自己所写内容，岂不是拥有了半壁江山？你当即开始编撰他们的天命之书。此时独自一人待在闺房的叶灵，正想着怎么和你退婚，忽然桌面上金光一闪，蓬勃的灵气骤然炸开，虚空中漩涡四起，强大的威压让他瞬间紧绷，大喝一声：是谁在装神弄鬼？气氛一时间冰冷至极，叶灵发出无数冰刺对准了那漩涡，待雾气消散，露出一本形似书籍的东西，上面写着天命之书叶灵。叶灵疑惑地看着这熠熠生辉的东西，未敢轻举妄动。到底是谁这么恐怖，竟可趁他不注意将这书放进来？还有这书为何写着他的名字？天命之书何为天命？这书里藏着一股让他抬不起头的威压，这又是从哪里来的？正当他拿不定主意时，只见他身形一抖，化作一道金光直中叶灵的胸口，速度快到令人咂舌。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心口感受到他的想法，一阵动荡，怪异的感觉直涌上来。他仿佛在眼前看到了一本飘渺至极的书卷，翻开第1页，那上面赫然写着他的生平。叶灵，极品水系天灵根，8大世家子弟之一，天赋极佳，只可惜红颜薄命。他好端端的，怎么会红颜薄命？叶灵神情错愕，忍着怒气继续往下看。叶灵有一位婚夫，名为陆云长，此人乃是世间少见的绝品天灵根，自带符箓。可是天下众人愚笨，皆嘲笑以为此人为下品杂灵根，不知的此人可得天下之大机缘。话说从2人指腹为婚开始，陆云长便开始庇护叶灵，滋养其灵根。可惜3界内外竟无一人得知真相，就连叶灵也不知晓。自打2人退婚后，叶灵就踏上了一条搏命之路。叶灵脸色骤变，陆云长不是什么杂灵根，而是绝品天灵根，3界所有人全都看走眼了，还有什么天下大机缘？他有些恍惚。这天命之书来得格外蹊跷，上面还提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的极品天灵根。叶家上下主修丹道，灵根方面一向姿色平平，唯独他这一代就出了他这么一个极品天骄，瞬间名声四起。之前众人都说他叶家走了大运，难道是因为陆云长吗？不行，他要继续往下看，若是跟陆云长退了婚，他会遇到什么？只可惜用尽了所有的办法都没掀开第2页，他着急在屋子里踱步，下人只是远远来报：小姐，陆云长回来了，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陆家人都叫来了，咱们可以商量退婚的事了。不，先等等。叶灵虽不敢全信，但也不敢不信，这毕竟关系到自己的飞升之路，万一真退婚，自己的灵根出现问题怎么办？回忆起你的点点滴滴，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身世也十分蹊跷。陆家修习符传，底蕴深厚，2个上品灵根怎么来说都不能生出来一个下品，而且你的灵根还会往后倒退。叶灵不敢赌也赌不起，他连忙吩咐下人：你请陆家人去客厅坐着，我稍后就来，对人客气点，别跟人犯了冲突。下人心头有些怪异，最终归功于叶灵是个好脾气的人，面对这样的废物未婚夫还能以礼相待，世间少见。叶灵看向那虚空中的天命之书，这东西在眼前飘着多少有些碍眼，谁知他竟然能通他心意，金光再闪，重新回到了他的胸口处，仿佛这东西本就是属于他命定的。他着急想要再去看看你，稍作收拾了一番就赶往客厅。陆家的人待你一直都不太好，将你视为耻辱。叶灵刚过去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陆家如今风头最盛的庶子叉着腰，你这个废物，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心里没有一点数，在8大世家里丢人就算了，如今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到3界了。我告诉你陆云长，今日退了婚后你就给我滚出陆家，等着自生自灭吧。我陆家丢不起这个人，可你却云淡风轻地坐在椅子上，不慌不忙，面对千夫所指自有一派淡然。叶灵觉得此时的你有种忍辱负重，等着一鸣惊人的高人之姿。他一出现，那陆家的庶子立马舔着笑脸过来：叶小姐，我家这不孝兄弟给您惹麻烦了，您是要商议打算退婚？没问题，像叶小姐这般貌美聪慧，怎么也不该配个这般的下等人。这人符传道修的不怎么样，花花肠子倒是多。说这话的时候，时不时还把恶心人的目光放在他身上打量。叶灵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未等他出言讽刺，就听到你意味不明的笑了一声。你倒不是在为谁抱不平，只是想到了这便宜数字，还不知以后下场十分凄惨。他这辈子都不会进入元婴期了。你这狗东西在笑什么？那数字转头看过来，扬起手就要打。叶灵连忙将人拦住，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就听到他家下人远远的高喊了声：“碧云宗宗主莫问蕊上门求见。”片刻，下人声音更为惊讶，拔高了声调喊道：“凌霄宗宗主纪瑶光上门求见。”说话间，一红一白两道身影，像是早有预料般，急匆匆直奔客厅而来。两大宗门宗主，这平时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人物，竟然主动上叶家门来求见。一时间，八大世家彻底乱套了。叶灵也分外凌乱，连忙起身准备拜见两位前辈，就听到俩人异口同声的开口问：“谁是陆云长？”这话犹如石破天惊。那庶子脑子一转，先是起身拜见了一番，心里暗骂道：“这陆云长不知何时得罪了两大宗门门主，居然都找到叶家来了。”他先是一番讨好，旁边白衣的纪瑶光紧皱眉头，一开口威压扑面而来：“你就是陆云长！”庶子吓得险些跪在地上，他脑门冒汗，立马指着你说道：“启禀季宗主，您误会了，这才是那个废物陆云长。”红衣仙子莫问蕊柔声问道：“云长，你可愿意加入我碧云宗？”他跟本该闭关的纪瑶光在叶家大门前撞上时，更加确定那天命之书是真的。不过他半点不慌：“云长，你与我有缘，我宗门秘法任你挑选，做我唯一的亲传弟子。”庶子愕然瞪大了双眼，旁边的叶灵也感受到了冲击。碧云宗宗主美艳出名，实力其实也不容小觑，不知为何卡在化神中期就再无突破。碧云宗广收术士，以阵法扬名，不过术士世间并没有多少，因其要求实在苛刻，头一条就是灵根极佳。叶灵在一旁攥起来手，陆云长果真是稀缺的绝品天灵根。纪瑶光冷笑了一声，看他伸出橄榄枝后，张口嘲讽道：“你们那小门小户能成什么气候？他陆云长本就是要来我凌霄宗的，是那些弟子有眼无珠，险些让天才埋没。如今我亲自出山，就为了改错归正。我在路上都听人说了，你想来我凌霄宗做内门弟子，我允了。我宗门得天独厚，可助你一臂之力。”纪瑶光跟莫问蕊针锋相对，旁边的庶子感觉自己像是做梦，他难以置信的开口：“两位宗主都要收陆云长为弟子，怎么可能？他可是出了名的废物啊！”无视庶子说话，莫问蕊笑得明艳，势在必得的问你想做谁的弟子？因为天命之书写了，他唯一的亲传弟子就是你，得陆云长可得天下。纪瑶光在旁边掐了掐自己的手心，说实话，他并没有胜算。他的天命之书里写了你对凌霄宗不屑一顾，加入了碧云宗，这绝对是一个震惊天下人的决定。可他还是想赌一把。纪瑶光这辈子没求过人，他声调有些艰难，有些哀求的意味说道：“请加入我们，我可亲自教导你。”旁边的叶灵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个婚他绝对不会退的。就是现在十分好奇，面对这些放出去惊掉祖宗三代下巴的橄榄枝，你到底会选择哪个？陆云长那边不慌不忙，几个人打心底想，真不愧是绝品天灵根，就算被世人看错如何，被人欺辱如何？面对这一切宠辱不惊，这心态早已超越了天下诸人。我可只是个杂灵根，是废物，两位宗主别斗去了。陆云长自嘲地笑道。纪瑶光这时连忙开口说道：“不必妄自菲薄，天生我材必有用。”莫问蕊凉凉看了一眼纪瑶光，都说凌霄宗宗主清高孤傲出名，为了一个弟子能将腰弯到这种地步，他忽然有点不自信了。毕竟碧云宗确实不如凌霄宗。果不其然，陆云长看向纪瑶光，拱了拱手说道：“宗主厚爱。”纪瑶光一听，面上一喜，得到了天命之书，他就可以改变一切，这等人才必须要收进凌霄宗才是，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跑去碧云宗自我搓磨？莫问蕊这时开口：“你先不必着急应答，云长，他凌霄宗人多嘴杂，道法杂乱，勾心斗角，实在不是个修行的好地方。我碧云宗虽不如凌霄宗家大业大，可每弟子都相亲相爱，一心修行清净。你做我亲传弟子，你的灵根我一定亲自尽心尽力帮你找到合适的修行方法。”花言巧语，纪瑶光听他在自己面前抹黑他宗门脸面，险些就要跟他撕起来。我宗门自古就是修行人潮，圣之地何曾乌烟瘴气？你这宗主心术不正，陆云长，你万万不可听他多舌，太爽了。陆云长发现自己获取的信任值正在猛涨，停留撰写一页所能获取的信任最高值1000，叶灵少了点，只有500，2500信任值立马到手。他编的天命之书环环相扣，彼此佐证。如今两个名门宗主各怀心思，为了抢他而撕破脸。陆云长重重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没有灵气威压泄露，却让整个吵闹的客厅瞬间安静了下来。纪瑶光敛着自己的白袍，忍不住冷冷评价道：“招摇弄姿啊，总比你冷心冷情不问人间烟火的好。”莫问蕊不甘示弱，眼看又要吵起来。陆云长沉思了一声，装作无比痛心道：“我现在无心修行，为何？”这时纪瑶光未曾想过的天命之书也没写到。陆云长一个祸水东引，看着叶灵哀叹道：“我的未婚妻要与我退婚，我实在不。”叶灵压根都没思考，脱口出：“我不会跟你退婚的。”丁，恭喜宿主收集信任值至3000，解锁附赠新手奖励，自身属性点随意支配100点，祝宿主提升实力装备大礼包1份。有了信任值，就可以提升自身的属性，去商城里解锁极品装备。这些陆云长准备好好研究一下再酌情安排。眼下3个女人同台一场戏，叶灵说出来觉得舒服多了。他之前从没看出来陆云长有那些不同之处，天命之书的出现以及两派的宗主现身，有些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修为灵根最为重要。离开陆云长就要踏上搏命之路，说不定灵根也会发生变化。这种事情他是万万不敢赌的。这女人虽是他门中弟子，跟陆云长比起来就实在普通了。纪瑶光一听，好好的苗子竟然被女人左右，还险些要放弃修行。儿女情长这种事情只会坏了道心。纪瑶光劝阻道：万万不能因为这等小事而荒废修行。叶灵敢怒不敢言。陆云长却抓住了画柄，合理的说道：我不这么认为，心怀小爱才能心怀大爱。我始终认为我等修行之辈该当舍身为天下苍生。说得好。莫问蕊在一边连连赞叹。纪瑶光脸色一变，想解释：我并非，我决定了，我要去碧云宗。陆云长长叹一声：纪宗主多谢厚爱。果不其然。莫问蕊脸上欣喜，纪瑶光恨不得把牙都咬碎了。他们两人此时想法不约而同。天命之书居然是真的。纪瑶光亲自出面都没能将陆云长招入门下，这要说出去岂不是惊掉众人下巴？天命之书不可违逆，难道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陆云长去将碧云宗发扬光大？然而叶灵却感到了震撼。凌霄宗是天下之大宗，众修仙者趋之若鹜的圣地，陆云长竟然为了他不惜顶撞纪宗主，还拒绝了成为亲传弟子的机会。那边感受到了世界观打击的树子忍不住说道：你们都是在开玩笑的吧？莫问蕊生怕陆云长反悔，连忙掏出来象征着碧云宗亲传的身份牌子。从今日起，你便是我莫问蕊的亲传弟子，若我有半点藏私，天打雷劈。这话说出口，树子跟叶灵都张大了嘴。这意思便是陆云长不仅是亲传，以后还将成为碧云宗下一任宗主。狠，太狠了。纪瑶光深吸了口气，人生第一次遭遇这等打击，袖子一甩走人了。莫问蕊挺直了腰杆，笑道：不知道何时云长能跟我上山，我亲自带你见过你的师姐们。陆云长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说道：允我与家人做个道别，明日就跟宗主一同上山。等着众人一散，陆云长满怀深意地看了一眼叶灵，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叶灵欲言又止，想问问他天命之书的事情，但想到上面的警告，这话最后也没有说出口。陆云长一出门就迫不及待地将系统的面板调取了出来。天命之书系统，获取信任值3000，可支配属性点100。注：信任值可在系统商城内兑换极品装备、灵根灵药，属性点可直接在个人面板技能上添加。陆云长简略地看了一眼，心头一动，个人属性面板便出现了在了眼前。陆云长，身份炮灰，随着属性点增加，身份地位的变动可更改。灵根次下品杂灵根，通过系统兑换洗髓丹可更改。修为0，断体值0，幸运值0。在这修仙的世界里，灵根、修为、断体、幸运息息相关。陆云长思索片刻，灵根不行就限制了修为，同样他这弱不禁风的身体加100的断体值，估计也不过尔。幸运就不一样了，一个人要是足够幸运，这天灵地宝不跟白菜一样随便捡。陆云长果断将属性全部点满了幸运，他乐滋滋的又找到了系统的商场，瞬间被琳琅满目的珍宝镇住了。100年1颗的极品断体丹药只需100积分，名师大家的神兵宝器只需要上千积分，就连上古神兵都有。价格虽然挂着9999，但这东西都已经成为了传说，属于有价无市的，只存在于传说里的东西。陆云长不淡定了。这时，那从叶家出来的树子一脸嫉恨的模样走过来。陆云长，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妖法，竟然让两派宗主亲临？陆云长心知肚明，然而满脸无辜。这我怎么知道？我只是个次下品的灵根。树子的牙都要咬碎了，拿陆云长没办法。他气愤不已说道：此事我会禀报门主。陆云长才懒得搭理，他决定先兑换一批丹药，以备不时之需，先把灵根跟修为提上来。而后天命之书又该更新了。这次叶灵没跟人退婚，回去后又将天命之书用意念召唤了出来。纵使已经见过了一次，但他还是对这上面自带的威压而不是着。他十分想知道，若是没有退婚，这天命之书又该如何写？可是后面的书页始终翻不过去。一番折腾后，自己灵气涣散，丹田虚空也没能撼动这天命之书半分。叶灵只好盘膝打坐，心里不由感慨着：不愧是天，就算是极品灵根，在天道面前也不过蝼蚁一只。正当他调理着气息，天命之书金光一闪，新的一页出现了。陆云长待在陆家给他安排的那根狗窝差不多的小宅院里。他先是兑换了2颗断体丹，又花1000积分换了1颗高阶洗髓丹。2颗断体丹下去，他瞬间感觉到经脉都在颤动，身体的肌肉都在迸发着蓬勃的力量。陆云长调取出来自己的面板，发现断体的属性值变成了25。靠！2颗极品断体丹药下去，才增长了25。那100的幸运值是什么概念？陆云长没有多犹豫，连忙将那扔出去就能让世人打破头的高阶洗髓丹吃下。丹田孕育着灵根的地方，登时间如同火烧一般。陆云长痛苦地扭曲起来。砸灵根的原因，这火烧下去很快就是极致的寒冷，而后感觉到像是被电击了一般，其中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以此反复了几次，陆云长才平静下来。灵根的位置不再像之前一般一片虚无，而是涌动着，开始汲取周围稀薄的灵气。陆云长，身份炮灰，随着属性点增加，身份地位的变动可更改。灵根上品杂灵根，通过系统兑换洗髓丹可更改。修为1，断体值25，幸运值100。陆云长看到灵根的属性有些懵逼，怎么洗了半天还是杂灵根？他
他正疑惑着，房门被人猛地踹了开来。那没见过几次面他的父亲陆家的家主气势汹汹地带着一帮家丁走了进来。陆云长满身断体，习随所带来的污秽臭不可闻。陆家主捏着鼻子破口大骂：“你这庶子又做了什么幺蛾子？”他从没注意过这个废物儿子。听庶子说，陆云长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竟然得了两门宗主的青睐，不免有些疑惑，亲自找上了门，想让他将这秘法交出来。那可是当亲传的机会，怎么能让陆云长这丢人现眼的东西占了？陆云长全当听不见。如今对自己有了了解，他这天命之书也该更新了。于是管陆家家主说什么废话，直接调取出来撰写面板，开始后续的编造。先是叶灵的，得天命之书，逆天改命，则为天赐良缘之人。叶灵得到了天赐的机缘，逆天而为并未退婚，天命自此更改。叶灵未婚夫陆云长，天下大机缘人也。再入了碧云宗后，天命所归，原本蒙尘之处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次的更新虽然简介，但是肉眼可见，只要叶灵稍微用灵气窥视一番，就能发现陆云长这灵根跟体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这也为了以后编造大事更容易获取信任值。那边叶灵看到了这书中所写，按捺不住，他倒是要看看他一个最低谷的次品灵根到底有什么奥秘。加入了碧云宗后，难不成陆云长还真能在那种小地方有一番造化？他当即坐不住了，起身前往陆家。此时陆家上下吵成一片，叶灵去时就听到陆家主正在逼迫陆云长放弃碧云宗亲传弟子的资格，将他让给其他族中更优秀的弟子。他一听这个，当场就气笑了，当即就要反驳。可看到陆云长时，他一愣，修为增进总要伴随着轻污轻秽，灵儿怎么来了？陆家主有些惊讶。叶灵的神情严肃，立马放出一丝灵气缠了过去。陆云长无动于衷。叶灵只是一个探视，当场惊掉了下巴。怎么可能？陆云长自幼就是不能修行的废物，就算吃些丹药依旧无法逆转，如今却整个脱胎换骨，身上的灵窍全部打开了。作为极品水灵根，当初他开灵窍也用了小几年的时间。这天命果然奇妙，陆云长的造化绝对不止于此。叶灵此时真真切切信了这天命之书，这绝对不会是人为能做到的事情。陆叔叔，我方才听到您想让云长让出亲传的资格。叶灵心下了然，也没给陆家主留面子。作为父亲，始终对陆云长不闻不问也就罢了，儿子遇到了机缘，还要起抢夺之意，可见陆云长平时都过的什么日子？他心疼着，话语也强硬了很多。你可知，这是宗门之主亲自上门请的陆云长，这是看中了他的体质，非他不可。亲传之位，又如何能随意拱手让与他人？你将凌霄宗置于何地，将碧云宗又置于何地？陆云长早在叶灵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信誉值增长的消息，不如第一次多，只有500信任值。陆云长有些遗憾地摇摇头，一会儿还是给那2位宗主编的长一些，让他们做出更多惊掉众人下巴的举动吧。陆家主被叶灵的一番话噎得没办法反驳。这叶灵不是始终看不惯陆云长吗？怎么这时候护起来？误而已。莫宗主会专门来看他。他说的没错，我确实为了我的亲传弟子而来。莫文蕊说道，因为明天陆云长要跟我一起回碧水宗，我担心他路上的安危，所以专门过来，想跟他明天一起回去。幸好我来了，不然还不知道陆家主欺负我的弟子。莫文蕊冷笑着说道。陆家主的脸色变了，这个兔崽子真的成了莫文蕊的亲传弟子，而且莫文蕊为了他还亲自来了陆家。陆家主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庶子道，莫宗主误会我爹爹了，他并没有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你有这个意思啊？莫文蕊不屑地问道。他是有名的冷美人，面对不喜欢的人说话非常直接。庶子赶紧否认，没有，我怎么敢抢莫宗主你的亲传弟子的位置呢？他满头是汗，那可是碧水宗的宗主啊，虽然宗门很小，但是实力并不弱于凌霄宗。他可不但得罪这么厉害的人物，整个人都吓得战战兢兢。他回头想让自己的老爹帮自己说2句话，虽然他只是一个庶子，但是老爹陆家主十分疼爱他，家里的资源都给了他，这个时候不能不管他啊。果然陆家主说道，莫宗主，我跟犬子都没有这个意思，是你误会了。我之所以让莫宗主亲传弟子的位自让出来，是怕他这样的废物辱没了碧水宗的宗门，还请莫宗主了解我的一番苦心。陆云长就呵呵了，这事就是他亲爹，关键时刻只知道把屎盆子扣在他脑袋上，一点也不信任他。爹，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吧？你不是说让我把位置让给弟弟吗？既然如此，我作为兄长应该让着弟弟。哎，陆云长无奈地叹口气，好像非常不情愿，但是又以兄弟情谊为重的样子。陆家主看到这里都懵逼了，这个废物儿子修炼不行，倒是挺会装好人啊。他刚要爆发，莫文蕊就不乐意了。陆家主，你敢在我莫文蕊面前对我的亲传弟子动手，你他不把我碧水宗放在眼里了？看到莫文蕊已经怒了，陆家主心里一惊。陆家的实力虽然十分强悍，但是还没有到能跟碧水宗对抗的程度。大宗门都是大家族惹不起的存在，若是真的硬刚了，陆家虽然不至于一败涂地，但是绝对占不到半点好处。莫宗主，你误会了，我刚只是教训我的儿子而已。莫文蕊冷笑道，他现在不只是你的儿子，更是我的亲传弟子，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别怪我不客气。陆云长心里嘿嘿一笑，不错呀，这个捡来的便宜师傅还挺护犊子，有了莫文蕊这个大美女做师傅，真是又养眼又有了靠山。他心里已经笑开花了，但是表现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叶灵站在一边同样大受震撼，没想到莫文蕊这么护徒弟，可是传闻中他对自家门派的徒弟并不上心啊。
可是对陆云长咋就这么上心呢？莫文蕊郑重地告诉陆家主，现在起，陆云长是我的亲传弟子，不管谁想对他一根汗毛，都是在跟我碧水宗作对。虽然是个美女，还是碧水宗的宗主，但是对自己这么说话，陆家主还是有点生气。好男不跟女斗，还是不要跟莫文蕊发生冲突。为了陆云长这么一个废物，跟碧水宗发生冲突，实在不值得。我这个儿子从小废物，能拜倒在莫宗主门下，得到穆宗主的亲传，也是我们陆家门有幸。莫宗主不必对陆云长手下下留情，请严格的教育他，拜托莫宗主了。陆家主摆出一副十分大度的样子。陆云长呵呵了，这个爹变脸变得挺快，从小到大他就知道这个老爹是个伪君子，就是武侠小说中那种表面上看去是个大好人，跟名门正派的人打成一片，但是背地里不干好事谋取私利的人。就拿自己来说吧，虽然是陆家主的亲生儿子，但是因为他天生杂灵根，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所以作为亲爹的陆家主都不待见他。不过现在的陆云长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手握系统的他能修改他人的天命之书，根本不会在乎一个伪君子老爹了。陆家给莫文蕊安排的房间，陆温柔坚持要住在陆云长旁边的房间内，说是要看护子弟，免得别人欺负他。陆家主只能答应着。爹，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他陆云长一个废物，能得到碧水宗掌门的青睐，我好歹也是个水灵根，虽然那比不上天灵根，但是比那个废物好多了。为什么莫宗主不收我为关门弟子呢？回到家住所住的小院里，树子立刻就开始抱怨起来。他不但灵根比陆云长要好，他现在马上就要突破瓶颈，进入元婴期了。莫宗主没有理由放着他不要，非要去收那个废物做徒弟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叶灵天说他能够修行，身上的污秽是修行的产物，怎么可能呢？一个杂灵根是不能修炼的，这个谁不知道？叶灵让他试探陆云长的时候，他根本没在意，他不想试探一个废物。可是如果叶灵觉得他不是废物，莫文蕊也觉得他不是废物，甚至纪瑶光都觉得他不是废物，陆云长真的不是废物吗？是他看走眼了？不可能，当时他亲自检测了好几遍，陆云长确实是废物啊！就因为这个，还把当时刚刚生产、身体虚弱的娟儿给气死了。就算是他到了碧水宗，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到时候碧水宗自己打自己的脸罢了。陆家主很快就不放在心上了。树子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算是一个废物能伪装，但是也迟早被人识破。叶灵也在陆家住了下来，同样住在陆云长的隔壁。陆云长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开始修改天命之书。陆云长乃天命之子，可以壮大门楣，必行隆重迎接。当莫问蕊想要拼命翻开天命之书的下一页时候，天命之书自己翻开了，并且上面出现了这段话：能壮大门楣，这好啊！他的师傅走的时候，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壮大门楣，可惜他没那个能力，不是说他实力不行，而是说他对壮大门楣这事儿不在行。就算是他现在的实力跟纪瑶光不相上下，但是那些年轻人就是不来碧水宗，也就奇了怪了。如果陆云长真的能帮他扩大门楣，那简直就等于是碧水宗的恩人啊！当然要隆重迎接，他还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收了一个好徒弟，叫陆云长。晚上陆家柱本来想请莫问蕊吃饭，但是因为陆云长没去，莫问蕊也拒绝了。只有叶灵一个人来到前厅，跟陆家主还有树子一起吃饭。毕竟两家都是世家，关系还是要好好的维护的。灵儿，我听说你已经决定吧，不跟那个废物退亲了，是不是真的？陆家主口中的废物，当然是指陆云长。在陆家主口中，陆云长已经不配拥有姓名，只能拥有一个代号——废物。叶灵皱了皱眉头，觉得当爹的这样说自己的儿子实在不妥。况且陆云长根本就不是废物，以陆家主的实力，只要能抛却先入为主的观念，稍微放出灵力试探一下现在的陆云长，就能知道陆云长绝对不是废物。但是陆家主就是不愿意，连这么简单的事儿都不愿意做，可见陆家主是有多讨厌陆云长。没错，陆伯伯。叶灵答应着。可是为啥？灵儿，虽然那个废物是我的儿子，但是你爹爹更是我的好友，我不想让你嫁给一个废物啊！陆家主痛心疾首地说道。叶灵再次拧着眉头，陆伯伯，陆云长真的不是废物，这是多看不起他叶灵。难道他叶灵会嫁给一个废物吗？就算是不相信陆云长，也该相信叶家长女的眼光啊！叶灵心里对陆家主有些不满，陆家主却没有察觉，反而继续说道：若是你执意想要嫁到我们陆家，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嫁给那个废物。云天虽然不是嫡子，但是从小得到我的良好教育，能力比那个废物强上10000倍啊！听到父亲夸奖自己，庶子陆云天挺起了胸膛。他虽然是个庶子，但确实爹爹的骄傲，也是陆家的未来。陆云天从小骄傲，也觉得陆云长比不上自己。叶大小姐，我爹爹说的没错，你若是嫁给我哥哥那个废物，就实在太委屈你了。他一边说，眼神一边往叶灵身上看去。叶灵美若天仙，让很多名门望族的公子垂涎，但他却最终没有跟陆云长退婚，这让陆云天十分疑惑。难道叶大小姐有什么特殊癖好？只有陆云长才能满足他？经常暗中流连烟花之地的庶子陆云天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觉得肯定是这个原因，也只有这个原因了。毕竟叶大小姐是大家闺秀，所以觉得有特殊癖好非常羞耻。但是他不嫌弃啊，这个就不用你费心了。叶灵根本不想搭理陆云天，但是陆云天却总是想找机会跟他说话，在他面前表现自己。他以为自己做的像是一个谦谦君子，不留任何痕迹，但是叶灵却看在眼里，觉得陆云天十分恶心。叶灵好歹吃了半碗饭，就说饱了，想回房间休息。陆云要送他回去，陆家主也道，就让云天送你回去吧。你要是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他说，免得我们家下人不知道你的习惯，而怠慢了你。叶灵只能同意。回去的路上，路过小花园，
叶灵听到几个小丫头正在讨论陆云长，真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份废物可以被莫宗主收做关门弟子呢？云天公子那么好的人，为什么就不行？肯定因为云天公子是庶子，莫宗主观念太重了，觉得嫡庶有别，所以小看了云天公子。那个废物的当莫宗主弟子关门弟子的名额，真应该给我们云天公子。那个废物真没用，占着茅坑不拉屎。几个下人竟然能这么说主子坏话，可是身边的陆云天好像没听到一般，根本不管。而叶灵不是在自己家，陆家的主子都管，他这个外人更不好管了。就在他想装没听见，走过去的时候，那3个小丫鬟说的更过分了，一口一个废物。还有叶大小姐，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今天竟然帮着那个废物说话。而且叶大小姐竟然不肯退婚，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一个废物呢？她嫁给云天公子，也比嫁给那个废物强。云天公子可惜只是个庶子，但是他比那个废物优秀那么多，真希望莫宗主选中的关门弟子是他啊。叶灵瞥了身边的陆云天一眼，陆云天脸上的表情故作淡定，但是叶灵看出来了，陆云天心里肯定很得意，只是被几个小丫头夸了几句就得意了，果然没品。你们几个说够了没有？既然几个小丫头都说到他身上了，那么他就有理由管一管了。但是陆云天却没有立刻出声训斥小丫头，只能说明陆云天被得以冲昏了头脑，礼数都做不周全了。几个小丫头这才发现是叶灵跟陆云天，他们全都低着头，一副害怕的样子，但是有的小丫头却抬头冲着陆云天挤眉弄眼，想让陆云天帮他们说话。但是陆云天只当没看见。可是这一切没逃过叶灵的眼睛，小丫头肯定跟陆云天有点什么，不然不可能跟他挤眉弄眼。这个陆云天私生活很精彩啊！你们身为下人，怎么可以别后议论主子呢？别说你们是下人，就算不是，背后议论别人也不太好吧？真不知道你们的主子是怎么管教你们的。叶灵瞥了陆云天一眼，大步离开了。陆公子，我们不是有意的，你可一定要护着我们啊！3个小丫鬟立刻围在陆云天身边撒娇卖乖，但是这次没管用。陆云天给了一个小丫头一巴掌，踹了另一个一脚，剩下的那个直接拎起来扔到水里去了。你们几个白痴，刚刚让我在叶大小姐面前丢脸，通通给我滚出陆府！陆云天赶紧调整出一个抱歉的表情去追赶叶灵，可是叶灵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任由陆云天怎么敲门都不开，真烦人。这个陆云天明知道她是未来的大嫂，却还是缠着她。叶灵虽然没谈过几次恋爱，但是从小这种世家女孩就有专人告诉她男女关系，为了就是让她长大后能相夫教子，不被禽兽男人所蒙蔽。所以她很清楚陆云天这样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不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难而退。就在叶灵这么想的时候，听到了外面传来了陆云长的声音：你在这儿做什么？这我的小院，你过来也不跟我这个小院主人说一声。陆云长以兄长的口气问道，这一下子就惹恼了陆云天。你给我闭嘴，你只不过是一个废物，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这个家里我永远凌驾在你之上，能给我听好了，我永远是压着你一头，废物！陆云天一口一个废物，好像面前的陆云长不仅不是他的兄长，反而连一个下人都不如。叶灵听后很生气，谁是废物？相比陆云长，陆云天才是真正的废物。他刚想出去管一下，但是马上想到这种事儿根本不用自己出手吧。陆云天个白痴，竟然在莫问蕊的门口训斥起陆云长来。不过出去看看热闹还是好的，可以判断一下莫问蕊到底对陆云长好到什么程度。以莫问蕊的身份，若是对陆云长越好，说明陆云长的隐藏实力越强，越是能说明天命之书的正确性。所以他开门走了出去，同时从屋子里走出来的还有莫问蕊。莫宗主！陆云天立刻冷静下来，换上了一副谦和的面孔。只不过他的城府远没有陆家主那么深，所以总是装得不像。在我的面前也敢对我的徒弟无礼，这就是你们陆家的待客之道吗？已经跟陆家的人明说了，让他们不要动陆云长，可是就是不听呢。莫问蕊虽然是个美娇娘，但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忍耐力有限。别看他在陆云长面前表现得很和蔼，但是对别人他一点耐心都没有。只不过眼前这个陆云天是个蝼蚁，对一个蝼蚁动手可能会脏了他的手，所以莫问蕊才没有动手。但是他周身的气场已经把陆云天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就是来自顶级宗门碧水宗宗主的威压啊！对不起莫宗主，我再也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陆云天扑通一声给莫问蕊跪下了。其实他也不是很想跪，只不过腿软了。你跟我说没有用，莫问蕊仍然很不耐烦。对他来说，一个蝼蚁的道歉有没有都一样，因为蝼蚁本身微不足道，只不过陆云天得罪的是他好不容易收来的关门弟子，所以他不能不管。你应该请求陆云长的原谅。陆云天艰难地扭头看向陆云长，贪宁愿给莫问蕊磕头，也不想向陆云长低头。只是一个废物啊，为什么他这么努力了，却要向一个废物低头呢？陆云天觉得很不公平。云天，你干啥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呀？我得罪你了吗？陆云长无辜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上去真的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傻子。陆云长的样子让陆云天更加崩溃了。要是陆云长能硬气一点，说不定陆云天还不那么厌恶他。可是现在陆云长的表现，在陆云天的眼里就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加废物。但是因为莫问蕊在，所以他只能向陆云长道歉。我这个弟弟真是不省心啊！就在陆云天要走的时候，陆云长感慨了一句：被一个废物说不省心，这件事就是在侮辱他陆云天啊！可惜不能发作。陆云天还是离开了。徒儿，你家对你太差了，但是你放心，等你来到碧水宗之后，你就等于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了。在那里，你一定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面对陆云长的时候，莫问蕊立刻换了一张脸色，刚刚冷冰冰的神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蔼的面容。叶灵都不得不感慨，莫问蕊换脸的速度还真快。莫问蕊对陆云长的态度，甚至是有些讨好的意味。被这样的一位大美女讨好，陆云长当然很受用。叶灵总觉得莫问蕊跟陆云长之间似乎不会仅仅是师徒那么简单。莫宗主，不知道碧水宗还收不收女弟子？我想，叶灵也想加入碧水宗。不需要，莫问蕊直接就给拒绝了，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这让叶灵很受伤。他好歹也是天灵根啊，很多门派都求着他入门，结果碧水宗的莫宗主竟然这么无情的拒绝了他。莫宗主，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叶灵问道。凭借他的资质，完全有资格进入碧水宗。碧水宗收徒弟的名额已经满了。莫问蕊道，还是没有考虑。但是叶灵知道莫问蕊是在胡说，碧水宗收徒弟的名额从来就没有满过，因为凌霄宗才是最大的门派，很多弟子首选的都是进入凌霄宗，甚至只有凌霄宗不要的弟子才会考虑碧水宗。但是碧水宗的实力却并不弱，因为碧水宗的实力不在于弟子的多少，而在于每一个弟子的实力强悍。叶灵也想进去碧水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陆云长，他想跟陆云长多相处，这样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他以前说过要跟陆云长退亲的话，不知道陆云长对他到底有多少好感。现在的陆云长绝对不是废物，相反还是天才。他的天才暂时无人问，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知道。但是天才这种东西就像是怀孕，藏不了太久，总会被天下人知道，到时候会有很多美女投怀送抱。叶灵虽然对自己很有信心，但是他不知道陆云长能不能经受得住诱惑，而且他想要退亲在先。陆云长如果在外面找女人的话，其实也说得过去。如果他一开始没有退亲就好了，那样陆云长就会念及他的好，若是沾花惹草的时候，肯定会心生愧疚。可是莫宗主，叶灵还想要争取一下，但是莫问蕊已经扭头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根本不给叶灵机会。叶灵很失望。放心吧，我可以帮你进入碧水宗。陆云长说道。叶灵感激地看着陆云长，果然是个好人啊。他想要亲自看着陆云长，别让他在碧水宗沾花惹草，结果陆云长要帮他进入碧水宗。谢谢你，云长。叶灵感激地说道。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对陆云长那么客气，肯定会答应陆云长的要求。他以为陆云长会去敲莫问蕊的门，说这个事儿，但是陆云长点点头，直接回屋去了。明天一早不是就要动身会碧水宗了吗？陆云长现在不跟莫宗主商量，要等到什么时候？叶灵站在陆云长门口，一副懵逼的样子，但是他也不好追着问，毕竟是请人家帮忙，还是按照人家的时间计划来吧。叶灵只能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叶灵漂亮，她要是去了碧水宗，就能天天见到这位大美人了。虽然莫问蕊也很漂亮，但是两个人不是一个类型。再说了，美女这种生物怎么会嫌多呢？嘿嘿，陆云长赶紧调出系统，在莫问蕊的天命之书上改了一笔，收叶灵为徒弟，可以牵扯住陆云长，避免陆云长被别的门派抢走。改好了之后，陆云长刚要上床睡觉，就听到隔壁的门开了，然后是轻微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叶灵的房门被敲响了。叶灵刚要上床睡觉。谁啊？叶灵问道。是我，莫问蕊。不会吧，竟然是碧水宗的宗主。叶灵赶紧整理好衣服过去开了门。碧水宗宗主莫问蕊站在门口。我同意了，明天一块上路吧。说完就回去了。叶灵一阵懵逼，什么意思？难道说莫宗主同意他加入碧水宗了吗？这个莫宗主还真是惜字如金啊，怪不得碧水宗的徒弟那么少，原来不是碧水宗招不到人，而是莫宗主不想招人啊。不过以莫宗主的脾气，就算是招到人了，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吧。毕竟一个大的宗门需要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叶灵还是很高兴，但是他也很纳闷，莫宗主怎么突然就同意了呢？难道是陆云长去找他了？不可能啊，3个房间距离这么近，如果陆云长去找莫宗主的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定能听到动静。但是陆云长确实答应会帮忙跟莫宗主说的呀，所以莫宗主才来通知他，答应他进入碧水宗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灵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只能回去睡觉了。陆云长躺在床上，对自己能进入碧水宗还是挺高兴的，原因无他，因为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太么的漂亮了，不愧是天下第一美人啊。叶灵已经长得够漂亮了，但是智商还是输了莫问蕊一截。莫问蕊是那种冷美人，生人勿近的气质让陆云长更想要亲近，以后在碧水宗有的是时间跟莫问蕊相处，毕竟他可是莫问蕊的关门弟子，是要受到亲传弟。哎呀呀，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有双修那种东西，玄幻小说里也有，不知道碧水宗有没有需要双修的功法呀？如果有的话，他不介意啊。陆云长也知道这也只是幻想而已，他向来运气差，那种好事儿怎么可能轮到自己头上呢？这么想着他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朦朦胧胧间好像听到门响了，然后就有个人爬到了他身上。谁啊？陆云长想睁开眼睛看看，可是他眼皮太沉了，怎么也睁不开。身上的人还挺软的，应该是个女人吧。靠，要是男人他就恶心死了。到底是谁啊？必须弄清楚啊，不能让人这样白白的占了便宜啊。如果对方是个大美女的话，他也不能白白的占了人家便宜啊。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现代穿越过来的纯爷们，得对人家负责人啊。
陆云长使劲地睁开眼睛，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想找手机，因为他睡迷糊了，忘了自己现在没有手机可用了，更没有手电筒。最近的蜡烛也在距离床边2米远的地方。在乱抓的过程中，他一下子抓到了一团软软的东西，啥玩意啊？陆云长仔细地捏了捏，接着就听到一声媚入骨髓的声音，他一下子就醒了，猛地坐了起来，然后火烧下床，把蜡烛点燃了，然后往床上看去，只见床上躺着一位绝世大美女，大美女衣衫不整，大长腿都露在外面。陆云长的鼻血喷出来了，他急忙用袖子捂住鼻子。莫宗主，你这是？我都已经是你的关门弟子了，你不用再使用色诱这一招吧？陆云长很吃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绝对是大丑闻啊！莫宗主爬上了新收的亲传弟子的床，还摆出各种撩人的姿势，但是莫宗主就是不看他，这样陆云长更觉得奇怪了。他走了过去，伸手碰了碰莫问蕊，莫问蕊一下子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往自己身上按。陆云长吓得头皮发麻，他可不是君子啊，不要这样好吗？难道莫问蕊真的想要引诱他吗？他扛不住啊，扛不住！既然如此的话，莫宗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当禽兽也比禽兽不如强啊！就在这个时候，莫问蕊突然打了一个哈欠，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不动了。到底咋回事啊？陆云长彻底懵逼了，谁能告诉他到底咋回事？这个时候他是应该做禽兽呢，还是应该做禽兽呢？但是莫问蕊不会是死了吧？他急忙过去探了探莫问蕊的呼吸，还好没事儿。又给莫问蕊把脉后，他可以确定了莫问蕊只是睡着了，不然的话他就更说不清了。陆云长摸着下巴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儿，能莫问蕊有梦游症？么得，不知道莫问蕊知不知道自己有梦游症？要是他知道还好，要是他不知道，那么明天早上他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在他的床上会有什么反应？到底该咋办呢？把莫问蕊弄回他自己的房间吗？那要是半路莫问蕊醒过来了，更难解释吧？陆云长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打了个地铺。到了大半夜，莫问蕊蹲在陆云长的身边，陆云长在睡梦中觉得有人在看着自己，立刻就醒了过来，接着就看到了莫问蕊。陆云长又被吓了一跳，我说莫宗主，你这到底是要干啥啊？陆云长叹口气问道。不好意思徒儿，为师梦游了。听了这话，陆云长算是放心了，看来莫问蕊知道自己的梦游症，那就不会误会他了。师傅，你要不要回自己的房间？陆云长问道。当然了，如果师傅想在这里住下，他不反对，毕竟这么漂亮的师傅，嘿嘿。莫问蕊点了点头，站了起来。徒弟，师傅回房了，说着就离开了他的房间。陆云长的心里还真有点失落，要是刚才假戏真做，那简直禽兽不如。陆云长翻了个身继续睡觉，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叶灵听到了隔壁的动静，但是他没有声张。虽然他在睡梦中听到了隔壁开门关门的声音，立刻醒过来，但还是没能听清隔壁说了什么，这让他更加疑惑，也更加猜忌。再一次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后，他悄悄地开了门缝往外看去，结果就看到莫问蕊衣衫不整的从陆云长房间走出来。什么情况？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师傅为什么会在陆云长的房间？他们两个在做什么？为什么师傅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而且还没穿鞋？叶灵的脑袋嗡的一声，难道他们两个是那种关系吗？不可能吧，陆云长跟莫问蕊以前应该不认识，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啊，刚刚见面两个人就那么火爆吗？叶灵十分生气，他之所以要加入碧水宗，就是为了防止陆云长沾花惹草，更是为了防宗门里有人勾引陆云长。可是没想到第一个勾引陆云长的竟然是碧水宗宗主莫问蕊，没想到莫问蕊成了他最大的敌人，他感受到了危机，因为莫问蕊长得太漂亮了，姿色完全在他之上，可谓天下第一美人，而且十分有气质，那种寒冷的气质是他不具备的。虽然他与莫问蕊各有千秋，但是个男人就会被莫问蕊所迷惑，相信陆云长也不例外。但他不明白的是，莫问蕊为什么要勾引陆云长？但是陆云长已经加入碧水宗了啊，他实在想不明白莫问蕊为什么要勾引陆云长？难道因为知道陆云长未来不可限量，所以莫问蕊提前下注？叶灵实在想不明白，躺在床上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饭菜送到了陆云长的小院。以前的陆云长没吃过陆家这么好的饭菜，这些饭菜当然不只是给他一个人吃的，主要是为了招待莫问蕊跟叶灵。他这是沾了莫问蕊跟叶灵的光，才能吃上陆家的正经饭。吃饭的时候，叶灵不由得看向对面的莫问蕊。莫问蕊低头吃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他又看了看陆云长，陆云长的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异样。难道是他想多了吗？吃完饭后，三个人收拾了行李，就要上碧水宗了。当然，还要先跟陆家主告辞。陆家主对莫问蕊跟叶灵说了很多好话，但是只给了陆云长一个白眼。陆云长根本不在意，在他眼里，陆家主只是个狗屎而已。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陆家主，他已经想好怎么改写陆家主的天命之书了。以后陆家主一定会跪着向自己道歉，所以报复陆家主不急于一时，先让陆家主嘚瑟着，让陆家主爬得高一点，那样摔下来会更重。如果只有莫问蕊自己的话，他可以御剑飞行，很快就能到达碧水宗。可是现在的陆云长跟叶灵还不会御剑飞行，莫问蕊为了陪徒弟，就只能选择在地面前行。他们过了一辆马车，三个人坐在马车里往碧水宗驶去。如果走路的话，需要3天路程。莫问蕊还从没离开宗门这么长时间，
他从小在碧水宗长大，没有跟外面过多的接触。透过马车的帘子看到热闹的街道，他感到新鲜而好奇。路上竟然有这么多卖东西的，这里可真热。师傅，我要不要在这逛一下？陆云长随口问道。他觉得以莫问蕊的性格，不可能在这里逛街，因为他觉得莫问蕊不喜欢热闹。可没想到莫问蕊竟然答应了。好啊，我真想买点胭脂水粉回去。那我们就先在这逛逛吧。莫问蕊说着就跳下了马车，陆云长也只能跟着下车。他对逛街没兴趣，所以找了个茶馆坐着喝茶。叶灵陪着莫问蕊一起逛街，街道上那么热闹，但是叶灵显得心事重重，根本没心思逛街。他跟在莫问蕊身后，想问问昨晚的事，但是没好意思开口。莫问蕊很有兴致，在街道上一家一家的逛着。徒弟为师，看你不喜欢逛街，你可以先回去。莫问蕊说道。叶灵赶紧摇头，不是的师傅，我只是有心事而已。莫问蕊没有再说什么，甚至没问是什么心事儿，这也太不关心自己的徒弟了吧。叶灵其实还有点害怕莫问蕊会问，要是真的被问了，那说不说自己昨晚看到的事儿呢？万一莫问蕊跟陆云长真的有点什么，那样问出来的话，莫问蕊岂不是要恨他？虽然叶家的实力不小，但是他还是不想得罪碧水宗，毕竟大门大户的人是靠着人际关系在江湖中行走，实力只是为了能更好的跟厉害的人拉近关系，而不是为了跟厉害的人对着干。他不想让莫问蕊觉得不舒服，但是这样下去他自己就不舒服。叶灵真想给自己一巴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妈吗？她向来是个干脆的女子啊。就在他正在想心事儿的时候，突然路过了一家拍卖行。这里是做什么的？莫问蕊从没来过拍卖行，所以十分好奇。这里是拍卖行，就是卖东西的地方，但是只卖好东西，而且只定一个最低价，然后看谁出的价格高，谁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原来如此，莫问蕊直接就走了进去，叶灵也只能跟了进去。他们刚进去就看到了陆云长。我在茶馆里喝完茶，正好也出来转转。陆云长道。三个人出现在拍卖行，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这个时候拍卖还没有开始，但是拍卖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店小二引着他们进了拍卖大厅，所有人都向他们三个身上看去。男的俊俏，女的美艳，这三位长得可真好啊，就像是天神下凡。这三位我认识啊，哪位冷美人就是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穿鹅黄色长裙的是叶家大小姐叶灵，另一位就是废物陆云长了。你还不知道吧？陆云长现在已经不是废物了，他是莫问蕊的关门弟子。真的假的？不可能吧？一个废物怎么会被碧水宗看上？不仅是真的，而且听说凌霄宗跟碧水宗为了抢陆云长险些打起来呢。说话的是消息最灵通的白晓生，他的话大家当然不会怀疑，所以大家看向陆云长的眼神都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吧。陆云长说着随便找了个地方就要坐下，但是小二急忙跑了过来。抱歉，刚才小的眼拙没有认出碧水宗的宗主和叶大小姐，请三位到楼上雅间。三个人在小二的带领下来到了楼上的雅间，这里的视野更加开阔，可以俯视整个拍卖会现场。呀，这是托付师傅跟未婚妻啊，他这才能上二楼来。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看不出来他的厉害就罢了，毕竟他这个人太低调。陆云长耸耸肩，打开了面前的帖子，帖子上详细的写明了这次拍卖会要拍卖的东西。陆云长随意的翻着看了看，洗髓丹。叶灵看到上面的一颗丹药的时候，眼睛一亮，起拍价1000金币。陆云长看到价格的时候也瞪大了眼睛，这么贵吗？他在系统里随便就兑换一颗了，还以为不是多么很贵的东西呢，结果起拍价就是1000金币，这可是金币，不是银币。陆云长摇摇头，觉得洗髓丹是挺好，但是不值得这个价格吧。不错，起拍价才1000金币，徒弟，今天师傅就拍一颗洗髓丹，作为你入我宗门的贺礼。莫问蕊说道。大方，师傅真是太大方了。不过他不需要啊，在拍卖行买太贵了，不合算的。他想吃的话，从系统里兑换就行了。陆云长觉得有必要劝说莫问蕊别花那个冤枉钱。师傅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还是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弄到洗髓丹。莫问蕊以为陆云长是在客气，徒弟你不用跟为师客气，你是为师的亲传关门弟子，为师的东西以后都是你的，这一颗小小的洗髓丹不算什么。莫问蕊说一不二，铁了心要买洗髓丹。师傅的东西以后都是我的。陆云长回味着这句话，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莫问蕊一眼，想起了昨天晚上莫问蕊的曲线玲珑的身子，哎呀，简直就是让人血脉膨胀啊。莫问蕊注意到了陆云长的眼神，但是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好像跟陆云长坦诚相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儿。师傅真的不用了？没关系，师傅原点买给你，不必推辞。终于到了拍卖洗髓丹的时间了，价格一路涨到了12000金币，这也太贵了，怎么不去抢呢？陆云长按住了莫问蕊要举牌子叫价的手，师傅真的算了吧，我这个能自己弄来洗髓丹。没事徒弟，你自己弄来的是你自己的，这个是为师给你的。说完直接用嘴巴叫价，2万金币。叶灵也很想要洗髓丹，他们叶家的财力花2万金币买一颗洗髓丹还是很轻松的事儿。可是既然莫问蕊叫价了，他这个做徒弟的就不好再跟着抢了。陆云长看出来了，他这个师傅怎是有钱没处花了，都说了他能自己弄来洗髓丹。莫问蕊还是一个劲儿的叫价。师傅，你要是真的想送给我点什么，直接给我钱吧，我对你买的洗髓丹不感兴趣。啊，那也行啊，
莫问蕊爽快地同意了。靠，师傅为人真干脆啊！就在师徒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洗髓丹的价格还在不断上涨，一路飙升到5万金币。陆云长试探就问道：“师傅，如果我不要了洗髓丹，你愿不愿意给我5万金币？”他本来只是问问，毕竟5万金币不是小数目。他猜莫问蕊即便再大方，也不会给他5万金币。他的心理价格是3万左右，少于3万也行，就算给1万他也不嫌弃。毕竟以前在陆家，他可是连1个金币的零花钱都没有，每个月只有5个银币。按照当今的购买力，1个金币可以买1头牛。他每月5个硬币不算吃喝，其实也够花了。只不过他在陆家吃的并不好，每天只能吃些剩饭剩菜，所以只能自己用零花钱填补饮食。可以为师，就给你5万金币。莫问蕊回答得十分痛快，这让陆云长惊讶了，就连叶灵都不免动容。5万金币已经不算小数目了，若是用5万金币买1颗洗髓丹也说得过去。毕竟洗髓丹是神药，可以洗去人的杂根。如果是吃足够的洗髓丹，甚至能让杂灵根变成天灵根。但没人那么做，因为代价太大了。即便聚齐整个大陆的洗髓丹，可能也不足以让一个杂灵根变成天灵根。莫问蕊这么轻易的就把5万金币给了陆云长，常可见碧水宗的财力之大。师傅，你别只嘴上说给啊，你倒是给我啊！陆云长向莫问蕊伸出手去。莫问蕊瞥了陆云长一眼，然后立刻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银票数了起来。陆云长往银票上看了一眼，面额从1000金币到1万金币不等。他数了5张1万金币的银票递给了陆云长。有趣的是，即便这个时候洗髓丹的竞拍价格还在上涨，已经涨到了7万金币。于是陆云长再次向莫问蕊伸出手去，就连叶灵的脸色都不好看了。陆云长，你别得寸进尺。可莫问蕊一点不生气，又拿出2张1万张的银票塞到了陆云长的手里。一眨眼的功夫，陆云长从身无分文摇身一变成了拥有7万金币的财主。在这片大陆能拥有1万金币已经算是有钱人了，而拥有5万金币相当于现在世界拥有5000万，也算是妥妥的有钱人。虽然这个资产和那些真正的顶级大佬没法比，但是已经比大部分普通人强太多了。不管是在哪个年代，换算成通用货币的话，一般的人要攒下5000万，需要不吃不喝成百上千年的苦干。说白了，一般人根本攒不下那么多钱。这是第一次拥有那么多钱，陆云长还有点不习惯。他在自己的脸上捏了一把，疼，太疼了，说明这是真的。接下来，陆云长自然而然地开始计算这笔钱该怎么花。想要吧，这么大一笔钱花出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他胡吃海塞，尝遍天下美味，这么多钱花几辈子也花不完。所以要把这些钱花完，还得另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来投资做生意，那样能迅速地把钱花出去。若是赔了，就当是花钱消费了，而且是高端消费，没有回报的那种。如果是赚了那更好，用钱生钱，他便可以拥有更多的钱。不过在这个年代，能投资点啥呢？陆云长陷入了沉思。剩下的拍卖物品，陆云长他们3个人都不感兴趣。拍卖还没有结束，他们就提前离开了拍卖场。店小二还跑过来给他们1盒赠品。没想到这拍卖行还挺会做生意。陆云长拿着赠品递给了莫问蕊，毕竟他是师傅。莫问蕊从没来过拍卖行，都没有收到过赠品，觉得十分新奇。原来这天下竟是这么做生意的，当真是有趣。莫问蕊不由得感慨起来，是否其实天下人也不都这么做生意？还有很多人做生意的时候十分抠门，坑蒙拐骗，无所不用。也只有像拍卖行这样赚到钱的商行才会这么大方，就算你什么都没买，看你身份尊贵，也会送来赠品，为的就是拉拢跟你的关系，让你下次光临。经过陆云长的解释，莫问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做生意还有这么多门道。我一直以为做生意很容易，所以我们碧水宗的生意，我从不过问，每年都有10亿金币的入账。现在我真是好奇，那些掌柜是如何打理碧水宗的生意。听完莫问蕊的话，陆云长惊讶的下巴砸到地上。Oh my god！ 没想到碧水宗这种看起来不是很大的宗门，原来那么有钱。这还是在莫问蕊从不关心碧水宗门下产业的情况下，进账就已经如此之多。这其中肯定还有掌柜的层层克扣。若是碧水宗产业的账目明细，说不定碧水宗的进账会比现在翻出1倍还多。如果让他管理碧水宗的产业，他一定会让那些掌柜把吞进去的钱都原封不动的给吐出来。师傅，这里如此繁华热闹，不如我们就在这里住一晚，明日的启程吧。已经有了钱的陆云长很想试一下花钱的滋味。他知道前面再走下去就是一些山岭村庄，手里有钱也花不出去，所以想在这里多待一晚。莫问蕊点点头，于是3个人就去找客栈准备住下来。叶灵跟在莫问蕊、陆云长身后，心里犯嘀咕：师傅太宠着陆云长了，陆云长说什么就是什么。给陆云长7万金币竟毫不手软，一个师傅会对自己刚收的徒弟这么大方吗？难道说师傅和陆云长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想起昨天晚上师傅莫问蕊衣衫不整从陆云长的房间出来，心里顿时像长了一根刺。他们来到了最大的客栈天云阁，进去之后发现一路的大厅座无虚席，到处都是吃饭的人。现在也到了饭点，陆云长的肚子也饿了。请问客官吃饭还是打尖？3间上房。莫问蕊说道。好嘞，客官，3间上房，请跟我来。小二领着他们一直拉到3楼尽头，这里还有3间空房。莫问蕊住在最头上的一间，陆云长在中间，叶灵在最外面的一间。陆云长推门走了进去，发现房间里布置得十分雅致，桌子上放着精致的茶杯，窗子边上载满了绿植，从窗子看去还能看到一片湖光山色。
若是到了晚上，湖面上点起灯火，想必别有一番滋味。这样的房间才值得每晚一个金币。开完房间后，他们要用膳。小二带他们去了1楼的后花园，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饭厅，专门为住在上房的客人准备的吃饭的地方。陆云长由得感慨一句：有钱就是好，都不用跟别人挤在大厅里吃饭。即便是在这种高消费的地方，也明确的分为富豪和普通有钱人。后花园很大，里面有很多小亭子，亭台轩榭高低错落，像是一幅山水画，与树木桃花互相掩映，勾勒出别样风情。陆云长他们在一个小亭子里坐下，小二把菜单放在桌子上，菜单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帖子，这个年头没有印刷术，全部手写。打开菜单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个菜单并不是普通的手写菜单，而是用灵力修为所写出的菜单。当菜单打开的那一刻，所有的菜名都呈现金色，并浮现出来，在菜名上一点，菜名字体便立刻画成一道菜的符印。点菜的人可以直观的看到那道菜长什么样子。哎呀，这每晚1个金币的住宿费真是没白花。3个人点了菜，然后就开始欣赏周围的景色。菜很快就上齐了，陆云长他们立刻吃了起来。陆云长被饿坏了，大口大口的吃着，就像饿了好几天似的。他以前在陆家吃的很差，所以一旦遇上好饭好菜，便玩命的吃，储存好几天的能量与营养。叶灵作为叶家的大小姐，从此接受了很好的教养，所以吃饭的时候礼数非常周到，吃得慢条斯理。莫文蕊很少吃东西，随便吃了几口，便用手支撑着下巴，看着陆云长吃饭。他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吃饭像个猪一样。徒儿，幸好你拜倒在我碧水宗，若是你去了凌霄宗，说不定那些人还会心疼他们的饭钱。他们凌霄宗的入账可没我们碧水宗多。莫文蕊适时打压的其他的宗门，他们这些豪门大宗表面上都非常客气，可是私底下却是竞争关系。宗门之间经常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不休，这些小事全都是鸡毛蒜皮的事，甚至小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之时，都不敢把真正的对抗原因公布于众，免得世人耻笑。比方说，上一次碧水宗丢了一只鸡，碧水宗的人没有马上去找这只鸡，而是直接杀上了凌霄宗，理由是凌霄宗的人窥视他人财物。凌霄宗的人也不管这个借口是不是真的，反正他们也想要一个借口跟碧水宗的人打一架。于是两派人便打了起来。而对外的数字是2个宗门之间对修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意见不合。再往前推，有一次凌霄宗的一个弟子丢了1枚银币，那位弟子家里是富商，一个银币对他来说就像丢了一颗石子，根本不值一提。但是凌霄宗的宗主却带领众弟子杀上了碧水宗，说碧水宗窃取他人财物，窥视天下珍宝。莫文蕊呵呵了，查出真相后，他气得险些吐血，于是又率领众弟子杀上凌霄宗，理由是凌霄宗混淆天下视听，试图搅乱天下修行者的信息渠道，为天下人所不齿。他们碧水宗要替天下人讨一个功。这种来来回回的对抗实在太多了，多的他都想不起来，但这些真实的情况绝对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不然一定会被天下人笑掉大牙。他们每一次打架之后都必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对外公布，这一个合理的理由通常都用输了的那一方人来想。天下修行也曾奇怪，为什么两派打得如此不可开交？他们怎么不知道修行世界里有那么多问题出现，而且每一次都是大问题？难道说他们这些普通修行者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2大宗门替他们负重前行？哎，当一个小宗门的宗主也不容易啊，经常会有那么多破事儿。这也是莫文蕊不想扩大宗门的原因。其实他也想扩大宗门，但是他不想操那个心，所以就想找一个有能力的人帮着他干的那些累活。于是他就找到了陆云长，因为他的天命之书里写了，陆云长可以帮他扩大宗门。等他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陆云长之后，就让陆云长去扩大宗门，一定要让碧水宗超过凌霄宗。吃完饭后，时间还，3个人决定出去逛一逛。陆云长不喜欢逛女孩家逛的地方，于是便离开莫文蕊跟叶灵独自到处转悠。这座城很是繁华，道路两旁各种商家应有尽有，还有很多在大马路边上摆小摊的商贩，路上的行人也络绎不绝。陆云长正在街上走着，突然一个穿着翡翠罗衫的女孩撞了他一下。女孩回头嫣然一笑，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对不起，你没事吧？女孩笑起来，嘴角两边带着2个酒窝，而且眉眼弯弯，十分好看。陆云长都看呆了，他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陆云长对甜美挂的女孩没有丝毫抵抗力。陆云长继续往前走，没注意又碰到了一个人，对方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中年人瞪了他一眼，然后就离开了。陆云长一开始没在意，可是当他在一个店铺里买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身上的银票没了。好家伙，7万金币的银票全被偷了。陆云长急忙跑到街上去找那个碰过他的中年男人。陆云长肯定就是那个男人偷了他的银票，实在是太黑了，7万金币起码给他预留一张啊！可惜找来找去都没找到。陆云长后面直冒汗，他没有放弃寻找，终于在一条街位看到了那个撞他的中年男人。陆云长追了上去，发现那个中年男人消失在一座建筑里面。陆云长也没看那到底是什么地方，直接就闯了进去。顿时一群莺莺燕燕围了上来。这位客官，你来了，请里边坐。这位公子，你喜欢我们这个哪位姑娘啊？你喜欢哪位姑娘就让那位姑娘陪着你啊。公子你看我啊，我叫花花，我来陪着你吧。我最擅长喝酒了，能陪着你喝一夜吗？切，会喝酒算什么本事啊？还是我陪着公子吧，我会弹琴，我愿意为公子弹奏一曲。公子还是我来陪你吧，我叫多翠翠，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会伺候人，保证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以后再也不想离开我们翠园楼。不好，这里是青楼。他一不小心跑到青楼来了。诸位美女，
我不是来这找姑娘的，我是来这找一个中年男人的。哎呀，公子你玩的可真花啊，原来你好这一口呀，怪不得你对我们这个姑娘都不感兴趣呢。老鸨笑嘻嘻的说道，用手里熏着香粉的手帕拂到了他的脸上。行啊，公子只要你提出来，我们一定满足你的要求。再说了，中年男人还不好找吗？我们这的护卫好几个中年男人呢，长得还算清秀，不如我给你叫过来，让你挑一挑。老鸨一挥手，果然没一会儿来了一群中年男人。陆云长没有拒绝，他走到几个中年男人面前，一个一个往他们脸上看去，但都没有那个撞他的钟的男人。不是我要找的，不是他们那个中年男人脸上有一颗痣，穿的也不错，有可能是你们这个客人，我要到你们楼上看一看。陆云长说着就要往楼上走，老鸨不愿意了，跟在后边拉着他。公子你这是干嘛啊？你不能随便进入客人的房间，我们还要做生意呢。公子你别那样，中年男人有什么好的呀？还是让我们来伺候你吧。那些莺莺燕燕全都跟在陆云身后，玩命的拉着他的袖子，希望陆云长能看上自己。公子，你要是再这样，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来人呀，把他给我赶出去！老鸨一声令下，青楼的护卫们拖着陆云长就往外走。陆云长刚刚净化身体开始修行，他的修为还非常虚弱，修为几乎为零，凭他一个人根本打不过那么多护卫。你们都给我住手！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高挑俊俏的公子从一个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拿着一把扇子在身前轻轻的扇动，好一副翩翩家公子的做派。陆云长定睛一看，觉得面熟，这位公子怎么长得那么像在路上撞他的那位小姐？他是我的朋友，是来找我的，你们把他给我放了。那位公子说着，拿出一把银币往一楼的地下一撒，所有的莺莺燕燕全都冲下楼去捡地上的银币。哎呀，公孙公子呀，原来这位公子是来找你的呀！他说他来找一个中年男人，我还寻思呢，他怎么能下得去口呢？原来找的不是中年男人，而是一位俏公子。哈哈，老鸨笑着离开了。多谢公孙公子。陆云长总到公孙公子前施礼，公孙公子也回礼。公孙公子请陆云长到他的房间里坐坐。陆云长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便跟着走了进去。他的心里充满了疑问，这位公孙公子到底是男是女？若是女人，为什么会来青楼？若是男人，为什么在街上会男扮女装？我想你此刻一定有很多疑惑，想知道我到底是男是女吧？看陆云长满脸疑惑，却又不好意思问出口的样子，公孙公子首先开口了。陆云长有点尴尬，但还是点了点头，因为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要根据公孙公子的性别调整对待他的态度，因为他很喜欢公孙公子这样的女孩。如果公孙公子是女孩，那还好说；如果公孙公子真的是男人，那他只能用对待男人的方式去跟公孙公子相处。若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弄混了，那便会十分尴尬。这位公子，其实我是一位女孩子，我就公孙了。这家青罗就是我们家的产业之一，所以我有时候会到这个青楼里来看一看。但是来这种地方，以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实在是不方便，我便会扮成男孩的模样。而且老鸨也不认识我，每一次我都是以附上客人的身份过来，主要就是想暗中查一查这里对待客人是什么态度，采用这种方式才能更好的对自家的产业做最真实的调查。你是不是马工作？陆云长点点头，觉得公孙了了说的非常有道理。于是陆云长又问了一下公孙了了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意，公孙了了便告诉陆云长，他家里还开着银号、酒楼、绸缎庄、药铺等等等等，而且并不止在这一个城里有产业，在大陆的5、6个城里也都有产业，而且每一样产业公孙了了都说得头头是道。陆云长是现代人，对经济学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快速的判断出公孙了了确实是做生意上的人才。公孙了了还挺有经济头脑，起码比莫文蕊强多了。若是公孙了了能进入碧水宗修行，帮忙管理碧水宗的产业，那么碧水宗的收入肯定会有极大增加。忘了自我介绍，我叫陆云长，是陆家庄的大公子，现在是碧水宗的宗主莫文蕊的亲传关门弟子。陆云长介绍完自己之后，以为这只是一个平常的身份，可是面前的公孙了了却大受震撼。陆公子，没想到你竟然是碧水宗的关门弟子，好厉害啊！我曾经也想去碧水宗修行，可惜人家不要我，为此我还失落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啥？公孙了了也去过碧水宗，还被赶了出来？莫文蕊还整天叫嚣着要扩大宗门，竟然把公孙了了这样的人才拒之门。公孙小姐，你真的想进入碧水宗吗？那是当然了，做梦都想。我特别想修行，虽然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可是我从出生就是水灵根，根基还算不错，如果不去修行的话，实在可惜。陆云长跟公孙了了交谈甚欢，陆云长想让公孙了了帮忙找出那个撞了他的人，公孙了了痛快地答应了。于是他对手下小声说了几句话，手下立刻出去了。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手下回来了，在公孙了了耳朵边回复了消息。公孙了了点点头，表示知道了。陆云长，我帮你打听过了，你找的那个人在后院的小楼里，你要过去找他吗？后院的小楼？那是什么地方？陆云长好奇地问道。后院，而不是前院，一般的消费场所，后院都比前院要贵。难道那个人还是什么有身份的人不成？后院也跟前院差不多，都是来一度春宵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住在后院花费更大，一晚上要5个金币。你晚上就要5个金币，那也太贵了吧。果然一般的后面都是有钱人的地方。如果公孙小姐不介意的话，我倒是想过去看一看。公孙了了也没问到底是什么事，便答应了，站起来大给陆云长带路。他们一起来到后院，青楼的后院倒是也十分的样子，亭台轩榭，小桥流水，树杈上还挂着几个鸟笼，几只鸟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发出清脆的叫声。公孙了了带着陆云长来到一座小楼前。陆公子就是这里了，你想自己送去还是我带你上去？
陆云长不知道怎么样才合乎礼数，于是便说道：“公孙小姐觉得如何方便，便如何吗？我只想找出那个人，因为他偷了我的钱。”公孙乐乐点点头，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率先上了楼，陆云长跟在身后。上了楼以后，就听到了几个女人嬉笑的声音。那个人点了5个女子，正在房间里快活。公孙乐乐说道：“开门的时候还请陆公子做好心理准备。”说着又做了个请的姿势。陆云长于是飞起一跤，把门给踹开了。里面的画面果然香艳。你们是谁？竟然踹我的房门！那个撞了陆云长的中年男人端着酒杯，大声的叫嚣着：“你们不知道我已经付了钱了吗？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有钱了？你们都得对我客气点，不然的话，我对你们不客气。”中年男人衣衫不整，脸上还带着几个脂粉印子，看来刚才玩得很花啊。陆云长想来就生气，这个混蛋肯定是用他的钱来这儿快活来了。陆云长撸起袖子就冲过去了，把老子的钱给老子吐出来！陆云长扯着中年男人的袖子去搜身。天哪，怎么回事啊？那位公子就是喜欢男的的男人吗？听说他一进咱们这儿的大门就叫嚣着要找男人，然后妈妈给他找了几个男人，他都不愿意。哎呀呀，没想到长得那么好，口味竟然那么重啊！现在的有钱人呢，口味都挺重，比我们的口味还重呢。几个同样是衣衫不整的女子说道：“你们干什么的？”这个时候，青楼的护卫过来了，想要把陆云长他们几个赶出去。公孙乐乐拿出了一个令牌给那几个护卫看，那几个护卫看后都战战兢兢的样子，然后就退下来。房间里任由陆云长在扒光了中年男人的衣服，他在找自己的银票，但是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怎么回事？银票呢？难道不是他偷的？如果是这个家伙偷的，那么银票应该在他身上。陆公子怎么样？找到了吗？公孙乐乐问道。陆云长十分尴尬：“不好意思，公孙小姐，没找到，是我唐突了。”公孙乐乐笑了笑，对手下的人挥了挥手，然后手下人走到中年男人身旁，踩着中年男人的胸脯，然后在他大肚子上撕下一张人皮来。陆云长简直震惊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肚子上的皮竟然被撕下来了！陆公子，这种是江湖上的玩意，叫做肚皮藏，就是用人皮贴在肚皮上，然后在里面藏一些重要的东西，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一般人即便趴在上面也看不出来。只不过我还知道这种小把戏，所以才能把它识破而已。公孙乐乐笑着说道。陆云长点点头，没想到公孙了了知道的这么多。从中年男人贴在肚子上的人皮上确实找到了银票，陆云长赶紧把银票拿过来核对了一下，发现一张都没少，顿时松了一口气。多谢公孙小姐，我才能把银票拿回来。要是公孙小姐不嫌弃，我想请公孙小姐喝一杯，怎么样？这是现代人会说的话，不知道在古代对一个女孩子说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女孩子会不会觉得她不尊重？陆云长太激动了，所以嘴快了，说了之后才反应过来，想把话收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他敢想道歉，但是公孙了了却笑着说道：“可以，那就让陆公子破费了。”陆云长真恨不得给公孙乐乐竖起大拇指，这个女孩子真是个聪明爽快的人，而且长相异常甜美可人呢，简直就是陆云长心坎里的人啊！请吧，公孙小姐。他们两个一起下楼，来到了前院，之前公孙了了的房间。两个人要了酒菜，开始边吃边添谈。两个人谈地倒是十分投机。公孙乐乐说了很多关于自家产业的事儿，陆云长发现自己没看过，公孙了了确实是个会做生意的料，必须收入碧水宗门下，帮着管理生意。等我回去后，便禀告师傅，把你收入碧水宗，还请公孙小姐等我的好消息。临走的时候，陆云长向公孙乐乐保证道。公孙乐乐十分感激，那我先期前谢过陆公子。陆云长走到公孙乐乐身边的人问道：“小姐真的觉得那个姓陆的公子能帮小姐进入碧水宗吗？”“谁知道那是什么？”公孙乐乐笑着说道，漂亮的脸上一副淡然的样子，转身回到了青楼。陆云长从青楼出来之后，就被叶灵发现了。当时叶灵正在路边的小摊买胭脂，结果正好看到陆云长从青楼出来。叶灵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而且脸上还一副高兴的样子，好像很满足。这个陆云长竟然是这种人，叶灵感到非常伤心。他也没有心思买胭脂了，把胭脂放下，然后就回到了他们住的酒楼。回去之后，发现陆云长正在1楼吃饭。陆云长看到他就向他打招呼，但是叶灵没有搭理陆云长，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卧房。那小丫头片子又怎么了？难道我得罪她了吗？陆云长摸不透叶灵的心思，只能摇摇头继续吃饭。其实他在青楼也吃了一点，但是只顾着和公孙乐乐说话，把肚子给忘了，还是没有吃饱。吃完饭之后，他让小二记账，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房，拿出银票在手里翻来覆去的看着。7万金币啊，终于又回到他手上了。金币啊，金币，你知道我失去你的时候有多么的恐慌和沮丧吗？太好了，真是苍天有眼，我现在失而复得，我得想想怎么把你们花掉呢。就让公孙乐乐去碧水宗照管碧水宗的生意，然后我就投资碧水宗的生意，这样就能赚钱了。陆云长这才想起来要帮公孙乐乐进入碧水宗，他刚刚差点忘了。于是他立刻去敲莫问蕊的房门。进来。莫问蕊的声音传出来。陆云长推门进去，看到自己的师傅正坐在窗子边喝茶，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看师傅这样子，倒是也不急着回碧水宗了。师傅，咱们碧水宗还收不收徒弟？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让你说他收徒弟，不知道你肯不肯？陆云长走了过去，直白地问道。你想让我也是收一个徒弟吗？莫问蕊问道。陆云长点了点头。没错，我正有此意。
我今天逛街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她非常有经商的天赋。若是她加入我们碧水宗，可以帮你打理生意，有她打理生意，碧水宗的产业一定会节节升高。梅味儿也有了兴趣，一个女孩子竟然懂得经商，这对她来说不可思议。她还以为做生意都是男人干的事，所以她觉得公孙了还挺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都应该来碧水宗。虽然他的门派小，但却能跟凌霄宗平起平坐，原因就是他收的每一个徒弟都能力超群，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独当一面。有的善于做菜，有的善于乐器，有的尚有歌舞，还有我的善于骑射和各种修为能力，只不过就是没人擅长经商。找一个擅长经商的人来碧水中大有益处，起码可以帮助他管理产业。碧水用那么大的产业权，靠他一个人想管太累了，他不是干这个的料。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要找一个人帮忙补平他的缺点。以前虽然对陆云长没感觉，但是现在他觉得陆云长就是那个能帮他补平不足的人，而且天命之书上就是那么写的。所以莫问蕊很听陆云长的话。没错，而且我觉得他非常有经商方面的天赋，而且也非常努力，现在在经商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有了陆云长的推荐，莫问蕊当然相信公孙了了的实力。既然如此，那就让他来吧，我相信你的判断。莫问蕊已经答应了，陆云长特别高兴，收徒两个又聊了几句。陆云长怕打扰莫问蕊休息，便离开了莫问蕊的房间。他离开莫问蕊房间的时候，又遇到了叶灵。叶灵肚子饿了，也去一楼吃了点东西，回来的时候就看到陆云长从莫问蕊的房间出来。叶灵大吃一惊：你在师傅的房间做什么？你那么惊讶干啥？现在大白天的，我在师傅的房间能干啥？当然是跟师傅商量事情呢。你跟师傅有什么可商量的？叶灵警惕地问道。那是我的事，我凭啥要告诉你？陆云长觉得今天的衣领有点反常。夜里看到他的时候，为什么表情变得那么惊讶？他又没做错什么事儿，就算是去青楼溜达了一趟，他也是无辜的。再说了，他去青岛溜是他自己的事儿，关叶灵什么事？得到陆云长的那个回答，叶灵险些被气死。你是我的未婚夫，你的事当然就是我的事，所以你去师傅的房间到底商量什么事情？若不是叶灵提醒陆云长，陆云长差点忘了叶灵是他的未婚妻啊。你确实是我有我的未婚妻，但是我们两个并没有未婚妻的样子啊。一般的未婚妻怎么可能像我们一样生疏？一般的未婚妻一起去一个宗门修炼，应该是一件甜蜜的事情。两个人在路上的时候就开始亲亲抱抱举高高了吧？但是他们两个呢，仍然像两个陌生人。这样的两个人怎么能算是未婚夫妻呢？这个时候叶灵已经有些生气了，他觉得陆云长是在暗示自己。他可是大家闺秀，不会主动对男人投怀送抱，而且他对陆云长还没有什么情谊。他虽然不讨厌陆云长，但是他的跟陆云长的感觉还没有亲密到可以做亲密举动的时候。他也分不清自己的陆云长是什么感觉，但是太清楚，他现在不可能做出亲密的举动，那样太轻浮了。陆云长，你到底想说什么？请你对我放尊重一点。陆云长耸耸肩，不会吧，这样就生气了？女孩的心思果然很难猜啊。不过如果现在对面站着他是公孙了，一定不会生气吧？陆云长又想起公孙了脸上可爱的酒窝。陆云长确定自己喜欢公孙了那种类型。如果现在必须马上结婚的话，他选择的第一个结婚对象就是公孙了，那是他永远的白月光和朱砂痣。叶大小姐，我惹不起还多不起吗？真是怕了你了，我对你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你误会我了，你大可不必这么激动。陆云长说完就回了自己房间，留下叶灵站在走廊里，他生气的一跺脚。陆云长，你真是太过分了。叶灵回到房间的时候仍然在生气，他从没有为一个男人生气过。原本以为陆云长是忍辱负重的人，天生的修炼奇才，却被家里人误解，得不到家里人信任，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但是今天才发现他特别讨厌，而且太放浪了，竟然去青楼那种地方，而且毫无愧疚之心。他以为他会向他坦白呢，但是他好像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的一样，那么坦然。若不是亲眼看到他从青楼出来，他都不敢相信。叶灵是个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他做事儿向来雷厉风行，不会藏着掖着，更不会让一件事儿长时间困扰自己，所以他决定要向陆云长问个清楚。于是他过去敲响了陆云长的房门。进来。陆云长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来。叶灵推门进去，结果就看到陆云长正在换衣服，他的身材好像还挺不错啊。叶灵惊讶了一下，猛然发现自己在盯着陆云长看，赶紧把头扭开了，俏脸微红。陆云长，你既然正在换衣服，干嘛还让我过来？你是我的未婚妻，看我换衣服怎么了？你不应该帮我换衣服吗？陆云长无辜地说道。你……叶灵又羞又气，险些上去跟陆云长拼命。陆云长无辜地看着叶灵，好像不明白叶灵为什么生气似的。你不是还说咱们两个是未婚夫妻吗？而且是那种你想退婚，但是又没有退婚的未婚夫妻，那有什么不一样吗？叶灵问道。当然不一样了，说明你不想跟我退婚，说明你很想嫁给我啊，不是吗？叶灵更加害羞了，但是她还是装作无所谓的样子。那又怎么样？不代表我就真的喜欢你啊，我是因为你的能力还不错，所以才不想跟你退婚。其实是因为他的天命之书上写着，要是离开了陆云长会遭受厄运，甚至红颜薄命，他这才一定要嫁给陆云长。但是这些他并没有告诉陆云长，因为这是他的秘密。但是这些陆云长怎么会不知道呢？因为叶灵的天命之书就是他改写的啊。叶灵对此深信不疑，对他反而更加有好处。陆云长也知道，现在的叶灵并没有完全喜欢上他，想要得到叶灵的喜欢，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叶大小姐是个十分高傲的人，不会轻易喜欢上别人，相对于喜欢别人，她更加喜欢她自己。但是这些对陆云长来说都没有什么，他有办法让叶灵喜欢上他，他也喜欢这样让一开始对他没感觉的叶灵一步步的喜欢上他，然后心里全都是他。这种感觉对一个男人来说特别的有成就感。叶灵不知道陆云长在想什么。陆云长，我问你一件事儿，希望你能老实的回答我。这件事儿，包括你对这件事的坦白程度，都会影响我对你的看法，知道了吗？陆云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叶灵这才接着说道：“你是不是去青楼了？”陆云长回答道：“是。”他丝毫没有隐瞒，这让叶灵比较满意。你去做什么了？这一句好像是废话，去那种地方还能做什么呢？但是叶灵有种期望陆云长去那种地方是为了别的事儿，而不是去消遣。陆云长没有打算隐瞒什么，就把自己丢了银票的事儿告诉了叶灵，当然还有公孙乐乐。叶灵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那就是公孙乐乐，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你对公孙乐乐很了解吗？叶灵问道。他只是想知道陆云长对公孙了了的态度怎么样。他的直觉告诉他，陆云长可能喜欢上了公孙乐乐。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长得漂亮，性格好，而且十分有经商的头脑。陆云长没有隐瞒的回答。叶灵听后心里不由得酸了一下，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这么说，你已经向师傅推荐他了吗？因为他刚刚看到陆云长从师傅的房间出来。果然，陆云长点点头。而且师傅已经答应了，明天我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公孙小姐。陆云长的语气不无兴奋。叶灵的心里又酸了一下。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也对公孙小姐很好奇，我想见见她。叶灵说道。她也不知道见到公孙小姐到底要干嘛，而且公孙小姐已经等于加入了碧水宗，她迟早是要见的，又何必特意跑一趟呢？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她就是想要跟陆云长一起去见见那位陆云长口中的公孙小姐。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被陆云长夸奖的女孩到底什么样。陆云长答应了。叶灵没有待下去的必要，就离开了陆云长的房间，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到了晚上，陆云长又听到门开了声音，他叹息一声，果然又看到师傅莫问蕊来到了他床边，很自然的爬上了他的床。师傅的身材太好了，凹凸有致，而且非常有弹性。面对这样的一副身子，却不能做点什么的话，会别出病来的。他陆云长可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啊。但是可惜，此刻的莫问蕊是梦游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是这个时候对师傅做了点什么，万一做到一半师傅醒了，那他就惨了。莫问蕊躺在陆云长身边，像是一个条八爪鱼一样缠在陆云长的身上。叶灵又听到了陆云长房间开门关门的声音，他再次失眠了。他竖着耳朵，等待着陆云长房间里再次响起开门关门的声音，这才稍微有了睡意。师傅跟陆云长之间肯定有点什么，不然的话，师傅不可能半夜往陆云长的房间里跑，而且又对陆云长那么好，不但给了陆云长7万金币，而且陆云长不管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一般正常情况下，哪有师傅对徒弟那么百依百顺的？这个陆云长还真是能沾花惹草啊！外面一个公孙小姐，身边还有一个碧水宗的宗主师傅，艳福不浅。叶灵想到这儿，咬了咬牙。陆云长要去把好消息通知公孙了。吃完饭就出门了，可是门口已经有人等着他了。是叶灵。去哪儿？叶灵明知故问。去告诉公孙小姐，她被碧水宗收为弟子了，让她准备一下，跟我们一块启程。陆云长说着就要走，叶灵更在他身后。叶大小姐，你跟着我干啥？别说这条路不是他家的，他不吃那一套。我跟你一块去找公孙了。叶灵理所当然的说道。既然他成了碧水宗的弟子，那我就是他的师姐，过去跟他认识一下没问题吧？说的好像没问题，但是陆云长总觉得有问题。不过公孙乐乐跟叶灵总是要见面的，陆云长也没说什么，带着叶灵带来到了青楼门前。看着装饰着花花绿绿的青楼招牌，叶灵的脸都绿了。你还要来这儿？你们就不能换个地方见面吗？叶灵对在青楼见面很不以为然。陆云长却笑了笑，不怀好意道：一回生两回熟，等你多来几次，就会发现这其实不错。要是你换个男装来，那就更有趣了。说着眨了眨眼，先进了青楼。叶灵只能跟进去。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都是男客，女客免进。在门口迎客的老鸨板着脸。你！叶灵上前一步，刚要跟老鸨理论，但是被陆云长给拦下来。陆云长直接拿出一个金币，老鸨立刻眉开眼笑。但是陆公子啊，我们这儿的规定是在世。陆云长懂，又拿出一个金币。哎呀，哈哈，陆公子你可真大方，你昨天一来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只不过我们这儿……陆云长又拿出一个金币。你要是再不让我们上楼，我走了呀。老鸨立刻把金币拿过来，让开一条道来。前面的人都闪开，别当着陆公子的道儿。陆公子，你楼上请。叶灵脸都绿了，这个老鸨也太失脸了吧，只认钱。但是陆云长却觉得这样挺好的，有钱就能破坏规矩，不然的话给多少钱叶灵都进不来啊。他们上了2楼，昨天公孙乐乐待过的房间。公孙乐乐还没来，但是里面却有一位美女在弹琴，还有一位美女侍候着。公孙公子还没到呢，你们怎么就过来了？陆云长好奇地问两位美女。两位美女穿的挺少，肚脐眼都露在外面。叶灵看得直皱眉头，但是陆云长觉得刚刚好，现在天气这么热，就应该穿得清凉一点。很快就上来了点心，陆云长一边吃着点心，一边听曲子。别说这个青楼里的曲子弹得好，唱得也好，比现在的很多小花唱功好多了。可惜啊，
要是这些青楼的女孩穿越到现代，说不定能在娱乐圈混得不错，因为她们真的有那个实力。公孙乐乐什么时候来？为师没让我们在这儿等他。叶灵不耐烦了。陆云长却悠然道：没人让你等他，是你自己想来，我有拦不住你。叶灵没话说了，确实是他想来。对了，公孙小姐在这儿的身份是一个公子，你可别给人家说漏了嘴。陆云长提醒叶灵。叶灵却哼了一声。你当真以为这儿的老鸨会看不出来吗？老鸨看不看得出来是人家的事儿，但是说不说就是你的事儿了。陆云长不惯着叶灵。叶灵撇了撇嘴，不说什么了。但是他很生气，陆云长把他当做什么人了？长舌妇吗？他可不是那种喜欢乱说话的人。叶灵赌气也开始吃东西，不太跟陆园长说话。陆园长也乐得清静。就这样等了一炷香的功夫，公孙了了终于来了。对不起，陆公子让你久等了，实在是家里生意上有点事给耽搁了。没关系，公孙公子，我在这儿喝着茶吃着点心，听着群也不错。再说了，他们有没有预定见面时间，纯粹是他来早了而已。坐下之后，公孙乐乐迫不及待地问道：陆公子那件事情怎么样了？成了，你收拾一下，明天我们就一起上路去往碧水宗，你看如何？那真是太好了，公孙乐乐十分高兴。我是不是应该先去见一下师傅？陆云长摆了摆手，见不见都行。师傅那个人比较淡漠，有时候你可以装作他不存在。听到这，叶灵做了皱眉头，这话恐怕也就陆云长敢说吧。当然，公孙了了也不会把这种话当真。若是师傅喜欢清静，不喜欢被打扰，那我们明天上路去碧水宗的时候，我再见师傅也可以。不知道师傅喜欢什么，我想为师傅准备一份见面礼。叶灵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陆云长入东门的时候，莫问蕊准备了见面礼7万金币，现在轮到公孙了，却成了徒弟为师傅准备见面礼。这个徒弟还真是豪横。其实没有必要，师傅不在意那些，如果你实在想准备一些胭脂水粉就行了。陆云长常回答。公孙乐乐点点头。这个时候，陆云长指着身边的叶灵为公孙乐乐介绍：这位叶灵是你的师姐，她跟我同拜入师门。公孙乐乐立刻站了起来。见过叶灵师姐。师妹。两个人算是见过面了。显然叶灵对公孙了了的印象并不好，因为他发现公孙乐乐确实优秀，不但长得漂亮，而且非常有头脑，特别聪明，家世也好，而且看得出来陆云长那个家伙对公孙了了很感兴趣。今天是个好日子，我终于可以进入碧水宗了。陆公子。陆云长摆摆手，以后叫我师兄就可以。陆师兄，今天我来请客吧，不管你们想吃什么玩什么，都算在我头上，聊表我的心意如何？公孙乐乐真诚地说道。他不差钱儿，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钱，把他们家地板缝里扫一扫都能扫出100万的金币，更别说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金币，还有各处的产业。而且公孙家族是一个古老的家族，已经传承了数代，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家族，就是那些暴发户没法比的。叶灵想要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也不差钱，根本用不着让公孙乐乐请客。但是陆云长却笑着回答：那就多谢了。叶灵反而不好拒绝了。公孙乐乐立刻拍手叫人，把你们这里最好的酒最好的菜拿上来，然后挑几个最好的姑娘来这儿助兴。说完拿出了1袋金币放在桌子上。青楼的人眼都直了，赶紧把金币拿过来，好像生怕他反悔似的。公子你放心，我一定把最好的叫过来。没一会儿就来了一群10几个姑娘，长得确实颇有姿色，而且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有几个姑娘陪着陆云长他们喝酒，因为公孙了了穿的是男装，那几个姑娘也陪着他喝酒。被这么多漂亮姑娘围着，陆云长很受用。叶灵的脸色却很难看。这个陆云长真讨厌，竟然在这种地方玩得那么开心，简直有辱师门。叶灵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他，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你的嘴都要裂到耳朵根子了，还是不要待在这种地方了，我们走吧。叶灵站起来就要拉云长离开，但是陆云长不想离开，一把甩开了他。大小姐，我在这待得好好的，现在还不想离开。再说了，你让我离开的时候就不问问我是否同意吗？陆云长虽然没有生气，但他说的话还是让叶灵脸上发烫，这好像是在指责他不顾他人感受。我是为你好，你就不怕被耻笑？那就让他们耻笑我吧，我愿意被耻笑。他无所谓地说道。他的态度差点让叶灵气死。你现在不是废物了，你是碧水宗的关门弟子，你怎么能说这种自暴自弃的话呢？陆云长一头黑线。他刚刚说的话不是自暴自弃，只不过是想让叶灵知道不要干涉他。可是叶灵有时为了陆云长好，正派弟子来烟花之地，若是被外人知道了，一定会说些闲言碎语，对陆云长的名声显然不好。他不想让自己的夫君带上这样的坏名声。其实在这里没什么，毕竟我们没有做出格的事情。公孙乐乐说道。叶灵动了公孙乐乐一眼。师妹，你是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这种地方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纵然这是你家族的产业，你也不应该经常在这里出现。你应该记得，你是个女孩子，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叶灵怒斥公孙乐乐。叶灵本就是大小姐，从小都接受了严格的家教，她不但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同样严格。但是公孙乐乐不一样，因为经商的关系，家里对她十分宽松，不过也对她进行了十分优质的教育，从小各种礼数、琴棋书画全都请了最好的人教她。只不过公孙乐乐不会被这些教条束缚，也不会用它束缚别人。师姐，我觉得你此言差矣，所有人都爱玩，这本没有错，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不好。难道这儿弹的曲子不好吗？还是这里的酒不好？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不好，是师姐你想多了。师姐，我觉得你太喜欢立规矩了，有些事儿不是你认为这样就是这样，有可能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公孙乐乐依然笑着说道，但是说出的话却铿锵有力。他的谦和但是坚定的态度让叶灵更加受不了了。叶灵有种感觉自己要被公孙了了给比下去了。这样从小就争强好胜的叶灵很不甘心。师妹，我是师姐，我说的话没错。难道我让你们离开青楼去别的地方玩乐有错吗？我没有让你们停止玩乐，而只是让你们不用在青楼玩，拜托你搞清楚。叶灵生气了。陆云长一副看好戏的表情，他不打算插手，反正不干他的事儿。而且他看出来了，叶灵对公孙了了有偏见，至于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两个女孩之间的事儿就让两个女孩自己去解决吧。叶灵看到陆云长根本不向着自己，心里更不平衡啊。陆云长，你可是我的未婚夫啊，怎么能坐视不理呢？公孙乐乐也感觉出来，叶灵有点针对自己，并不是在不在青楼玩乐的事儿。就算是不在青楼玩乐，叶灵恐怕也会找别的事儿为难他。那不如就在这直白的把事情解决了吧。虽然那公孙了了不喜欢跟别人起冲突，但是他也不害怕跟别人起冲突。以后还要跟叶灵一起相处很长时间。要是叶灵一直针对他的话，那以后的日子都要很憋屈了。公孙乐乐也是大小姐，从小家族里万人追捧着长大，他可不是受气的主。两个人的争吵不断的升级，但是陆云长还是在听曲子。唱曲子的姑娘们一开始有点慌，但是后来看到陆云长那么淡定，也都淡定下来。这个时候叶灵跟公孙乐了的争斗更加升级，然后两个人甚至打了起来。陆云长穿过来后还是第一次见女孩打架，上一辈子他倒是见过女孩打架，学校里有那种学习不好的小太妹，为了挣男朋友大打出手，打架的时候都是扯头发抓裙子啥的。但是他还是第一次见两个优秀的女孩打架，而且都是有修为的人，打架的时候十分精彩。陆云长自己掂量着，要是他现在上去跟他们任何一个人对打的话，恐怕都不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对手，所以静观其变。公孙乐乐，你太过分了，我是你的师姐，你竟敢跟我动手！叶灵大喝一声。那又怎么样？你一个做师姐的上来就针对我，怎么是觉得我比你强，所以妒忌了是吗？公孙了了不甘示弱，而且说话句句扎心，他说的每一句都扎在叶灵心坎上。其实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只是风格不同而已。公孙了了因为家里从小做生意，见过了很多达官贵人、高门大户，所以为人处事更加从容，不是叶灵这种从小养在家里族不出户的大小姐可比的。况且公孙了了确实有能力，年纪轻轻已经帮着家里打理家族生意，而且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让家族赚得更多。只是他的灵根不如叶灵，叶灵是天灵根，公孙了了只是水灵根，而且叶灵从小就开始修炼，公孙了了在修炼上肯定比不过叶灵，所以两个人对打，公孙了了肯定不是叶灵的对手。很快公孙了了就处于下风。叶灵作为公孙乐乐的师姐，是有资格教训公孙了了的，所以他不会手下留情，要给公孙乐乐一个下马威。这个时候陆云长出手了，他直接就挡在了公孙乐乐面前。等等，听我一句劝。陆云长对叶灵伸出手去，试图阻止叶灵，但是叶灵直接一巴掌把陆云长给拍飞了，然后又把公孙了了给拍飞了。公孙乐乐也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叶灵的对手，但是自己贸然跟叶灵动手，叶灵如今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相比一定会给自己一个下马威。想到一会儿即将到来的羞辱，公孙乐乐眉头紧皱。师姐，我们真的要比拼实力吗？公孙了了从地上爬了起来，擦干净嘴上的血问道。那是当然了，不然要比什么？比谁家里有钱吗？那也太低级了吧。叶灵以一个上位者的姿态说道。他可是天灵根，不是什么人都能跟他交手的。虽然他现在的修为跟真更的高手没法比，但是对付一般人他从没有输过，特别是对付像公孙这样的大小姐，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只是绣花枕头而已。那好，师姐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呵呵，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怎么样。陆云长从地上爬起来，有点狼狈，好在他脸皮厚，根本不当一回事儿，坐下来继续吃点心喝茶。来人，给我打！公孙乐乐大喝一声，指着叶灵。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两个黑衣人，跟叶灵成对垒之势。呵呵，你们要两个打我一个吗？还是说三个打我一个？公孙乐乐以多欺少，这就是你的实力吗？当然，我家能请到如此高手，你家能请到吗？这都不算实力，那什么才算实力？呵呵，真是可笑，这就是你的实力，我都被你给羞死了呢。叶灵讥笑，但是公孙乐乐根本不为所动。你跟我比试的内容不也是你定的吗？凭什么你定的就行，我定的就不行呢？我跟你比琴棋书画，比学历见识，你比得过我吗？你会跟我比吗？跟我比修炼，还不是你觉得自己能赢而已。公孙了了的话再次让叶灵无言以对。给我上啊！公孙乐乐大声喊道。两个黑衣人冲着叶灵冲去，他们的实力远在叶灵之上。叶灵纳闷，真的强悍的人为啥会甘愿在公孙乐乐家中做一个打手呢？你们这样的修炼者应该有更加广阔的天地，而不是蜗居在公孙家。你们这样也太不尊重自己的修为了吧？你懂什么？从小锦衣玉食的大小姐竟然教育起我们来了。你做你的大小姐，我们做我们的打手，不用你为我们操心。两个黑衣人冷冷地说道。很快叶灵就处于下风，他根本不是这两个黑人的对手。很快一个黑衣人甩了叶灵一巴掌，算是为公孙乐乐报了仇，出另一个黑衣人也甩了叶灵一巴掌，算是为陆云长报了仇。他两边的脸都肿起来。叶灵紧紧咬住牙关，他还从未受过如此屈辱，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那么多人看着。哎呦我的天哪，刚看到一巴掌打得可真重啊，我都替那个小姑娘感到疼了。那个小姑娘长得那么漂亮，性格还挺泼辣。
你们不认识她吗？她是叶家的大小姐叶灵啊，是罕见的天灵根天之骄子，当然骄傲了。原来如此，怪不得她那么厉害。可惜啊，她还是打不过那2个黑衣人。不过她刚刚把别人打了2巴掌，现在又挨了别人2巴掌，也算是扯平了。周围有很多看热闹的人都在议论纷纷，因为他们打斗的动静太大，惊动了青楼里的人，就连老鸨也来了。哎呀呀，你们在做什么？把我这个东西都给打坏了呀！你们得照价赔偿，我这里的东西全都价格不菲，你们打坏的这些东西少说也得100金币。陆云长汗颜，心道这老鸨真会坐地起价。没问题，我会照价赔，砸坏了你家的东西我不会让你们吃亏，我可不像有些人，表面上说着大方，可是只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公孙乐乐在指桑骂槐，讽刺叶灵。叶灵本来还想问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金币，但是被公孙乐乐一说，他也改口了，不就是100个金币吗？我来赔，别以为我们叶家的财力会败给你们公孙家，有点钱就了不起吗？叶灵的脸还火辣辣的疼着，但是他装作没事人的样子，今天已经够丢人了，若是情绪上再有较大的波动，那只会被别人认为是悍妇，会更丢人。公孙乐乐伸出一只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既然这么说，那我就把赔偿的机会让给叶大小姐，你请吧。公孙乐乐似乎是觉得叶灵拿不出这500金币，因为500金币的价格非常高好了，在大陆一般的家庭，500金币几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积蓄。但叶灵轻松地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面额正是500金币。他把银票扔给了老鸨，老鸨双手接了过来。叶灵挑衅地看向公再聊聊。公孙乐乐耸耸肩，只有陆云长叹了口气，他知道公孙乐乐赢了，因为公孙乐乐想要的是面子和里子都要，而他现在也做到了。从表面上，他不但在语言上胜过了叶灵，而且还让属下结结实实的给了叶灵2个大嘴巴，最后还坑了叶灵500金币。虽然挣500金币对公孙了了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是9牛1毛而已，但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进账呀。他是一个生意人，当然以赚钱为己任，信奉的就是绝不吃亏，所以这一次不论是打架的还是赚钱，他都做到了稳赚不赔。叶灵原本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小姐，可是在甜美可人的公孙了了面前，却像是一个喜欢无理取闹的小孩，而且还是呆呆笨笨的那种。反正叶灵跟公孙了了终于打完了，陆云长招呼2个人吃饭，公孙乐乐过去拿起糕点，笑着吃了起来，但是叶灵却脸色很难看，一时缓和不过来。公孙乐乐第2天早早的就来到了陆云长他们住的酒楼门口，坐在马车上等着他们。陆云长他们吃了饭才从酒楼里出来，公孙乐乐赶紧下车。师兄师姐，公孙了了热情的叫道，嘴角2个酒窝。他好像忘记了昨天的不快，跟叶灵没有任何不愉快似的。叶灵却哼了一声，转过脸去。这是就是师傅吧？公孙乐乐看着莫问蕊。陆云长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碧水宗宗主，咱们的师傅莫问蕊，这位是师傅你新收的徒弟公孙乐乐。莫问蕊上下打量了公孙乐乐一眼，然后点点头。公孙乐乐一抱拳，师傅，以后还麻烦师傅多关照了。切，真虚伪。叶灵没好气的吐槽。公孙乐乐听到了，脸上也露出不快，但是还是忍住了，没说什么。师傅，请你坐我的马车吧，我的马车比较宽敞。公孙了了笑起来特别好看。莫问蕊看了看公孙了了的马车，确实比自己花钱雇的马车大多了，于是就上了公孙了了的马车，4个人坐在马车里还不觉得挤。公孙了了还贴心的准备了点心，怕路上大家会饿。谢谢徒弟。莫问题说着就拿起一个点心吃起来。谢谢师妹。陆云长也拿起一个点心吃起来，但是叶灵却没吃。师姐，你不吃吗？这是我家的厨子自己做的，外边买不到，你尝尝吧。公孙乐乐说着拿起一个递给叶灵，但是叶灵照样把头扭到了一边。陆云长把公孙乐乐手里的糕点拿了过来。师妹，少一个人吃更好，这些我跟师傅还不够吃呢。莫问蕊点点头，表示同样。徒弟你家的厨子1个月多10银币。莫问蕊想把人家请过来，这样在碧水宗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糕点了。1个月1个金币。公孙乐乐说道。陆云长差点把嘴里的糕点给吐出来，这么贵？他以前在陆家的时候，1个月的零花钱都没有1个金币呢。这位厨子是凌天大陆最好的了，他做的糕点也是正片凌天大陆最好的，所以较贵。莫问蕊却点点头，他觉得这价格也不是很贵，也不是请不起，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夺人所爱了，想吃的话派人去公孙徒弟的家里买一点，应该是可以的吧。莫问蕊是个十足的吃货，为公孙了了的糕点而沦陷。几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碧水宗赶去。到了晚上就在客栈里休息，他们住的都是公孙乐乐家的客栈，用不着花钱，而且公孙乐乐家的客栈都很高级，里面装修的也非常好，饭菜也好吃。师傅，我觉得你收了公孙乐乐师妹做徒弟，真是赚到了。陆云长吃完饭后剔着牙，这个年代本来没有牙签，但是陆云长穿越过来就有了牙签。是陆云长告诉公孙乐乐，酒楼里最好备上牙签，免得客人想剔牙。公孙乐乐觉得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于是就连夜让人做了牙签。第2天陆云长吃早饭的时候就用上了，然后每一个公孙家的客栈里都配备了牙签。这个师妹真是听人劝啊。陆云长更加喜欢公孙乐乐。莫问蕊对这个徒弟的印象也不坏，只有叶灵则更加讨厌公孙乐乐，以为他觉得公孙乐乐太能装了。又走了5、6天的路程，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碧水宗。碧水宗的弟子们全都站在山门外迎接，场面特别宏大。不赖呀，师傅，这欢迎场面够大的呀。整个碧水宗师兄弟们都出来了吧？陆云长问道。莫问蕊点点头。你上面只有师兄，没有师弟。
莫问蕊好心的提醒陆云长，好吗？陆云长成了小师弟了。叶灵倒是托了公孙乐乐的福，没有成为小师妹。小师妹当然是公孙乐了。今天碧水宗要准备宴席，欢迎几位徒弟入门，你们去准备一下吧。莫问蕊对陆云长他们说道。陆云长点点头，然后就有师兄师姐们领着他们去各自的寝室。陆云长来到了自己的寝室，一居室，不错呀。要知道现在的大学里都是4个人住一个屋子，那还是好的呢。有的6个人住一个屋子，工厂里是8个人，小白领的工作不包吃住。陆云长对自己的寝室很满意。是兄弟们走后，他就换了件衣服，然后来到了碧水宗的大殿。没一会儿，叶灵跟公孙了了也来了。叶灵不但换了衣服，而且还重新梳了头发，脸上也重新擦了颜值，打扮的端庄，但不是俏皮。而且她的身材很好，她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师兄们的注意，这让叶灵心里有几分得意。公孙了了穿着一件带粉色的罗裙，脸上不施粉黛，头上插着简单的珠钗，一张俏脸如同早春的桃花一般娇艳。看到陆云长后，他笑了一下，露出2个酒窝。陆云长赶紧挥挥手让他过来。公孙了了乖巧地走了过去。叶灵更了一声，也跟了过去，站在陆云长另一侧。这次师傅下山收了3个徒弟啊，2个师妹长得真好啊！太好了，2个师妹确实漂亮，我想跟她们做朋友。我比较喜欢那个有酒窝的，太甜了。我喜欢另一个比较冷的，又冷又热又调皮伶俐，就是我的菜。这次出宗门为碧水宗收了3个新徒弟，其中陆云长是我的亲传弟子，也是你们的小师弟。另2位，一位是叶灵，另一位是公孙了了，就是你们的师妹了。以后大家要和谐相处。今天先简单的开一个欢迎仪式，等明天的时候，你是会把各个宗门的宗主以及他们的优秀徒弟全都请来，大家热闹一番，算是正式欢迎陆云长为我的关门弟子。师兄们全都懵逼了，这欢迎仪式的待遇也太高了，他们都看向陆云长，觉得陆云长除了长得还不错，因为看起来没啥过人之处啊。陆云长发现大家都看着自己，他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中午吃饭的时候，很多师兄动坐在陆云长身旁，想尽办法他跟他说话，想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得到宗主的赏识。那当然，因为他有金手指，嘿嘿。但是这个没法跟师兄们解释，所以陆园长只能胡说八道。碧水宗宗主莫问蕊独具慧眼，他肯定是发现我身上有什么我自己都没发现的优点。其实我也挺纳闷，为什么能被选定我为宗主的亲传弟子？不过既然我现在已经成为宗主的亲传弟子了，那我一定会努力的，我一定会为我们宗门增光添彩。像各位师兄就放心了。陆园长别的本事没有，但就是小嘴巴巴的会说漂亮话。师兄问他以前是做什么的，他很直白的告诉师兄们，他以前就是个废物，还告诉师兄们，他以前曾经爱凌霄宗参加入门考试，可惜没过。不过后来凌霄宗的宗主季瑶光也来到他家里，想要收他为徒，不过让他给拒绝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咱们的宗主，我觉得咱们宗主一定会大有作为。其实他喜欢碧水宗的种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碧水宗宗主莫问蕊长得漂亮，仅此而已。每天都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宗主，心情也会变好。而且他听说很多宗门里其实都有双修一说，若是能跟莫问蕊宗主一起双修，那就好了。陆云长最期待的就是能早日和莫问蕊一起双修，不过这些事情他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并没有说出来，不然的话就是大逆不道。当天整个碧水宗都放了假，所有的今天都不用修炼，时间自由安排，有的弟子跑出去逛街，有的选择在寝室里看书，有的到处游玩。陆云长坐在树上，看着树下的几个师兄们在踢蹴鞠，蹴鞠就是后来的足球。陆园长也喜欢踢足球，而且踢得还不错，可惜后来脚腕受伤，就再也没踢过。从那以后，他对足球也不怎么感兴趣了。师兄们踢蹴鞠的规则和现代踢足球的规则略有不同，陆云长觉得这会儿挺惬意，可以什么也不干，就坐在树杈上看着师兄没有踢蹴鞠，这是他以前梦想的生活。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陆云长最想干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干，还能衣食无忧，最好还能美女环绕，名垂千古，受万人敬仰，富甲一方。总之就是躺着做白日梦所幻想的一切，他都想要，但是不想付之行动，主打的就是一个懒散。师兄，原来你在这里。公孙了从树下抬起头，冲陆云长喊道：师兄，我这里还有一些点心，你要不要尝一尝？好呀，是，那你给我送上来吧。陆云长自可以动都不想动，更懒得小树去拿点心。公孙了一听，身影一晃就来到了树上，在陆云长身边坐下，打开糕点盒子，把里面的糕点拿了出来。如此精致的糕点，陆云长看了一下，全都是十分精致的糕点，应该是公孙了从家里带来的。看来公孙了从家里带了不少点心在路上，他们已经吃了很多，却还是没吃完。这些点心也能存放很长时间，并没有坏掉。陆云长一边吃点心，一边看树下的师兄们踢蹴鞠，一边跟公孙了聊天。师兄，我那天跟师姐对的，把师姐给得罪了，师姐现在一直都不理我，我该怎么办啊？陆云长一边吃点心，一边回答道：很简单，你不用搭理她就行了。可她毕竟是我的师姐，平时不见低头见总会见面的，每次见面事件都要对我摆着臭脸，我可受不了。陆云长想了想，公孙了说得很对，如果有一个人整天都对自己摆着臭脸，那自己也会很心烦。可是这件事情不好解决，叶灵就是那种大小姐，脾气非常高，当然能力也非常出众。不过陆云长还是想帮公孙了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因为这样可以获得公孙了的好感，而且他不想看着公孙了因为这事儿心烦。等一会儿你师姐来了，我就跟她谈谈。陆云长正说着，叶灵就到了，他直接就出现在陆云长身边，居高临下的看着陆云长。你们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叶灵抱着双臂问道。到了，没有，你想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说你的坏话呢？
好歹你也是我的师妹，失了师妹的师姐，我们应该团结友爱才行，你说是不是？陆云长一边吃点心，一边对叶灵说，有话要跟他说。叶灵果然找了个人树杈坐了下来，正好在陆云长旁边。好啦，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你是不是对小师妹有什么意见？陆云长直白地问道。叶灵愣了一下，我对他们有什么意见？叶灵当然不承认，如果承认自己对小师妹没有意见的话，那样显得自己太小气了。可就算他不承认，叶灵畅也可以确定就是他在欺负小师妹。不管再怎么样，你我都是小师妹的师兄师姐，以后就不要欺负她了好吗？陆云长苦口婆心地告诉叶灵。叶灵十分生气，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陆云长每次都站在离公孙乐乐身边。陆云长，你有完没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可能跟这个女人有任何关系，我会更懒得去制服她了。叶灵说着指着旁边的公孙乐乐。公孙乐乐愣了，看着叶灵，叶灵明明就是在针对他，此刻却不承认。叶灵，我希望你能跟小师妹搞好关系，以后不要再欺负小师妹了。陆云长真切地说道，不要总是在小师妹面前摆着一张臭脸，小师妹不欠你什么，劝解一点用也没有，因为叶灵依然我行我素，而且变本加厉。以前的叶灵更随和一些，能看到跟其他师兄有说有笑，但是现在叶灵开始变得独来独往，而且每次见到公孙乐乐，公孙乐乐都会跟叶灵打招呼。公孙乐乐把礼数做得十分心周到，这样叶灵更加生气，直接无视公孙了了的存在。到了第二天，凌霄宗早早来人了，宗主纪瑶光也来了。其实纪瑶光长得也挺漂亮的，只不过比莫问蕊还是差一些。你看到陆云长，凌霄宗宗主感慨万千，他立刻走了过来，拉住陆云长就来到了一边，跟陆云长说话。那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只要你能加入我们凌霄宗，你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而且我这里还有2个吸髓丹，如果你愿意加入凌霄宗的话，我就把这2个吸髓丹也一起送给你当见面礼，怎么样？那个吸髓丹如此宝贵，以至于连他都不舍得吃，但是为了能让如愿以偿，竟让陆云长加入自己的动漫，他还是要把吸髓丹让给陆云长。陆云长的心里打击起小算盘，如果按照莫问蕊参加拍卖时的价格，那么一颗心谁干的加以7万金币左右，那2个吸髓丹丹的价格就是14万左右。这么贵重的东西给自己当见面礼，凌霄宗的宗主果然大方。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个时候碧水宗宗主突然出现，我跟陆园长谈些事情，你跟过来干什么？这儿你的事，赶紧离开。陆云长即便长已经加入碧水宗，但是他也想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你无权打扰。凌霄宗的宗主说道。我当然会给我的宝贝徒弟私人空间，我也不会去打扰他，这个用不着你说。我现在问你，你跟我的宝贝徒弟在说什么？是不是在想我的宝贝徒弟贯彻不好的想法？你开什么玩笑？我能向你的宝贝徒弟传递什么不好的想法？是你自己思想太龌龊，不要用你的龌龊的思想去衡量别人。放屁，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肯定想让我的徒弟离开碧水宗去凌霄宗，我说的没错吧？莫文蕊说的一点也没错，刚刚凌霄宗宗门就是那么说的。但是凌霄宗的宗主当然不会承认，碧水宗宗主跟凌霄宗宗主之间剑拔弩张，眼看就要掀起一场大战。陆云长还挺喜欢看2个总门的宗主打架，他也很想知道2派宗门少能耐，2个冲出吵吵嚷嚷也分不出胜负，他们也没动手打架，毕竟2个人都是宗主了，如果打架的话显得太没品。而且如果打赢了还行，问题是他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万一打输了那多难看。陆云长耸了耸肩，反正这种场面跟他没有关系，于是他赶紧离开了。他来到公孙了了的身边，此刻的公孙了了中独自坐在秋千上，陆云长帮忙推秋千，公孙了了笑得非常甜美。陆云长发现自己真是太喜欢小师妹公孙了了，恨不得现在就向小师妹表白。2个人一边荡秋千一边说着话，看起来亲密无间，而且也十分般配，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漂亮，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就连莫问蕊远的看了也想撮合2个徒弟。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那就是叶灵。叶灵远远的也看到陆云长跟公孙了了在一起，2个人越看越配，这让叶灵吃醋了。搞什么嘛？明明她才是陆云长的未婚妻啊，现在却突然冒出一个讨厌的小师妹。问题是小师妹正在陆云长的身边，2个人看起来还像一对金童玉女，而他这个正牌的未婚妻却被晾在了一边。叶灵不服气的走了过去，小师妹，你是不是在勾引师兄呢？公孙了了一脸震惊，因为他什么都没干，自从进入碧水宗之后，他就担心自己的礼数不周到，所以他不管干什么都谨小慎微，穿的还不如叶灵明艳动人，也是无语了。你当着我的面就如此侮辱小师妹，若是我此刻不在这里，你岂不是会变本加厉？陆云长当然选择相信小师妹，因为他相信小师妹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来到碧水宗之后，小师妹就穿的一直都很朴素，甚至小师妹穿的还不如叶灵穿的。要说勾引男人的话，叶灵更像是会勾引男人吧。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护着她？你有没有想过，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能护着我？拜托，我说叶大小姐，当初你想退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现在却让我来考虑你的感受，你配吗？陆云长觉得自己说的有点重了，但他就是想让年龄知道，不要干涉他的私生活。在这个年代，男人3妻4妾很正常，但是显然叶灵不怎么认为。没错，当初我确实想跟你推荐，因为那时候的你就是一个废柴，现在又不想给你退货了，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废物了，我想接着你飞黄腾达，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你是废物，自己都不上进的时候，却让别人穿破层层阻碍来关心你啊？叶灵并不觉得自己那有错，陆云长知道自己是废物后，就完全去起了废物的生活。他叶灵一共50块，拯救1个人来，至于他自己为什么要烂在陆云长这坨狗屎上，
你说的都没错，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你根本没有想过我的心情，只是觉得我该怎么样或者不该怎么样，也连我们现在没有争吵下去的必要了。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请你尊重一下我，我也请你尊重一下小师妹，不要带个小时没事脸色了。小师妹不欠你什么。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对小师没事脸色。年龄还是不承认。这个时候，有人师兄已经往这边看过来，他们两个吵什么呢？嘿嘿，你肯定不知道吧？陆云长以前真的是个废物而已。叶灵是他的未婚妻，叶灵曾经想过退婚，后来不知怎么的又不想退婚了。不会吧？真的假的？叶灵竟然是陆云长未婚妻？这个消息太劲爆了！天啊，我还喜欢叶灵啊！不过我觉得陆云长小师妹更合适，小师妹的性格更讨喜，要是娶了小师妹，肯定会幸福的。师兄们全都看向陆云长，陆云长于是向师兄们挥了挥手，还露出8颗牙齿一笑，实在看不出来那家伙到底有什么能耐。你当师傅的亲传弟子，同样看不出来。我相信师傅肯定是看走眼了，师傅那人经常看走眼。那怎么办？要不要提醒师傅？还是不了，师傅那人太固执。师兄们全都叹口气，师兄们全都在为碧水宗的未来担忧。他们明白亲传弟子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莫问蕊是将陆云长当成接班人来培养，他们宗门的接班人是个大傻子。悲催啊！不行，我忍不住了，还是提醒师傅吧。没错，就算师傅不听我们的，我们也要说出来。师傅又看走眼了，他找了个傻子。什么傻子？他怎么就是傻子了？你们说话能不能好听点？他是废物，都不是傻子。师兄们唉声叹气。陆云长觉得不太对劲，师兄们看他的眼神都跟看傻子似的，师兄们不太友好啊。陆云长觉得自己还是先去跟师兄们说说话，改变一下师兄们自己的看法。于是陆云长站起来走过去，坐在师兄们旁边。想要没看到陆云长走过来，全都埋头吃饭，也不搭理他。各位师兄，你们好，以后我是你们的师弟了，还欠你们多关照。陆云长也算给足了这些师兄们面子。师兄们并不是不通情理之人，虽然觉得陆云长又傻又废物，但那也不是陆云长的错。毕竟没人想让自己又傻又废物，所以又傻又废物那种情况肯定是天生的，不是陆云长自己所能左右的。放心吧，师兄弟们很和善，不管你以前怎么样，反正现在你来到了我们碧水宗，我们这些师兄一定会罩着你。就算我们平时对你严厉一点，也是为了你好，毕竟你的资质比较差，师兄们也是为了你能进步。其他宗门的人若是欺负你，尽管来找师兄，师兄们一定会替你报仇。如果没有其他宗门的人来欺负你，也可以来找师兄，师兄们欺负你。陆云长听完一头黑线，这些师兄们还真是坦诚啊。我先谢谢师兄们了，不过欺负我这种事儿还是免了吧，毕竟我是师傅的亲传弟子，你们若是欺负我的话，太不给师傅面子了。而且你们若是欺负我，2位师妹也会心疼的，你们在2位师妹心目中的形象会大打折扣。所以我由衷的奉劝师兄们，以后一定要爱护我，保护我，呵护我，好吗？这一次轮到师兄们听完一头黑线，不要脸，真不要脸，脸皮太厚了，从没见过脸皮那么厚的人。厚颜无耻几个字不足以形容陆云长。是的啊，你可以对我们提要求，但是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设备想问题要求，而不是拿师傅和师妹来做挡箭牌？一个师兄不满地说道。陆云长沉思了一下，点了点头，觉得师兄说的有道理。对不起，师兄是我的错，我知道我用师傅和师妹做挡箭牌，让你们嫉妒了。你们现在一定在深深的恨着我，但是没有关系，毕竟师傅和师妹爱着我。陆云长说完，师兄们都要吐了。师弟，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只要你别那么恶心，大家还可以做朋友。可以，但是师兄们能不能别为难我？只要你们不为难我，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还有我的实力并不在你们之下，不要用你们的一点小小的见识了来衡量我。陆云长不卑不亢地说道。师兄们面面相觑，都觉得陆云长是在装逼。师弟，你有什么能耐我们不知道的？你说出来让我们听听。是的，你以前不是一个废物吗？这不是我们说的，是所有人都公认的。而且你去凌霄宗考试的时候，人家还把你给赶出来了，听说你像个傻子一样笑着回家了，笑得颇为疯癫。这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你难道不承认？我身上的潜力现在还没开发出来，你们等我1个月，1个月后我保证你们所有人都打不过我。陆云长说的是真的，他相信在1个月之内，他一定可以凭借系统让自己的修为快速上升。但是师兄们都不相信。那要不这样1个月之后我们比试一下，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打得过我们。小师弟你就放心吧，到时候我们一定不会派厉害的人上场，就派一个在我们中间能力最差的人上场。你要是能打败我们这种修行最差的人，那我们就算你赢，以后我们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不会吧，师兄们，这样不太好吧？我说的可不是打败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而是打败你们所有人，到时候你们一起上就行了。师兄们认为陆云长彻底疯了，既然陆云长想送死，他们阻止也没用，到时候好好教训陆云长一顿，到时候让陆云长知道天高地厚就可以了，这也是他们这些师兄们的责任。这个时候公孙乐乐过来了，顿时师兄们的眼睛都亮了。师妹，你想吃点什么？我帮你去拿。师妹，你坐在这儿，这儿在树下晒不到。师妹，你的衣裳真漂亮，既然是这么简单的打扮，也无法掩盖你娇美的容颜。师兄们纷纷化身舔狗，对着公孙乐乐一阵狂舔。师兄们，能不能要点脸？我都替你们害臊。陆云长嫌弃地说道。师兄弟们都向他投去阴狠的目光，意思是在警告他，若是再说话，就把他大卸8块。陆云长只能在嘴巴上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但是师兄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拉链那种东西。陆师兄，你觉得这个点心好吃吗？公孙乐乐拿着一块点心问陆云长。
陆云长点点头。公司聊聊又拿起另一块点，先问他好不好吃。陆云长还是天天捅，他就是不说话。不需要，你喂。什么不说话？公分嘹亮非常诧异。陆师兄，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吗？陆云长摇了摇头，然后指了指其他的师兄了。其他的师兄们不让我说话，所以我只能闭嘴。公费聊聊看着其他的师兄笑了起来。不是吧？我说这位师兄，你们欺负刚入门的是兄妹吗？怎么可能的事？没有我们是不会欺负人了。啥事没？你别听他胡说，我们从来不欺负人，我们可没不让他说话，是他自己不想说话。那想想污蔑我们师妹，你应该能看出来，我们都是好人。师兄们努力装出一副好人都没有空，把宫城聊聊逗笑了。好吧，师兄，我相信你们。那现在陆师兄可以说话了吗？他想说就说呗，我们又没有拦着他。说着，师兄们又瞪着陆云长，意思是让陆云长放聪明一点，不要乱说话。师兄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起来，再过几天就是去碧水宗后山的禁区猎杀妖兽的时候了。原来在碧水宗后山有一大片禁区，占地几万亩，禁区里有很多妖兽。其实那片禁区是一个牢笼，把整个大陆的妖兽都关在那儿，所以在这边的路上才没有妖兽横行。但是最近那些妖兽很不安分，每隔5年那些妖兽都会不安分一次，每一次碧水宗都要派人去猎杀妖兽。不但是碧水宗，其他的宗门也要派出弟子去禁区里猎杀妖兽，只不过其宗门能总是派一些能力最差的弟子去，那样的话他们就能保全他们优秀的弟子。可是他们派的那些能力差的弟子在猎杀妖兽的时候根本没有一点作用，只是去充当炮灰而已。每年碧水宗都会派出大量的优秀弟子去禁区，那些底子也会在猎杀妖兽的时候被妖兽杀死，所以碧水宗每5年都要损失大量的优秀弟子。这一次碧水宗又要损失很多优秀的弟子了。很多师兄弟脸上的表情都十分忧伤，同时又带着恐惧。陆云长明白，那几位师兄就是碧水宗里最优秀的师兄，他们再过几日就要去后山的禁区猎杀妖兽，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些平日里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的师兄们，原来也有那么正义的一面。陆云长突然觉得自己没有来错，他就应该来这里，他属于这里，他喜欢那些看起来不怎么样的师兄们。师兄，你们再过多长时间去后山猎杀妖兽？大概再过10天左右吧，要等其他比较远的宗门来了之后一起去，但是不确定那些路程比较远的宗门什么时候会到，或许他们会在路上耽搁1-2天。陆云长点了点头。师弟啊，你不是1个月之后要跟我们比试吗？你好好修炼，到时候说不定你真能打过我们，因为我们可能都要去后山1个也回不来，到时候你就不战而胜了。大师兄说道。其他的师兄们听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但是笑着笑着，有的人已经哭了出来。他们真的不想去后山，但是又不得不去，但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荣耀，不能不去。每一次去后山都是碧水宗的人付出最多，如果不是碧水宗的人对妖兽的大规模猎杀，那些妖兽一定会突破屏障，祸害整个大陆。你们去后山猎杀妖兽的时候，难道师傅不跟你们一块去吗？师傅当然跟我们一块去，但是他又无法救我们所有人啊，师傅又不是神仙。是啊，师傅又不是神仙，他就算想救下自己的徒弟们，也不可能救下所有的徒弟。师兄们，到时候我跟你们一块去，我会保护你们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不落的全都带回来，然后等到1个月后我们比试的时候，你们一定会都在，并且全都输给我。陆云长信心十足地说。师兄们都觉得他是在吹牛，而且这牛皮都要吹到天上去了。师弟，不是我们说你，你个废物还想去禁区猎杀凶兽，我跟你说实话，你没那个资格。师弟，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碧水宗吧，以你现在的这点修为，你在断碧水宗听到那些妖兽的吼声，估计都能把你的耳朵给震聋了。听师兄们的话，做一个乖乖的师弟，不要去做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那样对你没好处，你不但捞到好处，反而会把自己搭上。相信我，这是师兄的肺腑之言，师兄们都是为你好。二师兄拍了拍陆云长的肩膀，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陆云长翻了个白眼，他刚刚说的是真的，他会去后山猎杀妖兽的，并且会把师兄没一个不落的全都带回来。但是师兄们不信以为他在吹牛，毕竟他只是一个废物。虽然师兄们不嫌弃他是废物，但是废物不敢吹牛。师兄们现在不想聊去后山的事，因为那太沉重了，此刻他们只想好好的玩，因为如果现在不玩，以后可能就没机会玩了。吃完饭之后，师兄们又去踢蹴鞠，陆云长又跑到树上坐着，看着师兄们踢蹴鞠，然后在树上坐着坐着他就睡着了，醒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有的师兄拿了红色的灯笼挂在他旁边的树杈上。师弟，你晚饭还吃不吃了？师兄，你们晚饭都吃完了吗？给我留饭了吗？你要是还饿的话，就去饭堂自己弄点吃吧，我们不知道你吃不吃，所以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不过应该还剩了一点。哎，这些师兄们真是的，连饭都不给他留。陆云长只能从树上跳下来，然后去了饭堂。饭堂的后厨柜子里有很多好吃的，有鸡腿，还有鸭脖子和鸭爪。师兄也真是的，你们这还剩了那么多好吃的，偏偏说什么都不剩了。师兄们的人品都不错，可就是嘴上没个正形。陆云长以前觉得自己嘴巴已经很欠了，可是遇到这些师兄他才知道自己遇到了对，他的嘴巴就算是再欠，也没这些师兄的嘴巴欠。陆云长一边啃着鸡腿，一边来到小河边，师兄们正在小河边里放纸船。小师妹坐在湖中的船上，陆云长一边吃着鸡爪，来到小河边，向船上的小师妹招了招手，小师妹立刻把船划了过来。陆云长上了船，小船又划到了湖中心。陆云长躺在小床上，看着天上的繁星点点，岸上全都是花灯，
湖中心的桥上也放满了花灯，而水里是师兄们放的纸船，周围有小虫子窸窸窣窣的声音。湖里的锦鲤从水里一跃而起，越过湖面上的荷花与莲叶，重新跳进水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安宁祥和。陆云长发觉自己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爱上了碧水宗的生活，他喜欢这儿，所以他要为碧水宗做些什么。他想让那些师兄一个都不能少，让每一个去了后山的师兄都必须回来。岸上的叶灵看到了陆云长跟公孙了，这2个人真讨厌，总是腻歪在一起。叶灵走到桥上往下看去，大声喊道：“你们2个够了没有？陆云长，你是我的未婚夫，你不能跟别的女人待在同一条船上，快点划船！”陆云长对公孙乐大声说。公孙了了，于是把船划得飞快，小船像是箭一样在湖水上飞驰。叶灵在岸上奔跑，跟在小船后面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喊让小船停下来。可是他喊声越大，小船划得越快，好像船门跟他们都一样的刚。这种场面直接把岸上的师兄妹给看懵逼了。哎，这年头变了啊，美女竟然喜欢废物了，我们这些优秀的家伙看来是没机会了，时代的坠落啊，优秀的人得不到青睐啊，还要去后山猎杀妖兽呀。我真是服了，2个大美女竟然都喜欢陆云长，为什么要我这么优秀，2位美女就不能喜欢我一下吗？师兄弟们不断的感慨，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碧水宗只有叶灵和公孙了了2个人女孩子，但是这2个女孩子还都喜欢一个人。师兄弟们齐刷刷的站在岸边，看着叶灵追赶陆云长。这个时候莫问蕊走了过来，师兄们全都行礼。师父！莫问蕊往湖里看了看，那是在干什么？莫问蕊很惊讶。师傅们还不知道吧，马是异常复杂的恋情。大师兄摇摇头，叹口气，到底怎么回事？莫问蕊就知道，从这个多愁善感的大师兄嘴里问不出什么东西，还是得问其他人。师父，难道你不知道吗？陆云长有了未婚妻，但是他好像又喜欢上了小师妹，小师妹也喜欢陆云长，于是陆云长和小师妹就开始谈恋爱，然后叶灵师妹就要找陆云长的麻烦，就是这么简单。这简单吗？听起来挺复杂的呀。莫问蕊清了清嗓子，陆云长，你跟我来。知道了，师父。陆云长答应着，急忙让小师妹保存发到湖边。小师妹很担心叶灵会继续找麻烦，不过因为师父已经然后上了岸，而且陆云长跟着莫问蕊走了。呵呵，你也太不要脸了，我让你们停下来，你们就是不想停事儿，而且往前划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上陆云长了，但是你应该知道他是有未婚妻的人了，我劝你还是距离他远一点吧。叶灵冷冷地说道。公孙乐了定了定神师姐，我现在还没想跟陆云长谈恋爱，我跟他走得近是因为我在碧水宗只认识他一个人，所以我才跟他走得近了一些，师姐妒忌了吗？公孙乐了歪着小脑袋问道。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在碧水宗一个人谁都不认识，所以才很陆云长走得较近，仅此而已。但是叶灵并不相信。再说了，公孙乐了那么漂亮，陆云长明显心动了，这样下去他跟陆运气。莫问蕊于是也没再说什么。师父，你带我来这干什么？莫问蕊把叶云长带到一间密室，这里是碧水宗的密室，有许多古老的书籍，里面的修炼功法都是顶级功法，也都十分珍贵，你可以在这里慢慢修炼。呵呵，原来是不是要给他开小灶呀？也可以。这时候陆云长又想起了双修，于是干脆直接问问师父，我听说必须从有双修，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莫问蕊脸色如常，他可是一个很开放的师父，不会因为徒弟问双修这件事就翻脸。不错，咱们碧水宗确实有双修，你想跟公孙乐了双修？莫问蕊看看陆云长，觉得陆云长想双修也可以，不过以他的修为还远远不够双修的地步，别因为整天想着双修而耽误了正经修炼。当然不是，师父你想到哪去了？陆云长不是想跟红润乐了双修，是想跟莫问蕊双修。那是当然不明白为什么要说出了，我一定会做到吗？若是他真的说出来，可能会被莫问蕊狂揍一顿吧。毕竟莫问蕊他的师父徒弟跟师父双修这事儿并不多见，书上也没什么记载。但是陆云长知道有这个事儿，不然不会有这个风声。一件事儿只要有那个风声，就说明确有那件事儿，甚至不用去怀疑。等到时候他定能跟莫问蕊进行双修，想想就激动啊。徒弟，你自己在这儿看吧，我先回去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找我，为师愿意为你解答疑惑。莫问蕊认真的样子显得特别可爱。陆云长点点头，他觉得自己会熟练的这儿的武功秘籍的，只不过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快去提升修为吧。对，他要的就是嗖的一子，像是安装了金手指一般，瞬间让他修为提升。可是这种事儿不用问莫问蕊，莫问蕊肯定不会到。慢慢修炼，就算是他能等，那些再过半个月就要去碧水宗后山的师兄们不能等着。他可是夸下海口要把师兄们都带回来。师父不好了，有妖兽冲破了封印啊！外面响起一个师兄惊慌的声音。不光是陆云长，莫问蕊的角色都变了。什么情况？妖兽在哪儿？快带我去！陆云长知道，要是想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修为，只靠在这里看书是不行的，所以他也没看，直接躺着偷懒。再过10来天，师兄们就要去后山的禁区猎杀妖兽。他如果想救整个碧水宗的师兄们，起码修为要在莫问蕊之上吧。可是想想，那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修为提升那么高，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上面2条路都 pass 掉。陆云长仔细考虑了一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各种救命的丹药，然后再弄到可以暂时强化的防御公式。这些他记得在系统里都有。好多天没进入系统了，陆云长进去看了看。哇塞，不错呀，
这几天他已经积攒了5万幸运值，可支配属性点100点。然后他在看控制版面的时候，发现可以提升自己的幸运值，这样10天后去后山禁区的时候，起码自己不会被杀死。只有保存了自己的实力，才有可能救师兄们。在商城里可以用信任值兑换幸运点数，兑换比例是互变动的。随着他的信任值的增加，兑换的比例对缩小。现在是10点幸运值兑换1点幸运值，等到他的信任值达到1亿点的时候，他就能用1个信任值兑换1点幸运值。而且这里的1亿点信任值是可以累计的，你已经用了的信任值也算上，而不是只算剩下还没用的信任值。这样也太爽了吧！陆云长直接用1万信任值兑换了1000幸运值，加上他之前兑换的100幸运值，他现在一共有1100幸运值。幸运值的威力非常大，有了100幸运值，他就能自己老爹手下逃脱了。要知道他老爹的修为虽然没有莫问蕊高，但是也相当厉害了。陆家主在整个大陆也是很有名气的存在，虽然现在看上去陆家主跟个混蛋一样，但是奈何陆家主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名震四海。现在有了1100的幸运值，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在后山禁区中顺利的出来。剩下信任值再兑换一些结界水晶，算上他现在碧水宗一共有50个徒弟，一共要兑换50颗水晶，一颗水晶要50点信任值，挺贵啊，但是好用就行。他还有那么多信任值呢，这点价格不算什么。叮，系统提醒，50颗结界水晶兑换完成。他立刻拿出一颗看了看，想弄清楚该怎么用。结界水晶是姿色的，从表面上看去就是一颗水晶的样。他把结界水晶放地上一扔，结界水晶立刻爆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结界。结界有20米的直径，这么大的结界，3个师兄共用1个水晶也够了。但是如果水晶叠加使用，会发挥成倍的效果，所以还是每个师兄1个吧。最后就是救命的丹药，复活丹。这种丹药的厉害之处就是会直接把刚死的人给复活。这种好东西价格当然也很美丽，一个丹药要100信任值，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很良心了。上次系统里买的洗髓丹也只要100信任值，但是拍卖行直接卖出了7万金币的天价。复活丹要是拿到拍卖行去卖的话，跟比洗髓丹更贵，因为洗髓丹只是让人提升修为，但是复活丹是直接就能救命啊。现在防守的东西已经有了，还需要能进攻的东西。陆云长在系统里找了起来，能进攻的东西只有一个天羽剑，就是下剑跟下雨一样，每个也卖100信任值。买了，今天就先买这些，等到改天想起来还缺什么再买。他在书房里待的时间也够久了，就想出去转转，看看师兄们在干什么。结果出去以后发现师兄们都不见了。现在半夜了，大家伙儿都去睡觉了。师傅也真是，晚上把他叫来学习，是想让他睡在这儿吗？陆云长回到自己的寝室睡觉。这2天陆云长都在往莫问蕊身边跑，这样可以从莫问蕊哪获得信任值，因为只有被他改了天书的人，他才能从对方身上获得信任值。叶灵虽然也被他改了天书，但是不一样啊，叶灵现在对他很有成见，因为叶灵觉得他红杏出墙，他确实喜欢公孙了。这个大陆的人是可以3妻4妾的，所以他多喜欢2个人没问题啊。叶灵干啥那么激动啊？在这个空间里的人真的是3妻4妾，在以前空间的古代，说是3妻4妾，其实就只能娶1个老婆，其他的都是小妾或者外室。但是这里是真的可以娶3个老婆，然后再娶4个小妾，要使钱够的话，可以养无数个外宅。这个世界还真是爽歪歪啊！陆云长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他一定好好赚钱，养老婆小妾和外宅。虽然他现在一个都没有，不对，应该说有半个了。叶灵就是那半个，因为他毕竟是未婚妻。陆云长胡思乱想着就睡着了。第2天中午才起床，师兄们都在饭堂吃饭呢。陆云长打着哈欠就出现了。师弟，你不会是在书房待了1晚上吧？太用功了，我们得向你学习啊。师弟资质差点，笨点都没关系，关键是要用功。能有陆云长这么用功夫的师弟，我很欣慰。师兄们一个个跟7老8十了，跟他爹似的，感慨着。陆云长白了他们一眼，知道这些师兄就这个德行，嘴欠啊，但是心眼倒是挺好。陆云长打了饭，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他发现叶灵跟公孙了了都不在，2个师妹呢？陆云长好奇地问其他的师兄，师兄们都不说话了。其实叶灵跟公孙了了过来打饭来着，也想在饭堂吃饭来着，但是无奈师兄们个个是狼，盯着人家看。结果2位师妹不好意思了，就端着饭回自己的寝室吃去了。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说啊，说出来太丢人了，他们就只能憋着，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秘密。到底咋的了？他们2个没事吧？陆云长有点担心地问道。你放心吧，师弟，2位师妹绝对没事。大师兄保证地说道。陆云长这才放心，因为他知道大师兄这个人老气横秋，从来不打诳语。正在吃着饭，陆云长拿出昨天兑换的宝贝给师兄们看。这是啥呀？师兄们全都为了上来，好奇地摆弄着。陆云长把结界水晶往地上一扔，水晶立刻爆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结界。所有的师兄们都震惊了，太帅了吧！师兄们从没见过这个玩意，都拿起来观看着。陆云长，你又在干啥呢吗？叶灵走了过来，他是来还碗筷的，一进来就看到所有人都围住陆云长。陆云长把手里的东西给叶灵，这个是给你的结界水晶。结界水晶？叶灵听到这个名字同样大惊失色。师妹，你知道结界水晶？
师兄们都好奇地问道。叶灵点点头，我们家在10几年前战死了10几位高级修士，就是为了抢夺一颗结界水晶，这个非常宝贵。陆云长，你是从哪儿弄的？叶灵问道。看得出来，他十分怀疑这颗结界水晶的来历，说不定是偷的，还是师傅给的。那师傅也太大方了吧？我捡的，行了吧？这么宝贵的东西，多少修炼者想买都买不到，你却能捡到，你开什么玩笑？把我当傻子吗？叶灵白了陆云长一眼，把结界水晶小心地放回去了。如果不是你偷的，就自己放好，这是极为贵重的东西，千万别弄坏了。整个大陆上也只有几10颗呢，而且听说结界水晶可以自己修炼，甚至也可以提升使用者的修为呢。叶灵看结界水晶的眼神充满厌恶，甚至有点贪婪。要是他也能有一颗就好了，可惜他们家仅剩的那颗也被人给偷走了。而陆云长倒好，竟然这么不知道珍惜，把结界水晶拿出来显摆。你刚才说整个大陆上可能只有几10颗结界水晶？陆云长问道。叶灵点点头，这还不算是在使用过程中折损的那些，整个大陆千万修行车只有几10颗结界水晶，可想而知多宝贵了吧？你还不赶紧收起来！叶灵生怕陆云长把结界水晶给弄坏了。以陆云长现在的修为，若是遇到强大的对手，根本无法保护自己，所以结界水晶就显得更加宝贵了。可是陆云长却拿过结界水晶，直接往地上扔去。叶灵大惊，想去伸手去接，可是已经迟了，结界水晶已经摔到了地上，并且爆开了。太可惜了，叶灵心疼的要滴血，并且觉得陆云长太不会爱惜东西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结界水晶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结界，流光溢彩，非常漂亮，像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星幕一般。叶灵站在结界里面，看着这一切，直接愣住了。原来结界水晶是这么用的呀！他虽然听说过结界水晶，但是并不知道该怎么用。而且结界水晶爆炸后也太漂亮了吧，这个要怎么收回来呢？叶灵好奇地问道。陆云长直接伸出手去，结界水晶立刻消失了，变成了陆云长手里的一块普通水晶。太震撼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使用中的结界水晶。叶灵以前只在家里的图画上见过，不过是没有使用的使用的水晶，跟普通的水晶没什么区别。你想不想要一块？陆云长问叶灵。当然想要，可是结界水晶太难得了，一般人是很难弄到的。师兄们也纷纷感慨，若是我有一块结界水晶，那么我们就能从后山禁区里出来了，一旦遇到危险，咱们47个人都一块进入结界水晶里面躲着，不算陆云长、叶灵和公孙了，师兄们一共47个人。等10天后，他们会都去后山禁区，而陆云长、叶灵跟公孙了了因为刚来，所以不用去。说话的二师兄就没把陆云长、叶灵、公孙了算在内。我没那么多人，在一个结界里面能挤得开吗？挤呗，到时候保命要紧，谁还在乎挤不挤啊？实在不行，你踩我脑袋上。我看行，咱们叠罗汉，保证能在结界里面待着，而且这个结界很大，咱们肩并肩，保证能挤得下。师兄们都很羡慕陆云长。陆师弟，你能不能在我们去后山禁区的时候，把结界水晶借给我们用用？是的，我们不用，我们可以付给你金币，1天1个金币怎么样？师兄们真大方。对于师兄们来说，去后山之后最重要的，除了猎杀妖兽，就是保命了。能用结界水晶保住自己的命，还在乎什么金币啊？师兄们，到时候咱们一块去后山禁区猎杀妖兽，而且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块结界水晶。陆云长说着，把一个包裹放在桌子上，解开包裹，里面的结界水晶全被堕落了出来，整整50颗结界水晶。所有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陆师弟，你从哪里弄来那么多结界水晶？我的天哪，这些是真的结界水晶吗？怎么那么多啊？师妹刚才不是说在整个大陆也只有几10颗结界水晶吗？难道陆师弟把大陆上所有的结界水晶都弄来了吗？陆师弟，你告诉我们，这些结界水晶你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就算是偷也偷不来那么多啊！我说我捡来的，你们信吗？你把我们当傻子吗？嘿嘿嘿，陆云长只能尴尬地笑笑，把这个话题敷衍过去。但是因为结界水晶太贵重了，结界水晶的来源也显得非常重要，大家都在追问陆云长到底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结界水晶。师兄们还在追问结界水晶的来源，但是陆云长往桌子上一坐，拿着一颗结界水晶在手里把玩着。师兄们还在追问结界水晶的来源，但是陆云长往桌子上一坐，拿着一颗结界水晶在手里把玩着。你们到底想不想要结界水晶？如果想要的话，都把嘴给我闭上。师兄们乖乖的闭上嘴巴，整个饭堂里鸦雀无声。你们都在做什么？这个时候，公孙乐乐来到了饭堂，他也是来还碗筷的。不明真相的公孙乐乐向陆云长他们走了过去。当看到桌子上了50颗水晶结界水晶的时候，公孙乐乐也震惊了。这些都是结界水晶吗？这片大陆上不是只有23结界水晶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结界水晶，竟然同时出现在碧水宗的饭堂里？你聊了家里形象，所以他从小见过很多宝贝，自然知道结界水晶的存在，而且准确的知道结界水晶的数量。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么多的结界水晶竟然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且塑料太多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之所以拿来这么多结界水晶，就是想把它分给诸位师兄师妹们。诸位师兄师妹可以利用结界水晶保护自己，特别是我的小师妹，更需要结界水晶的保护。以为小师妹太漂亮了，会被很多话去骚扰。陆云超说长得还像公孙乐乐，泡了个舞美效果1万。公孙乐乐笑得眉眼弯弯，露出2个好看的小酒窝。所有的师兄们全都看呆了，一个个长着嘴巴，瞪着眼睛，口水都流出来了。拜托，诸位师兄买擦擦，你买的口水来领结界水晶了。是兄妹，
这才缓过神来，赶紧把口水一擦。每个人都拿到了一颗结界水晶，大家伙都激动得不得了。太棒了，有了结界水晶，我们去后山的森林进去时就不会被销售攻击了呀。没错，有了结界水晶，再加上我们牛逼的战斗力，我们一定能顺利从水把手，我们一定能进去出来。师兄妹一个比一个激动，纷纷把手里的结界水晶扔了出去，摔在地上。结界水晶爆炸后，画出一个又一个层层叠叠的结界，结界全都重叠了，这样结界的抗打击能力也加倍。师兄买一个够更兴奋了，一个结界水晶就把他们兴奋成这样，等他拿出复活丹药的时候，他们得多么惊讶。想到这儿，陆云长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师兄买我还有一个好东西要给大家，你们一定猜不到是什么。三师兄嘴快道：难不成是复活丹药？陆云长直接傻逼了，什么情况？猜的也太准了吧，你猜第一个准啊。但是其他的师兄们都并不擅长这个猜测，怎么可能是复活丹？有复活丹有，可是比结界水晶更稀有的存在，一颗复活丹有能卖到1000万金币呢。听到这个价格，陆云长也震惊了，这也太贵了吧！一个复活丹药的价格竟然是1000万金币，一颗洗髓丹才7万金币啊！师弟啊，你到底还要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不会真的是复活丹吗？二师兄也开始了大胆的猜测，但他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还是抱着一丝丝的期望。没错，正是复活丹药。陆云长说着，又解开了一个小包裹，里面的丹药一颗颗蹦了出来。师兄买怕，丹药滚落在地，急忙用手去接。这真的是复活丹药？师兄们都没见过复活丹药，就连叶灵也没见过复活丹药。这么多人里面，只有陆云长和公孙了见过复活丹药。没错，这真的是复活丹药，太不可思议了！想复活丹要这么贵重的东西，整个大陆现存的只有5颗，分别被收藏在大陆的5大家族里。5大家族的人更新迭代，但是都舍不得吃掉复活丹药，就是想等到关键时刻救活关键人物，继续延续家族。可是陆师兄，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复活丹药？公孙了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因为大陆上不可能还有这么多复活丹药。这个你们就别管了，还是老规矩，闭上嘴，每人可以分一颗复活男友，你们要不要？于是所有人都把嘴上把闭上了。师兄买不说话了，就连叶灵也紧紧闭着嘴巴。公孙了更是把自己的嘴巴误伤了，生怕发出声音。陆云常常让大伙排队，一个一个的过来领复活丹，有没人依靠，绝对不能多练。幸好师兄们没有那种自私的混蛋，每个人都规规矩矩的领了一颗丹药。这一下每个人心里都有底了。有了结界水晶和复活弹药的加持，他们去后山禁区猎杀妖兽时存活的概率大大增加了。结界水晶和复活丹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真的免费送给我们吗？就算是别人不知道结界水晶和复活丹药的价格，但是从小就被经商的环境耳熏目染的宫城聊聊可太清楚这2样宝贝的价格，那简直是天价。就连他们公司家的这样有钱的家族想要买这2个东西的话，假如金钱上的实力也得下降一大谋。师弟们全都看着陆云长，是的，你真的免费送给我们？师弟，结界水晶在用完之后我们可以还给你，我带药，如果我们没吃的话也可以还给你。不管怎么说，真的要谢谢你肯借这些东西给我们。师兄没觉得这些东西这么贵重，应该不是送给他们，我只是借给他们而已。这些东西不是借给你们，是送给你们。陆园长十分大方地说道。大家伙再次震惊了，每个人的脸都变得很僵硬，他们被震惊的直接宕机了。过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大师兄突然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陆园长。是的，这次你等于是我的救命爱人，你就是我的再造父母，待我重生的爹娘。你放心吧，等你老了，师兄，我一定会给你养老送终，让你的老年生活过得体体面面。去年的吗？滚蛋！如愿以偿，一把推开大师兄。是的，真是太感谢你了，如果不介意，请让我叫你一声父亲大人。二师兄动情地说。这个的话倒是可以哦，其实你们可以换，你们可以叫我一声义父。陆云长厚颜无耻地赶道。师兄们瞥了一眼陆云长，然后一起开口，齐刷刷地喊道：义父，多谢义父的赏赐，我们以后什么都听义父的安排。陆云长逐渐在一声声的义父中迷失了自己，这么会儿的功夫收了那么一大群儿子，而且个个都优秀，除了嘴巴有点欠，没有男人不享受被别人喊爸爸。这也是陆云长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喊爸爸，突然觉得这个信任值花的不冤，而且听别人叫爸爸是会上瘾的。陆云长自从听师兄们集体叫爸爸后，就一直想再听一次，于是他改善了一下自己跟叶灵的关切，给系统增加了5000信任值。跟叶灵改善关系也不需要他做什么，更不需要他去欺骗，因为他无偿的把结界水晶跟复活丹药给了师兄们。叶灵觉得陆云长很慷慨，叶灵也听说了师兄们改天要去后山禁区猎杀妖兽，九死一生，或许再也回不来了。叶灵其实比陆云长更早的听说了这些，因为在叶家的时候，他十分关心修炼者的世界，经常打听一些修炼者的事儿，听说过很多碧水宗的事儿，早就知道碧水宗跟其他的宗门不一样，其他的宗门以扩大本宗门为主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扩大宗门，但是碧水宗不一样，他们也想夸大宗门，但是夸大宗门对碧水宗来说不是最主要的，碧水宗最想要的便是做好应该做的事儿。比方说这次去后山禁区猎杀妖兽，其他的宗门都会派一些没能力的弟子过来送死，这样可以保存自己宗门的实力，但是这些能力差的弟子对猎杀妖兽没有任何作用，只是过来充当炮灰而已。而且那些子弟有的也知道自己是炮灰，所以半路逃跑的人不在少数，猎杀妖兽的任务几乎全都落在碧水宗头上。
碧水宗一直坚持每次都派优秀的子弟猎杀妖兽，而且并没有弟子因为不想去猎杀妖兽就故意隐瞒自己的实力。碧水宗的所有人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当那些去后山禁区猎杀妖兽的师兄们死后，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会一家一户的送去慰问金。来碧水的徒弟们都是家里有困难的人，不然的话就去凌霄宗了。毕竟凌霄宗更有名，而且不会让自己优秀的徒弟去碧水宗的后山禁区送死。当年大陆上的几个宗派在商量把哪儿建成关押妖兽的监狱时，所有的宗门都不同意建在自己门派的后山上，于是很长时间关押妖兽的监狱都没有建成。那些妖兽祸害人间，让很多人死于非命，成为妖兽口中的食物。这时候碧水宗站了出来，于是关押妖兽的监狱就建在了碧水宗的后山。从此碧水宗世世代代都看管着监狱。在建立监狱的时候，所有的宗门都商量好了，每5年的妖兽大乱之时都会派弟子前来帮忙镇压。但是后来各个宗门都在耍心眼，派来的弟子越来越差，甚至一些小的宗门开始质疑碧水宗，为什么碧水宗后山的监狱管理问题让我们这些故乡干的宗门来管？那是碧水宗的后山，又不是我们宗门的后山。一些小的门派没少跟碧水宗吵架，甚至就连凌霄宗的一些弟子都觉得碧水宗应该自己管理妖兽监狱，让其他宗门帮忙管理只是在转嫁问题而已。现在几乎所有的门派都不想派弟子过来帮忙了，碧水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莫问蕊每到妖兽集体作乱的前1年，都会去各个门派拜访宗主，跟他们商定来碧水宗一切猎杀妖兽的事儿。每5年，禁区里的妖兽都会进行新一轮的繁殖养育，小的妖兽10年的时间就会长大，所以要在小妖兽们还没长大的时候进行猎杀。每5年减少一次妖兽的数量，不然的话，妖兽的力量壮大就会突破禁区的结界，来到人间作乱。各个宗门甚至会派自己犯了错的弟子过来，说是帮碧水宗猎杀妖兽，其实就是让那些弟子送死。若是那些犯了错的弟子在猎杀妖兽的过程中没死，那么回到自己的宗门后犯的错一笔勾销。所以叶灵十分钦佩碧水宗，也钦佩碧水宗宗主莫问蕊的为人，现在同样钦佩师兄们的为人。虽然师兄们有点花痴，令人讨厌，陆云长给师兄们的东西正好能帮助师兄们在禁区里时不被妖兽杀死。陆云长总算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儿。那么贵重的东西说给就给，不求回报，陆云长这一次真帅气。叶灵对陆云长的信任值直线上升，之后竟然上升到了2万点。不光是叶灵，还有公孙了了也十分钦佩陆云长，而且因为出生在经商世家，他更加知道陆云长给师兄们的宝贝有多么珍贵。陆云长真大方，而且他自己现在也被分到了结界水晶，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就算是对他而言，你个结界水晶也太贵重了。凭借他们整个家族的力量，也只找到了一颗结界水晶，那成了他们家族的宝贝，从来不敢告诉外人，生怕被贼人惦记。可是陆云长却一下子弄到了那么多结界水晶，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他没有看错，陆云长果然不是普通人。已经收集了那么多信任值的陆云长还是不满足，又去找到他的师傅莫问蕊。莫问蕊的陆云长的印象一直很好。徒儿，我听说你把这些水晶分给了你的师兄们，你从哪里弄的那么多的结界水晶？师傅，你想不想要结界水晶？陆云长笑嘻嘻都说道，一屁股坐到莫问蕊的身边。这么近的距离，他可以闻到师傅身上好闻的香味，也不知道师傅用了什么样的香薰，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青草香。你愿意给我一个结界水晶？当然了，你可是我的师傅，我可不想让你去后山进去的时候遇到危险。他是真心话，他很喜欢这个师傅，因为师傅一开始对他特大方。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师傅长得特漂亮，他决定把师傅纳入自己的后宫。陆云长说着，直接从怀里掏出一颗结界水晶，递给了莫问蕊。莫问蕊拿过水晶的手激动的有些颤抖。天哪，这个可是结界晶啊！这个大陆上一共才20来颗结界水晶吧？现在他也有了一颗。徒弟，谢谢你了，你真是我的好徒弟。我当初果然没看走眼，把你收到我们碧水宗门下是对的。陆云长嘿嘿一笑，看来师傅对他挺有好感。他往系统里看了看，他的信任值在不断增加，这是莫问蕊对他的信任。有了这么多幸运值，就可以继续去商城兑换好东西。最后他的幸运值再次突破了5万点，这7周莫问蕊功不可没。而且到陆云长离开师傅的房间时，师傅对他的信任一直在增加，陆云长系统里的信任值仍然不断增加。陆云长美滋滋的回到了自己的卧房。这2天他又连续从系统里兑换了一些好东西交给自己的师兄。师兄们虽然嘴巴贱，但是拿了他的东西都成了软嘴巴，冲着陆云长一口一个义父。义父，谢谢义父，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能做义父的儿子我简直3生有幸。义父，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希望义父能到孝疼我，也要疼我的儿子。义父，你不要搭理二师兄，我跟二师兄不一样，以后我的儿子就是你的亲孙子，我儿子会孝顺你。二师兄惊讶地看着3师兄，这小子的嘴巴怎么比我的还怪？很快就到了各宗门聚首的日子，就是大陆上所有的宗门都来碧水宗集合，商量一起去后山禁区练猎杀妖兽的事儿。可是今年有多，宗门都没有派人过来，但是碧水宗也没有那么多心思管这些。现在正值猎杀妖鼠的大好时机，若是错过了现在，猎杀妖兽时候的危险系数会更高。凌霄宗今天只派了3个弟子过来，有没有搞错？那些宗门都是混蛋，只顾着自己的宗门，也不考虑要是妖兽作乱，岂不是为祸人间？那些宗门也配叫大宗门？连我们碧水宗都不如。
就在师兄们都觉得愤愤不平的时候，陆云长却悠悠地开口了：“师兄们，你们现在是拥有结界水晶的人，还拥有其他的顶级装备，你们怕什么呀？”经过陆云长的提醒，大家一下想起来了。对啊，他们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是用结界水晶的人了啊！今年我们应该不会死了，有了结界水晶，起码能保住我们的性命。到时候其他门派的弟子遇到危险，我绝对不会救他们。我们全都或者从禁区里出来，让那些宗门都傻眼。那些宗门看到我们全都或者出来，一定会大吃一惊，觉得我们碧水宗的实力已经远在他们之上。哈哈，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师兄们都大笑起来。到了去后山禁区的日子，陆云长早早的就起来准备了。出门后就去饭堂吃饭，今天饭堂里的菜做得特别好，像是在慰劳他们接下来的辛苦，又像是在给他们送行。肃然嘴上说着不再害怕了的师兄们，吃饭的时候还是没说话。整个饭堂的气氛非常沉重。陆云长敲了敲自己的碗筷：“各位师兄们，打起精神来！我们可是碧水宗的人，拿出我们碧水宗的精神，给其他宗门的混蛋们看看。有结界水晶的加持，今年我们一定能活着从结界禁区里出来。”有了陆云长的加油打气，师兄们顿时也振作起来。师弟比我们还无能，都不怕去后山禁区，我们还怕什么？就是要是我们都对自己没有信心，去了后山禁区后怎么保护师弟呢？师兄们来了精神，又开始嘴欠。但是陆云长也不惯着他们，得了吧，到时候谁护着谁都不一定呢。你们是真废物！师兄们都切了一声，但是并不生气，他们平时都打打闹闹惯了，而且陆云长给了他们那么多宝贝，算是他们的义父了，哪有儿子跟老子生气的道理？其他门派的人都鄙夷碧水宗弟子们，一群傻子，要去送死了还那么高兴。他们是傻子用的傻子，以为去送死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全都脑袋被驴踢了。碧水宗的人听到其他宗门的人说的难听，顿时都怒了。你们不过是去禁区送死的白痴，有资格说我们？你们只不过都被你们的宗门给抛弃了而已。但是其他宗门的人都不甘示弱的对回去，我们就算是去送死的，又能怎么样？我们就是为这个而生的，不然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去凌霄宗？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去送死，凌霄宗会给我们家里人妥善的安置，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凌霄宗留名，我们的儿子以后可以进去凌霄宗。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是这个大陆的蝼蚁而已，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陆云长听到这儿，觉得不对劲儿。他们估计是凌霄宗找来充数的，因为要去碧水宗后山禁区猎杀妖兽，所以形成了一条产业链，那就是帮大宗门提供去禁区的人。一些大的宗门都专门招收一些能去猎杀妖兽的人，那样他们本门本派的真正弟子就不用去冒险了。公孙乐乐小声地说道。陆云长点点头，师妹知道的真清楚。公孙乐乐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家也做那种生意，帮忙找人上凌霄宗。陆云长惊讶了，你们家连那种钱都赚？公孙乐乐笑了笑，不是为了赚钱，为了拉近与各大宗门的联系。叶灵不屑地说道，你们家还真是会做生意了，什么生意都做。师姐，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做生意不就这样吗？就是要什么生意都做啊，这样才能方便客人。师姐，你家族的人在外面保养外事，结果被原配知道大发雷霆的时候，也是找了我们家给解决了，那也是生意。那次生意保住了师姐你家的名声，你觉得那样做不好吗？叶灵直接卡壳了。陆云长在一旁憋着笑，叶灵气鼓鼓的，但是没话说。那个在外面保养外宅，被家里的主母知道后大发雷霆的人，就是他亲爹爹。这件事儿丢人的不是爹爹，因为保养个宅不算什么，男人三妻四妾，而他爹爹只娶了他娘一个女人。这件事儿丢人的反而是他娘亲。娘亲的做法会让别人说他善妒，但是娘亲已经去外宅闹事儿了，还不小心把外宅肚子里的孩子给弄掉了，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不是故意的，左邻右舍都知道了。所以爹爹为了顾全娘亲的脸面，只能请外人出面解决这件事儿。没想到招的就是公孙家。叶灵真后悔说那句话，引得公孙寥寥把这件事儿抖露出来。集合的时间到了，大家去碧水宗大殿门前集合。各大宗门都派来人在碧水宗的大殿里坐镇，只有莫问蕊一个宗主回去禁区猎杀妖兽。各大宗门的掌门人都没来，只是派了大弟子过来，这样大弟子就可以捞到一个猎杀妖兽的名声，但是又不用真的去猎杀妖兽。各大宗门的算盘都打得啪啪响啊。公孙乐乐小声地说道。公孙师妹，你的装备都带齐了吗？陆云长问道。他可是很关心小师妹的，小师妹不但可爱，而且聪明，这样女孩子谁能不爱？放心吧，师兄，都带好了。公孙乐笑着说道，脸上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叶灵看着陆云长那么关心公孙乐乐，心里很妒忌，但是他努力控制着，因为他不想跟自己的娘一样被人说善妒。可是他心里有不想跟别的女人共用一个男人，他很讨厌公孙乐乐。去禁区后，各位要注意安全，在注意安全的同时，猎杀更多的妖兽。莫问蕊说了简单的几句话，他除了在让陆云长加入宗门的时候说了很多话之外，平时都不怎么爱说话。所有人开始往后山禁区进发。师妹，你们两个其实不用过来，就算是有结界水晶的保护，猎杀妖兽仍然是危险行为，你们就站在禁区外面，别进去了。叶灵第一个不同意，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进去。他就是来猎杀妖兽的，为什么不进去？他知道危险，但是不怕。他是叶家的人，叶家人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一代代人打拼出来的，可不是坐享其成就能成功，所以他当然要拼命。见劝说叶灵没用，大师兄又劝对公孙乐了，但是公孙乐也坚定了要去禁区的决心。
大师兄，我知道你为了我好，但是我必须去。我们家好不容易出了我一个水灵根，我必须干出一番作为，才能为家族争光。不然的话，即便他们家里再有钱，也只会被人看不起。就像是叶灵师姐，叶灵师姐就看不起公孙家，觉得公孙家唯利是图。可是公孙家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娘亲也没有妒忌，一家人包括外宅都和和美美。而且他们家经常接济穷人，但是即便这样，还是会被很多人看不起。你要改变这种局面并不容易，多接济几个穷人改变不了这种局面。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方式就是家族里出一个修炼者，然后这个修炼者不惜一切代价，好好修炼，爬到顶峰，甚至活出自己的命去搏一个名声。只有这样，家族才能在大陆真正抬起头来。而公孙家就出了这样一个人，那就是他公孙了。所以他只能去拼命。大师兄见到劝两个师妹没有用，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后山禁区，大家伙都排队进了后山禁区里。后山禁区是一道巨大的结界，把禁区内外隔开。刚进到禁区里面，就听到了妖兽的咆哮声，震耳欲聋。那些修为低的其他宗门的弟子耳朵已经破了，其他宗门的弟子们已经开始感到不适应了。就他们那个样子，怎么可能成功猎杀妖兽？一些被用来充数的人根本没能力猎杀妖兽，这一次猎杀妖兽的活儿，主要还是得我们来做。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总不能完不成任务吗？碧水宗的师兄们纷纷说道。进入禁区之后，他们就散开了，每2、3个人组成一个小队。他们要在这里待上很长时间，少了1个月多则半年。只有把有数猎杀到原来数量的一半，他们才能离开。这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他们这么多，不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天下苍生。陆云长、叶灵还有公孙了一组。大师兄怕他们3个有危险，然后又找了2个师兄跟他们一组。他们这个小组一共5个人，另外2个师兄分别是3师兄和5师兄。放心吧，师弟我会保护你们的。3师兄拍了拍绿云长的肩，那就先谢谢3师兄了。不过3师兄，我应该用不到你保护，别忘了我这次来禁区，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你呢。陆云长信心满满的说。但是3师兄根本不信。5师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时基本上不吭声。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陆云长知道5师兄这个人很靠谱，而且还为别人着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师兄会让5师兄加入陆云长的队伍。妖兽的咆哮声还在继续，师弟师妹们都小心一点，听这个声音，应该有妖兽在我们附近，可能还是会隐身的妖兽。3师兄明显的紧张了起来，不光是3师兄，5师兄也很紧张。陆云长还不知道，竟然有了妖兽会隐身，但是他根本不慌，直接扔出了一个结界水晶。结界水晶炸开，把他们包围其内。就在这时，他们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到了结界水晶上，发出巨大的声音。所有人都庆幸，幸好陆云长扔出了一个结界水晶，不然这会儿他们已经被妖兽攻击了。师弟，果然你是来保护我们的，这会儿还真多亏了你。3师兄心有余，记得说道，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这里很危险，大家都小心一点。陆云长提醒师兄师妹们。周围传来越多越多的妖兽的咆哮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震耳欲聋。结界只要打开，就是不会移动位置的。他们要是想往前走，就只能收回结界，但是那样太危险了。我们把结界都打开，走出这个结界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结界。陆云长想了个绝佳的办法，主打的就是一个猥琐发育。他知道自己现在的斤两，刚刚开始修炼，甚至比不过3师兄的修为。若是想要在禁区活下来，只能猥琐发育，充分的利用物资法宝，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才是猎杀妖兽。这样会不会太丢人了？5师兄还是很要面子的。3师兄没吭声，可能也觉得毕竟丢人，只是对他来说，性命比面子更重要，能活着走出去就行了。再说了，用结界防护自己，哪儿丢人？陆云长摇摇头。5师兄，你想啊，那么稀有的结界水晶一个个爆出来，被人看到羡慕都来不及呢，怎么会说我们丢人？3师兄把心一横，就算是再丢人，也不如其他的宗门只派一些人来充数丢人。陆云长看向叶灵跟公孙了，2个师妹都没有意见。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考虑脸面的事儿，真是太傻了。叶灵直接就拿出他的结界水晶扔了出去，公孙了也扔出了自己的结界水晶。3师兄、5师兄也把自己的结界水晶球扔了出去。现在他们的结界水晶全都连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陆云长他们往前飞奔而去，跑出陆云长的结界水晶后，他立刻把结界水晶收了回来，然后人在其他结界的最前面，然后叶灵也把自己的结界水晶收回来。就这样一直往前，几个人配合的越来越默契，前行的速度十分快速。不知道其他的师兄会不会这么干，应该告诉其他的师兄。正当陆云长这么说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结界，几个人赶紧跳转方向，结果就碰到了大师兄他们。大师兄跳进刚建成的结界里，也看到了陆云长他们。几个人对视中，靠，你们也是这么玩的？还以为你们没那么聪明，正想告诉你们呢。切，既然遇上了，干脆一起组队吧。陆云长跟大师兄们组成了一队，几个人往前走去，配合逐渐默契。很快，他们就被一只妖兽拦住了去路。是黑豹！陆云长跟大师兄同时惊叫起来。陆云长惊叫是因为这个黑豹太眼熟了，上一辈子他看过一部电影，就是黑豹。而面前的黑豹长着人形的身躯，而且有一张黑色的脸，跟电影里的太像了。么得，难道电影里的黑豹也穿越了吗？大师兄因为以前见过黑豹，那时候他刚进入宗门，十分贪玩，自己跑来了后山，但是没进入后山禁区就被一只
黑豹给吓住了。黑豹在禁区结界内部冲着他嘶吼，吼声把他的耳膜都震破了。幸好莫文蕊及时赶来，把他给带回去了。那次莫文蕊把他关了紧闭，直到1个星期后他才出来，从此再也不敢到后山来。没想到这次来后山禁区见到的第一个妖兽又是黑豹，不过有结界保护，黑豹的吼声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小猫咪在叫唤一夜，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这也让大师兄他们产生了误判，以为自己能打败黑豹。现在我不会再怕你了，来吧。大师兄说着就要冲上去，但是陆云长给拦住了。大师兄，别出结界。但是大师兄此刻只想赶技能打败那只黑豹，他推开陆云长，还是冲了上去。有毛病啊！陆云长也是服了，他知道大师兄肯定不是黑豹的对手。果然，就在大师兄刚冲出结界的一瞬间，黑豹冲了上来，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住了大师兄的衣袖。幸好叶灵从了上去，拉住了大师兄的头发，把人往回一带，所以大师兄才没被黑豹给吃掉。师妹，多谢你了。大师兄松了一口气，多谢叶灵师妹。大师兄看向叶灵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爱慕。拜托大师兄，现在不是发情的时候。陆云长提醒大师兄。嗨嗨，大师兄立刻回过神来。大师兄，刚才你要是被黑豹给吃了，复活丹药都没用了。陆云长道，我都告诉你了，要小心点，你不是黑豹的对手。大师兄脸色很难看，我就连一只黑豹都无法猎杀，那我们怎么能猎杀妖兽？三师兄和五师兄也很沮丧。是啊，就连大师兄都对付不了一个黑豹，他们还怎么猎杀妖兽啊？我们联手试试。黑豹无法进入我们的结界，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听到陆云长的话，大家都开始振作起来。原来妖兽进不来他们的结界，可是为什么妖兽进不来我们的结界？因为只要是对我们有敌意的人都无法进入我们的结界。原来是这样，大家伙儿都放心了，起码他们的安全的，然后再联合起来对付黑豹。陆云长把收起的结界扔了出去，结界在黑豹的身上炸开，挤压的黑豹的空间。黑豹被挤到了一边去了。黑豹发现了结界，立刻长着大嘴开始撕咬结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公孙了也把自己收回来的结界扔了出去，几个结界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把黑豹围在中间。黑豹的嘶吼声里明显带上了恐惧的情绪，他害怕了。大师兄兴奋地说道。大师兄们用手里的剑刺向黑豹，黑豹围在结界中，活动空间有限，躲避空间也有限，所以被刺中了好几次。黑豹想要从结界上方逃走，叶灵把结界水晶扔了出去，盖在了其他人的结界上面，把黑豹头顶的空间也给封死了。你们这群杂碎！黑豹竟然开口说话了。陆云长直接就是一个大写的惊讶，妖兽竟然会说话，你们听见了吗？刚刚妖兽说话了。你开什么玩笑？妖兽怎么会说话呢？师兄们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陆云长。陆云长眨眨眼，你们真的没听见？他又问叶灵。没有，我没听见黑豹说话。叶灵也很惊讶，难道听到妖兽说话是陆云长独有的能力吗？师兄们以为陆云长疯了，但是叶灵不那么认为。他以前以为陆云长是个废物，但是知道那是个错误的认知后，他就决定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陆云长，可能那是你独特的能力，你有能力听见妖兽们说话。叶灵激动地说道。大师兄他们看看叶灵，又看看陆云长，虽然他们不太相信陆云长，但是相信叶灵。真的假的？陆师弟那么厉害吗？我记得古书上有记载，说是能听到妖兽说话的人，实际上能操控妖兽。五师兄沉声说道。于是大家伙儿都看向陆云长，希望他能操控妖兽，操控面前这只黑豹。但是陆云长做不到啊。大哥们，我只是能听到黑豹说话而已，但是我控制不了他。陆云长，你试试，你一定行。叶灵抓住陆云长的胳膊，他希望在这次的行动中，陆云长能有所长进。拜托大姐，不行就是不行，我以前都没那么干过，就算是我有天分，也得学会控制才行吧？不是你想让我控制我就能控制的。陆云长白了叶灵一眼，叶灵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但是也知道陆云长说的没错，就算是有天赋，没有经过训练，天赋也很难发挥出来。师弟，现在黑豹在说撒狠？大师兄问道。黑豹的正在嗷嗷乱叫，语速似乎开了不少，他身上正在流血。几个师兄师妹正在拿着剑一下一下的刺着黑豹，而且刺得不急不慢，像是在玩似的。不要脸啊！哎呀呀！有本事从结界里出来，我们当面打一架！你们这样算什么本事啊？你们这群臭狗屎！王八蛋！小小之徒！陆云长把黑豹的话翻译给师兄和师妹们听，大家都很佩服黑豹。他在禁区里常年不出去，到底从哪儿学了那么多骂人的话？听得出来，词汇量很丰富啊。听说每年都有师兄弟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跑来禁区骂妖兽，反正每5年都有一场大战，先骂了把本钱弄出来，被妖兽杀了也不吃亏。敢问是哪位师兄那么会做买卖？就连公孙了都佩服了。早知道这样，他们公孙家就应该接下这个任务啊！每年有那么多心情不好的人，让他们来骂骂妖兽，放松一下心情，多好啊！这样捅来捅去也不是办法呀。黑豹的身体素质那么好，我们这样一件一件的捅他，什么时候才能把他痛死吧？师兄们感慨着，但是手里的动作没停。陆师弟，你还有什么装备吗？能快点吧，黑豹搞死！大师兄问道。陆云长往系统里看了看，有了，有一个你们都没见过的装备。大师兄他们都很感兴趣，顿时瞪大了眼睛。快拿出来，什么装备？兑换！陆云长对脑海里的系统说道，然后就拿出了一个花盆，花盆里长着一棵植物，像是一根豆芽菜。这个是啥？
大家伙儿都惊讶地看着那根豆芽菜。公孙聊聊最讨厌吃豆芽，撇了撇嘴，这个叫做豌豆射手，能放在地上攻击黑豹。陆云长没想到游戏里的豌豆射手竟然也出现在系统里，看来他的系统还真是包罗万象。这个怎么用？师兄们都是懵逼的状态，他们实在看不出来着这个豆芽菜有什么厉害之处。陆云长把豌豆射手放在地上，然后豌豆射手就开始吐豌豆。师兄们看着豌豆射手慢吞吞地吐出来一颗豌豆，都绝望了。这个玩意真的有用吗？陆云长不会在耍他们吧？豌豆打在了黑豹的身上，然后钻进了黑豹的体内。什么玩意？黑豹也是一脸懵逼，那群小混蛋太不把他当回事了，竟然用这种东西对付他，士可杀不可辱。黑豹向天狂吼，可是体内突然一阵剧痛传来，怎么回事儿？身体像是要裂开了一样。黑豹顿时感觉不妙，然后他体内被豌豆打中的地方竟然变成了绿色，随着身上的绿色越来越多，绿色的地方开始变成透明的，像是腐烂的树叶子，接着就整个身体开始腐烂。看到这里，师兄和师妹们都纷纷拍手，厉害啊！陆师兄，豌豆射手实在太厉害了，没想到这个一个豆芽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这玩意以前没听说过啊，这不比结界还强？对了，陆师兄，你从哪儿拿出来的那玩意？这个当然是从空间里了，但是这个不能说，这个是我藏在包袱里的乾坤包袱，你们听说过吗？乾坤包袱，价值10万金币一个的乾坤包袱。公孙乐乐惊讶地瞪大眼睛，他实在看不出陆云长身上的那个包袱竟然就是乾坤包袱，他跟他以前见过的情况包袱不大一样。看公孙乐乐一直盯着自己的包袱看，肯定会露馅。陆云长急忙把包袱背到身体的另一侧。我这个情况包括是在机缘巧合下得到的，没花什么钱，嘿嘿嘿。陆云长嘿嘿笑着，大伙将信将疑的点头，可是脸上都写着3个字：我不信。陆云长给了他们结界水晶那么贵重的东西，整个大陆上只有20多颗结界水晶，但是陆云长一下子拿出了50克结界水晶，加上师傅的那一克就是51克，还有复活弹药和现在的豌豆射手，这些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拥有的东西。陆云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师兄师妹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既然陆云长不想说，他们也不好打破砂锅问到底。黑豹就这样被豌豆射手猎杀了，大伙儿目睹了豌豆射手的厉害，这个盆栽还挺厉害啊，真是盆栽不可貌相。大师兄抱着双臂感慨地说道，没想到我们的实力还不如一颗盆栽。三师兄觉得很悲催，他的话也提醒了大师兄和五师兄，3位师兄内心都觉得悲催无比。他们在碧水中修炼了那么多年，以为自己挺厉害了，可知道今天一颗盘再给他们上了一课，如果这个盆栽会说话就好了，我想向他讨教修炼秘诀。大师兄摇了摇头，他所有的高傲此刻都在豌豆射手面前化成粉末。几个师兄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了几个碧水中的师兄，陆云长也给了他们一颗豌豆射手。救命啊，救救我！突然前面传来惊恐的呼救声，绿云长他们急忙赶了过去，发现是其他宗门的弟子被一只巨型大猫用锋利的爪子按在地上，大猫的爪子正好按着那个徒弟的脑袋，只要轻轻一划，他的脑袋就会被劈成2半。你们快点救救我！好像是青霞宗的弟子。大师兄认出了对方，陆云长走路过去扔出了一个结界野水晶，机械水晶爆发出的威力把大猫弹飞了。青霞中的弟子被笼罩在水晶里，暂时安全了。陆云长走过去把那个弟子扶了起来，青霞宗的记得十分感谢，他也认出了结界水晶。你们竟然有结界水晶，从哪里弄的？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结界水晶了，那个时候你不在吗？如果在的话，你应该早就知道我们有结界水晶。我今天早上正好不在，快点告诉我你们从哪里弄的结界水晶。他也想要一颗结界水晶，是陆云长师弟给我们的。大师兄说道，我跟你们一块行动吧。青霞宗的徒弟用恳求的眼神看着陆云长他们。那好吧，陆云长无可无不可的说道。他们继续往前走去，刚刚那只大猫却跟在他们身后。陆云长他们十分默契，不断的扔出结界水晶，可是刚刚加入他们的青霞宗弟子却显得有些笨拙。大师兄担心那个青霞宗的只会拖他们后腿，但是也不好意思让那个青霞宗弟子滚蛋，那样的话就等于亲手杀了那个青霞宗弟子。刚刚那只大猫不会放过他，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青蛇向他们冲了过来。青霞宗的弟子受到惊吓，顿时慌了神，忘记了自己是结界水晶里。当时他师兄挥舞着手中的剑冲青蛇7寸刺去，正好被青霞宗的弟子撞了一下，但是兄被撞出了结界，青蛇剑一般的速度把大师兄咬成了2半。青蛇的速度太快了，根本来不及救大师兄，所有人都懵逼了。不是我，不关我的事啊！那个青霞宗弟子怕云长他们怪罪他，赶紧为自己辩解。你还为自己辩解，太过分了吧？就是因为你撞了大师兄，才把大师兄抓住了结界。三师兄气愤的大喊，我都说了不是因为我。这个时候三师兄收起了结界水晶拿到手里，仍然在跟青霞宗的弟子对峙。青霞宗的弟子突然冲向三师兄，一下撞开他，夺过了他手里的结界水晶，然后快速逃走了。回那把我的结界水晶换回来！三师兄立刻冲了上去。三师兄，危险！陆云长提醒三师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大猫已经冲着三师兄冲了过去。陆云长只能把手里的结界水晶朝着三师兄扔过去，结界水晶爆炸开之后，把三使用保护在其中。大猫撞到了结界水晶上，被弹飞了几十米远，撞到一棵树上，把一棵树都给拍断了。叶灵把手里的结界水晶我前刃去，然后快速的冲进了急救室，已经来到了青霞中的字的身边。他的剑已经很大了，紧
惊吓中地址，把你手里的结界水晶交出来。陆云长知道，若是这会儿青霞宗的只要把自己的结界水晶扔出去，然后再逃到直接水晶里，那叶灵无法进入青霞宗弟子的结界水晶，因为这些水晶对危险非常敏感，他能检测出叶灵对青霞宗弟子的有危险，所以会把叶灵屏蔽在外。只是现在青霞宗还不知道这个，所以必须尽快把青霞宗的手里的结局水晶抢回来。结界水晶认主人，但是他在谁的手里，谁就是他的主人。想到这条，陆云长冲了过去，他的速度很快，瞬间抢过来青霞宗弟子手里的结界水晶，然后把青霞中的人踢出了叶灵的结界水晶。刺客大猫还在昏厥当中，没有注意到镜像中的地址。镜像中的地址想要再次冲进结界，可是因为他对陆云场他们已经有了残害自己，所以他无法进入隐藏他们的结界水晶里。陆云场拿出了一个复活丹药放在了大师兄嘴里，很快他师兄又活了过来。青霞中的地址傻了眼，你们在搞什么？为什么他还能活过来？你给他吃了什么？复活丹药，陆云长淡淡的说道。不过待会你被打猫抓伤，或者被蛇咬成2半的时候，没有人会给你吃复活丹药，复活丹药注定与你无缘哦。陆云长晃了晃手里的复活丹药，青霞宗弟子脸上露出阴狠的表情，冲过来就要抢，可惜他被结界挡在外面。这时候刚刚在树上的大猫醒了过来，他晃了晃脑袋，看到了青霞宗的弟子，快叫一声之后冲向青霞宗弟子。就在这时，青蛇也更快的速度有助青霞宗弟子。青霞宗弟子只觉得自己体内的血液中在被疯狂吸食，然后他整个人就成了人干，世界一片恍惚后消失了。刚刚就是太危险了，幸好有复活丹药，谢谢陆师弟。大师兄从地上爬了起来，揉揉脖子，现在被青蛇咬到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提醒着他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刚刚在鬼门关爬了一走，又回来了。陆云长跟师兄师弟都很庆幸，幸好有复活丹药，不然的话大师兄就直接完蛋了。陆云长跟师兄师弟都很庆幸，幸好有复活丹药，不然的话大师兄就直接完蛋了。这个时候的大师兄也觉得自己太幸运了，陆师弟这才还是多亏了你啊，要不是你的复活丹药，我不可能活过来的。大师兄拍了拍陆云长的肩膀，十分赶紧的说道。陆云长笑了笑，我们都是师兄弟，说这些干什么？大师兄点点头。在一刻，师兄弟们的情谊得到了升华。对大师兄来说，陆云长已经不仅仅是他的师弟，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以后陆云长若是需要他帮忙，那他一定会同意。几个人继续往前走去，一路上看到很多其他宗门弟子的尸体，他们都被妖兽夺去了性命，而且死状非常凄惨。妖兽似乎比往年更加厉害了。大师兄喃喃地说道。那是当然，上次猎杀妖兽是5年前的事儿了，这5年他们的能力也在逐渐增长。三师兄说道。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师兄摇了摇头，我是说比起5年前的时候，就是比起上次猎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增长了很多。上次猎杀妖兽，大师兄也来了，他知道妖兽的能力什么样，而且上次他是活着出去的几个人之一，当时他猎杀了10几只妖兽，当年他的修为还不如现在，所以现在刚看到妖兽的时候，他就不管不顾的冲了出去，因为他以为自己一定能杀死那只妖兽。5年前他就杀死过同样的妖兽，而这5年当中他的能力一定会增长，不可能5年过去了他已经杀不死当然的妖兽了。可是没想到自己真的没能把那只妖兽杀死，反而自己彻底送命。算起来，陆云长师弟，你救了我2次了。大师兄感激地说道。大师兄不必太往心里去，陆云长说道。几个人继续往前走，他们真可怜。三师兄叹口气，对着路边的尸体说道，那都是其他宗门的师兄弟，很多都是拉来充数的。大师兄看着那些尸体，好像看出了不对的地方。你们发现了吗？今年其他宗门好像都没用自己门票的子弟，全都找了一些人来送死。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三师兄没听懂。我的意思是，其他宗门派来猎杀妖兽的子弟，都不是经过考试进入他们总门的子弟，而是临时招收，或者没有经过考试就进入总门的。以前的时候，其他宗门还会派几个自己的弟子过来，有的是为了历练，有的只是想把那几个地方处决了，或者干脆就是派几个弟子过来奏书。所以今年其他的宗门都学聪明了。三师兄点点头，还都是什么大宗门呢？太没品了，就连凌霄宗都那样，真是看不起那些宗门啊。三师兄吐槽着，但是大师兄给了三师兄的脑袋一下，你是不是笨啊？还没听懂我的意思啊？三师兄很委屈，你说的到底啥意思？能不能说得明白一点？你说句话啰里吧嗦的，我越听越糊涂。大师兄的意思是，今年那些宗门好像已经提前知道妖兽能力变强，所以没派自己的弟子过来，全是花钱找的死事。陆云长听明白了。大师兄点点头，还是我陆师弟聪明啊。大师兄点点头，他想说的就是这个。三师兄也是无语了，大师兄说了半天是这个意思，还是陆师弟说话能让人听懂。但是其他的宗门怎么可能知道那些？我们今天刚来禁区啊，其他宗门之前不可能来过。三师兄有疑问，所以我觉得只是巧合而已，不可能其他宗门提早得到消息。他们碧水宗距离禁区这么近，都不知道妖兽会变强，其他的宗门怎么可能会知道呢？妖兽哪里跑？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白色的身影划过，然后一个少年模样的人拿着剑刺进一个大猫妖兽的脖子，所有人都看呆了。这是陆云长进入禁区后第一次见到有人猎杀妖兽。那位朋友，不知道你是哪个宗门的？陆云长好奇地问道。我是凌霄宗的人，我叫东方朔，你们是碧水宗的。东方朔的脸狭长，看起来十分英质。凌霄宗什么时候有那么厉害的弟子了？陆云长疑惑。凌霄宗竟然有那么厉害的弟子了吗？大师兄也疑惑。
记得去年的各大宗门比试中，最厉害的人还是他啊，咋现在零？萧宗弟子的实力提高了那么多，大师兄觉得世界都凌乱了。你去凌霄宗多久了？陆云长问道。2个月前刚加入凌霄宗。东方朔回答。陆云长拧着眉头，他和大师兄对视了一眼，2个人都明白了。东方朔是凌霄宗的死士，这么厉害的人来当死士，嗨，东方师兄是不是凌霄宗给死士的酬劳特别高啊？不然像你这样的高手，不会去凌霄宗当死士吧？陆云长试探着问道。没想到东方朔很痛快的点点头，没错，我来这一次能赚到1万金币，比我平时干的活强太多了。你平时都干啥呀？陆云长更加好奇了。杀人，我是一个职业杀手。东方朔倒是毫不忌讳自己的身份。陆云长跟大师兄都吃了一惊，你看起来年纪不大，怎么会去做杀手呢？对方看起来只有20岁吧？因为东方家是杀手世家。一旁的叶灵说道，你没听说过东方家吗？那可是本大陆上最大的一个杀手世家，每一个东方家的人从小就与血腥为伴。像是东方家这种杀手世家并不常见，毕竟没人愿意一辈子当杀手，甚至是杀人狂魔都不愿意当杀手。杀人狂魔只是杀死自己想杀的人，但是杀手不一样，杀手只能根据客人的要求杀人，杀手没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一般的杀手都没有老婆，没有孩子，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东方家的杀手向来都是有老婆，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当老婆。他们也有孩子，并且会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其训练，把孩子训练成一个合格的杀手。所以东方世家就这样一代代的传了下来。陆云长听后一阵唏嘘，杀手世家，为啥东方家不在赚到足够的钱之后转行呢？那样东方家的后代就不用做杀手了。回答陆云长的是东方朔，因为我们家从没赚够用来转行的钱。东方朔叹口气，他们虽然赚钱多，但是花钱也多，不然的杀手的神经一直都绷着，一定会崩坏。他们必须花钱找点刺激，而且他们东方家的人除了干杀手之外，真是干什么都干不好。本来经过3代人的努力，是积攒了一些钱，终于到了东方朔这一代，不用当杀手了。但是东方朔的老爹做生意，把钱全都给输光了，所以东方朔只能重新拾起了做杀手的工作。这次就是作为凌霄宗找的死士来禁区猎杀妖兽。兄弟，不介意的话，跟我们一起行动吧。陆云长倒是挺佩服东方朔，年纪那么轻，竟然修为那么高深，就连大师兄都不死的妖兽，东方朔都能轻易猎杀。不，杀手向来喜欢单独行动。东方朔酷酷地说道，然后直接就消失在陆云长他们面前。帅气啊，真希望他能活下来，走出禁区。以他的实力，问题不大吧？大师兄耸耸肩，真是没想到啊，大陆上人才辈出，这种人才，要是等他活着走出了后山禁区，我一定要说服他加入碧水宗。碧水宗需要这样的人才啊！原来大师兄也是惜才之人啊！陆云长白了大师兄一眼，几个人继续往前走去，随后又遇见了其他的几个师兄，所幸他们都没有受伤。禁区的妖兽再厉害，也没有办法突破他们的结界，起码大家都是安全的。陆云长已经看出来了，凭借他们几个的能力，想要猎杀妖兽十分苦难，必须多几个人配合才行，那样才能增加猎杀妖兽的几率。于是他们又去找其他的碧水宗弟子，大家合伙猎杀妖兽。一只白虎呼啸着从树林里窜了出来，张开巨大的翅膀。顶级白虎妖兽！大师兄大惊失色，陆云长也感受到了妖兽的危险，不知道一个结界能不能顶得住啊！白虎妖兽冲着一个师兄冲了过去，竟然突破了结界，所有人都懵逼了，只有陆云长最清醒，他把手里的结界收回来，直接冲着那个师兄扔了出去。结界水晶爆开，跟之前的结界融为一体。哈哈，这样的话，有了2层结界的加固，即便是白虎那样级别的凶兽，也一定无法突破结界。果然，白虎被第2次结界弹飞了。师兄真厉害，公孙乐乐佩服陆云长的反应能力。陆云长冲着小师妹一挑眉毛，其他的师兄们也都对陆云长投去佩服的眼神。师弟的反应速度太快了，我们都懵逼了，师弟却能及时扔出水晶结界，佩服啊！大师兄由衷的说道。陆云长可是他的救命恩人，自从陆云长救了大师兄2命之后，大师兄对陆云长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以前以为陆云长只是一个废物，当然，即便是废物，那也是他的师弟，他还是会对师弟好。可是陆云长却在来禁区之前，拿了很多结界水晶跟复活丹药分给虫师兄弟。有了那些东西，碧水宗的师兄弟们就能在禁区里活下来了。但是即便有了结界水晶跟复活丹药，他作为大师兄还一次差点死了，另一次是真的死了，都是陆云长救了他，那可就救命之恩啊！大师兄向来是个有恩必报的人，在他心里，陆云长的地位节节升高，小师弟果然是人中龙凤啊！要不是小师弟给的结界水晶和复活丹药，现在碧水宗的师兄弟们估计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把所有的结界水晶打出去，2个结界水晶重合使用，把白虎围起来！陆云长大喊道。师兄们都看着他，陆云长只是碧水宗的小师弟，按说只会作战这种事儿，应该是让大师兄来的。但是大师兄没有说话，直接就把手里的结界水晶扔了出去。其他的师兄弟们当然都照着做，所有的结界水晶两重合，在白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牢笼。白虎被困在了结界水晶组成的牢笼之中，愤怒的大吼着，他拼命的撞向结界，但是毫无用处。还是陆师弟脑子灵活，竟然想出了这个好主意。三师兄夸奖道。他本来想说这种馊主意，但是发现这样确实管用，所以临时改口了。大师兄笑着道，
太好了，若是能猎杀白虎，就能拿到他的兽丹了。只有白虎这种妖兽体内才有兽丹，像是他们一开始猎杀的那些低级、中级妖兽都没有兽丹。一颗白虎兽丹能买1万金币呢。师兄们都特别激动，那么多钱，就算是平分，他们也能拿到不少。陆师弟的功劳最大，到时候陆师弟拿大头，剩下的我们再平分。师兄们说道。陆云长无奈了，现在白虎还没被猎杀呢，结果师兄们都开始想怎么分了，这样真的好吗？陆云长，我劝你把兽丹占为己有。叶灵说道，以为兽丹可以提升修炼的速度，你现在正好需要。我也这么认为。公孙聊聊也说道。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叶灵双手叉腰，怒视着公孙了。他跟陆云长说话，公孙聊聊却要上来凑一脚，真是讨厌。嘴巴长在我身上，我想说就说，你能把我怎么样？哇哦，两位师妹长得太可爱了，就连吵架都是那么可爱。大师兄花痴的说道。陆云长没想到大师兄这么花痴，但是现在这不是重点好吗？拜托啊，各位，赶紧猎杀妖兽好吗？能不能尊重一点妖兽啊？啊！白虎也很无奈，一群小屁孩竟然拿无视他，必须把他们全都吃掉。哼哼，可就算是用结界把白虎围起来了，我们该怎么猎杀他呢？其他的师兄弟犯难，但是这点小事儿对陆云长来说不算什么，当然是用剑刺他，一直刺一直刺，一定把他给刺死。再说了，我还有一个法宝豌豆射手。陆云长说着，从口袋里确实是从空间里掏出一个豌豆射手，放在地上。豌豆射手吸收了阳光，快速的结出果实，一粒豌豆。那些没见过豌豆射手的师兄们都懵逼了，那是什么东西？怎么看起来还挺可爱，还长着卢色的小眼睛？这也太可爱了！这个玩意到底是用来干啥的？面对陆云长笑呵呵的看着他们，我给几位师兄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叫做豌豆射手。豌豆射手长得确实像是一颗豌豆，可是这东西该怎么用？其实师兄们还想问问这东西有啥用，不就是一棵植物吗？他们面对的可是一只顶级妖兽，要靠一棵植物去打一只妖兽吗？你们还没见识过豌豆射手的厉害呢。大师兄开口说道。刚刚见到豌豆射手的时候，他也不相信这个植物能有什么用，但是现在他信了。其他的师兄们看到大师兄一直为陆云长说话，都有点吃惊。大师兄这个人向来骄傲，不会为谁说好话，可是此刻大师兄好像格外看重陆云长。道师兄，你对小师弟的态度为啥改变这么大？我记得你一开始也觉得小师弟像是废物呀，为啥现在小师弟说啥你就同意啥？八师兄觉得很奇怪，因为小师弟说的都是对的，而且小师弟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救了我2次呢。只要好好听小师弟的话，我们都能活着从进去走出去。听了大师兄的话，大家都点点头。陆云长已经把豌豆射手放在地上，豌豆射手射出的豌豆一颗一颗的打在白虎体内。白虎不愧是顶级妖兽，这么多颗豌豆打进他体内，他都没什么反应。看来一颗豌豆射手对白虎来说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陆云长又从系统兑换了一盆升级版的豌豆射手，寒冰豌豆射手。寒冰豌豆射手输出的豌豆是蓝绿色的，像是一个冰块。寒冰豌豆射手输出的豌豆也打到了白虎的体内，这一次白虎很快有了反应，痛苦的嚎叫起来。白虎体内的热气正在快速流失，白虎的皮毛上好像附上了一层寒冰。太厉害了，寒冰豌豆发挥作用了，幸亏有陆师弟在，不用我们出手就能猎杀妖兽。我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猎杀，要是我还挺好玩的。师弟，你的豌豆射手卖不卖？我愿意花1万金币买一个你的豌豆射手。石师兄是一个土豪，家里开钱庄的特别有钱，身价几乎跟公孙了不相上下。不好意思啊，师兄，豌豆射手不卖。陆云长摇了摇头，豌豆射手比结界水晶还贵1万金币，根本买不了豌豆射手。师兄听后也不生气，师弟，豌豆射手到底卖多少钱？你直接开个价，我一定不还价。师兄认真的说道。此刻白虎妖兽痛苦的躺在地上挣扎着，而陆云长却跟师兄们悠闲的聊着天儿。你们这些混蛋，能不能重视我？我好歹也是顶级遭受的 我呜呜。白虎都要哭了好吗？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原本以他的能力杀掉这些小混蛋不成问题，可惜半路冒出来太多意外，又是结界水晶，又是豌豆蛇，这些小混蛋就是冲着他的兽丹来的。虽然没兽丹的他也能活得下去，但那样他就会退化成一只小猫咪，再经过修炼100年才能再次进化成现在的妖兽。100年的时间太长，而进化的过程又太过艰辛。他说他不想重来但那是保命的唯一计。我愿意把兽丹交给你们，你们放了我吧。白虎痛苦的嚎叫着，但是用他们根本听不妖兽会在说啥，因为他们不懂兽语。但是陆云长听懂了，陆云长做了个手势，示意师兄们先别说话，然后走到了白虎的旁边问道，你是说你愿意把你的兽丹案交给我吗？你不会是在说谎吧？陆云长根本不信，白虎好不容易练成的兽丹，他会这么轻易的交给他们？能不能有点骨气啊？宁可杀不可辱，懂不懂？按照正常逻辑，不应该是宁愿毁了兽丹，也不会把兽丹交给他们吗？这货还反其道而行之。我说真的，要你们放过我一条生路，我会把我的书丹交给你们，我们做个交易吧。此刻的白虎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反正陆云长他们想要的是他的兽丹，他不给的话就会被杀死，那时候说他依然会被夺走。现在他主动把兽丹拿出来跟陆云长做交易，其实他赚了。陆云长想了想就同意了，当然他也知道白河心里打什么主意，不过没有收到货的白虎就是一只小猫咪，
不会造成什么危害，而且有可能会被其他更厉害的妖兽给吃掉或者杀死。总之，白虎没了收丹之后不足为惧，他们还要去猎杀，其他的有术就不在这干白虎多费纠缠了。于是陆云场答应了白虎的要求。喝白河都做了自己读书的，白虎的寿丹是白色的，晶莹透亮，里面还有雾气萦绕，像是一个小小的仙境。白虎真是舍不得自己的寿丹啊！白虎都要哭了好吗？从今以后，他就不再是白虎了，而只能做一只小小的猫咪，在禁区里艰难求生。你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寿丹给你，你就一定会放我走，是不是？白虎还要再确定一下。陆云长笃定的点头，放心吧，只要你把寿丹给我，我一定会放你走。我这个人说话算话，绝对不会食言。陆云长对猎杀一只小猫咪没有什么兴趣，猎杀妖兽的关键就是要让妖兽没有那么强的战斗力。白虎成了小猫咪，本来就没什么战斗力了，也就等于是猎杀掉了。白虎的寿丹到了陆云长的手里，师兄们都好奇的过来看，真不错，这要是卖了，我们就发达了。是啊，那么多钱都花一阵子了，多猎杀几个高级妖兽，就能多弄点寿丹，到时候我们每人一颗，拿去卖掉换钱，哈哈哈。师兄们似乎找到了发家致富的秘籍，只有家里有钱的石师兄不为所动，只是区万个金币，你们就激动成那样。真正好用的是豌豆射手，我太想买一个豌豆射手了，哎呀呀！石师兄还是惦记着陆云长的豌豆射手，拜托师兄你就别惦记我的豌豆射手了，我是真的不卖啊。陆云长终于体会到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感觉了。师弟你就卖了吧，价格随便你开啊，都说了不卖，石师兄你就别问了啊。陆云长无奈了，寿丹被陆云长给收起来了。师兄们都没说什么，毕竟是靠着陆云长的装备才杀死妖兽，寿丹本来就应该是陆师弟的，他们说要卖寿丹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当真。陆云长的他们在禁区里快速移动，发现其他宗门的师兄弟们已经死了的差不多了，不知道东方朔怎么样了。像是东方朔那么厉害的人，要是死了的话就实在太可惜了。你不用担心他，就算是他能从禁区走出去也活不了太长时间。叶灵说道。陆云长听后吃了一惊，为什么？因为他明显是用来禁术，快速的提升了自己身能力，这样虽然短时间内有用，但是对身体的损害非常大。叶灵笃定的说道，他相信自己不会看错。对于修炼方面的事儿，叶灵知道的很多，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在他刚见到东方朔的时候，就觉得东方朔不大对劲，明明那么年轻的一张脸，却显得格外阴沉，而且那种阴沉明明就是一种老年气，像是七老八十了一样。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他以为什么要用禁术？陆云长不信叶灵的话。叶灵想来不喜欢能力过于强大的同龄人，所以陆云长觉得叶灵是在妒忌东方朔。不信你等着瞧好了，他的能力不可能会这么厉害，毕竟他只是水灵根而已。拜托，水灵根并不能代表修炼的上限。陆云长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了，叶灵就是在妒忌东方朔。我知道水灵根当然不能代表修炼的上限，但是水灵根的修炼本来就会比天灵根更慢，作为天灵根的我现在也只是这个修为罢了，他一个水灵根怎么可能能力那么强悍？叶灵十分笃定。陆云长发现叶灵的性格跟他上辈子看过的哈利波特中的赫敏很像，只不过叶灵比电影里的赫敏长得更漂亮。你等找到东方朔的时候问问他就知道了。陆云长点点头，他当然要问问东方朔。结果当天晚上他们就到了奄奄一息的东方朔。此刻的东方朔已经是一个老头的模样。陆云长十分惊讶，东方朔的头发已经花白，满脸皱纹，靠在一棵大树下面，比我想象的老得更快，应该是再次透支了未来的实力。叶灵不紧不慢地说道，看来禁区里的妖兽比他想象的更加厉害，不然的话东方朔也不至于一再透支自己的未来能力，从而变成了这副局面。东方兄弟，你没事吧？陆云长惊讶之余关切地问道，你真的用了禁术吗？难道真的被叶灵给说对了？都到了这个时候，东方朔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我本来以为暂时把自己的能力变强，猎杀完妖兽就离开这儿，就能赚很多钱了。可是妖兽比我想的厉害多了，我若是不加大力度使用禁术，几倍增强我现在的能力，根本无法活下来。在一场跟妖兽的战斗中，我只能不断的使用禁术增强自己能力，不然就会被妖兽杀害。可是最终我把自己给透支光了。东方朔的语气里充满了后悔。早知道东方兄弟就不该来禁区啊！不是，我必须来，我爹欠了很多钱，要是换不了钱，我们父子俩都会被杀，还不如来试试有没有机赚钱。东方朔说这个话的时候倒是一点后悔的表情都没有。你老爹到底欠了多少钱？陆云长好气地问道。10万个金币。东方朔回答。那么多？你来这一里一趟就能从凌霄宗拿走10万金币吗？他怎么记得没有那么多啊？凌霄宗会那么大方？他们只会给1万金币，但是我可以猎杀妖兽拿走寿丹，那样就能卖钱，最后肯定能凑够10万金币。东方朔惋惜地说道。他从口袋里拿出寿丹交给陆云长。陆云长接过来一看，竟然拿是5个寿丹，这么多啊！碧水宗其他的师兄们也都眼前一亮。麻烦这位兄弟把这5颗寿丹拿出去交给我爹爹，我爹爹一定会感谢你们。说完就断气了。陆云长急忙拿出一颗复活丹药，想都没想就给东方朔吃了下去，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你的复活丹药只能救还有命数但是除了以外的人，而东方朔的命数已经全都被他用来增强实力了，你给他吃再多的复活丹药都没用的。叶灵站在陆云长身后说道。凌霄宗只用了1万金币就买了他一条命。陆云长喃喃地说道。那么一个修炼者的命也太不值钱了吧？因为你生活在陆家，就算是吃的差一点，
但是生活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你不知道的是，在大陆上的修炼者很多都十分贫苦，因为底层修炼者很多，他们又不干活，只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修炼。只有成为中高级修炼者，才能获得无上的名誉与财富。能加入一个宗派，衣食无忧，有人教你怎么修炼，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儿了。所有呢，那么多人才想加入凌霄宗。你不要以为自己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其他人的日子就一定过得很好。其实很多不能修炼的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底层修炼者强太多了。虽然那些无法修炼的人永远都只是普通人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保证，他们可以尽快的去赚钱。但是修炼者不一样，他们为了变得更加强大，把时间都用在修炼上，所以生活过得很差劲。说到这儿，叶灵叹口气，真不知道天赋对一个人来说算是什么，是幸运还是不幸？或许对有些人来说，还是不要管什么天赋，只去做一个普通人，过普通的日子会更好吧。听了叶灵的话，陆云长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没想到叶灵竟然能说出这些话，太有哲理了啊。本来以为叶灵只是一个善于妒忌的大小姐，可是真的有两把刷子，见识真是深刻呀。你就别浪费复活丹药了。叶灵提醒陆云长，生怕陆云长又给东方朔喂复活丹药。陆云长当然不会那么笨，若是一颗复活丹药下去没有作用，那么喂再多的复活丹药都没有用。陆云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方朔咽气。他们离开东方朔，开始找地方安营扎寨。到了晚上了，他们也要吃点东西。一天没吃什么东西，大家伙都饿了。因为是来禁区的第一天，所以不用为了粮食发愁，所有人都带了粮食过来。我带了能维持10天的粮食。你们呢？三师兄问其他人。你带了什么东西能维持10天？其他人都惊讶地问道。大饼。三师兄向其他人展示着自己手里的大饼。那个大饼有一个人的2个脑袋大，干巴巴的，确实能吃很久。以为不好吃，所以不会很快吃完。所有人都佩服三师兄的深谋远虑。其他人带的粮食只够吃3-4天，要是吃完了就猎杀妖兽吃肉。很多妖兽的肉其他并不好吃，发酸，但是有的妖兽特别好吃。今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猎杀到好吃的妖兽，所以就吃自己带来的食物。公孙乐乐带的都是精致的点心，还有肉干。他带的肉干够他自己吃10天了，但是他把肉干分给了其他人。多谢师妹，可是我们吃了，以后你吃啥呢？大师兄关切地问道。可是嘴里的动作没听，狼吞虎咽地吃着肉干。没关系，我如果真的没东西吃了，可以激发个信号，我们家的人就会给我送吃的。啥？大家都震惊了。你家里人吃你送吃的？送到哪儿？送到禁区里来吗？不是，是送到禁区的结界哪儿，我自己过去拿。公孙乐乐说道。叶灵翻了个白眼，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来猎杀妖兽，竟然还让家里人给你送饭。叶灵十分鄙夷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虽然她自己也是大小姐，但是她跟公孙乐乐不一样，她才没有公孙乐乐那么娇气呢。我本来就是大小姐啊，有什么问题吗？公孙乐乐反击道。我又没让你们家的人吃我送东西吃，你管那么宽干啥？两位大小姐又开始斗嘴了，拜托你们干净一点好吗？陆云长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师傅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们一整天都没有见到师傅。陆云长有点担心莫问蕊，不过又一想，以莫问蕊的实力根本用不着担心，而且莫问蕊身上还有他给的结界水晶，应该很安全才对。师傅可能是去了禁区中的禁区，哪里的妖兽更厉害，我们是打不过那些妖兽的，只能师傅亲自出马。陆云长拧起来了眉头，那么危险的事儿，其他的宗门的宗主都不出面，只让我们师傅自己去吗？太不公平了吧！陆云长已经火了，其他那些宗门简直都是胆小鬼，真小人。幸好他当初在凌霄宗和碧水宗之间选择了碧水宗，碧水宗的一切都没让他失望。没办法，其他的宗门就那样，难道你还要把他们都给灭了不成？大师兄摊摊手，表示对这种事情很无奈，甚至都见怪不怪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多猎杀妖兽，然后快点从这里出去。几个人正在说着，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吓了大家伙一跳。师傅！来人正是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也是他们的师傅。我看到这边有火光就过来了，果然是你们。莫问蕊说着，把手里抓到的妖兽兔子扔到了火堆旁边。肥硕的兔子够10几个人吃了，但是师傅，我们一共50个人啊，一只兔子不够吃。陆云长的话刚说完，又有一只兔子被扔到了火堆旁边，接着是小鹿和山羊妖兽，都是肉质极为鲜美的妖兽。太棒了，能烤肉吃了，大伙儿都很兴奋。大师兄们立刻开始清理兔子山羊。莫问蕊坐在了陆云长身边。徒弟，你给的结界水晶太好用了，要不是有结界水晶，我今天可能就从禁区中的禁区里出不来了呢。禁区里的妖兽已经很厉害了，禁区中的禁区里的妖兽自然更加厉害。不是吧，师傅，我们对付白虎的时候，一个结界就已经防不住白虎了，只能叠加结界，你只用一个结界能抵御更加厉害的妖兽。陆云长很纳闷，结界水晶明明都是一样的，怎么就莫问蕊的防御力那么强呢？当然能啊，我的完全能抵御住最强大的妖兽。莫问蕊也奇怪了，你们的不行吗？怎么回事？陆云长也很纳闷。叶灵考虑了一下说道，经过我的观察，我觉得结界水晶会根据使用人的能力而变强或者变弱。他在白天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不敢确定，现在听到莫问蕊这么一说，所以就坚定了自己的推断。原来是这样，真是好东西啊。莫问蕊笑着说道，哈哈哈，以后随着自己的变强，结界水晶的防御力也会变得更强，太好了。妖兽的肉都烤好了，师兄们把肉切好分了，大家伙儿都大口的吃了起来。妖兽的肉跟普通的野味不一样，
普通的野味需要香料调味才能好吃，但是妖兽的肉只要不是酸的就非常美味，根本不用调味也能吃。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吃完后安排了轮值，其他的人就去睡觉了。本来师兄们觉得2个女生不用轮值，但是叶灵不同意，她不想因为自己是女生就收到优待。再怎么说也是叶家大小姐，能到连守夜这样的事儿也干不好吗？叶灵坚持要守夜，既然叶灵都主要求守夜了，公孙了，自然也不能落后，所以2个女孩子都要守夜，但是不比今晚就守夜。大师兄把他们2个排到了10天后，大师兄觉得10天后应该就能回去了，也就不用守夜了。叶灵跟公孙聊聊，毕竟是女孩子，而且还是那么漂亮的女孩子，碧水宗其他的弟子都是男人，这种守夜的事儿就应该交给男人来做。于是大师兄把守夜的事儿交给了陆云长。TM 得狗大师兄。虽然陆云长给了大师兄结界水晶和复活丹药，虽然大师兄确实是个好人，但是一点不妨碍大师兄讨人厌啊。但是既然已经安排好了守夜的顺序，那陆云长也只能准遵守。幸好跟他一起守夜的人是莫问蕊。莫问蕊作为师傅，按理说也不用守夜，但是莫问蕊一向坚持碧水宗人人平等，所以也坚持守夜。师傅，你今天猎杀了几只妖兽，拿到几个兽丹？陆云长好奇地问道。莫问蕊伸出了2个手指头。不会吧，才2个？不是2个，是20个。莫问蕊道。这个徒弟也太看不起他这个当师傅的了。这下轮到陆云长惊讶了。不错呀，师傅，拿到了20个兽丹，那得卖20万金币啊！一天就能猎杀20个妖兽，拿到20个兽丹，这样下去，等走出禁区的时候，莫问蕊又发财了啊！起码到手上100万金币。小意思而已。莫问蕊嘿嘿一笑。但是这些兽丹虽然值钱，但是都比不上真龙兽丹值钱。什么是狠龙兽丹？陆云长根本没听说过。传说在禁区里住着一条龙，它是整个妖兽世界的命脉，要是能驾驭它，就等于驾驭了整个妖兽世界，获得无上的力量。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在禁区里见到过那条龙，所以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陆云长点点头，幸好只是一个传说，不然的要是真的有龙，师傅你能猎杀它吗？莫问蕊摇摇头，我也没有能力保证能猎杀龙。确实，莫问蕊也感到庆幸，幸好那只是一个传说，不然要是真的有龙，恐怕他们这些人的结界加起来都无法抵御龙的攻击。不过隐隐约约中，莫问蕊也有种不好的预感，今天的妖兽比5年前要厉害多了，好像禁区里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的事儿。陆云长把白天的事儿都告诉了莫问蕊，其他的宗门都太不要脸了，找些死士来冒充自己宗门的徒弟，真是够无耻的。莫问蕊恨得咬牙切齿。我本来就觉得这次其他宗门来的人不大对劲，但是因为急着猎杀妖兽，就没有多想。现在看来，那些宗门或许真的早就知道点什么，所以没有派自己的徒弟来。陆云长说道：“师傅，你到底干了啥事儿？竟然让各大宗门把你给排除在外了？他们有什么内部消息，竟然都不通知你？”陆云长翻了个白眼。莫问蕊有点慌了：“不是徒弟，你相信为师？为师真的啥都没干。”他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的过往，好像也不是啥都没干，跟凌霄宗的人打了几架，其他的真就啥都没干了。跟凌霄宗打架都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儿，2个宗门想来如此，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了。总不能以为这个就把他碧水宗排除在外吧？不可能是因为打架吧？凌霄宗宗主不可能那么小气吧？就因为2个宗门经常打架，就把我排除在各大宗门的信息圈之外了？莫问蕊无论如何不信会这样，但是陆云长又白了莫问蕊一眼：“拜托了师傅，难道这还不算理由吗？这算什么理由啊？”莫问蕊说道：“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把他排除在宗门信息圈外，凌霄宗太不要脸了吧？2个宗门之间经常争斗，那等于是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等于已经撕破脸了呀。”陆云长摇摇头道：“也只有师傅你觉得是小事儿，2个宗门可以有竞争，但是不能撕破脸皮啊。那样有什么事儿还能私下交易？但是只要撕破了脸皮，就不可能再有私下的合作了。”哎，莫问蕊还真是天真啊，连这一点都想不到。这么天真的人能在宗主的位置上看这么长时间，真的上天眷顾。恐怕就连叶灵感公孙了了的脑子都比莫问蕊好用。等从禁区出去之后，我一定有啥上凌霄宗讨一个说法。我要问问他们为什么那么卑鄙无耻，每一次来猎杀妖兽都不肯派出宗门最好的徒弟，把猎杀妖兽的重担全都压到我们碧水宗。这次竟然连自己的徒弟都不派了，还派了死士过来，派的那些死士也没什么用，最后猎妖兽的重担还是落在我们碧水宗头上。莫问蕊已经要气疯，陆云长就呵呵了：“师傅，你早该去问问那些宗门了，为什么每一次猎杀妖兽都是碧水宗牺牲那么多人？你身为碧水宗的宗主，连本宗门的人的利益都保证不了，若不是你太过懦弱，碧水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事兄弟死在禁区？你该好好反省一下。”陆云长的话在莫问蕊听来如同晴天霹雳，以前从没人说过他懦弱，仔细想想的确是这样。如果他早点撒上凌霄宗要说法，局面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莫问蕊紧紧握着粉拳，眼里恨不得喷出火来。“你放心吧，徒弟，只要这次从禁区出去之后，我一定会去凌霄宗向他们要一个说法，还有其他的宗门，我会一个个的找过去向他们要说法。徒弟，我真是没白收你做徒弟，是你点醒了我，以后我绝对不能再软弱下去了，我要跟那些混蛋斗到底。”莫问蕊紧紧握着双拳，像是发誓一般的说道。陆云长不但没有感动，反而呵呵一声：“你以前不是没跟凌霄宗打过架，结果全都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暂且有点脑子，就不会为了小事打架，而大事认怂。”陆云长一点也不买莫问蕊的账。莫问蕊被对得哑口无言，
这个徒弟真没白收。以前哪个徒弟会跟他说这些？他自己又不知道，别人又不提醒，他怎么能改正呢？所以才错了那么久，差点就一错再错下。幸好如今有陆云长指出他的错误，从今天起，他终于不用再发同样的错误。多亏了陆云长啊！好徒弟！莫文蕊激动地握住了陆云长的手。陆云长吓得一个机灵，什么情况？师傅生气了吗？一般情况下，一个徒弟当着师傅的面说师傅都不是，师傅肯定会生气啊。如果莫文蕊生气了，忍不住想打他几下，那他也忍了。只要师傅以后能改正错误就好。徒弟，你真是我的好徒弟，我十分庆幸你做我的徒弟。莫文蕊情绪相当激动，紧紧地握着陆云长的手。陆云长想抽都抽不回来。师傅不用客气，你能当我的师傅也是我的荣幸。陆园长呵呵地笑。徒弟，以后我也是哪里做错了，你尽管说出来，不用顾及为师的面子。这一次为师就很感激你。你说错了为师的一个大错。回师这人其实比较迟钝，无法察觉自己身上的错误，只能等着别人提出来。而你就是那个提出为师错误的人，改成一个个的数据包就不稿子。陆相信白看某位瑞在陆云长的手上拍了拍，对陆园长寄厚望的要不。陆云长口30，逮着机会直接把手抽回来。师傅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人最善于看清别人的错，我以后只要你犯错，我一定会提出来，我会凭我一己之力，让师傅你逐渐成为一个完美之人。陆云长觉得自己说的都是屁话，莫文蕊抓着他的手抓得更紧了，问题他的手抓得更紧了，而且还重重的点了点头，嗯了一声。陆云长有点于心不忍，莫文蕊的智商简直时高时低。莫文蕊激动得不得了，要跟陆云长促膝长谈，同时是在陆云长家，就只能听着莫文蕊那些屁话。就在这时，大师兄走路过来，师弟轮到我守夜了，你去睡觉吧，师傅你也去睡觉吧，我该二师弟输液。陆俊与母点了点头，赶紧跑去睡觉。睡觉的地方非常简陋，陆云长靠了一棵树上就睡着了，莫文蕊也在树上找了一个树杈躺下。他几乎一夜未睡，反反复复都想着陆云长的几乎话，越想越觉得陆云长说的对，他以后一定要虚心改正才行。只有到了快早上的时候，他才沉沉睡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徒弟们都在做早饭。徒弟们把一碗早饭端到他面前，是一碗兔肉，还是他昨晚上打的兔子。徒弟梅梅昨晚吃完兔子，剩了一点，就在早上做成了兔肉粥。陆云长一边喝粥一边观察着莫文蕊。昨天晚上他跟莫文蕊说了那么多，对了莫文蕊2次，莫文蕊竟然拿都没有生气。莫文蕊这个急家伙，心胸还挺宽广啊。要是放在别的宗门的宗主身上，恐怕早就生气了。但是莫文蕊没有生气，莫文蕊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还向他保证一定会改。这真的让陆云长想不到。他们吃完早饭，收拾好各自的东西，就上路了。一路上他们都没有遇到什么妖兽，好像是所有的妖兽都在一晚上的时间里躲藏起来了。这让莫文蕊觉得非常奇怪，陆云长也觉得很奇怪。师傅你昨天在哪儿狩猎来着？我跟你一块去吧。莫文蕊好奇地问道。你不是还要留下来俩保护你的师兄们吗？哪知道陆云长摆摆手说道，师兄们现在有结界水晶的保护，已经用不上我了，我想去干自己喜欢的事儿。莫文蕊再次点点头。那么你想要的是什么？我现在想要的是龙的兽丹。龙的兽丹十分难得，是整个大陆上最为难得的东西，因为只有一颗，就长在碧水宗后山禁区里的龙身上。但是到底有没有龙，谁都不知道。莫文蕊不知道龙长得什么样，他自从急事的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龙。可是徒弟，我已经来过禁区好几次了，一次都没见过龙了，我怀里龙德存在。莫文蕊觉得龙只是人们装造出来，用来吓唬其他人呢，不让他们妖兽禁区时候用的。可就是从他们身上开始都没有见过龙的存在。莫文蕊的怀疑有道理，陆云长也不能确定龙就一定存在，但是想试试运气，万一龙真的存在呢？要是龙真的存在，那就杀掉它，夺取龙丹。兽丹有助于修炼，但是龙丹的话，会直接让人的修炼提升一个大层次吧。还有徒弟，你有没有想过，就算是我往前冲，也可能不是龙的对手，更别说你们了。莫文蕊没说错，这点也是陆云长多担心的。就算是遇到了龙，也能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先遇到再说吧。如果真的遇到了龙，相信他一定能相处办法将其猎杀。莫文蕊让其他的徒弟不要跟着了，人跟陆云长2个人去了禁区中的禁区。奇怪的是，这里也没有什么妖兽，妖兽到底都躲到哪去了？是不是我们昨天捉妖兽时候扔结界扔得太起劲儿，被妖兽们给知道，所以今天他们都不出来了？妖兽们害怕了？不至于吧？那些妖兽之间没有那么多争斗，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没那么紧密，就算是知道了什么秘密，也不可能说出来。莫文蕊觉得自己对妖兽们还是有所了解，妖兽们自己都是竞争关系，强大的妖兽吃掉弱小的妖兽，要是有什么好，都巴不得只有自己知道呢，怎么会通知其他的妖兽呢？再说了，妖兽的心智，他们还干不出来这种事儿。2个人也更加好奇，为什么禁区里的妖兽突然消失？难道是有人对他们阴谋？2个人继续往前走，已经到了禁区的最里面。如果真的有龙的存在，那一定是住在这里了。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徒弟，这儿也没有龙的存在，说明整个没有龙吧？莫文蕊往四周看着说道。陆云长也要放弃了，他们在这儿什么都没找到，应该是像师傅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龙了吧？而且不但没有龙，这儿连其他的妖兽都没有，这就很反常，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不然的话，不可能没有其他妖兽。莫文蕊说道。陆云长点点头，但是现在他们根本弄不清到底是哪儿的温柔，因为以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前几次莫问蕊来禁区猎杀妖兽的时候，奥兽都恨不得逮着人就生扑，根本不会像是现在这样不见踪影。希望妖兽依然在禁区里面，要是妖兽出拉禁区，那就更麻烦了。莫问蕊有点担心的说道。应该不至于吧？陆云长也有点担心了。但是如果妖兽集体跑出了禁区，也不可能是因为冲破结界跑出去的。若是超过10只妖兽碰到结界，结界就会给我传递信号，但是我并没有收到信号。莫问蕊解释说道。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妖兽跑掉了，也不从结界跑出去的，一定是用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方法。两个人都觉得这个事儿十分怪异，两个人决定去寻找妖兽，必须找到妖兽。禁区里没有妖兽，比有妖兽更加让人恐慌。但是两个人没有大意，一边走一边利用结界水晶加强自己周身的防护力。走着走着，陆云长突破感到一阵恶心，蹲在地上吐了起来。徒弟，你怎么了？莫问蕊关切地问道。没什么，只是突破有点难受而已。陆云长摆摆手。他们现在一座山峰底下，山峰上有2条路，都不知道通向哪里，怕2条路都走不通吧？陆云飞有点担忧地说道。不仅仅是陆云飞，莫问蕊也很担心。他们两个人决定每个人走一条不同的路。既然周围没有妖兽，但是应该是安全的。莫问蕊走了左边一条路，陆云长走了右边一条路。陆云长更快就后悔了。小路刚往前走了一段时间，就看到了山体滑坡。他想退回去，但是退路也被山体滑坡给封上了。他被堵在这儿了。陆云长查看一下自己带的干粮，足够吃个3-5天。他要买带干粮进来的时候，想的就是一开始的3-5天先吃自己带的干粮，随后就开始猎杀凶手烤了吃。绝大多数师兄们也都是这么考虑，所以带的干粮都不多。3师兄跟带了一张大饼进来，够吃上10天半个月了。陆云长开始准找能出去的路，但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身体极有可能再次滑坡，到时候他就连想躲都没地方躲。现在的情况对陆云长来说很不利。就在他寻找出路的时候，突然脚底下一滑，他摔下了山崖。陆云长心道，这下完了，他死定了。但是他没有放弃求生的机会。陆云长把结界水晶扔了出去，结界水晶把他包围在内，帮他分摊了大部分损伤。所以陆云长从山崖下的地上拍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就跟没事人一样。结界水晶太好用了，不但能阻碍外界对他的攻击，甚至能阻碍外界对他的伤害。这样的好东西往哪找去？怪不得大陆上人人都想有一个结界水晶，系统真仁义啊，把结界水晶卖得那么便宜。虽然陆云长很高兴自己没事儿，但是现在他在悬崖底下，还是该想想怎么上去。想找人救他上去不太现实，因为上面的路都被堵住了，所以不会有人路过，除非莫问蕊亲自过来找他。也不知道师傅那边这么样了。莫问蕊正在往山上爬，半山腰上突然热闹起来，开始出现凶兽，冲着莫问蕊攻击。莫问蕊的心理反应安定了一些，这说明妖兽还在禁区里。妖兽还在禁区，总比妖兽跑了出去要强多了。如果是妖兽跑出了出去，就一会为祸人间，到时候人间肯定生灵涂炭。把妖兽困在禁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妖兽不能去人间作乱。莫问蕊摆开架势，准备迎接妖兽的攻击。陆云长这边还在找出去的路，可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他幻想着有师兄们路过会发现他，然后将他救出去。可是就连陆云长自己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到最后，陆云长绝望了，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上去的路了。就在这时候，突破响起一阵震天的响声，陆云长耳朵都要炸开了。不过他此刻是在结界里，结界已经帮他抵消了大部分攻击力，因为如果他没在结界中，那么他肯定已经被那个叫喊声弄得耳膜破裂。到底是什么声音？陆云长好奇地问自己，难道就是他所想的那个声音吗？是龙吗？可是又在哪里呢？只听到龙的叫喊声，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龙。可是马上龙就出现了，那是一条青黑色的龙，全身黑色的龙鳞，流光溢彩，就是那种色彩斑斓的黑。我的朋友，你来这儿干什么？龙的态度十分友好，因为陆云长能听懂妖兽的语言，所以知道龙在说什么。我来找你。陆云长耸耸肩。你什么意思？龙惊讶的问题。陆云长回答，其实我想要你的寿丹，因为那一定能教我的修为。当然了，也只是想了想了，至少还觉得能拿到龙的内丹，但是现在他知道不可能，因为见到龙后，他觉得实力悬殊太大了。龙听到却摇摇头，说白了，陆云长竟然想来猎杀他。不过龙根本不在意，因为他觉得陆云长没那个能力。我劝你还是打消那个念头吧。你知道，就算你们所有师兄弟俩在一起，都无法对我怎么样。龙甚至都没有急着杀气陆云长，因为他觉得陆云长特别好玩。在龙的眼里，做无双之是一个小臭虫而已。他想要杀死龙，简直太简单了。之前他还有几个破师兄们也来过这色，都被他杀他。他这么厉害，陆云长却要杀死他。龙十分有自信，这个世界上能杀死他的东西还没有出现。上次一个这么认为的白痴搭上了毕生修为，而且被吸干魂魄，最后被扔到妖兽们的地盘，被妖兽们给吃干净了。他想要看看陆云长有多少能耐。你们那些人太自以为是了，总以为自己能完成壮举。龙的话充满了鄙夷。你个臭小子，看起来比那些混蛋上不了多少，也是个笨蛋，来充数呢吧？我当然有天赋了。陆云长有点生气的说多了。龙不管怎么样都太过分了。龙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个畜生而已，他竟然被一只畜生给鄙视了。哈哈哈！你不觉得我能跟妖兽说话就是一种天赋吗？陆云长不紧不慢地说完。龙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一般的人根本听不懂妖兽说啥，而且他也听说了，
能跟妖兽说话的人最后都能控制妖兽，但是龙不想被控制，所以他只能在陆云长控制他之前消干掉碍眼的陆云长。你怎么会听懂我说什么？那是我自带的天赋。我已经几万岁了，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完全听懂妖兽在说什么。他以前只听说话，但是没有见过。龙突然生起了逗弄的心，想要拿陆云长寻开心。于是龙来说胡说八道，说一些他自己都不信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但是我这还那么拖鞋在哪妈的，以后我一定不去那家。第一次见到能读懂有术语言的人，他就站在小卖部的旁边。那个人正用妖兽的语言跟一朵小花说话，那朵小花也是妖兽。他一开始以为对方是个男孩，可是马上发现对方原来是个女孩，这让龙很开心。他化成一辆马车，每天都在女孩面前跑过。听到这里，陆云长皱起眉头，哪有人会化成一辆车，在心爱的人面前跑来跑去？他很佩服龙的奇葩思维，但是龙没有理会他，还是继续说着自己的过往。当然都是编的，满意了吗？你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他，我想和他在一起一辈子。可惜那个年代同样是战乱的年代，普通人连吃都吃不饱，所以不要在乎那个黄毛的头发，那是我的龙蛋，穿得像个小孩。他喜欢那个女孩子，所以就去追求那个女孩子。他们也不知道女孩子的来历，还女孩也接受了他的追求。两个人很快开始谈恋爱，龙儿的非常高兴，恨不得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送给女孩。他们开始从谈恋爱到谈婚论嫁，女孩接受了龙的求婚，320开始憧憬以后的日子。但是女孩的家里人反对这门亲事。那个时候女孩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画画，可是家里没有钱让她去学画画，于是女孩就安慰朋友，既然家里没钱就好好学习，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你一定可以伪装成他们一样的，然后我画出他们的样子。这些事情让人知道了，他认为女孩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于是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只想让女孩的家人同意让他跟女孩结婚。最后女孩的家人终于同意了，条件是让龙的下辈子不再做人。龙同意了。他们结婚后，周围很多人都祝福他们。龙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他以后要好好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主要来源就是靠龙在外面赚钱。其实龙并没有什么赚钱的手段，他唯一赚钱的手段就是当杀手。当杀手能赚很多钱，但是很危险。不过对龙来说，没有什么比让他失去女孩对他打击更大了。可偏偏那样，他还是很吸引的女孩。可是到了后来，龙有了很多仇家，那些仇家找龙报仇，杀掉了龙。从彼，女孩开始了对一个人的生活，十分落寞。讲完自己的故事，龙的喉咙一阵抖动，他被字感动得一塌糊涂，差点就把故事当成了。真没想到他自己还有那么精彩的故事。陆云长也觉得这个故事讲得还可以，去骗骗别人行，但是想骗他没那么容易。他知道龙他说谎，但是他没有证据。陆云长对别人说话很敏感，他不知道龙为什么编造那么荒唐的一个故事。龙爱说自己得听故事，可能是平时太寂寞了吧。陆云长觉得龙在这儿待久了，憋出毛病了吧。陆云长本来很想找到龙，但是现在不想搭理龙，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而且龙还是个神经病。你能帮我送上去吗？陆云长试探着问道，指不定那个神经病就同意了呢。等你能让我被吃完了，我会把你的白骨送上去。龙很直白的回答，他但是不傻。陆云长没有办法，只能先吻龙。我也没什么好吃的，你还是把我送上去，然后去吃其他的妖兽吧。你如果觉得麻烦，我可以猎杀其他的妖兽过来给你。龙呵呵一笑，他才不会上当。你乖乖过来，让我吃点吧。那还是算了吧。陆云长转身的往四周看去。陆云长决定逃走，可是从龙的眼皮子底下逃走，谈何容易？龙的实力远在他之上，就算是有结界保护，他也不是龙的对手。除非他能控制龙，要是控制了龙那么厉害的妖兽，他就几乎所向无敌了吧。他的天赋没有得到快速发展，还在起步阶段，想控制龙谈何容易？但是想想坐在龙的背上，这是想想也太了，疯了吧。陆云长想控制龙，可是没那么容易。虽然这条龙像是一个脑残，但是他的能力还在，人家修为比陆云长强太多了。如果靠武力征服，陆云长可能不是龙的对手，所以只想其他的办法。我说龙啊，你整天待在这种地方吃啥？陆云长好奇地问道。吃树叶，还有妖兽。龙回答，整个禁区的妖兽，他想吃谁就吃谁，只要他勾勾手指头，那些妖兽就会排着队走过来，甘心被他吃掉。他的日子可谓相当自在。妖兽有什么好吃的？陆云长从口袋里拿出昨晚没吃完的点心，你尝尝这个叫做点心，厨子大陆上最好的点心厨子之手，昨晚公孙乐乐给他的点心，他没舍得全部吃掉，所以留一点。龙张开大嘴，陆云长把点心扔到龙嘴里，龙咬了一个口后，眼睛立刻放大，太好吃了吧，他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好像有鲜花的香味，好吃到让人想流眼泪。看到龙的反应，陆云长很满意。怎么样，比你平时吃的东西都要好吃吧？我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每天都吃这个吗？陆云长很不要脸的点点头。其实他当然不是每天都吃，这点心可是大陆第一厨子做的，厨子在公孙乐乐家，他平时也吃不到。可是龙又不知道，看到陆云长点头，龙十分羡慕，他也想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点心。告诉你，我不仅每天可以吃到点心，还能吃到其他很多好吃的东西，比妖兽好吃多了。陆云长列举了一系列自己吃过的好东西，糖醋鲤鱼、小笼包、馄饨等等。龙听得直流口水，兄弟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每天都吃那么多好东西？听到龙这么问，他知道龙上当了。
只要你认我做主人，以后我就帮你弄吃的。呵呵，让我认你做主人，不可能，你太弱小了，不配做我的主人。龙而且是个神经病，但是脑子不背。哎呀呀，这条龙不好骗呀，我一点也不弱，只不过修行的比较晚，所以实力不是很强。可我是大陆上少有的能听懂妖兽语言的人。如果你找其他人督主人，他能听懂你说话吗？他能知道你的需求吗？他能知道你想吃什么吗？他不呢，所以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当你的主人。龙皱着眉头，听完陆音长的话，我还在脑袋想了想，提出了一颗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需要主人呢？我自己自由自在不好吗？陆云长伸出一根手指，在龙的眼睛晃了晃，那样你就吃不到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了。龙在此皱紧眉头，想了想，觉得陆云长说的有道理。我如果认你做主人的话，每天都能吃到那么多好东西吗？那是当然，我说到做到，只要你认我做主人，世界美食任你挑。你相信我，或许有人能听懂你说话，你知道你的需求，知道你想吃什么，可是别人不会像我一样听懂你说啥。只有认一个主人，你才能吃到美食，只有了一个听懂你说话的主人，你才能知道你想吃的美食，所以认我做主人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陆云长嘿嘿地笑着，龙有种预感，这家伙在坑蒙拐骗，可绿陆云长说的话又无法反驳。龙低着头想了想，好像下定了重大决定性的，重重的一点头。好吧，看在你能听懂我说话的份上，就认你做主人吧。毕竟几万年过去了，我都孤身一人，实在太孤单了。我也很想找个人能陪我聊聊天，这才是龙最需要的。他喜欢说话，你喜欢别人听他说话。他说句话了，就像神经病，喜欢给别人讲乱七八糟的故事。可是除了9万年前的那个人，没有人能听懂他说什么。现在终于冒出一个小混蛋，听懂他的话。虽然这个小坏蛋是个废物，不过看到他能听懂自己说话的份上，就让他做主人吧。陆云长高兴的差点跳起来，太棒了！他收服了一条龙，现在他在禁区能横着走了。禁区的所有妖兽都要听龙的安排，现在他直接控制了所有妖兽的老板。哈哈，好，他想要那些要求干啥？你想要在这里干啥？而且主仆关系一旦确立，就不能随意更改。龙就像签了卖身契，这辈子都是他陆云长的了。不过陆云长得好主人，会把人龙养得很好。龙听说你会飞，能不能背着我飞一会儿？我想尝试一下会飞的感觉。看着眼前这个废物提出的请求，龙虽然心里很不爽，但还是答应了。陆云长爬上了龙的后背，龙腾空而起，在天上飞着。可惜不能飞得太高，因为头顶有结界，就连龙也害怕这个结界。这个结界他可是搭上了20多个顶级修炼者的命才建成的，所以能挡住任何妖说。坐在龙的背上，陆音上兴奋的大喊大叫，然后就看到了他的师傅莫问蕊正在被一群小妖兽围攻。龙让妖兽放过那个女人，听说那个人是我师傅，不能让妖兽伤害他。莫问蕊跟妖兽的辛苦对战中，突然螃蟹又收留走了。摸鱼懵逼了，什么情况？刚才不是还要吃了他吗？最后竟然溜走了。师傅，我在这里，我收防了一条龙。陆云长冲莫问蕊大喊。莫问蕊抬头看到陆云长的时候，直接惊呆了。这就是他那个被说成是废物的徒弟吗？竟然收服了龙做自己的宠物，太猛了！要知道，在整个大陆能收服一条普通妖兽做自己宠物的人已经很厉害了。好，陆云长就直接把妖兽首领给驯服了。这个徒弟他果然没白收，果然不是普通人。师傅快上来，我带你去找大师兄他们。龙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莫问蕊很犹豫，他知道龙的本性向来孤傲，他只是陆云长的师傅，若是跳到龙背上，龙肯定会生气。不用了，徒弟我可以御剑飞行，你在前面带路就好。莫问蕊拿出自己的剑，在地上捏了一个口诀，切，地上的剑突然腾空而起。陆云长很快找到了他师兄他们，大师兄他们同样惊讶，万万没想到陆云长可以束缚一条龙做宠物。师弟有那么厉害吗？还是你会背后有高人包吗？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既然现在是地势龙的主人了，是不是只要圣龙控制森林进去就好，我们就不要打扰拼音了？你开什么玩笑？妖兽之所以到了危险期，是因为他们之前繁衍太快，所以必有把妖兽猎杀一半。当师兄的说法让所有人觉得有道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要继猎杀妖兽吗？废话，当然，预测今天是第5天了，再过5、6天我们就能回家，大家再忍一忍，多猎杀几条妖兽。众人点点头，师兄们，你们放心吧，我会让龙来帮忙的。陆云长说着，看下身边的龙，龙干脆把脸拧了过去，懒得搭理陆云长。吆喝，这个徒弟很高傲呀，那就看看他很能耐吧起。师兄们疑惑地看着陆云长，哇哦，这天龙好有个性啊！我可以让那些妖兽变得听话，虽然我不能直猎他们，但是我可以吸食他们的能量，这样他们正常的能力就会比普通妖兽低很多。龙的话让大家看到了希望，这样的话猎杀妖兽确实很松了吧？陆云长拍了拍龙的肩膀，兄弟，下一步就靠你了，我帮你之后有什么好处？龙不过没有好处的买卖，100给你刚刚吃过的小点心。成交。于是天空风云变幻，禁区里狂风怒吼，树木摇曳，所有的妖兽都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慌。龙在吸食其他妖兽的能量，很快周围有数的能量急剧降低。卢园长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猎杀行动。妖兽的能量降低以后会变成原始状态，比方说白虎失去能量后会变成小猫咪，这个时候的猎杀容易多。
因为他们遇上的妖兽都被吸食了能量，所以一路上他们遇不到反抗。很快，他们就连上了20-30只妖兽，用不了多久就能猎杀一半妖兽，完成任务就能离开禁区了。这样下去，猎杀妖兽变得很容易。我说龙，你吸食妖兽们的能量，方便我们去猎杀他们，就为了你自己能吃好吃的，你难道不会良心不安吗？陆云长问龙。只要是正常人都会良心不安吧，除非龙不是正常人。果然，龙不是正常人。他用惊讶的眼神看着陆云长，老子为什么要良心不安？老子跟他们都不是一个物种了啊！我虽然那也是妖兽，但是修炼成龙了，他们还只是妖兽，怎么能跟我比呢？你以为只有猎杀同族才是凶残，可是你们人类干过的比猎杀同族更加凶残的事儿多着呢。龙的话让陆云长无法反驳，龙说的没错，人类干过很多残暴的事儿，比猎杀同族更加残暴。但是陆云长还是觉得龙的脸皮真厚，为了自己能吃好吃的，就不惜搭上了同族妖兽的命。别忘了，你摆个那种好吃的小点心，龙现在就想吃了。陆云长做了个没问题的手势，然后去找到了公孙乐乐。那种美味的小点心，只有公孙乐乐家的厨师才能做。放心吧，陆师兄，等我们从这儿出去后，我就给家里捎信儿，让他们做好小点心后，马不停蹄的送来。还是公孙小师妹办事敞亮。陆云长谢过公孙小师妹。公孙乐了却道：陆师兄这次能把我们平安的带出去，就是谢我了。他真的很想从这里出去。师妹放心吧，一定能把你们都平安的带出去。陆云长向公孙乐乐保证。公孙乐乐点点头，我相信陆师兄。叶灵在一旁呵呵了，关心一个男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从这里走出去啊！公孙乐乐道：既然师姐这么有能耐，那不如不用结界水晶，自己猎杀妖兽，那样才算是用自己的能力走出去啊！叶灵差点被气死，这个公孙了了真是讨厌，每次都能堵得你说不出话来。但是叶灵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公孙乐乐，他跟公孙乐乐杠上了。猎杀妖兽的进度很开，到了第二天，他们已经完成领了任务，可以出去了。索任都人特别激动，终于能出去了，太好了！几个人来到了结界的地方，但是龙有点害怕，以为以前他不敢碰触结界，但是现在因为他已经有了主人，做我主人的陆云长穿越结界的话，可以带着龙一起穿过结界，这样龙就可以出现在禁区之外了。大家出了禁区，回到了碧水宗，其他宗门的人正在碧水宗喝茶。这次碧水宗的人肯定全军覆没，到时候想要他们的总派秘籍就容易了许多。是啊，到时候我们去碧水宗的密室，所有的秘籍还不是人由我们挑选。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你们想得美！接着莫问蕊带着陆云长等宗弟子们出现在了碧水宗的大殿里。看到莫问蕊他们其实凶凶的回来了，其他宗门的弟子们都十分惊讶，他们急忙从宗主的座位上下来，老老实实的站好。莫宗主你回来了，一个凌霄宗的弟子问道。莫问蕊冷笑：怎么，你们都不希望我能回来吧？凌霄宗的弟子赶紧说道：怎么会呢，我们正在为莫宗主祈祷，希望莫宗主能回来呢。莫问蕊知道他们在说谎，刚刚还听到他们想要碧水宗的秘籍，看来这次猎杀妖兽大事儿，其他宗门都已经计划好了，只要等他从禁区里出不来，就离开抢夺他们碧水宗的东西。莫问蕊本来就打算先知道这些算账，这一下更不会放过其他宗门。其他宗门的徒弟们都离开了，莫问蕊决定办一个盛大的清宫仪式。莫问蕊决定开一个应聘改。莫问蕊带着徒弟们找了一个高档的酒楼，酒楼也是公孙乐乐两家开的这个饭，他们吃的都很满足。所有师兄弟都感谢陆云长，要不是因为陆云长，他们现在可能还在禁区，而是要可能研究完饭了。这一次我们总算彻底了解了，其他都没了真面目。徒弟们，我决定明天早上您行动为大家套一个公道，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谁一开始去？终于要讨伐，你想多了吗？我早就想去了，只是你为什么现在才说？是吧师傅，我们早就想去其他门派为我们讨个说法了。我们什么时候去啊？事不宜迟，如果我们今天吃完饭就去吧。折什么节啊？他们又跑不了，明天再去晚不了。接着他们又开始为陆云长敬酒，祝贺在禁区里陆氏用酒了我2次，如果不是他的话，我可能都无法跟你们在这里喝酒了。谢陆云长的救命之恩，你救了我的命，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我一定会帮你。非常感谢小师弟，这一次是小师弟救了我，我一定会报答小师弟，以后小师弟有事情尽管吩咐我。小师弟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从小到大还没崇拜过什么人，但是我特别崇拜小师弟，我想小师以后一定能成为大陆上的栋梁之才。陆云长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没什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早就说过我一定能带你们出来，当时你们还不信，现在你们都信了吧？陆云长一边喝着葡萄美酒一边说道，这种葡萄美酒只有在公孙乐乐家的酒楼里才能喝的，十分的珍贵，一瓶酒就要100个金币，但这瓶就是酒店赠送，就是说公孙乐乐送给师兄们一瓶酒喝，而是这瓶酒价值100金币。师兄们都被公孙乐乐的豪气震惊了，千金大小姐就是有钱呀，我连100个银币都没有，师妹直接送100个金币的一瓶酒，真是羡慕师妹家这么有钱，我家里要是跟师妹一样有钱就好了。师妹，你们家还缺不缺义子啊？我想我可以。公孙乐乐被师兄们逗笑了，只有叶灵的脸色很难看，但是为了不破坏师兄们的兴致，他什么都没说。师弟，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个消息，你是怎么收服龙的呢？我也想知道，笑容那么高的有数，怎么会被你驯服了？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陆云长，想听他讲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可是陆云长的故事没什么精彩，他只不过是用点心驯服龙，但这是能说的吗？于是陆云长他只能绞尽脑汁编了一个精彩异常的故事。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打败了龙，让龙驯服在自己脚下。师兄们全都为他鼓掌。你这么说我骗你的师兄们，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我以为我的脸皮已经够厚了，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脸皮更厚，这种话你都说得出来，你就是靠你的厚脸皮在江湖上混饭吃的吗？陆云长受到龙无情的嘲笑，龙能和他对话，但是别人都听不到。拜托，我只是为了满足师兄们的好奇心而已，我总不能说我是用点心驯服了你吧？那样你的面子上过得去吗？龙想了想，觉得陆云长说的有道理，便不吭声了。为了奖励大家这次在碧水宗后山禁区的表现，我决定给每个人发10个金币，等吃完了饭，你们可以去街上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莫问蕊十分大方地说道。师兄们全都激动地鼓掌。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不但活着捅进去做烂了，而且得到了10个金币的奖励，天都能买好多好东西了。我还聪明，一下子有我那么多钱呢。我最有钱的一次是兜里有10个银币，这一次我竟然要拥有10个金币了。一会儿我就出去好好转转，想买什么买什么，体验一次做夫人的感觉。10个金币对叶灵公孙了和陆云长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其他的师兄来说就是好多好多好多钱。他们很大一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拿过那么多钱。吃完饭，大家伙就去逛街了。陆云长找了个茶馆坐着，茶馆里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正在送书。小女孩穿着绿色的连衣裙，头上扎着2个小辫子，戴着小铃铛的饰品，脚上蹬着一双绿色的靴子。哎呀，这小妹妹还真漂亮呀！陆云长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小妹妹说书，但是书里的内容有点枯燥无味，讲的都是大陆上修行者的事情。等小妹妹说完了书，陆云长把小妹妹叫了过来。小妹妹还有点怯生生的，她不知道陆云长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妹妹，我听了你今的说，感觉不太好，我教你一本书啊，书的名字叫《西游记》。陆云长把《西游记》的内容全都告诉了小妹妹。小妹妹听后大吃一惊，这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精彩的故事。她迫不及待地去台上讲起《西游记》的故事了，结果可想而知，大受欢迎。小妹妹这一次收获了不少钱。小妹妹特意赶过来，感谢陆云长。小哥哥，谢谢你，多亏了你，我这一次赚了好多钱呢。没关系没关系，那都是你自己讲得好，我只不过是把故事告诉你，但是把故事讲成什么样，还是要看你的觉悟。陆云长谦虚地说道。他谦虚的态度立刻又从小妹妹那里收获了一波好感。小哥哥，今天你的茶水我来请客吧，不知道你明天还来不来茶馆听说啊？如果你来的话，你想听什么我给你讲。陆云长给了小妹妹一个健康的机会，这是他第一次被女孩子请客，但是他不会亏待小妹妹。刚才告诉小妹妹的《西游记》已经让小妹妹赚得盆满钵满了。陆云长离开茶馆去找他的师兄了。现在天气也不早了，应该到了回碧水宗的时间，回去要早点睡觉，养精蓄锐，明天去凌霄宗要说法。早上陆云长起来后就去饭堂吃饭了。今天早上的饭很丰富，不知道哪个师兄从禁区出来后还带出来几个能吃的妖兽，兔子、野鸡、山羊啥的，厨房里给做了，剩下的全都制作成了肉干，挂在房梁上风干了，发给弟子们当零食吃。陆云长打了一份糯米粥，一份兔子肉，走到吃饭的桌子边，其他的师兄们赶紧给他让开地方。师弟请坐。陆云长打着哈欠坐了下来。师兄们都很兴奋，因为今天就要去凌霄宗要说法了。在师弟的辱骂不是提醒下，师傅终于下定决心了，要去凌霄宗讨说法，我们也跟着去看个热闹。但是都让师傅出头，我们别出头，这事儿本来就是师傅做的不对，他早就应该去凌霄宗讨说法了。我们就在旁边看着师傅跟凌霄宗的人干，谁都别上去帮忙。不愧是大师兄，心眼还真多。其他的师兄们纷纷点头，觉得大师兄这还十分有道理，他们一定100%执行。我们从禁区里出来已经很累了，怎么还有精力帮师傅呢？这点小事儿就让师傅自己顶上就行了。是啊，那毕竟上我们的师傅早就应该为了徒弟们做点什么了，但是他什么都没做，搭上了多少同门兄弟们的性命啊！要不是陆云长师弟提醒，我们还真不知道是师傅也有错呢。这事儿必须让师傅自己顶上。师兄们已经下定了决心。当然了，以现在陆云长在师兄们心中的地位，这事儿最终能否拍板，还得请问他的意思。果然，说完后，大师兄话锋一转：“陆师弟，你觉得这事儿这样行不？”我绝对赞同，100个赞同。陆云长当然同意了。这事儿本来就是莫问蕊做的不对，身为碧水宗的宗主，前2年就出现了那种破事儿，其他宗门不派正经弟子去禁区，那是莫问蕊一直没关，那造成了碧水宗弟子的巨大损失，很多碧水宗弟子都在雷杀妖兽的过程中毙命了。莫问蕊不去找其他宗门要说法，那他就得亲自给子弟们一个说法。反正这事儿最后都是弟子们用性命承担了，莫问蕊去凌霄宗要说话就去呗，他自己要，碧水宗的弟子们没义务帮他，让他吃点苦头。野灵和公孙了了也都同意。师兄们商量好了，就大口吃饭，吃饭完就回去收拾东西了，然后在大殿里集合。莫问蕊要领着他们去讨说法，莫问蕊也想好了，有可能会一战，但是弟子们都有结界水晶守护，应该不会出现大问题，所以就带着他们去吧。本来莫问蕊打算自己去来着，那样一旦打起来，他也没有后顾之忧。路途遥远，大家在路上休息的时候，有的师兄拿出来一个本子，上面记着这些年跟凌霄宗的对战。这种事儿还记账啊，真是佩服啊，师兄。陆云长是真的打心眼里佩服。他往本子上看了看，什么凌霄宗偷鸡、偷衣裳，背后说碧水宗的坏话等等，记得非常详细，而且还记录了被凌霄宗挑衅后，碧水宗是怎么换鬼区的，包括但是不仅限于偷回来、偷只牛回来、
半夜偷偷溜进去，把树木砍断，等等。陆云长真是佩服啊！那么年，碧水宗跟凌霄宗的斗阵数不胜数，两个宗门的徒弟们真是辛苦了。终于到了凌霄宗，大家伙儿都累趴下了。师傅，咱们还是先找地方休息一下，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受不了了。这个要去凌霄宗，怕给你丢脸。陆云长也很累了，因为这次赶路特别着急，所有人走得很快，走得快不休息人就容易累。陆云长累的话都不想说了。好吧，那就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今天已经很晚了，明天再去凌霄宗。他们找了家客栈住下了。好巧不巧，这家客栈也是公孙乐乐家的产业，到了自家产业就跟到家一样。公孙乐乐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他没暴露身份，还是要普通客人的身份入住的，所以店里的人并不知道他就是大小姐。他们在一起商量明天去凌霄东的事，商量到半夜肚子饿了，于是去找店家要吃的。公司聊聊和陆云长来到一楼，看到店小二正趴在柜台里打盹。小二哥，我们有点饿了，过来要点吃的，不知道店里有没有宵夜。小二被打扰了休息，对他们没好脸色，都那么晚了还吃什么吃？别吃了，减肥吧。你说啥？陆云长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他可是客人，有店家这么跟客人说话吗？我说你们别吃了，那么晚了，吃东西容易发胖，忍一忍，早点睡觉，明天早上再吃吧。店小二说着白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打。陆云长此刻又气又饿，我们是来住店的，花了银子呢，你这是什么服务态度？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让你都给弄点吃的，你就给弄点吃的呗。你不是值晚班了吗？晚班就是让你让他睡觉的吗？陆云长据理力争，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上哪给你弄东西吃去？店小二还觉得委屈上了。公孙乐乐刚要发作，陆云长拉拉他的袖子，使了个眼色。师兄，你干嘛不让我骂他？两个人离开柜台的时候，公孙乐乐问道。其实小二说的也没错，现在确实挺晚了，我们明天再吃吧。陆云长还是很善解人意的。公孙乐乐点点头，也没说啥。我的包裹里还有点心，我们回去先吃点心吧。陆云长一听高兴起来，太好了，师妹你还有点心啊，那我们赶紧回去吃吧，我可被饿坏了。两个人正要往回走，就听到从柜台上传来的声音：小二给我来一碗胡辣汤。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震耳欲聋。天已经这么晚了，跟小二要胡辣汤，小二肯定又要生气了。没错，小二肯定不会给的，说不定还会把他骂一顿，他声音太大了，可能会影响了其他客人休息。陆云长和公孙乐乐小声说道。哎呦喂，这不是王大财主吗？你想喝胡辣汤是不是？我马上让后主给你做，你先找个地方坐着，稍等一下。小二笑呵呵地说道，没有一点不耐烦。陆云长和公孙聊聊都震惊了，什么情况？那个人喝胡辣汤都有的喝，我们跟他要多点心都没有，这家店的店小二是怎么做生意的？咋还看人下菜碟呢？陆云长抱着双臂摇了摇头，其实此刻他也不知道这家店是公孙乐乐家的产业。师妹，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二太过分？真不知道这家店的老板是怎么管理这家店的？长此以往，店里还能有生意吗？况且就像你说的，那个想喝胡辣汤的人嗓门太大了，肯定影响了其他客人休息，结果小二也不管。陆云长连连叹气，连连摇头，觉得这家店真是无可救药了。师妹，我们还不如住到你家开的店里，服务肯定比这儿好。陆云长不无感慨地说道。公孙乐乐脸色很难看。陆师兄，这就是我家的产业之一。陆云长下巴差点砸到地上。这就是你家的产业？真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是你家产业，你就当我没说吧。他刚刚说的那些话，得多让小师妹尴尬，可惜收也收不回来了。公孙乐乐下了楼梯，再次走到店小二面前。小二，为什么我们找你要吃的，你就不给？那个人找你要吃的，你却给的那么痛快。胡辣汤需要现做，应该很麻烦吧？还有他的嗓门那么大，你为什么不让他嗓门小一点呢？说话声音太大了，会影响其他可能休息啊。共存聊聊一定很生气了，但他还是忍着性子，只是质问店小二，却没有骂店小二。可是店小二却生气了，哪里来的黄毛丫头，敢跟我这么说话？你知道这家店是谁家的吗？我警告你，赶紧给我滚蛋，不然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店小二十分嚣张，陆云长都看不下去了。店小二，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特别是对女孩子说话要温柔一点，你那么大嗓门干啥？万一吓让我师妹怎么办？骂完店小二，陆云长又转身安慰公孙乐了。师妹，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回去吃点心吧，不要为了那种人发脾气。陆云长说着拉起公孙了了的手，转身就要离开，可是公孙了了却抓住了陆云长的胳膊。不行师兄，这事儿必须说清楚，如果我们家产业里的每一个人都像他一样，那我们家还有什么未来，还如何发展？对公孙了了来说，这不是小事，就算不是为了给师兄讨回公道，仅仅是为了他们家族生意，也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也必须跟这个店小二好好说道说道，这是绝对不能这么算了，不然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小二出现，到时候公孙家的产业一定会因为这些小二的关系而受人病后，吃亏的可是公孙家。你们公孙家的产业，你是谁啊？你不会是想伪装我们大小姐吧？告诉你，我们大小姐绝对不会在这出现，你想要伪装成她，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配吗？店小二说话特别难听，陆云长都想冲上去给店小二一巴掌，教小二做人。此刻他也没有必要再拉着师妹了，店小二自己找死，别人管不了。我就是公孙家的大小姐，公孙乐乐，这个客栈就是我家的产业。公孙乐乐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店小二不信，我们家小姐不会在这里出现。
他是大家闺秀，不会轻易露面。你休想伪装他！店小二还生气，还喊来了店里的打手。这个小蹄子伪装咱们大小姐，把他打出去，乱棍打死，不能让他伪装咱们大小姐。打手们一拥而上，包围了陆云长跟公孙乐乐。公孙乐乐皱着眉头，别说我就是你家大小姐，就算我不是，我也装一下你家大小姐，就要被你们乱棍打死吗？这笔账最后不还都要算在公孙家头上，算在公孙大小姐头上吗？你到底是为了公孙家好，还仅仅是为了泄你的私愤？公孙乐乐脑袋很清楚，再次质问店小二。店小二额头冒汗，这个小妮子脑袋真好用，不像是一般人家的小孩，倒像是出自大商人之家才能养出这么聪明的小孩。难道她真是大小姐？店小二擦了把汗，不知该如何收场。如果他现在道歉，这个活肯定是保不住了。他还指望这个客栈发的工钱养家糊口，在这家客栈当小二，工钱不菲，能让他过上还算不错的日子。如果此刻装作不知道，把大小姐乱棍打死，那么参与这个事的人也会害怕到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只要说出来就会连累到他自己。所以将错就错。想到这儿，店小二冲打手们大声喊道：你们这群废物都愣着干什么？那个人伪装咱们大小姐，为了咱们大小姐的名声，一定要好好教育他，让他明白你装什么大小姐是有代价的。打手们蜂拥而上，陆云成扔出来结界水晶，结界水晶爆开，把打手们震飞了。什么情况？你们竟然用妖术！店小二指着陆园长跟公司聊聊，结结巴巴的说道，还以为只是两个普通的小混蛋，没想到身上竟然有宝贝。难道那俩小孩他是富家子弟？现在天快亮了，也应该开张做生意了，必须赶紧把那两个小混蛋给压制住，别让他们去惹事。行了，这样吧，我给你们准备点心，你们回房间去等着吃就行了。店小二不耐烦的摆了摆手，以为他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把事情处理好，可惜他服软都不会，整个流程下来表现得那么僵硬。你现在给我们道歉已经没有用了，这件事并不是靠道歉就能解决。公孙了了真生气了，你在对待客人的态度上有很大的差别，也有很大的问题，这都会给公孙家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要对你进行罚款以及炒掉你。公孙乐乐淡定的说道。不愧是公孙家的大小姐，果然是有一些杀伐决断在身上的。店小二冷冷的看着公孙乐乐，然后爆笑起来，哈哈，你还想为着我们大小姐？我刚刚已经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们了。你们给我上啊，给我打他们！店小二冲打手们大喊，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去睡了一会儿，这里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一个长胡子老头走了过来，掌柜，这两个人闹事，赶紧把他们拖出去打一顿吧。掌柜看了看陆云长，又看了看公孙乐乐，他并不认识公孙乐乐，果真是你们闹事。掌柜觉得这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会随便闹事的人，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我们没有闹事，闹事的反而他。公孙乐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掌柜，希望掌柜能好好处理这件事。掌柜满口答应下来。掌柜让公孙乐乐、陆云长先回房间，这位公子和女公子，你们回去睡觉吧，这件事我一定会好好处理。陆云长这才放心，但是公孙了了还是没打算轻易离开。你以为这么轻易就可以打发我们了？这些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我要求当着我的面给一个说法。掌柜没想到这个小丫头那么难对付，店小二是他的亲侄儿，他当然不会处罚店小二，只不过是在客人面前打个马虎眼而已。不曾想这个小丫头不容易骗。掌柜立刻板起脸就质问公孙了，小丫头，你咋不信我说的话？我这么大年纪了，能骗你吗？让你回去睡觉，你就赶紧回去。现在天已经那么晚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吵吵嚷嚷，像什么话啊？陆云长站出来，把师妹吼在身后。我说这位大叔，你怎么说话呢？我们没有闹事，闹事的是那个店小号。还有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拜托声音小一点，万一吓到我师妹怎么办？我发现你跟那个店小孩太不讲理了，你们是不是一家子？陆伟场发出了灵魂拷问，竟然被他猜中了。掌柜当然不能承认跟小二是亲戚，公孙一家有明文规定，禁止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块在某一个地方打工，就是怕那些亲戚互相包庇，那样会自动出很多问题，而最后那些问题都会被推给公孙家。臭小子，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小二不是亲戚，你们竟然敢在这里闹事，这家店不欢迎你们，你们赶紧走吧。掌柜的让打手们公孙了给扔出店门外。世梅真是没想到你也会被自己家的店给扔出来，现在我们咋办？不如把师傅叫醒。陆云长说道。但是公孙了不同意，算了，这一点小事我自己可以解决。陆云长哑然失笑，师妹，你都被赶出来了，这事情怎么解决？现在都这么晚了，我也困了，想回去睡觉。陆云长着跳上了屋顶，翻窗进了自己的房间。此刻陆云长不想再管这件事，天亮以后还要去凌霄宗，他现在要养精蓄锐。公孙了双手叉腰站在铁门前，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竟然把他给赶出来了，而这还是自己家的产业。公孙了气不打一处来，他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号弹，很快粉色的信号弹飞到了天上，没一会儿就来了4个黑衣人。公孙了带着黑衣人再次来到了客栈里。店小二又在打盹，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已经把你赶出去了吗？我就不是掌柜的，已经告诉过你，这家店不欢迎你，你赶紧走吧，脸皮别那么厚。店小二十分不耐烦，公孙了也不跟他废话。黑衣人从怀里掏出一个令牌，是公孙家的令牌，见到令牌就如同见到公孙家家主。你们到底是谁？此刻小二彻底慌了，
他知道自己解决不了这个局面，于是大声的喊掌柜。掌柜刚要躺下，又被喊了起来。掌柜的由起床气来到大厅，一看还是刚刚那个小丫头闹事，劈头盖脸的就去骂公孙了。混蛋小丫头就是不听话，我已经跟你说我这2天不欢迎你，你换一家店不行吗？刚刚不是让你滚蛋了吗？你现在赶紧过来，不然的话我对你不客气。可是刚开始骂，就有一个黑衣人走上来，冲着掌柜的脸一巴掌扇下去。掌柜被打得倒在地上，脸上5个鲜红的指印，脸也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掌柜捂着脸，那叫一个委屈。我为这家客栈操劳了一辈子，什么样的客人没见过，但是第一次见你这么没教养的客人。如果你这么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了。掌柜的从店里的大手一挥手，是这个大叔包围了公孙乐乐和黑衣人。公孙乐乐根本不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家的打手更厉害，全都是修行者。两拨人打了起来。正在房间睡觉的陆云长听到动静，他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太困了，没一会又睡着了。店里的活着全被打翻在地。我已经说过，我就是公孙乐乐，是这家店的主人。你给我们家打工就罢了，竟然在客人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一言不合就要殴打客人。你这样下去，我们家的生意还怎么做？谁还会来公孙家的客栈？这个时候，掌柜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前这个小女孩竟然就是他东家的大小姐，他刚刚还骂了人家，现在要打人家，那他在宫城家的产业里还待得下去吗？掌柜的心里一慌，就给公孙了了跪下了，动给公孙乐乐磕了好几个响头。公孙乐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抱着双臂头也不回。大小姐，请你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此刻，店小二也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你是大小姐，你就是公孙大小姐？不可能啊！刚才大小姐怎么会来我们这种偏僻的小店？店小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舅舅，你不会搞错了吧？店小二带着最后的期望看向自己的亲舅舅。此刻他的亲舅舅恨不得掐死他，当着大小姐的面叫他舅舅，这不是承认了他们是亲戚关系吗？公孙家有规定，不许亲戚在同一家店里做事。他冒着违反规定的风险把侄儿招人做事，这事不能被外人知道，更不能被公孙家的人知道。他早就警告过店小二，可是店小二竟然给忘了，竟然当着大小姐的面叫他舅舅，这不是害了他吗？果然，公孙乐乐冷笑一声：“好啊，掌柜的，你竟然把自己的亲戚叫来你管理的店里做事，怪不得他脾气那么嚣张。原来都是你们叔侄2个把这个店的风气给弄坏了。你可知道违反公孙家的规定会是什么下场？”掌柜听完已经吓得面无血色：“对不起，大小姐，我不是故意的，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请你饶了我这一次吗？我在我侄儿身世很可怜，我是可怜他才把他叫来这里做事的，他平时做事也很认真，只是今晚喝了点酒，所以说话冲了一点，请公孙大小姐饶了我们吧，我们以后一定会感念公孙大小姐的恩情。”掌柜的给公孙乐乐磕头。店小二看到自己的舅舅给公孙乐乐磕头，也学着舅舅的样子给他磕头。掌柜的此刻脑门子上都是汗，违反公孙家的规定，下场非常凄惨，会被夺去双腿。要是没了双腿，他以后就残废了，休想再找到活干，说不定以后就只能当乞丐。他家里的关系并不和睦，他娶了几个小老婆，只看重他的钱。若是他没法赚钱了，小老婆们一定会想办法瓜分了他的钱，然后把他一脚踢开，他以后就无依无靠了。至于他这个侄儿，更是靠不住。大小姐，真的求求你了，就饶了我这一次吗？我以后真的再也不敢了。公孙乐乐笑了笑，根本不把掌柜的求情放在眼里。这种事怎么可能原谅？明明知道公孙家族的规定，既然来公孙家族做事，为什么不按照规定来做？如果今天放过了掌柜的，那明天便会有人学掌柜的。长此以往，公孙家还怎么管理产业？公孙了了从小到大听过很多做生意的故事，知道有很多大家族他们的落寞都是因为被手下给坑了。很多大家都家里都长了蛀虫，可是因为脸面的关系，不好翻脸，不好严厉的处罚那些犯错的下人，所以只能任由家族腐烂下去。当时看那些故事的时候，公孙乐乐就十分唏嘘，他发誓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家族被蛀虫侵蚀。而掌柜的知道公孙家的规定，却恶意违反，已经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店小二只是个店小二，咦，应该好好服务客人，但是这个小二却觉得自己是店面的主人，不但见人下菜碟，还把店里的风气搞得乌烟瘴气。若不是被他遇到了，还不知道这种情况要维持到什么时候。想到这里，公会孙乐乐憎恨地握着拳头，我绝对不会饶了你们！来人，把他们拉出去，废去双腿，扔到大街上。掌柜和小二被拉了出去，被人用毛巾堵住了嘴，废了双腿。第二天，陆英唱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发现店里的掌柜和店小二已经换了别人。他过去跟小二要个点心，店小二的态度十分热情。陆云长回到公孙了了身边坐下，是没看到昨天你对店铺的整顿很有效果？那是当然。公孙了了毫不客气地回答，他在管理店铺方面有着极佳的天赋，给他一个店，他都不用想该怎么管理，就能把那个店管理好。师妹，昨天的掌柜和店小二是怎么处理的？陆云长好奇地问道。师兄，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可以到店门口看一看，他们应该还没有多远。公孙乐乐回答。陆云长好奇地站起来，走出了客栈。果然在距离客栈不远的地方，他看到了2个人，就是昨天的掌柜和店小二。只不过昨天还耀武扬威的掌柜和店小二，此刻十分落寞，2个人的腿好像断了，脸色苍白，靠在墙上。这还真是可怜啊！只不过那2个可怜之人有可恨之处。陆云长回到了客栈，坐回公孙乐乐身边，继续吃饭。师兄看到了2个人了吗？
应该还没有多远吧？他们现在没有腿了，去不了太远的地方，以后可能就在这附近有饭了。陆云长点点头，师妹行事果然狠辣果断。公孙寥寥没说什么，继续喝茶。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问陆云长：“师兄，你会不会觉得我那么弱过于残忍？”这个怎么说呢？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来说，当然太残忍了。但是按照古代的标准来说，也没什么了。掌柜和店小二本来就犯了错，并且是知道错还犯错，接受惩罚是应该的。并且昨晚掌柜和店小二的做法实在太过分了，竟然把他们从店里赶出去了。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还是掌柜和店小二明明知道公分加油的那种规定，却还违反那种规定，被惩罚是活该。师妹，我相信你那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我支持你。公孙乐乐十分感激，多谢师兄，是我没想到师兄会支持我。谢谢师傅，我那么多说错的。但是掌柜他明明知道我们家的规定，却还要把他的亲戚找到店里来干活，他们这样做给店里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就像我们昨天晚上那要抓紧兴致的小号就对我们那么嚣张。吃完饭一些人就上路了，这时他们的目标就是凌霄宗。这不是陆云长的一次来了，让人浩浩荡荡地上了凌霄宗，但凌霄宗的人把他们拦在了门外。凌霄宗的人把他们拦在了门外，你们赶紧走吧，这不欢迎你来凌霄宗。我们宗主来门快家，让他出来见我们。大师兄冲对方介绍莫问蕊，对方很不客气，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我们的宗主来找你们的宗主，让你们的宗主来接我们宗主就对了，你在这里啰里吧嗦的说那么多干嘛？大师兄也不耐烦了，我说了，我们师父不想见你们宗主，而且这里也不欢迎你们，你们赶紧走吧。谁都知道碧水宗和凌霄勇势不两立，这次碧水宗宗主带了那么多弟子上门来，肯定没安好心。遇到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让他们进入我们一步，万一他们进了大门之后开始捣乱怎么办？师父，他们不让我们进，我们该怎么办呀？要不要闯进去啊？反正我们是要找他们要说法，迟早会打起来，那不如现在就开战了。大师兄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他相信自己的实力在凌霄宗始终应该也算比较厉害的。算了吧，大师兄，我们还是想想用其他办法进去吧。二师兄向来稳重，就算今天来找凌霄宗要说法，肯定会打起来，但不是现在。此刻跟凌霄宗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要是他们再不让进，他就只能打进去了，不然的话连门都进不了，又怎么弄讨回个公道呢？大师兄的情绪很激动，其实不光是大师兄，所有碧水宗的弟子都很气愤。他们今天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向凌霄宗讨要说法。凌霄宗做事太过分，根本没把他们碧水宗放在眼里，结果今天他们来要说法，却连凌霄宗的大门都进不去。莫问蕊紧紧握着拳头，我们冲进去吧。莫问蕊本发话了，既然宗主都发话了，那他们就进去吧。所有人都做好了拼命的准备，可是陆云长却制止了他们。师父，等一等，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进去。如果是现在冲进去的话，对我们难免有所损伤，能不动武的时候就先不动。莫问蕊紧紧皱着眉头，问陆云长：徒儿，你有什么好办法？快点说出来。师父，明天凌霄宗宗主会请我们进去。陆云长笃定地说道。但是所有人都不信他的话，怎么可能呢？凌霄宗的宗主请我们进去，为什么呀？他今天把我们拒之门外，为什么明天请进我们进去？是啊，小师弟，你说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存在，与其等到明天，不如今天就杀进去吧。凌霄宗的弟子听了陆云长的话，也哈哈大笑，觉得陆云长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告诉你，我们宗主绝对不会请你们进来的，你们就死了那条心吧。你们那些人还真是异想天开啊！你们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吧？竟然幻想我们宗主会请你们进我们的宗门，你们就算没脑子，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陆云长却很淡定，那不如来打个赌吧，如果明天你们凌霄宗宗主请我们进去，你们就把脑袋切下来怎么样？陆云长只是跟对方开个玩笑而已，没想到对方竟然痛快地答应了。行啊，明天我们凌霄宗宗主若是请你们进我们凌霄宗，我们两个就把脑袋切下来给你，绝不食言。如果食言天打雷劈。用圆场笑了笑，我刚刚和你们开玩笑的，你们必有必要发毒誓。但是凌霄宗的弟子却十分认真，我们没跟你开玩笑，打赌就是打赌，但如果明天我们宗主不请你们来我们宗门，你们就要把脑袋割下来给我。没问题，我们给你赌了。大师兄嗷一嗓子，一锤定音。陆云长还以为其他的师兄们会反对，但其他的师兄们全都是一副豁出去的表情。这群师兄的脑子有坑吧？他是因为有系统才敢打这样的赌，他的师兄们没有系统啊，还敢打这么狠的赌。陆云长真是佩服师兄们的脑回路。行，这可是你们说的，一言为定。凌霄宗的两个弟子特别兴奋，他们觉得碧水宗完蛋了。碧水中所有弟子都参与了打赌，他们肯定会输的，因为凌霄宗的宗主绝对不会请他们进宗门。碧水宗人先离开凌霄宗，回到了住的客栈。师弟，你干嘛跟他们打那种赌？咱们一定会输的，到时候他们的人头都是他们的了。天啊，该怎么办呀？是啊，我今年才刚到23岁啊，我年纪还不是很大，我还想娶媳妇呢。师弟有没有好办法，能让他们取消那个赌约？早知道就不参与那个大多了，当时还是我太冲动了。我也是现在想想，当时我太冲动了，大师兄要参与赌约的时候，应该让大师兄自己参与，凭什么拉上我啊？现在我该怎么办呀？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把身上的钱都花干净了，不能到时候把人头都给他们了，还得把身上的钱要给他买。对啊，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搜刮咱们身上的钱，
还是想想怎么把身上的钱赶紧花干净吧，这样到时候只留给他们人头，钱不留给他们。刚回到客栈，师兄们就开始哀嚎了。拜托，师兄们，当初是你们自己主动参与大渡的好吗？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你们就想反悔了？你们的脑子都是干什么吃的？那就赌约是你们能顺便参与的吗？只有像我这样有能力的人才能参与那样的多元好吗？陆云长教训他的师兄们，师兄们的脸色都很难看。他们想要取消赌约，可是他们自己也知道取消赌约是不可能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把赌约进行下去。但是后面事态的走向不是他们能控制的，凌霄宗的宗主要来请他们去凌霄宗才行。这种事只有凌霄宗主自己能决定，他们无法插手，所以说他们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最无奈的就是他们的师傅莫问蕊了。苍天啊，大地啊，他徒弟怎么蠢得个个像猪呀？为什么要打那种赌？更奇葩的时候，打赌的时候他竟然没有阻止。莫问蕊那叫一个后悔啊！早知道就不来了，起码现在徒弟们还能把命给保住了。但是这次来了，竟然拿跟凌霄宗的人打赌，这一下完蛋了，他的整个宗门都要灭绝了。师兄，你为什么觉得凌霄宗的人会来请我们？公孙乐乐好奇的问答。他很相信陆云长，毕竟陆云长之前干了几件大事，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是这次的事件却好像在比拼运气。公孙了了就算是再相信陆云长，也有点怀疑。但是他也参加到了打赌，倒不是他想参加，而是大师兄直接就代表他们所有参加了。要是这次打赌输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你放心吧，小师妹，既然我敢打那个赌，说明我已经胸有成竹。好吧，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你，因为除了选择相信你，我也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也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希望只有你说的会实现吧。小师妹无奈的耸了耸肩膀，说不害怕是假的，她从没跟你打过那种赌。小师妹觉得会主动打那种赌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对事态非常有把握的人，另一种就是蠢货，完全就没把握。或者陆云长师兄属于第一种吧，但是其他的师兄们就完全属于第二种了。他们一个一个的还没搞明白什么状况，就参与了打赌。现在他们都知道后悔了，可是已经晚了，想毁掉打赌已经不可能了。但是从陆师兄这里又问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陆师兄哪里来的底气，认为明天凌霄宗的人一定会来接他们碧水宗的人。可能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呀，想毁掉赌约已经不可能了，说不定对方就是在刺激他们打赌，让他们失去理智，然后只用一个多赌约就能捣毁整个碧水宗。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一直在沉默的武师兄突然说道。大家立刻凑了上来，想听听武师兄有何高见。现在凌霄宗知道这个赌约的只有2个人，只要我们悄悄地把那2个人杀掉，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个赌约了，然后我们就安全了。大家会觉得很有道理。那我们现在就去把那2个坏蛋杀掉吧。以我们的能力杀掉那2个混蛋，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让师傅跟我们一起去吧。如果我们杀不了他们2个的话，就让师傅出手。大师兄说的，看向了旁边的莫问蕊。莫问蕊一头黑线，他刚要说话，大师兄就一拍桌子。好，既然师傅已经同意了，那在学校怎么办吧？莫问蕊欲哭无泪。他什么时候同意了？他怎么不知道？说罢，师兄们都要往外面走，莫问蕊也只能站起来跟上。行了，你们就别捣乱了，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吧。陆云长无奈地说道。这群师兄的脑回路真大，脑洞开的还真挺溜，可是想的都是什么馊主意啊？现在又要去杀人了？那就笨蛋以前杀过人吗？知道伤心有多难吗？不但要战胜外在条件的因素，还要承受内在的因素。杀过人的人，然后普通人就会变得不一样，想融入普通的生活很难。可是师兄们，我求你们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相信我好吗？明天上午吃中午饭之前，凌霄宗的宗主一定会出现在这里，请我们去凌霄宗。我敢向你们保证，你们现在就伤害我走，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哪里都别去，不要惹是生非。如果你们惹出更多的祸端，就算我出面，也很难给你们收场。此刻的陆云长教训师兄们的时候，完全是一副爸爸教训儿子的姿态。但是师兄们并没有生气，因为他们知道陆月长的实力。当初也是因为陆云长跟凌霄宗的人打赌，所以他们才敢跟着打赌。好吧，既然小师弟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吧。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相信小师弟了。我一向很信任小师弟，小师弟说明天凌霄宗宗主回来请我们，就一定会。小师弟这次就靠你了，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这次说的话到底准不准？师兄们都很好奇，也很期待，同时又很忐忑，反正他们的心情很复杂。这种复杂的心情让师兄们寝食难安，于是他们决定出去找点乐子。于是几个人出门就去了青楼。事情是跟莫问蕊报备过了。当他们去找莫问蕊报备的时候，莫问蕊整个人都骂了。我说你们这种事情你们偷偷的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我知道了？你们知不知道我不应该让你们去啊？师傅，我们当然知道你不应该让我们去，我们怕自己去了回来之后受到责罚，所以先来跟你说一声。师兄们都非常认真的说道。莫问蕊都快哭出来了，他该如何回答？徒弟们还眼巴巴的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回答。他应该说不让我去啊。可是莫问蕊这个人一向对自己的徒弟很好，几乎是有求必应，有的时候做事还会征求徒弟们的意见，甚至服从于徒弟们的意见。他是一个非常尊重我自己徒弟的人。此刻的莫问蕊十分无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毕竟是宗主，必须阻止徒弟们这种事才对。于是他刚要反对，大师兄却一拍桌子。好了，师弟们，师傅同意了，咱们走吧。莫问蕊仰天叹气。他么的，他什么时候同意了？莫问蕊刚想说什么，
他的徒弟们已经一哄而散。兔崽的，等你们回来，给我等着！莫文蕊仰天怒吼。陆云长给师兄们找了一家青楼，刚进去，老鸨就迎了上来，热情地招呼他们：“客官我这边请呀，我们这个姑娘各两个的漂亮。”师兄们坐在包厢里，美女们鱼贯而入。这个不太行啊，长得太干巴了，我喜欢丰满一点的。那个也不大行，长得太胖了，我喜欢身材凹凸有致的。咋就这些了吗？老鸨，你把好的都藏起来了吧？师兄们第一次进青楼，还不太懂行情。老鸨找来的姑娘姿色都很一般。师兄们刚进青楼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漂亮女姑娘，但是现在那些漂亮姑娘一个都没出现在他们面前，这让师兄们都感觉很纳闷，对着姑娘们挑挑拣拣。这家青楼还是公孙乐乐家的产业。公孙乐乐淡定地坐在桌子边，喝着茶水，无视师兄们的胡闹。老鸨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哎呀，公子们，其他的姑娘都在接客呢，他们没有空陪你们啊。陆云长再怎么说也是进过一次青楼的人了，知道其中的缘由，于是拿出3个金币放在桌上，什么都没说，接续喝茶。老鸨看了一眼陆云长，公子这个是？老鸨指着3个金币明知故问，拿去换姑娘。好嘞，公子你们稍等，我这就去给你们还姑娘。叶灵跟公孙了了一样，都是女扮男装的打扮。真是的，你倒是知道怎么享受，你对来青楼挺熟悉啊。叶灵是在揶揄陆云长，但是陆云长就当是在夸奖自己了。还好吧，因为我跟公孙师妹就是在这里遇见的，所以跟着师妹学了一些怎么在这消费的诀窍，是不是啊师妹？公孙乐乐点了点头，没错，当时师兄被人偷了钱，追到青楼去了，我们就是在那儿第2次相遇。大家伙儿关心的不是那个，而是师妹，你当时在青楼干啥呢？我在花钱啊。公孙乐乐理所当然的说道。青楼也有男色吗？没有，我去的是都是女人的青楼。没想到师妹还有那种爱好。师兄们全都惊讶了，不由得往后昂着身子，拉开一定距离，重新审视公孙乐乐。怪不得师妹对我不感兴趣，原来师妹对所有男人都不感兴趣啊。可是师妹跟陆师兄关系不错呀，应该只是兄弟之情吧。师兄们顿时觉得不是自己的魅力不行，而是师妹不好男色这一口啊。那个青楼是师妹家的产业，师妹虽然在消费，但是也等于是在视察自己家的产业。陆云长帮忙解释了疑惑。哦，原来是这样啊，师妹喜欢的还是男人啊？那为啥师妹不喜欢我呢？师兄们再次开启暴风哭泣。老鸨找了很多美女过来，门帘掀开，美女们鱼贯而入。各位师兄弟们都看傻了眼，太漂亮了吧？只比师傅和2个师妹差一点了。这个姿色够得上3个金币。是啊，虽然师傅长得很好，但是整天面对师傅已经审美疲劳了，需要出来花钱看点不那么漂亮的，回去才能更好的面对师傅和2位师妹。师兄们神奇的脑回路震惊了叶灵跟公孙乐乐。但是公孙乐乐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自己有时候也会那样，好的东子腻歪了，就会找点不好的来玩一下，然后就知道有喜欢哈样的东西了。他对陆云长也是这样，陆师兄已经那么好了，但是他有的时候会觉得陆师兄不怎么样，很多小毛病。这个时候他会想起自己在南色青楼的时候，那些陪客的小公子们，他们比陆师兄差远了，跟小公子们见个面都要花金币。小公子们不知道他是公孙家的大小姐，所以没有人会给他免费，从而获得他的好感。只要去南色青楼逛一下，回来就会重新喜欢上陆师兄，因为陆师兄再怎么差，也不会被青楼里的男色差了。青楼里的男色们也不是寻常男人能比的，他们比很多男人帅了，也比很多男人好，而且只要花钱，他们就能让你开心。但是那些人跟陆云长师兄简直没法比，这些姑娘们才算正常姿色，上面给我们找的那都是什么？师兄们抱怨起来。好了，各位公子们，这漂亮姑娘们不是已经给您找来了吗？你们就好好的享受吧。老鸨说着，让姑娘们招呼客人。公子你好啊，我坐在你腿上行吗？公子先说好了，人最近身子不舒服，所以今天不能喝酒哦。公子你们真的大方，我听说用的是3个金币我们找出来的。姑娘们一纷纷说道。兄弟们赢麻木了，师兄们这姑娘们这下很满意，这才是能配得上我们的姑娘呀。是啊，虽然比2个师妹差一点，比师傅差一点，但是配我们的话，等等，我刚刚在说什么？我们完全配得上这样的姑娘，找这样的姑娘根本不用花那么多金币，因为我们的颜值就够了。师兄很高兴跟姑娘们玩得很疯狂。陆云长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只是淡定的喝着茶水，完全就是一副坐怀坏不乱的样子。这位小公子，你为什么只喝茶？你快来喝酒吗？一个姑娘坐到了陆云长的腿上。叶灵皱眉瞪向那个姑娘，那个姑娘根本不搭理叶灵。抱歉，我不喜欢喝酒，只喜欢喝茶。陆云长的回答让叶灵觉得还满意。真没想到那个笨蛋竟然是个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看来以前小看了他。叶灵的心里舒服多了，但他不知道的是，陆云长只是想在公孙了了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他的目标是公孙了了，而且公孙了了比那些女姑娘漂亮多了。为了玩，破坏了自己的公孙师妹在前的形象不值。师妹的那个茶还不错，来我给你倒一杯，你尝尝。陆云长说些给他倒上茶，2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喝茶，看起来好不自在。叶灵又被陆云长给忽略了。拜托，你没发现你旁边还坐着一个人吗？你喂食，莫只给他倒茶不给我倒茶。哎呀，不好意思，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师妹，来你也喝茶。对了，师妹，今天是没大家一起出来玩，应该高兴才对啊，你为什么一直板着个脸了？陆云长明知故问，差点把叶灵给气个半死。你说呢？作为明白正派的弟子，
我们不应该来这种地方吧？他可是很守规矩的，不想跟他们一块疯。没关系的，师妹，大家又不经常来，这只是来这一次而已。大家明天就要去凌霄宗了，今天很紧张，所有过来消费一下，放松一下，也无可厚非。陆云长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因为他们没打问他干啥。施用来没有一个在青楼过夜，玩了几个时辰之后就回到了客栈。陆云长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他盘腿坐在地上，从系统里激活了天书改名系统，修改凌霄宗宗主的天命之书。凌霄宗宗主得天命之书立刻出现在他面前。明天你必须亲自到客栈迎接碧水宗的人会去凌霄宗，那样才能获得陆羽长的好感，在日后的凌霄宗大难中，陆云长才会出手相助。等你迎接陆云长他们的时候，最好客气一点，而且给他们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一定要让陆云长觉得你是一个友善的人，不然等到凌霄宗大难时，他不会出手相助。他改好了凌霄宗宗主的天命之书后，觉得轻松了很多，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然后他就睡着了，一觉又睡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还没起床，就有师兄来砸门。陆云长，快点起来，你打赌赢了。兄弟赶紧起来，我们打赌打赢了。陆云长慢悠悠地起床，穿好衣服走到了门外，师兄们已经全都聚集到了他门外走廊上，一个个看起来非常激动。是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打赌打赢了。师兄们一个个笑眯眯的。你打赌赢了，你就代表我们打赌打赢了。问题是你呀，运气咋那么好？你打那样的赌竟然还赢了，这下咱们大家都不用掉脑袋了。对，掉脑袋的反而是那两个凌霄宗的人。师兄们的性命保住了，那叫一个高兴。你们怎么知道我打赌打赢了？陆云长揉着眼睛问道。因为凌霄宗的宗主来了，接我们去凌霄宗。师兄们那叫一个激动，而且凌霄宗的宗主说了，要给我们办一个巨大的欢迎仪式呢。这一下狠狠地打了那帮凌霄宗子弟的脸了。我们见天就去凌霄宗，看看那两个打赌的混蛋怎么死的。师兄们脸上露出很辣的表情，他们昨天差点被吓死了，就是因为跟凌霄宗的人打赌，把脑袋当成赌注。昨天跑去青楼玩，也是以为自己必输无疑了，所以干脆去玩玩吧，那样就算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但是今天早上他们刚起床，到了一楼想吃饭，就发现了凌霄宗那个的宗主也在。凌霄宗的宗主还问他们师傅呢，陆云长师弟呢，还说是来请他们去凌霄宗的。师兄们于是赶紧把师傅叫了下去，然后来叫陆云长。陆云长早就知道会这样，所以根本就不惊讶。他慢悠悠地来到楼下，然后就看到了碧水宗的宗主和凌霄宗的宗主面对面的坐着，这两个人的脸上都是想杀了对方的表情。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我说了，请你们跟我一去凌霄宗做客，我劝你别不知道好歹。凌霄宗的宗主说道。碧水宗的宗主回答，呵呵，你请我们去，我们就得去吗？昨天我们去的时候，为什么把门拒之门外？现在又来请我们去，哪有那么容易？碧水宗的大弟子小声在师傅耳边提醒，师傅，我们还打着赌呢，怕什么？打赌只是打的凌霄宗来不来请咱们，么说怎咱们去不去？大师兄一想也对啊。陆云长走了过去，凌霄宗的宗主赶紧起身，陆公子，我诚恳的邀请你去我们凌霄宗，昨天实在是因为我不在宗门，不知道你来，不然话一定会亲自出来迎接你。凌霄宗的宗主对陆云长的态度很友好，当初碧水宗跟凌霄宗还曾经争抢过陆云长，最后是碧水宗的宗主赢了。这一次凌霄宗的宗主想要请陆云长去凌霄宗参观，然后让陆云长加入凌霄宗。陆云长点头，原来是凌霄宗那个的宗主，有失远迎，不知道你这才来有什么事儿吗？陆云长明知故问。我当然是来请陆公子跟碧水宗其他的人去我们凌霄宗做客，还请陆公子一定赏脸。凌霄宗宗主十分恳切地说道。哼哼，我徒儿是不会去的。碧水宗的宗主冷傲地笑道。师傅，你忘了我们要去碧水宗讨个说法吗？现在连凌霄宗的门都进不去，还怎么讨说法？大师兄再次挺行师傅。但是碧水宗宗主莫问蕊却小声道，这不是借着凌霄宗宗主了吗？现在就跟他讨说法，我们一会儿就去，还请宗主先回去，我们需要时间准备一下。陆云长的话直接打脸自己宗门的宗主了。莫问蕊一脸懵逼，刚才的嚣张气焰全无。不是吧，徒弟我刚刚已经决绝了哪个混蛋了？碧水宗的宗主指着凌霄宗那个的宗主对陆云长说道。师傅，我们本来就是要去拜访凌霄宗，现在凌霄宗宗主主动来请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去呢？碧水宗的宗主不知道自己徒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他从收了陆云长这个徒弟后，就一直很听徒弟的话，因为陆云长做的几件大事儿都非常正确。现在既然陆云长发话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虽然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徒弟打脸，但是这种事儿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莫文蕊想来是护犊子，自己的徒弟怎么样，他都不会生气，所以根本不在意自己被徒弟打脸的事儿。凌霄宗的宗主特别高兴，那我就先回有错，你们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能因为他们是你的师弟而包庇他们。这件事情有关乎我们凌霄宗的口碑，所以你们都给我闭嘴，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他早就知道这样大力扩招弟子，一定会招收到很多混蛋弟子，这些混蛋弟子会把好弟子带歪，最后造成整个宗门都很难控制。现在一想过来是这样，这些混蛋竟然要跟他叫板。凌霄宗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碧水宗的人在他们面前杀害了他们的师弟，师弟们的尸体还躺在哪儿？尸体还在哪？两个师弟的血还没有流干了，他们亲眼看到碧水宗的人干的，这事就这么算了？宗主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宗主不想帮师弟们出头？凌霄宗弟子觉得奇怪，
早就听说凌霄宗的宗主十分自私，只考虑自己的利益。现在一想，果然是这样。师傅，既然你不会为师弟们报仇，我们也没法逼你为师弟们报仇。但是你也不能阻止我们为师弟报仇。没错，我们要向碧水宗能发起挑战，要把他们赶尽杀绝。2个师弟不能白死，我们一定要比水宗人送的人付出代价。凌霄宗的人们恶狠狠地说道。碧水宗的人面面相觑，他们根本就不怕，他们单个人的力量足够对付凌霄宗单个人的力量，而他们在猎杀妖兽的时候进行过团体作战，现在团体作战能力也非常强悍，再加上他们还有小师弟的给他结界水晶，对付凌霄宗的徒弟应该不算难。虽然凌霄宗的人都是他们的5倍不止，那些人不可能一一杀掉，他们只会杀掉几个头目，告诉世人他们的碧水宗不可侵犯。那我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比就比，我还怕你们不敢了。行，为了公平起见的1对1的比试，听说你们收到2个小师妹，那就小师妹对抗小师妹吗？碧水宗的人一听就答应了。小师妹对小师妹绝对没问题，他们的小师妹叶灵修为十分强悍，所以这次比赛他们一定会赢。可是他们忘了，他们宗门的小师妹不是叶灵，而是公孙了。公孙了了的修为肯定不如叶灵。拜托师兄，我才是你们的小师妹啊！我才刚进入碧水宗开始修行了，你们就让我去跟对方对打吗？说实话，我根本没有那个信心。师兄们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哈哈，刚才真的不好意思，他们记错了，他们的小师妹不是叶灵，而是公孙了。没关系，吃面，反正对方的人不知道我们谁是小师妹，小师妹上传就行了。是啊，我们知道你是小师妹，但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假装叶灵是小师妹，让叶灵去跟对方的小师妹对打，叶灵一定能赢。同意，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就负责给叶灵小师妹加油吧。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2派的徒弟们开始对打，但悲催的是凌霄宗的人知道碧水宗谁是真正的小师妹，必须把你真正的小师妹送出来比试，不然你们就是公然作弊。哼，我就知道你们碧水宗的人想作弊，你们是想找人代替公孙了吧？呵呵，竟然被猜中了。碧水宗的弟子们脸上有点尴尬，只能派宫城公孙了上场了。对方的小师妹长得也很漂亮，而且气焰很嚣张。对方的小师妹一上场就开始叫嚣，呵呵，就凭你也跟我打，你是打不过我的。如果你早一点给我跪下认错的话，我说不定还会放过你。我这个人心很软的，我和我的师兄们不一样，只要你跪下给我道歉，我就放了你了。快点快点嘛，快点给我跪下，给我磕头啊！对方的小女孩装作可爱的样子，其实心狠手辣。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跪下给你道歉？你算什么东西？今天就算赢不了你，我也要跟你对打，士可杀不可辱。公孙乐乐说完，立刻出手，他拼尽了全身力气，而对方只是轻轻松松的样子。公孙乐乐的每一招都被对方的小师妹轻松化解，可以看出来公孙了了不是对方的对手。但是这样去公孙乐乐一定会被杀死，不能那样吧？师兄们都开始着急，都是我们不好，把小师妹给推了上去。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插手？如果插手的话，等于破坏了规矩吧。他如果不插手的话，小师妹就没命了呀。师兄们非常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他们都不约而同看向陆云长。陆云长好像无意之间成了他们的首脑。陆师兄，你先来办法多，你快点想想办法该怎么办。下路事情还是得找个机救救小师妹。很明显，小师妹不是对方的对手，那样下去，只要对方一出手，小师妹就会被打死啊。此刻师兄们急了，个个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莫问蕊看着这群笨蛋，真想揍他们一顿。怎么每次做事都那么不靠谱？本来以为他这个师傅已经不靠谱了，可是这些徒弟比他还不靠谱。幸好他收了陆云长当徒弟，陆云长很靠谱，要是没有陆云长，碧水宗都买了，就没一个靠谱的了。小徒弟，你还是快点想个办法嘛。了了看起来不是对方的对手啊。陆云长服了这帮子人，既然没有能力，刚才还叫嚣的声音那么大，现在又只能让他出面镇压局面。哎，他这个小师弟当的真是心累啊。可是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还是想想怎么就出公孙了。对方的小师妹出招了，对方的小师妹一剑刺向公孙了，眼看这一剑公孙了躲不开，小师妹快用结界！情理之下，陆云长大喊一声，公孙了立刻拿出结界水晶，直接给扔了出去。结界立刻爆开，把公孙了保护在里面，顺便把对方的小师妹给弹飞了。对方的小师妹远远的飞了出去，落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啊，好疼呀！真是讨厌，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厉害，竟然会把我给弹飞了？你用了什么损招吗？我告诉你，在正规的比赛中是不能用损招的，你那样就会受到鄙视。对方的小师妹艰难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当她看到眼前的结界时候，更是大吃一惊，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长大了嘴，惊悚的原地一动不动，半天反应不过来。怎么可能呢？根本就不可能呀！那个混蛋竟然有结界水晶，那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在一个小丫头片子的手里？你的结界水晶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哪片的吧？对方的小师妹惊慌地问道。那么贵重的结界水晶，她一直想要一个，可是那个东西太贵了，她一直买不起。再说了，就算她出的价格了，没有人会卖结界水晶，那么重要的东西有价无市。呵，只有你这种人才想到会去偷结界水晶吗？我这几天水晶当然不是偷的，是我的师兄送给我的。公孙乐乐说着，看向陆云长，并对陆云长报以微笑。陆云长也立刻笑了。小师
妹笑得最好看，小师妹长得就是漂亮，这么好看又漂亮的小师妹，一定要娶回家做媳妇。整个凌霄宗的人都大吃一惊，那不是陆云长那个废物吗？他竟然有结界水晶，怎么可能？他从哪里弄到结界水晶？而且还把结界水晶送人了？他不知道结界水晶多贵重吗？怎么会把结界水晶送给别人？我很好奇，你个废物为什么会有结界水晶？是从哪里偷的？整个凌霄宗的弟子全都把陆云长当废物。他们还记得当初陆云长来凌霄宗考试，结果连第一关都没过，只能像个丧家之犬一样灰溜溜的走了，而且走的时候还哈哈大笑，跟疯了一样。原来是去了碧水宗，也只有碧水宗那样的小宗门才会收纳陆云长这样的废物，普通人不会去碧水宗，因为碧水宗太小了，一点也不气派，说出去都感到丢人。第一场比赛，碧水宗的小师妹赢了，你们的小师弟是那个废物吧？下一个比赛就让小师弟上吧，我们宗门的小师弟对抗你们上面的小师弟，你们敢不敢？凌霄宗的人说完，碧水宗的人都呵呵了。你敢说我们陆师弟你是废物？你们完蛋了，是你一定会把你们打得满地找呀。我们小师弟可不是废物，他是天才，如果不是他，我们根本无法从禁区里走出来。你们竟然敢向我们小师弟挑战，真是不知死活啊！既然如此，小师弟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式，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吧，我们相信你，你一定可以把对方的小师弟打得屁滚尿流。所有的师兄都在为他加油。哎，怎么这种事又轮到他？他想偷懒都不行。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无法跟别人对打。他不但刚刚开始修行，而且刚刚转换灵根，他以前可是废2个是不能修炼的，现在好不容易能修炼了，修炼的当然不如别人，因为修炼时间太短了。不过幸好今天这样的比赛可以用法宝，如果打不过，直接扔一个结界水晶出去，既能保住自己，也能把对方弹飞。凌霄宗的人肯定也是那么想的，他们如果有法宝也会用的，所以碧水宗不用不好意思。陆云长来到了比赛场，就连师傅也为他捏一把汗，希望陆云长能赢。其实输赢还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希望陆云长能保住性命。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对打的过程将十分惨烈，可是没想到在一瞬间就结束了。刚打了没几个回合，他把结界扔出去，结界把对方的小师弟给撞开，对方的小师弟飞了出去，落在赛场外。整个凌霄宗的人都惊呆了，结界弹力那么好吗？他们的小师兄竟然被弹飞了，而且不知道飞哪去了，把我们的小师弟还给我们！整个凌霄宗的人都开始叫嚣起来。凌霄宗宗主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就知道陆云长不是等闲之辈。现在陆云长竟然至少有2个结界水晶，那可是结界水晶啊，太贵重了。一个他自己用，一个给了他的小师妹。这个大陆上找一个水晶都不容易，他竟然有2个。要是当初把陆云长收入到凌霄宗就好了，可惜当初碧水宗的莫问蕊那么混蛋，竟然跟他争抢，他竟然没抢得过碧水宗，所以陆云长成了碧水宗的弟子。这一次他一定要做好陆云长的思想工作，让陆云长离开碧水宗，投入到他凌霄宗的门下。凌霄宗的小师弟捂着身上摔疼的地方又回来了，陆云长挥舞着手里的剑走进了对方，差点将凌霄宗小师弟一剑封喉。凌霄宗的大弟子及时出现，格挡开了陆云长手里的剑。臭小子，竟敢伤害我的小师弟，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对方的大师兄气愤不已，当然不是因为陆云长伤害了他的小师弟，而是因为陆云长让他们整个宗门丢脸。他们没想到小师弟竟打不过陆云长，那是小师弟对小师弟的对打，你是一个大师兄，你上去干什么？混蛋，你快点下去！你要是再不下去，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碧水宗的人冲着对方的大师兄大喊，但是对方的大师兄已经向陆云长出手，碧水宗的大师兄也冲了上去，结果他不是对方大师兄的对手，碧水宗的大师兄被打败了。整个碧水宗都傻眼了，大师兄竟然也能被打败，不可能啊！不对，都怪我刚才没发挥好，我要再上去重新发挥一下。大师兄一脸懵逼，大兄弟还是在看台上看着就好了，我能对付凌霄宗中的大师兄。陆云长冲自己的大师兄大声喊道：那师弟就靠你了，一定要为我报仇啊！我刚刚实在太丢脸了，简直没法见人了，你只有打败对方的大师兄才能为我报仇，我以后才能见人啊！呜！大师兄暴风哭泣。莫问蕊真是服了，自己收的这都是些啥玩意？碧水宗有危险的时候，徒弟们都十分有用；碧水宗没危险的时候，徒弟们简直就是危险本身啊！现在还让他这个当师傅的这么丢人，他真想一头撞死算了。师傅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师傅你哭什么？是不是看到大师兄被打心疼啊？没关系的师傅，陆师兄会为大师兄报仇。大家纷纷安慰莫问蕊。莫问蕊真想把这些徒弟都揍一顿啊！现在也只有他的小徒弟陆云长最让他省心了，多亏了天命之书让他收了陆云长做徒弟，不然的话他被那群徒弟气死也没人管啊！你个小混蛋，你完蛋了！我在凌霄宗是最厉害的存在，你竟然敢向我挑战，我一定会把你打个落花流水，让你向我跪地求饶！对方的大师兄开始放狠话，拜托，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打不打？放什么狠话？会咬人的狗不叫，你那么能叫唤，说明你没什么本事吧？陆云长掏了耳朵，显得很不耐烦。你竟然敢骂我是狗！你们家的大师兄都被我给打败了，别说你那个废物了，我们家大师兄没什么本事，被你打败了很正常。陆云长也懒得给自己家的大师兄面子，我不要面子的吗？师弟，你不能那么说我呀！碧水宗的大师兄再次暴风哭泣，他刚才也不知道咋的了，就被对方打倒了，
只能说明他刚刚大意了。要是再给他一次重来的机会，他一定不会被对方给打到。大师兄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莫文蕊实在是忍不住了，上去给了大师兄一个脑瓜崩。蠢货，给我闭嘴，别给我丢人了！我今天丢人丢的还不够多吗？莫文蕊生气了。大师兄立刻做出端正的姿态，不说话了，也不敢搞事儿了。要是再搞坏，惹火了师傅，被师傅打一顿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师兄表现出了正经的样子。莫文蕊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陆云长正在跟凌霄宗的大师兄对打，对这场比赛的结局感兴趣的，同样还有凌霄宗宗主。他想到看看陆云长的实力到底的如何。如果陆云长真的像是天命之书上写的那么厉害，那么这个时候的陆云长的实力应该能轻易的打败凌霄宗的大师兄了。要是陆云长真的轻易的打败了大师兄，他不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陆云长收到自己的宗门里。但是如果陆云长赢不了，那也没什么，就算是为了跟莫文蕊过不去，为了不让莫文蕊好过，也要把陆云长收到自己的门下。正在这个时候，陆云长往旁边一闪，正在用尽全力竞争没有收住力气的大师行直接摔了个狗屎吃。大家伙儿都笑了起来。凌霄宗的大师兄觉得特别丢脸，心里窝火，爬起来再次冲向陆云长。凌霄宗的大师兄是在凌霄宗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家里有钱，人长得也不错，跟碧水宗的叶灵一样，都是天灵根，而且修为确实不错。虽然脾气差一点，但无伤大雅。追他的女生从凌霄宗排队能排到碧水宗，师弟们也很崇拜他，把大师兄定为自己的人民目标。要是有生之年能达到大师兄现在的水平，他们就满足了。所以当大师兄释放出全力一击的时候，凌霄宗的徒弟们已经准备向碧水宗的弟子推销棺材，让他们装陆云长了。碧水宗的大师兄用手捂住了眼睛，莫文蕊也为陆云长捏了把汗。去死！啊！凌霄宗的大师兄应该预料到总会有这一下，他被陆云长的结界弹飞了，摔了个狗吃屎。凌霄宗的大师兄全是明白了，只有陆云长有结界，他就别想干掉陆云长。不公平，不能使用结界，不能使用结界，碧水宗的人犯规，只有弱者才会使用结界。凌霄宗的人大声喊道。大伙儿那叫一个举动，什么时候见过大师兄这么狼狈？全都怪碧水宗的废物，竟然在比试中使用结界，犯规啊，犯规！你们大师兄要是有，也可以用啊，不能因为你们穷没有结界就不让别人用吧？那我还说不能用天灵根练出的功力呢，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天灵根。凌霄宗跟碧水宗的人互相吵了起来。凌霄宗的宗主看出来了，只要是陆云长用了结界水晶，凌霄宗的人就打不败他。想了想，凌霄宗的宗主站了起来，冲着死对头碧水宗的宗主道：为了公平起见，不应该使用外挂。他们得，你算是老几，管得着吗？去死吧！碧水宗的莫文蕊眉毛顿时立起来，她慢悠悠地站起来。为了公平起见，打斗过程中不能使用天赋天灵根修炼出的修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天赋，不然太不公平了。么得，不能用外挂是吧？行啊，那也不能用天赋，这样才公平。不让用外挂是想让我的徒弟去死吗？凌霄宗的老乌龟！莫文蕊已经在心里骂开了。凌霄宗的宗主眉毛挑了挑，心里暗骂碧水宗不要脸。两位宗主就那么对视着，几面钟的时间里，把对方的祖宗问候了一遍，后代问候了一遍，各个徒弟问候了一遍，直到想不出对方还有谁没问候过了，这才坐下。凌霄宗的大师兄已经从泥泞里爬起来，全身的白衣都沾上了泥水，脸上也满是泥水，十分狼狈。混蛋，不准用结界！我爱用就用，你管得着吗？有本事你也用啊！是不是你节哀太穷了，连像样的法宝都没有，所以你才不让别人用外挂？陆云长大嘴炮从未输过，他敢自称大嘴炮第二，那没人敢称第一。你手里的剑好像还不错，那个不是外挂吗？有本事你别用剑，别用天赋，啥都别用啊！咱们摔跤，自己用了却因为自己没有更好的，就不让别人用更好的。你说你怎么那么多心眼啊？陆云长的话让大师兄哑口无言。么得，那个废物，全身最厉害的就是那张破嘴了吧？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吗？还打不打？不想打你就赶紧认输吧。我这个人虽然优点很多，唯独对手下败将很残忍。你要不要认输？陆云长挑衅地说道。他不想让凌霄宗的大师兄认输，凌霄宗那个的大师兄对他而已，就像是老鼠，他还没玩够呢。老子从不认输！对方的大师兄霸气的大吼，现在认输一定会嘲笑，以后他还怎么在凌霄宗混啊？他今天要是认输了，师弟们肯定会嘲笑他，就连师妹们也会远离他。他丢不起那个人啊！可是该怎么对付陆云长那混蛋啊？那个混蛋的结界，他攻克不了啊！两个人又过了几招，到了休息时间，大师兄赶紧离开比试场去换身新衣裳。陆云长也回到了碧水宗。小师弟干得好，一直用结界把那个笨蛋弹昏过去，然后杀了他。大师兄给陆云长出着主意，只用结界，对方的混蛋就不能拿你怎么样。小师弟你输不了，起码是个平手啊。二师兄也说道，我很看好你啊，小师弟，就像是大师兄说的，用结界就能把对方给弹死，只要用结界，对方铁定赢不了。三师兄也对陆云长很有信心，陆云长对自己也很有信心，这次他是赢定了。凌霄宗的大师兄换上干净衣裳，叹口气，太难了，真是太难了。难道他就要输给一个废物了吗？哈哈，大师兄竟然输给了一个废物，还真是好笑啊！哎，我们的大师兄原来不过如此啊，我还以为他挺厉害的呢。他只是喜欢装逼而已，其实没什么厉害的，
不然怎么会输给一个废物呢？大师兄，我们分手吧，我已经不喜欢你了，我不能跟输给废物的人谈恋爱，别人会嘲笑我。呜，我看错了大师兄，早知道我就不喜欢大师兄了，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直到现在才知道，大师兄连个废物都不如啊。他的耳朵回响着师弟师妹们的嘲笑。不要啊，他不要输给陆云长那个废物，要是真的输了，他都想一头撞死，也不想面对凌霄宗师弟师妹们的嘲讽啊。大师兄，师傅找你有事儿。一个师弟走过来说道，他看到大师兄他脸色很差，想必这次打斗非常艰辛，对方耍无赖竟然使用外挂，大师兄有没有外挂，有可能会输给对方。他师兄这么高傲的人，要是输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自杀。师傅找我什么事？大师兄有种不好的预感，师傅，我不会是觉得他表现得很差，所以把他叫过去准备鞭策他一下。可不管师傅再怎么鞭策，对方有外挂，他还是很难赢。我也不知道，师傅没告诉我找你干啥。大师兄，你赶紧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但大师兄不想去了，可是不去也得去啊，那是师傅找他，虽然他不喜欢师傅，但他依然在师傅面前维持着自己的良好形象。相比于自己的喜好，他更看重我自己的形象。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大师兄等师弟走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找到师傅。师傅，我不知道你叫弟子来有什么事儿。我这里有一个外挂，叫做千年寒冰，它可以不知不觉地打入敌人体内，把敌人冻成冰块。在外面大陆上，它可以与结界水晶媲美。我现在把它借给你，助你打败碧水中的废物。大师兄，万万没想到师傅把他叫进来，不是为了敲打他，反而送给他一件外挂。这些外挂特别厉害，确实与直接水晶相媲美，也是很多有钱人想要却买不到的法宝。多谢师傅。大师兄心里高兴得很，给师傅深深的鞠躬。自从进入凌霄宗以来，他还从没像今天这样，竟然对师傅油然而生一股敬佩之情。以前他觉得师傅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之所以来凌霄宗，是因为凌霄宗的名气大，他喜欢一切名气大的事物。但是对于师傅，他真心不喜欢。看着手里的法宝，他的信心油然而生。这些法宝可以打破结界，也就是说，那个废物的结界在这个法宝面前如同虚设。这一下，陆云长那个废物完蛋了。大师兄对接下来的打斗充满了信心。比赛开始了，大师兄的脸上神采奕奕。咋回事？那个白痴脸在发光，他好像换了个人似的。陆云长还纳闷，他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方的大师兄也有了法宝，心里有了底气，整个人也神采焕发。营销中的所有师妹都为大师兄而倾倒。哎呦我的妈呀，大师兄真是太帅了，大师兄一定能赢的，若是连大师兄都赢不了，那真是没天理。我跟你们不一样，不管他师兄是输是赢，我都深深的爱上了他师兄，就算他输了，我也要嫁给他。明孝宗的师妹妹全都在想入非非，大师兄耳朵灵敏，他听到了师妹妹的声音，心里顿时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这么是不是没欢迎的人也只有他了吗？不过师妹妹想嫁给他，纯粹异想天开。他这么帅气还有能力的人，只会娶一个同样美丽而有能力的女人。比方说碧水宗的叶灵和公孙聊聊都是他的意中人，他想把两个全都收入廊下。他以前就听说过叶灵，叶灵也是天灵根，根基跟他很配，两个天灵根生出的孩子肯定也是天灵根。至于公孙乐乐，那真是太可爱了，而且家里有钱，真正的户口敌国。公孙乐乐家只有公孙乐乐一个独生女，以后整个公孙家的产业都是公孙乐乐一个人的，娶了公孙乐乐就等于去了整个大陆的钱袋子，所以这两个女人一定是他的，谁也抢不走。大师兄高傲地昂着脑袋。陆云长扔出了结界水晶，结界炸开之后可以把他笼罩在里面，顺便把大师兄弹飞。大师兄猛然往安全区跳过去，避免了被结界水晶弹飞的下场。呵，不错呀，他是用学聪明了。陆云长讽刺地夸奖。废物，就怕你完蛋了，看招吧。大师兄扔出了千年寒冰，千年寒冰穿过结界打进了陆云长的体内。不好，陆云长顿时觉得自己完蛋了，身体里的神功机能在快速丧失。陆云长知道自己这次难倒一劫。混蛋，你而已使用了外挂，而且还是用的暗器。陆云长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哈哈，是你说能使用外挂，所以我也用来，这样才公平啊。凌霄宗的大师兄耸耸肩，碧水宗的人察觉出不对劲来。怎么回事儿？陆师弟的脸色那么难看啊。陆师弟不会有事儿吧？师傅，你救救师兄啊！公孙乐乐十分焦急。你们都稍安勿躁，你们忘了陆云长还有什么丹药了吗？莫文蕊很淡定，他的话也提醒了所有人。对啊，陆云长还有复活丹药在身上，应该不会有事儿吧？师弟，丹药，丹药啊！你还有没有丹药啊？碧水宗的大师兄用手做成喇叭状，冲着陆云长大喊。他怕陆云长一时着急，把复活丹药的事儿给忘了。哼哼，对于千年寒冰来说，所有的恢复性丹药都没有用，所有的丹药的药性都会被千年寒冰给冻住。你这次完蛋了，陆云长！哈哈！凌霄宗的大师兄嚣张的放声大笑。等到陆云长完蛋，同事欣赏着陆云长完蛋的过程。凌霄宗的宗主看到这一幕，也心里感到疑惑：难道陆云长真的被千年寒冰给打死？那说明陆云长也不是很厉害啊。不过等等，就算是他本人，也很难躲过千年寒冰吧。所以说，不能因为陆云长被千年寒冰杀死，就说陆云长能力不行。那么，陆云长如果真是拯救凌霄宗的人，却被他的千年寒冰给杀了，那他就等于亲手杀了个凌霄宗的拯救者。他顿时后悔了。但是千年寒冰没有解药，他只希望陆云长能自己化解掉千年寒冰的攻击，但那是
他这个凌霄宗宗主都做不到的事儿啊！碧水宗的宗主等着凌霄宗的宗主。莫问蕊已经看出来了，凌霄宗大师兄使用的就是千年寒冰，那是凌霄宗宗主的法宝，肯定是看到徒弟要输了，所以才把法宝借给了徒弟。卑鄙啊！显得他这个做师傅的没有好东西给徒弟。这样吧，只要陆云长能度过这次难关，他们能成功向凌霄宗报仇，回去后赏给陆云长1000万金币，陆云长下半辈子就不用赚钱了。哎呀呀呀！他这个当师傅的真是为自己的徒儿着想啊！莫问蕊已经被自己感动了。阿秋！就在他掏出复活丹药准备吃下去的时候，突然打了个喷嚏。有人骂他：姐，这复活丹药脱手了。那什么？不可能！竟然是复活丹药！凌霄宗的大师兄果然见多识广，竟然认识复活丹药。大师兄震惊了一下，犹豫了一下，然后立马回过神来，冲上去抢复活丹药。不过，咣当！悲催啊！凌霄宗的大师兄再次撞到了陆云长的结界水晶上，大师兄被撞得头昏眼花。他们得，刚才太激动了，忘了结界了。陆云长一开始也被吓了一套，直到凌霄宗的大师兄装在结界上被弹飞了。大师兄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站起来的时候背后全是泥水。陆云长身前都被动的僵硬了，趴在地上，终于移动到复活丹药所在的位置。他张开嘴，把复活丹药含在嘴里。凌霄宗的大师兄站了起来，再次对陆云长打出了千年寒冰。陆云长再次中招了。么得，能不能别这样？敢不敢等老子恢复一下？千年寒冰打在了陆云长的体内，但是复活丹药的药力是有时效性的，在时效性之内，就便是遭到了致命伤也不会有事儿。他刚刚吃的那颗复活丹药的时效性在1个时辰之内，也就是说1个时辰内，就算是他受到致命伤也不会有事儿。咋回事儿？千年寒冰对那个白痴没作用啊？凌霄宗的大师兄很纳闷，于是千年寒冰跟不花钱似的，一次次向陆云长射去。陆云长就跟被冰雹砸了似的。他们得，你还有完没完？都知道那个对我没用了，你还不停手？你不觉得那样使用千年寒冰显得和掉价吗？陆云长已经没事了，但是快被千年寒冰给砸昏了。我就不信千年寒冰竟然对你没用，就算是对你没用，我也要用千年寒冰砸晕你。接招吧！陆云长是真的无语了。他们得，什么玩意啊？不过被千年寒冰砸中确实不好受，得想个办法才行啊。凌霄宗的宗主看到陆云长没事了，顿时心里的势头落地了。不愧是陆云长啊，果然是天命之书里说的能拯救凌霄宗的人啊，竟然能从千年寒冰里死而复生。他果然没有看错人啊，回头一定要做尽办法，不择手段也要把他收入自己的宗门之下。反观自己的大徒弟，他们得简直像个傻缺，把他那么珍贵的法宝用得像个便宜货，早知道就不给他用了。现在陆云长已经稳定了局面，接下来他要开始反攻。仅凭借他一个人，当然还是打不过凌霄宗的大师兄，但是他有办法。从空间中拿出那盆寒冰豌豆，放在地上，寒冰豌豆冲着凌霄宗的大师兄发射出一个蓝色的寒冰豌豆，豌豆慢悠悠地往前进行着，像是龟爬。凌霄宗的大师兄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陆云长可以骂他，甚至可以杀他，但是不能用这种东西来羞辱他。那豌豆太慢了，慢到就连一个蜗牛都能躲开它，而且那是一个植物啊！陆云长竟然想用一个植物来对付他。陆云长，士可杀不可辱，你竟然侮辱我！我要你要是想用自杀保全，明杰的话就快点吧，别啰嗦了。陆云长不耐烦地说道，对方废话太多了，我凭啥要用自杀保全明杰？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大哥，你也不想想你这次连千年寒冰都用上了，结果还是没怎么找我，你丢不丢人？你的师弟们会怎么看你？你是师傅会怎么看你？你把贵重的千年寒冰当成弹弓用了，你师傅会怎么想你？他会不会觉得原来你是个白痴？陆云长好心的给凌霄宗的大师兄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时候寒冰射手的豌豆终于来到了大师兄身边，以为听了陆云长的话，所以凌霄宗的大师兄枕在愣神中，寒冰射手的豌豆一下子打进了大师兄体内。嗷！只听大师兄嗷的一嗓子，仰着下巴，脸上满是惊慌的表情，然后整个人就那么冻住了，保存成了一个表情包，连着大师兄手上的千年寒冰一块冻住了。这个时候陆云长走过去，空间拿出一个打棍子，一顿子敲碎了凌霄宗的大师兄，连带着大师兄手里的法宝千年寒冰都被敲得粉碎。所有人都震惊了，碧水宗的人最先反应过来，太棒了，我们小师弟赢了，我们小师弟是最棒的，他赢了，哈哈哈！我就说我们小师弟一定会赢。碧水宗的人都欢呼起立。莫问蕊那叫一个欣慰啊，他这一辈子能收到一个相识陆云长这样徒弟，真让他省心啊。凌霄宗的人都慌了，他们的大师兄竟然输了，而且还被打碎了，所有人都不能接受。师傅，你必须为大师兄报仇啊！大师兄是我们凌霄宗的希望，现在他死了，你不能不管他啊！你必须为他报仇。碧水宗的人太嚣张了，竟然连着杀了我们凌霄宗好几个徒弟，现在连大师兄都被他们给杀了。师傅，这事儿你要是再不管，就太让我们寒心了。凌霄宗的徒弟们开始围攻宗主。凌霄宗的宗主不是个好脾气的人，但是平时装作好脾气样子，所以骗过了很多人。整个凌霄宗的徒弟们都以为自己的师傅脾气太好了，所以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去追究碧水宗。但是碧水宗太过分了，若是师傅还不追究讨伐碧水宗，那他们这些人就反了凌霄宗。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的比试，为师不是没帮你们的大师兄，我连千年寒冰都借给他了，他还是输了，这个怪得了谁？
只能说他自己学艺不精。你们还是以大师兄为对象，好好的反省自己吧，免得哪天步了大师兄的后尘。找陆云长要说法，开什么玩笑？他现在要把陆云长收入宗门之下，要是这些徒弟知道他要收陆云长为徒弟，不知道会不会反了天啊？可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已经决定了，像是陆云长这种人才就应该成为他的徒弟。他要不择手段把陆云长弄到凌霄宗。师弟，你太棒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师弟，你太棒了，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你算是为我们争了一口气。我们凌霄宗要说法的过程中，陆师弟给我们开了个好头啊！师兄们把陆云长抬起来，抛到半空，然后重新接住。莫问蕊也欣慰道：“徒弟，你真给为师长脸啊！相比其他的徒弟，陆云长简直可爱到像是神仙下凡啊！看他的另外一些徒弟，整天每个正形。”莫问蕊准备回去后，号召其他的徒弟们向陆云长学习。恭喜陆公子赢了比试，我为陆公子设置了庆祝活动，请陆公子一定要参加啊！凌霄宗的宗主够了过来，他笑的那叫一个和蔼，和蔼到让人想起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吧？莫问蕊冷着脸问道。我徒弟赢了，自然应该是由我给他开庆功会，你争哪门子先？你们现在不在碧水宗，你怎么给陆公子开庆功会？还是让我来开吧。加上欢迎陆公子来我们凌霄宗的欢迎会，两个一起，也请碧水宗的宗主来一块热闹热闹。凌霄宗的宗主立着眉毛，像是要吃了碧水宗似的。碧水宗宗主也没好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会那么好心欢迎我们？凌霄宗宗主很直接，我当然不是欢迎你们，我从来没有欢迎过你，也没有欢迎过你的徒弟们，我只欢迎陆公子一个人。你身为死对手的碧水宗宗主气得都要吐血了。你当初请我们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废话，我当时要是这么说，你们还会来吗？两个人差点吵起来。陆云长觉得两个宗主这么吵架太有失颜面了，就不能淡定点？嗨嗨，请问几宗主，你准备的庆祝会什么时候开始？凌霄宗的宗主面读陆云长的时候立刻换上了笑脸。陆公子，庆祝会马上就开始，这边请，我带你过去。凌霄宗的宗主有两副面孔，一副用来对付所有人，跟自己的徒弟跟对碧水宗都是一副面容，冷淡漠然，不关心对方是生是死，他只关心他自己。但是对陆云长的时候就是另一副和蔼的面孔，好像他是世界上对陆云长最好的人了，关心陆云长的一切，要是陆云长擦破了一点皮，他都会大惊失色，好像他根本不关心自己，只关心陆云长。碧水宗的宗主实在看不惯他的嘴脸。凌霄宗宗主把大家带到了花园。凌霄宗的花园非常大，草木茂盛，环境优美，在一块大型的悬浮山崖之上。走到山崖边，可以欣赏到瀑布一落而下，浩瀚澎湃。这儿环境真不错呀！碧水宗的宗主感慨了。莫问蕊在碧水宗长大，碧水宗从没有环境这么好的地方，简直仙气飘飘啊！他以前也来过凌霄宗好几趟，是来找凌霄宗的人打架来了。当时两个宗门之间剑拔弩张，凌霄宗当然不会请自己来这种地方做客。这次还真是沾了徒弟陆云长的光啊！这种好地方，如果是碧水宗的地铺，多好啊！莫问蕊顿时起了占用的心。如果真的成了碧水宗的地盘，以后徒弟们想找个地方野餐，也就不用在河边差点被蚊子吃了，来这种地方喝个小酒，岂不是美滋滋？哎呀呀，这么好的地方，凌霄宗那帮子狗东西哪儿配啊？只有他们碧水宗才能配得上啊！现在莫问蕊满脑子都是怎么占有了凌霄宗的山头。陆云长肚子饿了，坐下来就大吃起来。师妹，说实话，这儿环境特好，就是东西的味道还不如你家的厨子做的。公孙乐乐一听就抿着嘴笑起来。师兄，其实我们家的环境也不错，以后等你有空了，我带你去我们家做客。陆云长点头，好啊。可是心里想到，你们家的环境再好，也是一个家，地方肯定没有这儿大，怎么可能比这儿好呢？正在吃着东西，凌霄宗的宗主又找了过来。陆公子，我有几乎话想跟你说，不知道你方不方便？陆云长心道，你咋那么烦人呢？没看到我正在跟师妹唠嗑吗？不过表面上的功夫还是要做低。季宗主说吧。陆公子这边请。凌霄宗的季宗主在前面带路，陆云长跟在后面，他们两个来到一个山后的小亭子里。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的悬浮小岛上的葱翠树木，还有类似凤凰的鸟儿展翅飞翔，这儿可真好。当然，我们凌霄宗延续了上千年，不是一般的小宗门能比得了的。凌霄宗宗主骄傲地说道。相比这样的美好，守护起来一定很花力气吧？听了陆云长的感慨，凌霄宗宗主顿时觉得自己找到了知己，果然还是陆云长能理解他。没错，想要守护这样的美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比方说，总门的人数就不能太少，因为人气滋养环境，环境也滋养人气，所以人气中的正能量一定要比负能量来得多。有的时候宁愿让徒弟笨一点，也不能让他们太坏了。陆云长就呵呵了，难道凌霄宗的徒弟们还不坏？凌霄宗宗主说道，他们坏是因为他们以为那样就是好的，其实凌霄宗的徒弟们心思都很单纯。陆云长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接着说刚刚没说完的话。所以你们为了宗门中的人气不被破坏，就不让徒弟去猎杀妖兽是吗？找了一些江湖上的死士代替你们宗门的徒弟去了碧水宗禁区猎杀妖兽，在以前没找到死士之前，就让宗门里最低层级的弟子去，美其名曰历练，但是那些弟子纯粹就是送人头，他们对猎杀妖兽没有一点作用。猎杀妖兽的任务就全都集中在碧水宗头上，每隔5年碧水宗就会损失大量优秀徒弟，所以不发把宗门发展壮大。这就是凌霄宗想要的结果吗？陆云长问凌霄宗的宗主。凌霄宗的宗主没想到啊，陆云长在这儿等着他呢。
你说的也有一部分原因，哎，毕竟凌霄宗太大了，想要保持凌霄宗的现状，要付出太多东西。至于妖兽，等凌霄宗的人强大到一定程度，一定能一举歼灭妖兽，但不是现在。现在每隔5年，各个宗门被妖兽牵绊住，无法大力发展自己宗门的势力，所以5年妖兽必然肆虐的情况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并不会有所转机。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拼命提升自己，才能将妖兽一举歼灭。凌霄宗的宗主握着双拳，说得激昂振奋，仿佛凌霄宗正在蓬勃发展，用不了多久就能把碧水宗禁区的妖兽一举歼灭了。陆云长差点就相信了，但是他进去过禁区，跟着师兄们一起猎杀过妖兽。虽然在系统兑换好物的帮助下，他们全身而退，甚至在猎杀妖兽的时候，多半还跟玩乐一样。但是他真切地感受过禁区内部的恐惧。凌霄宗宗主确实有凌云壮志，说的好像也没错。如果凌霄宗真的能像他说的那样做了，似乎对整个大陆的人而言也是好事儿。但是，每隔5年的恐惧全都由碧水宗来承担。凌霄宗的人感到受过那种恐惧吗？没有。一个根本不知道禁区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的人，陆云长不相信他能做到他说的那样，只是借口而已。还是想要维持凌霄宗现有的一切，因为凌霄宗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的平衡。如果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偏差，比方说弟子不足，造成了人气不足，或许凌霄宗就会走向塌陷的道路，无法回头，只能期盼着塌陷的那一天能快点到来。陆云长不说话了，他没有必要去反驳凌霄宗宗主，因为就算是反对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凌霄宗的宗主就是那样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混蛋。混蛋无法被改变，只能被消灭。他总有一天要干掉整个凌霄宗，让凌霄宗的人为自己素未谋面的师兄们陪葬。陆公子，其实我找你过来，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凌霄宗。陆云长不感兴趣，我现在在碧水宗待着很舒服。这话倒是真的，天天日上3竿了才起床，然后去食堂看看有神吃的，这一天就悠哉悠哉的过去了。他挺喜欢这样的日子，像是废柴的日子，但是他不觉得这是废柴的日子。凌霄宗倒没有废柴的日子，但是一个个都是混蛋。而且凌霄宗的徒弟们人做的事儿，也并未是徒弟们想做的事儿。凌霄宗宗主就亲口说，凌霄宗的弟子们是笨蛋。凌霄宗的弟子也是炮灰，只不过是外表光鲜的炮灰。碧水宗每5年当一次炮灰，但是凌霄宗的人在平时也是炮灰，只不过是快乐的炮灰，并不知道自己的炮灰，还以为子集是天之骄子。反正都不咋地，还是待在碧水宗吧。对于陆云长来说，他有系统加持，所以能尽情摆烂，干啥非要去凌霄宗参与？丛林竞争？没必要啊。陆公子，你可能不知道，你来了凌霄宗后，我立刻让你顶替凌霄宗大师兄的位置，成为我的关门弟子，并且成为真个凌霄宗的大师兄，所有的弟子都会敬仰你。你的日子肯定要比在碧水宗自在的多。只要你能加入我们，条件随便你开。而且我们的凌霄宗比碧水宗更大，能给你更好的发展前途。像你这样的人，他不应该委屈在碧水宗那样的小宗门，你就应该来我们这样的大宗门。凌霄宗主热情地说道。陆云长他差点就被感染了，说的真是太好了。没错，像他这种人才，确实应该后面自己想一想。于是陆云长就会自己想了想。凌霄宗主一直在等待陆云长的回答，终于他悠悠地开口，我还是想大胆碧水宗。凌霄宗主非常失望，不明白陆云长为什么会选择待在碧水宗。那个小地方到底有什么好？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呢？你难道想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吗？凌霄宗轩义愤填膺地大喊。其实面对他的说辞，他差点也要被说动了。但他是进过禁区的人，进过禁区的人跟没进过禁区的人是两种人。进入禁区的人好像染上了一种黑色，这种灰色可以轻易地过滤到很多的浮躁，你能让人静下心来辨别真伪。他的心告诉他，凌霄宗宗主说的不靠谱，于是他就给拒绝了。尽管他有依靠的判断力，但是在凌霄宗宗主眼里，陆云长此刻的选择是错的，因为他觉得陆云不学无术，只要是选择碧水宗，那就是在选择不学无术啊。碧水宗算什么东西？在凌霄宗宗主纪瑶光的眼里，碧水宗算个屁啊！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废物才会选择碧水宗，像是陆云长这种人才，不应该委屈在那种小地方。不，我已经选择了碧水宗。陆云长坚定地说道。凌霄宗主诧异地问道，为什么碧水宗那种小地方怎么容得开你这尊大佛呢？凌霄宗的宗主十分感到十分惋惜，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陆云长会甘愿待在碧水宗那种破地方，能有什么前途？你现在还小，可能只想找个舒服的地方待着，但是你不知道你选择的宗门会决定你以后的发展。况且凌霄宗的环境比碧水宗好，你待在凌霄宗更舒服。你来凌霄宗后，我会让你做我的亲传弟子，以后这整个凌霄宗都是你的。凌霄宗宗主信誓旦旦地说道。现在只要能让陆云长加入凌霄宗，让他干啥都行。当初跟碧水宗争夺陆云长的时候，碧水宗宗主舍得下血本，直接让陆云长当亲传弟子，以后把整个碧水宗交给陆云长。当时他没敢那么干，毕竟碧水宗只是个小宗门，就算是解散了又咋样？交给陆云长做呗。但是凌霄宗不一样啊，凌霄宗是大宗门，万一陆云长没有管理宗门的能力，却把凌霄宗交给了他，那凌霄宗的未来不就完蛋了吗？尽管凌霄宗的宗主开出了优渥的条件，但是陆云长不为所动。他从去禁区猎杀妖兽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决心，一定要待在碧水宗，并且把碧水宗建设成全大陆最强宗门。季宗主，不用再说了，我不会去你们凌霄宗，你们的宗门就算是再大再厉害，跟我也没关系。凌霄宗宗主追着他问，为什么呀？凌霄宗比碧水宗好那么多，你为什么不来凌霄宗？简直不可理解呀！难道陆云长脑袋有问题？
放着那么好的凌霄宗不加入，偏偏要在碧水宗自生自灭吗？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不是比哪个宗门更强大，而是我觉得你们凌霄宗风气差，不地道。我陆云长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绝对不会去凌霄宗为虎作伥。我劝你就死了那条心吧。陆云长白了凌霄宗宗主一眼，转身走了。看着陆云长决绝的背影，凌霄宗主一阵懵逼。凌霄宗怎么不地道吗？他们凌霄宗没干啥啊？这其中肯定有误会。凌霄宗主立刻要追过去，想跟陆云长解释一下，可是却被半路碧水宗宗主拦住了。我徒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看不上你们凌霄宗，你死缠打烂打有意思吗？莫问蕊给陆云长点赞，不愧是他当初手下的亲传弟子，他就知道陆云长这种人才一定有着过硬的道德水准，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放心把碧水宗的未来交给他。好啊，你竟然偷听我们说话！凌霄宗的宗主顿时火大，只有小人才偷听别人说话。要是陆云长知道碧水宗宗主是小人，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不是我偷听，我是光明正大的听，以我是修为，即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听到，所以我怎么算是偷听？倒是你啊，修为比我差远了，竟然没发现我听你们说话。碧水宗宗主鄙夷的回答，他见缝插针的针对凌霄宗宗主。凌霄宗宗主刚才大意了，作为凌霄宗的宗主，纪瑶光的修为并不在莫问蕊之下，只不过刚才他只想着拉拢陆云长了，没想到莫问蕊会偷听他们说话，真不要脸！一个小宗门而已，也敢出口狂言，你的修为怎么可能在我之上？你只是我的手下败将。当年的各宗主比试中，莫问蕊输给了纪瑶光，这也是莫问蕊心里不能提起的痛，因为太丢人了。要不是你给我吃的饭里加了巴豆，我会因为憋着不拉裤子而输给你吗？不要脸是凌霄宗啊！纪瑶光个婊砸！当初他们去凌霄宗参加宗门比试，凌霄宗给他吃的饭里加了巴豆，要是放在平时还好，他能够靠修为忍住了不上茅房，但是在比试中，他要把全部精力用来对付纪瑶光啊，怎么忍得住啊？结果差点拉了，还好最后一刻他还是忍住了没拉出来，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瞬间的走神，他输给了纪瑶光。莫问蕊心里那叫一个恨啊！碧水宗主每时每刻都恨不得手撕了凌霄宗主。哼，赢了就是赢了，你管我怎么赢的呢？从那以后，我们凌霄宗名气大增，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好处，你们碧水宗名气一落千丈，收徒弟都收不了几个了吧？我告诉你，结果最重要，你别管过程怎么样，我就算是在过程中动点小手脚，也没人会在意。凌霄宗纪瑶光的厚颜无耻把莫问蕊给震惊了，见过不要脸的，但是没见过你那么不要脸的，你们一定会后悔。莫问蕊此刻的愤怒在凌霄宗纪瑶光眼里只是无能狂怒而已。呵呵，我后悔？我没什么可后悔的，因为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就是赢，就是打败碧水宗，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为啥要后悔啊？明明就是碧水宗太笨了，才让凌霄宗有可乘之机，这只能怪碧水宗不小心，怎么能怪凌霄宗呢？他纪瑶光只是看出了碧水宗轻信他人的漏洞，然后加以利用而已。莫问蕊那叫一个生气啊！行啊，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呵呵，但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永远得不到。陆云长永远不会成为你的徒弟，就算是你用诡计赢了我，老娘不在乎。有本事你把陆云长赢过去啊！莫问蕊知道纪瑶光对陆云长的看重，知道纪瑶光十分想收陆云长做徒弟，所以故意拿这事儿刺激纪瑶光。果然有用，纪瑶光脸色变得很难看。你少给我幸灾乐祸，我一定会让陆云长成为凌霄宗的徒弟，到时候你就后悔去吧。莫问蕊知道纪瑶光多想让陆云长加入凌霄宗，所以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让纪瑶光觉得难受。果然啊，纪瑶光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你别的意思太早了，总有一天我会让陆云长加入凌霄宗，到时候你们碧水宗就没有崛起的期望了，你就找地方哭去吧。哈哈哈！凌霄宗宗主纪瑶光放声大笑，他想要在气势上镇住碧水宗的莫问蕊，但是莫问蕊也跟着放声大笑。哈哈哈！你太异想天开了，刚陆云长已经拒绝你了，并且他决绝你的理由就是觉得你们凌霄宗无耻，觉得你纪瑶光不要脸。你以为你的那些手段对陆云长有用吗？我徒儿可不像我一样好脾气，要是你敢给他使绊子，小心他灭了你凌霄宗。还有，要是你真的敢给陆云长使绊子，像你曾经对我干过的那样，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莫问蕊恶狠狠地威胁纪瑶光，然后转身走了。纪瑶光心里那个恨啊，但是他知道莫问蕊的厉害，莫问蕊的修为不在他之下，甚至还在他之上，只不过莫问蕊那个人平时是个愣头青，对于管理宗门事务一窍不通，而且对于宗门间的争斗也反应迟钝，唯一的一次快速反应就是在收陆云长做徒弟的时候，直接开出了最优厚的条件，陆云长成了凌霄宗跟碧水宗争夺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修改了纪瑶光跟莫问蕊的天命之书，当然这个只有他自己知道，莫问蕊跟纪瑶光不知道。不过他进入莫问蕊的碧水宗后，确实为碧水宗干了很多好事儿，比方说去禁区猎杀妖兽的事儿。如果不是陆云长从系统里兑换了结界水晶发给碧水宗的每一个徒弟，那么碧水宗在禁区里肯定损失惨重，可以说整个碧水宗的人都是被陆云长所救，所以陆云长在碧水宗的地位也瞬间高涨。他以前只是碧水宗的一个小师弟，被是所有人当成废物，师兄们虽然不会欺负他，但是也不会把他当回事儿。可是自从他在禁区救了碧水宗的师兄们后，所有的师兄们都恨不得跪下跟他叫义父，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别人叫自己义父，义父，义父。
义父。陆云长就是在这一声声的义父中，差点迷失自己。他在碧水宗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平时睡懒觉没赶上饭点的时候，他的师兄们的会给他留饭；修炼的时候他偷懒，没听到师傅在讲什么，师兄们的会做好笔记给他看，甚至还会帮着他一块修炼。而且陆云长有系统加持，等到积分够了，直接购买功法，不用修炼也能增长修为。所以对他来说，待在碧水宗是无比正确的选择。但是凌霄宗的宗主不那么认为。身为凌霄宗宗主的纪瑶光觉得陆云长简直就是想摆烂。在碧水宗那样的小地方，能成什么大事儿？就算不是为了凌霄宗，只是为了陆云长自己，也必须把陆云长弄到凌霄宗。可是用什么办法呢？凌霄宗主纪瑶光向来是个不择手段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2年内扩张宗门，从原本宗门排名中的第10名，现在一跃成为一名存在。他相信，只要他想干，就一定会把事儿干成。碧水宗的人很要脸，那他纪瑶光就采取不要脸的方式。还是那句话，只要能拿下陆云长，他干什么都乐意。碧水宗的徒弟们在高高兴兴地参加凌霄宗准备的欢迎仪式，只有莫问蕊觉得不大对啊。他们是来要说法的，不是来享乐的，正事儿还没干呢。嗨嗨，我们碧水宗今天过来，就是想跟凌霄宗的人要一个说法。为什么你们不让本宗门的弟子去猎杀妖兽？你们在猎杀妖兽的事儿上搞小动作，保护了你们自己的宗门，但是你像没有想过其他宗门？每一次猎杀妖兽的时候，都是我们碧水宗的人出力最大，损失的弟子也最多。你们凌霄宗这么干，太不人道了吧？莫问蕊生气地质问。但是凌霄宗的纪瑶光像是没听到一半，根本没回答莫问蕊的问题，反而关切地问陆云长要不要再来兔子肉。纪瑶光的人影让莫问蕊十分生气。陆云长摇摇头，不用了，纪宗主，要是那耳朵没聋的话，还麻烦你回答我师傅的问题。陆云长说，还很不客气。莫问蕊欣慰地看了自己徒弟一眼，太好了，他的徒弟跟他站在一起，跟凌霄宗划清界限了。凌霄宗宗主脸色再次变成了猴子屁股。什么话啊？陆云长竟然对他说那种难听的话，他那么看重陆云长啊？可是陆云长毫不领情。李凌霄宗主真的怒了，他本来即考量自己没有错，站起来就指着陆云长反击。陆云长，枉费我对你那么好，竟然不领情，对我说话的时候还那么不礼貌，你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我过分？陆云长惊讶地指着自己，他过分吗？拜托婶子，是你先不搭理我师傅，你对我师傅的所作所为就不过分吗？你对别人摆着一张臭脸，别人还要对你友好，你想什么呢？陆云长很不客气地对了回去。凌霄宗的宗主想发火，但还是忍住了，必须忍住，不能让陆云长看到他脾气不好的一面，他一定要想办法拿下陆云长。我想了想，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向你道歉。凌霄宗的徒弟们一听，个个都惊呆了，这还是他们的宗主吗？竟然向碧水宗的人的道歉？师傅，真是的，向碧水宗的人道歉，简直拉低了我们的身份啊！师傅是不是有毛病啊？若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向碧水宗的道歉。师傅是凌霄宗的宗主啊，怎么能向碧水宗服软呢？徒弟们都觉得师傅不应该这样做。陆云长也没想到凌霄宗的宗主能做到这一步，太能装了吧。很明显，凌霄宗的宗主已经生气了，并且凌霄宗的宗主觉得他没错，都是碧水宗和莫问蕊的错。但是为了能给陆云长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他才装作很和善的样子，但是却惹恼了凌霄宗的弟子们，因为弟子们不知道他是装的，还以为他真的对碧水宗那么和善。你不应该向我道歉，而是应该向我师父莫问蕊道歉。纪瑶光于是说道，对不起，莫宗主，刚才都是我不好，是我太急着关心陆公子，没听到你的话。莫问蕊就呵呵了，鬼才信呢，没听到他的话，怎么可能？垃圾贱人！莫问蕊小声嘟囔，声音非常小，但是以纪瑶光的听力还是能听清楚。莫问蕊，你说什么？你竟然敢骂我！纪瑶光十分生气，都顾不上伪装了，指着莫问蕊的鼻子质问，我这么小的说话声你都听见了？那我刚刚的声音比这个大多了，你为什么听不见？你身为一个宗门的宗主，连点礼貌都没有，还不如路边的一个乞丐呢。莫问蕊，你太过分了！凌霄宗的宗主大吼一声，到底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我正要问你，为什么不派弟子去猎杀凶兽？猎杀凶兽的活儿都落在我们碧水宗的头上。你们知道我们碧水宗的损失有多大吗？每隔5年，碧水宗禁区的妖兽就会迎来一个爆发期，必须在这个时间控制住妖兽的数量，不然等着小妖兽们长大，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禁区里妖兽太过，很有可能会冲破结界，危害整个人界。这也是为什么每隔5年就要猎杀妖兽。这事儿本来应该是所有人的宗门都一块干，每个宗门都派弟子去碧水宗，和碧水宗的人一起在禁区里猎杀妖兽。可是每次其他的宗门都会想法子逃避责任，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徒弟死在禁区，他们知道猎杀妖兽的风险，妖兽太厉害了，每次去猎杀妖兽都要死好几个徒弟。若是死了平通的徒弟还好，如实死了优秀的徒弟，那简直就是宗门的不幸。于是其他的宗门开始派最差的徒弟去禁区，后来就先最差的徒弟都不干了，然后就开始在江湖上找死士，花钱让死士加入宗门，然后让死士去禁区。莫宗主，我们这样做有错吗？纪瑶光冷笑着问道。我们这样做既保证了有人能去猎杀妖兽，也保护了我们自己宗恩的徒弟，我们这样做有错吗？倒是你莫问蕊，你们每隔5年都要死那么多徒弟，但是你却从来不想办法改变这一切，你不配当师傅，你一点也不负责任，你不配教徒弟。
纪瑶光冷笑着说，他十分看不起碧水宗的自以为是，让徒弟去禁区就能说明碧水宗是正义感强吗？碧水宗觉得自己猎杀了妖兽，保护了天下吗？但是碧水宗保护自己的徒弟了吗？每一次去禁区都是拿着命在减少妖兽的数量，每隔5年就来那么一次，让徒弟们平白无故的牺牲。他们进入宗门是为了提升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却可能在猎杀妖兽的过程中毙命，这对他们来说不公平。为了解决这种不公平，所以凌霄宗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从江湖上找几死士，这样要花很多钱，也同样要花很多精力，让那些死士去禁区里猎杀妖兽，反正猎杀妖兽用的就是以命搏命，死士去干那种活正好。我们想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平请死士去禁区猎杀妖兽。既然猎杀妖兽这种事儿基本上就是以命搏命了，为什么不花钱让别人去，而一定要让自己的徒弟去送死呢？太不把自己徒弟当回事了吧。莫问蕊，你所谓的让徒弟去禁区，说起来很负责任，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你徒弟的利益。你这样的人简直又愚蠢又虚伪，而且这种事儿发生了好几次了，我们前面几次都是那么干的，你为什么前面几次没来找我要说法，现在跑来找我要说法，是因为自己的徒弟死的太多，你也心疼了吧？可是你徒弟死不死是妖兽们决定的，又不是我们凌霄宗决定的。听了纪瑶光的话，莫问蕊愣了半天。他们得，纪瑶光个混蛋说的很有道理啊。碧水宗的弟子们也都面面相觑。确实，既然去禁区猎杀凶兽就是以命相搏，那为什么不花钱请几个死士呢？这样的话，本宗门的徒弟就能幸免于难了。这个碧水宗都陷入了对莫问蕊的怀疑当中。那些死士如果特别有能力，为什么会去当死士？陆云长突然好奇地问道。整个碧水宗的人都看起的看向他，因为他们需要钱吧？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去当死士呢？大师兄回答。陆云长点点头。如果我们这些人从碧水宗顺利结业后，即便是很需要钱，但是用得着当死士吗？陆云长接着问道。大师兄摇摇头，当然不需要。我们就算是再不济，去大户人家当个侍卫，工钱稳定，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同事拿的比死士要多。那为什么会有人去当死士？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通过卖命拿更多的工钱。大师兄好像是悟了。陆云长站起来，用筷子敲了敲杯子，引起了所有人都注意，然后大声说道。所以说啊，死士的能力本来就在我们这些宗门徒弟之下，他们两个才能盯上我们一个人吧。可是今年凌霄宗只雇佣了3个死士，这么几个人够干啥的？你起码雇上20-30个，这事儿我们就不说什么了。陆云长的话让大家伙恍然大悟。哼，原来是这样啊！凌霄宗的宗主真会胡搅蛮缠啊！刚，我差点以为他说的是对的。我也是，哎，我们碧水宗的人就是太单纯了，竟然差点被纪瑶光骗了。碧水宗的人都在摇头感慨。陆云长无奈耸耸肩，我就说你们平时太笨了，但是小心眼太多。为父曾经教育过你们，为人正直，但是脑子不能笨。义子们太令为父失望了。陆云长长的叹了口气。其他的师兄们都特抱歉。义父，对不起，我们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以后我们不会了。义父，还是义父聪明，一下子就识破了凌霄宗的阴谋。我们以后跟着义父就不担心吃亏了。义父明察秋毫啊！我敬义父一杯。碧水宗的师兄们拍着陆云长的马屁，就连叶灵看向陆云长的眼神的都带着钦佩。这个陆云长有2把刷子，天命之书写的果然没错。虽然陆云长现在的修为不是很高，但是他未来能拯救他。而且通过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儿，他算是看出来了，陆云长确实是个福星。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运气不会差。况且陆云长脑子挺好用，叶灵一向喜欢有能力的人，或者是脑袋好用的人，长得要是再帅一点就更好了。正好这3样，陆云长都占了。陆师兄，你真厉害！公孙乐乐笑着拍着，脸上露出2个好看的小酒窝。那当然了，你师兄我厉害的地方多着呢。师妹，你以后多关注我一点，能发现我更多优点。陆云长说完，一眨眼睛冲着公孙乐乐抛了个媚眼。公孙乐乐没有其他女孩子那样的扭捏，爽朗的笑着。叶灵被气得半死。拜托，大庭广众之下，你们能不能检点一点？还有陆云长，你是我的未婚夫，你这样当着我的面调戏别的女人不太好吧？叶灵真的要被气死了。陆云长是忘了跟他有婚约吗？对公孙乐乐可真上心啊！拜托，咱们大陆3妻4妾是正常现在，我可以娶3个老婆，就算是你已经占了一个我老婆的位置，但是还有2个老婆的空位啊。陆云长没记错的话，在这片大陆上真的是3妻4妾。男人只有钱就能娶3个老婆4个妾室，无数个外室。因为大陆上的男人少，女人多，修炼有风险，有很多人在修炼的过程中走火入魔了，所以防止有些的女孩子找不到男人，就只能委屈男人3妻4妾。现在的男人能3妻4妾，还要多谢那些在修炼中走火入魔的道友，已经安歇终身不娶的道友，还有互相残杀的道友。多亏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才导致大陆男女比例失衡严重，女人太多，男人太少。陆云长这样的人就能找更多老婆了。哈哈哈！莫文蕊紧紧握着拳头，马上就要爆发了。纪瑶光，你好歹也是个宗主啊，说话就跟放屁一样，我差点就信了。你嘴里能有一句实话吗？莫文蕊此刻的表情像是要吃人，他真的差点就信了凌霄宗宗主的话。刚刚他一直在自责，为什么以为自己那么笨，没想到请死士，而让碧水宗的弟子们去送死。可是冷静下来一想，大陆上哪有那么多死士啊？凌霄宗确实每一次只找来3-4个死士，
这么点人，修为又差，在猎杀妖兽的事儿上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每一次猎杀妖兽，还是碧水宗的人出人出力。凌霄宗的宗主淡定地看着莫问蕊，纪瑶光心里冷哼：傻缺，我说了你就信啊？那只能说明你自己脑子不好使，怪不得别人。但是嘴上他当然不会承认，我说的都是实话。是陆公子想多了，真是的，陆云长太聪明了吧？要是没有陆云长，小小的碧水宗早就被他玩得团团转了。这次来凌霄宗要说法这事儿，恐怕也是陆云长挑唆的。陆云长留在碧水宗，让碧水宗变得难对付了。以前碧水宗就像是个软柿子，他想捏就捏。可是今天软柿子就让找上门来了，还杀了他3个徒弟。他想让陆云长加入凌霄宗没错，但是如果就这样放碧水宗离开，那凌霄宗的徒弟们恐怕不会同意，他们可能会造反。必须让碧水宗付出点代价。我们凌霄宗向来把从门徒弟的安危放在第一位，想方设法的保护我们的人，这有错吗？我可去你的吧，纪瑶光你个混蛋，你的嘴巴就算是说出花来，我也不信你了。莫问蕊被纪瑶光骗了几次，被陆云长点醒了几次后，变得聪明了不少。他也不跟纪瑶光废话了，直接上飞扑过来跟纪瑶光打在一起。2个人的实力相差无几，打了个昏天黑地。陆云长啃着鸡腿，淡定地看着莫问蕊跟纪瑶光对打。兄弟们，我赌10个金币，咱们师傅一定会赢。我也赌咱们师傅一定会赢。所有的碧水徒弟们的都赌莫问蕊会赢，因为他们要支持自己的师傅。但是这样的话，没有人赌纪瑶光赢，没法赚钱啊。于是碧水宗的徒弟们盯上了凌霄宗的徒弟们，赌一把，你们敢不敢赌你们的宗主赢啊？虽然你们宗主比不过我们宗主，但是你们好歹支持一下纪瑶光吧。面对碧水宗弟子的嘲讽，凌霄宗的弟子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我们当然会支持我们宗主。我们宗主比你们莫问蕊厉害多了，你们碧水宗的宗主是个傻缺。上次整个大卤蛋宗主比试上，我们宗主拿了第1呢，你们宗主差点拉裤子，当时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哈哈哈，不知道你们宗主这次能搞出什么洋相。凌霄宗的弟子们还击，2个宗门的弟子开始吵架。行了，陆云长大喊一声，现在是吵架的时候吗？再不下注莫问蕊纪瑶光就打完了，你们到底下不下注？你们到底敢不敢赌你们宗主赢？陆云长今天要小赚一笔。凌霄宗的弟子们大多数都很有钱，他们看不上是个金币的赌注。我们赌100个金币，我们凌霄宗的宗一定会赢，你们就走着瞧吧。我也赌100个金币，你们那些碧水宗的穷鬼，你们敢不敢赌啊？凌霄宗的弟子们觉得碧水宗的人一定没钱，但是碧水宗的人跟了。好啊，不就是赌100个金币吗？我跟了，我也跟了，我一个跟，这一次我要赢了呀！哈哈哈。碧水宗的弟子们虽然钱不多，但是每个人身上还是有100个金币滴。上次莫问蕊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些钱，连续发了几次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差还不多150个金币了。这笔钱对他们的大多数来说就是巨款了，但是他们愿意拿这笔巨款来下注，为了给自己的师傅鼓舞士气，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师傅，更加相信自己的师弟。既然陆云长都赌莫问蕊能赢，他们就相信莫问蕊一定能赢，因为师弟是不会跟钱过去低，他不为了支持师傅而做舍本的买卖。双方都已经下注了，就等着莫问蕊跟纪瑶光能分出个胜负。陆云长觉得莫问蕊一定不会输，他对自己师傅很有信心，莫问蕊的能力绝对在纪瑶光之上，再加上莫问蕊有结界水晶的防御，纪瑶光更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这100个金币稳赚，嘿嘿嘿，有莫问蕊这个师傅真好啊，起码前途可嘉。刚进宗门的时候就大手一挥给了他7万金币，后来又给他几次金币，平时可以从莫问蕊哪获得信任值，可以从空间换好东西，现在又用莫问蕊打赌赚点零花钱，爽啊！哈哈哈，说不定当时是因为师傅运气好，所以差点打赢了。大师兄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了这句话。莫问蕊一头黑线，你师傅我靠的是实力，不是运气。莫问蕊之前对自己的实力也没多大信心，因为他不知道凌霄宗宗主纪瑶光的实力到了什么地步。但是通过前2天在凌霄宗的比试，他终于明白了凌霄宗宗主纪瑶光的能力，不过如此，比他莫问蕊差远了。过几天的宗主约架，他肯定能打赢纪瑶光。对这蛋，莫问蕊很有自信，所以他考的是实力，不是运气。师傅，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啊。大师兄嘿嘿一笑，你们几个当时拿为师的胜负打赌了吧？莫问蕊问道。这些徒弟还真是物尽其用啊，他跟纪瑶光对打的生死一刻，徒弟们竟然拿他的输赢赌起来了。师傅托福，我们确实赢了一小钱，嘿嘿。大师兄不好意思笑了，其他的师兄们也都不好意思的笑了，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压住了。趁着这个机会，每个碧水宗的弟子们都小赚了一笔，大家伙儿都特别高兴。师傅多亏了你赢了，我们也跟着赢了钱。大师兄简直美滋滋，现在你徒弟我已经有200金币的身价了。其他的师兄们也嘿嘿的笑起来，他们跟大师兄一样，现在身价都从过去的100金币涨到饿了200金币，每个人都喜滋滋。师傅等到改天，你跟凌霄宗的纪瑶光拼命的时候，我们还会下注赌你赢，你一定要给徒弟们争口气啊！大师兄情深意切的说道。莫问蕊无奈的摇摇头，知道了，我的徒儿们，那天我跟纪瑶光是要搏命啊，不是他死救我亡，我肯定会尽全力啊。唉，改天他就要去跟纪瑶光拼命了，他的徒弟们还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一点都不关心他这个师傅啊。就在他们正在说的时候，有人过来说有凌霄宗的弟子过来找叶灵。谁啊？
我跟凌霄宗的人不熟。叶灵觉得很奇怪，他好像是叫傅月明，说从小你就认识他。师兄们一听都起哄，哇哦，原来是青梅竹马呀！提说那个傅月明十分厉害，是地灵根，比叶灵还有天赋呢。是啊，当初他的灵根觉醒的时候，整个大陆的人都震惊了，因为从大陆开始到现在，还只出现过2个地灵根，他就是其中一个。师兄们对傅月明都很好奇，都想一块去见见他。叶灵本来没想去见傅月明，但是又一想，或许那样可以让陆云长吃醋。谁让陆云长整天都跟公孙乐乐在一块？叶灵都有点吃醋了，于是他就去见了傅月明。碧水宗的其他的弟子们都跟在他身后一块去，因为大家伙儿都想见见这个大陆第一灵根的风采。上次我们去凌霄宗的时候，你好像并不在啊？叶灵好奇地问道。他确实从下跟傅月明一块长大，所对傅月明十分了解。如果上次傅月明在凌霄宗，他绝对不会允许碧水宗的人在凌霄宗做出过分的事儿。在他的印象中，傅月明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嫉恶如仇，估计他也不赞同凌霄宗干的事儿。可是身为凌霄宗的弟子，他也没办法改变什么。这也是了陆云长第一次见到傅月明，觉得那个家伙长得挺帅啊，不亏是原著里的男主，而且还挺有能力。他要是书里的女主，也会喜欢上那种人。记得书里的男主出场没多久，他这个炮灰就嘎了。虽说他现在不是以前的他了，但是还是小心点比较好。陆云长现在的生活刚开始，他不想就这么嘎了。我外出游历了又1年多，最近几天刚回来。傅月明说道。叶灵点点头，原来是这样，我就知道，如果你当时在，一定不会是当时的样子，你一定会阻止我们。也不一定。傅月明笑了笑，我知道凌霄宗也好过一些不好的事，但是我选择了袖手旁观，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事儿我都会插手。傅月明，你跟小时候的样子差了很多，看来你真的变了。叶灵觉得稍微有点惋惜，以前的傅月明在他的眼里是非常厉害的存在。叶灵还曾经把傅月明当成自己的偶像，想要长大后变得像是傅月明一样厉害。只是后来傅月明家里发生了变故，他整个人好像是变了很多。反正从他家发生变故落寞了之后，整个人就从来都没笑过了。不过还好，傅月明非常争气，进入凌霄宗后成了凌霄宗宗主的关门弟子，以后整个凌霄宗都是他傅月明的。叶灵也由衷的为傅月明感到高兴。你现在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叶灵觉得傅月明应该不是单纯的来看自己的，因为从小虽然是青梅竹马，但是傅月明其实都有点看不上他叶灵，因为他比他差，各方面都比他差，不管是灵根还是家世，还是哥哥人能力，他都比不上傅月明。并且叶灵从小到大的目标也一直都在追赶傅月明，可以说从小叶灵就生活在傅月明的阴影下，好像傅月明是他这一辈子都追不上的人。我来找你是想问问你为什么会来碧水宗，以你的能力完全能去凌霄宗啊。像是叶灵这种人在凌霄宗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因为凌霄宗更大，是大陆上有名的大宗门，属于更大的平台。但是碧水宗太小了，而且这种小宗门都过于是松散，在这种地方待久了就会变得懒散了，长时间这样下去整个人就废了。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叶灵会选择碧水宗，所以才过来问问。如果他没有去游历，在叶灵加入碧水宗的第一天，他就会过来问了，以为机缘巧合。叶灵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他加入碧水宗完全就是为了陆云长啊。可是这种话不能说出来，以为陆云长和其他的师兄们肯定都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要是他把真话说出来了，一定会被嘲笑吧。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对陆云长太上心，就像是以前那样，觉得陆云长没什么，可嫁给他也可以不嫁给他，可以以为他家庭好有能耐就嫁给他，也可以以为他是个废物就立马退婚，那样就挺好。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有时候离不开陆云长了，这让叶灵觉得有点恐慌。机缘巧合是什么意思？傅月明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内情，不然的话凭借叶灵的心高气傲，不可能会选择进入碧水宗。他说的机缘巧合就是因为我。陆云长突然从人群里站了出来，走到了叶灵的身边。你？傅月明以前见过陆云长，毕竟陆云长和叶灵是娃娃亲，小时候3个人还在一起玩过。傅月明说过叶灵一定不会嫁给陆云长，那是个还是前主的陆云长还哭鼻子呢。陆云长一哭，傅月明就更加看不起陆云长了。当然了，那个时候的傅月明也不太喜欢叶灵，因为当时的他觉得大陆人肯定还有爱叶灵更好的女孩，他当时太笨了，忘了这片大陆可以3妻4妾。傅月明当时只想找一个顶级的女人放在家里，然后吸收点女人母族的产业。可是后来他爹在猎杀凶手的时候被凶手所杀，他就像是变了一人，整个人颓废了很长时间。不过好在他最后终于振作起来了。你说叶灵是为了你才来碧水宗？傅月明觉得十分搞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他了解叶灵，叶灵十分慕强，而陆云长只是一个杂灵根的废物，叶灵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上陆云长的。如果叶灵为了一个废物来了碧水宗，那他就不是叶灵了。不可能，陆云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一个杂灵根吧？叶灵怎么会为了一个杂灵根来碧水宗？叶灵慕强得很，他会给你退亲我不惊讶，但是说他为了你来碧水宗，呵呵，叶灵不会放弃自己的未来跟着你一个废物。叶灵有点不高兴了。刚才陆云长冲出来的时候，他十分不好意思，但是傅月明却左一个废物又一个废物的骂陆云长，这让叶灵很反感。傅月明，如果你真的有你说的那么了解我，你就应该知道我不会喜欢一个废物，更不会跟着一个废物来碧水宗。你怎么意思？傅月明皱眉，你但凡用一丝丝灵力试探一下陆云长，就会知道
他绝对不会是图灵根的废物。叶灵帮着陆云长说话，陆云长并没有多么感激，他还记得自己是废物的时候，叶灵是怎么抛弃他的。他知道，如果自己再次成为废墟，或许叶灵仍然会退清。叶灵对陆云长来说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他不再是废物。他也用叶灵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做废物。放废物的事后，他没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但是不管走到哪儿，总是受尽欺凌。只有成为强者，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你要我用灵力去试探一个废物？叶灵不知道他有洁癖吗？傅月明不愿意那么干。叶灵冷笑，就连亲自试探一下都做不到，就说陆云长是废物。这一刻来，傅月明更像是废物。用灵力试探一下陆云长，只需要把一丝丝灵力打进陆云长体内便可，非常方便。这么容易的事儿，傅月明都不做，说再多有什么用？师兄们，我们离开这里吧。叶灵转走，走向那些正在偷听的师兄们。叶灵，我的话还没说完，你等一等。傅月明上去拉住叶灵，他不想让叶灵继续待在碧水宗，以为碧水宗即将覆灭，他想跟叶灵成为夫妻，借助叶灵家的势力。他以前看不上叶灵，但是现在他需要叶灵。你放开我！叶灵一把甩开傅月明。傅月明太片面了，他暂且稍微试探一下陆云长，只是稍微试探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想知道陆云长是不是废物，真的很容易，稍微试探一下就行了。但是傅月明就是不去做。这个时候的傅月明在叶灵眼里就像是一个高傲的白痴，他不想和白痴继续说话。叶灵，我都是为了你好，你跟一个废物待在碧水宗没好处，你应该想想你的未来。叶家还等着你撞大门没？傅月明说的都是心里话，但是叶灵不那么想，为他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算了吧，傅月明，既然叶灵不想听你说，那你就别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说不定叶灵走的这条路就是对的呢。陆云长拦住了傅月明。傅月明戏笑了，我真不知道你给叶灵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以前的叶灵不是恋爱脑，他跟你在一起明显就是错误的决定。陆云长以前看书的时候对傅月明的印象还不错，这个男主家庭落寞后能力却超群，靠着个人的努力和叶家的帮助，最后走上人生巅峰，是个有天赋并且很努力的人。但是现在看来也太高傲了吧，跟书里不大一样啊，书里还是美化他了。是不是错误的选择？你等到凌霄宗跟碧水宗比试过后，依然会一目了然。陆云长的声音也冷了下去，他现在没有必要跟傅月明解释什么，因为不光是傅月明，恐怕所有人都会觉得碧水宗比不上凌霄宗。只有等读林总算账的那天，把凌霄宗彻底打败，才能让天下人明白碧水宗并不比凌霄宗差。改天的比试，你们碧水宗赢不了。傅月明信誓旦旦地说道。他给纪瑶光吃的戒灵散威力无穷，可以偷来未来的能力，在此刻使用，对付莫问蕊绰绰有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知道碧水宗会输？陆云长同样有信心，碧水宗一定赢。改天的比试之后，若是你们的宗主输了，就会被杀；他若是死了，你们凌霄宗就完蛋了。陆云长说完，拉着叶灵回到了碧水宗，把大门关上了。叶灵，你一定会后悔的。傅月明脸色阴沉地说道，他的一片好心都当成了驴肝肺。就像是陆云长说的，若是宗主再过2天的比试中被杀，对本宗门来说绝非好事儿，可能宗门就没了，因为会被其他的宗门蚕食。但是凌霄宗一定不会失败，被打败的将是碧水宗，被蚕食的也将是碧水宗，因为所有的宗门都已经商量好了要蚕食碧水宗。现在星宿逆转，整个大陆的灵气到了快要枯竭的时候了，各个宗门都辛苦维持着自己的灵气，但是外界已经没有新的灵气生成，若是他们想要发展壮大，就只能去争夺其他宗门的灵气。第一个被盯上的就是碧水宗。叶灵既然痴迷不悟，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傅月明回到了凌霄宗，叶灵回想着这次跟傅月明的见面，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感觉傅月明已经变了，不再是以前的傅月明了。你在干嘛？不会是在想刚刚那个人吧？陆云长看到叶灵坐在树上发呆，也来到了树杈上坐了下来。你还记得他吧？叶灵问陆云长。3个人小时候都见过面，只不过当时的陆云长太菜了，入不了傅月明的眼，所以不管干什么，傅月明总是把陆云长给主动屏蔽掉。傅月明从小就十分骄傲，这一点好像一直都没变。记得小时候还一起玩过。陆云长当然不会忘了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在叶灵的记忆里是个优秀的家伙，但是在他陆云长的记忆里却只是个混蛋而已，没少欺负他。那个家伙从小就讨厌无能的人，长大了也一样啊，而且太自以为是了。就像是叶灵说的，只要傅月明愿意稍微释放一点灵力打入他陆云长的体内，就能试探出他到底是不是废物。但是傅月明认定了他是废物，甚至连试探都不愿意试探。傅月明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我从小就十分崇拜他，因为他不管从哪方面都特别厉害，而且他十分有正义感。可是现在我觉得他变了，肯定是因为家庭的变故让他的心发生了偏移，真想给他把新的轨道正回来啊。叶灵看着漫天的繁星，叹了口气，哇卡卡卡。傅月明在叶灵的心里简直有大男主光环啊。看样子叶灵不会是喜欢傅月明吧？那干啥从跟他陆云长定娃娃亲？哦，忘了，当时的叶灵一直不知道他是废物，还以为他在隐藏实力。那个叶灵心眼已经很多了，但是陆云长还是个单纯的孩子。叶灵以为陆云长在陆家地位低，只能因为隐藏实力才能活得下去，可是没想到陆云长不是在隐藏实力，而是真的没实力。如果他能早点知道，恐怕早就退清了吧。要是早点退清的话，
还能跟傅月明定亲。就连陆云长都觉得叶灵跟傅月明挺般配，毕竟两个人都是原著中的男女主，而且两个人都特别骄傲，还都有点自私自利。原著里傅月明没少利用别人，最后还是成功了，成为了大陆上的最强者，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你有没有想过，傅月明不是变了，只是长大了而已？陆云长也觉得傅月明一直都是那样，因为从小他都见识过傅月明的另一张面孔。真正变了的人不是傅月明，而是叶灵。叶灵以前跟傅月明都差不多，是意中人，看不起别人，觉得自己是最牛逼的人，心里眼里也只容得下十分厉害的人，可以跪舔厉害的人。但是对于普通人，他们的态度十分傲慢，他们觉得普通人只是蝼蚁而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至于废物，那就是应该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东西，不应该让废物们浪费资源，甚至应该像猎杀凶兽一样猎杀废物。那就是以前的叶灵回想的东西。只不过在这段时间，叶灵跟被他陆云长感化，变了很多了，遇到事儿学会了考虑他人。陆云长甚至觉得以前的叶灵跟傅月明一样都有人格障碍，不然咋会觉得生命有高等和低贱之分？你啥意思啊？叶灵皱眉，他觉得陆云长就是单纯的想说傅月明的坏话，因为傅月明一直压着陆云长一头，从小到大都是那样，不管是谁心里都会不舒服。陆云长一直是废物还好，可能慢慢的就认清现实，变得习惯了。但是现在的陆云长已经不是废物了，回想以前被傅月明压制的日子，想必一定很生气吧？我知道你很讨厌傅月明，因为他各方面都挺优秀的，但是你没必须一直记恨他。小时候他对你不好，是因为他还小，不懂事儿。叶灵耸耸肩，其实他想说，傅月明小时候欺负你，是因为你是个废物。他以为当时的陆云长在废物，但是傅月明不会以为陆云长在装废物，傅月明肯定认为陆云长是真的废物。小时候的叶灵也觉得欺负废物不算什么，我小时候也不懂事，我怎么就没欺负别人？陆云长直接一句话给怼回去了，还是觉得自己很厉害，把自己放得比所有人都高，觉得自己可以去践踏别人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你小时候跟傅月明不都那么想的吗？陆云长的话一下子点醒了叶灵，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叶灵也不得不承认，他小时候就是那样的人。或许也正是因为那样，他才能跟傅月明成为好朋友，但是却没有成为恋人，因为叶灵心底觉得那样做不对，可是表面上又被傅月明所蛊惑，因为傅月明太优秀了，优秀到他不管做什么，叶灵都觉得他是对的。傅月明只是长大了而已，他一点都没变。然后你儿也长大了，受到我陆云长的感化，逐渐开始做个好人，所以你就跟傅月明不一样了。叶灵皱起好看的眉头，他觉得陆云长的话很膈应，什么叫做受到他陆云长的感化？说的就跟陆云长比他更了不起似的。但是仔细想想，陆云长说的也有道理，他现在跟以前确实有了很大的区别。在跟着陆云长一起来碧水宗之前，他就看不清碧水宗。当时的他跟傅月明一样，觉得碧水宗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宗派，甚至觉得碧水宗应该被凌霄宗合并，这样才能受到凌霄宗的感染，成为一个大宗门的一部分。不然像是碧水宗这种小宗门，全完就是在浪费资源，既不可能发展壮大，也不可能为整个大陆做出什么贡献。但是跟陆云长一起来到碧水宗后，他发现碧水宗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甚至还有其他的大宗门没有的优点。原来一直都是碧水宗这种个小宗门在维护着整个大陆的安宁，因为每隔5年的猎杀妖兽都是碧水宗的人在认真的干，其他的宗门都只是走个过场而已。但是猎杀妖兽对整个大陆的人来说十分重要，不然的话，凌霄宗和其他几个大宗门也不会对大陆的人宣传是他们在猎杀妖兽，保证大陆的安全。原来都是碧水宗在做，凌霄宗只是耍嘴皮子而已。陆师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以后会注意的。叶灵这次很奇怪，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好脾气的说赞同了陆云长的话。不会吧？叶灵师妹突然悟了，还是说已经生气到极点，都不想说啥了，干脆先同意，然后再找机会报复他。不怪他想得多，叶灵师妹小时候就那么干过啊。陆云长十分惊恐，师妹，我只是最贱说说而已，你姬就算是不同意也没关系啊。陆云长决定还是先开溜吧，以他的能力打不过叶灵。于是陆云长转身就要下树，却被叶灵给叫住了。陆师兄，你再陪我一会儿吧，反正你整天没事做，你回去那么早干啥？叶灵其实很纳闷，陆云长整天都偷懒，不好好修炼，修为到底是怎么增长的？他很想问问陆云长，但是没好意思问，而且也不敢问。若是陆云长完全凭借天赋就能自己让修为增长，根本不需要修炼呢。陆云长只能重心在树杈上躺下来。师妹，你不是生气了吧？你要是生气的话，就当我没说好了。陆云长不想惹麻烦，特别是在女人什么事惹麻烦。叶灵也不是个好对付的女孩，不但修为高，就连吵架都很在行。这样的女人，陆云长可惹不起。不过这一次叶灵并没有发火，这在陆云长觉得更加恐怖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其实仔细想一想，傅月明确实从小就这样，只是因为我当时非常崇拜他，所以只看到了他的优点而已。叶灵叹口气，虽然傅月明有那么多的缺点，但是他照亮了叶灵的整个童年时光。叶灵从小就知道自己比周围的人强，这让他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周围的环境，让他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朋友，同时也让他找不到自己的榜样。而且他有洁癖，不想跟普通人一块玩。但是这个时候傅月明出现了，傅月明简直就是叶灵的白月光啊！只不过现在的他长大了，而且也变化了很多，但是傅月明好像并没有变，
还是以前的那个傅月明，只是单纯的长大了。陆云长只能陪着叶灵说话，叶灵感慨着自己的过去，说自己差点就被傅月明给蒙蔽了。足后陆云长好不容易能回去睡觉了，可把他给困死了。但是大半夜，他突然觉得脖子发凉，睁开眼睛就看到一个影子站在他床头。陆云长差点被吓死，嗷的一嗓子站了起来，黑影向他扑了过来。陆云长赶紧扔出了结界水晶，结界水晶把他包围在里边，然后把黑影给弹飞了。黑影站在窗台前的月光下，陆云长惊讶地发现黑影竟然哪没有影子，怎么回事？黑影不是人类吗？陆云长的后背发凉，影子再次向他冲过来，但是无法突破结界，只能放弃了。黑影直接隐藏进周围的黑影里了。不会吧，那样黑影到底是走了还是没走啊？会不会就一直待在我寝室里啊？陆云长简直要崩溃了好吗？这一下简直没法睡觉了。陆师弟，你怎么了吗？外面响起大师兄们的声音，刚才他叫的太大声，把大师兄们给惊醒了。陆云长开了门，看到大师兄、二师兄他们7、8个师兄都站在外面，还有其他的师兄陆续走过来。陆云长把刚才发生事儿跟师兄们说了一遍，师兄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不会吧，影子没有影子，不是人，不会是陆师弟撞鬼了吧？如果是的话，那事儿咱们解决不了，还是要去找个巫婆才行啊。但是上哪儿找巫婆去啊？几个师兄开始议论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陆云长惊讶地发现师兄们的影子开始晃动，然后一个黑色的人影站了起来，站在大师兄身后。陆云长赶紧把结界再次扔了出去，把所有的师兄们和自己包围在结界里。黑影再次被弹飞了，就在那儿。陆云长指着地上的黑影，师兄们的全都回头看去，果然看到皎洁的月光下，草地上坐着一个黑影。师兄们立刻摆开架势，要跟黑影决一死战。可是黑影却马上就消失在大树的影子下面。别出结界！陆云长大喊。刚刚还想追过去的师兄又跑了回来，还在情急之下把血给跑掉了。那个黑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会不会去找其他的师兄弟们啊？必须通知其他的师兄们才行啊！陆云长点头，提醒大家一定要用结界保护自己。然后他去找莫问，问问他知不知道那个黑影是什么。陆云长来到莫问蕊的房间外面，喊了半天，为师在这儿呢，不用喊。跟叫魂似的。莫问蕊从外面回来，师傅，刚刚发生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陆云长焦急地问道。莫问蕊点点头，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并且把徒弟们都聚集到饭堂，大家都想知道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莫问蕊的解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影子术是一种邪术，很少有人修炼，并且已经失传很久了。这种邪术只有在上古的时候有人修炼，因为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莫问蕊说着摇了摇头。陆云长好奇地问道，什么样的代价？莫问蕊有点不好意思说，挠了挠头。陆云长好像看出来什么了，他上辈子读过一本小说，是武侠小说，叫做《笑傲江湖》，里边有一种武功，需要自宫以后才能修炼。难道说这种影子邪术？师傅，不会是只有割了自己的小弟弟才能修炼这种影子邪术吧？莫问蕊惊讶地看着陆云长，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是……陆云长只觉得下身一紧，师傅你想多了，我是绝对不会修炼那种东西的，我只是听说过而已。莫问蕊这才放心下来。至于他刚才为什么那么紧张，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师傅，那你是不知道谁会修炼这种邪术？陆云长问道。这个莫问蕊就不知道了，他摇了摇头，实在想不出来谁会那么干。没有理由啊，影子邪术虽然厉害，但是使用的范围有限，而且还有冷却期，一般的人真的没有必要修炼那种东西，除非是已经不能正常修炼的人，比方说受了重伤，已经在修为上没有劲了，所以才想着走歪门邪道。只是影子邪术只能在暗地里使用，要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双方对峙的时候使用，肯定会被人知道，从而贻笑大方。莫问蕊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影子邪术的事儿都告诉了自己的徒弟们，徒弟们听后都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师傅的说法，修炼影子邪术的人好像一个笨蛋啊，影子邪术的威力也没有那么大，还修炼那种东西，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你没听师傅说吗？无法正常修炼的人才会修炼影子邪术，而且能知道影子邪术的肯定不是一般人，要是我们知道谁不能修炼了，就能猜到谁在修炼影子邪了。等我们找到那个人后，就把他曝光，让所有人都知道不是个男人了。徒弟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莫问蕊打了个哈欠，现在已经不早了，你们都快点回去休息吧。莫问蕊站起来就要回去休息，可是被徒弟们给一把拉住了。师傅，要是影子半夜来找我们怎么办？徒弟，我真的好害怕啊，我还是黄花小公子呢，我好害怕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影子啊。师傅，我们今晚不，我们以后都跟着你睡吧，万一以后那个影子还会来怎么办？莫问蕊很无奈，那个影子又不是来找你们的，就算是要跟着我睡也轮不到你们啊。陆云长的耳朵立刻立了起来，他刚刚听懂啊，什么？师傅说要跟他一起睡吗？这样真的好吗？哈哈，师傅，我们走吧。陆云长说着站了起来。去哪儿？莫问蕊觉得大事有点不妙。师傅，你不是说要我跟你一块睡吗？走吧，正好我已经很困了，我们赶紧去睡觉吧，我明天还要早起练功呢。陆云长拉着莫问蕊就走，师兄们都十分羡慕。哎，我要是能和师傅一起睡多啊，其实我也还是个宝宝啊。是啊，谁还不是宝宝呢？师傅也太偏心师弟了，虽然师兄长得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能力出众，才华横溢，但是也没比我好多少啊。
影子上次来找师弟，说不定下次就来找我们了啊。叶灵和公孙了了都是一头黑线，真是的，身为陆云长的未婚妻，我都还没跟陆云长一张床上睡过呢，这次师傅要抢先了吗？太不公平了吧。话说他也不是想跟陆云长一个床上睡觉，那样太尴尬了，他只是觉得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给拿走了，心里膈应，还以为会败给公孙了，结果却要败给师傅了吗？真是没想到啊。公孙了也心乱如麻，师兄，你不是喜欢我吗？怎么能跟师傅一个床上睡觉呢？果然男人的嘴巴都是骗人的，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师兄了。公孙了低下头，十分沮丧，他哪儿都好，可就是要输给师傅了吗？还以为他会输给叶灵呢。当然那了，他跟陆云长现在没有成亲，当然不会睡在同一张床，只不过陆师兄一直说喜欢他，现在突然跑去跟别的女人睡一张床，公孙了了觉得十分膈应。公孙了跟叶灵互相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无奈的表情，可是他们并不同情对方，反而在心里互相骂开了。真是的，你不是很有魅力吗？怎么没有拴住陆云长啊？现在他要去师傅哪里了啊？你倒是说句话啊！你平时不是很能耐吗？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是想保持沉默吧？你如果真的保持沉默，我会看不起你。赶紧说句话啊！两个人都喜欢对方出声阻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跟陆云长还没有亲近到应该阻止他的地步，但是又不想让陆云长去莫问蕊的卧室，两个人那叫一个纠结。最后还是莫问蕊自己阻止了陆云长。等等，你误会了，徒弟我是意思不是说让你去我房间里睡觉，我只是说如果影子来了的话，可能回去找你，所以你自己小心一点，别让影子得逞了。我只是表达一下我对你肯定以及对你的关心，没有其他的了。莫问蕊笑嘻嘻的挣脱了陆云长的手，站起了起来。好了，徒弟们，你们都回自己的卧房睡觉吧。我相信影子今天晚上不会来了，但是徒弟们依然都很害怕。可是师傅，万一影子要是来了怎么办啊？就是啊，师傅，我们跟谁保险？一点啊。莫问蕊一个头两个大，拜托你们自己想一想，既然不知道影子啥时候会来，总不能以后你们都跟着我睡觉吧？那像什么样子啊？简直醉了。这群徒弟应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而不是像小孩一样等着他来照顾啊。莫问蕊已经很困了，不想跟徒弟们浪费时间，转身就要回自己的寝室睡觉了。师傅已经走了，但是徒弟们都不敢睡，他们生怕影子回来。师傅真的也太不关心我们了吧？他自己跑去美美的睡觉了，却把们扔在这儿，我真的不敢睡啊！我也是，要是影子又来了怎么办啊？师兄们都很担心，他们不知道影子到底来干啥，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既然修炼影子邪术的人已经不男不女了，那想必嗜好也很奇葩吧？他们这些黄花美男就危险了呀！要不这样吧，我们实行执勤制度，大部分先睡觉，留下几个人执勤，然后过1-2个时辰再换岗，怎么样？还是陆云长聪明，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办法，于是从后面往前排岗，陆云长先站岗。他们得，这一群混蛋！陆云长当然不服气，要跟师兄们打起来了。最后大家还是采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了谁先站岗，然后大家伙抱着铺盖卷来到了饭堂里。今天晚上他们就要在饭堂里睡觉了。2个师妹是女孩子，想要睡美容觉，所以就不让他们站岗了。这种事儿就交给我们男人去做就行了。大师兄拍着胸脯说道。陆云长十分赞同。大师兄，好好站岗，我先睡了，晚安。陆云长说着就躺下来，同时爆出了自己的结界，把自己跟周围的几个师兄还有2个师妹都笼罩在其中。其他的师兄们也相继爆出结界，保护着自己跟其他的师兄弟们。不是，既然用结界的话，那干嘛还要站岗啊？拜托了，师兄，站岗不是为了防止影子来伤害我们，那是为了什么？大师兄十分疑惑。当然是为了抓住影子的呀。陆云长解释道，只要影子一来，我们发现了他就想办法抓住他，然后通过影子找出到底是谁修炼了影子邪术。这个时候二师兄插嘴道，然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人公布于众，然后整个大陆的人都会嘲笑他。大师行点了点头，但是觉得有点不对。我说小师弟，你有办法抓住那个影子吗？影子那种东西可是根本就抓不到的，你最好想出了万全之策，不然的话你这纯粹就是他折腾大家，还不如每个人都回自己的寝室，然后放出结界，在结界里睡觉，一定很安全。放心吧，大师兄，我已经想好了完全的办法，只要弄个影子一来，你立刻把我叫醒，我一定能抓住他。陆云长信心满满的说。陆云长点点头，他十分信任自己的小师弟，因为小师弟确实有些厉害。之前去猎杀妖兽的时候，如果不是小师的拿出结界水晶分给他们，恐怕他们此刻已经全军覆没。所以陆云长先睡觉了。大师兄、二师兄和三师兄开始值夜，到了半夜换岗，然后一觉睡到白天。陆云长醒了之后伸了个懒腰，咋回事？昨天晚上影子没来第2次吗？没有，早知道昨天晚上就回自己的寝室睡觉了啊！现在真的好困。陆云长跟兄弟们把铺盖收拾好，放回了自己的寝室，然后回到饭堂吃饭。吃饭的时候，师兄们讨论了影子的事儿，然后又讨论起今天要去赶集。今天要去赶集，我们可以出去玩了。陆云长听后十分兴奋，虽说过2天就要进行宗门比武，到时候莫问蕊几妖光会打个昏天黑地，你死我活，到时候2个人的妆肯定都花了，十分难看，头发也乱了，衣服可能也被扯烂，但那都是几天之后的事儿。但是之前该干嘛干嘛。师弟，你刚来还不知道，咱们附近每隔1个星期都会在逢集，咱们每1个月都可以去赶集一次，说是为了体察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为了出去玩玩，
这次你正好赶上了。原来如此，陆云长平时就不怎么爱修炼，只想苟着，听到能出去玩了，当然他高兴。吃完饭，大家伙儿准备了一下，跟莫问蕊说了一声，就走出了宗门。在这种跟凌霄宗势不两立的时候，莫问蕊其实不想让徒弟们出宗门，免得遇到危险。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徒弟们的品行都特别爱玩，要是不让他们出去，肯定在宗门里做天做地的报复，直到他答应放他们出去为止。再说了，他跟凌霄宗的几瑶光不一样，他作为碧水宗的宗主，对自己的徒弟们十分宽松，觉得爱玩是弟子们的天性，绝对不能抹杀弟子们的天性。他的师傅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师傅的师傅也是这么跟他师傅说的，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爱玩。虽然现在因为修炼的关系，他的寿命得到了增长，让他外表上甚至比弟子们显得更加年轻，但是毕竟已经在世上40多年了，他认为自己了解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好好的玩才行。要不是最近逼迫自己洗脸，他也想去赶集。师傅你就放心吧，我们能保护好自己。别忘了，我们有结界水晶，还有复活丹药，所以一定没事的。徒弟们看莫问蕊不说话，以为他是在想借口拒绝他们，但是莫问蕊却说道：为师想想让你们帮我带点什么。希娜别说话，带为师列一个单据。师兄们都无语了，还以为师傅是在担心他们的安全呢，结果师傅在想让他们帮忙带什么东西。莫问蕊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写了下来，交给了陆云长，然后又给了陆云长10个金币，这是买东西的钱，还有跑腿费。陆云长拿过单据看了看，不错呀，要买的东西只用2个金币就够了，剩下的8个金币都是跑腿费了呀。那么这次出去玩就用不上自己的钱了，所有的事兄们一块用这8个金币都根本用不了啊。师兄们也都凑了过来，个个脸上都是笑嘻嘻的表情，可以用8个金币去买好吃的了，也可以好好的玩玩。师傅真大方啊，不如我们用剩下的8个金币去泡温泉吧。师兄走出碧水宗的时候还在讨论8个金币的花处，师兄们已经会御剑飞行了，但是陆云长还不会。师弟，终于有你也不会的东西了，不过没关系，师兄们愿意带着你飞。大师兄拍着胸脯说道，其他的师兄们也都是坚定脸。陆云长差点都要感动了，他刚要谢绝，突然师兄们话锋一转，2位师妹，你们也不会御剑飞行吧？没关系，师兄们也可以带你们飞，你们自己选个师兄带你们飞吧。师兄们一字排开，等着被叶灵公孙乐挑选。不必了，我会御剑飞行。叶灵抱着双臂，十分高傲地抬着下巴，用下眼皮看着叛变的公孙了了，就让小师妹选一个实行带她飞行吧。公孙乐了瞪了叶灵一眼，公孙了了不想乘坐师兄们的剑，但是没办法，他自己不会御剑飞行，而陆师兄也不会，他就只能选择一个师兄带着他飞了。就在公孙了了走到大师兄面前的时候，大师兄高兴的最好都要裂到耳朵根子了。陆云长突然跳了出来，等等，小师妹，我能带你飞。他的话一出口，立刻得到了其他师兄们的炮轰。小师弟你就别添乱了，你又不会御剑飞行，小师弟等你学会御剑飞行之后再装叉也不迟。不好意思啊，小师弟，现在是师兄们的装叉时间，你暂且退在一旁。虽然师兄们都知道陆云长不会御剑飞行，知道他肯定飞不起来，当然没法带着小师妹飞，所以一致认为陆云长是在装叉。陆云长确实不会御剑飞行，不过陆云长有办法，直接从系统里兑换了一架飞行器。飞行器长得特别像是直升飞机，说白了就是直升飞机。这也太乱入了吧，系统太不讲究了，在这个玄幻的古代设定里竟然弄出直升飞机这样的道具。不过陆云长很喜欢，因为很拉风啊。小师妹，要不要坐上我的飞行器？这样他就可以跟小师妹共用2人世界了。公孙乐乐高兴的拍手，太好了，我当然愿意啊，师兄。叶灵的脸都黑了，真是的，他没想到陆云长竟然还有飞行器，而且那个飞行器竟然还可以放大缩小。刚才陆云长从怀里掏出一个蜻蜓一样的小玩意，然后往地上那么一摔，蜻蜓就爆炸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行器，太惊艳了，叶灵都忍不住看呆了。要是他也能有一个这样的飞行器就好了。陆云长总是有些稀罕玩意，所有的师兄们也都呆住了，他们从没见过这种玩意，翅膀竟然长在脑袋上。虽然不知道这是谁造出来的东西，不过这造型真奇特啊。2师兄感慨着，其他的师兄们都点头表示同意。叶灵也不想自己飞了，他也想乘坐飞行器。陆云长，我也想做那个玩意。叶灵双手叉腰说道，他觉得陆云长应该会拒绝，因为陆云长那个家伙肯定是想跟公孙了了一起做2人世界，但是陆云长却痛快地答应了。太好了，叶灵高兴地跳上了飞行器。陆云长坐在驾驶座上，公孙了了坐在副驾驶座上，叶灵坐在后排。直升机上还能坐几个人？大师兄按耐不住了，陆师弟，我飞行的不大好，怕半路掉下来，要不我也乘坐你的飞行器吧。此刻的大师兄胆小无助害怕，总之为了乘坐飞行器不择手段。要是陆云长能信，让他说自己怀胎10月了他都干。上来，陆云长说着开始启动直升飞机了。他以前没开过这玩意，不过系统可以下载直升机操作大礼包，下载之后直接就能开了，不用学习，更加不用练习。师弟，我坐进腿软，我也上来了呀。2师兄的不要脸都是跟大师兄学的，其他的师兄们也想上去，已经没地方了。陆云长大喊，陆师弟说了，已经没地方了，下次你们赶早吧。2师兄狗腿的冲着下边的师弟们大喊。陆云长开着直升机飞上了天空，其他的师兄们也都开始御剑飞到了空中，但是因为飞机的气流让他们一开始有些站立不稳，有的干脆掉了下去。
不过很快就重新飞了起来。他们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往集市上飞去，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呢。一共50里的路程，他们很快就到了。陆云长想找个空地降落，可是悲哀的发现附近竟然没有空地，因为集市在城中心，整个城里都是房子跟人，河边也种满了树木，根本没有地方能让他们降落。早了师弟，我们下不去了。大师兄摸了摸鼻子，要不是我跟二师兄先下去，你慢慢的想办法。大师兄一脸不怀好意，他跟二师兄可以御剑飞行，直接踩着剑下去，然后把陆云长留在空中慢慢想办法。陆云长识破了大师兄的算计，他真想把他使用119踹下去。果然啊，有危险的时候师兄们是真上，没有危险的时候师兄们就是危险本身啊。行，大师兄，你跟二师兄先下去吗？陆云长回答。大师兄笑嘻嘻的邀请2位师妹，你们也一起下去吧。师兄你就不要担心2位师妹了，我有办法让他们跟我一起下去，你俩赶紧走吧，不送。要是大师兄再不走，他就真要踹了。2位师妹，你们真的？但是大师兄话还没说完，就被陆云长给打断了。叶灵师妹，麻烦你帮我把2个师兄踹下去。2位师兄不送了。叶灵冲着2位师兄摆摆手。大师兄二师兄没办法，只能郁郁剑行落到了地面上。地面上站着所有的师兄们，不知道小师弟会怎么下来，有可能是跳下来，他又不会御剑飞行，只能跳下来了吧。叶灵师妹会御剑飞行，有可能小师弟先踩着叶灵师妹的剑下来，然后叶灵师妹再把小师妹接下来，不然的话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他们会怎么下来了。陆云长开启了直升机的自动驾驶功能，自己离开驾驶座来到了机舱里。公孙了也过来了。2位师妹，我向你们展示一下，这个叫做降落伞。陆云长拿起一个包裹，向2位师妹介绍降落伞是什么东西。2位师妹冰雪聪明，很快都听懂了。下面我来告诉你们这东西怎么穿，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扣好。说着他开始做示范，把降落伞穿到自己身上。叶灵和公孙了了都很聪明，看了一遍就学会了。他们2个把降落伞穿到身上，他不放心，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得检查。做检查的时候难免碰到他们的身体，这是时候陆云长可以确定2个师妹的身材太棒了，简直就是天使脸蛋魔鬼身材啊。陆云长详细的跟师妹说了降落伞的使用方法，你们都听明白了吗？2位师妹都点点头，他们向来聪明，降落伞的使用方法他们一听就会，虽然以前从没用过降落伞，但他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安全落地。他们3个站在直升机的门口，一起跳了下去，不会把他们3个直接跳下来。到了我们英雄救美的时刻了，我要救小师妹，谁都别跟我抢。那我救叶灵师妹，有没有救小师弟的？你们谁去救小师弟？师妹我来了。师兄们个个飞上天空，准备接住2位师妹。可就在这时，陆云长做了一个手势，2位师妹会意，3个人一起拉开了降落伞。3个降落伞在空中滑翔，就像是自由的鸟。2位师妹稳稳的落地，他们高兴的大叫起来。陆云长就比较悲催，降落伞挂到了树上，无语了，明明可以很帅气的落地的，都怪那一阵妖风。喂，大师兄，把我弄下。没办法，陆云长只能求助大师兄。师兄吗？他之前全都站在他的身边。师弟，我早就告诉过你，耍帅没有那么容易，你还年轻，应该多练练。师弟差一点就成功了，他背上的那个东西炸开的时候真的太帅了，可惜啊，怎么就挂到树上了吗？不理解，实在是不理解。陆云长直接要骂了，先把我弄下去。这帮师兄，他们一个个都是碎嘴子。师兄们打完了嘴炮，这才七手八脚的把他从树上给解下来。陆云长终于落地了，也算是有惊无险。师弟，那万一怎么办？就停在哪？3师兄指着半空中的直升飞机。陆云长直接在系统的控制板面上控制直升飞机，把直升飞机收回空间当中。师兄们只见半空中的直升飞机突然消失了，他们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总没有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被我给收起来了。陆云长很帅气的一甩头发，可恶，被他给装到了。即便刚才被挂在树上那么狼狈，可是收起飞行器的瞬间，还是被他给装到。是啊，我都没看清楚飞行器是怎么被收起来了。陆师弟果然有2下子。不明真相的师兄们纷纷给他鼓掌。陆云长摆摆手，他们一行人走入了集市当中。陆云长拿出莫问蕊给的清单，开始按照清单上买东西，先把师傅的东西买齐，看看最后能省下多少钱，然后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玩了。胭脂水粉、笔墨纸砚，还有罗裙。他们先进了胭脂水粉的铺子，50个人一下子涌进铺子，把整个铺子都给填满了。掌柜一看涌进来一群男的，直接懵逼了，还以为是来砸场子的。各位公子们，请问你们有什么需要？小店卖的是胭脂水粉，是给姑娘们用的，若是公子们想买了送给姑娘，小的可以帮你们介绍介绍什么样的姑娘时候用什么颜色的。掌柜的热情的招呼着。这时候公孙了了和叶灵来到了柜台前。掌柜一看原来有2个姑娘，想必是这2个姑娘要买胭脂水粉，心里的石头顿时落了地。原来是2位姑娘要买胭脂水粉，我们这儿卖的都是上好的胭脂水粉，姑娘们请看看这2款。掌柜拿出了2款胭脂水粉放在柜台上。公孙了了跟叶灵看了看，果然都是撒好的胭脂水粉，颜色非常漂亮。掌柜的，这样的胭脂水粉再来一套。公孙了了说道。好嘞，我立刻给你包起来。掌柜立刻又拿了一套相同的胭脂水粉包了起来，连同公孙了了叶灵手里的2套一块包好。2位小姐，这3套胭脂水粉一共2个银币。陆云长来到柜台前，拿出一个金币放在柜台上。掌柜的眼都看直了。这位小公子，你稍等一下，
我给你找钱。1枚金币等于100枚硬币。掌柜的找给了陆云长一大堆金币，这也不好拿啊。陆云长向掌柜要了个小包裹，把硬币包起来背在身上。接下来他们又去了其他的铺子，把莫文蕊要的东西都买齐了。然后几个人决定先去茶楼喝茶。每当赶集的时候，茶楼里都会请说书人说书，不知道经的什么书，咱们过去听听。50个人一下子涌进茶楼，小二急忙迎了过来。显然店小二认识大师兄他们。公子们，你们来了，给你们留的位置在2楼，我带你们上去吧。店小二把他们带到2楼，整个1楼喧闹无比，人声鼎沸，座无虚席。可是2楼全都空着，原来大师兄早就把2楼定了下来。他们每一个月都会到这个茶楼里来喝茶，每次喝完茶都会把下个月某一天的2楼包厢全都定下来，免得再来的时候找不到位置坐。他们刚刚都坐下，店小二就端上了点心和茶水。小师弟，这里的瓜子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瓜子，你尝尝。大师兄抓了把瓜子塞到陆云长手里，这也太夸张了吧，只是普通的瓜子而已，说什么是吃过最好吃的瓜子，这怎么可能呢？他又不是没吃过好吃的瓜子。陆云长拿起一个瓜子放在嘴里，磕了一下，猛然发现这确实不是一般的瓜子。这个时候的瓜子一般都是原味的，没有5香瓜子、焦糖瓜子，而现在他们吃的瓜子竟然是5香瓜子，这就很奇葩。难道这个年代已经有人发明出了5香瓜子？不对啊，他在其他地方知道的瓜子全都是原味的，该不会制作瓜子的人也是穿越者吧？这瓜子确实挺好吃，大师兄，你知道这些瓜子是从哪里买的吗？是他们店里自己炒的，听说炒瓜子是一个美女，那美女的手艺真好，像美女那种好手艺应该去咱们碧水宗啊。对大师兄来说，大陆上所有能耐的人都应该去他们碧水宗。陆云长把店小二叫了过来，说想见见炒瓜子的美女。店小二却很为难，那个小美女性格孤僻，不喜欢见外人。陆云长把1枚金币放到桌子上，店小二顿时瞪大了眼睛，公子你这事真是太让你破费了，其实不用给那么多。大师兄也吃惊了，他立马按住了陆云长的胳膊，淡定啊，小师弟，你给他太多了，1个金币等于100枚硬币啊，你给店小二5个银硬币，这事儿就能解决了。陆云长想了想，也对，给的是有点多，稍等一下。他把1枚金币拿了回来，拿了20枚银币放在桌子上。店小二虽然有点失望，但20枚硬币的小费也不少了。这位公子，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去给你把那位美女请过来。店小二转头就走，没一会儿领着一个美女过来了。哇塞，果然是美女啊！师兄们都看呆了，这位美女的气质跟公孙了了和叶灵大不相同，甚至跟陆云长上辈子看过的所有网文女主都不同。她长得特别漂亮，但是也不是御姐范儿，也不是可爱挂，她身上带着点匪气。她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头发随意的绑在脑后。陆云长一眼就看出来了，那种发型就是现代的高马尾，该不会是个小太妹吧？陆云长心里叹息一声，他虽然喜欢美女，这个美女也确实漂亮，但是不喜欢小太妹啊。听说你找我有事儿吗？美女高傲地问陆云长，她的脸蛋长得像是古希腊雕刻，虽然脸上蒙着一层灰，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脸庞的精致。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在古代不多见，毕竟这个年代英气的女人都太粗野了，没有她长得那么漂亮。但是陆云长是个见过世面的现代人啊，他不会被一个小太妹的颜值给蒙蔽了。美女，你炒的瓜子很特别啊，请问是从哪儿弄的秘方？我想买下这个炒瓜子的秘方。大师兄给陆云长竖起大拇指，还是小师弟想的周到啊！把秘方买下来以后，就能拿回碧水宗，让厨房里的人炒瓜子了。他们碧水宗的人以后都能吃上5香瓜子。大师兄满脑袋都是瓜子，但是陆云长不一样，他想去的你给一下。炒瓜子的美女到底是不是穿越者？如果不是更好，如果是的话，就算是穿越者，陆云长对小太妹没兴趣，也不想搭理她。这个炒瓜子的秘方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你想要的话也行，20个银币。对于周倩来说，20个银币已经很多了。作为现代的女保镖来说，她穿越过来后竟然没觉醒系统，她只能靠自己。穿越过来的这2年，她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她是废灵根，没办法修炼，就算上辈子做女保镖积攒了很多武打经验，但是这辈子全都用不上。而且这个世界是男权社会，她一个女孩子想要出来干活已经不容易了，能找到活干她就已经谢天谢地。本来以为靠折信息差，就算是没有金手指也能狠赚一笔，走上人生巅峰，从此嫁给高富帅。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她想在酒楼里做大厨，但是发现自己的厨艺还比不上酒楼大厨，因为她上辈子基本上都是点外卖吃，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现代的菜品制作过程，只能作罢。想做奶茶买，可是也不知道奶茶的制作过程。最终她发现自己除了有一身在这个世界用不上的武功之外，啥都不会。幸好她上辈子好奇的时候搜过5香瓜子的制作过程，那是她唯一会的技能了。苍天有眼，这个制作5香瓜子的技能终于被她给用上了，她感动的都要哭了。在这个茶馆炒瓜子，这个活儿简直又脏又累，而且每个月只有5个银币，她都快吃不起饭了，每天只能吃点客人们剩下的点心。但是就连客人吃剩下的点心，好的那些都轮不到她，她只能吃点便宜的点心渣渣。今天终于有个愣头青来买她煮瓜子的秘方了，得多卖点钱啊！20个银币对她来说已经够多了，那么好的配方竟然才卖20个银币。大师兄惊呼起来：美女，你不能因为我师弟长得帅气逼人，你就不要意思要嫁呀！这么好的配方，起码1个金币吧。他们得
陆云长真是服气，大师兄是猴子派来跟他作对的吗？大师兄，有时候闭嘴是一种美德，难道瓜子的秘方买下来后做出来的5香瓜子你不吃吗？大师兄恨不得把自己的嘴巴给缝上。对啊，差点忘了，他自己还得吃呢。那就40个银币吧，我这个人做生意最实在了，我不想骗别人的钱。成交！40个银币对陆云长来说小意思，他跟痛快了给了周倩40个银币。周倩立刻写了一个方子给了陆云长。陆云长其实并不是特别想要这个方子，一开始他只是想见见周倩，但是见过之后对周倩不感兴趣了，因为他误会了周倩是个小太妹。但是既然把周倩叫过来了，总能说点什么吧，所以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要5香瓜子的方子。周倩拿着钱高兴的差点哭了，不容易啊，穿过来那么久了，他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钱。对了，美女，你叫什么名字啊？二师兄问道。他简直被周倩给迷住了，已经暗地发誓非周倩不娶。我叫周倩，我叫广文，我叫周航，我叫刘大力。师兄们一个个开始汇报自己的名字。陆云长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他们碧水宗一共50个徒弟，前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儿走了几个，估计是不想去后山禁区，所以找借口离开了，不然的话人数还多。师兄们就有47个，这么多的人名字，周倩怎么可能一下子记得住？师兄们这样泡妞不行啊。没想到周倩点点头，你们的名字我记下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记下这个有什么用，他也不是故意记下的，只不过上辈子长时间的保镖训练，其中包括记忆力训练，把他练出了超强记忆力。他听了一次师兄们的名字就记下了。周倩回到后厨继续炒瓜子。师弟啊，周倩实在太漂亮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不应该留在这种地方吃苦啊，咱们把她带回碧水宗吧。大师兄提议。陆云长无奈了，大师兄，咱们碧水宗又不是泔水桶，不能什么人都收吧？她是废灵根，不能修炼，你让她进入碧水宗后干啥？何况小太妹那种生物本来就不学无术，放在现代社会就是问题少女，学校想开除都来不及呢。大师兄还想把她弄到碧水宗，那不上给莫蕊添堵吗？大师兄摇摇头，觉得小师弟说话太刻薄了。咱们碧水宗网络人才，这人才的分类很多，又不是仅仅是修为好灵根好就是人才，就算是长得漂亮也是一种人才啊。陆云长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大师兄点点头，确实是这样，像是周倩那种长相完全就是人才中的人才啊，应该到我们碧水宗造福众位师弟们。陆云长想挖坑给大师兄跳。师兄，咱们碧水宗不是已经有2位师妹了吗？大师兄理所当然道，2位师妹当然很漂亮，但是漂亮的人多多益善啊。周倩长得跟叶灵和公孙聊了师妹不相上下，这种美女就应该待在我们碧水宗才能得到保护啊。叶灵跟公孙了都一头黑线。陆云长也咕噜道，大师兄，你们那些家伙个个跟饿狼似的，美女们在我碧水宗才是最危险的吧？小师弟你别胡说，我们虽然喜欢美女，但都是正人君子，我们只欣赏，但是不会胡作非为，所以美女在碧水宗就是最安全的存在。大师兄正色说道，其他的师兄们都表示赞同。信你们才有鬼，一个个师兄都坏得很。陆云长懒得搭理那些师兄们。周倩回到了后厨继续干活，抄完今天要用的瓜子，他就回家去了。家里还有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娘，是原主的娘，但是对他很好，占用了原主的身体后，他就承担起照顾原主娘的责任。娘，我今天买了肉回来，过会儿我做红烧肉给你吃。周倩把他娘从床上扶起来，他娘已经枯瘦如柴了。不了，我不吃，我咬不动了，你吃吧。周倩的娘摆摆手，手指头像是干树皮。那我就煮成肉汤给你喝。周倩给他换上新尿布，就去做饭了。正在做饭呢，周倩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他们忘了给他娘吃药，他娘的药昨天就没有了，他忘了买。周倩做事儿向来手忙脚乱，她不适合干家里的事儿，只适合当女保镖。她不干家里的事儿的时候，家里就没事儿；她只要一干家里的事儿，家里都是事儿。周倩上次把肉放在锅里去买药，结果回来后肉糊了，所以这一次她有经验了。等到肉炖好了再去买药。陆云长他们从茶馆出来，然后又去了酒楼吃饭。这儿也是上次订好的包厢，这是我家的产业，这一次就让我来请示师兄们吃饭吧。公孙乐笑着说道。大师兄想了想，公孙师妹，刚刚的茶楼是不是你家的产业？不是。公孙聊聊果断的回答。为啥啊？我还以为茶楼也是你家的产业。茶楼的利润比较小。公孙乐回答。我们家也不是什么产业都干，也得给别人一点生存的空间。师兄们都点点头，似乎学到了做生意之道。太福院那家茶楼是我们家的，因为那家茶楼招待的都是富商或者高官，利润更大。公孙乐说道。大师兄小心地问道，师妹说的可是一杯茶卖30个银币的太福院？公孙乐点点头，正是。太福院的茶水是用琼浆玉露泡的吗？咋那么贵？陆云长不理解地问道。用的从梅花、竹叶、荷叶上收集起来的雨水泡的，茶叶只用茶树上最嫩的一个芽儿，由这个郡县最漂亮的几个姑娘端上去，你说值不值30个银币？这个郡县最漂亮的几个姑娘端茶，这样一听似乎是挺值啊。本郡县最漂亮的姑娘不就是小师妹你和叶灵师妹还有周倩吗？大师兄说道。难道还有其他的美女？是比我们差一点，但是比其他姑娘漂亮的美女，像是茶楼说书的姑娘那种档次的美女。公孙乐解释道。大师兄他们点点头。刚刚他们喝茶的茶楼里说书的美女确实挺漂亮，到那时跟公孙乐、叶灵还有周倩一对比，就显得差一点了。他
他们吃了饭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大家伙儿或是3-2个人一组，或是自己1个人想干啥就干啥。2个时辰后在这集合，然后我们就该回去了。大师兄告诉大家伙儿，可是大师兄，以前我们都会在外面过夜，到第2天早晨再回去啊，为什么这次要回去的那么早？因为特殊时期啊，碧水宗跟凌霄宗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了，我们要是晚上也待在外面，可能会不安全，还是在太黑之前就回到碧水宗比较好。公孙了很赞同，我们早点回去，师傅也不用为我们担心了。大家伙儿都答应着。公孙了想去自己家的产业里转一圈，叶灵也有自己想去的地方，陆云长也想自己转转，于是3个人都单独行动。陆云长出了酒楼后就在大街上逛悠，以前他就是在路上逛悠的时候遇到了公孙了，今天他在街上逛悠的时候遇到了周倩。是你啊，这不是买了他方子的冤大头吗？你呀，咋遇上小太妹了？2个人都看对方不怎么顺眼。陆云长看到周倩手里拿着一副药，你买的什么？给我娘拿的药。周倩说着冲着陆云长摆摆手，然后就直接走了。这姑娘真漂亮啊，要是正经一点就好了，不过给他娘拿药听起来倒是挺孝顺啊。陆云长耸耸肩继续逛着，突然迎面走来一个女孩，差点就撞上了陆云长。这个时候陆云长的结界水晶突然预警，发出了尖利的叫声，陆云长自己都被吓了一跳。陆云长急忙往旁边一闪，接着就看到女孩子手里多了一把匕首，差点插进了她的心脏。一击不中后，女孩赶紧跑掉了。陆云长直接追了上去，够狠啊，无冤无仇竟然袭击他。陆云长想问个清楚，到底咋回事？女孩子快速的在人群中穿梭，陆云长穷追不舍。突然陆云长发现前面的武师兄，师兄帮我抓住他。陆云长大喊一声，武师兄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马上过来帮忙。女孩的修为明显在武师兄之上，跟武师兄打起来了。几个回合后，女孩成功跑掉，武师兄被打倒在地。武师兄都懵逼了，什么情况？一个小女孩的修为竟然比他还高。武师兄的自尊心受到重创，从地上爬起来，跟陆云长一块追赶小女孩。女孩跑得太快了，2个人根本追不上，跑不动了。武师兄，算了吧，我不想追了。陆云长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小师弟，接着追，必须追上他。你就不好奇他为啥想杀你？武师兄觉得陆云长肯定是欠了风流债，不然的话，为啥素不相识的女孩遭刺杀陆云长？但是陆云长实在跑不动了。不是，师兄，我真的跑不动了，要不还是你自己追吧。陆云长说什么也不想跑了。不能停下啊，师弟，要是你一停下就追不上了，继续跑啊。武师兄就不信了，他修炼了这么多年了，竟然连一个小女孩都追不上。陆云长觉得再这么跑下去，他一定会累死，没被小女孩杀死，却要在追小女孩的过程中累死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陆云长一边跑一边往空间商城里看去，想兑换一个能逮捕的工具。随着他的信任值不断提高，高级商城也在陆续解锁中。高级商城解锁后，里面的东西是跟未来相同的，就是说他从系统里能兑换到未来世界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老干妈辣椒酱，还有平衡车。然后未来世界的人也能通过这个系统兑换陆云长所在的年代的东西，比方说武功秘籍、复活丹药什么的。这种系统陆云长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他喜欢，因为这个年代虽然崇尚修行，也有很多高手存在，但是对陆云长这个现代人来说，善用工具就干成的事儿，何必要辛苦修炼呢？于是陆云长直接从空间里兑换了一辆摩托车，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信任值。时间跨度很大的东西都特别贵，像是他兑换一颗顶级丹药只需要100-200的信任值，而那颗丹药可以再买到上万金币，非常稀有非常值钱，但是在系统里价格很低。而一辆摩托车可能对现代人来说价格不是很高，而且使用这个系统的现代人能用很低的价格从系统兑换摩托车，而陆云长想要一辆摩托车却要花费上万信任值。幸好他平时一直在积攒信任值，所以信任值很多，虽然花了1万了，但是系统里还有1万信任值。只不过兑换了摩托车后，他才发现要给摩托车加油的话，一次是1000信任值，这也太贵了吧。牛啊，系统明明可以抢的，但还是会帮他把油箱加满。上来。武师兄坐到摩托车后座上，陆云长骑着摩托车快速的追赶那个女孩子。摩托车在周倩身边开过去，周倩直接傻眼了，太魔幻了吧，什么情况？这个年代就有摩托车了吗？不对啊，难道那个家伙也是穿越者？人家为什么能把现代的东西带进来，他怎么就不行呢？不过摩托车在这个空间里怎么加油？周倩满脑袋问号，他立刻冲了身上去，想要问个究竟，但是摩托车跑得太快了，他根本追不上，而他还得赶紧回去给自己的妈妈煎药，只能放弃了追赶陆云长。反正知道那个家伙是碧水宗的人，以后可以去碧水宗找他。陆云长对女孩穷追不舍，女孩发现自己在陆地上根本跑不过陆云长，于是身影一晃，直接跳上了屋顶，然后从另一侧跳下去。么得，早知道就不兑换摩托车了，好像在追踪上摩托车的作用不大啊，就这还花了他1万信任值呢。陆云长简直暴风哭泣，他把摩托车拐进了一个胡同，想要继续追那个女孩，悲催的是那是个死胡同，这下怎么办？既然成本已经花出去了，他就一定要把那个女孩追到。于是陆云长再次兑换了无人机，花了3000信任值，然后无人机在太空飞着，走索着那个女孩的影子。师弟，这又是什么东西？
你咋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你都从哪儿弄的啊？武师兄特别好奇地问道。他还从没见过无人机，竟然拿从一个书本大的东西上就能看到鸟窥图，这也太爽了吧！这个是怎么弄的？为什么用这个能看到鸟窥图？武师兄的脑袋里有很多问号。天上正在飞的那个东西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眼睛，然后把看到的东西呈现在这个平板上面，我们等于是通过他的眼睛在俯视地面。陆云长简洁地介绍了一下，武师兄这才明白过来，点点头。没想到这玩意这么厉害啊！武师兄算是长了见识了。女孩的身影在屋顶上上蹿下跳，小样，你接着跳，就算你跑得再快，也不可能快得过我的无人机。女孩最终消失在一个建筑里。知道她去哪儿了，咱们走。陆云长跟武师兄追了出去，他们也来到了女孩消失的建筑里。这里是一座私人宅院，像是地主富户的宅院，并不是达官显贵住的府邸。两个人没敲门，直接翻墙进去。宅院里没什么人，好像没人啊，是不是找错了？武师兄疑惑地问道。不可能，相信我的无人机。陆云长说道。花了那么多信任值兑换的无人机啊，他每天辛苦积攒信任值，积攒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却花了那么多信任值，剩下的那些要留到过2天2宗比试的时候用，到时候万一遇到危险状况，必须要兑换着东西才能度过危机的话，他也不至于因为没有信任值了而手足无措。其实他已经后悔了，摩托车就不该兑换，真想塞回系统里。就在这时，突然响起系统音，当然只有他才能听得见。宿主如果不再想要兑换出去的东西，可以把东西卖回系统，系统收取一定金额的费用。啊，还可以这样？陆云长那叫一个激动，他赶紧查看了一下，如果把摩托车重新卖回给系统，能卖多少钱？结果只能卖7000信任值，这一下子就折本了3000信任值啊！不光是摩托车，他的直升机只兑换了使用券，一次使用券就要3000信任值，系统还真会做生意啊！陆云长不得不佩服了。罗云长决定先把摩托车留着吧，指不定平时能用上。如果改天2宗大战的时候真的要用到从系统兑换东西的话，他再卖摩托车也不迟啊！系统的好东西是挺多，而且脑洞够大，只不过也贵啊。叮！监测到宿主觉得从系统买东西太贵，现已觉醒分期服务，宿主兑换任何东西都可以分期。系统里一个甜美的声音说道：“不用了，赶紧闭嘴吧，老子用不上那玩意。系统还挺会赚钱啊。”唉，人家的系统多温柔可亲，咋他的系统却像是一个奸商呢？不过现在先不想这些，当务之急他还是先找到那个想刺杀他的女孩比较好。两个人贴着墙根来到了后花园，在无人机的画面上，女孩最终是进入花园，然后就不见了的。两个人来到了花园，花园非常大，里面加山林里，溪水潺潺，有3个展厅里，各种花鸟鱼虫数不胜数。他们在花园里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女孩的踪迹。总不能是凭空消失了吧？不可能，肯定有类似密室的地方，我们还不知道而已。再找找吧。陆云长回答。两个人又在花园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身影从暗处冲了出来，飞过武师兄身边，武师兄直接就倒了下去，脖子上血迹横流，下手真狠啊！陆云长连提醒都没来得及提醒武师兄，武师兄就已经被杀了。陆云长把结界水晶扔了出去了，结界水晶把武师兄笼罩在里面。哼，杀不了你，但是杀了你的同伴也不错，反正你的同伴是因为你而死的，你应该为此后悔一辈子。女孩子长得还不错，只不过看起来人形得很，面目有些证明她是那种女生男相的女孩，需要化着很浓的妆才能凸显女孩的面部特征，不然就很像一个大男人。陆云长没搭理女孩，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复活丹药，给武师兄喂了下去。武师兄很快就清醒过来，刚才还在幸灾乐祸的女孩，这个时候都傻眼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明明被他杀了大人，竟然又活过来了？不可能啊！武师兄醒了之后，抹了把脖子，叹了口气。那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下手那么狠呢？陆云长蒙蔽。不会吧，武师兄，你觉得她飘了？陆云长指着那个女孩子问务实性。武师兄也挺惊讶。啊，你觉得她不漂亮吗？陆云长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真的觉得她漂亮？漂亮的跟叶灵和公孙师妹似的。武师兄理所当然的点点头。是啊，而且我觉得她更有味道。是狐狸精的味道吗？陆云长真是服了。武师兄这个审美很危险啊，以后娶老婆很难娶到好人家的姑娘了，因为他根本看不出好来人啊。那个女孩因为听到有人夸她漂亮而十分得意，她从小就觉得自己漂亮的像是天仙下凡，只不过很少有人夸她。长大后更是特别注意打扮，她特别喜欢买昂贵的衣裳，只不过家里并不是多么有钱，而且家里的钱都会留给她哥哥，她只能自己出来赚钱。不过她身手不错，所以接了杀手的活儿。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陆云长问他。我凭什么告诉你？女孩子哼了一声。给你一个金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对陆云长来说都不是事儿。果然女孩一听给他一个金币，顿时来了兴致。但是她确实不知道谁要杀陆云长。我告诉你点信息，你能给我点钱吗？不用一个金币。你觉得我告诉你的信息值多少就给多少，能多赚一点是一点。成交。我是一个杀手，有人要杀你，我接了那个任务，就是这样。女孩子说完就向陆云长伸出手，跟陆云长要钱。陆云长点点头，给了女孩5个银币。要杀我的人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我只是去杀手组织拿任务，并不知道下单的人长什么样。女孩为难地说道，又向陆运伸出手去。不是吧，就这样的信息也想要钱？
陆云长又不是冤大头，当然不想给。这样的信息我要是不告诉你，你能知道吗？女孩不服气，陆云长不想跟她吵架，于是给了她一个银币。你们的杀手组织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要50个金币。女孩子狮子大开口。陆云长点头答应，没问题。我们的杀手组织叫做东方楼，你从这儿出去往右转，一直嘟，然后左转，走到第2个路开口右转，然后就到了一个青楼，青楼后院就是东方楼。陆云长又给了女孩50个银币。我还有一个问题，敢问姑娘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要20个银币。女孩子笑着说道，挑了挑眉毛。陆云长点头，行，你说吧。我叫王菲菲。说完，女孩又向陆云长伸出手去。陆云长很干脆地给了王菲菲20个银币。王菲菲拿着银币，特别开心。陆云长转身要离开，王菲菲立刻拉住了陆云长的胳膊。你是不是有钱人？王菲菲很直白地问道，脸上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好像猎手看到的猎物似的。陆云长点点头，还行吧，不是很有钱。王菲菲笑着问道，你有女朋友吗？陆云长回答，我有一个未婚妻，还有一个喜欢的人。他不解地问道，你问这个干什么？原来你身边只有2个女人，那算上我一个好了，反正3妻4妾，你还缺一个老婆呢。武师兄听到这儿十分伤心，他喜欢的姑娘啊，竟然主动要给陆云长当老婆。不过他更加欣赏王菲菲的大胆直率了，这样的姑娘真是他所爱啊。不必了，我不喜欢你这款。陆云长很干脆地决绝了，他有叶灵跟公孙乐了就够了，而且叶灵跟公孙了了都比王菲菲漂亮，他们2个也都很有钱，不会因为他的钱而喜欢他。但是王菲菲想给他做老婆，只是因为他的钱。王菲菲要是放在现代，就是那种可以当模特的很漂亮的女孩，非常物质。等等，你为什么拒绝？难道你觉得我不够漂亮吗？王菲菲对自己的容貌特别有自信，她确实长得也还行，要是放在现代，就是比较欧美范儿，长得特别大气。放在古代的来说，长得太像是男人了。但是放在这个大陆上，她仍然算是一个美人，因为在这个大陆上，人们的审美普遍比较多元化。比方说武师兄就十分痴迷王菲菲的脸，但是陆云长还是不感冒，他只喜欢叶灵跟公孙乐了那款。抱歉啊，美女，你长得还行，但是我对你不感兴趣。陆云长知道这种情况下，直白的决绝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作为师兄弟，他还忘了推武师兄一把。美女，这个是我的武师兄，人特别好，而且长得也榆树临风，一表人才。你看看你，要不跟他谈谈感情？陆云长试探着问道。王菲菲上下打量着武师兄，武师兄确实长得不错，非常正气。他比你有钱吗？王菲菲同样直白地问陆云长。陆云长诚实地回答，肯定没有我有钱，但是感情这东西不是钱能衡量的。王菲菲摆摆手，告诉陆云长，感情是可以用钱衡量的。灾荒的时候，那么多人扔掉孩子，难道还说感情不能用钱衡量？当爹妈的况且那样，更别说夫妻了。王菲菲理所当然地说，似乎非常理性的样子。天啊，这个小女孩说的真是太好了，我一定要努力赚钱。武师兄突然找到了赚钱的动力。陆云长很佩服武师兄跟王菲菲，这俩人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美女，那我们先走了，你请回吧。陆云长生怕被王菲菲缠上，拉着武师兄就要离开。武师兄依依不舍，哼，我看上的男人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王菲菲恶狠狠地说道。她悄悄地跟着陆云长，发现陆云长跟他的武师兄分开了。陆云长又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溜达，然后去了一个酒楼，要2个雅间，吃点心喝茶。从窗子里正好能看到街对面酒楼上唱戏的，街对面的酒楼跟他所在的酒楼是一家。现在距离集合的时间还有1个时辰。陆云长打了个哈欠，百无聊赖之下决定先睡一觉，睡醒了再去集合。就算睡过了也没事儿，反正是公孙乐乐家的酒楼，公孙乐乐应该会知道他在这里。王菲菲在对面酒楼的房顶上看到陆云长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嘀咕道，果然是有钱人啊，竟然能在那么贵的酒楼里喝茶。王菲菲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拿下陆云长。王菲菲的修为在陆云长之上，她跳进了陆云长的雅间。陆云长听到动静醒了，但是他刚醒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王菲菲甩了一手帕迷药，陆云长昏了过去。王菲菲使劲把陆云长拖到床上，然后在陆云长躺了下来，当然衣服都脱光了。都怪我出来的时候只带了迷药，如果带的是媚药就要了。王菲菲那叫一个后悔啊！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她差点忘了什么，赶紧坐起来把陆云长的衣服给扒光了。都到了集合时间了，陆师兄怎么还没来啊？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应该不会，陆师兄那么聪明，而且还有结界水护身，应该不会有事儿的。这个时候，务实性把陆云长被追杀的事儿说了出去。我们分头找。大师兄一声令下，所有的师兄妹们都开始寻找陆云长。公孙乐乐去了自己的家的酒楼，问陆云长来过没有。其实他只是过来碰碰运气，然后向酒楼的伙计一块出去找。可是当他说了陆云长的长相后，掌柜的马上告诉他，陆云长来过，就在3楼天字2号房里。师兄在天字2号房里干嘛？公孙乐乐有点疑惑。叶灵觉得不对劲儿，咱们赶紧上去看看吧。在天字2号房里这么长时间，不是遇到危险了，就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公孙了了跟叶灵立刻来到了陆云长的房间。公孙乐乐想要敲门，但是叶灵直接把门给踹开了。现在天色还不算晚，屋里不用点灯也能看清楚。一个女人从床上坐起来，发出一阵惊呼：“你是谁？”叶灵用剑指着王菲菲。王菲菲立刻哭了起来：“你们饶了我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还害怕，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啊！”王菲菲哭得十分伤心。
陆云长，你没事吧？叶灵没有马上责备陆云长，叫了2声，陆云长都没什么反应。叶灵跟公孙了担心起来，师兄，你怎么了嘛？说话呀，师兄，快点醒醒啊！你到底怎么了？陆云长，叶灵再次用剑指着王菲菲，肯定是你干的吧？说，你把他怎么了？王菲菲再次很配合的举起手，你们这是做什么？我是无辜的。几个人吵吵嚷嚷的声音把陆云长给惊醒了。陆云长头疼欲裂，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发现自己没穿衣服，身边坐着王菲菲，然后公孙了了和叶灵也在，3个女人都看着他。陆云长，你终于醒了，既然醒了，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叶灵不客气的双手叉腰。陆云长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发生了啥？什么情况？陆云长一脸懵逼的问道。呵呵，你是在问我们吗？我们还要问你呢。你身边为什么躺着一个女人？你们俩都没穿衣服，你干什么了？别告诉我你什么都没干。叶灵十分生气，公孙了的脸色也很不好看。王菲菲又哭了起来，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你一定要对我负责，不然我就从这里跳下去。王菲菲说着就过着被子下床，要从窗子跳下去，但是没有人拉着她。被子没了，陆云长整个人够光了，赶紧用床单裹着自己。公孙了拿过床头的衣服递给陆云长，师兄，你先把衣服穿上吧。公孙了的脸色好一点了。公孙是吗？你还真是好脾气，还给他衣服，这个时候就应该给他一剑，断了他的男根，让他以后还敢背着我做坏事。叶灵用手里的剑吓唬陆云长，师姐，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最好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的好。哈哈，公孙师妹，面对这样的场面，你还说事情没有弄清楚？还有什么好弄清楚的？事情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俱是他不干好事儿。叶灵越说越生气，但是公孙了了却摇摇头，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师姐，我拜托你不要乱耍脾气了，你敢不敢打赌？如果陆师兄是无辜的，你就跟他结束婚约，你要是敢打赌的话，那你就继续发脾气好了。陆云长都佩服公孙了了的冷静，师妹，谢谢你的信任。陆云长感激地说道。公孙了了笑了笑，表示没什么。叶灵不敢打赌，只能嘟囔着嘴不说话了。叶灵发现公孙了了还真是厉害，虽然长得十分甜美，但是本人太难对付了。这个时候，公孙了又问王菲菲，姑娘，你叫什么？是怎么来到这个屋子里的？我听掌柜说了，登记的时候陆云长只有他一个人。我叫王菲菲，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床上了，我还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公孙了了觉得很奇怪。公孙了了又问陆云长，陆师兄，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吗？我也不知道，我买了有点困了，趴在窗子边能坐在小时候睡一会儿，可是有人突然闯了进来，我刚抬起头还没有看清楚是谁就被迷昏了，不过在朦胧中我看到那个人就是他。公孙了了点点头，他相信陆云长。叶灵哼了一声。陆云长生气道，叶灵，你随便怎么怀疑我都行，所以我们解除婚约吧。他早就想跟叶灵解除婚约了，凭什么叶灵可以解除婚约而他不行呢？叶灵很生气，我说什么了？你不要冲我发脾气，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他只是怀疑了一下陆云长一次，陆云长就跟他解除婚约，太不公平了。我和你解除婚约就算是发脾气吗？陆云长最讨厌别人说他乱发脾气。再说了，这事儿是叶灵不相信他，既然如此，那干啥还不解除婚约？叶灵愿意跟一个让自己怀疑的人成亲。陆云长很怀疑，他觉得叶灵就是相信了天命之书，想让他给自己防灾。他根本不喜欢他这个人。叶灵就是那种谁的能力更强就会喜欢谁的人，这样确实没什么错，只不过陆云长不喜欢这样的女人罢了。他已经打定了一主意，一定要跟叶灵解除婚约，若是有人不服气，那也只能憋着。这样打定主意之后，陆云长反而淡定下来，也不跟叶灵吵架了。叶灵还以为陆云长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这个人一向大度得很，他说的是假话，不能他说什么你们就相信什么。王菲菲哭着说道，陆云长都不知道王菲菲哪儿的那么多眼泪。我们当然没有那么笨，不会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公孙了了说道。你相信自己的判断？叶灵不由得讥笑。你有什么判断？公孙了了虽然很聪明，但是有的时候太自以为是了。叶灵心里很不爽公孙了了，但是公孙了了并没有被叶灵影响。我们家开酒楼的，所以我经过很多次客人的房间，以为客人出现了状况，喊人的时候我才进去的，并不是我的闯进去的。我知道在双方都迫不及待的情况下，衣服是不会被叠好放在床头的，但是陆云长师兄的衣服就是放在床头，而不是散落在地下的，所以我判断陆云长师兄并不是自己的脱的衣服，是别人给他脱了衣服，然后把衣服顺手放在床头上。公孙了了问王菲菲，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王菲菲直接就惊讶了，这算什么啊？竟然就凭借这一点就猜出来陆云长是无辜的，怎么可能啊？王菲菲直接懵逼了。公孙了了说的都没错。王菲菲不想承认，她要一口咬定是陆云长非礼了她。你们想要包庇陆云长是吗？明明是他对不起我。王菲菲只能开始无理取闹。你说你不记得怎么进来这里，但是你记得你最后落脚的地方吗？公孙了了突然话锋一转地问道。王菲菲不明白公孙了了为什么这么问，但是如果他不会打，可能公孙了了又会怀疑他说谎，所以他只能随便编造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人迹罕至，一般人都不会过去。那你还记得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吧？你是怎么昏倒了的？公孙了了摇摇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是记得有个人把我给打昏了，我醒来就在这儿了。你说的那个地方我知道，
是一条小巷子，周围都非常泥泞，因为前几天刚下过雨，而且那个地方的拍摄也有问题。公孙了接着说道：“既然你跟陆师兄都在那个地方出现过，你们的鞋子上肯定会有泥土吧？”这个时候，公孙了叫人来，把屋里的蜡烛都点燃了。蜡烛都点燃后，屋子里顿时明亮如白昼。可是清楚都看到陆云长跟公孙了的鞋子上没有明显的泥巴，只有一些尘土。因为我是飞檐走壁去的哪里，所以鞋子上没有泥巴。王菲菲找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公孙了点点头，下了定论：“你在说谎，陆师兄根本就没有怎么样你，是你自己来到了陆师兄的房间了，你还不承认？”王菲菲惊讶了：“你话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公孙了道：“这儿站着这么多人，都听见了你刚刚说的话，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说的那条巷子根本就没有泥巴，因为那儿全是石板路。你为自己找借口解释为什么鞋子上没有泥巴，说明你根本没有去过那里，所以你不知道那里其实没有泥巴。”王菲菲很生气：“原来你在套路过，你太过分来吧！”王菲菲冲过去想走公孙了，但是公孙了身边站着几个酒楼的护卫，他们抓住了王菲菲。王菲菲挣扎着：“你们这群混蛋，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凭什么我不能嫁给陆云长？你们破坏了我的好事儿，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陆云长挡在公孙了面前：“是什么让你觉得你应该嫁给我？因为我想要嫁给你，这一点就够了。为什么别人要阻止我？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没有错，我就是想嫁个有钱人，没有错。”王菲菲大声喊道。陆云长无奈地掏了掏耳朵：“是没有错，你想嫁给有钱人是没有错，正好我也算是有钱人，你想嫁给我也没用错。那你觉得我做错了什么？”王菲菲不明白陆云长的意思，他那你让的看着陆云长。陆云长冷笑道：“你想要嫁给我，我就一定要娶你吗？你有没有想过，你想嫁给我，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不想娶你，那是我的事情，我也没有错。既然我没有做错，我为什么要忍受你对我做出这样的事？你还有脸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你没错？你确定你没说吗？你对我动了那么不要脸的事情，你敢说你没有错？”陆云长震怒了，他真是服了王菲菲这样的人。他怎么不要脸是他的事儿，没人管，但是他不能因为他自己都不要脸就去伤害别人，还觉得理所当然。这不仅仅是不要脸的问题，这他妈的就是混蛋。陆云长不是个心软的人，王菲菲对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不会轻易放过王菲菲。把他送到衙门去吧。陆云长不想再见到王菲菲。不去，不要把我送到衙门，求求你们了。送到衙门以后，他一定会被判刑，而且他犯的还是不知检点的错误，一定会被嘲笑，他的脸上一定会被刻字，到时候他的脸就没法见人了，没法嫁给有钱人了，因为有钱人肯定都想娶美女啊。王菲菲苦苦哀求陆云长，但是陆云长不为所动，还是让人把王菲菲送进了衙门，并且他会很进王菲菲案子的审理进程。王菲菲特别伤心，不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她觉得自己看错了人。她没想到陆云长那么小肚鸡肠，竟然在这种时候把她送进衙门。但凡是换一个男人，都会对她动心，把她留在身边啊。可是只有陆云长竟然无视她的美貌。王菲菲觉得自己再到了陆云长手上，像是陆云长这种男人最可怕，以为陆云长完全不懂得欣赏她的美貌。王菲菲在骂骂咧咧中被拉走了。虽然她是个厉害的杀手，但是在公孙乐家的护卫面前，甚至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多谢你了，小师妹。陆云长感激地说道。天啦噜，小师妹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还那么聪明，还那么相信她，这样的女孩简直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没事，师兄，很高兴你现在没事了，既然如此，回碧水宗去吧。公孙乐说道，并且露出一个笑脸，脸上两个小小的酒窝。好，我们走吧，师妹。陆云长很自然地拉起了公孙乐的手，离开了酒楼。叶灵看着前面的公孙乐跟陆云长，心里十分不是滋味。为什么他跟陆云长才是未婚夫妻啊？可是陆云长竟然喜欢上公孙了。当初他觉得陆云长是废物，想要把陆云长一脚踢开，但是现在他想跟陆云长好好相处，却冒出来一个公孙了，真是太可恶了。叶灵还生气，虽然叶灵从小就知道，就算是他自己再优秀，也总有人不喜欢自己，甚至会有人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讨厌自己，但是他还是不喜欢别人因为他的优秀而讨厌他。陆云长就是那种人，因为他太好了而疏远他，因为他比公孙了强太多了，所以陆云长讨厌他。陆云长就是那种会喜欢那种傻白甜，也就是公孙了那种人。两个人都是笨蛋，可是他慢慢的发现，他自己喜欢上了陆云长，那个一无是处的笨蛋。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陆云长似乎也不怎么笨，但是修为确实不高，不过在关键时刻总有很多办法能够力挽狂澜，而且跟他在一起很快乐，那个单细胞动物都能让人变得很轻松。跟陆云长在一起的这些日子，几乎比他以前所有的日子都要轻松快乐，但是那个家伙不喜欢他，竟然有跟他退亲的想法，这让他觉得很受伤。陆云长拿出一个信号弹发射到空中，很快其他的师兄们就赶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到达集合地点？发生什么事了吗？大师兄他焦急地问道。其他的师兄们也都一脸着急的神色，此刻的他们脸上没有吊儿郎当的表情，每个人都变得非常认真。陆云长相信，如果他真的发生了什么危险，他们一定会全力救他。虽然他们平时都吊儿郎当没有正经样，但是遇到正事上他们从来不含糊。没什么，只不过发生了一点小插曲而已。我听说有人要刺杀你，是不是真的？你最好小心一点。你没有来集合的这段时间，
是不是有人要刺杀你？二师兄问他，势必要把事情弄清楚的架势。这事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陆云长想了想，还是把王菲菲的事告诉了大家，顺便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应该怎么处理？毕竟男孩子在外也要保护好自己。所有人听后都是一头雾水，每个人脸上都是惊讶的表情。竟然发生那种好事，你知道我们都为你担心吗？我们以为你出了什么危险的状况，我们都打算豁出自己去救你了，结果你竟然发生了那种好事。是啊，那种好事为什么不发的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对你真是太失望了。你不但没有发生危险，还和一位美女同床共枕，简直不能忍。为什么没有美女想要跟我同床共枕？明明我比小师弟强那么多啊！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每个人脸上都是气愤表情，不是为了替他觉得冤屈，而是觉得这种好事为什么没生在他们身上。他们想去找王菲菲，问问王菲菲什么审美，为什么喜欢陆师弟。我知道菲菲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比较有钱。菲菲说过喜欢有钱的男人。这个时候五师兄悠悠的开弓，其实内心在滴血，他特别喜欢王菲菲。王菲菲完全长在他的审美点上，不管是人品性格还是长相，都是他喜欢的类型。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喜欢上她了，真是一个直率的女孩子啊，像这种直率的女孩子不多见了。是啊，跟这样的女孩子在一起一定非常的放松。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从牢里出来，她出来以后我还想认识她一下，可是她出来之后脸上一定会被刻字呀。五师兄十分担心的说道，王菲菲那么爱美的一个人，如果脸上被扣了字，她一定会遭受巨大的打击。如果能想办法帮帮她就好了，但是他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帮不了王菲菲，因为他不认识官府里的人。那么优秀的女孩子脸上不应该被刻字，我们想个办法帮帮她吧。这个时候八师兄提议，其他的师兄弟们分配赞同，但是大家伙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官府里的人。就算不认识官府里的人也没事，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流通的东西，它可以打通各种关系，那就是钱。只要我们用钱铺路，很快就能认识官府的人了。最后只要钱出的够多，官府老爷都得喊我们义父。经过大师兄的提点，所有人恍然大悟，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钱肯定能解决这事儿。正好他们手里有点钱，那我们来凑点钱吗？我觉得就是10个金币就能解决。那我们每个人应该凑多少银币？感觉这样不太好算账呀。我觉得要么这样吧，我们每个人出1个金币，一共出50个金币，给衙门里送50个金币，县官都得叫我们义父，这是肯定能解决。大师行提议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方案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同意，只不过他觉得这样真的比较好算账。但是大家全都同意了，因为其他的事兄弟们也不想动那个脑子算账，况且1个金币对现在的他们来说算不上什么。他们每个人是有200个金币的人，愿意拿出1个金币去救一位美女。师兄们，你们就算都统一每人出1个金币，你们也只能充47个金币，而不是50个金币，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一点。他十分好心的提醒师兄们，谁要买全都看着他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很明显，我显然不会出妈1枚金币，小师妹和叶灵是没也不会出。他的话倒是没错，只不过师兄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有的师兄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大师兄问道，为什么啊？小师弟，你不想救一位美女吗？我不想救王菲菲的，因为她是因为我才被关进去了，她污蔑我的清白，是我亲自把她送进去了，我为什么要叫她出来？我巴不得她脸上被刻字，这样所有人都能明白她是什么人了。所以她可没有那么好心去救王菲菲，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虽然她做错了事，但她好点是一个女孩子，她进去多一段时间受到惩罚就够了，没必要待在她脸上刻字。没错，们出钱也不是为了救她出来，而只是不让她脸上被刻字。小师弟，所以你不出多枚金币也没关系，47枚金币足够了。师兄们每个人都出了1个金币，凑够了47枚金币。他们一块去衙门说要把几笔交给谢老爷。衙门的人以为他们是在搞恶作剧，要把他们给轰走。你们不能轰走我们，我们的钱是真的。大师兄把口袋敞开，从里面抓出金币，金灿灿的金币让衙门的看门人都看呆了。你们的县老爷肯定能认出我，我们几个就是他朝思暮想的义父，让他出来拜见我们。大师兄十分硬气地说道。其他的师兄们都昂着下巴，同样十分硬气。那帮子蠢货不会被打死吧？陆云长忍不出吐槽，肯定不会被打死，你就放心吧。叶灵冷冷地说道。他还在生气，以为陆云长说要跟他解除婚约，而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陆云长都没有跟他道歉，这让他十分不满。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被打死？陆云长问道。公孙乐乐回答，他们有你送的结界水晶啊，所以他们肯定没事儿。陆云长摸了摸小师妹的脑袋，还是我小师妹聪明啊。叶灵很不服气，明明就是他先想到的呀。陆云长竟然夸奖公孙乐乐。他们坐在衙门对面屋子的房顶上，公孙了了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瓜子，递给陆云长一些，也递给叶灵一些。我才不吃呢，都是小孩吃的东西。叶灵还在闹别扭，公孙乐乐也不说什么，自己嗑瓜子。师妹，这个瓜子真好吃，还是5香瓜子，跟茶楼的瓜子一样好吃啊，是你们家的人自己炒的吗？陆云长问道。叶灵觉得陆云长是在拍马屁，这个瓜子很显然就是茶楼的瓜子啊。果然公孙乐乐回答，陆师兄，这个其实几茶楼的瓜子啊，我临走的时候抓了一把而已。陆云长立刻夸奖道，还是小师妹想到的周围，临走的时候还知道抓一把瓜子，不然现在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瓜子吃了。公孙乐乐听后忍不住笑了，他知道陆云长是在拍自己的彩虹屁。叶灵都快被恶心死了好吗？真没想到
陆云长竟然能够如此恶心啊！跟公孙聊聊说话的时候和跟他说话的时候完全就是两副嘴脸。他们进去了。陆云长说着，想从房顶上跳下来，然后去衙门里的房顶上一探究竟。但是孙了了拦住了他。陆师兄，你干嘛去？砸门去衙门的房顶上，听听他们说了什么。不行的，陆师兄，公孙了了考虑问题非常周到，衙门里肯定有高手，我们在这儿往衙门里看，衙门里的高手不会搭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进了衙门，那些高手一定不会放过我们啊。叶灵在旁边冷嘲热讽道，有些人修为低，还想到处乱窜，难道真的嫌弃自己的命长？陆云长听后也冷笑道，哼，你的修为高，那你去衙门听墙根啊，你敢吗？叶灵当然敢，但是他才没那么无聊呢，我懒得去，不像你，想去又不敢去。叶灵刺激啄陆云长，但是陆云长没生气，反而在房顶上躺下来。叶灵纳闷陆云长为什么不发脾气。喂，你装什么好脾气？我的话在说你是废物，你一点也不生气吗？叶灵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是以前的陆云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脾气吧。虽然陆运不会当面发火，但是他总是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的脾气。只不过现在的陆云长竟然真的没脾气。当初你因为我是废物而想跟我退亲的时候，我就是最后一次跟你发火了，以后我都不会跟你生气。叶灵回想着当时的情况，有点纳闷的问道，当时你跟我生气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你跟我生气过？陆云长无所谓的松松肩膀，我当时只是没表现出来而已。当时他确实很生气，因为他觉得叶灵跟他是很亲近的人，毕竟从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小时候的叶灵都没有嫌弃他，但是在长大后突然嫌弃他是个废物，这让陆云长很受伤。别人都嫌弃他就罢了，但是他不想让叶灵也嫌弃他。虽然他改写了叶灵的天命之书，让叶灵知道他不是废物，并且叶灵还以为跟他在一起能增加他的好运，所以才跟着他来到了碧水宗。但是随着两个人的相处，他发现自己更加喜欢公孙了了师妹，或许也该放叶灵小师妹自由了。等过段时间就再次改写他的天命之书，让叶灵知道跟他在一起并不会给他带来好运，那样叶灵应该就能离开他了。叶灵在原著里是女主角，应该跟傅月明在一起。虽然傅月明做的很多事儿陆云长都不赞同，但是叶灵做的很多事儿陆云长也不赞同。叶灵跟傅月明更现实一对，有空的话一定要帮着两个人互相撮合撮合。原著中的男女主就应该是一对，毕竟两个人的性格都受到作者影响，作者要是三观有问题，塑造出的男女主肯定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是绝配。陆云长在心里吐槽着，远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个人打了2个喷嚏。叶灵当然不知道陆云长在想什么，但是他很少见陆云长用这种深邃的眼神，这样一看他好像也不是白痴了。没错，虽然陆云长有点小厉害，但是叶灵还是觉得他是个白痴。义父，不知道诸位义父找我有什么事儿？县官坐在主位子上，客气地问大师兄他们。刚刚收了一个义子，大师兄他们第一次品尝到做别人爸爸的感觉，都十分的欣慰。而且看到儿子生活这么好，家里金碧辉煌，要啥有啥，丫鬟也飘，亮得很，他们都十分欣慰。终于体会到了小师弟的快乐。想必他们喊小师弟义父的时候，小师弟也是这种感觉。真是没想到啊，小师弟用了结界水晶才让他们叫义父，但是他们只每个人用了1个金币，就让县官对自己叫义父，他们真是赚了啊。我们听说衙门里有一个犯人叫做王菲菲。大师兄的话还没说完，县官就立刻开始叫人，把王菲菲给我叫来，想必他一定是被冤枉的，赶紧把人给我放了。不，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义父，你们可以是那个意思。县官1个月的俸禄是10个银币，想要弄齐47个金币，难啊。就算是他拼命对贪污，想要一次性贪污47个金币，还是不容易的事儿。况且很多人有事儿的话都是私下里解决，根本不上衙门，弄得他就算是想贪污也没地方贪污，所以他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上个月刚刚装修了一下自己的县衙，就把手里的钱都花光了。现在终于有人送钱来了，他真是太感动了。不，我们真不是那个意思。大师兄赶紧说道，那个女孩子差一点把我们的小师弟给欺负了，我们的小师弟十分生气，不肯放他出去。县官又明白了，你们的意思是要严厉的惩罚他？没问题。不是逆子啊，不，我是说义子，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的意思是你别在王菲菲脸上刻字了，其他的都公事公办。我们虽然想救王菲菲，但是她得罪的是我们的小师弟，所以我们于情于理都不能救她出去。大师兄终于把话说完了，感觉轻松了许多。原来如此，我知道了。县官点点头，向大师兄他们保证道，你们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大师兄他们不放心啊，你说说你会怎么处置王菲菲？我会把王菲菲关进单独的牢房，让她一个人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罪过，然后绝对不会在她的脸上刻字，每天的都会按时3顿饭，这样可以保证她充足的体力，让她有精力反省自己。诸位义父觉得怎么样？大师兄他们一听，立刻表示这样甚好啊，竟然想得如此周到，还得是义子啊。你这么做我们就放心了，也能向小师弟解释了。这样做太好了，身为义父我们十分欣慰。临走的时候，县官一直把师兄们送到了衙门口，两拨人依依惜别，就像是真的父子一家亲似的。那群混蛋终于出来了。陆云长从房顶上站起来，公孙了了也站了起来。等到师兄们走到胡同口的时候，陆云长从房顶上跳了下去，把师兄们都给吓了一跳。你们干啥？这样多吓人啊！二师兄捂着胸口说道，没想到这堆人里面二师兄的胆子最小，你们几个真是有钱没地方花了，竟然出钱保护王菲菲那种女人。陆云长真是服了这棒子老六，以为穿越后就见识不到舔狗了，结果见识到了舔狗的升级版。
服气，师弟你放心吧，王菲菲还在监牢里面，我们不会让她轻易出来的。既然欺负我们的夏师弟，他必须在大牢里好好反省才行。没错，我们只是花钱，别让县官在他脸上刻字，没有其他的意思。师兄们为自己的行为解释着，他们觉得自己是护花使者。陆云长知道舔狗的弄回路跟正常人不一样，所以懒得跟那些家伙说什么。再说了，在一个女孩子脸上刻字确实有点残忍，所以他也就不再追究。从空间释放出直升机后，他跟2位师妹坐着直升机，前提的师兄们都御剑飞行，回到了碧水宗。回去的时候已经太黑了，折腾了那么长时间，大家伙都饿了，于是决定去厨房吃点夜宵。厨房的人都快回去睡觉了，我等了你们那群兔崽子那么长时间，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饭了呢。幸好我晚上没做多少饭，不然的话都浪费了。厨房的大叔一见到他们都气得吹胡子瞪眼。厨房里还有做的糯米红豆粥，还有凉粉和辣椒鸡，大家伙儿都排队打了饭，找了地方坐着吃。不知道王菲菲怎么样了，真想见见她长什么样子啊！大师兄十分期待，等到王菲菲从监狱里出来，他一定要去见见王菲菲。其他的师兄弟们也是那么想的，王菲菲绝对没有2位师妹漂亮。陆云长实话实说的告诉师兄们，免得到时候师兄们见到王菲菲的时候会后悔。到那时师兄们的都是不在意的表情。我们又不是傻瓜，当然知道王菲菲肯定比不过师傅和2位师妹漂亮，但是有人喜欢牡丹，有人欣赏寒梅，王菲菲肯定有她不一样的美。我们只不过欣赏王菲菲的性格罢了，那种敢做敢当的女孩子太少见了。师兄们已经被王菲菲轻松拿捏，问题是他们除了5师兄都没见过王菲菲啊。师兄们在碧水宗待久了，平时见到的只有师傅莫问蕊，因为莫问蕊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师兄们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长得那么漂亮。2位师妹来了后，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想法。不过以为经常出去玩，他们也慢慢的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女孩都长得那美好。但是因为跟女孩们相处的少，所以以为所有的女孩都是师傅跟师妹那种性格。第一次遇到王菲菲那种大胆泼辣的女孩子，他们简直不要太着迷了好吗？试问有几个女孩子敢说自己喜欢一个男人的钱？就连叶灵师妹都不敢。叶灵师妹跟师弟的事儿，他们都听说了。当初叶灵师妹因为师弟是个废物，就要跟师弟退亲。可是这事儿，师妹敢大胆的说出来吗？我就是爱慕强者，如果陆云长没钱了，没能力了，老娘就是要跟他散伙。师妹敢喊出来吗？肯定不敢啊。所以说王菲菲那种女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而且喜欢就爬上了男人的床，这胆量啧，这么勇敢的女孩子，他们怎么可能不喜欢呢？简直不要太喜欢啊，只要不丑就行了。况且英气逼人的女孩子本来就很吸引人啊。反正陆云长是觉得师兄们魔怔了，都怪师兄们单身久了，没有好女孩喜欢他们。陆云长在心里把师兄们吐槽了一顿，但还是好心的提醒师兄们，为王菲菲花钱的事儿到此为止。小妮子长得还不错，细皮嫩肉的，过来给大姐们捶捶腿。一个满脸横肉的老妈子用破铜锣嗓子大声喊道。王菲菲不想过去，但是她很害怕，因为8个女犯人都虎视眈眈地看着她，好像要把她生吞活剥了似的。王菲菲无奈，只能过去给那个满脸横肉的女犯人捶腿。不过以后跟着我，保准没人敢欺负你。这时候一个干瘦的女人娇滴滴地说道，老大，你怎么能移情别恋呢？你不是已经有我了吗？王菲菲差点被恶心死，她早就听说大牢里没有正常人了。果然如此，好歹她也是个杀手啊，不能被这些人欺负。王菲菲决定了，站了起来，不再给满脸横肉的人捶腿。我凭什么听你们的？你们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吗？满脸横肉的女人站了起来，比王菲菲矮一个头。我不知道你以前干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我以前是东陵的杀手，名字叫做大壮。一听这个名字，王菲菲刚刚鼓起的勇气立刻消散了。大壮的名气在杀手行列里全是比较高的，听说他3年前消失了，有传言他死了，也有传言他进了监狱。原来真的进了监狱啊！王菲菲吓得往后退去，她知道自己不是大壮的对手。对不起大哥，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王菲菲赶紧道歉。大姐，不知道我现在帮你捶腿还来得及吗？满脸横肉的女人重新坐下，示意王菲菲可以给她捶腿了。王菲菲急忙躲下去帮满脸横肉的女人捶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几个衙役。王菲菲是谁？出来跟我们走。牢房的门打开了，大家伙儿包括满脸横肉的女人都诧异地看着王菲菲。王菲菲心里特别害怕，她感觉出了衙门里衙役的厉害，不然也不可能关得住满脸横肉的这种女杀手。难道她要完了吗？王菲菲此刻非常后悔，早知道她就不去勾引陆云长了，结果偷鸡不成折把米。什么事啊？王菲菲站在原地没动。给你换个牢房。王菲菲以为要对她用刑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能对我用刑。衙役们很不耐烦，但是看在那些人花了47个金币的份上，还是忍耐住火气给王菲菲解释。放心吧，已经有人为你花了钱，我们不会对你用刑，把你关到单人牢房，方便你平时忏悔自己的错误。快点出来，别让我们过去拖你出来。单间牢房，所有人都羡慕了。王菲菲不知道是谁把你自己花了钱，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云长，因为只有陆云长才那么有钱。王菲菲被关到了单人牢房，这里条件比刚才的牢房好太多了，还有一张床，就连地上的草都是干爽的。王菲菲舒服地躺在草堆上，这时候有人给她送宵夜，是汤圆。单人牢房的宵夜每天都不重样，王菲菲在这里待了几天，晚上的宵夜就换了几样，
他在外边的时候都没吃过那么多种宵夜，顿时觉得做大牢也不差。终于到了审讯他的日子，他被判坐牢2个月，这对王菲菲来说简直就不算什么。他本来还以为自己可能被迫充军呢，这下好了，只不过在牢房里待2个月而已，有吃有喝，什么都不用干，对他买说不算啥。一道高大的身影进了一座巍峨的建筑里面，傅月明给船一边上的小孩跪下：“对不起教主，我没能杀了陆云长，计划失败了。”“你真是个废物。”小孩转过身来，不客气地说道。他脸上布满皱纹，原来他不是小孩，而是80多岁的老人，只是体型太像小孩了，连一个陆云长都杀不了。难道你觉得陆云长比你更有能耐吗？教主，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失败。没必要了，过2天就是2宗比试大会，谁都知道那次大会是什么，2派人互相残杀的大会而已。你趁机杀了陆云长就是。傅月明答应着，但是陆云长他们有结界水晶，想要杀他们没有那么容易，恐怕到时候全军覆没的反而是凌霄宗的人。傅月明还是有些担心，他知道结界水晶的厉害，我已经告诉过你破解结界水晶的办法，如果你还是破解不了结界水晶，那只能怪你自己能力不够了。是，教主，我一定会破解结界水晶，把碧水宗赶尽杀绝。傅月明脸上露出决绝的神色。他回到凌霄宗馆的时候，其他的师兄弟们都客气地叫道：“大师兄，你回来了。”他上面的几个师兄戾气死亡，所以现在他已经是大师兄了。傅月明点点头，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他把门关上，坐在桌子前发呆。有时候他自己也会怀疑，他做这些真的值得吗？为了成功，手上已经有了很多条人命，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杀下去。他知道那些名门正派的宗主们没一个好东西，但是他们运气好，没有被曝光罪行，他们都在被曝光之前登上了宗主之位。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那么幸运，如果真的能当上凌霄宗的宗主就好了。像是他这么有天赋、有能力又努力的人，如果当不上凌霄宗的宗主的话，就太可惜了。这个世界不能交给白痴们。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自己的父亲说过，那些大宗门的宗主之所以能当上宗主，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有多高尚，反而是因为他们道德都没下限，他们不择手段打败了与自己竞争的人，然后他们就开始标榜自己有多么的高尚。所以一定不能被他们骗了，不要学习他们的他屁话，不然永远无法成为他们。如果想要成为人上人，那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我的乖儿子，只要你能不择手段干掉那些有道德的人，你就能踩着他们的尸骨再上人生的顶峰。他的父亲从小就那么教育他，他父亲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在黑白两道都很有地位。他父亲也是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并且成功了。本来他的父亲有着大好的前途，他们家也有着光明的未来，可惜父亲做错了一件事，那是父亲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好事。父亲收留了一个女人，父亲曾经杀了那个女人的全家，杀了那个女人的父亲哥哥。那个女人从小孤苦无依，长大后倾国倾城。父亲不顾母亲的反对，娶了那个女人做老婆。母亲对那个女人很差，经常打骂那个女人。后来母亲不知怎么的突然暴毙，再然后那个女人伙同外人灭了他们全家，他们整个家族都回答了一个女人手里。所以傅月明从小就明白，永远不要有同情心。如果你做错了事，那就一定要一错再错下去，千万不要悔改。大师兄弟找我。12师弟敲门进来，听说你今天要下上买东西，我和你一起去吧。现在我们凌霄宗和他碧水宗势不两立，如果你单独出去的话，我怕你会遇到危险。他好心地说。12师弟非常感激，别人都说这个师兄是个冷血动物，但是12师弟觉得师兄很温暖。12师弟从小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疼爱，来到这里之后，你经常受到欺负，但是师兄对他不错，今天还如此担心他的安全。12师弟对傅月明十分感谢，多谢师兄，那我就听师兄的。那你回去收拾一下，我们一会儿就出发。12师弟走后，傅月明也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带的东西全都是一些巫术会用的东西，明白正派的人很少用到，甚至有一些是名门正派的人明令禁止的东西。收拾好后，他跟12师弟一块去了百里外的市集，这里特别热闹，人来人往。12师弟高兴地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看着街道两旁卖的东西都长得稀奇古怪，非常有趣。傅月明显然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只对成功感兴趣，只对成为凌霄宗的宗主感兴趣。12师弟不明白大师兄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明明大师兄什么都不缺啊。虽然大师兄的家里落寞了，但是家底都还在，不愁吃喝，他本人又那么优秀，很多师妹都喜欢他，而且他已经成了师傅的官，门弟子以后就是凌霄宗的宗主，前途一片光明。真不知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发愁的。师兄，你为什么闷闷不乐？12师弟好奇地问。我在为我们宗门的事发愁。傅月明说道。有什么好发愁的？12师弟不理解，因为碧水宗干掉他们很容易啊，他们的凌霄宗现在如日中天，是所有宗门中最厉害最大的宗门了，只不过被碧水宗挑战而已，打败碧水宗很容易啊。等2天后的宗门比试，借着那个机会灭掉整个碧水宗就行了，有什么好好发愁的呢？师弟你不知道，其实碧水宗他们很厉害，他们有几十件结界水晶，防护力非常强悍。师傅，想打败他们没那么容易，而且现在整个大陆都灵力枯竭，需要寻找新的灵力补充自己宗门的灵力，宗门与东门之间明争暗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傅月明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是真的在为这些事儿发愁。虽然他年纪不大，跟陆云长差不多大，但是他异常早熟，他平时考虑的都是大事儿。
所以师弟们不理解他也是正常的，毕竟人都是孤独的个体，越是站得高，只会越孤独。他每天都想那么多大事，不是未来其他的是兄弟们，其他的是兄弟们，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蝼蚁而已。他只是想让自己爬得更高，他想做那些幕后大人物的打手，帮助幕后的大人物们做一些大人物们懒得做的事儿，他从中获得好处，成了大人物们的心腹，他就能背靠着大人物往上爬了。12师弟当然不懂那些，而且12师弟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些，他第一次听傅月明说这些东西，完全是一副懵逼的状态。12师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日子过得很平淡，他以为所有人的日子都是这样，难道不是吗？现在整个大陆上人们都在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日子平淡的没有什么起色，但是也不至于太差。那些恐怖的事儿仿佛距离他们很远，就连猎杀妖兽的事儿都轮不到他们去做。师傅每次都会想办法找别人去做，他们在宗门里混吃等死，而且因为修炼的原因，他们比一般人的寿命更长，能活更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更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他在宗门里经常受到欺负，但他还是喜欢这样的日子，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有一种得过且过的豁达。只是没想到大陆上已经波涛暗涌，虽然我从没想过原来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这么困难的地步，可是为什么师傅不告诉我们了？其他的人也从没有人说，今天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话，简直把他给震惊了。原来他们的生活和他想象的生活竟然是两码事儿，原来他们的周围已经这么危险，可是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没人告诉他这些，他自己也感觉不到。在凌霄宗门的日子很平淡，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师傅好像能把所有的事都解决掉。虽然师傅有点自私，但是师傅保护着他们，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有时候他觉得对不起师傅，因为师傅为他们做了那么多，还承担着骂名，他却没什么可以为师傅做的。师弟这些事就算告诉你们了，又有什么？你们能帮上什么忙吗？只不过会制造混乱而已。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乎时代发展的事，都不是普通人能够解决了。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或者随波逐流。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想做点什么，那这个世界早就乱了。傅月明理所当然地说道，那些普通人在他眼里不叫普通人，叫做蝼蚁或者猪狗，都是些蠢货，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如果让他们知道真相的话，大陆上早就乱掉了。还是让他们蒙在鼓里比较好，起码能维持现状。而且现在各个宗门都修炼一种邪术，那就是从本宗门的弟子身上摄取灵力，把那些灵力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要保证弟子们的心灵纯净，所以不能让弟子们成为坏人，也不能让弟子面的心思过于复杂。所以野凌霄宗的几瑶光才那么保护他们那些弟子，让他们生活的无忧无虑。那些弟子还要感激他。其实他从弟子们身上已经得到了很多的灵力，并且把那些灵力储备了起来。因为他现在在修炼的程度还不足以吸收那些灵力，吸收人身上的灵力有一定风险，很容易走火入魔，所以对自身的修为要求比较高。就算以他的修为，也不敢轻易尝试。不过傅月明相信他可以试试，因为他有教主帮忙做护法，不用担心怎么会入魔。他目前正在追查那些灵力的储存位置，他才不会老老实实的等着几瑶光死了之后继承凌霄宗。那你等到猴年嘛？修炼的人寿命都太长了，平均都能活100多岁。像凌霄宗跟碧水宗宗主们这样的人，基本上能活300-400岁。他要再等几百年之后才能继承凌霄宗，时间太长了，他等不了也不想等。他跟凌霄宗宗主只相差20多岁，等凌霄宗宗主过个300-400年死了之后，他终于能继承凌霄宗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年纪就很大了，他也有300-400岁了，再过几年还不死呢。到时候继承凌霄宗只能当几年宗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要尽快当成凌霄宗的宗主。但是他知道现任的凌霄宗宗主是绝对不会主动退位，所以他只能动用一些其他的手段。上次给师傅的药可以暂时提升师傅的修为，让师傅能打败碧水宗，但是副作用傅师傅想象中要大很多，会对师傅的身体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虽然不至于让师傅马上毙命，但是会缩短师傅的寿命，而且缩短的时间大概会缩短傅100年的寿命。师傅吃了药之后肯定会有所察觉，不过他不怕，到时候就说他也不知道副作用那么厉害，师傅肯定拿他没办法。如果师傅想对他怎么样，他也不害怕，到时候直接跟师傅对着干。他背后有教主的支持，对付师傅应该绰绰有余。想到这里，傅月明脸上终于露出一丝喜色。旁边的12师弟还是一脸懵懂。12师弟虽然不懂大师兄在说什么，但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师兄那么厉害，所以他说的话肯定都有道理。于是他点了点头，大师兄，我们这些人都没什么用，帮不上你什么忙，而你跟师傅他们还要保护着我们，真是辛苦你们了。12师弟感激地说道，他是真的很感激傅月明，甚至愿意为了傅月明赴汤蹈火。只看到傅月明在12师弟眼里闪闪发光。好了，今天是陪你出来买东西，我们就不要聊那些沉重的话题了，还是轻松一点比较好。傅月明笑着拍了拍12师弟的肩膀。12师弟点了点头，只要是大师兄说的都是对的，他那么笨，听大师兄的准没错，那就轻松一点好了。像他这种普通人却是无法考虑那些关乎时代发展的大事，他能做的只是做好一个普通人，他不想给大师兄添乱了。他心里怀揣着对大师兄的感激，想买点东西送给大师兄。大师兄，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我想买下来送给你，你想不？想要。12师弟拿着一个小挂件问傅月明，那个小挂件是一只小狗，用彩色的绳子编成的，编得惟妙惟肖。
但是傅月明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觉得那个小狗实在太丑了，简直比12师弟还丑。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喜欢那种东西？也只有12师弟那种蠢货才会喜欢吧。还是不要破费了，你家庭状况不好，还是多省一点钱吧。傅月明衣服还为12师弟着想的样子，还拍了拍他的肩膀。12师弟更感动了，大师兄太为他着想了。以前师兄还送给他很多好东西，笔墨纸砚，还有衣服。他不知道的是，那些衣服都是傅月明不想穿的旧衣服，想扔又懒得扔，所以就让他拿走了。他突然有种感觉，要是他有傅月明这种爹爹就好了，他的人生就不用那么悲惨了。他真想叫他一声爹爹，只不过两个人年纪相差太近了，估计大师兄也不想要他这种愚蠢的儿子。想到这里，12师弟感到一阵沮丧。如果重新投胎做人的话，他希望能做大师兄的儿子，在大师兄的指导下，他一定能成为人才，不像这辈子这样做一个平庸之辈。大师兄你真好，处处为我着想，有时候我真想为你做点什么。你真的想为我做点什么吗？傅月明问道。当然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愿意为大师兄赴汤蹈火。12师弟认真的说道。他不怕为大师兄做任何事，只怕大师兄看不起他，看得让他做。毕竟大师兄太厉害了，什么事儿都能自己做到，根本不用别人帮忙。我当然有需要你做的事情，只不过我怕你不同意。傅月明说道。如果他真的把想让12师弟做什么如实相告，估计12师弟会被吓懵逼吧。12师弟只是一个胆小鬼而已。师兄，你放心吧，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你对我那么好，我都记在心里，我是真心感激你，也真心想要报答你。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帮你做到。12师弟的态度非常坚定。傅月明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12师弟，我真的有事需要你帮我去做，等买完东西之后，你跟我来。傅月明这次跟12师弟出来，就是想利用12师弟，没想到12师弟上次杆子，非要帮他做什么。呵呵，既然这么勇敢，到时候不要逃跑才好。但是请你放心，不管你交代我做什么，我一定会做好。12师弟信心满满的说道，啪啪的拍着自己的胸脯。最好是。傅月明冷笑一声。两个人买完东西之后，傅月明领着12师弟来到了一片树林。这一片树林人烟罕至，基本上没什么人来，而且现在是大晚上，更不会有人。12师弟看着周围的环境，觉得有点害怕。为什么让他到这里来？大师兄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不行呀，虽然他很感激师兄，但他喜欢师妹师姐，他必须要拒绝师兄。师兄，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大师兄，如果你喜欢特殊嗜好的话，我知道五师兄可以，但是我不行，我愿意用其他的方式来报答大师兄。12师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大师兄真是的，怎么能有这种癖好呢？就算是大师兄有这种嗜好，就不能自己憋着吗？干啥非要让他知道吗？就算是让他知道，大师兄也不会那么笃定他会答应啊。怪不得刚才大师兄怪怪的，一直说他不会答应为他做事，原来是这种事啊。那他当然不会答应啊。12师弟很生气，觉得大师兄是在恶心他。傅月明听后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没有那种不良嗜好。再说了，我就算有那种不良嗜好，我也不会找你，要我的审美有那么差吗？傅月明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12师弟真不要脸啊，太自恋了，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就算是他有什么不良嗜好，也不会找他老12啊。老12比他还大4、5岁呢，那么大年纪了，还跟个大傻子一样。他傅月明会看上那种人？开什么玩笑？傅月明都要吐了。12师弟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大师兄是我想多了，幸好不是，他差点被恶心死了。既然大师兄没有不良嗜好，那拉他来这里做什么？他是想见到这么晚了？你带我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不是说了吗？让你给我帮忙。傅月明被问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师兄，你要我帮你做什么？12师弟虽然很疑惑，但还是激动地问道。你一会就知道了。傅月明一边说着，一边搭建了一个法阵。12师弟虽然不懂法阵，但是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法阵。他不知道这个法阵有什么用途，反正知道是邪术，也是禁术。名门正派都已经禁止修炼这些东西了。师兄从哪里学来的这些禁术？师兄，你怎么会这些东西？各个门派不是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禁止了吗？12师弟疑惑地问。他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是他又不知道哪里不好，一副懵懂的状态。你知道为什么各个宗门禁止这些东西吗？因为修炼这些东西是一件坏事。12师弟理所当然地回答。傅月明摇摇头，修炼这些东西并不是坏事，所有的修炼都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就连我们的修炼也是。只不过我们修炼成功之后，会反过来修复我们的身体，用这些禁术也不例外，这些会损伤我们的身体，但是成功之后反过来修复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有事。只不过因为这些禁术太厉害了，修炼它的人修为都会大大增长，而各个宗门的宗主不希望所有人的修为都增长那么快，不然的话，随便一个什么人都会打败他们。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这些法术会成为禁术了吗？傅月明解释着说，他的阵法已经设置完成了。12师弟点点头，他从没听别人说过这些，所以觉得十分震撼。原来这才是各大宗门禁止修炼禁术的原因啊！他今天算是长见识了。那么各大宗门的宗主都会禁术吗？绝大部分都会，就连碧水宗的莫问蕊也会。傅月明回答。那么大师兄，你带我来这里到底干什么？我想让你跳进这个圈子里，帮我完成阵法。我需要用你的血和灵力炼制一种能融合境界里的东西，健身附上那种东西后，就能劈开陆云崖的链接睡觉了。听了傅月明的话
12师弟终于恍然大悟了，原来是这样啊，一切都是为了打败碧水宗。12师弟心里特别佩服大师兄，但是随即他就发现了不对的地方。等等，不对啊，大师，你要用我的血和灵力，你要用多少？如果用的不多的话，他愿意是牺牲一下。大师兄，我这2天吃的多，长肉了，相信身体里的血也比平时更多，我给你弄半碗，你肯定够用了吧？12师弟慷慨地说道。12师弟，你开什么玩笑？半碗血怎么够啊？傅月明拿出了身上的剑，剑在月光之下，剑身闪闪发光。那师兄，你要用多少？当然是把你放干啊！你是说他有复活丹药？没错，上一次2个宗门比试的时候，他差点被打死了，就是用复活，他要把自己给复活了。说话的是凌霄宗的一个弟子，他跟周倩认识，从小一块长大，后来进入了凌霄宗。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周倩面前吹牛，复活丹药能救所有的人命吗？周倩激动地问道。不是，凌霄宗弟子的话让周倩有点失望。可是凌霄宗的弟子接着说道，复活丹药能救生病或者是受伤的人，但是并不能救那些阳寿快尽的老人。生病或者受伤的人，周倩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她的娘亲就是生病了，那复活丹药应该也可以救她的娘亲吧？一定能，她也想要复活丹药，可是该怎么弄到呢？想了半天，周倩决定去碧水宗找陆云长，向陆云长借一颗复活丹药。至于用什么还，她还没想好，不过她一定会还，用她这条命来还。早上起来，周倩给她娘换了尿片，尿片是几块破布拼成的，然后又给她娘吃了饭。娘，我今天要出一趟远门了，可能到了明天才能回来，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好吗？她对自己的娘亲说道。娘亲反应很慢，看了她半天才反应过来。娘亲并不担心自己，但是却很担心她。你要去哪里啊？你要早点回来，路上要小心啊。娘拉着她的手，嘱咐她，好像她永远也不会来了似的。放心吧，你好好的在家里待着，我去找一个人，跟他借点东西，明天就能回来了。周倩说道。又检查了一下，确定她娘周围没有什么纰漏，能让她娘待在床上等她回来。娘，你放心吧，我跟那个人借的东西可以治你的病，所以你在家里好好的，等我回来，只要我把药借回来给你吃下去，你的病就好了，以后咱们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周倩憧憬地说道。她的娘亲使劲地点点头，她的娘亲也想自己的病能好起来，不管能不能把药借到了，你都得早点回来啊。她的娘亲还是不放心她，毕竟外面那么多坏人。你放心吧，娘，我会早点回来的。周倩向她娘亲保证。她收拾好了东西，把吃的喝的放在娘亲的床头，然后出了门，把门从外面锁上了。还没走出胡同，突然跳出一个胖子。胖子身上穿的衣服是绸缎，脸上像是月球表面，跟他差不多大，可是像是比他大10几岁一样。你这是去哪里啊？胖子笑嘻嘻地问道。我爱去哪去哪，关你什么事？闪开！周倩很讨厌这个胖子，因为胖子总是骚扰她。你同意嫁给我了吗？只要你同意嫁给我，我就可以出钱给你娘看病，你娘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呵呵，让我嫁给你不可能的，还有你别骗我了，我娘那病一般的郎中是看不好的。如果他娘的病有钱就能治好的话，或许她真的会嫁给胖子。真是太恶心了。胖子那张脸，他看到就想吐，还是算了吧。他总会找到其他办法救他娘亲，但是他知道他娘的病不是有钱就能治好的，胖子只不过在骗他。他那么想给娘亲治好病，可是胖子竟然用这事儿骗他。周倩很愤怒，特想揍胖子一顿。我说真的，咱们这儿来了一位神医12金币，就能请他看病，他一定能把你娘治好。要不我把他带来给你娘看，把你娘的病治好了，你再嫁给我。胖子引诱着周倩，但是周倩现在急着去碧水宗找陆云长，没工夫在这儿被胖子欺骗。呵呵，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才不会上当。周倩不搭理胖子，从他身边走过去。胖子一下子就抓住了周倩的胳膊，不让周倩走。周倩怒了，抽了一下没抽回来。臭胖子，你给我放开！周倩已经生气了，但是胖子依然嬉皮笑脸。周倩飞起一脚踹到了胖子脸上，直接把胖子给踹飞了。开玩笑，他上辈子是一个职业保镖，身手特别厉害，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是个废灵根，不能修炼，所以也是一个普通的废物。等他还拥有上辈子的身手在，对付2个普通人还是可以的。臭丫头，你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胖子大吼大叫起来。周倩知道他胖子们家养了不少修士，如果说他们赶来了，他就跑不了了，他还要去找陆云长呢。于是周倩拔腿就跑了。臭丫头片子，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胖子冲着周倩的背影大喊。周倩没有什么钱坐车，只能靠一双腿走路，实在太累了，走了4、5个时辰还没到。照这样下去，他明天早上应该赶不回去了。若是他长时间不回去，他娘亲尿肯定尿了很多，那药床上都湿了，他娘亲肯定会很难受。他很不放心娘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你，真的是你啊？你还记得我吗？突然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人，他抬头看去，认出来了。是你啊，你不是要6师兄吗？对方正是碧水宗6师兄，上次在茶馆的时候见过面。没错，就是我。你怎么在这里？你要去哪里啊？6师兄好奇地问道。他今天下山去拿上次定制的砚台，回来的时候正好遇到周倩，我正好要去你们那里找一个人，问他借点东西。周倩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好啊，你要找谁？要借什么东西？6师兄好奇地问道。我要找你们大小师弟陆云长借一个复活丹药。
啊，借那么贵重的东西？复活丹药可不是能随便借的，毕竟那么贵重的东西，你借复活丹药做什么？我想用它救我娘。你娘怎么了？六师兄主打的就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生病了，躺在床上好多年了，最近他的病越来越厉害了，如果没有复活丹药的话，他可能撑不了多久。周倩虽然很累，但是见到碧水宗的六师兄还是很高兴。六师兄很和善，见到他就觉得距离碧水宗不远了。那你不用去那里了，我这里还有一个复活丹药给你吧。六师兄说着，从怀里取出一颗复活丹药，塞给周倩。周倩拿过复活丹药，一脸的不敢相信：“你真的把复活丹药给我了？刚刚不是还说很贵重吗？不是还说不能轻易借吗？现在竟然这么痛快，就把复活丹药给他了。”六师兄嘿嘿一笑：“周倩太漂亮的了。”六师兄本来就不善言辞，本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相处，这个时候被问得不好意思了。他其实没多想，也不知道咋的，就把复活丹药给他了。他就是想让周倩快点回去救他娘亲而已。当然啦，你不是需要吗？六师兄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很有男子汉气概的回答。可是你不是说这个很重要，不能随便借吗？周倩完全搞不懂六师兄。一开始他还以为六师兄是在警告他，让他不要痴心妄想。可是没想到六师兄竟然这么痛快的把复活丹药给他。当然很重要啊，但是你娘不是生病了吗？救人要紧啊！你不用太感谢我，反正这个丹药也是师弟给我的，你先拿去救你娘亲，等以后如果还记得，就再感谢我好了。六师兄被周倩看得很不好意思了，他不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儿吗？美女干啥一直盯着他看啊？肯定不是想感谢他，而且垂涎于他的美色。哎，像他这么帅气的男人，果然很吸引女孩子。他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己这么有魅力呢？六师兄咳了一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袍服，想要继续迷死周倩。非常感谢你，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周倩认真的说道。他没想到六师兄这么好，好到让他觉得把丹药给他是理所当然，好到让他差点以为复活丹药触手可得，好到让他不想感激六师兄。但是他知道一颗复活丹药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能救他娘亲的命啊！他真的非常感激六师兄，如果六师兄开口，他愿意为了六师兄赴汤蹈火。啊，你真的要报答我吗？那美女，你愿意以身相许吗？六师兄顿时来了精神，这种桥段他熟悉啊，每个月去街上玩，去茶楼听书的时候，都能听到那种桥段，英雄救美，美女以身相许啊！没想到这种好事儿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不愿意。周倩直白的拒绝。实话，她心里感到有一点点的厌恶，因为她想起了胖子，胖子就经常说要帮助她，其实就是想把她骗上床而已，所以她对着以身相许这种事非常敏感。好吧，那就不用报答我了。六师兄叹口气，然后泪流满面，原来说书的都是骗人的，但是我的命你可以拿去。周倩笃定的说道，眼神非常坚定。不用了，我不是喜欢要别人命的人，你自己留着吧。既然都得不到你的人，我要你的命干啥啊？六师兄的内心依然在哭泣。哈哈，果然都是骗人的，说书的都是骗人的。他上次还赏了说书人5个银币呢，就是为他被书中的才子佳人的故事给感动了，原来是骗人的，早知道就不给钱了呀。周倩谢过六师兄，然后就转身开始下山。虽然他还没摸着碧水宗的门，但是已经爬了一半的山路，现在还得爬下去。周倩差点被乐死了。六师兄无奈的摇摇头，继续往碧水宗走去。通往碧水宗的山路旁边有很多大树，陆云长就坐在其中一棵大树上，他正在嗑瓜子。因为今天莫文蕊把他关进了书房，让他在里面翻阅仙人圣言，翻得他要睡着了。但是书房睡觉对仙人不大尊重，于是他只能舍近求远，跑到这儿的大树上睡觉。他不知道此刻的莫文蕊在书房里找不到他的人影，已经快被气死了。师兄，你怎么把我送给你的复活丹药送人了？陆云长悠悠地说道。他刚刚看到了六师兄把复活丹药送给周倩了，当然也听到了周倩跟六师兄的谈话。陆云长觉得六师兄可能是被骗了，但是他不打算说什么，毕竟他弄到复活丹药挺容易。周倩就算是骗走了复活丹药，也是用来救人，复活丹药害不了人，所以六师兄被骗就被骗吧。以六师兄的智商，就算是跟他说了，他也不觉得自己被骗。复活丹药本来就是用来救人的，我把丹药给他，也是为了救他娘亲，我真是做好人好事。六师兄觉得陆师弟想多了，陆师弟啥都好，就是太聪明了，所以有的时候疑心比较重。但是陆师弟应该没坏心思，不就让他把复活丹药要回来了，所以六师兄自己也不在意。你那不是借花献佛吗？陆云长白了六师兄一眼，他刚才可是啥都听到了。六师兄还想让人家嫁给他呢，嘿嘿嘿。不过就连这样，人家都没同意那门亲事，六师兄心里得暴风哭泣了吧？那也算是吧。六师兄回答，陆师弟不要太在意那些细节。六师兄嘿嘿一笑，也跳到树上。陆云长把荷包里的瓜子分给六师兄一点，上次周倩给的方子炒的瓜子。六师兄问道。陆云长不乐意了，什么叫他给的方子炒的瓜子？明明是从他那里买的方子炒的瓜子，花了20个银币呢。不过这种瓜子真好吃。陆云长跟六师兄嗑瓜子，陆云长拿过六师兄买的笔墨纸砚，翻看起来。这天气已经这么晚了，他一个女孩子回家很危险吧？而且这里离他家有那么远，我应该送他啊。六师兄突然想起家事的说道，而且他妈妈病重，我应该去他家里看看问候一下，现在他肯定很需要人关心，一个女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太不容易了。
六师兄说着，从树上跳了下去。不会吧，你管那么多啊？陆云长说着，把六师兄的砚台扔下去，还给他。六师兄接住砚台，师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陆云长才不想呢。师兄们，还是把绑师傅和其他师兄们买的砚台先拿去给他们吧。还有，你晚上夜不归宿，必须跟师傅说一声，师傅同意了，你才能去。陆云长好心提醒哦，六师兄。但是六师兄不想耽误时间。陆师弟，你帮我把东西送回去吧，顺便帮我跟师傅说一声。他想赶紧追上周倩，送周倩回家。但是陆云长好不容易跑出来偷懒，不想自投罗网。再加上他对周倩有误会，以为周倩是小太妹，因为周倩的气质打扮都太飒了，而且有点大大咧咧，但是有一点没有御姐的撩人感。虽然很漂亮，可是带着一丝丝狠辣。再加上他知道周倩也是穿越者，所以他认定了周倩是个小太妹，不想让六师兄跟那种人走得太近。六师兄没办法，只能亲自去把砚台送给了其他师兄弟们，然后跟莫问蕊说他要出去一趟，可能晚上不回来了。莫问蕊当然不同意。现在是即将跟凌霄宗对战的前期，是关键时刻，两派的人大师死去活来，六师兄若是不小心被凌霄宗的人给抓去了，那怎么办？可是六师兄不说话了。莫问蕊脑子嗡嗡响，他太了解这些徒弟了，这个混蛋肯定是想晚上偷偷溜出去。么得，能不能给他这个师傅一点面子啊？能不能听点话啊？莫问蕊在心里把这个老六吐槽了一遍。你如果非要去的话，就让陆云长陪你一起去吧。莫问蕊开口说道。六师兄一听，立刻高兴起来。师傅，真的吗？师傅，你真是太好了。师傅，我就知道你不是无情的人，你一定会同情周倩那个女孩子的。莫问蕊欲哭无泪。我同情她干啥？我又不认识她，我跟她素未谋面，她爱怎么样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不想自己的徒弟在外面出什么事而已。何况还是这种笨蛋一般的徒弟，这种笨蛋徒弟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出去，肯定会遇上危险啊，所以只能让聪明能干的小徒弟跟着一块去。可怜我的小徒弟，总是一个人承受了太多。六师兄高高兴兴地跑出宗门，此刻陆云长正准备从树上跳下来，准备回去吃饭了。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很了解莫问蕊，已经到了饭点，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饭，师傅不会在这个点上难为他。等吃了饭，蔡师傅不注意的时候，再想办法逃跑。饭点就是他的安全时间。小师弟，刚刚师傅说了，让你陪我一起去找周倩。六师兄冲过来，兴奋地喊道。陆云长差点踩空，总算安稳跳下来了。不会吧，师傅真那么说？他还想回去吃饭呢。今晚的食堂做了排骨，还有红烧鱼，都是他喜欢吃的菜。他等排骨已经等了好几天了。不会是六师兄不好意思自己去找周倩，所以找了个借口吧？当然是真的，不信你去问师傅。六师兄以为陆云长不会去问，所以就那么随口一说。结果陆云长真的跑去问莫问蕊，这一下又耽误了时间。两个人终于出了宗门，咱们赶紧走吧，要不然的话周倩就走远了。他如果不行，咱们倒是很容易就能追上他，但是他如果坐车的话，现在应该走了挺远了。不过也没什么，反正我会御剑飞行，花不了太长时间就能追上他。六师兄已经亮出了自己的佩剑，两个人御剑飞行在天空，但是黑灯瞎火的，飞得太高根本看不清地面上的人，飞得太低能见的范围又太小，不容易找到周倩。不会吧，师傅真的让我跟你一块儿去？但是我真的不想去，我还没吃饭呢。陆云长还在想着他的排骨，那可是用他给的方子做的排骨米饭啊。想到这儿，他肚子咕噜噜乱叫。六师兄也听到了身后乱叫的肚子，陆云长简直饿得欲哭无泪。不至于吧，小师弟有那么饿吗？六师兄一头黑线，回来再吃吧，实在不行我在路上给你买好吃的。六师兄安慰陆云长。陆云长又不傻，知道六师兄是在胡说八道，那么晚了，大街上没有卖好吃食的摊子。再说了，他们在天上御剑飞行，上哪买东西？可是他知道师傅是怎么想的，肯定是觉得六师兄太笨了，得找个聪明人跟着六师兄，免得六师兄遇到危险。毕竟现在日子不太平，凌霄宗跟碧水宗之间你死我活，万一凌霄宗在背后耍小手段呢？他们走了不知道多久，终于看到周倩的身影。等等我们！六师兄大声喊道。陆云长的耳朵都要被震聋了。六师兄什么时候嗓门变得那么大了？周倩回头就看到两个人在皓月之下从天而降，跟武侠片一样。太好了，终于追上你了！六师兄激动地说道。你们怎么来了？现在太晚了，我们怕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我们特意来送你回家。六师兄笑嘻嘻地说。陆云长也点点头。虽然陆云长很不情愿过来，但是现在却是太晚了，身为男生有义务送女生回家，反正这样也能逃避被关在书房。周倩很感动，没想到这两个人那么讲义气。他以前听说过很多碧水宗的传闻，都说碧水宗不太好，不如凌霄宗，他信以为真了。但是现在他发现不是那样的，碧水宗的人很好。你们怎么送我回去啊？他注意到他们刚刚是一把剑上跳下来的，这俩人在御剑飞行，如果能带上他御剑飞行的话，就能早点到家了。他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生怕娘亲一个人在家会出什么事。我们走着回去吧，我没办法带着两个人御剑飞行。六师兄说道。周倩稍微有点失望，他心在心里很不安定，有种不好的预感，预感到他娘亲似乎出事儿了，他想快点赶回去。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他还是说道，能不能先带着我回家，我比较担心我娘亲。你们放心吧，我会报答你们的。他知道这样有点对不起被扔下的那个人，他这个人不喜欢不公平的事，所以他愿意报答两个人。六师兄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看了陆云长一眼。陆云长他无所谓的耸耸肩，没事儿，我有摩托车，不比你们慢。陆云长上次从系统花掉绝大部分积分，兑换了一辆摩托车，正在后悔中，想把摩托车卖回给系统，可是现在终于再次派上用场了。陆云长把摩托车从系统中拿出来，街道上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周倩被吓了一跳。么得，什么情况？真的是摩托车？我还以为我刚才出现幻听了呢。他惊讶地看着陆云长，难道你也是？陆云长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点了点头。他刚刚忘了，周倩也是穿越，肯定认识摩托车。他这样把摩托车拿出来，周倩肯定会知道他也是穿越者了。不过也无所谓，知道就知道呗。周倩肯定不会说出去，就算说出去，没人信。至于六师兄，他早就习惯小师弟突然变出稀奇古怪的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小师弟是怎么变出来的，但是好用就行。在这块大陆上，本来就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儿，如果每件事都去追究，那他就没时间干别的了。就这样，六师兄带着周倩御剑飞行，陆云长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这是周倩第一次御剑飞行，这种体验太奇妙了，就是只有仙侠剧里才有的事儿啊！他竟然真的体验到了。说实话，这种感觉有点害怕。生怕会掉下去啊！幸好他上辈子是个保镖，身为保镖，当然刻苦的练习我平衡感，所以平衡感很好。就连六师兄都觉得他的平衡感真的很好。如果是别人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掉下去了。你真厉害，竟然站得那么稳当。你以前御剑飞行过吗？六师兄夸赞周倩。之前他带着其他还不会用御剑飞行师弟们时，师弟们都掉下去了，无一例外，害得他刚飞没一会儿就得再去捡人。当然没有，这是第一次。周倩回答，要是他也能御剑飞行就好了，这样不管去哪就方便了。而且御剑飞行太酷了，在现代世界是绝对没有机会御剑飞行的，只有在这个世界才有。可惜他是废灵根不能修炼，不然他也能御剑飞行了。周倩，我觉得你可以来我们碧水宗修炼，你的平衡感这么好，很适合御剑飞行。六师兄说道。陆云长是服了这些师兄们了，他们都有一个毛病，认为所有好的女孩都应该去碧水宗。周倩摇头，我不行，我去不了，碧水宗不会要我。我以前去过凌霄宗，但是检测出是废灵根，根本没法修炼，所以碧水宗应该也不会要我吧。周倩这么问的时候，带着一丝丝期待，希望碧水宗不会那样。但是六师兄不说话了。周倩叹口气，他明白了，碧水宗选择弟子跟凌霄宗差不多，都不要废物。周倩告诉六师兄该怎么走，他此刻急匆匆地赶回家里，终于快到了。可是为什么一片火光？在还没到家的时候，就看到家的方向有火光，他家里化成了一片火海。周倩直接懵了，娘亲娘亲，你在哪里？周倩从剑上跳下来，站在家门口，周围的邻居都围在他家门口，很多邻居在用水桶灭火。到底是谁干的？到底怎么回事？他问这位看热闹的人，但是没人敢说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他好不容易把复活丹药借回来了，借复活丹药要那么容易，让他以为回来就能治好娘亲，他以为只要治好娘亲，能过上好日子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娘亲，你怎么了？你在里面吗？我来救你了。他往大火里冲去，周围街坊都拉着他不让他过去。陆云长跟六师兄他们两个也拉着他。姑娘，火势太大了，你别去了，里面的人肯定不行了。不行，我等你，药精还在里面，我一定要进去救他。周倩，算了吧，里面肯定都烧光了，你进去了也白去，还白白搭上你自己的性命。但是周倩铁了心要冲进去。我一定要呀，救我娘亲，你们都别拦着我。周倩使劲地挣扎着，她上辈子是保镖，身手很好，现在为了能冲进大火力救人，她甚至都要跟那些拦着她的人动手了。她是一定要冲进去救娘亲的。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看看。六师兄说道。他觉得自己毕竟有修为，冲进火里看看情况，肯定受到的伤害比周倩要小很多。六师兄说着就要往火海里冲，却被陆云长一把拉住了。陆云长被六师兄的智商给深深的感动了，这样直接就往火海里冲，造孽啊！他怎么有这种蠢货师兄啊？么得，六师兄不是故意的吧？想在周倩面前表现自己，然后受点伤，让周倩心疼，然后照顾她，然后两个人日久生情。陆云长宁愿相信是后者。你们两个待着等着我过去吧。陆云长说道。那要不咱们两个一块儿过去吧，也互相有个照应。六师兄硕大。算了吧，危险时刻你别跟我一起行动，就等于是在照应我了。陆云长的话让六师兄懵了一下。小师弟，你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很伤心。六师兄是真的很伤心。他怎么了吗？他这么好的一个人，陆师弟为啥要嫌弃他呢？简直暴风哭泣啊！呀，好吗？别废话了，你在这里看着他。陆云长不容置疑地说道。说着，他冲进了火海。周倩想跟着冲进去，但是被六师兄给拉住了。如果师弟找到你娘亲，一定会把他救出来，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在进入火海的一瞬间，陆云长拿出了结界水晶。在碧水宗的日子，他没少在修炼上偷懒，但是在如何使用系统上，还有如何使用从系统兑换的宝贝上，花了一番功夫做研究。他发先知，要自己合理利用系统兑换出的宝贝，甚至能在凌霄宗宗主那么厉害的人手下逃脱，所以他对从系统兑换的宝贝的使用上很有心得。可惜他发现结界水晶落地之后是不动的，他在结界里的活动范围也只有那么大。他如果想向前移动的话，需要先在前面设置一个结界，把你的结界水晶扔过来。
陆云长冲着门外的六师兄大声喊道。六师兄立刻明白了陆云长的意思，掏出结界水晶就扔了过去。陆云长稳稳地接住了，他把六师兄的结界水晶扔在前面，2个结界水晶几乎占据了整个屋子的面积，他可以在屋里自由走动。他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周倩的娘亲的床，可是床上已经被房梁给砸中了。他把房梁搬开，发现床上竟然没有人，他心里一喜，太好了，床上竟然没有人，难道说都周倩的娘亲自己躲起来了？在路上的时候，周倩说过她的娘亲腿脚不能动，身子不能动，但是2只胳膊还能动。难道在求生欲之下，周倩的娘亲凭借2只胳膊离开了病床，并且找地方躲起来了吗？如果真是那样，就太好了。他真的希望周倩的娘能没事。既然周倩的娘真的躲起来了，就拜托命运放过她一次吧。只要别把周倩的娘烧成飞灰，复活丹药就能救活她。他立刻在屋里到处找了起来。周倩的娘亲，周伯母，我是周倩的朋友，我来救你了。周倩正在门口等着你呢。你在哪儿啊？陆云长一边找一边喊道。可是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周倩娘亲的踪迹。他在结界水晶里，外面的浓烟被屏蔽在外。当他又回到周倩娘亲的床边转悠的时候，突然从床下伸出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腕，把他吓了一跳。周倩的娘亲，真的是周倩的娘亲吗？陆云长激动起来。床下的人重重的点头。我救你出来。陆云长把周倩的娘亲从床底下拉出架，背在身上跑出了屋子。师弟他们出来了，他背上有个人。周倩，那肯定是你娘亲，师弟把你娘亲救出来了。六师兄激动的大喊大叫。周倩急忙过去帮忙把娘亲从陆云长背上放下来。娘亲太好了，你没事啊？周倩抱着娘亲，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失而复得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师弟多亏了你，你真厉害。六师兄高兴的抱住了陆云长。陆云长把六师兄推开，然后去火海里把结界水晶收回来。师弟，你真的太好了，多亏了师傅让你跟我一起来。六师兄激动的不能自已，又去抱陆云长，可是被陆云长一把推开了。拜托，我一向就那牛逼，所以别搂搂抱抱的好吧？难道我每次这样牛逼都要被你免费抱抱吗？那样岂不是每天都要被抱抱？哦，陆云长都要吐了，要是被美女抱就罢了。六师兄滚一边去。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刚才好大的火呀，我好害怕。周倩的娘亲好像是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她刚刚真的害怕极了，有人破门而入防火，还扇了她一巴掌，她被烟呛得难受，从床上用2只胳膊支撑着爬下去，摔倒地上。她想爬出屋子，可是房梁掉了，压在床上，她好不容易缩在床下，太可怕了。她刚刚以为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呢，她像是小孩一样呜呜的哭了起来。没事，娘亲，现在已经没事了，而且我已经借到了复活丹药，我现在就给你吃上，你的病就会好了。周倩说着拿出我的药喂给她娘亲。周倩的娘亲吃了复活丹药，觉得身体一阵燥热，接着身体发生了剧烈的疼痛，整个人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身体也以想不到的角度扭曲着。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周倩顿时慌了神，急了。她的娘亲看起来好像变成了丧尸，到底是怎么回事？放心吧，这是吃了复活丹药后的正常反应，身体里的骨骼在重塑，所以会发生一些奇怪的行为，等过一会儿就好了。陆云长解释说道，他曾经吃过复活丹药，所以对吃了复活的药之后会有什么表现了如指掌。周倩十分担心自己的娘亲，但是看到陆云长那么淡定，她也跟着放心下来。好吧，她相信陆云长，虽然他们2个并不熟悉，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相信他。周围所有人看到周倩的娘的样子，都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的人说周倩的娘已经诈尸了。但是周倩并不在乎那些人怎么说，制造她娘能快点好起来就行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娘终于恢复了正常。我真的好了，我现在已经好了。她的娘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变得很有力气。周倩的记忆中，她娘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嗓音，说话铿锵有力。她虽然是穿越过来的，但是她继承了原主的记忆，体会到了原主和她娘亲的相依为命。她上辈子是孤儿，这辈子也想要享受亲情，所以她代替原主对原主的娘亲特别好。虽然娘亲在床上不能动，但是还是让她体会到了浓浓的母爱。她真的很想让娘亲好起来，而现在梦想成真了，娘亲真的好了起来。太好了，娘亲的身体终于康复了。周倩拍着手说道。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都震惊了，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为啥刚刚周倩的娘还一副不行了的样子，现在又突然好起来了吗？我的好闺女，你真不容易，让娘亲又活了一次。周倩的娘亲充满感激又无限疼爱地摸着周倩的头发。娘亲，他们2个也帮了大忙呢，谢谢你们2个，多亏了你们2个。周倩指着陆云长跟六师兄，并且把陆云长跟六师兄做了什么都跟娘亲说了一遍。周倩的娘亲听完后，对陆云长跟六师兄十分感激，你们2个真是好人，太谢谢你们了，你们都是好人。周倩的娘亲十分感激陆云长跟六师兄，她苍老的手紧紧地握着陆云长的手，不断地表达自己的感谢。周倩的娘竟然真的活过来了，太奇怪了，好像是那2个年轻人救了她。那2个年轻人是神医吗？他们竟然可以起死回生。是啊，周倩的以前都下不来床了，应该是快不行了，现在竟然没事人似的，能站起来了。那2个年轻人也太厉害了吧！长得最好的那个年轻人还冲进火里，把周倩的娘给救出来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周围的人纷纷感慨着：“不用客气，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陆云长说道：“现在你娘已经救出来了，但是你们家被烧了，你们还有地方可以去吗？”陆云长问周倩。周倩摇摇头：“不过没什么，即便没地方住，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我娘能好起来就行了。”周倩轻松地说道。周倩的娘点点头，疼爱地摸着自己闺女的脑袋：“可怜我的闺女，真是苦了你。”闺女一直都在照顾她，十分的辛苦，但是现在她刚好不容易好起来了，家又没了，娘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周倩的娘不考虑自己，但是对周倩觉得很抱歉，觉得自己亏欠闺女太多了。娘，只要你能好起来，一切都值得。周倩并不觉得有多苦，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她能好起来，能跟娘亲一起过日子。上辈子她没有良心疼爱，只能在孤儿院长大，最后成了一名保镖，像个工具人一样过日子。这辈子她想尝尝家的温暖。娘亲虽然只是原主的娘亲，并不是她真正的娘亲，但却给足了她母亲的关怀。她继承了原主的记忆，体会到了母亲对她的关怀，这是她最想要的日子。除此之外，她并没有其他所求。既然你们没地方住，那不如去住客栈吧。六师兄建议周倩。周倩点点头，但是她不想去住客栈，因为她没那么多钱。她现在家都没有了，身上还剩下10个银币，一定要省着点花才行。这些钱你们拿着。陆云长从口袋里拿出1枚金币，递给周倩。周倩直接愣住了，好吗？这可是1枚金币啊！1枚金币等于100个银币啊，够他们家生活很长时间了。这也太多了吧！周倩又把金币重新塞回给陆云长，但是又被陆云长给塞回去了。你就拿着吧。不要，你借给我这么多钱，我一辈子也还不起了。你还是拿回去吧，我已经欠了你们不少人情了。你们2个以后就等着我报答你们好吧？周倩说什么也不肯要。那你就慢慢的报答吧。这个钱你先拿着，要是住在外面把自己冻坏了，你还拿什么报答我吗？陆云长再一次把钱塞到了周倩的手里。是呀，就算为了报答我们，你也要保重你自己。六师兄说道。何况大娘娘要大了，你总得给她找个住的地方啊。陆云长他们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周倩把钱收下。周倩只能点点头，把钱收下了。谢谢你们了。周倩感激地说道。那我们先回去了，你们找家客栈也要点休息吧。六师兄说着打了个哈欠。现在天热晚了，而且了却了一件事，让他感到无比放松，直接就想睡过去。还是赶紧回碧水宗睡觉吧。说完就要拿出佩剑，带着陆云长回碧水宗，但是陆云长却拦住了他。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小师弟，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大娘不是已经做出来了吗？我们也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去做住客栈，还有什么事情没干嘛？六师兄不解地问道。他觉得事情已经做得很完美了，你难道就不想想他家的火是怎么烧起来了吗？陆云长知道六师兄的脑子跟不上，根本考虑不到那么多问题，所以提醒六师兄。六师兄果然突然清醒了，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你的意思是有人放火？没错，肯定有人放火。周倩，我想你应该有怀疑的对象吧？陆云长问周倩。他已经注意到了，周倩刚回来的时候就问周围的人是谁放的火，但是周围的邻居都是一副为难的表情，好像大家都知道是谁放的火，但是不敢说出来。而周倩随后也没再问，所以他应该知道是谁放火。如果他们不帮忙解决放火的人，那么放火的人还是会找周倩的麻烦。现在衙门里也来了人，火势终于控制住了。周倩不知道该不该说，她确实有怀疑的对象，就是胖子，但是胖子家里太厉害了，而且有很多的修士，她不能找长胖报仇，不然的话可能会连累自己的娘亲。周倩只能跟自己的娘亲只想走得远远的，或者搬到碧水东山下面去住。把你怀疑对象说出来吧。陆云长看出来了，周倩是真的有怀疑对象，但是他不想说。这只有一种可能，那个怀疑对象太厉害了，周倩根本惹不起。但是周倩惹不起，并不代表他陆云长惹不起。就连凌霄宗那么厉害的宗派，他们不是都惹了吗？曾经有一个胖子想追我，但是我没同意。周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如果真是那个胖胖的，我会帮你解决那个胖子那里没有后顾之忧。真的太感谢你们了。那你不用客气，充电充好是我们的本分。你把胖子家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会去探查一下，到底是不是他做的。周倩把胖子家的地址告诉了陆云长他们。陆云长他们来到了胖子家，六师兄带着陆云长跳到屋顶上，找到了胖子的卧房，掀开几瓦片，就能听到从屋里传来的说话声。胖子正在和2个人一块喝酒，胖子一边喝一边吹嘘自己，我这么好的一个人，周倩那个臭丫头都看不上我，她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我就给她点颜色看看，等着她来求我让我娶她。胖子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能娶周倩是周倩的福气。可是那个妮子都不懂得珍惜，那就给那个小妮子一点颜色看看。那小妮子不是关心他的娘亲吗？那就杀死他的娘亲，让他孤苦无依，过一段时间再想办法强了他。到时候周倩那个小妮子就只能跪着求他娶她。胖子想想就兴奋，哈哈大笑着又挂了一种酒。旁边的2个人也吹着胖子的彩虹屁。那个胖子果然不是东西啊。屋顶上的六师兄小声地说道。陆云长点了点头。2个人都觉得胖子不是个东西。那一场大火应该把周倩的娘亲给烧死了吧？胖子问2个人，他不想这事儿出什么纰漏。肯定的，他娘是个残废，又不能走动，根本跑不出屋子，火势有那么大，肯定把他娘烧成灰了。公子放心吧，我们2个办事绝对靠谱。
一定能让你抱得美人归。跟胖子一块喝酒的两人个打着包票说着：“你们放心，事儿成了之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胖子大气地说道。两个人都装出恭敬的样子，但是其他两个人心里都在吐槽，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胖子虽然家里有钱，但是对别人特抠门，帮着胖子做事儿很少能捞到好处。只不过他们两个最近没有事儿干，没钱花了，所以才答应给胖子帮忙。等忙完之后能赚到1个金币，两个人平分，已经算是好的了。有可能胖子抠门到只给他们10几个银币就把他们发达了。两个人都在心里骂胖子。就在这时候，外面突然冲进来一个人，那个人慌慌张张跑到胖子面前：“少爷，少爷，不好了，周倩娘被人给救了，而且都能走路了。”胖子一口酒喷了出来，喷在桌子上的菜上。跟胖子一块喝酒的人都厌恶地皱着脸：“没得，这么好的菜，这一下该怎么吃啊？”“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周倩娘不是残废了吗？什么这么能会走路？你小子是不是喝高了？现在还没醒酒呢？”胖子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骂下人。下人吓得瑟缩了一下：“公子，是真的，不信你过去看看。”跟胖子一块喝酒，两个人也不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看着火烧起来的，并且他娘当时就在床上，根本动弹不得。就是周倩他娘肯定被烧成灰了。”两个人信誓旦旦地说道。他们两个心里都有点害怕，要是这事儿办砸了，胖子一定不会放过他们，还不如把事儿办好，然后从胖子手里拿走很少的钱呢。后者起码拿到钱了。两个人都想着该怎么办，事儿如果真的没办成该怎么办？胖子不会放过他们，那不如找个机会逃跑。公子，周倩的娘亲被救了，就是被救了，不信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所有人都看到周倩的娘亲会走路了，你过去随便叫个人问问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胖子也知道这种事儿下人没法说谎。好啊，就是你们两个人没把事儿办好，你们两个废物！刚刚还能跟胖子一起喝酒的两个人，此刻一个被胖子踹到桌子底下，一个被胖子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两个人都吓得给胖子跪下了。房顶上的两个人也听到了屋里人的谈话。小兄弟，你听到了吗？可以明确的知道，就是胖子干得了。那个混蛋！六师兄小声地骂着胖子。那胖子也太不要脸了，自己长得那么丑，人又那么坏，去想娶周倩那么漂亮的姑娘坐牢。我以为我想娶周倩已经够不要脸了，结果总有人比我更不要脸，真是无奈啊！就连再不要脸的领域里，我都做不到登峰造极。六师兄无奈地摇头。比他更无奈的是陆云长。碧水宗的人都跟大师兄一个德行，嘴巴想说啥就说啥，那叫一个嘴贫啊！么得，自己的师兄们什么时候能别那么嘴贫啊？陆云长翻了个白眼。这个时候，六师兄突然正色问道：“小师弟，我们该怎么对付胖子？那种人太坏了，如果我们单纯的警告他，或许他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对他下手。”六师兄的话让陆云长非常赞同。陆云长也就想到了，我们为什么要警告他？直接除掉他不就行了吗？陆云长说得很干脆。六师兄想了想，重重的点头。也对，他们想要杀死了周倩的娘亲，已经犯了杀人罪，我们也算是替天行道，更重要的是铲除他那个隐患。六师兄觉得小师弟说得很对，就应该让胖子那种混蛋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胖子而生活困苦了。没错，如果他仅仅是想杀周倩的娘亲，但是没有杀成，如果他能悔改的话，倒是可以放过他，但是像他那种人根本不会规避，他就是一只暗中的耗子，只要别人不注意，他就忍不住自己的本性，所以除掉他也算是除掉一个祸患。此刻屋里的胖子已经有了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哦！听说是有人救了周倩的娘亲，还给他的娘亲吃了什么仙丹妙药，然后他的娘亲直接就能走路了，整个人都年轻了不少。到底是谁敢坏本公子的好事儿？听说是2个碧水宗的人，咋没听说过什么碧水宗啊？我只知道凌霄宗。胖子鄙夷地问道。公子，碧水宗那就是一个小宗门，名气没有凌霄宗大，你没听说过也很正常。下人回答。一个小宗门的人也敢坏我的好事，他们是不是也看上周倩了？不然为什么帮他？敢跟我抢女人，他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给我找10几个手下，我要去找那2个混蛋算账。周倩那个小妮子已经让我没有耐心了，今天晚上我就要把她抢回来做给我当老婆。这个胖子的表情是很猥琐，一想起周倩那个大美女给自己的老婆，他就全身兴奋。周倩那个小妮子细皮嫩肉的，按在床上肯定很有意思啊，早就应该把她抢过来了，都是太惯着她了，早点把她抢过来娶她当老婆，就没有现在这些破事儿了。直接把她抢过来，她一个弱女子还能怎么着呀？手下赶紧答应着，是公子。胖子要召集人手去把周倩跟她娘亲抓回来。公子这样做不太好吧？这样太明目张胆了，别人会说我们闲话呢。帮胖子办事的2个人劝胖子别那么干，要是胖子因为大张旗鼓的做坏事而惹火烧身，那么他们2个就得给胖子垫背。他们了不想给胖子垫背，胖子根本不听那2个人的话，对他来说这2个人已经没有用处了。再废话，就连他们2个一起收拾了。难道我做的不明目张胆，别人就不知道是我做到了吗？胖子觉得好笑，这2个人原来是2个傻叉，怪不得连那么简单的事儿都干不好。如果做的低调一点，别人就算知道是你做的，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证据。但是现在如果大家都看到你那么做了，他们肯定会记恨你，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会报复你。那2个人耐心地劝解着胖子，他们此刻是真的为胖子好。虽然胖子在他们心里是个抠门混蛋，但是胖子是他们唯一的金钱来源，胖子是他们的金主啊。胖子要是出事儿了，他们的赚钱就断了。再说了，胖子是个混蛋，他要是自己出事儿了，肯定会怪罪他们。
哈哈，你以为我会害怕一群屁民吗？胖子十分嚣张，手下的人来了，胖子领着他们往大门外走，出了大门，浩浩荡荡的去周倩家的方向。给胖子办坏事的两个人看准了机会，早就溜走了。他们有种预感，这次胖子要怪事儿，他们还是赶紧逃跑的好。可是胖子还没出胡同呢，就看到胡同口站着两个人，正是陆云长跟六师兄。胖子不认识陆云长跟六师兄，谁在那里？你们两个是谁？赶紧给我滚开，别挡道！听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再不滚开，我要你们好看！胖子对于别人挡住他的去路十分生气。你要去找周倩吗？陆云长冷冷地问道。这个时候，一阵妖风吹来，吹起了地上的尘土，吹起了陆云长跟六师兄的衣袍下摆。两个人像极了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大侠。没错，你们认识他？你们跟他是什么关系？难道他找你们来对付我？胖子疑惑地问道。这个时候，胖子的下人也认出了陆云长跟六师兄，那不就是帮了周倩的人吗？他赶紧告诉胖子两个人的来历。你说对了，一定要说错了一点。我们去。实认识周倩，并不是他找我们来对付你，而是我们主动帮他来对付你。六师兄也开口说道。哈哈，真是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废物，能把我怎么样？我反正要去找周倩，不如先收拾了你们两个，免得你们两个过会儿碍事儿。只是两个碧水宗的笨蛋而已，肯定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可是带着10几个高手，肯更喜欢定能把两个废物打趴下。六师兄，你能对付的了，那是几个人吗？陆云长问道。要是六师兄能对的了，就不用他出手了，那样就能偷懒了呗。够呛，他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加油，六师兄，我给你加油，你一定行，你一定能把他们10几个人都打趴下。陆云长为了偷懒，竟然拍着六师兄的彩虹屁。六师兄虽然不聪明，但是没也那么笨。师弟，我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一会儿你看你帮帮我，不能只在一边看热闹，只凭借我自己的话很难打败他们。六师兄拉住刚要离开的陆云长。师弟啊，你不能走啊，不要把师兄我单独留下打坏人，宝宝很怕呀。六师兄内心哭泣，很想抱住陆云长的大腿。陆云长没办法，只能留下，毕竟要是等到六师兄被打死的时候再救他的话，还需要浪费一颗复活丹药。给老子上啊，给我打死他们！胖子大声喊道。胖子家的修士一拥而上，对他们来说，对付碧水宗的两个弟子轻而易举。就在这时，陆云长跟六师兄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结界水晶。这可是陆云长用来救命的法宝。结界水晶的保护下，陆云长跟六师兄不会受到修士闷斗攻击，但是也没法攻击修士们，因为两个人都修为都不够，打不过那些修士们。六师兄，我刚来碧水宗没多久，打不过他们就罢了，你怎么也不行？你这样荒废修炼，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修士？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拜托，陆师弟，我一个废灵根，能修炼到现在的成就也算是不错了。只是对方的人太多了，如果对方只有2、3个人的话，我倒是能与他们一战。毕竟对方也是正儿八经的修士啊，哪有那么好对付？陆云长听后，整个人惊讶住了。不会吧，六师兄，你也是废灵根？我以前也是废灵根，不过后来不是了。既然你也是废灵根，我当来碧水宗的时候，你干啥跟着其他的师兄消化我？陆云长很是不满。嘿嘿，我也是被那么消化过来的。再说了，我们那是鞭策你进步，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没什么恶意，别在意师弟。嘿嘿。六师兄很不好意思的挠挠脑袋。陆云长直接甩给他一个白眼。臭小子，有本事给我出来！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再不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胖子家的修士们在陆云长他们两个的结界外转悠着，但是就是进不去。原来你们就那点本事啊，根本就打不过我们，缩头乌龟。那些修士们破口大骂，想用激将法，但是陆云长跟师兄们学习到一个技能，就是脸皮厚，任你怎么骂，老子就是安安稳稳的待在结界里不出去。陆云长在结界里就是不出去，胖子家的修士们还真拿他没办法。你们倒是想办法把人给我弄出来啊！我们家花大价钱养着你们，就是让你们吃干饭的吗？胖子大喊大叫起来，踢着那些修士的屁股。修士们感觉受到了侮辱，但是胖子是他们的主子，是他们的金主，他们不能对胖子发脾气，只能忍着。哼，你们好歹也是辛苦修炼到现在的人，竟然被主子挡住踢屁股，你们怎么活得像狗一样？陆云长忍不住嘲笑，六师兄也没忍住，直接哈哈大笑，甚至笑弯了腰。真是给我们修士丢人啊！是啊，让其他修炼的人情何以堪？努力修炼到现在，就是为了被主子踢屁股吗？哈哈！陆云长跟六师兄嘲笑着那些修士们，修士们个个脸色红色，跟猴子屁股一样。你们两个小混蛋懂什么？你们两个现在在宗门里逍遥快活，当然不知道这个世道上赚钱有多难。你们要是出了碧水宗，自己赚点钱，你们别说被踢屁股了，估计你们宁愿被捅屁股。哈哈哈！他们两个细皮嫩肉，一看就没什么战斗能力，当然只有被捅屁股的份儿了。哈哈哈！两个乳臭围的干的小混蛋，你们知道什么叫竭尽所能吗？你们只不过在混日子而已。修士们觉得自己才是懂这个世道的艰难的人，陆云长跟六师兄只不过是笨蛋而已，所以他们哈哈大笑起来，通过冲销陆云长跟六师兄发泄自己的委屈。陆云长冷笑一声，别告诉我你们是从凌霄宗出来的。几个修士的脸色变了变，没错，我们就是从凌霄宗出来的。你们怎么知道？凌霄宗的人身上带着一股味道，那股味道的名字叫做废物。陆云长的声音极为冷淡。你们的宗门一直逃避自认，自私自利，不管做什么都为了自己着想，甚至连去碧水宗的后山禁区猎杀凶兽都找死士替你们去。像你们那种宗门出来的人，
当然只能被别人踢屁股。要说看不起，陆云长100个看不起碧水宗，一个逃避责任的宗门。他们养出来的弟子又能是什么好东西呢？为了钱杀人越货的事儿干，为了钱出卖尊严的事儿也干，干脆去青楼好了，说不定有人胃口奇葩，就好他们那一口呢。陆云长对胖子手下修士的鄙夷毫不加掩饰，胖子手下的人都感觉得到了。臭小子，你没资格鄙视我们，你只不过是个小宗门的小废物而已，有本事你从结界里出来啊！你出来啊，废物！有本事出来跟我们打一场，躲在结界里大嘴炮算什么本事？混蛋，只有废物才躲在结界里刷嘴炮！胖子手下的修士们大声喊道。陆云长没有出去，而是走到结界边上，把整张脸都贴在结界上，整张脸都变形了。然后他吐着舌头，做了一个鬼脸。臭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干什么？修士们懵逼了，说你傻，你们还真喘上了。我小师弟当然是在做鬼脸，继续鄙视你吗？六师兄无奈的摊摊手。修士们听后脸色全都一阵惨白，这一下他们差点疯掉了。臭小子，你什么意思？你还在侮辱我们吗？赶紧给我从里面出来！你现在从里面出来，我还可以饶你命。出来跪下叫爹爹，我可以饶你不死，不然的话我一定把你大卸八块。快点出来给我们到期呢！修士们此刻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只想狠狠地修理陆云长跟六师兄。胖子是让他们杀了陆云长，但是他们只想折磨陆云长，把陆云长关起来，平时仍在水牢里，没事的时候就过去戏弄一番。但那也只是他们的幻想而已，因为他们的主子不乐意。混蛋，你们在说什么混话？你们凭什么让他不死？这里到底谁说了算？你们只不过是我养的狗而已，我让你们咬谁，你们就得咬谁，我让你们咬死他，你们还想留着他的命吗？胖子咆哮着，又开始踢修士们的屁股。胖子的心情很差劲，今天干啥都不顺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被周倩那个小丫头打了，晚上放火烧周倩家，结果没把周倩的娘给烧死，现在想杀了那2个棒子周倩的人解解气，结果那2个人躲在结界里不出来。从小胖子就被溺，爱着长大，想干啥就一定要干到，他一定要娶了周倩，一定要杀了陆运他们。可是他的狗却乱叫，这让本来就心烦的他更加心烦。陆云长在六师兄耳边说了几句话，六师兄用惊讶的眼看着陆云长，然后给陆云长竖起大拇指，真不愧是我的小师弟，果然聪明，师傅让你跟我一块过来，真是无比正确的决定。陆云长对师兄们的彩虹屁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清了清嗓子，冲着胖子手下的修士们就骂开了。你们只是一群狗，又被主子给打了，你们不觉得脸红吗？越是咬人的狗又不会叫，越是不咬人的狗叫得越凶，你们就是那群叫得凶的狗，其实你们一点用也没。胖子你就是个傻叉，竟然会用那些废物当手下，你还真是没品，竟然看不出他们个人照的都是废。陆云长对胖子跟修士们展开无差别攻击。六师兄在一旁神助攻，我师弟说的对，你们就是一群土狗，我师弟说的没错，胖子就是一个傻叉，不然为什么找那么一群废物做自己的手下？你们就是傻子找废物，是绝配。陆云长跟六师兄互相击掌，2个人都抱着手臂，一脸挑衅地看着胖子和修士们。胖子已经气得要死了，你们这群狗，土狗，让你们杀了他们，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一群废物。胖子对陆云长没办法，只能把火气全都撒在自己的修士身上。他的那些修士们真的像一条条狗一样，站在原地等着被胖子踹屁股。他们感到极为羞辱，但是没有人敢反抗，以为他们就是被雇佣保护胖子安全的人。如果他们胆敢反抗胖子，那么他们一定会丢掉饭碗，到时候没有钱，下场比被踢屁股还惨。他们平时的工钱还不错，每个月都有80银币的工钱，但是他们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每个月都入不敷出。而且他们赌博，在青楼保养了女人，每个人月刚发了工钱没多久，手里就没钱了。他们觉得胖子给的钱实在是太少了，早就想另谋高就。但是现在整个大陆的经济不景气，就连很多商铺都在倒闭，甚至裁员。他们如果这个时候离开胖子家，那就等于无业游民了，有可能会沦落到当杀手。当了杀手后就很难回头，因为杀手杀人和他们这样的打手杀人并不一样。打手是因为主人的命令，可能不小心打死人，就算是主管上把人打死了，那也是因为主人的命令，责任必须由主人来负。主人下了命令，他们也只能去执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如果他们成了杀手，那么雇主只要出钱，就会有几个杀手竞标，谁杀了人，谁就能得到那笔钱。这个时候杀人就一定是主观上的，他们只有杀掉被杀者才能拿到钱，而且那种感觉会特别爽。他们如果真的当了杀手，就回不来头了。而当杀手是没有未来的，以为被杀的人或许会有亲戚朋友帮他们报仇，雇主会被杀，杀手也会被杀，反正当了杀手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们才没有离开胖子，继续忍受胖子的羞辱。要是放在平时也就罢了，毕竟他们觉得胖子是主人，他们被打2下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偏偏今天有陆云长那个碎嘴子，骂得他们都自卑了。如果陆云长真的把他们被踢屁股的事儿传给凌霄宗，那么他们的师傅一定会以他们为耻吧？那些后来来的学弟学妹们会怎么想他们？都怪胖子，胖子凭什么打他们啊？修士应该是被尊重的存在啊。隔壁是李家，人家就特别尊重修士。曾经跟他们一伙的一个修士，不是凌霄宗的人，只是个散修，也跟饿了胖子一段时间，后来辞职去了隔壁。结果他们成了狗，而那个被他们看不起而去了隔壁的修士，却吃得膘肥体壮，生活得很滋润。他们十分羡慕那个修士，也想去隔壁的李家，可是李家已经不缺人手了，他们就只能在胖子家待着。
胖子曾经当着李家人的面对修士们大打出手，以显示自己多么牛逼。那些修士们被自己昔日的同事目睹了羞辱的全过程，他们的同事都不好意思了，只能低着头装作没注意过。所以说，修士们对胖子早就心怀记恨。此刻，他们的愤怒充斥着全身，怒火完全被陆云长的话给点燃了，说你们是废物，看我干什么？赶紧把他臭小子给我大卸8块！胖子冲着修士们大吼，陆云长也跟着吼：废物们，你们的主子发话了，还不快点趴下，跪舔你们的主子！苦苦修炼10几年，就是为了跪舔一个主子，而且那个族长还不把他们当人看，估计他们的日子你开门狗都不如。哎呀，这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人啊，真给他们的东门丢脸呀！等下次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他们的师傅，他们是怎么跪舔主子的。哈哈，陆云长骂起人来句句扎心，修士们的心理防线已经快断了。他们是人，不是狗，但是他们却一直都在被别人羞辱。他们做错了啥？刚来胖子家的时候，他们也兢兢业业啊。胖子是个事儿妈，经常惹是生非，如果不是他们护着，胖子早就被人给打死了。胖子每个月付给他们的那点薪水，够买几次胖子的性命，他们明显吃亏了啊。像是胖子这种混蛋，所有人都想弄死他，而胖子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保住了他自己的性命，这样太不公平了啊！他们应该拿到更多的钱才对。你们想干啥？你们那是什么表情？你们想反了不成？胖子在修士们的脸上一阵乱拍。别忘了，当初你们跟我签了卖身契，你们要是想离开，就要每个人都赔给我1个金币。你们有钱吗？啪啪啪！胖子恶狠狠地拍着修士们的脸。你们都哑巴了吗？我问你们有钱吗？一群穷鬼！陆云长立刻拍手，六师兄也跟着拍手，两个人都为胖子叫好，用这种方式奚落那些修士们。师兄，你说凌霄宗的几瑶光知道了之后会怎么想？还能怎么想？肯定是为自己的徒弟感到骄傲呀。没错，他们不是说过吗？自己的宗门大陆上最厉害的东门，教出来的徒弟也只会把事情做到极致。如今想来没错呀，徒弟确实把事情做到了极致，不要脸这件事上，没人比他们干得更好。对对对，你说的很堵。所以再过2天的2宗比试上，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事儿告诉几瑶光，让几瑶光为他们感到骄傲啊！这样做甚好啊！陆云长跟六师兄，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说的和你痛快，但是那些修士们听得却极为刺耳。当胖子再去拍那几个修士的脸，羞辱他们的时候，修士们竟然集体躲开了。胖子懵逼了，六师兄立刻大声喊道：师弟，你说他们会不会杀了胖了？他们不敢，那群废物被虐待惯了，乐在其中，他们怎么舍得杀他们的主子？待会他们的主子一生气，他们就得屁颠屁颠的给他们的主子跪下谢罪，是不是啊，胖子？不会吧，他们都不服气胖的呀？我觉得胖子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让他们跪下。现在胖子自己就是个失败者。六师兄，你说的有道理。两个人又开始攻击胖子，以为胖子就连自己的手下都管不了，肯定是个废物中的废物。一般情况下，管不了自己的废物手下的人，往往比自己的废物手下更加的废物。胖子很生气，他怎么可能管不了自己的手下？他可是主子啊！碧水宗的2个小瘪三竟然敢看不起他，开什么玩笑？全都给我跪下！让你们跪下，听到了没有？胖子今天就要让碧水宗的2个小瘪三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主子，什么叫做人上人。修士们不想跪，他们收到的屈辱已经够多了，但是胖子说，如果他们不跪，就被炒鱿鱼了。修士们只能不情愿地跪下下去。胖子立刻兴奋了，心情大好。每一次羞辱修士们都会让他心情变好，这次也不例外。看到了没有？我让他们跪下，他们就得跪下，他们就是我花钱买来的狗。胖子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嚣张。你花了冤枉钱，买了个狗不会咬人啊？陆云长啧舌，皱眉，摇头，一条龙看得胖子不明所以。谁说我买来的狗不会咬人？有本事你从那里面出来，你看他们会不会咬你？胖子不服气地说道。陆云长当然没那么笨，他打定了主意，坚决不出来。我是说他们不敢咬你，他们的名声已经臭了，被你羞辱成那样，他们已经在大陆的修士的中间再也抬不起头来，他们就等于在修士中间社死了，他们成了低人一等的存在。你竟然用着低人一等的一修士，真是一点也不场面。胖子一听觉得有道理，像他这种人上人怎么能用低人一等的修士呢？你们全都被炒鱿鱼了，赶紧滚蛋吧！胖子大口一开，大手一挥，就宣布了修士们的结局。但是胖子马上认识到有事情不对，周倩还没别抓来，碧水宗的2个小瘪三他们还在结界里，所以修士他们还不能离开。等到你们今晚还不能离开，你们今晚还得帮我抓住他，还要帮我修理他。干完了那些事儿后，你们就滚蛋吧。碰到对手下的就剩呼来喝去，他们的心情一会在冰点，一会儿在地狱，这种日子他们过够了。胖子根本没把他们当人看，是靠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抽出了佩剑，就是其他人也冲错了他们的佩剑。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上你们的主人吗？告诉你们这群笨蛋，若是我身上的头发少了一根，我都能让你们赔个倾家荡产。你还是再乖乖的给我把周倩带回来，不然上个月的钱我不会给你们结算。陆云长是服气的，虽然胖子生活在这个年代，但是胖子已经学会了现代老板的扣工资大法，往往在这个时候员工都会妥协，但是修士们没有妥协。现在的他们已经无法妥协，因为他们知道胖子是什么样的人。胖子说要扣他们钱，那么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就算是他们跪下礼给胖子道歉，胖子也会扣他们的钱。胖子说不会放过他们，就算是他们在胖子面前自杀了，胖子也不会放过他们。
还会找人对他们进行鞭尸。以前的时候，他们就帮着胖子干过那些缺德事儿。反正他们今天已经得罪了胖子，胖子是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了。修士们向胖子逼近，胖子想要逃跑，但是道路都被他手下的修士们给堵住了。他害怕了，你们别过来啊！胖子冲着一个方向硬着头皮跑过去，他在赌对方不敢对他怎么样，赌只要他冲过去，对方就会把剑收起来。但是他冲过去了，对方没有及时把剑收回去，也不是对方不想收回去，只是没想到这个白痴真的会往剑上撞，而且撞得那么用力。胖子脖子上顿时血流如注，他用手捂着伤口，指着那些修士们喊道：你们只不过是我养的狗而已，你们竟敢对我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知道我爹是谁吗？话还没说完就倒了下去，修士们都懵逼了，什么情况？天地良心，他们还没动手呢，胖子那个傻逼就自己冲上来了，他们什么都没干啊！他们知道自己闯祸了，坏了，我们杀了他，我们自己也会受上麻烦。冲动了，刚才太冲动了，现在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能救他？我怎么知道怎么办？都怪你下手太狠了，直接切了大动脉这下。好了，你连累了我们。什么叫我连累了你们？刚刚你们也想杀他，只不过算我倒霉，他带到了我的剑上，既然已经就不活了，救我们就赶紧跑吧。可是我们能逃到了哪里去呢？实在不行就去当杀手，那是我们最后能走的路了。就算当杀手，你别跟着胖子抢。没错，我们走吧。他们消失在夜色里，六师兄直接懵逼了，走了？杀了人之后就那么干脆的走了？那现在怎么办？所有人都会误会是他们两个人杀的吧？六师兄的脑袋嗡的一声，说不害怕是假的，他可不想一辈子背着冤屈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啊。六师兄摸了把脑门子上的汗，师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反正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只能靠着小师弟了。我有一个好办法，你去找个店铺买2个番茄过来。陆云长灵机一动，对六师兄说道。六师兄不明所以，师弟，你又有什么鬼作业？他知道师弟的脑子灵活，肯定能想出办法来，但是他实在理解不了，买番茄干啥呀？那你去你就赶紧去，别啰嗦。陆云长不耐烦地说道。要是不赶紧去，恐怕就来不及了。六师兄也不再说什么，立刻找地方买番茄。六师兄以前还没买过菜，一时不知道该去哪儿买。他走着走着，突然回到了周倩家的附近。这个时候，火势已经被扑灭了。周倩恨他娘亲瑟缩在墙角。周倩，这大晚上的，你知道哪里有卖番茄的吗？周倩想了想，大晚上的，店铺早就都关门了。你跟我来吧，我帮你借2个番茄。周倩带着六师兄来到了一户人家，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和蔼的老太太。大娘，我想给你买2个番茄。说着就拿出了1枚硬币。不用1个硬币，给10个铜板就行了。老太太赶紧拍拍手，她觉得1个银币太多了，番茄又不是贵重东西，怎么能值1个呢？10个铜板就够了。大娘你就拿着吧。她硬是把银币塞到了老太太手里。平时你对我们家多有照顾，剩下的钱就当是感谢你了。1枚银币等于50个铜板，我怎么能收你那么多钱呢？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收。大娘，你就拿着吧，你拿着吧。她硬是把银币塞到老太太手里，然后把老太太往屋里推，让人老太太去给她拿番茄。老太太拿了4、5个大番茄塞到她怀里，然后转身又去拿其他的菜。大娘，我不要其他的菜，我只要那2个番茄就够了。说着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拿了2个番茄跟六师兄走出了老太太家。周倩把2个番茄交给六师兄，谢谢你帮了我的忙，不然的话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买呢。没什么事，你们先帮了我，这个钱还是你们给我的呢。对了，你买番茄做什么？他好奇地问。我也不知道买番茄要干嘛，是小师弟让我买的。小师弟做事向来有他自己的打算，他让我来买番茄，我就来买了。我也不知道他买了番茄要干嘛，难不成要炒菜？六师兄往一边歪着脑袋，做出深思状。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吧，说不定也好有个照应。周倩不想让他们2个遇上危险，你还是赶紧找个客栈，跟你娘亲一起休息吧。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你们待在外面很危险。但是如果你们找我的话，该到哪里找呢？周倩不想跟他们失去联系。你去那边那家鼎福客栈，那是小师妹家里开的客栈，在那里非常安全。我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之后，就会过去找你们。周倩点点头，扶着她娘亲进了那家客栈。买完番茄，六师兄蹦蹦跳跳的回到了案发现场。他惊讶的发现墙上已经被写了字，这就是羞辱修士的下场。看到这些字的六师兄直接懵逼了。小师弟写这个干什么？难道这样写了，别人就会认为人不是我们好的，就会相信我们的清白了吗？只要查一下，谁都能知道咱们跟胖子有过节，而且也能知道是我们主动来找他了。你就放心吧，山人自有妙计。陆云长神神秘秘的说的。六师兄根本不知道陆云长在搞什么，但是六师兄很听陆云长的话。陆云长听说怎么弄那就怎么弄。陆云长拿过番茄，把番茄压碎，把番茄汁拖到自己身上，就好像身上受了重伤流血了似的。六师兄再次懵逼，随即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他也照做。然后他们就跑到了官府。不好啦，胖子被他修士给杀了，你们快去看看吧，实在是太可怕了，那些修士太残忍了。陆云长跟六师兄装作很害怕的样子，动静弄得很大，县官都出来了。刚才他都要睡了，他发妻还没睡，他再累了，正在半睡半醒之间就被叫出来了，他总算是舒了一口气。太好了，这简直就在救他等吧。可是出了衙门，接着门口的风光，看到陆云长他们2个浑身是血，
陆云长脸色苍白，好像受了严重的伤。县官自己先被吓了一跳。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是你的义父啊！六师兄一见到县官就认出了来了，但是县官清了清嗓子，似乎有点不高兴。他并且没有搭理六师兄。县官，你怎么回事？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在这里，我和我大师兄兄妹给了你47个金币啊，那么多金币你都给忘了吗？义子，你不能忘恩负义啊！六师兄叫得很大声。县官欲哭无泪啊，哪来的白痴啊？周围那么多衙门里的人，那个白痴就叫他义子，这不是明摆着说明他收了人家的好处吗？真是榆木脑袋啊！官赶紧走过去，拉着六师兄和陆云长到了一边去了。嗨嗨，这位2位小兄弟，咱们借一。不说话。县官拉着他们来到了门口的大狮子后面，这儿僻静。咋的啦？上次给了你钱了，你也认了我们做义父了，你现在有48个义父，结果现在2个义父在这儿，你就不想认了吗？六师兄很受伤，上次的钱花过去就起那么一下作用吗？现在不起作用了，难道还得花钱才行？该花的就得花啊，不想把今天晚上这事儿糊弄过去才行啊。不是大哥，周围那么多人呢，你让我怎么叫你们义父？别人不是会认为我贪污了吗？我可是一个清廉的好官呀，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友情就让别人误会我为官不清廉，你说是不是呀？六师兄一听觉得有道理，你赶紧去案发地点处理胖子被害的事儿吧，我们必须马上赶回碧水宗去疗伤。胖子属下的凶势太厉害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一早你知道吗？你差点就见不到你的义父了。我六师兄演技不错，拉着县官的手就哭了起来，就连陆云长都被感染了。六师兄这演技让现代的多少小鲜肉汗颜啊！可惜这个年代没有演员那种职业，不然六师兄一定能在演员得道道路上发光发热。县官也紧紧地握住六师兄的手，2个人主发的就是一个父子情深。县官去胖子被杀的地方了，六师兄带着陆云长来到周倩他们住的酒楼里，2个人也租了2间房子住下来了。现在太晚了，六师兄又困得难受，2个人就决定不回去了。陆云长也累了，他本来睡眠就很好，躺在床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就睡到了天亮。1楼的大厅供应早餐，陆云长简单的洗漱后就来到了1楼，点了2个大包子1碗粥就吃了起来。正在吃着，周倩也下楼了，他先跟陆云长打了个招呼，然后拿了2个包子上楼，没一会儿就下来了，在陆云长身边坐下。昨晚睡得怎么样？陆云长先开口问道。睡得很好，谢谢你，你呢？我也不错。陆云长啃了口包子，伯母怎么样？娘亲身体好多了，只是昨夜怕有危险，过了半夜多么没睡，刚刚吃了包子睡下。周倩回答。陆云长好奇地问道，她是你的亲娘亲吗？陆云长已经知道了周倩是穿越者。周倩摇头，不是，我穿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她是原主的娘亲，不过我继承了原主的记忆，就等于感受到了她的母爱，所以我把她当成我的亲娘亲。原来如此，我可以问问你上辈子做什么工作吗？陆云长有点好奇地问道。周倩还穿着那天见面时候穿着的衣服，说实话，衣服上已经有点味道了，跟周围的人穿的绫罗绸缎高雅华服差别太大，要不是因为太穷了买不起其他的衣服，就是因为太懒了不想洗衣服。如果是后者，那陆云长想的就没错了，他前世肯定是个小太妹。周倩说道，我前世是一个保镖。保镖？陆云长万万没想到周倩前世竟然是个保镖。不错，也有可能，毕竟周倩的气质就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如果不是小太妹的话，是保镖倒是更加合理。而且周倩跟小太妹确实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她的眼神更极锐利，小太妹的眼神都是涣散的。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我要跟你道歉，以前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小太妹，就是我以为你穿越过来之前是个小太妹，怎么回事啊？向你道歉，对不起。陆云长感到很抱歉，但是周倩显然并没有在意，她只是有点好奇，你怎么会以为我是个小太妹？难道因为她穿的差，而且脾气似乎不太好吗？穿的差是因为家里太穷了，不过上辈子她就不怎么在乎穿着，因为保镖只能穿西装制服，而且经常执行任务，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就算是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也要训练。逛街泡夜店这种事儿她几乎没干过。陆云长正在啃着包子，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穿越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转性，比方说男人穿越成为女人，或者女人穿越成为男人，有的书里会出现人妖，那个时候某些穿越者可能就会有更奇葩的体验了。陆云长想到这儿，突然觉得背后发凉，他一直默认周倩是女孩子，不会，毕竟一个女孩子不至于像她穿的那么邋遢吧。还有一个问题，你上辈子是男的女的？啥？这个问题直接把周倩给干懵了。陆云长嗨嗨一声，我是说你前世不是保镖吗？那你前世是男的还是女的？一般当女保镖的应该不多见吧。陆云长尽量放的礼貌一点，不要因为这个问题而把周倩给惹毛了。周倩给了陆云长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你猜？那我不猜了，把你当男的对待吧。一听周倩让自己猜，陆云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猜对了，所以周倩没给正面的回答。哎呀呀，没想到啊，竟然上辈子是个男人，这样喜欢周倩的六师兄情何以堪？不过周倩这辈子是女人，六师兄还是有机会的。陆云长正在为自己的六师兄担心着。周倩观察着陆云长的脸上微表情，作为保镖，虽然不是 FBI， 但是经受过微表情认知培训，他很了解人的微表情。结合陆云长脸上的种种微表现，他得出结论，这个家伙肯定是在胡思乱想，闹不好想得上不得台面。拜托，你别乱想，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前世是女生。
周倩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陆云长果然松了一口气，点点头。那就好，不然的话，我们的六师兄就要伤心了。身为小师弟，跟师兄们没那么兄弟情深，到那时，身为师兄们的义父，他跟师兄们向来父子情深，所以他当然关心义子的情感生活了。等等，如果按照这个辈分来算的话，他是师兄们的义父，师兄们是县官的义父，那县官不就是他的孙子辈了吗？他的义子们真牛啊，他还这么年轻就给他找了孙子了。陆云长的脑袋又开始神游天外。那当然了，我前世一个女保镖，而且做得非常好，可惜从穿过来之后，我就是个废物，不能修炼对了。你呢？这是周倩的遗憾，上辈子武力值拉满，这辈子却是能当个普通人。他的武力值在这个世界不值一提，连各个宗门里最差的徒弟，他都打不过人家，只能对付3、4个地痞流氓。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跟你差不多，也是个废灵根，不过后来就好了，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修炼了。只不过我对修炼这个事儿不怎么感兴趣，我有其他的办法提高自己，没必要一定要修炼。周倩想到了什么，叹口气问道：有你有系统吗？他穿越了，但是没有金手指，他多么想要一个自己的金手指啊！可见是他是不可能有金手指了，不可能有系统了。我真羡慕你，还有金手指。周倩叹口气，发自内心的羡慕陆云长。没有穿越过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穿越到一个丛林社会却没有金手指是什么体验。穿到的地方还不如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原主的身份远远不如自己上辈子的身份。这个地方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会生活殴打非常爽，但是对于他这种没有能力的人来说，虽然也不像是地狱吧，但是也可以说毫无希望。陆云长也猜到周倩没有系统，不然的话不至于那么穷吧。你穿越过来多长时间了？有2年左右了吧。那还早呢，慢慢等吧。我也说过了很久才觉醒系统。陆云长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也没有马上就觉醒系统，他还以为自己也不会觉醒系统了呢。可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觉醒了系统了，所以周倩可能只是还没到时候。一般情况下穿越都会有系统，我不一样，我不能觉醒系统。周倩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甚至有点哀怨。为什么？陆云长纳闷地问，怎么可能有人会知道自己不会觉醒系统？因为是系统跟我说的，传到咱们这个地方的一共有3个人，这3个人中间只会有1个人觉醒系，剩下的2个人只能做普通人。陆云长点点头，原来是这样啊，那么说他真是幸运啊。唉，不过系统也太抠门了，就让3个人都觉醒系统，还能怎么了？难道就天下大乱了？你是意思是这本书里的世界中除了我们2个，还有一个穿越者？周倩肯定的回答，没错，只不过那个穿越的身份毕竟特殊，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穿越者吗？周倩摇摇头，系统对你的身份保密，以为你是有系统的特殊穿越者，对那个家伙的身份保密，是因为他穿越过来后的身份很特殊。咱们3个中，估计只有另外一个穿越者知道我的身份。周倩的分析能力很强悍，陆云长点点头，确实如此。那如果那个家伙对你有不好的想法，你就危险了。陆云长说道，这种情况下要好好的保护周倩才行。对了，你就算是没有系统，应该也有其他的金手指啊，比方说信息差什么的，同样能让你发家致富啊。陆云长上辈子看了不少网络小说，很多网络小说里面的主角没有系统，但是可以利用信息差达到自己的目的。小说里的主角不都是那样的吗？周倩叹了口气，你以为我没试过吗？小说里面都是骗人的，他也想利用信息差赚钱啊，可是根本没人信，就算是他预言的东西真的成为了现实，别人只会觉得他是个巫婆。周倩的这个凡人怕火，如果被别人认为是巫婆的话，可能会被烧死。可能利用信息差赚钱也需要有运气，穿越到一个可以利用信息差赚钱的世界里，那就可以利用信息差去达到布景目的。但是相信我，这个世界我试过了，不行。周倩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注定很贫穷了，毕竟她没有修炼的天分，也没有系统，而她本身对于小市民们的生活经验有十分匮乏。她上辈子是保镖，也属于一个比较高大上的职业，月收入不少，而且平时都在执行任务，没过过小市民的生活。她不懂小市民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争端，而且为什么那么碎嘴子。这样她那个穿越过来之后的生活上非常吃亏。幸好她的上辈子的武力值还在，虽然对付不了太厉害的人，但是对付几个小市民足够了。2个人正在说着话，六师兄也下楼了。周倩，你也在啊？伯母怎么样了？六师兄一见到周倩就高兴得跟什么似的。他喜欢周倩，以为周倩跟他见过的其他女孩子的都不同。上次五师兄说他喜欢王菲菲，因为王菲菲语种不同，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感觉，只是随大流出了钱，让县官不要在王菲菲丽脸上刻字而已。但是这一次，他确切地感受到了，有个性的女孩子确实更加招人喜欢，比那些只有脸蛋、性格上没有突出特点的女孩更加招人喜欢。当然，像是公孙了了和叶灵师妹们那种极品长相例外，她们不管怎么看都会让人沦陷。但是其他的漂亮女孩子们没有必要性那么在意长相了，以为这个东西很主观，更加吸引人的是你的性格。我娘亲很好，昨天多谢你们。周倩由衷地说道。昨天如果不是陆云长跟六师兄帮忙，她无论如何都救不活娘亲，有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会搭进去。没事儿，也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六师兄的脸红了。六师兄快点吃饭，我们要早点赶回碧水宗。六师兄道，回去那么早干嘛？咱们可以玩会儿再回去。小师弟你不是最喜欢完了吗？陆云长再次来了个大无语，合着六师兄的脑袋不记事儿啊？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啥日子？六师兄果然给忘了，今天就碧水宗跟凌霄宗对战的日子。
你不回去观战吗？六师兄整个给惊讶住了。就是今天啊，我还以为还有好几天之后呢。那我们赶紧吃了饭回去吧。六师兄这一下也着急了，碧水宗和凌霄宗对战的日子可是大日子啊，他们必须回去帮忙才行啊。陆云长已经吃完了，六师兄还在狼吞虎咽，慢点吃，不急于这一时了，有可能等到我们回去，两个宗门也打完了。小师弟，你别说风凉话了，我赶紧吃还不行吗？六师兄本来还想吃完饭再回去补一觉。周倩道：你们两个宗门比试，其他的人可以进去看吗？他想进去参观一下，可能到时候会很血腥，我劝你别去，因为你如果非要去，以你的修为肯定会遇到什么危险，因为你没有修为，我们会很忙，没工夫救你。陆云长说道。他说的没错，这次不单单是两个宗门比试那么简单，而是对战，你要你死我活的。要是周倩去了，肯定会不安全。但是六师兄却说道：周倩，你要是想去观战，可以去，到时候我来保护你。陆云长摇摇头：六师兄，你想追女孩，但是也得分时候啊。明天两个宗门大战啊，你还让周倩去？你那不是关心她，你那是不顾她死活啊！就你那两下子还保护她？昨天晚上面对10来个修士，你都束手无策，你拿什么保护她？拿你那上下俩嘴皮子吗？六师兄，我劝你慎重啊！陆云长的话让六师兄羞愧难当，埋头吃饭都不好意思开口了。周倩倒是很懂事的说道：既然那样，我就不去了，去了给你们添乱。放心，你去了倒是填不了乱，因为肯定已经够乱了，道士那儿会把你一块乱进去。陆云长淡然的说道，但是内心还是很激动，以为这真的是大日子。但是他还没从系统会还有用的武器，以为上次把积分花在租借飞机、买摩托车和无人机上了，那种现代的装备需要花费大量的积分，他一多半的积分都花在那上面了。当然，摩托车可以卖回给系统，但是不会把退所有的积分，只能退一部分，大概退70%左右。陆云长已经决定了，把摩托车什么的都退了，换成积分，然后重新兑换一些武器，比方说加特林或者狙击枪。嘿嘿嘿，陆云长去系统里看了一下，结果刚喝到嘴里的水就喷出去了。一个加特林15000金币，一把狙击枪18000金币，还不带瞄准镜，那么贵，咋不去抢啊？陆云长在心里把系统骂了个遍，就连系统都听不下去了，请宿主不要再骂我了，不然清空信任值。清空信任值，服了，这个系统奇葩，一下子清空信任值，那可是他辛苦咱来的信任值啊！陆云长只能憋着，毕竟他现在很需要信任值。都吃完饭了，陆云长跟六师兄就要上路了。周倩把他们送到客栈门口，跟他们道别。陆云长跟大师兄先走了。周倩回到楼上，发现娘已经起床，正在穿衣服。娘亲，我想了想，不如我们也去碧水宗吧，我们在山下租个小房子住着，这也样我们人若是有什么事儿，便可以更快的找他们帮忙。娘亲想了想，好闺女，你说的总是没错，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六师兄御剑飞行，后边带着陆云长，这样快到了，不知道咱们宗门怎么样了？六师兄十分担忧，陆云长也很担心，他只希望两个宗门的实力不要太悬殊，我直接给他陆云长灭了丝。奎灵，兄弟，你说这次咱们有没有把握能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握赢？师兄你应该有数，你们平时修炼的用功的话，赢的把握就大一些，恐怕你平时也没少偷懒嘛。哎呀，是你说什么呢？要说偷懒的话，我们比你差远了，师兄们起码平时还装模作样的修炼一下，你倒好，整天见不到人影。师弟，你这样在两宗中对战的时候，能帮得上忙吗？你放心吧，当然呢，我一定能帮上忙。倒是你，到时候一定要好好躲起来。闭嘴吧你师兄，我到时候一定会上战场好好干。身为你的师兄，我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好榜样。两个人都争先恐后的给对方当爹。得了吧，好歹我也是你的义父，如果说要做榜样的话，应该是我给你做榜样。虽然两个人没有给对方当爹的经验，最后还是陆云长赢了。幸运啊，第一步从样。陆云长不能来，就是六师兄的语录，这次回去的主动。师傅，今天是两宗战的日子，咱们什么时候去啊？马上出发。你找到对付结界水晶的方法了吗？放心吧，师傅已经搞定了。徒弟最近咱们宗门里失踪了很多弟子，这事儿你知道吧？徒弟也就是自己的亲弟弟走在自己身边，而且表面上成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别提他多高兴了。这个我当然知道，师傅，很多事兄弟们都不见了，我正在组织人手到处寻找他们。徒弟，你觉得他们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是否可能他们为了我们的宗门已经息？当师傅的点了点头，打了摆手，让他出去。他还是了解自己的徒弟的，这样的徒弟也太可怕了吧。纪瑶光敢肯定是傅月明杀了那几个失踪的徒弟，虽然他对自己的徒弟们一向没什么感情，不会因为傅月明杀了几个徒弟就痛哭流涕，十分伤心，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生气，因为他才是凌霄宗的主人。傅月明呀做事之前竟然拿不跟他打个招呼，现在就敢不跟他打招呼，以后就干背着他跟小三约会啊！等等，他在想啥呢？当傅月明走出纪瑶光的书房时候，他的两个手下，也就是两个其他的师弟们都有点担心。师兄，你觉得师傅发现端倪了吗？就是啊，师兄，师傅可能在怀疑我吗？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证据？你们两个的心理素质太差了，要成大事的人就不要太在乎一点半点的细节。傅月明一开口就要把人给噎死，但是两个师兄并不生气，因为他们知道傅月明的实力，并且已经习惯了傅月明的脾气。如果时候发现了，那该怎么办？师傅肯定饶不了，我们哪有宗门也去了。
哪一个宗门会容得下杀了自己是兄弟的人了？他们不得不为以后打算啊。傅月明是傅月明，他们是他们。傅月明背后有人，他们没有啊。你怎么知道几瑶光容得下我们？他想要的也是这样的结果，借刀杀人。咱们的师傅跟你们幻想中的他可是有很大的距离呢。师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师傅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他那个人太正直了，太善良了，所以我们才会被欺负。两个师弟都不信，师傅不会放过我们的，你就不要异想天开了。傅月明摇头，这两个师弟太蠢了，与其想要得到师傅的原谅，还不如控制他来的容易。傅月明对这两个师弟很失望，这样的师弟成不了大事，只因为他缺乏人手，才勉强用他们。今天必有一场恶战，师兄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傅月明给师弟们打气。凌霄宗浩浩荡荡的来到碧水宗，陆云长跟六师兄回到碧水宗的时候，凌霄宗的人刚到，双方正好在碧水宗大门口遇上，真是冤家路多宽都能遇上。凌霄宗跟碧水宗的人向来都互看不顺眼，两拨人遇上，当然少不少招架。虽然陆云长跟六师兄只有2个人，而凌霄宗的200多号弟子都在，但是气势上也不能输。真是晦气，刚来就遇上这些人，早知道就不吃早饭了，早点回来。六师兄不满地说道。陆云长有理由怀疑六师兄只是想对凌霄宗而已，根本没想到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对方现在200多号人啊，陆云长已经想到了该怎么防止被打，所以才能开口对凌霄宗。反正早晚都得去，早回去晚回去都得晦气，所以无所谓了。还是陆云长看得开。六师兄听完，给陆云长竖起大拇指，觉得师弟说的对，还是我们小师弟说的有道理啊。反正凌霄宗的人已经来到碧水宗了，咱们都得被会气着。别以为我们没有听到，你们2个说谁呢？凌霄宗的子弟们当然不服气了，反正他们本来就看不起碧水宗，这次来碧水宗也不是来增进友谊来了，是来找麻烦的。都听到了，还问我们2个说谁？你是不是个傻子？陆云长毫不留情的回击。论打嘴炮，他还从没有输过。小混蛋，你说谁？凌霄宗的所有人都怒了，大伙儿把陆云长跟六师兄包围起来，下一步就要先修理他们。果然是傻子。陆云长叹口气，你再说一句试试。凌霄宗的人威胁着陆云长跟六师兄，他们现在人多根本不怕，就不信他们200多人还对付不了2个。傻子傻子傻子，听够了吗？傻子，你要是想听我再多说2句，免得一会儿你们就被打死了，就听不到了。陆云长根本不在怕的，他有把握，虽然他打不过这么多人，但是他能保证自己不被这些人打，因为他有结界水晶。混蛋，我要跟你拼了！凌霄宗的人受不了这鸟气，上来就要跟陆云长拼命。滚一边去，就凭你也想跟我拼？陆云长直接认错结界水晶，结界水晶把他跟六师兄包围圈中，凌霄宗的弟子们全被弹开了。坏蛋，又是这玩意儿！你有本事别用这玩意儿！凌霄宗的人很生气，他们拍打着结界，但是毫无用处，他们根本进不了结界。有的人挥刀向结界砍去，但是结界纹丝不动。傅月明看这一切，此刻他有能力破坏结界，可是他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只要他把阵法用出来，别人就会发现他用了邪术，所以他只能在关键时刻使用。或许邪术只能使用1次，不然一定会让其他宗门的人进行反抗。邪术可以用，但不能光明正大的用，这是所有宗门保持的默契，他不能打破这份默契，不然的话就会成为所有宗门的公敌。要不咱们来打赌吧？陆云长突然说道。赌什么？一听到打赌，凌霄宗的徒弟们个个都兴奋了，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迷之自信，当然是赌一些好玩的事儿了。我想你们应该还有点钱吧，虽然上次你们打都打输了，每个人给了我们100金币，但是我觉得你们那种不要脸的家伙应该会从其他地方坑蒙拐骗一些钱，所以你们应该还有点钱。陆云长的话让凌霄宗的人很生气，你们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用得着你们来评价吗？告诉你们，我们凌霄宗的人行的正，坐的直，是我堂堂正正的人。没错，天底下像我们凌霄宗这样的好人已经不多了，虽然这个大陆坏人太多，但我们不一样，我们修身养性，努力拼搏，有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光明与正义就在。你们没有资格批判我们凌霄宗的人，因为我们凌霄宗是这个大陆上最大的宗门，你们在我们眼里根本不算啥。你们老是说自己很厉害，那为什么那么多弟子们不来你们的宗门？他补充道。很明显就是觉得咱们宗门太大了，他们妒忌了。可是这种情况我也没办法，我们就是那么优秀，有能力又优秀又天赋长得好，你说气人不气人？凌霄宗的人都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是够不要脸的，一个得意的像是狗尾巴草似的。反正陆云长是惊讶了，他见过不要脸的，可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夸自己能夸那么一大通，真是够可以啊。陆云长上辈子写检讨都没写那么过字呢，凌霄宗的人夸自己的时候真是标点符号都不打，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啊。要不是陆云长了解凌霄宗是什么东西，可能就真的被骗过去了，因为没人能这么厚颜无耻的说这么多谎话，所以听的人会以为说的是真话。啪啪啪，陆云长给凌霄宗的人鼓掌，真是服了，总算是见识了，你们是很牛啊，我从没见过你们那种牛人，自恋到你们那种程度恐怕不容易吧。陆云长十分佩服，六师兄也学着陆云长的样子给凌霄宗的人鼓掌，凌霄宗的人还以为是在夸他们，一个个的更加得意了。陆云长再次被凌霄宗的人的智商给感动了，臭小子，我们有钱是我们的错吗？凌霄宗的人都无奈的摇头，好像他们太优秀了，而为此很烦恼。等等，
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手里有一些钱，所以咱们就可以打个赌，比方说哪一个宗门的人如果被打死了，他们的钱就没用了，他们死后的钱都归另一个我宗门的人，你们敢不？这才是陆云长的目的，搜刮掉凌霄宗的财富。六师兄没想到陆云长会来这一手，立刻给陆云长竖起大拇指，还是师弟想的周到啊！紧紧打面，凌霄宗有什么意思？当然是搜刮他们的钱啊！不对啊，师弟，可是我们把凌霄宗都打死了，直接去搜刮他们的钱不就行了吗？为啥还要打赌呢？陆云长就知道，以六师兄的智商，肯定理解不了。灭了凌霄宗之后，我们若是去凌霄宗搜刮财物，肯定会被别的宗门阻止。那些宗门也想搜刮凌霄宗的财物，所以我们先跟凌霄宗打赌，这样就有合理的理由搜刮掉凌霄宗的所有财物了。陆云长小声的在六师兄耳边说道。六师兄听后更加佩服小师弟了，小师弟简直就是碧水宗的智慧担当啊！碧水宗要是没了小师弟，迟早就是散架呀！这有什么不敢的？我们是怕你们这边的人都没钱。凌霄宗的人继续叫嚣着。中计了，太好了！陆云长跟六师兄都心里一喜，但是表面上还跟没事人似的。这个你们完全不用担心，我们每个人手里起码有200金币，应该比你们有钱多了。其实就是打赌，还是我们比较吃亏。陆云长叹口气，好像是吃了大亏的样子。臭小子，你说什么呢？我们比你有钱。凌霄宗的人向来觉得自己天下最富有。这个时候，六师兄突然想起给胖子当狗的几个人，于是把那个几个人的事儿说给凌霄宗的人听。凌霄宗的人当然不信，他们凌霄宗的人都那么优秀那么骄傲，怎么可能会去给财主当狗？再说了，就算是在财主家当护卫，那肯定是被财主当成座上宾啊，绝对不可能出现被财主羞辱的情况。凌霄宗的人觉得是陆云长他们编造故事，故意羞辱他们凌霄宗，两拨人差点再次吵起来。陆云长都有点耐烦了。这个时候，碧水宗的人已经得到风声，全都从碧水宗里出来，逼退了凌霄宗的人。陆云长他们这才从结界里出来。好了好了，你们就别废话了，要是打赌的话，现在就签赌约，不然我怕你们赖账。签就签。凌霄宗的人怎么会怕碧水宗的人呢？凌霄宗宗主纪瑶光也没拦着自己的弟子们，因为他也觉得凌霄宗一定会赢。既然跟其他的宗门一瓜分碧水宗，不如就借着赌约让凌霄宗自己搜刮碧水宗，岂不更好？果然，凌霄宗的弟子们叫嚣着：“你们输定了，到时候你们整个碧水东都是我们的。但是又把这个说好了，等回头两宗对战结束之后，我们再拿着这份凭证去接收他碧水宗的东西。”凌霄宗的人都激动的跟什么似的，向往着有一天拿着手的契约去碧水宗，尽情的搜刮整个碧水宗，肯定会发财了呀！哎，是的，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家伙就是一点也不文明，而且没有脑子？他们竟然想拿个赌约就想要整个碧水宗，怎么可能啊？这份契约上写的只是我们弟子之间的对赌，又不牵扯到师傅，他们只能拿我们的财产，但是碧水宗还不是他们的呢？对啊，他们的师傅肯定没那个胆量签订赌约，毕竟弟子们打赌输了是徒弟们输了，但是宗主之间打赌输了就要献出整个宗门了。陆云长跟六师兄你一言我一语，讽刺着凌霄宗。凌霄宗的人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碧水宗的其他师兄弟也都加入到羞辱凌霄宗的行列里来。所以就算我们失败了，碧水宗也不会是他们的，大不了咱们让师傅写一个遗嘱，就说如果他死了，碧水宗送给其他的宗门，但是绝对不给他们凌霄宗。哎呀，师弟你真聪明，这样简直就能把他们给气死啊！出了最多的力气，结果啥都得不到哦，能从我们每个人这得到200金币。大师兄，你错了，失败的一定是他们，所以他们的师傅跟不跟我们师傅签订赌约，不过都无所谓，反正他们一定会输，所以凌霄宗的宗主不敢签赌约是明智的选择。陆云长说道。哎呀呀，小师弟你想的真是长远呀，没错，肯定就是你想的这个样子。大师兄十分笃定的说道，对小师弟的话表示深深的赞同。你们胡说八道什么？我们一定会赢的。凌霄宗的人当然不服气。么得，什么情况？敢看不起他们凌霄宗？大陆上最小的宗门，竟然看不清最大的宗门？呵呵，既然如此，那就把碧水宗整体拿下。谁说我们师傅不敢签赌约？我们的师傅当然没问题，可是你们的师傅敢签赌约吗？凌霄宗的人问碧水宗的人。陆云长呵呵哒，凌霄宗的白痴们都上当了，他就是要凌霄宗跟碧水宗签订那种赌约，谁输了就把整个宗门给对方，这样碧水宗赢了后就能顺利占有整个凌霄宗，而不怕其他的宗门跟他们抢了。不然的话，当他们接收凌霄宗的时候，肯定会有其他的宗门冒出来，站在争议的角度，不让他们接收凌霄宗，所以必须签订一个赌约，就是为了让其他的宗门闭嘴。我们的师傅当然敢，只怕你们的师傅不敢。陆云长故意刺激凌霄宗的人。我们的师傅当然敢了，我们的师傅从没怕过谁，我们的师傅是这个大陆上最厉害的。凌霄宗的人吹牛是一绝，就连莫问蕊就被恶心到了，什么玩意？纪瑶光是大陆上最厉害的？呵呵哒啊！行，你们最好别反悔，你们还是先问问你们的师傅，他万一不敢签呢？陆云长对凌霄宗的人说道。凌霄宗的弟子们都劝凌霄宗的宗主纪瑶光，师傅你就跟他们签了，之后咱们保证不舍本。纪瑶光很不喜欢这种徒弟们教他做事的感觉，但是他自己也想跟碧水宗签赌约，于是就同意了。陆云长不用开口，大师兄们会劝莫问蕊，莫问蕊直接一个蒙蔽了，不会吧徒弟吗？你让我签这个？师傅你就赶紧去签吧，别那么多废话。大师兄有点不耐烦了，师兄们也都等着他赶紧签赌约。莫问蕊更加蒙蔽，不是吧？
莫德，老娘好歹是你们的师傅啊，请尊重我的好吗？可是我好歹是你们的师傅，我问一下也不可以吗？你们起码征求一下我的同意吧。莫温柔简直欲哭无泪。莫德，都怪他自己，怪不了别人，谁让他把徒弟们宠成这个熊样子了呢？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你想想之前进去猎杀妖兽的事，好几年了，你都没弄明白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动脑子的事你就别想了，有小师弟帮你想好了，你照着做就行了。赶紧签字吧，师傅别那么多废话了。小师弟让你去你就去。碧水宗所有的师兄们都站在陆云长那边。师傅，你要快点签吧，我们相信你能赢。只要你赢了，整个凌霄宗就是我们的了。而且师傅你想想，虽说凌霄宗是我们的，难道真是我们的吗？不可能我们这些徒弟把凌霄宗平分吧？整个凌霄宗还不是你一个人呢。我们替你弄到了一个可以吃下整个凌霄宗的机会，师傅你就别想了，赶紧签吧，别辜负了小师弟的一份心意。逼宫，这特么的绝对是逼宫啊！可是他一个弱女子干不过小徒弟，因为小徒弟确实很聪明，而且得到了宗门上上下下弟子们的拥护。算了，签订赌约确实是个好主意，那就签吧。碧水宗宗主莫问蕊，凌霄宗宗主几妖，光签订了赌约，两个人都认为对方完蛋了。你们碧水宗以后可就消失，你输定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不过就是客气话。我想说的是，一定是你们，到时候我就可以接受你们整个国家。想想我的徒弟们终于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吃喝玩乐了，我这个做师傅的相当欣慰。到时候还要感谢你们的慷慨解囊，你感谢你的愚蠢，当然你们每个地方都不同呀。要是你输了，你给我备下课，记得想到我，说不定还会找你了。哈哈哈，真是笑话！你明明知道你的修为在我之下，竟然还敢撒谎，我怀疑你是不是要用什么水川对付啊？不然你哪来的这么大的心？两个人正在吵架的功夫，其他宗门陆续也来了。昆仑宗宗主在人群里穿梭，正在找陆云长。他很想知道自己的爹在这边的长啥样。他爹转世之后成了必须送的弟子，他爹也是个人少，修为不好的时候却很容易付出过就摸着问题。他上辈子的爹对他很好，多亏有了他上辈子的爹帮他修福报，所以他这辈子才能坐上昆仑宗宗主的位置，立于不败之地。没想到啊，这辈子的爹还不如上辈子的爹靠谱。既然如此，他就约陆云长先见个面，联络一下感情，让自己的爹小心点为好。先不要认这个爹，看看陆云长什么情况就行了。如果认真的话，还可以跟陆云长前世的事儿。问题是这是前世的事儿解释啊，谁会相信？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天命之书，能有天宫之书的人本就很有限，一般都是非同一本的人才有天命之书。什么？这有一个马车竟然要一个金币，这也太贵了吧！不要了，不要了，你自己留着吧。周倩说完就要走，她来历史上买匹马，买个简单的马车，准备出发去碧水宗山下。终于相中了一辆带着马跟马车的马车，这一套卖家狮子大开口：“不是姑娘，你别走呀！虽然我要价比较高，但是你可以还价啊！你要是觉得贵你就还价，你别走呀！你赶紧回老还价！我出这个价格，你如果觉得不行的话，那我就不要了，30个银币。姑娘，你明明可以去抢一辆马车，你为什么还要到我这里来买呢？不同意，那我就不买呗，我就抢好了。等下姑娘回来，请留步。干啥？30个硬币成交。”周倩突然觉得30个银币是不是买的要贵了？毕竟这匹马看起来不大进入，车也就是一个平板车而已，好像25个硬币也能买下来吧。可是既然已经说给30个银币，她也不好再降价，只能给老板那30个银币。因为家都被收了，家当都没了，他们这次搬家倒是挺轻松，把从火场里捡出来的破烂扔在马车上，驾着马车慢悠悠地往碧水中走去。以他们的速度，大概得1整天的时间才能到。不过反正也没什么事，现在手里又有钱了，你也不用急着赶路。陆云长临走的时候还给他留了一个金币，并且那个金币他不用还，因为陆云长觉得很不好意思，3个人中只有他一个人用的系统。拜托，你不用不好意思，是系统找上了你。我们3个人当中，不管是谁有了系统，都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不管怎么说，这个金币算是补偿吧，还有上次给的那面金币，你都不用换。陆云长说道：“我不想欠你2个金币，欠的太多了。你应该知道，这并不多，金币并不能代表什么。我希望你坦然地接受这2枚金币。有些东西并不是钱能衡量的。”周倩听不懂那些屁话，但是她知道自己欠了他一个人情，她以后会想办法偿还，只不过她也不知道怎么偿还，毕竟她太厉害了，而且是个有系统的人，完全不缺钱统计。买了马车后，就把从货里捡回来的东西扔到了车托上。他跟娘亲赶着一辆马车去碧水宗的山下，即将开始他们新的生活。周倩对新的生活非常向往，以前她过的都是没钱的日子，穷人的身不由己，只能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赚点钱补贴家用。但是现在虽说她手里只有这2枚金币，还不算是特别有钱，但对相比于之前的她自己，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小富婆了，一定要好好享受生活。原著里她虽然平淡的一生，但是因为有男主陪着，倒并不显得孤独，相反，她变得更加有趣过。周倩也看过一点原著，知道原主喜欢傅月明，跟傅月明算是一起过了一辈子，只不过傅月明另有所爱，并且大部分时间冷落原主。只不过原主太单纯了，还是觉得傅月明寒，甘愿被当备胎。周倩海算是了解原著，不然的话也不会穿越过来。她还是女频，以为她当时执行任务的对象是一个女孩，保护小女孩并不容易，而且她从小娇生惯养。小女孩的爸爸要求
不能因为安全问题对小女孩太严苛，而且要做好跟小女孩的沟通，成为小女孩的朋友。去他们的，他是保镖，不是保姆，那个钱不好赚啊。可是没办法，他想赚那个钱，就只能按照金主的要求来。当时小女孩爱看网络小说，为了能跟他有共同语言，周倩也只能跟着看网络小说，然后就看了一点原著。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写的都是神马玩意儿啊，垃圾！当时他吐槽了一句，他承认他不该多嘴，如果能再重来一次，他一定不说一句废话。当时就因为他吐槽了那一句，所以就好征兆的穿越了。其实也不是毫无征兆，他在保护那个女孩的时候牺牲了，只不过当时他不知道自己牺牲了。穿越过来之后回想往事，他才记起来小女孩非要出去玩，但是遇上了枪击案，为了保护女孩，他抱着小女孩从3楼跳下去，只是3路的高度，本来应该没事儿，可惜偏偏出了问题。那个小女孩在他怀里拼命挣扎，让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结果着地的时候没有按照预算的方式着陆。他特别恨那个小女孩，他希望那个小女孩也能穿越过来，然后亲手把那个小女孩掐死解恨。什么玩意儿，一点也不听话，愚蠢到根本不了解现实状况，完全被惯坏了。可是说一切都晚了，他现在还是穿越了。他跟原著里的周倩同名同姓，所以就穿越到了周倩这个角色身上。原著里周倩并没有死去，也可能因为陆云长的穿越改变了小说里的剧情。原著里的周倩即便是没有死，下半辈子生活的也不好，基本上坐了一辈子的冷板凳，看着男主跟女主秀恩爱。男主只有跟女子闹矛盾的时候才来找他。当时书里写的是，原主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开导男主，让男主跟女主和好，完全就是男主女指检的润滑剂。然后男主一激动就把原主给睡了，然后第二天男主就回去了，原主就独守空房，而且生活非常拮据，男主很少管她，她就像是被男主白嫖。唯一的好处就是大家都知道她的男主的人，而男主也挺厉害，所以街坊邻居都不会招惹她。这样的日子是个人就不喜欢啊，原主怎么可能喜欢呢？最后还是那个死里逃生的原主陆云长劝说原主周倩，让原主周倩离开傅月明。但是原主周倩没那么干，因为她是真的爱傅月明，宁愿忍受那样的日子，就那么过了一辈子。那样的日子，想必如果原主能站在整体去考量一下，也不会愿意成为一个男人的备用品。大男主傅月明可以说从始至终没有喜欢过原主周倩，而现实中的周倩饿死了，让他有了穿越的机会。原主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且他能感受到原主离开的时候还放心不下他的娘亲。放心吧，既然我穿越到你身体里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照顾你的娘亲。等到这一句承诺之后，原主才放心的离开。原主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周倩为原主的遭遇感到唏嘘，也希望原主下辈子能好好的生活。从那以后，他就把原主的娘亲当成自己的亲娘亲。不过他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吃亏，他收获到了母爱，这是他上辈子都没有享受过的，而且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虽然没有金手指，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他自己上辈子练习的功夫在这里也基本用不上，但是和娘亲生活在一起，但还是感觉很快乐。幸好上辈子知道五香瓜子的配方，而茶馆的老板又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所以就让他炒五香瓜子。因为五香瓜子茶馆的老板赚了很多钱，可是每个月只给他2个银币。一开始说是给5个，可是真正发到手里的时候却只有2个银币。2个硬币只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每天都可以抱着面馒头喝凉水。要是想吃点好的，这个钱根本不够。况且娘亲还生着病，他还要省吃俭用给娘亲拿药。不过每个月他都能省下10来个铜板，买几个蔬菜，为了给娘亲增加营养。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他有了2个金币，可以和娘亲搬家到碧水宗的山下面去住，也不用在那个剥削他的茶馆工作了。他走的时候拿了20个银币，送给经常照顾他们家的老婆婆。老婆婆，我一定会经常回来看你。他现在有了自己买的马车，可以经常回来了。老婆婆点点头，老泪纵横。老婆婆跟儿子儿媳妇生活在一起，老婆婆的儿媳妇脾气很差，经常打她骂老婆婆，还不给她饱饭吃，每天都让洗衣服，还嫌弃老婆婆吃闲饭。洗衣服也是可以赚钱的，儿媳妇就利用老婆婆洗衣服赚钱。在这样的压迫下，老婆婆经常以泪洗面。幸好老婆婆是个乐天派，哭过之后很快就把不开心的事你忘了。她很同情老婆婆，但是对此毫无办法，因为在这个时代，老人就应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就算想带着老婆婆生活，以前是因为没钱，现在是因为不能。他要是强行带走老婆婆，老婆婆的儿媳妇肯定要告他。并不是说老婆婆的儿媳妇多想照顾老婆婆，而是如果别人知道老婆婆被带走，儿媳妇的面子上会很难看，别人会说是儿媳妇没照顾好老婆婆，所以老婆婆才会被带走。况且老婆婆洗衣服赚钱能给家里增加收入，儿媳妇把老婆婆当成一个工具，所以儿媳妇坚决不会让老婆离开。老婆婆，你放心，我一定有办法把你接出来跟我们一起住。周倩说她相信以后能自己强大起来，一定会有办法。周倩娘亲跟老婆婆的关系很好，2个人要离别的时候都哭了，可是没有办法，老婆婆不能离开，而他们要去奔赴更好的生活，老婆婆给了他们很多菜。接着说原主，周倩知道原主喜欢傅月明，没错，在原著里她这个角色也是男主的后宫之一，不过戏份不多，只不过是男主的后宫中不起眼的一个女人，是绿叶中的绿叶，为了陪衬大女主，但女主是作者的亲闺女，一开始也是一个嫌贫爱富的角色，因为陆云长是个废物，所以要跟他接触婚约。
可是现在的陆云长穿越过来，取代了原主陆云长，所以机会一定会改变。现在陆云长他才是大男主了吧？傅月明只能成为配角了吧？就从上辈子傅月明对待原主周倩的方式，现在的周倩也不喜欢傅月明。娘亲，我们到了。周倩从马车上跳下来，她的娘亲现在腿脚很好了，为了不让马太累，她娘亲经常下车走一段路程。此刻她娘亲正在走路，他们已经来到了碧水宗的山下。这儿距离碧水宗算是最近的地方了，是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村子，比他们之前住在地方安静太多了，也无聊很多。但是对于周倩跟娘亲来说，这儿不错。周倩去村里问了下有没有人出租房子，一问才知道这整个村子都是碧水宗的产业，村里的村民都是租住的碧水宗的房子，租金非常便宜，每个月20个铜板。然后他们平时种地，把蔬菜帮忙送到碧水宗，碧水宗根本吃不了那么多蔬菜，剩下的他们可以等到其他村子逢集的时候拿去卖。因为碧水宗山下的土地非常肥沃，所以这种的菜非常好，根本就吃不了。周倩顺利的租到了一个房子，跟娘亲一块把马车上的东西搬进去。村里的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家里有马车，他们平时出门都用脚走路。因为靠着碧水宗，所以这儿的人也受到碧水宗的感染，每天都会早起锻炼身体，所以都非常健壮。男人都出去干活，女人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孩子。周倩马车上的东西不多，就是老婆婆给的一点蔬菜。隔壁一个嫂子也就30来岁，放下怀里的小孩，过来麻利的帮忙搬东西。周倩跟嫂子说话的时候，很快就熟悉起来了。嫂子姓王，叫王翠花，嫁过来12年了，生了3个小孩，生活的平淡美满。这儿的人都很谦和，是周倩喜欢的地方。王嫂子带着周倩来到一块地里，告诉周倩，这儿以后就是他们的地了，他们可以在这儿种蔬菜。你们住在这儿，根本不用买菜，平时自己种的就够吃了。只不过蔬菜长起来需要时间。不过在这之前，你们可以吃我们家的菜，我们家的菜就在那边他地里，就是哪儿，你看认地方。我们家的菜自己吃不了，你们可以每天都过去摘菜吃，想吃啥就摘啥，不用跟我说。别人看你摘菜，他们也不会问，就算是你摘他们地里的菜，他们也不会说什么的。这儿的民风非常朴实。周倩真的太喜欢这儿了。隔壁的王嫂子回家就拿了5个鸡蛋，非要给周倩他们。这是家里剩下的，放久了也不好，你们先吃着，等以后你们自己卖菜买了小母鸡，就能自己养鸡下蛋吃了。周倩安顿着家里，看着碧水宗山门的方向，她有点担心，不知道碧水宗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你不知道吧？今天很多人来了碧水宗，而且来的都不是好人，来的是凌霄宗的人吧？周倩问道，给隔壁的婶子似乎知道点什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宗门的人，但是我知道来的都不是好人。没错，那些人个个穿得好，脸色也红润，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绝对不是好人。住在前排房子的大妈过来，给了周倩2个茄子和1碗蘑菇。嫂子，婶子，你们怎么知道来的不是好人？难道在宗门之前就打起来了？所以被山下的村民们看到了，他们就认定来的不是好人。是不是好人，我们一看就看来了，根本不用知道他们是谁。好人都是碧水宗那样的人，一个个清透的跟傻子似的。我这说的傻子可不是贬低他们，碧水宗的人没有坏心眼，但是来的那些人一个个才是真傻子，而且一个个都是坏人，又坏又傻，也不知道来碧水宗干啥的。周倩更为碧水宗担心了。凌霄宗的宗主纪瑶光在跟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签了对赌协议后，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他的心跳从没有那么快过，感觉都要从嗓子里冒出来了。这种感觉告诉他，刚才签那个对赌协议是错误行为，可是已经签了，为时已晚。徒弟不会出什么问题吧？纪瑶光偷偷地问傅月明。傅月明有点不耐烦了，这个师傅真是胆小怕事儿啊，都说了没问题了，还问来问去。师傅，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妥当了，用禁术法阵可以破解结界水晶，而且你已经吃了界灵散，可以向未来界灵力使用，一定能干掉莫问蕊。到时候整个碧水宗的财富地盘跟灵力全都是我们凌霄宗的了，更确切的说是师傅你一个人的。傅月明的话很有感染力。凌霄宗的宗主放下心去，既然如此，那就跟碧水宗的人拼了。今天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如果今天这样都干不掉碧水宗，那么碧水宗也太厉害了，以后更干不掉了，除非是别的宗门渔翁得利，趁着碧水宗伤了元气的时间从背后捅碧水宗一刀。但是都到了那一步了，他们凌霄宗比碧水宗更肥，其他的宗门渔翁得利的时候，难道只捅一个小小的碧水宗，而不会垂涎他们凌霄宗？所以说这次对战他们凌霄宗一定要赢，只要赢了就能独占碧水宗，但是要是输了，很可能会给凌霄宗带来巨大风险。我说昆仑宗主，你把我带到这儿干啥？我知道你是我亲生儿子，但那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这辈子咱们啥挂个都没有。你小子要是连累了我，小心剥了你的皮。陆云长上来就是老子教训儿子的架势，他是晚辈，竟然这样跟其他宗门的宗主说话，明显就是大不敬。但是昆仑宗的宗主并不生气，还是有点担心的提醒道，爹爹，你小点声，万一被别人听见了，对你我都不好。去你的吧，你是怕被别人知道了，影响你跟其他宗门臭味相投，怕他们把你踢出局是吧？你小子心眼可真多呀。你爹爹我这辈子在碧水宗待着，你小子竟然伙同其他的宗门来攻打碧水宗。陆云长就呵呵了，不是这样的爹爹，我们2个宗门下注一定会收获更多啊。昆仑宗的宗主小心眼很多。陆云长呵呵一笑，阴森森地说道，哼，这一次你爹爹我要收了整个凌霄宗，你小子要是肯出点力气，我会分给你点好处，不然的话你一点好处也分不到，因为2个宗门的宗主
已经签订了对赌协议，输掉的宗门归赢了的宗门，若是凌霄宗败了，你们什么都拿不走。相反，要是碧水宗败了，你们同样什么都拿不走。我们宗门莫问蕊跟凌霄宗主纪瑶光签订对赌的时候，你还没来碧水宗，所以不知道吧？昆仑宗的宗主脑袋嗡的一声，他确实不知道，两个宗门竟然签订了对赌协议，太狠了吧！这样不管哪个宗门输了，都没有其他的宗门什么事儿了。想到这儿，昆仑宗的宗主赶紧说道：“爹爹，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帮碧水宗，我也相信碧水宗一定能赢。”陆云长点点头，他心里做的最好的预期就是用不上昆仑宗主，那是最好的了。可是万一局势失去了控制，需要昆仑宗主的时候，昆仑宗主能帮一下更好。昆仑宗的宗主回到自己看台的位置上时候，擦了把额头上的汗水。其他的宗门的宗主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问他怎么事儿。他不想把那个重磅消息告诉其他人，于是说没什么。岳少人帮助碧水宗，他帮助碧水宗的时候就显得越发重要，能得到的东西就更多。但是如果需要其他宗门也支持碧水宗的时候，再把两个宗门对赌的事儿告诉他们就好了。昆仑宗的小算盘打得啪啪作响。碧水宗莫问蕊跟凌霄宗的纪瑶光站在比武场上，两个宗门的弟子都为自己的师傅摇旗呐喊，两个宗门的弟子都觉得自己的师傅一定能赢。凌霄宗的徒弟向来自大，而碧水宗的徒弟们上次见识过自己的师傅差点打败凌霄宗宗主，他们相信这一次也不例外。莫问蕊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打斗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凌霄宗宗主太难对付了，对方的实力比上次交手时候提升了不少。莫问蕊一度被纪瑶光压制，这点陆云长也看出来了，正觉得纳闷呢，身旁的叶灵就开口了：“你有没有觉得师傅这次好像要输？”叶灵也发现了不对的地方。陆云长正在着急着，听见叶灵这么说，当然要反驳：“放心吧，只是暂时被压制而已，我相信师傅一定会赢。”叶灵摇摇头，他没有说出来的是，凌霄宗宗主纪瑶光的发挥非常稳定，不可能会处于下风的样子。他也很疑惑为什么会这样，明明上次对战的时候，凌霄宗宗主还不是碧水宗宗主的对手啊。陆云长把这事儿说给自己的大师兄和五师兄他们，五师兄学识比较渊博，可能会知道怎么回事。据我所知，只有一种可能，凌霄宗的宗主吃了戒灵散。大家伙儿都没听说过戒灵散。五师兄把戒灵散的功效跟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伙儿这才明白过来。不会吧，竟然是种邪门的禁药！所有碧水宗的徒弟们都惊呼起来。而且这种禁药的修炼十分恶毒，要杀死很多修士，宗他们的灵力来炼制，太恐怖了吧！就在大家伙儿都不敢相信的时候，更加诡异的事儿发生了。莫问蕊因为不敌纪瑶光而使用了结界水晶，但是纪瑶光却破了结界水晶。师傅的结界被破了，不可能呀！为什么结界会被破？师兄们都看向陆云长，但是陆云长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五师兄悠悠地说道：“他们用邪术，只有血书才能破除结界。我知道这种学术，用一些比较纯净的人的血液，他国顺便从那些人身上提取的灵力，血液加上灵力，便可以破除结界。”纪瑶光用邪术？不会吧？他怎么敢？我听说凌霄宗失踪了很多弟子，原来就被他们拿去制作邪术法阵了。你们是用邪术破除结界，用自己的弟子炼制邪术，你们那种行为应该遭到抵制和谴责。就在两帮子人互相争吵的时候，陆云长立刻从空间卖掉摩托车，买了把狙击枪，然后离开了座位。莫问蕊正在苦苦支撑中，嗖！只听见一声破空声的枪响，纪瑶光倒地了。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师傅突然倒地了？他们肯定是用什么邪术啊？没错，他们用暗器。凌霄宗的人急了：“去你们的！明明就是你们的师傅不要脸在先，现在来质问我们！”纪瑶光脑袋上出现一个血口，到底不起，整个凌霄宗的弟子们都惊呆了，然后愤怒地大骂碧水宗的人。碧水宗的弟子们当然不会默默承受，立刻骂了回去。整个凌霄宗都沸腾了，所有人都义愤填膺，恨不得上去手撕了碧水宗。可是傅月明却感受到了一阵惊恐，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把一个修士直接打死？傅月明可以确定纪瑶光已经死了，因为纪瑶光倒在地上的时候颤动了2下，然后整个人都不动了。他甚至能感到受纪瑶光身体里的生命体征消失的凄凉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谁干的？这件事儿已经超出了傅月明的认知范围，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所以感到十分恐惧。其他的凌霄宗弟子们只顾得上生气，根本没有傅月明想的那么深刻。他们还以为碧水宗只是用了暗器。师傅已经死了，我们如果不拿下碧水宗，我们凌霄宗就是碧水宗的了。没错，我们就算是豁出命去，也要拿下整个碧水宗。可是师傅都没做到的事儿，我们怎么能做到呢？我们人多力量大，师傅做不到，但是我们能做到。兄弟们，上啊！整个凌霄宗的人都从看台上跳下去，穿过整个比武场，冲向碧水宗。至于已经死去了凌霄宗宗主纪瑶光，却被自己的徒弟们踩在脚下，没有人关心他的情况。他对凌霄宗来说并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宗主。傅月明冷笑，凌霄宗的人果然都被纪瑶光教育成了笨蛋。他们以为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可以打败碧水宗，平生纪瑶光办不到的事儿，他们那些弟子们可以办到呢。没有人注意到的是，纪瑶光的灵魂从身体里飘了出来。他没有去找杀死他的陆云长，而是来到了傅月明的身边。现在的他是透明人，站在傅月明身边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到他，就连傅月明都没有注意到他，这让他很失望。他把什么都给了傅月明，还想把整个凌霄宗都给他，但是他对他总是不咸不淡，好像两个人只是交易关系，
互相从对方哪里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纪瑶光拿走傅月明的身子，傅月明从纪瑶光哪里拿到一定的资源。他喜欢傅月明，因为傅月明不但长相帅气，而且做事儿不达目的不罢休，十分有个人魅力。他就是痴迷那种对冷酷无情的男人。他想跟傅月明过一辈子，而且傅月明也说过，等到接手凌霄宗后就会跟他成亲。但是他毕竟是凌霄宗的宗主，残存着一丝丝理性，直到傅月明是在说假话，于是迟迟没有把凌霄宗交给傅月明。再说了，傅月明现在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接管凌霄宗。他虽然特性喜欢傅月明，但是他毕竟是凌霄宗的宗主，需要为凌霄宗的未来考虑，所以他决定先培养傅月明一段时间，等10几年后再让傅月明接受凌霄宗。可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没机会了，他跟傅月明没可能了。这个变化太突然了，他竟然还没反应过来。他即将离开了，只想跟他做最后的道别，但是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别的方向。纪瑶光跟着看去，发现原来他是在看碧水宗的叶灵。那个小丫头有什么好？只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大小姐而已，比他纪瑶光差远了好吗？纪瑶光的内心升起一阵妒忌的火焰，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了。纪瑶光变成一丝丝青烟飞走了。傅月明的后背突然发凉，颤抖了一下。刚刚他有种感觉，好像纪瑶光在看着他，肯定是他的幻觉，因为他曾经欺骗过纪瑶光，而觉得愧疚，所以就有了幻觉。一定是这样。傅月明摇摇脑袋，把刚刚的想法甩掉。这个时候，凌霄宗和碧水宗已经打起来了，场面一度混乱。你们用暗器伤人混蛋，太不要脸了！为了能赢，你们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啊！我就知道你们碧水宗不是好东西，你们个个都是混蛋，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的师傅，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师傅报仇！你们碧水宗别想活过今天，来年的今天就是你们整个碧水宗的忌日。凌霄宗的人都在叫嚣着，两个宗门的人一边对打一边互骂，场面热闹得很。用暗器又怎么了？有本事你们也用，而且你们的暗器不如我们的，所以就不让用了吗？卑鄙无耻！你们能击穿我们的结界，至于为什么能击穿结界，肯定是用了禁术。那个你们怎么不说了？自己使用邪术还说别人，你们可真行了，真不愧是大陆上最大的宗派，果然是一个大大的不要脸。碧水宗的人本来就口齿灵活，这个时候当然会让着凌霄宗的人狠狠地骂了回去。但是凌霄宗的弟子有200多，而碧水宗的弟子只有50个人，所以碧水宗根本不是凌霄宗的对手。而且既然结界能被破除，碧水宗的人也没有用结界，直接真刀真枪的跟凌霄宗的人开战，使用结界。这个时候碧水宗的5师兄大声喊道，他们不可能拥有那么破坏结界的阵法，阵法每次启动都需要被灵力，结界等级越高，需要的灵力越强。按照凌霄宗失望的弟子数量推算，他们的不可能拥有能破除所有碧水宗结界的真法。不得不说5师兄真是博学多才。听5师弟的！大师兄大喊一声，所有人都开始扔出自己的结界水晶，果然结界水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把凌霄宗的人都给弹飞了。5师弟好样的！大师兄拍了拍5师弟的肩膀。站在徒弟们旁边的莫问蕊十分欣慰，他的徒弟们在关键时刻总是那么靠谱。只是嘛，见到陆云长吧，陆云长平时都跟公孙了和叶灵在一起，但是现在却不见了。莫问蕊十分担心，你们的小师弟呢？小师弟说他有事儿，先离开一会儿。大师兄说道，师父不用担心，小师弟报备过，他不是一声不吭的离开，应该不会有事儿。你找2个人去找小师弟回来，注意，你们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莫问蕊说道。大师兄点点头，找了20师弟和21师弟，你们2个自己小心点，顺便去把陆师弟找回来。放心吧，大师兄，我们一定会把小师弟找回阿里。20师兄和21师兄都2个人互相扔出结界，离开了混战的区域，但是他们这样前行会非常缓慢。2个人对视一眼，看到凌霄宗没人注意自己，于是收起结界，快跑离开了。出来啊！你们那群缩头乌龟，只知道有事儿就缩在结界里面，算什么本事？有种你们出来，我们群殴啊！这样才能分出胜负。别那么不要脸，跟个娘们似的缩起来。凌霄宗的人大骂碧水宗的人，碧水宗的人又不傻，让然不肯出去，而且碧水宗的人还做鬼脸，故意气凌霄宗的人。师兄，你快想想办法，怎么才能拿下碧水宗？师兄，师父的阵法你会吗？把结界打破吧，不然我们还真拿碧水宗的人没办法呢。凌霄宗的几个师弟问大师兄傅月明，傅月明的大师兄位置也是靠着手段消灭了排在前面的解师兄才坐上的。平时他对宗门的弟子们也非常的友好，但是骨子里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凌霄宗的弟子们。虽然不喜欢碧水宗的人，但是他觉得碧水宗的人才像是一个正常人。我怎么会有那种邪术阵法？傅月明当然不会把剩下的阵法拿出去，不然所有人都知道他用邪术了。大家伙儿没有办法，只能合力开始用刀剑挥砍碧水宗的结界，可是那根本没用。傅月明心里也十分焦虑，现在的局面完全超出他的意料之外。他本来的计划是凌霄宗宗主纪瑶光打败了碧水宗宗主莫问蕊，然后消灭了整个碧水宗，把碧水宗大人赶尽杀绝。当然只会留下2个碧水宗的人，一个就是叶灵，另一个就是公孙了。这2个人都是他想娶回家的女孩子，所以不能让他们都死在这次2宗混战中。刚刚他就非常担心2个女孩子的安危。他虽然女人缘非常好，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坚持，他想娶自己喜欢的人，不想委屈自己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对于那些有权有势
但是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当然要利用她们了，但是不能娶回家。他对两个女孩子的喜欢也谈不上真正的喜欢，他知道自己不会真的喜欢上什么人，他只会觉得别人都是阿猫阿狗，他行事喜欢小猫小狗一样，喜欢叶琳跟公孙乐了，特别是公孙乐了，长得太甜美可爱的了，管太精致，而且极为灵动，他的脸并非那种胖乎乎的脸蛋，而是有着鲜明的轮廓，但是却显得异常甜美。傅月明见到公孙了了的第一眼就沦陷了，他立志一定要把公孙乐乐娶回家，特别是他知道公孙了了喜欢的人是陆云长的时候，就更加想娶公孙乐乐。这个时候的陆云长站在千米外的一座高塔上，他真是没想到啊，这次从系统兑换的武器竟然这么好用。还有飞行器，飞行器像是一个圆盘，可以站在上面，就像是御剑飞行一样，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从碧水宗踩着飞行器来到现在的千米之外，只用了1分钟的时间，太特么的快了。说实话，在飞行的途中，他没显得到速度会那么快，所以差点掉下去。而狙击枪就更加牛逼了，直接就能把千米之外的人的头发丝都看得轻轻松松。上辈子他没有关注过世界上的武器，难道现在的武器已经到了这样牛逼的地步了吗？陆云长踩着飞行器回到了碧水宗，他从天而降，碧水宗的师兄们的都大受震撼。太好了，我们小师弟终于学会御剑飞行了，小师弟进步了。今天这时好消息接连不断啊！师兄们都不知道飞行是自己起飞，还以为跟御剑飞行一样需要靠着燃烧自己的灵力飞行。但是陆云长也没解释，在师兄们面前装一下也挺好玩，嘿嘿。但是在他即将降落的时候，傅月明却突然出手，他手里的飞镖冲着陆云长射去。陆云长毕竟修为不足，等发现飞镖的已经晚了，他想多就够呛，可是飞镖却在他面前停住了。莫问蕊出手接住了飞镖，小徒弟啊，我就跟说过，平时一定要勤勤加修炼，可爱就是不听啊，怎么样，现在连一个飞镖都接不住吧？为师早就告诉过你。莫问蕊平时没有太过教育徒弟的机会，因为徒弟们个个都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甚至还会反向教育他。比方说陆云长，自从陆云长来了碧水宗后，碧水宗的很多事物实际上都是陆云长的主意，平时他那些挑拨大点的徒弟们却都很听陆云长的话，每一次都支持陆云长。他也是个不想操心的人，就听陆云长的，结果几次之后发现陆云长真有2把刷子，每一次都能把事儿做对。就这样时间一久，陆云长在碧水宗的话语权几乎比他这个当师傅的还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陆云长好好的历练自己，不好的地方就是陆云长根本不听他这个师傅的话。这次终于能好好的教育一下徒弟，他身为师傅当然是为了徒弟好啊。可是陆云长白他一眼，往前跨了一步，来到了莫问蕊的剑上。师傅，你不就是帮我接到一个飞镖吗？你对阵的只是凌霄宗的一个败类徒弟而已，我为你解决了你的地方凌霄宗宗主纪瑶光啊，我对战的可是凌霄宗宗主，你说咱们2个谁的本事大？陆云长说着往前走了一步，他比莫问蕊高一个头，体型差别也非常明显。其实这段时间陆云长也在修炼体魄，只不过没有修炼的那么勤快而已，他的体型堪称完美。莫问蕊不由往后退去，那个陆云长的男性气息太过浓烈，他有点招架不住啊，小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啊，30-40年没有过心脏狂跳的感觉了吧？虽然修炼让他显得像是20多岁一样，但是他知道修炼可以淡定一个人的心性，他的内心就像是7老80一样，早就心静如止水了，不然的也早就被自己的弟子们给气死了。可是这一次他又心动了，也不只是心动了这么一次，陆云长曾经多次让他心动。佩剑一共就才那么大，他往后一退，差点掉下去，还是陆云长一把拦住了他的细腰，这才没有让师傅掉下去。哇哦，太浪漫了吧！我突然的觉得小师弟和师傅好般配啊。是啊，咱们师傅可是有名的大美人啊，配得上小师弟，2个人在一块可真养眼啊。小师弟一定会跟师傅白头偕老。师兄们的都开始磕了，真是的，八字还没一撇，只是搀扶了师傅一下而已，你们至于吗？叶灵真是受不了那些喜欢八卦的师兄们，天下就算是无事，也被师兄们的嘴给说的有事儿了。莫问蕊竟然脸红了，陆云长放开莫问蕊，温柔的让他站好。魅力男人的杀手锏不是耍帅，而是温柔。莫问蕊沦陷了呀，好棒啊，师兄，你和师傅好般配。小师妹公孙了了走在磕 CP 的前列，叶灵鄙夷的瞥了眼公孙了了，好歹家里是做生意的，平时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啊，竟然也跟其他的师兄一样八卦。叶灵觉得公孙了了真是太无脑了。陆云长笑着对公孙了了挥了挥手，他最喜欢了了了，可可爱爱，而且善解人意，关键时刻又十分冷静聪明，这样的女孩子简直是陆云长的最爱啊。莫问蕊红着脸，当着那么多宗门的面跟自己的徒弟卿卿我我，这样也太丢面子了，其他的宗主们会怎么想？会不会借题发挥？果然，其他宗门的宗主里立刻表示不满。莫问蕊，你老实交代，你跟陆云长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因为跟他有私情，所以才让给他去碧水宗？我们今天一定要主持正义，大陆上竟然出现了这种有失伦理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管，必须重振宗门的风气。那些宗主们都义正辞严地说道，他们才不管什么正义，什么规矩，什么风气呢？只不过是找了个机会想针对莫问蕊罢了。只有给莫问蕊扣上一个道德缺陷的帽子，才能一起讨伐莫问蕊。他们也想吃掉碧水宗。莫问蕊脸色很难看，知道那群老东西都在打什么主意。那群混蛋没打好主意啊，看来他们也想吃掉碧水宗啊。我说师父呀，你怎么以前树立了那么多敌人？
陆云长好奇地问道。说明你师父不愿意跟别人同流合污。莫问蕊往自己脸上贴金，他对宗门中的事物都不感兴趣，能把宗门中的大事都交给陆云长处理，对其他宗门之间的狗狗营营更加不感兴趣。而且他不想跟其他的宗门流合污，所以处处受到排挤。虽然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但他说的也没错。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他们的计谋不会得逞。陆云长信心满满。现在聚集在碧水宗的有10个宗门，剩下的7个宗门都开始针对碧水宗了。但是还有一个宗门却异常安静地坐在看台上，那就是昆仑宗。昆仑宗的宗主没发话，整个昆仑宗的弟子们当然也不敢说话，只能静静地看着其他的宗门闹腾。奇怪啊，咱们宗主平时可是无利不早起的人啊，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好像完全没有要针对碧水宗的意思啊？难道我们宗主已经想好了什么完全之策，一定能拿下碧水宗？放心吧，虽然咱们的宗主还没开口，但是此事无声胜有声，咱们宗主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绝对不会放着好处不捞。其他宗主们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们各个宗门臭味相投，合作过很多次了，对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要是放在以往，昆仑宗的宗主一定会对一马当先，先灭了碧水宗再说。但是竟然如此安静，这不像是他的作风啊！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现在是我们各个宗门众志成城，维护纲常的时候，你怎么能坐视不管？你不会是在想什么坏主意？等我们鹬蚌相争，你渔翁得利吗？你这个家伙是了解的，你先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可能面对利益无动于衷。所以你到底在想什么？我感觉你这个家伙肯定有事瞒着我们。其他的宗主们暂时停止了对碧水宗的讨伐，转而问昆仑宗主。昆仑宗主站起来，清了清嗓子，用悲天悯人的语气告诉大家：你们真是小看我了，我们相识一场，你们对我的印象竟然扭曲到如此程度。告诉你吧，我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大陆上的所有人都能过上平地安康的生活，而不是谋求我个人的利益。昆仑宗主义正辞严地说道。整个昆仑宗的人都要吐了，他们师父的不要脸水平已经发挥到了新高度。至于其他宗主都惊呆了，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怎么突然觉得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肯定是假话啊，想都不用想。这个家伙肯定打了什么坏主意，他肯定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恰恰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也必须调整战斗方式才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像他一样按兵不动？我觉得最好是按兵不动。于是想讨伐碧水宗的那些宗主们都重新坐下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陆云长微微一笑，现在他们要把所有的精力先用来吃掉凌霄宗。一个碧水宗要对付那么对的宗门，确实有点困难。而且现在陆云长已经知道结界并非牢不可破，说不定凌霄宗的人还找到了破解其他法宝的方法，也可能找回到了对付他们的方法，所以不能轻敌。如果所有的宗门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们碧水宗，碧水宗没有完全的把握能够全身而退。所以此刻最好的方式就是其他的宗门都按兵不动，等到他想办法先把凌霄宗吞了，拿走凌霄宗的灵力，提升碧水宗的实力，然后才能分出精力对付其他的宗门。昆仑宗宗主的做法让其他的宗门都暂时没有轻举妄动，这让陆云长他们有了喘息的机会。凌霄宗的人以为其他宗门的人对帮着自己一起对付碧水宗，但是他们发现并没有，其他宗门的人都在看热闹。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不帮忙？不是说好的吗？大家一起对付碧水宗，那还用说吗？他们肯定是想渔翁得利，那些混蛋，他们看我们师父已经死了，所以就想欺负我们，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没错，我们要自己吃下整个碧水宗，一点也不留给他们。以前师父就说过其他宗门的人都是混蛋，我以前还不相信，但是现在相信了，他们确实是混蛋。现在才想起师父的好，师父说的很多话都是对的，可是师父为了咱们凌霄宗已经牺牲了，我们一定要继承师父的衣钵，拿下碧水宗。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其他宗门的人出手帮助我们？你想什么呢？他们不会出手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没错，这一次我们要靠自己拿下碧水宗，绝对不要靠别人。可是说会说，他们还是想让其他宗门帮忙，因为他们知道靠自己对碧水宗有点吃力，但是他们不想牺牲自己，他们也想做收渔翁之利，于是就去劝说其他宗门的人跟着他们一起对付碧水宗，但是其他宗门的人根本都不听。今天是你们凌霄宗跟碧水宗的争斗，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这左右过来只是为了做一个公正的裁判。如果我没有插手你们碧水宗的争端，那岂不是徇私舞弊？就少，我们绝对不会做那么不公正的事情，所以对付碧水宗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凌霄宗的弟子们简直一个大写的无语，那些混蛋肯定是想让我们跟碧水宗的人对峙，然后等到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拜托，这种话刚刚已经说过了，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认了，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刚才我就说过不让你们去找他们，现在碰了一鼻子灰吧。凌霄宗的二师兄说道。放心吧，他们的计划不会得逞，因为我们根本不会两败俱伤。陆云长说道。你们什么意思？凌霄宗的人不理解。我们小师弟的意思是，你们也想跟我们两败俱伤？你们不配，因为我们碧水宗会直接消灭你们凌霄宗，而且是瞬间把你们干掉。你们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没错，你们担心的事情根本不会存在，就算为了不让其他的宗门做出渔翁之利，我们也会轻轻松松的把你们都干掉。哎呀呀，我们真是太为你们着想了，为了让你们担心的事情不发生，我们就要把你们的快速干掉，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很感动？哎呀呀，13师兄他们当然很感动，看他们的表情都要哭了。我们碧水宗向来是心怀大爱，那就满足别人。是啊，
像我们这种为别人着想的宗门现在不多了，您想送的人都败到我们手里，也是他们的幸运。想必他们此刻应该感动涕零，在默默的感谢上苍。但是兄弟们，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我担心一件事，万一他们不做人，不懂感恩怎么办？那么我们为他们做的这一切，他们不但不会感动，反而还会责备我们。没错，我也觉得是这样。凌霄宗的人向来不要脸，他们知道什么是感恩啊。碧水宗的弟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把凌霄宗的弟子们气得肝颤。叶灵也不得不佩服，还是师兄们说话气人啊。平时师傅真是大度，竟然没被师兄们给气死。公孙乐也不由得拍手了。他见识过老女人吵架，以为老妇人吵架就是世界上最难气人的了，没有人能超得过老妇人。可是几天他算是见识过了，比老妇人的嘴巴更加厉害的是师兄们的嘴巴。师兄们别看修炼的不怎么样，但是嘴巴练的还挺厉害啊，也算是一种特长了吧。莫问蕊此刻不知道是改为徒弟们欣慰，还是该无奈。他也不知道咋教育的，他平时特别不爱说话，可是他的徒弟们个顶个的能说会道，他只能拼命修炼，增加自己心胸的广度，让自己变成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不然的话早就被那些徒弟给气死了。没想到他的徒弟们能鞭策他修炼，莫问蕊真的感激了，感激的热泪盈眶。有徒弟们在，根本没有他这个师傅说话的范儿啊。以前他还能做个决定，每当要做决定的时候，他的徒弟们都会暂时安静下来，等着他说完后再有下一步动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碧水宗有了陆云长，很多决定都有陆云长来做。相比他做出的决定，徒弟们更加相信陆云长做出的决定，都十分拥护陆云长。他这个师傅，这个宗主，这个碧水宗的第一当家人，简直就可有可无啊。莫文蕊觉得自己还是早早的考虑一下退休生活吧，等过几年吧，碧水宗传给陆云长，他就能逍遥快活了。到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到处游山玩水，到处路行，想想就美滋滋啊。师傅，醒醒啊！师父，别幻想了，该你出手对付凌霄宗的子弟们了。陆云长拍了拍莫文蕊的后背，他一看莫文蕊的样子，就知道师傅肯定又是在幻想啥好事儿了。问题是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幻想的时候吗？当然应该打起精神一致对外啊。莫文蕊的背后很敏感，像是触电一样，全身都颤抖了一下。他自以为控制得很好，别人应该看不出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逃过陆云长的眼睛。他们此刻已经从天空回到陆地上。莫文蕊定了定神，尴尬的嗨嗨两声。你刚刚说啥，徒弟？我说师傅，现在到了该你出马的时候了，赶紧去收拾凌霄宗的家伙们。我们跟凌霄宗打过赌，他们要是输了，就把整个凌霄宗送我们碧水宗。所以现在到了你出马的时候了。不是，为啥要为师出马？凌霄宗他们现在只剩下这个弟子了，不是应该弟子对弟子吗？应该你们去对付他们吧。为师去的话，显得有点欺负人呀。莫文蕊觉得这样不妥，于是向陆云长据理力争了一下。陆云长摇摇头，刚要开口说服他，但是其他的师兄弟们却没有给他机会，因为这事儿被其他的使用电包圆了。拜托师傅，你就按照小师弟你说的去做吧。小师弟说的没错，让你去你就去呗，咋那么多话？小兄弟的话你都不听吗？师傅，我们早就劝过你，不要用你的脑子去想问题，你直接听小师弟的话就行了。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今天我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你，你一定要听话呀。师傅，你觉得我们50个人能打得过对面200多个人吗？师傅，你让我们去跟他们对打，简直是等于让你的徒弟去送死啊！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师傅。刚刚是小事的帮你解决了凌霄宗宗主，所以这一次该轮到你出马了。其他的徒弟们也纷纷劝莫问蕊，就连陆云长也懵逼了。师兄们还真向着他。莫问蕊不由得哀叹一声，哎，他真是个劳碌的命啊。那帮子家伙知道自己打不过凌霄宗的人，就干脆在一旁看热闹，让他这个左师傅的出手对付整个凌霄宗。虽然凌霄宗的人只剩下徒弟们了，但是也有200多个呀。他一个人对付这么多人，也不是不行，其实完全能对付的了，只不过心里不平衡啊。凭啥徒弟们让他上，他就得上？这事儿不是应该他说了算，让徒弟们上去卖命，他在这边看好戏吗？其他的宗门都是那么干的啊，有事儿徒弟盯着，师傅坐收渔翁之利。怎么到了他碧水宗，完全反过来了呀？可是没办法，既然陆云长都那么说了，既然其他的徒弟们都举手表决了，他还是硬着头皮上马。只不过以他的身份对战一群徒弟，有点掉价，但是赢是肯定能赢的。哈哈，就你一个人想对付我们这么多人，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这一次轮到莫问蕊逼了，什么情况？凌霄宗那些弟子不会以为自己打不过他们吧？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自信？难道是因为愚蠢？原来凌霄宗的弟子们比自己碧水宗的徒弟们还愚蠢啊！那他就放心了，他也都觉得自己的徒弟太蠢了，弟子蠢应该是师傅的责任，所以他十分的自责，因为他以为跟其他宗门比，自己的弟子们已经蠢得垫底了。可是现在他才发现，情况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糟糕，凌霄宗的弟子们就比他的弟子们要蠢多了。现在再看自己宗门的那些弟子们，但是觉得他们顺眼了就多。那个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不欺负女人，所以你赶紧离开，让你们重来的徒弟来跟我们对战，不然一会儿我们把你打哭了，我们会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们都是非常文明的人，知道不应该跟女人动手，所以你不要自取其辱了，你赶紧离开吧，这是我们对你的最后一次警告，不然的话，我们只能送你离开了。莫问蕊弱弱地问道，不是我说各位，是什么让你们如此自信？你们觉得你们能打得过我？一群小毛头，连你们的师傅都打不过我，
我说的是他凭借他原本的实力，而不用什么歪门邪道。你们却觉得你们能打过我？你们觉得你们能打过你们师傅？你们的师傅到底是怎么教徒弟的？就算不让你们好好修炼，也应该给你们练成一个正常的脑袋吧。你们现在个个跟白痴一样，连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不光是莫问蕊，就连整个碧水宗的人也都很吃惊。师兄，我怎么觉得凌霄宗的人那么喜欢吹牛？他们竟然说凭借他们的能力能打得过我们的师傅呢？小师妹公孙了觉得很不可思议。师妹，你有没有想过，可能那群笨蛋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吹牛？师兄，我不明白，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公孙了问道。小师妹，你有没有想过，是他们蠢，他们真的以为他们能打过我们的师傅，所以他们不是在吹牛，他们以为他们在说实话，现在明白了吗？陆云长耐心地给公孙了解释。公孙了点点头，他虽然已经明白了，但是依然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凌霄宗的人已经自信心膨胀到如此无知的程度，灭了凌霄宗的人对他们也有好处，像他们那么蠢的人，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求生一定十分艰难。说的没错，就像小师弟他们之前遇到的那个胖子的打手，那些人打死我不就是凌霄宗的人吗？凌霄宗的人真是处处给人惊喜啊，一个个够蠢的令人发指。不但蠢而且坏，如果仅仅是蠢的话都没什么，我们心那么善良容，得下蠢的人，可是他们很坏啊，一个个已经那么蠢了，还想要侵占别人的利益。世界上有他们那样的人也真是奇葩了。正当碧水宗的弟子们议论说着风凉话的时候，莫问蕊跟凌霄宗的人已经打进来了。凌霄宗的人一起向莫问蕊冲了上来。傅月明知道情况不好，他想要逃走，但是现在不能那么做，不然的话，虽然凌霄宗无法拿他怎么样，其他的宗门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他只能先待在这儿，装模作样的跟莫问蕊对战，然后趁机寻找出路。周倩已经爬到了碧水宗的院墙上，从墙上露出一个脑袋，正在勘察碧水宗对战的事儿。虽然碧水宗在整个大陆上都只能算是一个小宗派，但是再小的宗派占地面积也都很大。他在最外围的墙上根本看到不比武掌上的情况，他只能翻进了墙里面。等等，你谁啊？周倩听六师兄介绍过碧水宗，所以对碧水宗的构造图有一定的了解。就在周倩往比武场走的时候，突然有人叫住了他。你谁啊？怎么翻墙进来了？还真是没把我们碧水宗放在眼里啊！周倩吃惊地往四周看去，只见在一棵树上坐着一个打哈欠的师兄。你不是碧水宗的47师兄吗？小丫头，你还认识我？当初他们一起去茶馆听书的时候见过他，跟他说自己的名字，可是一共50个人的名字啊，他怎么可能个个都记住了？没想到他竟然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47师兄觉得不可思议。嘿嘿，47师兄，我的记性一向很好。我听说今天你们这里有大事发生，我想来看看热闹。周倩笑嘻嘻地说道。她抬着头看着树上的47师兄。周倩长得特别漂亮，一张瓜子脸，上面的皮肤吹弹可破，一头黑的头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娘亲给她梳了好看的发型。她以前自己不会梳头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梳头发，更不敢把自己打扮得太漂亮。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搬到碧水宗山下，已经安全了。他发娘亲已经醒过来，娘亲还喜欢打扮自己的闺女，经常用一些彩色的饰件给她编织好看的发型，而且她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都是娘亲帮她洗的。娘亲非常勤快，在家里根本就闲不住，家里的活完全不用她插手。周倩阳光漂亮，而且英姿飒爽，坐在树上的47师兄都看呆了。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还不知道吧？47师兄，我搬到你们碧水宗山下去住了。周倩把陆云长救了娘亲的事说了一遍。47师兄点点头。你们今天刚刚搬来第一天啊，以后有的是时间到我们碧水宗玩了。可是他现在就想进去啊。47师兄，里面到底怎么样了？他从师兄哪里知道了碧水宗里发生的事儿？师兄，我想过去看看行吗？周倩以为师兄一定不会答应，但是师兄吃着周倩买来的零食，点头答应了。你自己小心点，离得远一点看看就行了，千万别靠近，不然很危险。其他的师兄弟们要是为了救你，也会给他们自己带去麻烦。师兄嘱咐他。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师兄。周倩来到了比武场，她不能进去，还能爬到墙上往里边看，结果还是被比武场里的景象给震惊住了。么得，简直就和游戏里的对打一模一样啊！而且是一群人对战一个人。被包围在中间的是一个女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穿着蓝色的衣衫，她周围围了200多个人吧，场面十分宏大。她放出的招式真的自带特效，有红色、绿色、蓝色各种光圈，包围住她的人都一个个的中招后倒在地上。碧水宗的弟子们正在为她加油。这个时候，一个女孩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但是一回头的时候正好看到她了。女孩子先是一愣，然后就露出一个好看的笑脸。周倩的记性非常好，立刻回忆起了那个女孩子。上次那个女孩子跟着碧水宗的人也去茶馆喝茶，周倩对她很有印象，叫做公孙了，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周倩也不由得笑了起来，然后冲着那个女孩子挥挥手。结果这一挥手不要紧，她直接从墙头上掉了下去。哎呀，好痛哦！公孙了把周倩来了的事儿告诉了陆云长。小师妹，这些我们就当不知道吧，不用管她，她想在那里看看就让她看看吧。可是陆师兄，我们把她叫过来坐在看台上不是更好吗？她那样趴在墙上一定很累吧？公孙了很善解人意。陆云长觉得不用管他，既然47师兄放他进来了，那就那样吧。47师兄其实不应该放他进来，把周倩放进来已经算是违反了碧水宗的规矩，所以这种事儿还是当做不知道的好。
周谦掉下去后也想到了这点，他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离开。可是既然都过来了，还是想理下来观战，以为他这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类似游戏里的战斗场面，太震撼了。陆云长把自己所想的告诉了公孙了，公孙了觉得有道理，公孙了点点头就离开了，去茅房。对碧水宗来说，他们此刻就像是陆云长常被参加校运动会的啦啦队，一个个的想喊2声家的时候就大喊2声，然后不想喊的时候就吃点零食拉拉闲话。有的师兄已经打哈欠了，似乎在观看一场事不关己的比赛，舒坦得很。陆云长觉得那样做不对，现在毕竟是他们是师傅在苦战啊，他们怎么能只顾着自己舒坦呢？师傅负重前行，他们应该替师傅岁月静好，所以不能舒坦，而是应该更加舒坦。于是拿出了瓜子，你们觉得师傅能不能赢？这还用说吗？师傅肯定能赢啊！就是你们别看师傅只有自己一个人，但是他对付凌霄宗的200个徒弟绰绰有余。你们别看师傅平时挺废，可他真的有2把刷子。如果不是凌霄宗的人使用邪术，师傅打败凌霄宗宗主也很容易。没错，我们的师傅还是很有能耐的。陆云长并不会莫问蕊担心，他只是担心怎么对付其他的宗门。此刻其他的宗门没有出手，他们都是在观望。但是等到碧水宗彻底赢了凌霄宗，开始瓜分凌霄宗的时候，其他的宗门肯定会动手。这个时候该怎么应对？凭借他们碧水宗的实力对抗所有的宗门还是有点吃力。不是说一定会输，但是只能拼了，或许会赢，但是不一定就一定能赢。就算是赢了，恐怕也要付出代价。他们的结界并不是一定不会被破除，只不过想要破除结界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待会儿可能跟其他的宗门还有一场恶战。师兄，师傅行不行啊？有的师弟很担心莫问蕊会输掉，所以问大师兄。但是大师兄对莫问蕊很有信心，没问题，相信咱们的师傅。这种小场面对莫问蕊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作为大师兄和师傅相处的时间最长，他还是很了解师傅的实力，对付200多个凌霄宗弟子绰绰有余。既然大师兄那么说，我们就暂时放心了。其他的弟子们说道，他们不是不相信莫问蕊，而是对方的人太多了，所以担心一个莫问蕊打不过200多个对手。可是既然大师兄都说师傅会赢，他们就暂且放下心去了。就在这个时候，陆云长身边的叶灵突然开口，你发现了吗？傅月明并没有参加战斗。叶灵的观察力非常敏锐，他发现傅月明站在弟子们的外围，似乎是在指挥战斗，但是却在划水。那个家伙很奇怪啊，陆云长也很怀疑傅月明。他看原著的时候就不喜欢男主，作者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把那种人写成男主，简直就是三观有问题。傅月明在原著里开了不少后宫，但是基本上都冷落了那些女人，独宠叶灵一个人。其他的女人们都生活得很辛苦，但是却对傅月明一往情深。而书里的傅月明最喜欢的女人叶灵却总是虐他，结果傅月明却对叶灵死心塌地。所以说啊，傅月明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不会是抖 M 吧？对女人那样就罢了，对其他任何人，傅月明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跟他叫爹，特别喜欢说教，让别人都做个忠诚的好人，他自己就能利用别人为他谋取利益。本来傅月明担不上凌霄宗的宗主，因为半路出了一个很有能耐的家伙，但是傅月明用了卑鄙的手段把那个家伙给弄死了，所以就才当上了凌霄宗的宗主。当然那都是书上的内容了，现在因为他陆云长的穿越，书里的内容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动，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傅月明将不再是男主，他陆云长才是位的大男主。想到这儿，陆云长的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神情。师弟，你傻笑什么呢？大师兄突然问道。什么叫傻笑啊？陆云长咋就那么不喜欢听大师兄说话呢？我只是在担心，等到师傅打赢凌霄宗后，其他的宗门会不会一起对付我们？陆云长说道。我们有法宝，干嘛怕他吗？大师兄非常乐观，三师兄也乐观得很，拍了拍陆云长的肩膀。小师弟就你放心吧，我觉得大师兄说的没错，就算是凌霄宗能破了结界，但是破坏力终究有限啊。说不定他们的阵法已经用完了，就算是阵法没用完，也不可能破坏我们所有人的结界吧。就是啊，五师兄都说了，要是想破我们说有人的结界，那必须要用上百人的灵力才行，但是凌霄宗的子弟们只失踪了几个人，所以他们没有破除我们所有结界的能力，放心吧。五师兄在一旁点点头。陆云长当时相信五师兄，如果真的到了要跟其他宗门对战的程度，那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反正当初他们连禁区都禁区过，还完好的出来了，其他的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就这样呗。陆云长也放松下来，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莫问蕊先打赢凌霄宗剩下的徒弟们。陆云长当然相信莫问蕊，莫问蕊也果然不负众望，干掉了凌霄宗最后一个徒弟，除了傅月明之外的最后一个徒弟。因为傅月明已经消失了，就在刚才陆云长一愣神想问题的时候，傅月明就不见了。你知道傅月明去哪儿了吗？他在比赛场里寻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傅月明。陆云长问叶灵，叶灵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刚刚我在观察师傅的情况，结果当我重现找傅月明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叶灵也觉得很奇怪，难不成是用了隐身术？五师兄说道。叶灵眉头皱得更紧了，不可能吧，五师兄，隐身术不是早就失传了吗？当年隐身术是大陆上第一个宗门研究出的术法，很多修士都在修炼，可是那个大陆被魔族入侵了，大陆上的第一个宗门在打败魔族，拯救了整片大陆后，隐身术也就神奇的消失了。从那以后，大陆上再也没有隐身术了。我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能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神秘消失，应给是隐身术。武师兄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也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而已。他趁着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溜掉了，或者说他也被杀死了，只是被压在了其他凌霄宗弟子的下面，我们没有注意到他而已。叶灵同样更加相信自己。但是这个时候，22师兄小声道：“我看到他消失了，就在那么多的凌霄宗弟子们中间，神奇的消失了，我还以为自己的眼花了呢。”22师兄的话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就是说，真的是隐身术。叶灵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但是隐身术消失了呀，据说是被魔族给偷走了，然后随着魔族杀光了当时对抗他们的那个宗门的人，隐身术也就失传了。难道傅月明跟魔族的人有瓜葛？公孙乐乐怀疑的说道：“不可能，魔族已经退出大陆很久了。”叶灵反驳：“当年大陆上的第一个宗门打败魔族后，魔族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几千年过去了，魔族都没有再出现。”说到这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不会是魔族的人重新出现了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太恐怖了。但是不可能吧？据说上万年前魔族出现的时候发生过很大的征兆，因为魔族有突破人界与魔界壁垒的时候，一定会弄出很大的动静。说的也是这一次没有任何征兆，应该不是魔族入侵。那万一上一次魔族入侵之后，魔族并没有完全撤退，反而留在了人间了，如果这一次是魔族的后裔在作怪呢？他认真回想了一下，原著里好像没有写这个地方。原著的男主没跟魔族勾结，原著里也没有魔族，因为他的穿越改变了太多的东西，所以魔族也出现了。这个世界变得更复杂了。陆云长也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穿越竟然改变了那么多的东西，不但改变了主角和所有人的生命轨迹，甚至还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位面，增加了一个魔族的设定。看来以后的任务还要去对抗魔族。他不由得叹息一声，其实他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平。上辈子996007，他已经享受够了福报，这辈子只想安安静静悠哉悠哉的美滋滋的过富足的生活。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苟着。本来来了这个世界以后，知道小说里的设定，然后又用了系统，他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只要有系统加持，他对付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修士就会简单很多，即便无法打败其他更高级修士，但是起码可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亲近的人。而一旦加入了魔族设定，所有的事儿都不一样了，他的能力值也等于变相被贬低了。别说打败魔族了，就算是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都会变得更加吃力。他之前可以悠哉悠哉慢悠悠乐乐呵呵的积攒信任值，然后从商城换取物品，可是现在他知道必须加快速度。既然魔族存在，那么魔族一定不会放弃征服这片大陆，即便魔族现在没在人界，以后也一定会过来人界。他总有必须跟魔族对抗的那一天，但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必须收集更多的信任值，从商场换取更多的宝贝，解锁更高级的商城，因为只有更高级的商场里面才会有更高级的武器。想想用一个核武器夷平魔族，那得多爽！所以以后他必须加快速度，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收信任值，任重而道远啊！就在这个时候，莫文蕊走了过来，累得够呛，可是徒弟们不知道在讨论什么，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莫文蕊内心哀叹，他刚刚出了那么大的力气，这棒子混蛋吧，知道欢迎他一下吗？不为他的胜利激动一下吗？徒弟们，你们的师傅我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辛苦了。徒弟们纷纷对莫文蕊说道，但是似乎并不怎么热情，因为师傅虽然赢了，但是以师傅的能耐，对付凌霄宗的200多徒弟，应该还是很轻松的事儿，所以没什么大惊小怪。倒是莫文蕊，今天的所有打斗都是他一个人上，着实把他自己感动了一把。哎，为了凌霄宗，他真是出了力气了，所以很想让徒弟们能热情的欢迎自己。为了亲爱的徒弟们，我就算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这一次我一个人对付200多个人，确实是有一点点辛苦。莫文蕊傲娇的说道。原本以为子弟们一定会热烈欢迎他，可是弟子们似乎没有多热情啊，一个个的表情都太冷淡了吧。莫文蕊觉得很受伤。那师傅你坐下休息一会吧，我们正在讨论非常重要的事情。六师兄说道。莫文蕊一头黑线，但是转过头来一想，或许徒弟们讨论的内容就是怎么为他庆祝啊。徒弟们还是爱他这个师傅的。想到这儿，莫文蕊的心情终于好一点了。该不会是讨论该怎么为我庆祝吧？我觉得就不必了。为师还是喜欢低调一点，虽然这一次的战斗很辛苦，整个凌霄宗都属于是一个人对付的，不过庆祝这种事情从我个人来说还是不必了。但是如果你们一定想庆祝的话，那我也不会反对，毕竟会是一个开明的人，知道你们喜欢热闹，就让你们放松一下吧。而且庆祝的地点我们可以选择刚刚拿下的凌霄宗，毕竟那里的环境太优美了。莫文蕊自顾自地说道。碧水宗还从没为了他而庆祝过吧？当成他还特意为陆云长庆祝过，他也想尝尝被庆祝的滋味啊。可惜啊，徒弟们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师傅你想多了，我们不是在讨论给你庆祝的事情，我们是在讨论其他更重要的事。莫文蕊直接傍住了，这几乎是他说话最多的一次，因为之前根本没什么好说了，他也没做什么让徒弟们刮目相看的事。但是这次不一样，对付整个荣霄瑶中这事儿都是他一个人在忙活，跟师傅对抗完了之后又跟徒弟对抗。虽然师傅不是被他杀的，是被小徒弟灭掉了，虽然那些徒弟们武力值不怎么样，能被他轻松干掉，但是像他这样劳心劳力也是很累的好吗？拜托你们就不能真心的为老娘庆祝一下吗？莫文蕊很生气，但还是压住了火气，对弟子们发火显得太没品了。莫文蕊是一个有底线的人，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弟子们发火。你们能有什么重要的事讨论？莫文蕊好奇地问道，马上就把庆祝的事儿
望到了九霄云外，参与到了徒弟们的讨论中。大师兄问莫问蕊：“师傅，你在对战他们的时候就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莫问蕊想了想，不对的地方完全没有，一切都正常都很啊。于是老实的回答：“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怎么了？”二师兄叹口气：“师傅，你的神经也太大条了，你能清楚的记得你到底杀了几个人吗？”所有的弟子们都看着莫问蕊，毕竟莫问蕊当时跟傅月明距离最近，比他们都近，难道就没有发现傅月明突然消失？整个凌霄宗不是都被我干掉了吗？莫问蕊理所当然的说道。他实在不明白徒弟们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什么东西是他没有注意到的吗？莫问蕊很好奇，说：“你神经大条，你还真是神经大条啊，你不知道漏掉了一个吗？”大师兄提醒师傅。莫问蕊回想了一下，还是一头雾水，他不记得自己漏掉了谁，怎么可能漏掉谁啊？他记得把真的凌霄宗的徒弟都给干掉了啊，漏掉了谁啊？傅月明啊，你记得他吗？陆云长问道。经过陆云长的提醒，莫问蕊终于想起了傅月明。他以前听凌霄宗的几瑶光吹牛的时候，听到过傅月明的名字。反正傅月明是凌霄宗的得意弟子，个人能力似乎很厉害。至于其他的，他就对傅月明没有什么大印象了。我当时知道他，但是他怎么了？你记得刚刚干掉他了吗？还是让他给跑了？陆云长急切地问道。这个我倒是没印象了。莫问蕊实在想不起来了。毕竟刚刚是一场混战啊，他的对手有那么多人呢，他怎么可能一个个的去记住对方的脸呢？傅月明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莫问蕊好奇地问道。他跑掉了。好，是用了隐身术。大师兄回答。不会吧，隐身术不是已经消失了吗？所谓碧水宗的宗主莫问蕊当然知道隐身术，可是他知道的并不比五师兄多多少。隐身术已经消失了，就连他都接触不到任何有关隐身术的功法。当年他对隐身术很感兴趣，还专门去找过隐身术的功法，到那时都没有找到，所以他能确信隐身术彻底从大陆消失了。难道现在隐身术重现江湖了？我们觉得隐身术并没有消失。陆云长说道。什么意思啊？莫问蕊更加不理解了。你还记得魔族吧？陆云长问道。莫问蕊点点头，他当然记得。魔族当年进攻过我们大陆，但是后来被灭了，剩下的逃走了。魔族的人全都逃干净了吗？别这么一问，莫问蕊也不敢确定。所以你们是什么意思啊？此刻的莫问蕊也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们觉得当初魔族的人根本没有离开，他们还生活在我们大陆当中，并且继续繁衍。隐身术就是他们拿走了，并且隐藏了起来，只有魔族的人才会隐身术。听到这里，莫问蕊后背发凉。如果真是这样，那魔族的实力比以前更强了。不过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赶紧接收整个凌霄宗吧。陆云长话锋一转，莫问蕊险些没反应过来。师傅，凌霄宗的灵力你收集全了吗？陆云长问道。莫问蕊点头。放心吧，我已经全都收集起来了。他刚刚一边跟凌霄宗的人对战，一边收集凌霄宗的灵力。每打死一个人凌霄宗的弟子，就把他的灵力收集起来，这样干掉整个凌霄宗的弟子之后，凌霄宗的所有灵力都已经被他收集全了。这也让其他的宗门非常眼红。其他的宗门当然不能放过这个可能得到凌霄宗灵力的机会，他们已经跃跃欲试。但是见证了碧水宗实力的他们，谁都不想当出头鸟，都想让别的宗门先冲上去当炮灰。现在对战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了吧？刚刚就不应该坐以待毙。如果刚刚我们一起冲上去对付凌霄宗，凌霄宗的灵力也不会全都落到莫问蕊一个人手里。得了吧，刚刚是谁说要跟着昆仑宗一起行事？昆仑宗宗主，现在碧水宗跟凌霄宗的对战已经结束了，你打算怎么办？所有人都看着昆仑宗的宗主，因为他们觉得昆仑宗的宗主应该早就想好了计划，现在应该行动力。不然的话，凭借昆仑宗宗主那蚊子吸血的脾性，不可能放着凌霄宗那么大一块肉不吃，好心的让碧水宗吞下整个凌霄宗。以昆仑宗的宗主肯定在打什么坏主意，所以现在应该到了昆仑宗出手的时候了吧？你们为什么要问我怎么办？我刚刚跟你们说过了，我并没有打算怎么办。昆仑宗的宗主悠悠地说道，语气里倒是真的流露出几分淡薄的意味。但是显然，其他宗门的宗主们不信，因为他们太了解昆仑宗的人宗主了，他绝对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所图，肯定是想好了计划。少来了，你刚刚不出手，不就是想渔翁得利吗？现在他们已经打完了，你该出手了。昆仑宗的宗主掏了掏耳朵，十分不耐烦的样子。你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去做，不要牵扯上我。我早就说过了，我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不想牵扯到碧水宗跟凌霄宗的战斗当中，所以才选择没有出手。昆仑宗的宗主是说的跟真的似的。其他宗吗？难道人都急了？他们不知道昆仑宗宗主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装？你要是再装下去，莫问蕊就把凌霄宗的灵力全都消化掉了。到时候如果我们想拿回凌霄宗的灵力，就只能跟碧水宗开战。周倩重新爬到了墙头上，发现战斗已经结束了。真是的，他本来还想好好的观摩一下这场战斗，还以为这场战斗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从墙头上掉下去之后，他就没马上爬回墙上。毕竟他刚刚掉下去，一屁股坐在了一块石头上，屁股到现在还疼呢。而且他要小心点，不要被比武场里的其他人看到了，毕竟他一点修为也没有，很难保护自己。万一有人向他发难呢？周倩再一次爬到墙上，往比武场里面看去，发现里面场面乱成一团，好像各个宗门之间都在吵架。
闹不好下一秒就要开始互殴了。这个时候还是赶紧溜掉吧，不然万一待会儿真的打起来，他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会波及到自己。那个时候如果等着碧水宗的人来救自己，反而是给碧水宗添乱。想到这儿，他准备开溜，可是刚到碧水宗门口，就看到外面又涌来一大帮子人，有20多个，个个凶神恶煞。而47师兄此刻还挂在树上，正在悠闲的嗑瓜子。47师兄的心还真大，这样都能吃得下去啊。不过47师兄用结界保护着自己，那些人跟不动不了他分毫。怎么又是那个玩意儿？臭小子，你有本事从那个玩意儿你出来，我在这里面待着，好好的挺好，出去啊，出去让你打我吗？我又不是笨蛋，在里面当什么缩头乌龟？你们不说头也是乌龟。两个人正在吵架，突然看到他来了。臭丫头，见是你，上次就是因为你把我们害惨了，如果你能早点嫁给那个死胖子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儿了。显然对方认出了他，他嘿嘿一笑，他也认出来对方，那些人不是死胖子的手下吗？有几次死胖子找他麻烦的时候，就是带着那帮子人，所以周倩认得他们。有没有搞错？凭什么我要嫁给那个死胖子？你们想嫁，你们自己嫁吧。臭丫头，嘴还挺硬，兄弟，马上就揍他。都是因为他把我们害得那么惨，他们从不反省，总是把一切责任都怪罪在自己头上。他们认定了就是周倩害了他们，害得他们对了工作，还整天亡命天涯。一想起到处逃亡的日子，凌霄宗的那些残存的人就觉得心里委屈，心里的委屈化成滔天的恨意，发泄到了周倩身上。他们冲了上来，周倩想跑去，可是知道自己也跑不掉。虽然自己上辈子是个保镖，身手不错，可是这辈子都不能修炼，而对方的20多个人都是主修士啊，他无论如何跑过对方。就在这时，47师兄突然把结界水晶收了回来，扔向了他，他被罩在了结界水晶里。凌霄宗那些人全被弹开了。47师兄从树上跳下来，正好跳到了结界里。谢谢你，47师兄，这都是些小意思，我这个人最乐于助人了，如果对方是美女，那我更乐于助人。47师兄笑呵呵地说了，在这个年代向47师兄这么说话就是赤裸裸的调戏，但是周倩毕竟来自现代，早就对男生女生之间的调笑免疫了狗，而且他知道碧水宗的那些师兄们的脾性，一个个都喜欢打嘴炮，嘴上不饶人，但是心眼很好，所以他并不介意。47师兄说完后，似乎也觉得这么说有点不妥，挠了挠脑袋。那些结界外的凌霄宗弟子全都拍着结界大喊大叫，你们有本事出来啊！47师兄掏了掏耳朵，别搭理他们。周倩点点头，他才没那么笨呢，干啥去搭理那些人啊？他知道自己打不过那些混蛋，还是待在结界里比较安全。你们干啥来了？47师兄一边嗑瓜子，一边跟结界外的人聊天，还把瓜子分给周倩一些。周倩拿过来，一边嗑瓜子，一边听47师兄跟凌霄宗的弟子们聊天。我们听说今天碧水宗和凌霄宗大战，我们特意来为凌霄宗加油。没错，我们的宗门一定会打败你们碧水宗，你们就等着完蛋吧。只要我们的师傅灭了你们的宗门，也算是为我们报仇了。凌霄宗的残存弟子都是志在必得的神情，仿佛此刻的碧水宗已经是凌霄宗的囊种之物了。有没有搞错啊？47师兄摇摇头，问一旁的周倩，你刚刚不是进去看过了吗？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周倩如实回答，47师兄，整个凌霄宗已经被灭门了，碧水宗已经赢了。47师兄点点头，你们听见了吗？我们碧水宗赢了。凌霄宗残存的弟子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你们胡说八道，我们凌霄宗竟然会输给你们碧水宗？怎么可能？他们几个人输给碧水宗就罢了，那是他们几个运气不好，但是整个凌霄宗的人怎么可能会输给碧水宗？简直就是笑话呀！不信的话，你们就自己进去看看好了。周倩说道。凌霄宗的残存弟子果然去了比武场，他们对自己的宗门非常有信心，因为凌霄宗毕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宗门，此刻凌霄宗应该已经杀光了碧水宗。等他们回去告诉师傅，让师傅去收拾门口的2个碧水宗的人，他们把周倩也当成了碧水宗的人了。可是当他们大喊着冲进比武场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整个比武场乱作一团。比武场的里躺着一具具凌霄宗弟子的尸首，其中竟然还有他们的师傅纪瑶光，他们直接就傻掉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凌霄宗竟然被打败了？不可能，到底是谁动的手？谁杀了师傅？他们都往四周看去，想要找出一个厉害的敌人，这儿谁最厉害，谁就是杀死他们师傅的人。可是所有人都很怂，都站在原地没动，没人敢去找杀死他们师傅的人报仇。那个人能把他们的师傅杀死，肯定也能轻易的杀死他们，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找那个人呢？他们面面相觑，难道真的是碧水宗干的吗？不可能吧，碧水宗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强大了？到底是谁害了我们的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遇害了，还有师兄们也都遇害了，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待在这里吗？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们肯定打不过呢。杀死我们师傅的人啊！没错，我们必须保存实力，不能做无谓的抵抗，快走。他们几个刚想转身离开，突然发现身后大比武场大门被关上了。周倩跟47师兄合力，终于把比武场的大门给关上了。比武场的大门很沉重，一般情况下都是4个师兄弟一起开关门，但是今天他们2个人完成了重任，不过2个人也差一点为此而累死，特别是周倩，她可是货真价实的凡人之躯。他们2个靠着门坐了下去，一块休息。之间，47师兄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是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周倩静定一看，惊讶的下巴差点砸地上。
香烟？还是黄鹤楼？47师兄，你从哪儿弄的香烟？此刻47师兄正从怀里掏出打火机，正准备点烟。小师弟给我的呀，他给我一包烟，让我给他洗衣服，他的臭袜子都是我给洗的呢。47师兄的语气里不免委屈，小师弟太他妈好动了，脚还出汗，袜子那叫一个臭啊！47点了烟后，满足的吸了一口，然后才想起来什么似的。你咋知道这叫香烟？这种东西他以前见到没见过，更别说抽了。小师弟总是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所以他倒是也见怪不怪。不然的话，别人给他一个这种东西，他断然不敢尝试，万一有毒怎么办？我当然也是听陆云长说的啊。周倩找了个借口，他不想告诉别人自己是穿越者，这是他最大的秘密。因为在一个团体里，所有人都排外，何况他这种穿越者，这里的人肯定没法理解什么穿越者。所以当他们知道他是穿越者后，不知道所有人都会是什么反应。他本能的想要隐瞒自己的身份。我们小师弟有很多好东西呢，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47师兄有点小骄傲的说道，因为有陆云长这个小师弟，碧水宗的师兄们都非常的骄傲。周倩好奇的问道，陆云长有那么多奇怪的东西，你们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什么吗？47师兄耸耸肩，这个大陆上奇人异事躲着呢，我要是一个个的去怀疑，也怀疑不过来啊。周倩一开始觉得很奇怪，所有人都应该会怀疑吧，可是马上他就明白了，系统肯定已经安排好了那些东西的来源，所以师兄们不怀疑。他上辈子虽然没看过什么穿越文，但是听他那个爱看网文的雇主女孩说过，有的高级的系统会自动安排好一切东西的来源，宿主随便用，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相比陆云长的就是那种情况。唉，有系统就罢了，系统还那么体贴，真是让人羡慕啊。就在47师兄跟周倩闲谈的时候，比武场里碧水宗的弟子们已经发现了凌霄宗的残存弟子。那些家伙，那不是胖子的手下吗？凌霄宗的人，凌霄宗已经走出宗门的弟子，那些混蛋，他们来干嘛？这不是自动送上门来吗？陆云长跟六师兄已经认出了那些人，其他的师兄弟们问那些人是谁。六师兄把那些凌霄宗残存弟子的身份告诉了大家。上次去救周倩的娘亲的时候，周倩被一个死胖子骚扰，死胖子为了得到周倩，竟然派人烧了他家的房子，想把他娘亲烧死，幸好陆云长他们及时出现。而那些凌霄宗的家伙就是胖子的手下，当时还帮着胖子对付他们，只不过让陆云长挑拨离间后，那些笨蛋反而把胖子给杀了，之后就逃跑了。只不过其中有几个陌生面孔，应该是他们逃跑后新加入的凌霄宗的毕业生。得知缘由后，碧水宗的一部分徒弟们已经离开自己的座位，来到了凌霄宗残存弟子的面前。你们做什么？我们已经不是凌霄宗的弟子了，你们不要乱来。凌霄宗的弟子们十分恐惧。哼，虽然你们已经从凌霄宗毕业了，但是你们还是凌霄宗的弟子，况且你们是自己送上来门来了。显然陆云长没有打算放过他们。这些混蛋杀了胖子以后就逃跑了，生怕胖子的家族找到他们，估计日子过得很苦。这次过来应该是觉得凌霄宗一定能赢，想等到凌霄宗赢了，他们也跟着转点便宜，扭转一下局势。但是没想到整个凌霄宗已经被灭门了，所以就怂了。等等，有人大喊一声，是另一个宗门的宗主。其他各个宗门的宗主都赶了过来，除了昆仑宗宗主。昆仑宗的宗主这一次一反常态，别说其他的宗主们纳闷了，就连昆仑宗的弟子们都觉得十分纳闷。他们都小声的讨论着，不对吧？平时的时候咱们师傅可是个极为自私的人啊，有便宜怎么可能不赚？是啊，他就是一只吸血的牛虻啊。但是这次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的师傅很反常啊，肯定是有更大的便宜。说着有什么内情，让我们的师傅不去占这次的便宜。要是说一袋内情都没有，我绝对不信。其实昆仑宗的宗主听到了弟子们的议论，但是他装作不知道，还是自己的徒弟们了解自己啊。你们那些混蛋竟然欺负我们的小师弟！大师兄义愤填膺，一旁的六师兄补充道，还有你们的六师弟。凌霄宗的人不服气了，你问问他们两个人到底是谁欺负谁？明明他们才是被欺负的一方好吗？他们原本在胖子手下，虽然日子过得很辛苦，每天都被胖子羞辱，但是起码工作稳定，而且他们不用像现在这样逃亡啊。现在呢，他们整天东躲西藏，生怕官府的人会抓到他们，而且他们为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新工作，只能去当杀手，但是当杀手风险太高了，他们不想过当杀手的日子了。听说凌霄宗跟碧水宗互斗，还是你死我活那种，于是就想过来占点便宜，希望师傅战胜碧水宗后能看在往日师徒情分上分一些好处给他们，不管是分到一些钱，还是一下灵力，都会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带有帮助。一开始那些凌霄宗的弟子们还有点害怕碧水宗的人，到那时看到所有的宗门都站在他们那边，他们的胆子顿时大了起来。刚刚还只想着逃命，但是现在他们改变了主意，以为自己定能跟碧水宗一战了。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自我了断吧。陆云长说道，他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帮子混蛋身上。当初那些家伙就跟着胖子为非作歹，没少干欺男霸女的事儿。凌霄宗也真是一个奇葩啊，明明是个大宗门，在整个大陆都非常有名了，但是却教出来的徒弟却没第一个好东西，也是奇葩啊。呵呵，别以为我们真的会怕你们，刚只不过装的，逗你们玩玩而已。真要是对打，我们不会一定会输给你们。你们既然屠杀了我们整个凌霄宗，实属邪恶至极，你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自古邪不压正。没错，就是为了正义。凌霄宗的人差点就自我感动了，好像他们真的为了正义似的。
其他宗门的宗主们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就是想挑起凌霄宗残存弟子跟碧水宗的战斗，然后以帮助凌霄宗扶持正义为借口跟碧水宗开战，绝对不能让碧水宗拿到凌霄宗的好处。既然碧水宗吞掉了凌霄宗，那么他们就吞掉碧水宗，这样就等于吞掉了2个宗门。所有宗门的算盘都打得啪啪响，碧水宗的徒弟们都耳朵都要被震聋了，但是凌霄宗的那些人却像是不知道其他宗主在想什么，还一个劲儿的给人家当枪使。陆云长反正是非杀那些人不可，凌霄宗的人想来作恶多端，特别是那20多个已经走出宗门的徒弟，他们跟着胖子的时候坏事做尽了，那样的人留着只会给大陆增加安全隐患，对混蛋的残忍就是对好人的伤害。但是凌霄宗也不全是笨蛋，其中还是有几个聪明人，看出来其他宗门似乎没安好心。我们怎么觉得其他宗主们是在利用我们，想用我们对付碧水宗？就算是利用我们也没关系，起码能帮助我们斗服碧水东。只靠我们自己的话，对付碧水宗太吃力了。凌霄宗的人说话还是委婉了，不是他们对付碧水宗吃力，而是他们根本就没那个实力对付碧水宗。虽然有结界水晶帮我们把他们挡在外面，其他人一时半会闯不进来，但这也不是长期的办法。莫问蕊说道：“小师弟，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大师兄问。其他的碧水宗弟子们都看着陆云长，陆云长早就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和智慧担当，大家伙都相信关键时刻陆云长可以创造奇迹。陆云长耸耸肩：“大师兄，我觉得你冲出去把他们干掉比较好。调皮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要是有那能耐，我还问你干啥？以我看，还是让师傅出去吧。”大师兄提议。陆云长立刻对莫文蕊说道：“师傅，以你10分的能耐，把他们全都干掉应该不是问题。那样多爽啊！一下子退掉那么多宗门，必须弄肯是高手，我相信师傅就是那种高手。”大师兄带领其他的师弟们吹莫文蕊的彩虹屁：“徒弟们，你们也太高看我了，对付一个宗门倒是可以，但是对方那么多宗门的宗主，莫文蕊还真有点吃不消。让你平时多修炼，你就是不肯，现在到了用实力说话的时候了，你没辙了吧？”“就是啊，师傅，你可是我们的武力担当啊！”碧水宗的弟子们做出失望的样子。“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小徒弟。”莫文蕊跟其他人一样，都把希望寄托在陆云长身上，因为陆云长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其他宗门的人都在叫嚣着：“出来，待在里面算什么本事？出来跟我们对战呀！你们以为你们在那里面，我们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那几句话，陆云长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怎么翻来覆去就会那么几句？自从他们有了结界水晶后，经常听到类似的几句话，都是废话，他们不会出去的。要么你们就突破我们的结界，要么就闭嘴安静，一会儿老子的耳朵都被你们震聋了。他说着掏了掏耳朵。碧水宗的人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要么我们还是用老方法，把结界水晶一个接一个的连起来，然后出去。出去之后呢？去哪儿？把碧水宗送让给别人？陆云长再次被碧水宗师兄们的智商给打败了。就是啊，这种时候逃跑没用，只能打败他们。可是要是我们走了，碧水宗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就是打败他们。至于怎么打败他们，小师弟，你到底有没有好办法？大家纷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陆云长身上。陆云长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打赢其他的所有宗门。他对付凌霄宗宗主的时候用了狙击枪是租的，系统里还剩了一些信任值，他只需要把那些信任值换成其他的武器，就足以正经其他宗门一战。不说一定会赢吧，但是也能打个旗鼓相当。到时候说不定那些宗门会因为惧怕碧水宗撤退。其实关于结界水晶隐藏还有一个使用局限没告诉大家，其实是不能长时间使用，使用几个时辰，1天2天都问题，但是绝对不能无限期使用。使用结界水晶的时候需要消耗使用者的一些灵力，当然那些灵力可以补充回来，就像人消耗的体力，吃些饭休息一下就会把体力补充满一样。如果长时间使用结界水晶，师兄们可能撑不住。其实不用师兄们撑不住，他自己就第一个撑不住。他知道别的师兄和师傅不会不管他，但他不想过那种依靠别人的日子。于是他在系统兑换了一把加特林出来，他用枪口对着其他宗门：“我再给你们一次逃跑的机会，希望你们好好把握。”什么玩意？这个年代的人当然都没见过加特林，都被震惊了。那是什么东西？长得太奇怪了，没见过那种法宝啊，不知道怎么用，能有什么作用？那个混蛋好像不少法宝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只有一个那玩意，就不信那个东西能干掉我们所有人。大家伙儿都议论纷纷。有一点他们说对了，加特林或许干不掉他们所有人，只要有人御剑飞行逃命去了，加特林就拿那个人没办法。以为加特林不能远程射击，小师弟，你又从哪儿弄的新玩意儿？好用吗？拿一个能对付所有人吗？小师弟，你再弄一个那个玩意出来给我，我来帮你对付那些人吧。大师兄他们也跃跃欲试，想试试加特林。陆云长怕大师兄他们冒失，拿着加特林会出危险，万一那些白痴师兄拿着枪对着自己人咋办？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陆云长说道：“只有这一把枪不够用了。”这个时候，大师兄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叫做枪，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大师兄他们都上去摸，像是在摸一个小动物。陆云长拧着眉头：“别乱摸，小心走火。”大师兄他们不解地问道：“啥是走火呀？”陆云长对着不远处的大树开了2枪，大树上立刻多了好几个弹孔，这就叫做走火。不小心让枪里的子弹打出去了，就叫做走火。如果事故，
易让枪里的子弹打出去的，就叫做开枪。陆云长给大师兄们解释，大师兄们都点点头，看起来也没啥厉害的呀，跟弹弓似的。我的弹弓就玩的那个效果。是啊，我也能用弹弓把树打出几个洞。大师兄们对加特林有点失望，没想到这把枪长得挺威武霸气，可是知识弹弓啊。其他宗门的人这个时候也放心了，哈哈，原来是个高级弹弓，没什么好怕的了，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武器呢，没想到竟然是弹弓。那个白痴竟然把弹弓当武器，看来要拿下碧水宗是很容易的事儿了。我早就说过，碧水宗不堪一击，他们之所以能打败凌霄宗，完全是因为运气好。各个宗门的宗主全都放松下来，尽情的嘲笑着陆云长。凌霄宗的残存弟子们也放松了警惕，原来是虚惊一场，还以为碧水宗多么厉害呢，还有陆云长这么厉害，还以为那个武器这么厉害呢，原来只是虚张声势。哼，弹弓那东西我从小就玩，而且打得特别好，我能用弹弓直接劈到一棵树。我也是，碗口大的树我都能用弹弓打断。那个白痴的武器也只不过在树上打几个窟窿而已，甚至还没有打穿。既然这样，就没什么怕的了，大家一起上拿下碧水宗。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凌霄宗的弟子们一拥而上。你们是不是白痴啊？大师兄实在看不下去了，停！你们先打住，拜托，你们那些白痴，你们回头看看，除了你们谁往前冲了？那些宗门的宗主只不过把你们当剑用，你们这样就上当了，还说你们不是白痴？如果是我的话，起码跟他们谈谈条件，如果打赢了能要点好处，谁像你们一窝蜂就冲上来？你们觉得这是弹弓，这就真的是弹弓吗？我们小师弟的法宝向来好用，怎么可能把弹弓拿出来武器？你们长点脑子好不好？大师兄为了凌霄宗那些人的智商操碎了心。陆云长拍了拍大师兄的肩膀，显得非常不满。我说大师兄，你到底是哪边的？他们想往前冲，你就让他们冲呗，你管那么多干嘛？陆云长也是醉了。大师兄真爱多管闲事。大师兄有点不好意思，抱歉啊，小师弟我习惯了，实在不好意思。是啊，凌霄宗的那些人又不是碧水宗的师弟们，用得着他管吗？身为碧水宗的大师兄，他向来负责纠正师弟们的错误，都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看到凌霄宗的那些笨蛋，他才会指手画脚了两句。差点忘了，凌霄宗的那些笨蛋是敌人，他没有必要指出敌人的错误，就让敌人一错再错下去就好了。如果讨厌敌人的错误，那就杀掉敌人，而不是让敌人改好。此刻的大师兄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站在一边不说话了。但是凌霄宗的那些人也被点醒了他们回头看了看，确实像碧水宗的大师兄说的那样，除了他们那些人，其他宗门的人全都按兵不动。你们什么意思啊？真把我们当炮灰了？哼，想让我们跟碧水宗的人对战，然后你们做收渔翁之利吗？你们真是太卑鄙了。原来如此，你们是等着我们跟碧水宗的人对打呀，还说什么要帮我们讨回公道，原来只是利用我。凌霄宗的人纷纷耻笑其他宗门的宗主，但是其他宗门的宗主也不是好对付的，起码不是那些凌霄宗的弟子能对付的了的。你们有没有搞错啊？碧水宗杀的是你们凌霄宗的人，你们身为凌霄宗毕业的弟子，应该为凌霄宗报仇，怎么你们自己不为凌霄宗报仇，还指望我们替你们报仇吗？真是一群废物，自己不该找碧水宗的人报仇，反而指责我们。怎么，我们是你们的爹妈吗？要负责你们的全部吗？白痴，你们不敢找碧水宗的人民报仇就直说，指望别人替你们报仇？哼，被碧宗的人三言两语挑拨了一下，就把矛头指向我们，怎么，是我们杀了凌霄宗的人吗？竟然会听敌人的话，把矛头指向队友，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去送命。你们真是一群废物呀，不敢为自己的师父报仇就直说，别把屎盆子扣到我们头。其他宗门的宗主纷纷指责凌霄宗的人，骂他们是愚蠢的废物。凌霄宗的人直接懵逼了，想一想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又不是其他宗门的人杀了他们的师父和师弟们，其他都没和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帮着他们一起上去攻打碧水宗？攻打碧水宗是他们的责任啊。好啊，你们竟然挑拨离间，差一点就信了你们的鬼话。凌霄宗的人冲着碧水宗的陆云长和大师兄愤怒喊道，刚刚他们就应该直接冲上去，而不是听到两个混蛋废话。那两个混蛋心眼真多，差点他们就信了，幸好被其他宗门的宗主一顿臭骂，把他们给骂醒了。其他宗门的宗主说的没错，攻打碧水宗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其他的宗门没关系。他们的敌人是碧水宗，而不是其他的宗门，没有必要跟其他宗门把关系弄僵。哼，你们这群废物，你们以为你们开窍了是吗？你们连关键点都没有找到，关键不是让其他宗门的人帮着你们攻打我们，而是在你们攻打我们造成两败俱伤之后，其他宗门的人会渔翁得利。你们是不是白痴？看问题为什么那么片面？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谁说应该让其他宗门帮助你们攻打我们了？碧水宗的大师兄和陆云长对着凌霄宗的人又是一顿嘴炮输出，直接把凌霄宗的弟子们给绕晕了。凌霄宗的弟子们一想也对啊，其他宗门的人确实想让他们跟碧水宗争斗，然后渔翁得利。其他宗门的人刚说的那些屁话，原来都是在放屁。一时间凌霄宗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若是跟碧水宗的人打起来，其他宗门的人就有可能渔翁得利，不跟碧水宗的人打，他们现在能跑得了吗？碧水宗的人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现在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碧水宗的人斗争到底。如果赢了那就好，如果输了就被杀。其他宗门的人应该不会上来救他们。想到这里，所有凌霄宗的弟子背后都冒出冷汗。
小师弟，你发现了吗？那些凌霄宗的人都是笨蛋，我们几句话就把他们给绕晕了。大师兄小声在陆云长耳边说道。陆云长也觉得很好玩，像是凌霄宗那样的笨蛋确实不多见，蠢得像一群猪，被他们几句话骗得团团转。陆云长的一次觉得逗弄一群猪玩特别有意思。师傅，不如我们别杀凌霄宗那些弟子了，把他们关进猪圈吧，闲着没事儿就去逗逗他们解解闷儿。他师兄也在一旁帮腔，是啊，师傅，那群凌霄宗的笨蛋别好玩，不信你自己逗逗他们，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能信，脑子简单的像是虫子。莫问蕊听后一头黑线，他的徒弟这是什么爱好啊？还是算了吧，那些蠢货就算再蠢，也毕竟是人，要把人当成猪养，恐怕不妥。莫问蕊这个人还是很文明的，对他来说人是人，猪是猪，有些人还不如猪不养也罢。我说你们到底还打不打？如果想打的话，赶紧往上冲吧，我已经准备好了。陆云长摆开架势，把加特林对准了凌霄宗的弟子们。这个时候，周倩又爬到了墙上，查看比武场里的情况。他一眼就看到了陆云长手里的加特林。靠，什么情况？竟然还有枪，而且还是加特林！周倩狠狠地羡慕了。陆云长，那种枪你还有没有？给我一把！周倩实在忍不住想摸枪了，所以冲着陆云长大声喊道：“你以为这是瓜子啊？说给你就给你啊！那你借我用一下行吗？”他想了想，周倩上辈子是保镖，肯定会开枪。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用加特林对付敌人的话，只对付凌霄宗的20几个人还行。若是其他宗门插手的话，敌人数量太多，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对付所有敌人。多一个帮手也是好的。行，你过来吧！他大声喊道，然后像变戏法似的又变出了一把加特林机关枪，扔给了周倩。此刻周倩已经从墙上跳了下来，冲过去一把接住了机关枪。他也钻进了结界，在结界里就不会受到伤害，同时还能用加特林大面积伤害敌人。加特林机关枪的疯狂输出特别爽，这种能伤害别人，别人却伤害不了你的感觉，真是太爽了。而且伤害的还是混蛋，那就更刺激了。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你的系统还真牛逼，竟然能兑换现在的武器，真是实名羡慕你啊！周倩真的狠狠的羡慕了，她小声的对陆云长说道：“你系统里还能兑换啥东西？”还好，我的系统确实能兑换很多现代的东西，不光是枪、坦克、飞机都有呢。陆云长同样小声的回答，确保他们谈话别人不会听到。不过就算听到了，应该也没什么。既然系统能给所有的宝贝安排一个合理的来历，那应该也能给他自己安排一个合理的说法，能让这里的人不对他产生怀疑。所以就算大声的说出来他有系统，所有人也不会怀疑什么。周倩认为陆云长的系统是他知道的所有系统里最好的一个，因为能兑换所有年代的东西。你们两个卿卿我干什么呢？能不能严肃点？现在是凌霄宗跟碧水宗对战的关键时刻，凌霄宗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承认周倩很漂亮，所以看到周倩跟陆云长说悄悄话，他们都很妒忌陆云长。真不知道陆云长那个臭小子何德何能，会得到周倩那种大美女的青睐。刚才不是让你们一起上吗？是你们怂了，不敢上，现在又来说我，谁给你们的脸？论打嘴炮，陆云长从来没输过。凌霄宗的人真的怂了，他们不想冲上去送死，但是其他宗门的人一直在辱骂怂恿他们。况且他们自己也知道，就算是他们不跟碧水宗的人拼命，碧水宗的人也不会放过他们。如果求饶有用就好了，但是他们知道，就算是跟碧水宗的人求饶，碧水宗的人也不会放过他们。他们就算是再傻，也能看出这点。没办法，他们只能冲上来，试图跟碧水宗的人对抗。这正是周倩想要的，她正想试试加特林的威力。上辈子她用过手枪，但是没有用过加特林。加特林比她想象中要重一点。幸好川过来后，她虽然吃得差，但是没忘了锻炼身体，身体素质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所以抱起加特林并不吃力。她开始了疯狂的扫射，陆云长也不甘示弱，冲着凌霄宗的人一阵扫射。不愧是修士啊，躲得挺快的。陆云长并不习惯用枪，这是他第一次用枪，而且还是用的加特林这种后坐力很强的枪。而且还没法用普通方式去瞄准，只能用感觉瞄准。加上凌霄宗的那些人都是修士，动作很快。一开始他竟然一个都打不准，但是相比之下，周倩就好很多。周倩一打一个准，很快7、8个凌霄宗的人就倒在了他的枪口下，然后是10几个。你还真行啊！陆云长都有点佩服周倩了。还可以吧，我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枪，感觉太爽了。你以前执行任务还用枪，华夏不是禁枪吗？我可是高级保镖，不仅仅是在华夏执行任务，我还去国外执行过任务呢。我在国外非常受欢迎。周倩不无骄傲地说道，他们的声音都很小，生怕别人听见，但是莫问蕊还是听见了。以莫问蕊的修为，陆云长跟周倩即便站在100米外谈话，他依然能听得很清楚。但是莫问蕊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啥，只是觉得周倩以前可能给大户人家当做护卫，没想到周倩也挺厉害。可惜周倩身体素质不错，但却是一个废灵根，不能修炼。要是周倩能修炼的话，他倒是很想让周倩加入碧水宗。凌霄宗的徒弟们一个个完蛋，周倩干掉了10几个凌霄宗的徒弟。陆云长玩了一会儿后，终于找到了使用加特林的诀窍，也开始精准的设计，剩下的另一波弟子都是被他给打死了。所有的宗门这个时候都已经笑不出来了，大家都已经看出了加特林的厉害，知道加特林绝对不是他们口中的弹弓，每个人脸色都很难看，同时心里也庆幸冲上去的是凌霄宗的那些人，而不是他们，不然的话，他们早就被打成筛子了。原来那种武器那么厉害，差点就轻敌了。是啊，
幸好冲上去的是凌霄宗啊，好险啊！要是我们也能有那种武器就好了。其他宗门的宗主都小声地议论着，他们确实把凌霄宗的人当成炮灰，只不过整个凌霄宗到现在已经彻底被灭绝了。整个碧水宗的男弟子们的都被周倩给迷倒了，太帅了吧！周倩简直就是我的神啊！我发觉我已经爱上周倩了，我想娶一个这样的老婆。我也喜欢周倩这样的女孩子啊！碧水宗的师兄们本来就喜欢有个性的女孩子了。上一次他们甚至救了不要脸的王菲菲，当时王菲菲因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设计陷害陆云长，脱光了衣服上了陆云长的床，想让所有人知道是陆云长对不起她，逼着陆云长娶她。被识破奸计后，王菲菲被官府抓了起来，要在脸上刻字。师兄们出钱买通官服，避免了在王菲菲脸上刻字，而且因为师兄们的关系，王菲菲被转入了单间牢房，从此吃好喝好。就连那样的女人，师兄们都会喜欢上。王菲菲长得比周倩差远了，而且除了五师兄，其他的人都没见过王菲菲，就对王菲菲着迷了，自动出钱帮助她。现在面对长得那么好的周倩，他们沦陷是很正常的事儿。就连公孙了都觉得周倩英姿飒爽，只有叶灵不太高兴。本来在所有场合出风头的人一定是她，但是现在轮不到她了。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周倩确实很帅气。以前在叶家的时候，他从来没想过自己可以被那么多女人抢风头，一个公孙了就够了，现在又多了一个周倩。而且周倩那个家伙被公孙了还要讨厌，似乎比公孙了还更难对付。因为公孙了起码还软萌萌，但是周倩一看就是那种不好惹的女人。叶灵很讨厌周倩的那种女人。真是的，师兄们的反应也太大了吧！虽然师兄们刚见她的时候也为她而疯狂过，但是她会是不喜欢师兄们此刻为周倩而疯狂。她想做碧水宗唯一的最受欢迎的女人。多谢，过奖了。周倩回头冲着师兄们做了一个帅气的致敬动作，更把师兄们迷得五荤三素。太好了，现在已经干掉整个凌霄宗了，只要把那些混蛋们赶走，我们就能去接手凌霄宗了。陆云长向往地说道。其他的人也都开始幻想接手凌霄宗的事儿。他们接收凌霄宗是会真的所有人都获益，而不是只有莫文蕊一个人获益，所以大家都很想马上接手凌霄宗，甚至连怎么庆祝都想好了。庆祝的地点就选择凌霄宗的后山，哪儿环境优美，整个碧水宗的环境都比不上凌霄宗的后山。你们太过分了，竟然灭门了凌霄宗！大陆上竟然还有你们那样心狠手辣的宗门，简直就是我们修世界的奇耻大辱！我们必须为凌霄宗的人套一个说法，碧水宗的人干了那么缺德的事儿，必须给天下一个交代。其他宗门的宗主们全都义愤填膺，他们之前也没想到这些凌霄宗的弟子们会被打死，而且还是那么容易就被打死了，简直刷新了他们的认知。他们也知道接下来碧水宗的人就要接手凌霄宗了，凌霄宗的所有资源都会被碧水宗占领，这样会让碧水宗成为武林第一大门派。他们也想在股份凌霄宗这事儿上分一杯羹，只要碧水宗的人乖乖配合，他们就撤销对凌霄宗的控诉。但是碧水宗的人显然都不答应。到此为止，碧水宗已经灭了整个凌霄宗，下一步就是去占领凌霄宗。其他的宗门眼红，所以就打着正义的旗号，想要阻止碧水宗占领凌霄宗，顺便他们也占点好处。虽然那些宗门嘴上说着是为凌霄宗讨回公道，但是碧水宗的人都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碧水宗的人当然不答应。你们想捞好处，什么都不付出就捞好处。我们跟凌霄宗对战的时候，你们没帮我们一点，就想从我们手里捞好处，可能吗？还用打压我们的方式捞好处，你们还真恶心啊！像你们那种恶心的家伙真是够了，我们碧水宗一点好处都不会分给你们，赶紧滚蛋！碧水宗的弟子们打嘴炮向来厉害，你一言我一语的，差点把其他宗门给骂自闭了。根本不用莫文蕊开口，其他宗门讨伐碧水宗的都是宗主啊，而碧水宗对战的都是弟子们，这本身就让其他的宗主们觉得受到了鄙视而心里不痛快。莫文蕊，你也不管你的弟子们，任由他们胡说八道，真不知道你作为师傅平时怎么教导弟子的，把他们教导成那种熊样，你真是个不称职的师傅。你看看谁家的弟子像你家一样目无尊长，你那样放任弟子们，总有一天你不管他们，会有其他人帮你管他们。照那样下去，你们碧水宗滥杀无辜弟子，目无法纪，早晚你们碧水宗成为魔宗。其他宗门宗主全都冲着莫文蕊开炮，希望莫文蕊能管管自己的弟子们，让他的弟子们闭嘴。但是莫文蕊却掏了掏耳朵，打了个哈欠，拜托，我的弟子们挺好，没什么需要特别管理的，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吧。莫文蕊冷淡地说道。他的徒弟们啥样，他最清楚不过，一个个的虽然毛病一大堆，但是为人还算是正直，比那些宗门的宗主不知道强多少。他们刚刚只不过说了事实而已，就惹其他宗门的宗主们不满了，这也没办法，他的弟子们就是喜欢实话实说。要是觉得我的弟子们说话不好听，那你们别那么干不就行了吗？我的弟子们从小就喜欢说实话，这是他们的优点，你们一个个不干好事，害怕别人说，你们年纪不小了，也太没品了吧，我都替你们脸红啊。莫文蕊摇摇头，表示对其他宗门的宗主们已经无语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让其他宗门的人滚蛋，毕竟他们人数太多了，要是一块对碧水宗开战，碧水宗还真不好应对。陆云长抱着胳膊在想休息，怎么才能让其他宗门的人滚蛋呢？这个时候昆仑宗宗主站了出来，他看出了父亲的为难，到了他为父亲排忧解难的时候了。嗨嗨，各位，你们听我一句劝，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毕竟那是凌霄宗跟碧水宗的恩怨，他们已经解决就行了，我们没必要插手。
昆仑宗宗主的话让大家更加疑惑了，那个老家伙到底咋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人突然表演无欲无求，而且还表演得那么投入，让其他宗门的宗主觉得恶心，纷纷怀疑昆仑宗已经跟碧水宗达成了协议，不然的话不可能不出手阻止碧水宗。就在刷的宗主疑惑的时候，昆仑宗宗主明确表态，这件事我现在碧水宗这边，因为碧水宗没有做错，他们灭了凌霄宗，就完全有理由占领整个凌霄宗。凭什么碧水宗为了占领凌霄宗，所以把凌霄宗灭门？这是魔宗所为，碧水宗必须。就在一个其他宗门的宗主正常嘴上讨伐碧水宗的时候，碧水宗的陆云长拿出了2份协议。他的协议打开，让大家看协议内容。你们都看好了，我们跟凌霄宗早就签了协议，灭掉对方的宗门后，就能完全占有对方宗门的资源，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就是为了杜绝你们那帮子混蛋捡便宜。怎么样？有关这份协议的事儿，凌霄宗的人也没告诉你们吧？其他宗门的宗主们感到扎心了。凌霄宗跟他们是同盟啊，说好一起对付碧水宗，然后一起瓜分碧水宗。但是现在他们才发现，凌霄宗为了能独自吞下碧水宗，已经跟碧水宗签订了协议，结果凌霄宗被灭门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从凌霄宗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整个凌霄宗权都是碧水宗的了。现在你们死心了吧？有昆仑宗宗主作证，现在我们碧水宗有正当理由吞下凌霄宗，若是你们还想插手，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陆云长冷冷地说道。呵呵，我们所有的宗门一起上，你们碧水宗肯定打不过。一个宗门的宗主说道，但是他的话并没得到其他宗门的回应。他往四周看了看，也不说话了。毕竟大家都是正经的宗门，表面的功夫还是要做的。可以欺骗，但是绝对不能抢劫，不然就不是正经的宗门。要是都抢，他们之间也互相抢劫的话，那么谁都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他们只能维持表面的正义。最后其他的宗门还是离开了，剩下了碧水宗和昆仑宗。这个时候昆仑宗的宗主也不装了，立刻做出了一副孙子样。爹爹，你觉得孩儿刚才表现得如何？昆仑宗的宗主谄媚地问陆云长。不错不错，不愧是为父的好孩儿。其他的师兄们的惊呆了，不光是师兄们，就连叶灵公孙乐了周倩还有莫问蕊都惊呆了。什么情况？昆仑宗的宗主竟然跟陆云长叫爹地？什么时候的事儿？陆云长的儿子都长那么老了，大家伙儿完全不明白咋回事儿，但是对陆云长的佩服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小师弟真是牛逼啊，我们只是收了个义子而已，县官也只跟我们叫义父，但是小师弟直接收了个儿子。说碧水宗了，就连昆仑宗的人都惊呆了。完蛋了，师父疯了吧？竟然跟一个年轻人叫做爹爹。师父什么时候认的爹？天哪天哪，到底什么情况啊？师父想抱别人大腿我不管，但是不能谁的大腿都抱吧。一个碧水宗的小师弟能给师父带去什么好处？我感觉师父这样太掉价了，竟然跟一个碧水宗的小师弟叫爹爹，要是传出去，我们昆仑宗的脸往哪儿放啊？肯定会传出去的呀，我都不想当昆仑宗的弟子了。昆仑宗的弟子们都欲哭无泪，他们都觉得自己加错了门派，当初应该选择更大的凌霄宗。等等，凌霄宗已经被碧水宗给灭了，这样说来，他们当初的选择还不算是最坏，起码现在他们还活着，没有跟着凌霄宗被碧水宗给灭掉。那些家伙给忘了，当初不是他们不想进凌霄宗，而是凌霄宗不要他们。因为凌霄宗只要天灵根或者能力顶尖的弟子，再或者家里有钱有地位的弟子，像是他们那些人，凌霄宗的人根本就看不上。好了，现在已经没事了，你先就回去吧。陆云长摆摆手，但是昆仑宗的宗主不想就这么回去。爹爹，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你就分给我们昆仑宗一点好处吧。他还是改不了无利不早起的毛病，但是陆云长也不是个小气的人，于是就点点头。好吧，给你20个凌霄宗弟子的钱财，这样行了吧？但是如果你从20个弟子身上搜到的钱财不多，也就别怪我了。昆仑宗的宗主赶紧满口答应。他知道凌霄宗的弟子们都有钱，更认识几个有钱的凌霄宗弟子，所以亲自去尸首们身上搜查，终于搜出了3万金币和7个法宝。这对昆仑宗宗主来说已经不错了。昆仑宗跟碧水宗还不一样，碧水宗虽然是整个大陆上最小的宗门，但是背地里富裕的流油。碧水宗的产业众多，碧水宗的财富甚至比凌霄宗都多。其他的宗门虽然那有的比碧水宗大，但是产业没有碧水宗多，所以日子过得相对辛苦。昆仑宗宗主喜滋滋的走了。陆云长，你有没有想过，凌霄宗的很多弟子家里有钱有权有势，他们的儿子死在碧水宗，那些家族绝对不饶了我们的，他们一定会找我们报仇。叶灵十分担心的说道，他没有丝毫战胜凌霄宗的欣喜，反而十分担忧。这个陆云长没想过，要是什么都想好的才去干，那就什么都不用干了。陆云长向来是个行动派，不管什么先干了，并且干赢了再说。现在一想，觉得叶灵说的有道理，其他的师兄们也觉得叶灵说的有道理，但是没办法，我们现在已经把凌霄宗给灭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是五师兄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你们不用太过担忧，等我们完全消化了凌霄宗的灵力后，每个人的修为都会更进一步，到时候抵抗危险的能力会更强。而且那些大家族家里一般都不只有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在凌霄宗被教育成白痴，他们应该也有过放弃那个凌霄宗的孩子的想法。只要我们足够强大，他们就不会找事儿，因为他们还要考虑整个家族的未来，而不是那个凌霄宗被杀的孩儿。五师兄的话让大家茅塞顿开，大家都觉得五师兄说的很有道理，就连叶灵都不得不承认五师兄说的有道理。既然这样，他们暂时没什么好怕的了。于是他们现在开始打扫战场，然后派了2个徒弟去凌霄宗看着，
免得其他宗门的人趁机洗劫凌霄宗。每个人都搜刮了不少凌霄宗弟子们的财物，然后把凌霄宗的弟子们一把火烧了，骨灰撒枣后山，滋养后山的草木，也算是让那些凌霄宗的弟子终于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然后又一起去凌霄宗，他们决定搬到凌霄宗去，因为凌霄宗的占地比碧水宗大了很多。如果搬动凌霄宗，好处多多，起码凌霄宗的环境就比碧水宗要好。他们当即收拾行李。师傅，等到了凌霄宗后，你要把从凌霄宗收集的灵力拿出来，跟我们这些子弟共享啊。陆云长说道。其他的师兄们也都看着莫问蕊。莫问蕊点点头，他是一个大方的人，有好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藏着掖着。你们放心吧，作为你们的师傅，我想来十分为你们着想，我本人有十分大方，当然愿意跟我的徒弟们一块分享。莫问蕊把自己夸了一遍。没办法呀，他要是不自己夸自己，根本就没有人夸他。所有的弟子们对他这个师傅都太冷漠了。其他的宗门里，弟子们还会拍师傅的马屁，但是在碧水宗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没有人会拍他的马屁。莫问蕊身为一个师傅，一个宗主，也想享受一下被徒弟们拍马屁的感觉啊！呜呜呜！大家伙儿收拾好行李，就去了碧水宗。先是找个工匠重新做一个牌匾，把凌霄宗换成碧水宗。碧水宗的厨房的人也跟了过来。以后他们就在凌霄宗住下了，每个人都分到了一个自己的寝室。凌霄宗虽然不如碧水宗有钱，但是到底比碧水宗大，寝室也大。碧水宗的寝室应有尽用，装修得很好，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小了。莫问蕊已经给了碧水宗的弟子们最好的物质享受，只不过因为碧水宗太小，他们的寝室当然没有凌霄宗的寝室大。凌霄宗的寝室虽然大，但是又没有碧水宗的寝室装修得好。凌霄宗大人决定把碧水宗的东西都搬过来，但是莫问蕊却不同意。他已经对以前的宗门有感情了，想原样的留着碧水宗旧址。于是莫问蕊决定重新整修新的碧水宗，反正他有钱，又有从凌霄宗搜刮来的钱，毕竟他的碧水宗的宗主，所以在搜刮钱的时候，他拿了1多半，剩下1小半的其他的弟子们平分。弟子们已经很满足了，要是放在其他的宗门，钱就全都归师傅所有了。虽然表面上他们对莫问蕊都冷冷淡淡，但是背地里都觉得莫问蕊是一个好师傅，以为一旦有好事的时候，莫问蕊是真的会跟他们分。莫问蕊找了人重新做了新的家具，公孙乐乐负责算账。自从公孙乐乐进入碧水宗后，莫问蕊就把碧水宗的大部分产业都交给公孙乐乐照管。公孙乐乐非常敬业，而且非常善于管理生意，碧水宗的赚的钱比以前更多了。莫问蕊对公孙乐乐赞不绝口。其实私下里，公孙了了对陆云长说过，之所以他来到碧水宗管理生意后，碧水宗的生意能更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账目管理非常明确，导致很多的掌柜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贪污了。公孙乐乐本来想换了那些掌柜，但是因为他还要修炼，实在忙不过来，所以就暂且放过了那些掌柜们。倒是不用担心那些掌柜会以为怕被辞退而卷钱逃跑，毕竟碧水宗的徒弟们也不是吃素的。曾经有一个掌柜想要逃跑，最后被碧水宗的弟子们给抓回来了，送进了衙门，脸上被刻了字，被抄了家产，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有了那一次的杀鸡儆猴，其他的掌柜们总算是老实了很多。从此以后，公孙乐乐在碧水宗的产业局里一战成名，他也不用再费太多的心思，碧水宗的产业就能运行得很好。莫问蕊多了收益，自然高兴，对弟子们也更加大方。从此公孙乐乐也奠定了自己在碧水宗的地位，师兄们也知道了，小师妹虽然修为一般，但是脑袋好用，不是个花瓶。陆云长也更加喜欢公孙乐了。莫问蕊找的师傅做家具，要用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完。家具都是在原来的凌霄宗，也就是现在的碧水宗做的。这段时间的碧水宗十分的热闹。碧水宗距离凌霄宗很远，周倩刚搬到碧水宗旧址，结果现在碧水宗都换了新地方，他也只能跟着搬家。周倩回家收拾了东西，跟娘亲说要搬家。娘亲其实不想搬家，因为她年纪大了，好不容易跟周围的邻居混熟了，但是她为了自己的闺女好，闺女想搬家，她就只能同意。倩倩啊，咋刚住了几天就要搬家啊？是啊，你们在这住的不好吗？你们再住下吧，咱们好好相处就是了。碧水宗旧址下的民风非常淳朴，大家以为是没有照顾好周倩一家，所以周倩一家才要搬走。不是哦，我们家姑娘说碧水宗搬家了，我们也跟着搬家，我也想住在这儿，都跟你们那么熟悉了，我也不想搬家，但是我家姑娘想搬家，她就是想跟碧水宗的人住得近一点，我就只能跟着搬家啊。周倩的娘亲向众人解释，众人这才知道原来碧水宗已经搬家了。这个时候村长也来了，村长跟村里的几个老人商量了一下，村长决定先去找碧水宗的人问问清楚。于是周倩先停止搬家，带着村长和村里几个长老来到了碧水宗。莫问蕊自己宗门的事儿都不想管，更不想管村民的事儿，于是公孙乐乐代替莫问蕊去跟村民交涉。村民问清楚后，确定了碧水宗真的搬了新地方，就问碧水宗山下有没有可以住的地方。公孙了了陷入沉思。碧水宗的新址，也就是凌霄宗的旧址，山下当然有很多的天地，也是已经租出去了，但是那些村民显然没有碧水宗旧址的村民淳朴。如果两个村子的村民住在一起，那么碧水宗旧址的村民肯定会受到欺负。于是公孙乐乐告诉村长，如果村民真的想搬家的话，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帮忙找地方。村长先回去了，第二天又来了，说要搬到碧水宗新址来山下去住。公孙乐乐让村长先回去等消息，他会想办法帮他们找到合适的房子。公孙了了已经想好了，他要把碧水宗新址下的村民全都迁走，不过这并不容易。他一开始想给那些村民补偿，但是村民们一直都在要家，公孙了了尽量答应他们。
可是后来他们拿了钱还是不走，公孙聊聊只能上了手段。他在师兄们的保护下来到了土匪的山上。陆云长第一次来土匪窝，土匪窝跟那些虚伪的门派大不相同，都尽量把自己表现得非常凶狠，这样别人就会害怕他们。公孙聊聊告诉土匪头子，让他们去骚扰碧水宗心指下的村民，但是不能闹出人命，价格是5个金币。这点钱对碧水宗的弟子们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而已，但是对土匪来说却是大钱，他们都特别乐意干，但是他们想要更多的钱。这件事5金币干不了，点6个金币。6个金币对公孙了了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了，这个钱不是他自己出钱，用的是碧水宗的钱。师兄们也觉得6个金币无所谓，给了就给了。但是公孙乐乐不答应，他知道在做生意的时候必须分毫必争。如果你们不想干这件事的话，那我就找其他人去干，反正大陆上的土匪又不止你们一家。我们是距离你们碧水宗心指最近的图片，如果你找其他的土匪，因为路途遥远，你肯定还得加紧钱，5金币人家肯定不去，有可能你们得出7个金币。那我宁愿给他们出7个金币，明明你们5金币就能做这事儿，而且你们还能赚很多。你们狮子大开口要6个金币，既然你们如此没有诚意，这个生意我们不做也罢。他说着站起来就要离开，但是土匪们当然不会让他轻易离开，但是因为他的身边有碧水宗的师兄们，所以土匪们也不敢拿他怎么样。这个是再商量商量，5金币就5个金币吧，这活我们接了。最后公孙乐乐用5个金币搞定了这事儿。土匪买当天晚上就去了碧水宗心指下的村这里，村子里面弄得鸡犬不宁，碧水宗山上的人都听到了动静，但是全都按兵不动。土匪们跟公孙聊了约定好了，不会弄出人命，只是吓唬一下那些村民罢了。但是村民不知道的情况，还以为是真的土匪来了，都惊恐地喊叫着躲在家里不敢出去。土匪们在村里喊了一通，说过2天再来，让他们准备好金银财宝，不然就要打开杀戒了。村民当然害怕，在第2天就派人去了碧水宗，告诉他们村里来土匪了。但是碧水宗的人不管，早就告诉你们搬家了，房租已经退给你们了，搬家的银子也已经给你们了，是你们自己不想搬家，所以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管。碧水宗的人把村民赶走了，整个村子的村民都聚集在一块商量怎么办。村长叼着旱烟袋，满面愁容。村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土匪说过几天还要来，但是碧水宗又不管我们了，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对付不了土匪啊，还不如早点搬家，碧水宗给的钱也不少，能搬去一个好地方呢。我早就想搬去热闹地方住了，要不咱们还是搬家吧，不然被土匪盯上就不好了。问题是我们住在碧水宗脚下，土匪怎么敢招惹我们呢？还是有聪明人提出了疑问。村长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难道说是碧水宗找人闹事儿，想让我们搬走？那样我们就不搬了，就在这住下，等到他们补贴更多的钱，我们再搬。可是土匪，如果土匪真的是碧水宗找来的，难道还能杀了我们不成？也是，你说的对。最后村长也决定了，先住着不搬，等到碧水宗可能出更多的搬家费的时候再搬家。公孙聊聊等了2天，发现山下的村民还是没搬家，只能有去村里找村长交涉。村长一直说他们住在这儿挺好，不想搬家，不能因为你们霸占了凌霄宗就让我们搬家，我们已经在这生活很长时间了。从村长的话里似乎能听出他对这个地方已经有感情了，但是公孙聊聊知道村长只不过是想加价而已。公孙聊聊也不想把事儿继续拖下去，要是能早点让村民们搬出去更好，这样就能让碧水宗旧址的村民搬过来了。我们不想搬家，毕竟在这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但是现在凌霄宗已经懵了，你们占了这个地方，如果你们非要我们搬家，我们也没办法，只能搬家，但是你必须给我们妥善的安置才行。村长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觉得公孙聊聊只是一个小姑娘，虽然这个小姑娘可能有点手段，但是应该很好对付。公孙乐乐直白地问道：村长，你们想要多少？直接说吧。村长没想到公孙乐乐这么干脆，但是村长不想直接开价，那样显得他都为了钱才不肯搬家似的。但是公孙聊聊却直接摆摆手：村长，别耽误彼此的时间了，你直接说个数，我觉得可以的话就会付钱，如果我觉得不行，那这个买卖咱们就谈不拢了，你回去就是了。公孙聊聊的话一直说得很直接。村长想了想，跟一块来的长老们对视一眼，每家村民5个金币。村长狮子打开口，他其实没想到这么说，给了公孙乐乐还价的机会。但是公孙乐乐笑了笑，没有还价，而是直接站了起来，冲着门口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村长，你们请回吧。村长有几分尴尬，但是面对一个小辈，他不想主动说软话，哼了一声站起来走了。那些老东西真难对付啊。大师兄感慨了一句：师妹，你跟他们说几句软话，没人1个金币打发了他们就行了，何必非要那么公事公办呢？陆云长有点不耐烦了，他本来就讨厌这些麻烦事儿。师兄，做生意就是这样，一定要价格合适，绝对不能给对方太多钱，不然的就等于舍本，宁愿多绕几圈。公孙了了从小在商人家里长大，对做生意很有一套。陆云长也没说什么，他知道小师妹肯定有自己的打算。鉴于公孙乐乐前段时间把碧水宗的生意处理得很好，所以现在他没有插手公孙乐乐处理那些村民的事儿。公孙乐乐又去了一趟土匪窝，现在我不会再给你们钱，但是你们可以去村民家里抢钱，不过不能闹出人命，我们不会管，抢的钱你们可以自己收着。土匪一开始不同意，但是后来一想，这活儿还是能干啊。听说原本的凌霄宗山下村民们都挺富裕，这附近又面有能消费的地方，村民的钱肯定有的攒着了。去抢劫的话，肯定能抢到些好东西。
而且碧水宗不管，他们就能放心大胆的抢了，只要别闹出人命就好。顿时村子里乱成一团。不好啦，土匪又来了，救命啊！大家快跑啊！不要抢我们家的东西了，我们家没什么好抢的。你还是去别人家看看吧，我邻居家挺有钱的，千万别糟蹋我女儿呀，我还等着把女儿嫁出去花钱呢。我们家太穷了，没什么钱，你去抢村长家吧。什么？凭什么？我是村长就得抢我的吗？村民这么说的，大胆刁民！别让我知道是谁说的，不然有他好看的。村子里鸡飞狗跳，村里养了几只狗，此刻村里的狗大声的狂叫，狗的叫声传到了碧水宗。陆云长他们知道声响发生了什么，但这都在计划之中，他们并不打算管闲事。本来觉得让那些村民搬家有点对不起他们，但是后来发现那些村民挺不是玩意儿。咋的了？你发现啥了？那些家伙出去卖菜的时候缺斤少两，而且还看人下菜碟，遇到那些好说话的就要价高，遇到不好说话的就给便宜点。还有村里那些人平时偷鸡摸狗，互相吵架什么的多的是，而且村里的人喜欢吃狗肉，我最讨厌吃狗肉的人。哎呀，18师兄，吃狗肉其实没什么，你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29师弟有什么高见？实话告诉你们吧，村里那些人吃的狗肉都不是自己养的狗，都是从别的村里偷来的。人家把小狗养得好好的，胖乎乎的，小狗正在街道上玩呢，就被他们给偷来了之后就被弄死吃了。你们说残忍不残忍？我靠，那也太不是东西了吧！所以啊，那种人还是让他们尽早搬走比较好。小师妹本来还想给他们补贴呢，不但不应该给他们补贴，还应该向他们要钱，赔给那些被他们偷了小狗的人家。师兄们都在议论纷纷。这会儿他们正聚集在饭厅里，听着台子上唱大戏。现在已经很晚了，他们也没请戏班子，就让宗门里几个会唱戏的师兄弟上台唱戏。每一次是兄弟们上台唱戏都得抽签，谁抽到最短的那一根，谁就扮演女的。这一次轮到47师兄扮演女的。47师兄够倒霉了，唱了3次大戏，连续抽了3签，都抽到了扮演女子。对此47师兄很有怨言，咱俩宗门里又不是没有女子，为何每一次唱大戏都要抽签，让我们这些男子扮演女子？其他都是兄弟们也觉得有点不公平，应该让2个师妹也上去唱大戏，这样就不用抽签了。可惜他们2个师妹根本不会唱戏，公孙了说他愿意弹古筝给师兄们解闷儿，可惜啊，师兄们审美水平有限，听了2次公孙了弹的古筝，每一次都快睡着了。叶灵不想当众表演节目，师兄们也没办法强求他，有的人表演，有的人不表演，这样确实不大公平。于是陆云长决定了，每一次听戏的时候，每一个师兄们都出1个银币给那些唱戏的师兄。虽然钱不多，当然是对他们来说不多，对别人来说不是小钱。那些唱戏的师兄们心里都平衡了不少，唱戏的时候也更卖力了。其实他们本来不好意思上台唱戏，现在唱戏就有了理由，为了钱上台唱戏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了。那些村民也真是顽强啊，被土匪抢了2次了吧？可他们就是不搬家，如果这次被土匪抢劫之后，他们还是不搬家，那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下次再找几个土匪接着抢。没错，就不信了，被抢上10次8次，他们还能不搬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们点搬家补贴的话，如果他们很痛快的就搬家了。凭什么啊？本来还想给他们搬家补贴的，但是听说他们偷狗吃狗肉，我真的一个铜板都不想给他们。确实不应该给他们钱，他们那种人就是纯粹的混蛋，吃狗肉还没什么，他们竟然偷狗，不可原谅。不管怎么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山下，再给他们的压力，尽快让他们搬走。几个师兄弟们在议论着这些事情，最后还得要陆云长拍板才行。于是大家询问陆云长的意见，陆云长的意见就是没意见。我觉得你们说的挺有道理，明天你们放心大胆的去做吧。现在整个碧水宗都由陆云长管，既然他同意了，师兄们也都决定了。第2天一大早，师兄们买早早的起了床，吃了早饭就下山了。他们想装出凶神恶煞的样子去吓唬那些村民，可是那些村民特别凶狠，村民们都十分精明，他们能看出来谁是真的凶狠，谁又是装的。村民们知道这些碧水宗的弟子们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十分嚣张。我们就是不搬，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若是想让我们搬家，就得给我们每个人2个金币。什么2个金币？给我们2个金币，我们也不搬，必须给我们3个金币。对，没错，想让我们搬家的话，必须给钱。什么时候你们把钱拿来，给我们每人发3个金币，我们就搬家。每人3个金币，还是每家每户3个金币？74师兄好奇地问了一句。村民们本来是说错了，他们想要的是每家3个金币，却说成了每人要3个金币。不过将错就错，当然是每个人要3个金币。你们以为我们是要饭的吗？那么好打发？你以为给我们家每户发3个金币，我们就肯搬家了吗？真搞笑！我告诉你们，必须给我们每个人3个金币。什么时候给我们钱，我们什么时候搬家。村民们的态度十分强硬，围着碧水宗的师兄弟们就是一顿嘴炮输出，听得碧水宗弟子们耳朵起水泡了。碧水宗弟子们很快败下阵来，赶紧灰溜溜的回到了山上。我的天啊，那些村民还真刁钻，我们果然都受不了他们，还得让小师妹上。本来以为是挺简单的事，我还以为是小师妹把事情处理得太麻烦了，可是没想到事情原来真的很麻烦。师兄们这一趟毫无收获，反而被白白骂了一顿。回到碧水宗的时候还在吐槽，师兄买回来了，坐在树上嗑着瓜子儿。师兄们七嘴八舌把下山的经历说了一遍。好了，师兄们，咱们的家具已经做好了，各位师兄们可以搬回自己的寝室了。师兄们一听又高兴起来，大家立刻去搬东西。他们原本暂时住在食堂里打地铺，
这下终于可以住进自己早就选好的寝室了。这是没看出来你出手这么狠毒。叶灵是真的没想到公孙了了竟然有如此有段，他甚至都有点害怕了。谢谢夸奖。公孙乐乐把叶灵的话当作是对自己的开奖了。真是不明白了，陆云长如果知道了你的真面目，他还会喜欢你吗？那个家伙一向喜欢单纯的女孩子啊。叶灵悠悠地说道。谁说我不喜欢小师妹了？我最喜欢的就是小师妹了。陆云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们身上，正在吃桌子上的点心。公孙乐乐跟叶灵正在亭子边钓鱼。到那时显然两个人都没有专注钓鱼，而是在互相攻击。公孙了了其实不喜欢这种互相的攻击，到那时叶灵总是对他有意见，公孙了了不想吃亏，所以只能被动还击。这不是，叶灵又开始对他有意见了。只不过这次公孙乐乐还没有还击，陆云长就出现了。谢谢师兄。公孙乐乐甜甜的笑着，嘴角露出2个酒窝。叶灵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陆云长，你有没有搞错？几个人开始大嘴炮。你竟然喜公孙乐乐那个脏的女人，我到底哪里比她差？都说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感情的事儿不可强求。叶灵室内吗？还是净请干净吗？村里的人被抢劫了2次，村民们觉得实在住不下去了，都决定搬家。但是搬家之前还是跟碧水宗要安置费，并且还是想多要一点。公孙乐乐当然不同意，并且现在他表示安置费按照原来商量好的价格减半。本来是我们想让你们搬家，所以才给那么多的安置费，但是现在是你们自己想搬走，安置费当然不会给那么多。你们要是想继续住下去就住吧，反正明年契约就到期了，你们到时候还是得搬家。公孙乐乐把一切都想好了，绝对不会让村民占到一点便宜。之前他确实想多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搬走后也能好好的生活，可以说给的钱已经喝多了。但是村民们都想要更多的钱，所以一直不搬家。现在村民们已经没有什么筹码了，不管村民们做出什么决定，公孙乐乐都不吃亏，反而是村民们不管做出什么决定都是吃亏的一方。太过分了，之前说好了每个村民2个金币，你竟然想反悔。之前是说给你们每个人2个金币，你们不是不搬吗？现在还想要2个金币。抱歉，你们可以不搬家，我1个金币都不会给你们。村长气得吹胡子瞪眼。不行，你起码给我们1个金币20个银币，我们才能搬家。村长说的理所应当的样子。公孙乐乐都笑了。凭什么啊？你说给多少就给多少。现在村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搬家就什么补偿都没有了，公孙乐乐只会把房租退给他们。如果不搬家就只能隔三差五的被土匪抢劫，不管赚多少钱都被抢走。而且因为土匪隔三差五的过来，村民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闹得人心惶惶。而且不管他们搬不搬，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跟凌霄宗签的契约就到期了，到时候还是得搬家。公孙了了也说了，他们是跟凌霄宗签的契约，又不是跟碧水宗签的，碧水宗完全可以不认账，让他们现在就包租，并且不退饭故障。但是碧水宗没那么干，甚至一开始还打算出钱让村民们搬家，只是村民们狮子大开口而已，现在什么都不会给村民们，让村民们自己看着办。反正碧水宗不会吃亏，这样一直僵持着不是办法。村长决定再找碧水宗的宗主聊聊，跟公孙乐乐一个小丫头没什么可说的，这事儿还是应该碧水宗的宗主做主。但是他想见碧水宗的莫问蕊没那么简单，莫问蕊不太过问碧水宗的事儿，管理碧水宗的任务早就交给了陆云长，而且整个碧水宗的财务问题早就交给了5师兄他们几个师兄弟，他们几个有事儿的话就去找陆云长。碧水宗的所有的产业都交给了公孙乐乐打理，村民们把家的事儿全都是公孙乐乐说了算，碧水宗的弟子们全都大力支持。我要见你们的师傅，把你们的师傅给我中叫出来。村长板着脸在碧水宗门前大喊。抱歉，村长，我们师傅正在闭关，整个碧水宗的事务由我们小师弟做主。你们小师弟，把你们小师弟给我叫出来。你这边请。来到碧水宗的一个小偏厅里。师兄，你快点过去吧。公孙乐乐在后边推着陆云长。陆云长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干嘛非得让我去？这事儿你解决不就行了吗？可是那个村长一定要见师兄你啊。陆云长终于来到了下偏厅，还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昨晚晚上用系统里租了手机出来，玩了一晚上游戏，刚把手机还回系统里，更睡觉。系统里不但可以用积分兑换好东西，而且可以用积分租赁东西，因为年代相差的越远，兑换的积分越高。有些东西陆云长如归兑换的话，用的积分太多了，而且那个东西他平时也用不上，兑换就太不划算了，还是租赁比较划算。租赁了5个小时手机，加上网络，一共用了1000积分，这样就是跟真人的对战游戏，而不是单机游戏了。也就是说，通过游戏，他能跟现代世界的人聊天。嗨，我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人，你们好啊，队友们。哦，我是从古代穿越来的帝王，我是秦始皇，在下未来人，陆云长。好吧，不信就算了。反正游戏是很好玩的，陆云长已经很久没玩过游戏了，玩的那叫一个高兴。已经过了2个月，王菲菲的刑期已经满了，能被从大牢里放出来了。这2个月，王菲菲在大牢里的日子并不多么难过。也就是说，陆云长肯定是想着自己的，他说不定已经爱上了自己，毕竟像是自己这种美女，人见人爱很正常。而且碧水宗的师兄们那么多，可选择性也更多，他一定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夫君。想到这儿，王菲菲决定她要去碧水宗。王菲菲身上没有钱，没法坐车，不过好在她是修士，飞檐走壁，用了1炷香的功夫就到了碧水宗。可是这里是碧水宗旧址，碧水宗早就人去楼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菲菲十分疑惑。
他来到山下，问山下的村民们：“山上的人呢？这儿避水宗的地盘吧？你是来找避水宗的？”一个大娘好奇地问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就把周倩叫了出来。周倩，这个姑娘来找避水宗，你跟她说说情况吧。我年纪大了，表达不清楚。后的，大娘，你回家干活吧，这儿有我呢。周倩头上包着头巾，正在地里收菜，就被大娘叫了回来。你找避水宗的人吗？避水宗已经搬家了。搬到哪儿去了？凌霄宗里边的。王菲菲惊讶长大了嘴巴。不会吧，都不跟她说一声就搬家了吗？那也太不像话了吧。王菲菲觉得自己被渣男骗了。陆云长搬家的应该去大牢里通知他一声啊。既然喜欢他，为什么不对他负责呢？如果不喜欢他，就不应该帮助他。王菲菲认定了，在牢里帮他弄到单间牢房的就是陆云长，只不过陆云长不好意思亲自出面，于是就让他的师兄们出面了。既然如此，陆云长就是喜欢他，那搬家的时候就应该通知他一声啊。这样一声不响的离开，算什么本事啊？没错，你要找他们吗？你找避水宗的人什么事儿？我不是找避水宗的人，我只找陆云长一个人，他喜欢我。王菲菲骄傲地说道。你知道陆云长吧？当然知道了，他不是避水宗的小师弟吗？他很厉害，整个避水宗的师兄们都很尊重他。周倩回道。听到这个回答，王菲菲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那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啊？告诉你吧，我就是陆云长的未婚妻。周倩一口水喷了出去。你是他的未婚妻？如果你是他的未婚妻的话，那叶灵算什么？周倩知道陆云长有一个未婚妻，也知道他的未婚妻是叶灵，从没听说过陆云长的未婚妻是王菲菲。美女，我觉得你恐怕搞错了吧？王菲菲问道。我怎么会搞错呢？叶灵又是谁啊？她有我长得漂亮吗？这个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人家本来就是未婚夫妻，而且她确实比你漂亮。王菲菲觉得很扎心，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比她漂亮的女人呢？那咱们大陆上男人可以3妻4妾，陆云长就算有了一个未婚妻，就不能再有一个吗？周倩觉得这话也对。好了，行，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找他了。看到你也帮过我的份上，等过2天我们大婚的时候，我会请你来喝喜酒的。说完，王菲菲就要离开。呵呵，请他喝喜酒，都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到时候怎么找他？周倩知道王菲菲是在说谎，可是她又懒得拆穿，因为这只是一点小事而已，她根本不放在心上。王菲菲说了谢谢，刚要走，但是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唤，她身上已经没有钱了，她想从村民们手里抢点吃的东西。不对，不能抢，那样村民们都知道她是坏人了，她得趁着村民们不注意的时候偷一点。村们家里都养了鸡，偷一只鸡烧了吃，或者偷几个鸡蛋也行。正在这么想着，周倩开口了。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走，不收你的钱。王菲菲一听，还有这种好事儿？那鸡好了，你弄个2个鸡蛋给我吃就行了，我也不要求吃太好了。吃2个鸡蛋还不够好啊，还要吃龙肉不成？周倩在心里嘀咕着。周倩煮了2个鸡蛋给王菲菲吃，这2个鸡蛋是她留着给娘亲补身体的。虽然娘亲肯定不舍得吃，最好都是让她给吃了，但是周倩也不想把鸡蛋给别人吃了。免费请客吃饭，还要挑挑拣拣，脸皮倒是挺厚啊。要是按照周倩以前的脾气，早就直接对了。但是娘亲告诉她，一定要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对待别人，别说虽然表面上不好，但是越是不好的人，其实日子过得越差。娘亲的话有点像是她前世看过的一本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的句子。每当我要对别人的人品指指点点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告诉我的话。他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享受过你曾经享受过的良好教育，所以不要轻易的批判别人。周倩毕竟是一个穿越者，觉得还是大气一点吧，不要跟古代人一般见识。哪知王菲菲吃了2个鸡蛋，还是不满足。虽然在监狱里没有吃不饱的时候，但是根本就不好啊，每一顿都是青菜，还有棒子面馒头。他跟大牢里反映过很多次了，但是大牢里一直都不知悔改。他等见到陆云长后，一定要把那个情况告诉陆云长，让陆云长为他做主。现在出来了，当然就想吃点好的了。可是周倩给他的都是什么菜啊？虽然是白面馒头，但是菜也太差了吧？怎么又是素菜？你们家平时都吃这个吗？他就不信了，谁家平时只吃这些东西啊？肯定是拿差的东西给他吃，好的东西留着自己吃，那也太自私了。他要想办法把好的东西要出来吃。我们家平时当然不这样吃。周倩老实的回答。王菲菲一副早有预料的表情。果然，你们平时吃的都很好，却给我吃这样的东西，我现在要补充营养，能不能帮我做点好吃的东西吃，给我喝个鸡汤好不好？周倩怀疑自己耳朵坏了，说啥呢？他们平时吃的好，他要喝鸡汤？不是我说美女，你搞清楚，我说我们平时不这样吃，是因为我们平时吃的比这个差多了。你今天还能吃鸡蛋，我们平时只吃青菜。王菲菲根本不相信，哪有人平时只吃青菜？只不过不想给他好吃的而已。不想给他好吃的就直接说出来啊，那样拐弯抹角的多没意思啊，而且也太小气了。就算他们平时吃的不好，现在家里来了客人，不应该好好招待吗？吃完饭之后，王菲菲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真是不明白，她怎么会喜欢上这种女人，没一点素质，像一个傻瓜一样。周倩一边收拾桌子，一边小声骂道。王菲菲来到了碧水宗新址，发展这儿的村子里都正在搞什么活动，像是一种巫术。巫术一般是能力弱的人用的东西，用来对付能力更强的人，这样的话自己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所以被列为巫术。你们遇到什么事儿了吗？王菲菲只是随口问道。姑娘，你怎么会来我们这儿？你是来碧水宗找人的吧？一个白胡子老头问道。
王菲菲点点头，没错，我要去碧水宗找陆云长。你是他什么人啊？白胡子老头又问道。这个时候，周围的村民都围了上来，他们心里都在打坏主意，想要控制住王菲菲，然后跟陆云长要钱。陆云长是我的相公，王菲菲骄傲地说道。然后村们就开始动手了。只不过他们低估了王菲菲的能力，他们根本打不过王菲菲，毕竟王菲菲是一个修士，而他们只是普通人。你们竟然敢这样对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王菲菲生气地来开了村子，但是她没有真的离开，而是来到了村口的水井那里。现在这口水井并无人看守，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王菲菲撑着四下无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这个小瓶子里是毒药，她在出来大牢后买的，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呢。目的是，如果陆云长真的是一个渣男的话，他就用毒药把陆云长给毒死。反正他王菲菲从来不会吃亏，他只让别人吃亏。但是现在这瓶毒药有了别的用处，于是王菲菲把毒药全都倒进了井里，井里的水开始冒泡。但是没一会儿，水泡就平息了，井里的水又变得跟平时一样了。就凭你们还想欺负我？没门！王菲菲十分得意地拍了拍手，只是现在药都用完了，她一会儿怎么对付陆云长呢？算是等见到陆云长后再想那个问题吧。她就不信了，以她的魅力，难道还搞不定陆云长？陆云长只要一见到她，一定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王菲菲蹦蹦跳跳的去了碧水宗，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啊？正在勘察碧水宗附近风水的16师兄皱了皱眉头，你勘察的风水就没有准过，有什么不对劲儿啊？大师兄张口就来，他们平时说话都是那个德行，所以16师兄也根本不在意。何况大师兄说的也没错，16师兄自从开始学习勘察风水之后，还从没有勘察的准确过。但是16师兄就是不放弃，其他的师兄们有时候也会帮他收集资料，从没有劝他放弃过，不过都觉得老16勘察的风水不能信，都是假的。我觉得下面村子里的风水有了变化，但是非常微弱，不知道到底是啥。16师兄从一盆水里抬起头来，一旁的大师兄啃着苹果，说不定那些村民找巫术诅咒我们呢。老16，你下山去用你的风水学教育他们，告诉他们，那样做迟早遭到报应的是他们自己，不是我们，让他们老老实实搬家。16师兄有点为难，让你去你就去，怕什么？你怕那些村民什么要喝茶啊？看起来他们像是在举行一种巫术，这种巫术的最后要一块喝一种茶水才能完成这种巫术，所以他们都一块喝了水。水里有毒？难道是在水井里下毒了？总不能是打水的人下毒吧？碧水宗的师兄弟们都十分疑惑，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肯定是有人下毒，但是下毒的人是谁？为什么要下毒？民村们还得罪了什么人了吗？总不能是碧水宗的人下毒吧？这事儿要怎么查啊？我感觉我们要是不把这事儿查清楚，以后我们可能就要背着黑锅了。我可不想背着给别人下毒的黑锅啊！陆云长也不想背那个黑锅，但是这事儿该怎么查啊？先查查这些村民们还跟谁有仇。陆云长吩咐下去，他们也毫无头绪，只能先回到碧水宗。但是山下的村民的尸体还需要处理，而且山下的村民们并不是宗门的人，他们的生死存亡还应该告诉一声官府。官方很快派人过来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调查来调查去，他们也毫无头绪。王菲菲并没有离开，而是厚着脸皮在碧水宗从住下。一开始是因为天色晚了，她一个女孩子赶路找客栈不方便，所以先在碧水宗借住一晚。但是到了第二天，她也没有离开，陆云长就只能赶人了。王菲菲别的本事没有，最擅长胡搅蛮缠，非说她跟陆云长已经发生了关系。不管怎么样，陆云长都必须娶她。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我上了陆云长的床，但是结果都已经发生了，陆云长就应该对我负责。王菲菲大言不惭地说。陆云长觉得自己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让他娶王菲菲，还不如让他去吃屎。拜托，王大小姐，你能要点脸吗？是你自己把我迷晕之后爬上了我的床，我跟你什么都没发生，我当时已经晕倒了，能干什么？陆云长可以确信自己什么都没干，就算他在昏迷的情况下真的干了什么，那在刚醒过来的时候会有所察觉，在这一块他又不是没经历过。王菲菲绝对是在讹他。这时候他不得不感慨一句，都怪他魅力太大了，竟然把王菲菲给迷得死去活来。师兄们，你们之前不是喜欢王菲菲吗？这个时候谁还喜欢王菲菲？勇敢地站出来，你可以娶王菲菲了。陆云长冲着师兄的大喊。但此刻的师兄们全部都害怕了，他们以前是迷恋过王菲菲，但现在不喜欢王菲菲了，他们已经明白了王菲菲是什么样的人，只是觉得对不起小师弟。当初如果不是他们一定要帮助王菲菲，王菲菲或许也不会误会小师弟喜欢她。陆云长让师兄们把王菲菲轰下山去，师兄们只能照做。他们也不喜欢王菲菲，因为他们已经看清了王菲菲的真面目。王菲菲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她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她既然看中了陆云长，想吸血陆云长，那么就不会轻易放弃。所以王菲菲虽然离开了，但是有没有完全离开？她路过村子的时候，发现村里的人都翘辫子了，然后官府的人正在调查。王菲菲想都没想就走了过去。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是碧水宗的人在下毒。王菲菲坚定地说道。官府的人问她，姑娘，这事儿不能胡说啊，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呀？王菲菲生气了，人命关天的事儿，我怎么会胡说呢？官府的人都笑了，反而吓了王菲菲一跳。我们本来就觉得碧水宗的人不怎么样，现在一看果然如此啊。姑娘，你就是我们的人证，是你亲眼看到碧水宗下毒的对不对？王菲菲想了想说道，当然了，我当时就在山下，正准备上山去找陆云长，
正好看到陆云长他们给村子里下毒。但是他们为什么给村里下毒，总要有个理由吧？你们还不知道吧？碧水宗的人想让村民们搬家，到那时村民们不想搬家，所以比氏总大人就想出了这种卑鄙的方法，杀死村民们。官府的人点点头，你们两个先回县衙，把这事儿告诉给县官大人，等县官大人来了再做定夺。两个衙役立刻离开了。没一会儿来了一顶轿子，县官就来了。你说的是真的吗？县官说，话跟体检似的。王菲菲很讨厌县官这样的男人，觉得县官根本不像是一个男人，但是他此刻要利用县官，所以表现得非常热情的亲切的样子。当然了，我怎么会说谎呢？王菲菲坚定地说道。县官上下打量着王菲菲，他也算是见多识广，觉得这个女人虽然又骚又浪，但是跟青楼的女人略有不同，要是养在外宅倒是也可以。王菲菲不知道县官在想什么，但是他可以确定一件事儿，那就是县官一定被他给迷倒了。王菲菲对自己的外貌十分自信，但是县官却道，你要是说谎话，我可不会轻易饶了你。这个县官真讨厌，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像她这样的女人，只有男人对她足够怜爱，才能把她追到手啊。但是县官竟然摆出一副老爷的架势，这样的话，他是不会同意做他的老婆的。你放心吧，我说的句句都是真的。王菲菲的语气十分的坚定。县官深深地看了王菲菲一眼，然后对其他的人说道，走，跟我一块去碧水宗，我们为村民们要一个说法。县衙的人浩浩荡荡地来到碧水宗，碧水宗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说你们想让村民们搬离他们住的地方，是真的吗？县官问碧水宗的人。没错，有那回事儿，但是我们不知道县官大人这次过来是为了什么。县官正在喝茶，但是一口没喝，把茶碗子往桌子上一放。是你们给村民下毒，毒死了所有村民吧？你们好大的胆子啊！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好人，但是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歹毒。村里一共200多口人啊，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其中还有很多老弱妇孺儿童，你们太黑心了。陆云长拧着眉头，但是看到县官身边的王菲菲的时候，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县官大人，请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们碧水宗下毒呢？你别嚣张，我们有认证，这位王菲菲小姐，她亲眼看到你们下毒了。县官指着王菲菲，王菲菲高高的昂着脑袋。小师弟，那个王菲菲太过分了吧，这种屎盆子都往咱们脑袋上扣，幸好你跟他没成啊。12师兄感慨地说道。大师兄在一旁如有所思的点头，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当初我不让你们帮他，你们非要帮，现在好了吧？他坚持以为是我让你们帮他，缠上我了，他缠着我，你们也一个都别想好过。陆云长小声对师兄们说道。大师兄他们都一脸便秘的表情。不是吧，我小师弟，我们已经知道错了，下一次都听你的还不行吗？师兄们都很后悔，你们当时就应该听我的，说什么下次听我的，那这一次怎么解决？陆云长很生气。师兄们也没想到王菲菲是那种心狠手辣的女人，自己做错了事情不知道反省，反而一个味都怪罪别人，从报复别人中得到快乐，这样的女人太可怕了。当初真不应该帮她，何况当初是她犯了错，想要诬陷小师弟，都快，到时他们鬼迷心窍，现在铸成大错，想挽回却不知道该怎么挽回了。师弟，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该送饭，他则去大牢里给大牢里的弟子们送饭，但是看大牢的人不让他进去，就连想给街上的弟子们吃饭都不行。衙门里的热拎着一个桶过来，桶里的东西像是泔水一样，那就是碧水宗的弟子们但凡。大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走过去笑呵呵地说，各位官爷，这是我做的饭，里面有烧鸡肥鸭，好吃得很，这些饭都给管爷们吃，只求官爷们能开恩，让我买点馒头给那些弟子们吃，还请官爷们行个方便。当然不行，你们碧水宗给山下的村子下毒，我怎么知道你没在饭菜里下毒想毒死我们呢？大厨见用饭菜贿赂不行，又拿出了10几个银币，想请那些衙役们开恩。衙役们拿了银币，然后又把大厨带来的烧鸡烤鸭给吃了。大厨2口子把带来的馒头分给了碧水宗的弟子们。那帮子弟子们平时都好吃好喝惯了，在碧水宗的时候都不爱吃馒头，只爱吃肉，可是现在逮着馒头吃的那叫一个香啊。当时大厨就很可怜那些弟子们，差点流下泪来了。平时都是他给那些弟子们做饭，知道那些弟子们的口有多么挑剔，只是现在好了，弟子们终于回来了。大厨的家的小孩子也特别高兴，按个小女孩连灵根都没有，不能修炼，所以更加羡慕碧水宗的人，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嫁给碧水宗的人。我们是越狱跑回来的，大师兄一边吃一边说道，并不是衙门里把我们放回来的，因为我们实在受不了衙门里的生活了，只能先回来缓一缓，然后再做打算。大厨听后十分惊讶，你们竟然是逃回来？得，但是他没有再说其他的话。回到后厨之后，他就把事儿跟自己的老婆说了。窝藏罪犯是要连坐的，那些家伙逃回来了也能继续逃跑，可是我们呢？难道我们也跟着他们逃跑？我们只是凡人啊，我们又不会飞，他们肯定会连累我们。当家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啊？要不我们还是赶紧跑吧。我们能跑到哪儿去？昨天我们去给他们送饭的时候，衙门里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要是想去别的地方居住，总要去当地的衙门里报户籍吧，一定会被抓到的。大厨的老婆一听也觉得这事儿很难办，那我们该怎么办啊？大厨觉得为了自保，只能出卖碧水宗的人了。是他们先对不起我们，要不是他们私自越狱跑回来，也不至于连累我们，所以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大厨说道，语气里带着一股狠辣，跟平时温和的他判若两人。就连他的老婆都被吓了一跳，但是现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了。于是忙完食堂里的活后，大厨就悄悄地下山了。到了衙门里把事儿告诉了衙门里的人，
本来以为能得到一些赏赐，可是衙门里做事儿更绝，直接把他给抓住了说他是同党。你们肯定是因为分赃不均匀，所以才内斗，不然你不会来我们这儿告状。你以为我们不知道碧水宗的人回到了碧水宗吗？我们只是按兵不动而已。现在带我们去碧水宗。衙门里的人当晚就去了碧水宗，火把把整个碧水宗照得亮如白昼。你们最好投降，不然的话全部射杀。都头大声喊道。就算你把我们是个射杀，碧水宗的钱也到不了你们口袋口。陆云长说道。都头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陆云长会这么说。难道陆云长他们已经把碧水宗的钱转移了吗？他很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问，不然的话就会暴露了他们的目的。你这是说的什么是什么意思？碧水宗的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们来抓你们是为了钱？我们是为了公平与正义，为了给山下的村民一个交代。兜头在说谎，他心里很想知道碧水宗的钱财还在不在碧水宗，难道都放到山庄里去了吗？据说碧水宗有一个女弟子的家里就开钱庄，如果碧水宗把钱存进山庄，然后把票据交给那个女弟子保管的话，他们拿不到票据就没办法兑换银两啊。不行，到时候就用那个女弟子做威胁，说什么都要把碧水宗的钱拿出来，这样衙门上上下下都能分到一点。笑话，给剩下的村民一个交代，你们都没调查毒药的来源，你们根本没有查啊，现在说要给山下的村民一个交代，你们明明就是想侵占碧水宗的财产。陆云长回击道。他们碧水宗的人很清楚官府的目的，所以不会束手就擒。如果现在束手就擒了，那么就等于是把碧水宗拱手奉上。官府的人也清楚，碧水宗刚刚干掉了凌霄宗，说明碧水宗不是好对付的宗门，让他们束手就擒显然没那么容易。况且宗门里还有几个世家子弟，家世背景都十分厉害，要是在对战的过程中不小心伤到了那些弟子，那么那些弟子的家人找来的时候一定非常麻烦，弄不好自己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所以想要拿下碧水宗其实没那么容易，但是都到了这个份上了，如果不拿下碧水宗的话真是太可惜了。因为已经有了拿下碧水宗的借口，碧水宗的恩无故越狱就凭借这一点就能立刻干掉整个碧水宗，而不讲求什么下毒证据。双方对峙着，大人，若是双方能达成和解，或许我们也不一定要干掉碧水宗啊。一帮的师爷说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县官问。如果能达成和解，那必须让碧水宗出金币，必须上千金币，这事儿才能解决，不然的话一个都别想跑。如果碧水宗的人能出5000金币买他们自己的命，我们就跟他们和解好了。啊，5000金币啊，不愧是师爷啊，果然比他这个县官还狠啊。行啊，要是他们能出5000金币，那就饶了他们一命。县官说道，好像一切都是他能说了算似的，好像山下村民的生命根本就没那么重要。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调查村民们中毒事件，而只是为了敛财。师爷过去跟碧水宗的人交涉，我知道你们越狱可能有你们的苦衷，但是你们可是嫌疑犯，怎么能越狱呢？你们把律法放在眼里了吗？只要越狱就必须绞杀，但是我们大人法外开恩，只要你们意思一下就可以重新回到大牢，我们就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师爷的话令陆云长他们大吃一惊。我的天哪，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那么不要脸的。我们为什么越狱，你们不清楚吗？给你们钱，然后我们继续回到大牢里受罪。你们开什么玩笑？师爷劝道，你们先听听我们要多少，再做决定也不迟啊。5000个金币对你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吧？别说5000个金币了，就是5个金币我也不会给你们了。还有，我还要把给你们县官的10个金币要回来。陆云长生气地说道。什么？你给了我们县官10个金币，可是他说你只给了5个金币啊。师爷惊讶地说道。县官是个草包，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师爷给出谋划策，所以县官拿到贿赂后都是跟师爷还有手下的其他人分账，他拿1/3，剩下的所有人拿其他的2/3。因为对这个衙门来说，没有县官照样转动，但是没有了师爷和其他的都头衙役们则不行。可是这次大人说碧水宗的人只给了5个金币，结果是10个，大人自己偷吃啊。师爷顿时生气了。其实陆云长根本就没给县官10个金币，他自己也记不清给了6个还是7个了，反正不是10个。他只是想挑拨离间一下试试，因为他猜到可能衙门里会分账，说不定县官会昧下金币，结果被他给猜中了。先别管那个10个金币的事儿，现在你们再出5000个金币，你们越狱的事儿，我们县官大人就当没发生过。师爷想先把5000金币弄到手再说。没门，滚蛋吧！陆云长没好气地说道。反正他不打算出金币，在越狱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一切后果。哼，你不出千，难道你连你们碧水宗的人的性命都不顾了吗？师爷说着，让人把大厨带来上来。这个大厨被打得鼻青脸肿，你们快点救救我吧，我被他们打得太惨了。孩子他爹，你怎么了？孩子他爹？大厨的老婆哭哭啼啼。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救他的，毕竟他也是我们碧水宗的人啊。陆云长向大厨的老婆保证，大厨的老婆做才放心下来。孩子他爹，你放心吧，碧水宗的弟子们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大厨的老婆向大厨喊道。谢谢你们了，请你们一定救救我，我在碧水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救我出去过后，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好好做饭，一定要让碧水宗的人吃好喝好。大厨痛哭流涕。陆云长十分生气，真是混蛋，竟然敢抓碧水宗的人，竟然用大厨来威胁我们。大厨在碧水宗可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碧水宗的其他弟子都不会做饭，若是没有大厨，他们吃什么？而且大厨对他们那么好，不管他们在外面多晚回来，
大厨都会给他们做饭。这样的好大厨，他们当然会救，不管花多少钱都会救，但是不能一次性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陆云长已经看出了，县衙记的人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若是一次性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一定会更加加码。到时候不但救不出来大厨，他会给他们碧水宗带来严重损失。你们把他给放了。呵呵，凭什么？你们不出钱，我们就不放人。你们这种行为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啊，我们本身就是强盗。但是陆师兄，你不好奇吗？大厨是怎么被抓到的？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厨不是还在厨房吗？这么晚了，他出去干什么？公孙乐乐在陆云长耳边小声说道。陆云长听完皱了皱眉头，那个不重要吧，小师妹，现在救人最要紧。陆云长也小声说道，他并不是反驳小师妹，因为他知道小师妹很聪明，总是能观察到别人观察不到的地方。师兄，我有种设想，不会是大厨想去告发我们？其实公孙了了也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大胆了。不是吧？如果真是大厨告发我们，他自己怎么也被抓起来了？难道是他跟官府一起演戏？我怀疑可能是那样。不可能吧？小师妹当初对我们一直很好呀，她没有理由去告发我没有？难道是因为她有什么困难？如果她有困难的话，我就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帮助她的。就是啊，我也觉得不是大厨告发我们，如果是大厨告发我们的话，他为什么会被打呢？求碧水宗的人救他的男人，大厨的脸都被打肿了，不管谁见了都会同情他。可是碧水宗的人不会同情他，甚至觉得他是咎由自取。陆云长还想揍他一顿，枉费他们那么信任他。哎，我们的大厨以前多么好啊，这次竟然出卖我们，难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我们越狱回来，他肯定是怕我们连累他。如果他怕我们连累他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说，跟我们要点钱，然后逃跑呀。就是如果他害怕被连累的话，直接说就行了，我们会给他钱了。那他可以去其他的地方生活，根本没必要出卖我们。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可能是觉得去其他地方生活也不安全，会被当成同党揪出来吧。以后我也不敢吃出卖过我们的人做的饭呀。师兄们都在小声的议论着，当然这个议论大厨没有听到。小师弟就不救呀？我觉得大厨是个叛徒。没错，那种人太可怕了，竟然背后出卖我们。我们以前对他不错呀，他每个月都能拿1个金币呢。他陆云长还不知道大厨出的工资那么高，每月1个金币已经打败大陆上80%的人了。而且大厨平常吃饭住宿都不用花钱，就是以前我们对他不错的，竟然出卖了我们，这样的人还救他干嘛啊？也不能那么说，毕竟我们是越狱回来的，他害怕也情有可原。再说他是一介凡人，凡人的思想境界怎么能跟我们一样呢？我决定救他一命。石师兄说的对，毕竟我们是越狱回来的，他怕我们连累他也是情有可原。就算是他不去告发我们，官府也会知道我们藏在碧水宗，大不了给他点钱，以后不让他留在碧水宗做饭就行了。既然连陆云长都那么说了，其他师兄们当然同意，毕竟现在整个碧水宗都是由他做主。于是他开始跟师爷进行交涉，两方互相谈条件，他肯定不想出5000金币，那也太多了。最后陆云长给了师爷2000金币的定金，让官府先把大厨放了，然后帮忙查下毒之人，等查到下毒之后人，再给衙门里剩下的3000个金币。但是到时候陆云长肯定不会给，就算是给了，也会让衙门里把金币给吐出来。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吃亏。公孙乐乐更不会做吃亏的买卖。县官就是看着陆云长跟公孙乐乐2个人好欺负，所以就想从他们身上多坑下钱。但是陆云长跟公孙了了并不是好欺负的主，他们现在想的是怎么把县官拉下马去。这样的县官在任上，很难保证以后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况且2个都不是喜欢吃亏的主，特别是公孙了了，他虽然表面上非常柔弱，但是从小在商人家里长大，从教育的就是什么都能吃，但就是不能吃亏。公孙了了是一定不会放过县官。县官回去之后，陆云长他们都回到碧水宗，来到了厨房里。陆云长他们在商量事情，他已经有怀疑对象了，就是王菲菲。虽然还没有证据证明毒是王菲菲下的，但是陆云长他们都开始怀疑王菲菲，这是一种直觉。那个女人很可怕，因为她足够不要脸，完全没有底线。但是为什么她会给村民下毒呢？现在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为了报复陆云长，所以给村民们下毒后又伙同官府的人来捉拿碧水宗的人。显然陆云长他们并没有搞清楚所有的细节过程，但是猜得8、9不离十。大人，先赚了他们200千个金币，我们下一步要不要查一下到底是谁给村子下毒？那样的话就能拿到剩下的3000金币了。县官简直乐得合不拢嘴啊！他本来以为一共就还能拿到1000金币呢，可是现在2000金币已经到手了，而且十分轻松。那样的话，剩下的3000个金币还会远吗？调查一下也行，反正我们是衙门，调查谁给村子下毒，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吗？县官说道。师爷连连点头。为了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干，包括自己的本职工作。既然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县官他们就先回去了。等回到衙门里，师爷和老爷轮流看着银票，都高兴的跟什么事儿。大师师爷并没有提起县官谎报受贿金额的事儿，毕竟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金币，够分的了，没有必要再把不开戏难的事儿提起来。不过师爷也留了个心眼，以后不能那么信任县官了。陆云长他们正在商量事情的时候，已经被放回阿里的大厨终于跟家人团聚了。他还不知道碧水宗的人已经知道了，是他告发了碧水宗，对碧水宗的人千恩万谢。我明白，就做好吃的东西，犒劳你们。以后我唯一能报答你们的，就是好好做饭。大厨感激地说道，抹着眼泪。但是陆云长他们已经决定了，必须把大厨赶走。
对普通人来说，很多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并不是有了第一次之后就能杜绝第二次。大厨的老婆在一旁说道：“真的很感谢你们把我们当家的救出来啊！他还以为碧水宗的人不会救他了呢。要是家里没有了当家的，他真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咋过呀。”陆云长掏出2个金币给了大厨，大厨拿着金币有点不知所措。难道因为他这次受了苦，所以碧水宗的人给他补偿吗？碧水宗大人太好了，早知道这样就不告发碧水宗的人了。但是陆云长接下来说的话却让他的心坠入了谷底。我们决定不再用你了，你打包行李，明天一早就离开碧水宗吧。为什么啊？我在碧水宗好的好好的，你问凭什么让我离开？大厨怒了，没想到啊，碧水宗那帮子玩意太不是东西了，竟然赶他走。大厨不想走，因为你举报了我们，所以你必须离开。大厨震惊之下没话说了。师兄，我担心大厨会因为心里有恨而干出什么坏事来，晚上我们还是找人看着他吧。公孙乐乐小声在陆云长耳边说道。我来吧。47师兄说道，我最近干看守的事儿很有心得，我觉得我可以看着他，那就有劳47师兄了。47师弟，你辛苦一点，兄弟们会帮你把觉给睡了。大师兄揽着47师兄的脖子说道。滚蛋！47师兄笑着拍了大师兄一下，大师兄从口袋里拿出瓜子跟一个苹果递给47师兄，那晚上你就别吃食堂的东西了，知道不？知道了。47师兄不耐烦地答应着。47师兄坐在饭厅外地房顶上，正在啃苹果。虽然他只比陆云长辈分高一点点，但是确实整个碧水宗里修炼的最好的一个了，比大师兄他们还好，只不过平时非常低调。他比陆云长年龄还小一点，陆云长还没来的时候，他就是整个碧水宗的小师弟，深受碧水宗的人的师兄们的宠爱。碧水宗的师兄们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先给47师兄，后来陆云长来了之后就成了最小的师弟。47师兄终于有了个师弟，特别高兴。虽然他的年龄比陆云长还大1个月，平时在碧水宗里最照顾陆云长师兄就是47师兄了。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47师兄都回想着陆云长，所以他是跟陆云长最早建立起良好关系的一个人。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嘴没那么欠。虽然深受师兄们的传染，他的嘴巴也稍微有一点欠，但是没有师兄们那么欠。平时说话还挺正常，只不过有的时候也喜欢开点玩笑。他坐在房顶上的时候，能听到食堂里的说话声，而且听得很清楚，不是因为大厨说话声音大，而是因为他的修为可以让他听到食堂里的谈话。当家的，我们要搬到哪儿去啊？大厨的妻子正在收拾行李。我们不管搬到哪儿去，都比住在这儿强。在这儿我们得不到尊严，他们想把我们赶走，就把我们赶走了，简直就是混蛋。我在碧水宗干了10几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他们凭什么那么对我们啊？大厨的心里很不服气。拜托，明明是你自己出买了我们，你现在反而说我们的不是，太过分了吧？47师兄听不下去了，但是还是得竖起耳朵听着。孩子他爹，但是我们出卖了碧水宗的人，他们这么对我们也算是情有可原啊。还是大厨的老婆明事理，他们又不知道是我出卖了他们。大厨说道。刚说完，大厨就看向自己的老婆，你会把我出卖碧水宗的事儿都告诉碧水宗的人了吧？大厨的老婆点点头。他们说我要是不告诉他们实情，他们就不会救你，并且他们所已经知道了实情，只不过是给我一次坦白的机会而已。大厨的老婆一边哭一边说道。他看出来大厨生气了，大厨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只要一生气就会打老婆。大厨的老婆敢怒不敢言，这个年代普通人家的女人离开男人没办法生活，只能依附着男人生存。大厨果然很生气，所以上去就把女人给打了一顿。女人虽然很委屈，但是不敢反抗，只能挨着。47师兄也没把法去阻止，不然的话就会被大厨知道他在监视他们。大厨把妻子打了一顿后，心情终于好了起来。夫妻2口子和好了，然后又开始说知心话。不通世事的47师兄简直都懵逼了，那是什么骚操作啊？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离开，这样话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一条狗吗？想让我留下来就让我留下来，想让我离开就让我离开，我必须报复他们。算了吧，孩子他爹，碧水宗的人都是修士啊，很厉害，你只是一个凡人，你斗不过他们，还是算了吧。妻子极力的去说大厨，但是大厨不听，已经铁了心的要跟碧水宗的人斗到底。47师兄摇摇头，大厨真是不通情理到极点，明明就是他先做错了，但是却反打一耙，真是的。正常人一定会反省一下吧，不反省就算了，反而疯狗先咬人啊。算了吧，孩子他爹，你报仇不成，万一把自己折进去呢？我们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咱们找个地方中心开始。在妻子的劝说下，大厨终于同意搬家了。他其实就是找个台阶下，让他跟碧水宗的人对抗，他真没那个本事。这一天晚上，碧水宗里风平浪静。第二天一大早，夫妻2口子就下山区了。路过小村子的时候，大厨说道，要是能住在这儿也不错。大厨的妻子担心地问道，恐怕就算是我们想住在这儿，碧水宗的人也不会让我们住吧？毕竟他们认为咱们不能再次害了他们呢，让碧水宗的人占了便宜。要是我会修炼，我一定把他们打趴下。大厨信誓旦旦地说道，好像是在诅咒发誓一样。47师兄还是跟着他们来了。大师兄让给他不用再监视，但是47师兄觉得做事就要做干净，一定要把大厨他们送走，然后再停止监视。于是47师兄在后面跟着他们。大厨2口子下了山，然后就往镇上走去。47师兄觉得坚持到这儿就可以了，他正准备回去呢，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47师兄赶紧停了下来，在树上藏好。
王菲菲来到大厨两口的面前，你们这是要去哪里？我记得你们是碧水宗的大厨吧？我还吃过你做的饭呢，你做的饭特别好吃，碧水宗的弟子们有你真是太幸福了。王菲菲装出一副十分友善的样子。大厨听后叹息一声，我现在要离开碧水宗了，碧水宗弟们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了。王菲菲装作很惊讶的样子，怎么会呢？你做饭那么好吃，你们两口子人又那么好，碧水宗的人为什么不需要你们了？他们找到更好的大厨了吗？大厨再次叹口气。王菲菲的话让他回想起之前的碧水宗的日子，他是开着碧水宗的那些弟子长大的，碧水宗的弟子从小就吃他做的饭，他把碧水宗的弟子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养活，十分用心的给他们做饭，生怕他们吃不好，生怕他们吃不饱，生怕他们吃凉了。他那么努力的给碧水宗的弟子们做饭，最后却被碧水宗的弟子们给抛弃了。大厨心里万分凄凉，碧水宗的弟子们太坏了，不知怎么了，他们就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现在正要去找落脚的地方。大厨的妻子回答，你们就这样走了？难道你们就不想报复他们吗？王菲菲的话让大厨猛然来了兴致，他当然想了，他做梦都想报复碧水宗，只有报复了碧水宗才能证明他是对的，碧水宗是错的。可是我只是一个厨子呀，我有什么能力去报复碧水宗呢？大厨说着摇摇头。王菲菲阴狠地笑了起来，想报复碧水宗真是太好了，他正好可以借刀杀人。你不需要有报复碧水宗的能力，你只需要有报复碧水宗的方法就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有报复碧水宗方法？大厨警惕地问道。他总觉得这个女人没安好心。我当然有报复碧水宗的方法了，只不过我看你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你恐怕没有那个胆子去报复碧水宗，所以还是算了吧。王菲菲轻蔑地说道，她的神情跟语调激怒了大厨。大厨再怎么说也是个男人，不想在女人面前丢了面子。谁说我没有那个胆子？到底有什么办法报复碧水宗？你直接说吧。大厨生气地说道，装出一副很爷们的样子。他的妻子想拦着他，但是他一把推开了妻子。你给我滚开，我一定要报复碧水宗的人，不然他们还以为我好欺负呢。王菲菲为大厨鼓掌，这样才对，这样才像一个男人。其实想报复碧水宗的人很容易，只要用这个就行了。王菲菲从荷包里拿出一个小瓷瓶，这是什么？这是强力泻药，只要碧水宗的人吃下去，就会不断上茅房，直到把自己拉得虚脱为止。听到这儿，大厨的老婆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他还以为是毒药呢。要是真的把碧水宗的人给毒死了，那么事儿就大了，县衙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只是让他们拉肚而已，这也太轻了吧。其实大厨也松了一口气，他也不敢杀人，可是还是想在王菲菲面前装出一副很牛的样子。给你。王菲菲懒得多说，她十分看不起大厨这样的男人，这是没出息的东西，只是个厨子而已，一点男人味儿都没有，而且那么穷，还那么怂，比陆云长差远了，比碧水宗的所有弟子都差。天啊，真漂亮啊！骚气还那么自负的女人，她是第一次见到，真想跪下来跟她叫妈啊！孩子他爹，你刚刚说什么呢？我刚刚说话了吗？我怎么不记得了？大厨惊讶地问道。看到丈夫这么魂不守舍，大厨的老婆很生气，不就是一个女人吗？而且女人男相，涂的胭脂还那么厚，碧水宗里的宗主跟两个女徒弟都比她长得好啊。孩子他爹在碧水宗的时候都不要往人家身上多看一样，根本就对美人无感似的。真不知道孩子他爹看上那个女人什么。王菲菲也听到了大厨的话，顿时觉得十分恶心，她可不想做大厨的妈。王菲菲转身要走，真是谢谢你了，你叫菲菲吧。大厨问道，你真是可怜啊，我记得你喜欢陆云长是不是？你还是他的未婚妻吧？可惜啊，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却遇人不淑。大厨十分同情王菲菲，但是王菲菲不需要大厨的同情，步子都没停地走远了。大厨看着王菲菲离开的方向，十分的痴迷。孩子他爹？大厨的妻子把他的魂魄拉了回来。走吧，我们先回到碧水宗去。大厨说道，转身就往碧水宗里走。而47师兄已经先一步回到了碧水宗。不好了，师兄们，大厨果然想害我们啊！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大厨已经到了山下，而且路过了村子，我正要回来呢，结果半路杀出一个人来，真是王菲菲。王菲菲给了大厨一瓶毒药，说是泻药，让大厨给我们下毒。47师兄刚说完，大家伙儿就激动起来。大厨同意了吗？当然同意了，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激动的告诉你们。这一下，师兄们都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大厨，太过分了吧，竟然想给我们下毒。我也觉得他太过分了，虽然我们让他离开了碧水宗，确切的说是把他赶出去了，但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告发我们，是他的错，况且我们还给了他2个金币的遣散费，太不地道了。还有王菲菲，那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很明显，王菲菲想报复我们。小师弟真可怜，竟然被王菲菲那种女人给缠上了。小师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陆云长想了想，告诉大家，先不要轻举妄动，等大厨真的给我们下毒了再说。他不想冤枉大厨，万一大厨没给他们下毒呢？再说了，就算大厨给他们下毒了也不怕，他们有足够的复活丹药。既然陆云长这么说了，其他的弟子们都赞同。于是碧水宗的弟子们装作不知道。大厨回来后，大师兄问道，大叔，你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忘了拿什么东西啊？是啊，我忘了摘2个苹果带着，这儿的苹果特别好吃，外面的苹果都没这儿的好吃呢。弟子们都没有揭穿大厨，反而顺着大厨的话说，是啊，这样的苹果确实很好吃，你多摘2个吧。用不用我帮你摘啊？大厨赶紧摆摆手拒绝了，不用不用，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摘就行了，
我只摘了2-3个，够我们一家人路上吃就行。大厨说着就往苹果树的方向走去。师兄们没有先不管他，等待他下一步的动作。大厨松了口气，以为骗过了碧水宗的人，心里还想呢，是你们自己笨，就别怪我给你们下毒了，反正只是让你们拉肚子而已。摘了苹果后，大厨再次准备离开。碧水宗的弟子们要送大厨，大厨方然不能让他们送了，说自己走。你们千万别客气啊，我们还说送你吧，或许我们可以帮你雇一辆马车。不用，真的不用你们千万不用送我，我自己离开就行了，不用麻烦你们了，你们赶紧去修炼吧。大厨装作为碧水宗的弟子们好的样子。是啊，你们平时修炼那么辛苦，要好好吃饭呀。大厨的妻子也说道。没事，反正我平时也经常偷懒不修炼，就让我们送你们吧。13师兄跟坚持，这一下可把大厨给吓坏了。要是被碧水宗的人跟着，他还怎么下毒呢？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拒绝。算了，既然大厨不想让我们送，那我们就别送了。是啊，我觉得大厨也是一番好意，我们不要辜负了他的好意。大师兄和二师兄说。其他的弟子们都点头，大厨这才松了一口气。真是太好了，要是被这群小兔崽子跟着，他还怎么下毒呢？大厨夫妻2口子走到水井旁边的时候，把小瓷瓶的药水全都滴在了水井里。今天就让你们好好的拉肚子，叫你们欺负我，混蛋！大厨幻想着碧水宗的弟子们拉肚子的场景，十分高兴，甚至哈哈大笑了起来。其实碧水宗的弟子们都从监控水晶里看到了大厨的所作所为，真是太坏了吧，竟然真的给我们消毒呀！我本来对他还抱着一丝丝的期望，希望他能突然醒悟，不知道是什么毒，会不会致命。大厨临走的时候，我们还给了他遣散费，他说他不应该给我们消毒啊，就那么恨我们吗？师兄们都议论着，他们一开始都不太相信大厨会下毒，毕竟大厨在碧水宗待了那么长时间了，仕途是个老实的好人。可是又一想，大厨能出卖他们，又为什么不可能给他们下毒报复他们呢？不知道是什么毒啊，听起来只是会让我们拉肚子。王菲菲的话你能信吗？怎么才能知道水里的毒致不致命呢？打一桶水，这个人喝了就行了。不会吧，谁喝呀？忘了，咱们有复活丹药啊。对呀，差点把复活丹药给忘了。那就让我来喝那个水吧，还是让我来吧。大家都开始抢着去喝有毒的水井，他们胆子都很大，都想尝试一下喝毒药的滋味。他们来到了水井旁边，最后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让石师兄来喝有毒的井水。石师兄喝掉井水后，肚子剧痛无比，他顿时后悔了。没得，早知道肚子这么疼就不喝了。刚说完就断气了。这个时候，大师兄急忙掏出复活丹药给石师兄吃了下去。石师兄这才睁开眼睛站了起来。怎么样，是毒药吧？五师兄问道。所有的师兄们都看到了，石师兄刚刚是没气了。五师兄还试探过石师兄的鼻息，果然是毒药啊。这个时候，一只小鸟落在水桶旁边，喝了水后直接栽倒了。水里真的有毒，而且是剧毒，并不是什么泻药。大厨也太狠了，如果想报复我们的话，给我们下一点泻药也就罢了，竟然想下毒毒死我们。不，给他毒药的是王菲菲。大厨一开始也以为这是泻药，可是王菲菲骗了他，是王菲菲想冻死我们。王菲菲那个恶毒的女人，王菲当初我们还帮了她，结果她反而要害我们。大厨跟王菲菲都是混蛋，我们对他们都不错，他们反过来就害我们，弄得好像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师兄们对王菲菲和大厨都很有意见，我们不能便宜了他们，必须给他们点惩罚，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没错，我们又不是冤大头，凭什么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就要害我们？师兄们都同意要给王菲菲和大厨点厉害，他们都等着陆云长拿主意。陆云长也同意了，对他自己人，他们一向和风细雨，但是对待敌人，他们必须毫不顾惜。他一定会让王菲菲跟大厨付出惨痛的代价。大厨跟妻子终于来到了镇上，他们不敢停留，雇了一辆马车就开始赶路。他们决定去更远一点的镇上生活，别让碧水宗的人找到他们就行了。只要没有闹出人命，官府就不会管。所以只要碧水宗的人不找他，他就是安全的。现在我要把你们分成2拨人，从大师兄到26师兄，加上叶灵师妹是一组，从27师兄到我是第2组。第一组的人去追赶大厨，第2组的人去找王菲菲。凭什么要我把放在第一组？叶灵顿时不乐意了。这样每个组里都能有一个女生，更加公平。我不想带着2个女生组队，就是这么简单。陆云长解释的说道。这个说法师兄们都觉得没问题，但是只有叶灵觉得很有问题。你嫌弃我，所以把我给赶开，是不是？叶灵质问陆云长。如果叶灵非要这么说的话，确实是这样。陆云长真的不想让身边多一个臭着脸对你指手画脚的人。叶灵有时候是挺可爱的，可是大多数时候都让人无所适从。而陆云长这个人又不喜欢被别人管着。再说了，叶灵又不是每次都对。更重要的是，他想跟公孙乐乐小师妹待在一起，不想要叶灵那个电灯泡。叶灵只要在身边，就会对他跟公孙乐乐虎视眈眈，那种眼神，好想陆云长是他的所有物一样，不管干什么都要争取他的同意。那种大小姐脾气，可能别人会喜欢，但是陆云长受不了。他以前虽然落魄被欺负，可好歹也是一个少爷，何况上辈子是个现代人，更喜欢无拘无束。如果你非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承认我确实把你支开，我不想跟你组队。陆云长不想欺骗叶灵，可是为什么？叶灵不理解。2个人大吵一架。陆云长，你太过分了。但是之后，叶灵还是服从了安排，毕竟他也没有别的办法。陆云长他们去找王菲菲，但是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不过幸好，
碧水宗养了几条猎手，正好派上用场。王菲菲之前在碧水宗住过，师兄们去王菲菲住过的屋子里找了一下，发现了王菲菲没有带走的脏衣服。当时王菲菲说要洗澡，但是没有衣服换，于是公孙聊聊就找来了自己的衣服借给王菲菲。猎犬闻了一下王菲菲的旧衣服，然后就开始追踪王菲菲的踪迹。这下一定能找到王菲菲的踪迹，我们一块找吧。陆云长他们跟着猎犬，猎犬在街道上飞奔，陆云长的师兄们御剑飞行，在天空上跟着猎犬。陆云长站在47师兄身后，被47师兄带着走。此刻的王菲菲正在一个酒楼里跟小二吵架。姑娘，你吃饭怎么能不付钱呢？店小二生气地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还想吃霸王餐，太过分了吧？谁说我想吃霸王餐？你别胡说，我只是去趟茅房而已，你为什么不让我去？王菲菲为自己据理力争，靠什么玩笑？上茅房？我们小店的茅房在后面，你却要从正门走，你是要去茅房吗？你就是要逃跑，太过分了！这家店不让人上茅房啊！王菲菲大声呼喊起来，什么情况？不让考得上茅房？哪有这样的酒楼？就是啊，不要客人上茅房，真是太过分了！凭什么不让客人上茅房？不知情的客人都抗议起来，他们都以为是店小二欺负女孩子，因为刚刚店小二为了照顾王菲菲的面子，所以声音很小，客人们并没有听到听小二的话，但是王菲菲的声音却很大，店里的人都听到了王菲菲的话，就误以为是店小二的错。店小二十分生气，各位客人，你们不要误会，并不是说不让他去茅房，他只不过想要趁机溜掉。各位客人们，小店的茅房在后边，而且有5个茅房，如果客人没去茅房就不用排队了。但是这个女人她却要从前门走，而且没付钱，饭菜已经吃光了，这很明显就是想逃跑。客人们这才知道自己可能误会了小二，于是抱怨了几句，也有抱怨王菲菲的，也有抱怨店小二的，然后也不说话了，继续吃饭。小二无缘无故收到了一副埋怨，很生气，既然一切都是王菲菲惹出来的，于是继续让王菲菲付钱。我告诉过你，我是不会坑你们钱的，我认识有钱的朋友，他们来帮我付账。王菲菲理所当然地说道。呵呵，你骗谁呢？就你也会认识有钱的朋友？店小二根本就不相信。那当然了，我的朋友们厉害些呢，他们可是修士，不是你一个凡人能对付得了的。店小二觉得王菲菲是在胡说八道，他就不信王菲菲那种女人会认识修士。我不管你是不是还在修士，你赶紧付钱。店小二向王菲菲伸出手去，我现在没钱，我要等我的朋友来帮我付钱。王菲菲说的跟真的一样。诸位，你们听到了吗？这位客人说他没钱，他刚才就是想逃跑，他就是要吃霸王餐。店小二高声说道，真是的，莫非我刚才为他说话，原来真是一个想吃霸王餐的女人，脸皮真厚，竟然吃霸王餐，而且被捉到了还不承认，干脆让他在你们店里帮忙刷盘子吧，那样就能让他偿还吃饭的钱。一听到让自己刷盘子，王菲菲顿时露出恶毒的眼神，瞪着那个客人，她哭的那个客人就是在跟自己作对，凭什么让我刷盘子？我从来没有刷盘子，我可是一个千金大小姐，怎么能刷盘子呢？千金大小姐？就凭你啊？千金大小姐会吃霸王餐吗？店小二嘲笑王菲菲，我说了，我没吃霸王餐，我只不过没钱而已，一会儿我的朋友们会过来帮我付钱的，你别狗眼看人低，不然一会儿我朋友来了，有你好看的。今天到了如今这个局面，王菲菲依然非常高傲，就连店小二也不由得相信了她的话，因为按照逻辑，没有人能在吃了霸王餐之后依然那么有底气的说话，所以他说的应该是真的吧？如果他的朋友真的是修士，那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吧？不是说他本身多厉害，而是说他的能认识修士这一点很厉害。有多少人都想跟修士结识，但是都找不到途径。店小二，你别被那个女人给骗了，那种女人说的话根本不能相信。就是啊，我也觉得她不可能，修士们个个身份高贵，怎么会自降身价去认识她那种女人？修士离开宗门之后，就算混得再差，也是有钱人家的。是喂，而且不管有钱没钱，都能得到一个贵族头衔，不是普通人能比的。想认识修士的人多了去了，那个女人估计是在做白日梦吧？了人们的话提醒了店小二，没错呀，那个女人肯定是在说谎啊！刚刚她不就是在说谎吗？还说是去茅房，结果是想逃跑，所以这次很有可能也是在说谎。姑娘，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来帮你付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啊？你等着就是了，我现在还有事儿，要先离开了。王菲菲说完就要走，店小二一把拉住王菲菲，你想什么呢？没付钱，你那儿都不能去！店小二生气的大喊，这个女人真不要脸啊！吃了饭不付钱就想走，而且不付钱就算了，刷盘子抵债就行了，毕竟人都有囊中羞涩的时候，店里也能理解。但是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没钱还点那么好的饭菜，结果吃了就不服气，还那么多借口。店小二就不明白了，看那个女人穿的也不错啊，咋就那么不要脸呢？难道有钱就是不想给，还是一个疯子？我都说了，我不会不付钱，只是暂时不付钱而已。王菲菲也很生气啊，都说了不会不服气了，店小二还不让她走，也太欺负人了吧？不是，你付完钱才能出这个门啊，小店不赊账。店小二指着柜台上的一个牌子说道，牌子上写着概不赊账。谁说我要赊账了？我只不过是去找我的朋友，让他们来帮我付钱而已。王菲菲又换了一种说法，店小二也是醉了。大家听到了没有？这个女人又换了种说法，她就是想吃霸王餐。店小二学聪明了，不管说啥都放大音量，让所有人都听清楚，免得大家再误会她。你说话小心点，我都说了，我不是吃霸王餐。王菲菲生气的大喊，觉得自己很委屈。
可是店里的客人们都说他的不是，让他赶紧付钱，要么就在店里刷盘子抵债。凭什么让我刷盘子抵债啊？那种活儿不是我这种美女能干的，我才不干呢！王菲菲呜呜的哭了起来。你差不多就行了，别装了，你还真是一套套的，青楼的女子都没有你那么多花样。店小二已经失去了耐心，说话也开始变得难听。客人们也都站在店小二这边，几乎没有人同情王菲菲。毕竟谁要是同情她，就要为她出饭钱，只口头上的同情是会让人耻笑白莲花的。正当酒楼里店小二跟王菲菲争吵的时候，猎犬最终停在了一个酒楼门前。陆云长叫住猎犬，他们几个人来到地面上，进了酒楼，果然看到了王菲菲。王菲菲看到陆云长他们，十分开心。陆云长，这边。王菲菲挥动着手臂，怎么样？我就说会有人来帮我付账吧。他们真的是来帮你付账的？小二狐疑地问道。当然了。小二顿时露出恭敬的神色。那些人一看就是大宗门的弟子，是修士啊。在这个大陆上，修士十分受人尊重。陆云长他们走了过去，他们全都穿着碧水宗的衣裳，而且个个气宇轩昂。一走进酒楼，就引起了所有客人们的注意。天哪，他们都是修士吗？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的修士？肯定是来吃饭啊！一个个长得真好啊！我要是有个修士做女婿就好了。果然修士的气场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啊！客人们都停下手里的筷子，赞叹着陆云长他们。王菲菲高兴的跟什么事儿，就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你们快来啊，我正在被人欺负呢。这个时候店小二蒙蔽了，那个女人真的认识修士啊？修士们真的是来帮他付账的。陆云长他们果然走了过来。怎么样，我就说我认识修士吧，你还说我吃霸王餐，赶紧向我道歉。王菲菲双手叉腰，一副傲娇的样子，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对不起啊，姑娘，刚刚是我错了，原来你真的认识修士啊。小二向王菲菲赔礼道歉，但是王菲菲依然不依不饶。不行，你必须被开除，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店小二被吓得跟什么似的。不会啊，我只是合理让你付钱而已，姑娘，你高抬贵手就饶了我吧。店小二一副讨好的样子。到底怎么回事？陆云长问道。王菲菲一下子来到陆云长身边，还伸手抓着他的袖子，好像在跟亲近的人诉说委屈。您不知道，这个小二太过分了，他刚刚欺负我。我问你到底什么事儿，别动手动脚。陆云长一下子甩开了王菲菲。王菲菲赌气地嘟囔着嘴，这位修士，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错，这位姑娘吃了饭没付钱，而且她也没钱，就想来开，我按照小店的规定跟她要钱，可能有点误会，不好意思啊。小二抱歉地说道，一个劲儿跟陆云长他们道歉。陆云长他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王菲菲没钱还来吃饭，吃了霸王餐。几位尊敬的修士，我不是故意难为她，是因为她没付钱，我只能跟她要钱，毕竟以前有人吃过霸王餐，你们千万别生气。小二以为陆云长他们跟王菲菲是好友，他没想到啊，王菲菲竟然说的是真的，竟然真的有人来帮她付钱，而且真的是修士，还来了那么一大帮人，他都佩服王菲菲了。这个女人还挺有能耐啊，能认识那么多的修士，就连周围的人都开始羡慕了。毕竟修士那么受人尊重，而且来的修士们都长得很好，一看就像是大门大户的少爷们。其实碧水宗的弟子们大多数家庭贫寒，只不过来了碧水宗后吃得好住得好，莫问蕊又舍得给他们花钱，所以把他们一个个养得很贵气。平时弟子们虽然嘴上不饶莫问蕊，但是心里都知道这个师傅对他们好，并且很感激师傅，不然的话也不会再去禁区猎杀妖兽，明知道是送死的情况下还是去了，而且去了好几次。那些能活下来的师兄们，不是因为他们在猎杀妖兽的时候不尽力，而且他们的能力都在每一次猎手妖兽的时候变强了，但是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幸运。整个碧水宗都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宗门。小二，你想骂他就接着骂，我们不是来帮他付钱的，我们是来找他算账的。陆云长说道。小二直接蒙蔽了，啥意思啊？不是来结账的，他们不是你的朋友？小二奇怪地问王菲菲。原来王菲菲就是在说谎啊，他还以为王菲菲多厉害呢，原来只是说谎而已啊。他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只是暂时闹矛盾了而已，我还是他的未婚妻呢，是不是啊？陆云长。王菲菲问陆云长，拜托大姐，你能要点脸吗？陆云长也是醉了，他见过不要脸的，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王菲菲真是突破了他对混蛋的认知下限。一个女孩子迷魂了一个男人，上了别人的床，还说是那个男人的未婚妻。幸好陆云长当时没跟他发生什么，不然的话王菲菲非得给他弄出个孩子不可。我怎么不要脸了？我为了你守身如玉，我容易吗我？王菲菲竟然哭了起来，诉说着自己的委屈。但是整个酒楼里没有人会相信王菲菲，因为他们都见识过王菲菲说谎，想吃霸王餐。但是也有个别人垂涎于王菲菲的美貌，估计是没见过什么美女，或者是觉得喜欢王菲菲身上的气质，于是走过来帮着王菲菲说还。你们太欺负这位姑娘了吧？我觉得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家不地道。胖子走了过来，色眯眯地看向王菲菲。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出头。王菲菲打量着胖子，只见胖子穿着绫罗绸缎，应该是个有钱人，要是能嫁给这样的有钱人，以后就生活无忧了。但是胖子长得不咋地啊，跟陆云长差远了。陆云长多帅气啊，要是能嫁给陆云长的话，她当然是想嫁给陆云长了。想到这儿，王菲菲对胖子的态度表现得非常高，因为她觉得胖子配不上自己，但是高傲中又带着和蔼。那就谢谢这位公子了。胖子就跟舔狗似的，笑着花枝乱颤，整个人都被王菲菲给迷住了。
势必要跟王菲菲共度春宵一刻，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反正他家里有的是钱。陆云长也是很无奈啊，怎么又是胖子啊？上一个给他们找麻烦的人也是胖子，倒不是歧视胖子，很多胖子都很好，只不过陆云长遇到的胖子都是来给他找茬的，所以陆云长很不耐烦。大哥，你有没有搞错？这个女人犯了错，伤害了别人，难道我们还不能指责她吗？你的意思是你要帮她出钱呗？陆云长问胖子。没错，我要帮她出钱。胖子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陆云长点点头。行啊，那你出钱吧，店小二。那个女人吃了多少钱的东西，赶紧把账单给这位公子过目啊。陆云长提醒一旁的店小二。店小二走到胖子面前，把账单递给了胖子。胖子一看账单，顿时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吃了这么多钱？胖子难以置信地问道。因为这位姑娘开了一罐好酒，那种酒一罐就要个金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急着跟她要账啊。店小二笑嘻嘻地说道。他在店里当小二那么久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胖子是装财主，其实没有多少钱，只不过想装叉而已。既然想装叉，那就让你装个够。公子，这位姑娘的饭钱一共是3个金币，请你付钱吧。店小二客气地说道。但是胖子开始冒冷汗了。3个金币，那个小娘们怎么那么能吃啊？王菲菲本来就看不清胖子，要是胖子为她付钱了，她说不定还能对胖子的印象有所改观，但是现在胖子一副为难的样子，让王菲菲更加厌恶了。你没钱还装蒜？我没那个时间跟你玩。王菲菲冲着胖子大吼一声。胖子惊恐的脸上露出了怀疑的表情。你没事吧？胖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帮你付钱，你还这样说我？你帮我付钱？真是笑话，你到时付钱啊？王菲菲最看不上胖子那种男人，只会嘴上说说而已，但是却没有实际行动。果然胖子一生气的把账单摔在地上，但是账单太轻了，只是飘到了地上。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讲道理，我好心好意要帮你付钱，你还这么说我？我也是个有脾气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么好吧，我不会帮你付账了，你自己付账吧。胖子说完转身走了。坏蛋，你就是想装叉而已，你以为我是那种好骗的女人吗？我才没那么笨呢。你想装叉别人面前装，不要在我面前装。我告诉你，我见过很多优质的男人，什么样的优质男人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穷鬼，你想跟我交朋友？你长得那么丑又那么抠搜，还想在我身上找优越感，真是不够恶心人的。王菲菲确实被恶心到了，她明显的感受到胖的就是想从她身上找到优越感。那倒也没什么，可惜胖子还没那个实力，没那个实力还想从她身上找到优越感，那我就恶心人了。她这种优秀的女人当然是找一个优秀的男人，胖子那种混蛋男人竟然也敢垂涎于她，看来是她太和蔼可亲了一点，所以才会让胖子那种混蛋觉得能吃得上天鹅肉。行了，王菲菲，你赶紧自己付饭钱，然后就你跟我们去衙门吧。陆云长不想继续在王菲菲身上浪费时间了。王菲菲没有钱付饭钱，既然你来了，当然是你帮我付款，为什么要我自己付呢？你作为一个男人就不能大方一点吗？王菲菲歪着脑袋，一副娇憨的样子。她知道陆云长有钱，陆云长跟胖子不一样，棒，子是没钱装有钱，但是陆云长正好相反，是有钱装没钱。我有钱为什么要帮你付钱？我跟你没什么关系。陆云长当然不会帮他付钱。店小二算是看明白了，原来他们之间不是朋友关系，原来那个女人是惹到了修士们，修士们来找他算账来了。他就说啊，那种德行的女人怎么可能会跟修士们成为朋友呢？既然这样，店小二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姑娘，你赶紧付钱吧，如果你不付钱的话，我也会去官府告你。凭什么啊？你凭什么要跟我要钱？我说过我跟他们是朋友，我还是他的未婚妻呢。既然他们现在来了，你当然应该跟他们要钱啊，我又没有钱，你跟我要钱有什么用啊？王菲菲指着陆云长，冲着店小二大喊大叫。店小二脸都白了，跟这种泼妇没什么好说的，直接送到衙门去吧。最终还是把王菲菲送进了衙门。这个县的县官就是碧水宗子弟们的义子，还是义子知道孝敬义父。县官迎了出来。哎呀，原来是义父们来了，不知道义父们这次过来有啥贵干啊？来给你送钱。47师兄直白的说道。县官直接无语了，就不能含蓄一点吗？这话非要说的这么直白吗？给他送钱是好事儿，咱能不能盖得隐蔽一点？他的义夫们为何如此任性？嗨嗨，义夫们里边坐吧，我泡好茶给义夫们解渴。县官把他们迎进后院。县官把陆云长他们请进了后院里，泡了好茶给他们解渴。陆云长他们喝了茶之后，这才开口谈事儿。县官大人，不，请叫我义子。在义父面前，我怎么敢自称县官大人呢？县官特别谦虚，因为他知道义父们是来送钱的，所以对义父们客气一点没什么。他的义父们就是他的要钱树啊。那个女人你还认识吗？陆云长指着王菲菲问道。县官当然认识了，上次那个女人犯了事儿，碧水宗的弟子们过来为她求情，所以才没在那个女人的脸上刻字，并且把她关到单间去了，每日3顿饭侍候着。难道义父们嫌弃当时给她吃的饭太差了？县官有点不知所措。问你呢，还认得不？陆云天没听见县官回答，所以又问了一遍。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县官急忙回答。陆云长点点头，把50个金币放在了桌子上。县官的眼睛都直了。其实50个金币对县官来说就很多了，但是碧水宗所在的县那个天杀的县官却想要他们5000金币，简直就不能忍啊！
陆云长绝对不会吃那个亏，他一定会想办法把金币要以来。不过这个县官，也就是他们的义子，虽然每次帮他们做的都是小事儿，但是只收50个左右的金币，陆云长还是愿意给地。不过也不能太惯着这个义子，他陆云长也不是不会算账。只因为王菲菲一个人就每次花50个金币的话，那么碧水宗50个人岂不是2500个金币？那也只比碧水宗所在的县衙的县官少要1半的金币而已。下一次还是让碧水宗的人当县官吧，那样就算是要给县官金币，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女人犯事儿了，杀人罪，虽然没杀成，但是也是杀人罪啊。陆云长说道：“你就按照杀人罪给他惩罚就行了。”哎呀，真是的，想杀我们竟然没杀成，想想就觉得傻呀。我以前还以为他的能力挺强呢，原来也不过如此啊。就是他真是一点魅力也没有，那么无能，想杀个人都没杀成，怪不得小师弟不喜欢他，连我也不喜欢他了。碧水宗的师兄们议论纷纷，王菲菲面对他们的鄙夷，气得全身发抖。你们够了，我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堪。谁说我杀人没杀成？我明明就杀成了，而且我还杀了整整一个村子的人呢，而且还能成功让你们背了黑锅。你们现在自己还没摘干净了，还有脸说？王菲菲得意地抬着下巴，她的话正是碧水宗的弟子们想听的话。这一下，碧水宗的弟子们高兴了。义子，刚刚那个女人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吗？陆云长问县官。县官点点头。义父，刚刚那个女人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不但我听到了，就连我手下的人也听到了。县官问一下的手下，那个女人说的话，你们听清楚了吗？手下立刻回答：是，大人，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陆云长很满意。王菲菲感觉有点不对，皱着的眉毛拧成一个一个川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陆云长，你竟然又套路我，你也太卑鄙！他的未婚夫啊，他有事儿的时候竟然不向着他，反而挖坑给他跳，这样的男人太坏了。他没想到陆云长竟然是这样的人，要知道陆云长这么不靠谱，他就不对他死心塌地了。县官大人，只要你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吗？陆云长高声问。县官竟然站起来给陆云长作揖，请陆公子放心，请碧水宗的所有弟子们放心，请碧水宗的宗主放心，这件事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了。陆云长满意的站了起来。县官恭送陆云长他们离开。陆云长，你不能把我放在这儿，带我一起走。王菲菲想去追陆云长，却被其他的衙役们给拦下了。衙役一左一右架着王菲菲的胳膊，王菲菲不但没法离开这儿，而且还被拖着往后走。王菲菲一路上大吼大叫：混蛋，你们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走出县衙的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相信不用等到秋后问斩，王菲菲已经死了，相信县官应该很快就会杀了王菲菲，免得夜长梦多。那么一点小事，我相信义子会把它办好。义子办事我还是相信的，只不过就是有点费钱而已。既然了却了一桩心事，不如我们先在县里玩玩再回去吧。我先去找一个好的酒楼吃饭去。陆云长他们到了公孙乐乐家开的酒楼分店，店里的伙计都认识公孙乐乐。小二一溜烟跑过来迎接：大小姐，你跟你的师兄们来吃饭呀？今天拿了多少位师兄啊？店小二知道碧水宗一共有50个弟子，今天怎么看都只来了一半啊，就按照25人的座位帮我们准备房间吧。公孙乐乐说道。大小姐，现在房间都已经预定出去了，但是花园里还有一个小亭子，大小姐愿意去小亭子那儿吃饭吗？小二问道。公孙了了没有自己决定，而是回过头去看向他的兄们，我们没有意见，在小亭子里吃饭应该不也不错，现在天色正好，在外面吃饭正舒服。陆云长他们都表示愿意在户外的小亭子里吃饭，于是店小二把公孙乐乐他们带到了后院。对了，不是建了一个走廊吗？走廊上好像也有一个小亭子吧，我们想去那里吃。公孙乐乐心血来潮地说。小二答应着，带着他们来到走廊。大牢里，几个女犯人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干草堆上，有的正在挖鼻孔，有的正在扣脚趾，有的正在给自己的头发里捉虱子。衙役把王菲菲带了进来，几个女犯人立刻就注意到了王菲菲。王菲菲被押进了大牢。老大，你看那个女人，她又回来了。真的是她啊，上次她大牢里待了2个月就出去了，现在怎么又进来了？长得挺好的呀。别想了，长得好又能怎么样？人家是住单间牢房的，你又没法近距离接触人家。哎呀，你们真是不要脸啊！在大牢里蹲久了，所以男女通吃啊。在大牢里待久了，犯人们多少有点不正常，这也是很多人害怕蹲大牢的原因。在大牢里不光是受苦，每天都要干很多活，吃不饱穿不暖，要被衙役们打，更重要的是还要被其他的犯人们欺负。这种欺负不仅仅是被揍一顿那么简单，很多时候还要以付出尊严作为代价。女犯人们以为这次王菲菲进来之后还是会被关进单间牢房，在这个大牢里，王菲菲算是最漂亮的女人了，女犯人们对她都有点非分之想。其他的女犯人都是重刑犯，有的要在牢里关10多年，有的要在牢里关一辈子。因为普通女人很少会犯罪，只有那些穷凶极恶的女人或者是被逼到绝路的女人才会犯罪，但是一犯罪就是重刑罪。正当女犯人们觉得可惜的时候，关押他们的牢笼的门被打开了，王菲菲站在门口，就是不愿走进去。进去吧你！女衙役在王菲菲的屁股上踢了一脚，王菲菲趴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其他的女方人们赶紧过去把王菲菲扶起来，立刻开始对她嘘寒问暖，一副非常关心她的嘴脸。王菲菲挣扎着站起来，做出凶狠的样子，冲着其他的犯人大吼：你们都给老娘滚远点，别碰我！
其他的犯人全都是一脸笑嘻嘻的样子，特别是其中打头的女犯人，长着一张四方脸，5大3粗，腰围有王菲菲的3个那么粗。老大，最好的东西当然是先让老大享用了。是啊，等老大享用完了，我们再享用。老大请。王菲菲有种不好的预感。女犯人摩拳擦掌，向她走了过来。我很快就会出去了。你们知道我的朋友是谁吗？我的朋友们是修士，上次就是他们帮了我，这次他们也会帮我。我朋友是碧水宗的人，你们听说过吗？碧水宗打败了凌霄宗，现在是大陆上的第1大宗派。王菲菲骄傲地说道。此刻她没那么害怕了。女犯人们算个屁啊！碧水宗的弟子们比女犯人厉害多了，所以作为认识碧水宗的人的她，根本就没什么好怕的。真的假的？你真的认识修士？女犯人们有害怕了，狐疑地问道。修士在整个大陆上都受到尊重，就算是修士成了乞丐，也受到尊重，没人敢欺负修士的朋友。女犯人们都不敢上前了，因为不能对修士不敬是大陆的普通人刻在骨子里的概念。而王菲菲自己而已是个修士，但是她修炼的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禁术，所以她平时都不会说自己是修士。修炼禁术的修士会受到所有人的鄙夷。王菲菲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你们去告诉陆云长，我在这儿等着他来救我，他要是不来，我就扒了他的皮。王菲菲双手抱在胸前，一副女主人的架势。在两旁的街道中间建了一座走廊，连接了街道两边的建筑。从走廊上可以看到街道两头的景色。街道的一头是碧水宗的青山，当然那座山很远；另一头是大海，当然也很远。近一点的地方就是繁华的街道。这条走廊不是专门用来走路的，而是让客人在上面吃饭，欣赏街道上的景色的。只不过现在刚刚建成，还没有投入使用。陆云长他们是第一批来这吃饭的人。几个人在走廊上坐下来，很快点的菜就上来了。陆云长看着街道上的风景，对公孙了了说道：“师妹，你家里人还真是会做生意啊，这个走廊修得真好，而且这个县城的财主多，想必这儿一旦投入运行，就会爆满吧？现在已经有人在预定了。”公孙了了脸上露出几分骄傲的表情。师兄，你猜猜这个走廊是谁提出并设计的？陆云长猛然回头看着公孙了了，既然公孙了了都这么说了，陆云长当然很快就猜到了。师妹，这是你提出并且设计的吗？公孙了了点点头。陆云长有义务把公孙了了夸了一顿。公孙了了非常高兴，虽然他从小到大收到过很多的夸奖，但是最喜欢被陆云长夸奖了。公孙了了很在意陆云长对他的评价，师妹真厉害啊，太有经商头脑了。就是啊，自从师妹帮忙照管碧水宗的产业后，碧水宗的收入增加了2倍呢，简直不敢相信啊！要是师妹早点来我们碧水宗，并且早点帮碧水宗管理资产的话，那么现在碧水宗早就发达了呀。师兄们对公孙了了简直赞不绝口，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师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头脑聪明，脾气也好，简直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完美大老婆。他们一边欣赏着街道上的风景，一边吃着美味佳肴。很快就听到了又吵架声音传过来，碧水宗的人都很八卦，全都好奇地趴在栏杆上往下看。酒楼的入口处有几个财大气粗的人正在大声喧哗。凭什么他们能上去吃饭，我们就不能？你们是不是搞歧视啊？我们上个月就定了位置了。是啊，你们当时也说了，等到桥建成之后就立刻通知我们上去吃饭，怎么着？现在让别人先上去吃了，那人比我们更有权势啊，是不是啊？财大气粗的几个人不依不然，肚子挺的都快顶到放量上的灯笼了。店小二急忙过来打圆场。不是的，几位老爷别误会啊，现在在那吃饭的是我们公孙家的大小姐和她的几位朋友。你们家小姐？你们家小姐和谁一起吃饭啊？小二恭敬的回答：我们家小姐和她的师兄们。几个富商顿时来了兴致。你们家小姐的师兄都是些什么人？是碧水宗的弟子，我们小姐现在是碧水宗的小师妹，是修士了呢。店小二十分自豪的说道。几个富商都互相看了一眼，心里都打着小算盘。修士啊，在这个大陆上，修士的地位最高了，不管有没有钱，一个修士都比富强地位高。即便那个修士只是一个乞丐，他的地位也比大陆上最有钱的富商要高。这也是为什么公孙了了一定要当修士的原因。当了修士后，可以让他们家除了有钱之外，更有名声，好的名声，高贵名声。富商们当然也想跟碧水宗的人扯上关系，以后就可说自己也认识修士了，那多有面子啊！是这样，我们想去跟你家小姐和她的师兄们打个招呼，你帮我们引荐一下。顺着拿出一个金币，店小二被吓坏了，这个金币他不敢收，连连摆手，可是富商非让他拿着。店小二一直往后退，撞到了身后的桌子上，一下子摔倒了。掌柜的急忙赶了过来：几位老爷，不好意思，我们小姐向来腼腆，不太喜欢见外人，这样几位老爷，改天几位老爷来的时候，我们请县里最漂亮的头牌姑娘来表演才艺，让几位老爷高兴，这样可好？几个富商听后脸上都乐开了花。你说的可是真的？本县青楼的头牌啊，那可是他们平时想见到见不到的啊，既然能让他们来表演才艺，他们还有啥不乐意的？当然了，到了他们这个级别的财主，对青楼的姑娘还是能放得下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公孙家财大气粗，要是公孙家的大小姐不想见他们，那他们为没办法，何不借坡下驴呢？几个富商终于离开了。经过这么一点小插曲后，陆云长他们坐下继续吃饭。你们是不是脑袋进水了？他如果真的有碧水宗的朋友，会跟你们关进同一个牢房吗？衙役拿着棍子站在牢房外面，大骂牢房里的人，骂了一通之后离开了。牢房里的人这下知道了王菲菲是在说谎，于是他们一起扑向王菲菲。王菲菲虽然也修炼过禁术，可是她2个月前被抓进来的那天开始就把禁术戒掉了。因为禁术虽然好用，
但是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她不想继续伤害自己的身体，而每一次用禁术都要提前伤害一遍自己的身体，然后有时候可以恢复，有时候很难恢复。所以王菲菲最近没用禁术，但是只要不用禁术，她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武力值，所以那群5大3粗的女人很快就把王菲菲给制服了。王菲菲这下没办法了，只能任人宰割。被宰割完了以后，王菲菲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了，但是她想多了。在牢房里待到第2天，王菲菲刚睡醒，牢房里就来了人。王菲菲出来！衙役大喊了一声。王菲菲顿时来了精神，我就知道我很快就能出去了。你们那些欺负过我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大牢里的其他人都被吵醒了，女犯人们从草堆里爬起来，他们还真有点害怕，但是衙役却冷哼一声：你想太多了，你以为是有人救你出去吗？我告诉你，不可能有人救你出去，你得罪的可是碧水宗的人，你也不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怎么可能有人会救你出去呢？你把一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给毒过去了啊！你太狠了！衙役生气地对王菲菲大声吼道，似乎是在生气对王菲菲的愤怒，但是其实他只不过是在找各个借口针对王菲菲罢了。他早就看王菲菲不顺眼了。上次王菲菲来大牢的时候，每次轮到他给王菲菲送饭，王菲菲都会吃得很差劲儿，有时候他还会偷偷地往王菲菲的菜汤里吐唾沫，然后看着王菲菲喝下去。王菲菲被带到了另一间牢房里，与其说这是牢房，还不如说这是刑房，是他们给不听话的犯人上刑用的。你们咋干什么？你能不能针对我？你们知道我说是谁吗？你们知道吗？我这个人睚眦必报啊！你们要是敢对我怎么样，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碧水宗的陆云长可是我的未婚夫，你们如果真的对我做了什么，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此刻的王菲菲大声地呼喊着，可是她依然被固定在刑架上。直到衙役拿起了鞭子。你真会做梦！我告诉你，他是绝对不会来救你的。你应该清楚自己是为什么进来的。我从没遇到过你这么执迷不悟的女人，你该不会觉得自己进来特别委屈吧？王菲菲还是不懂的样子，衙役们都懵逼了，他们也分不清楚这个女人是真的不清楚状况，还是装呢。按照常理来说，现在都已经是这种局面了，不可能搞不清楚状况。但是王菲菲就是一副她跟碧水宗的人很熟悉的样子，要不是他们亲耳听到过碧水宗的人说要求按照律法查办王菲菲，那么他们还以为王菲菲说的都是实情呢。衙役们也不想再跟王菲菲废话，直接就先给了王菲菲一顿鞭子，然后等到烙铁烧红后，就给王菲菲的脸上烙上了一个杀字。只烙上这一个字还不行，他们又给王菲菲的另一半边脸上烙上了囚字，这个字是补上的。这样的王菲菲的脸上就有2个字了，代表着罪犯里等级最高的一类，要被杀掉的一类。这样的罪犯要是逃跑的话，很快就会被抓回来，这样的罪犯在外面无法生存。王菲菲疼得破口大骂，她拼命挣扎，但是都没有用处，脸上还是被刻上字了。王菲菲这一下毁容了，她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的就是自己的脸蛋了。可是这一下一切都毁了，她再也没有美丽的容颜了，以后怎么获得别人的喜欢呢？陆云长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她，这一下更不会喜欢她了吧？就在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正在哭泣的时候，衙役们却都在笑哈哈。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残害了那么多的生命，早就应该被脸上刻字了。王菲菲心都凉了，她那么漂亮的脸蛋竟然被刻了字，陆云长还会喜欢她吗？不光是被打，脸上被刻字，衙役们还尽情的羞辱她。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算个什么东西？还幻想自己能嫁给碧水宗的人？就是啊，碧水宗的人怎么会看上你？人家碧水宗的人个个有本事，都是修士，而且长得都很好，你长得那么丑，人家肯定不会找你做老婆，给人家当外宅还得倒贴呢。真不知道你哪根筋搭错了，你为啥觉得人家一定喜欢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我们见过很多不要脸的人，但是还没见过你那么不要脸的人。老是幻想别人对你死心塌地，碧水宗的人肯定都拒绝你了吧？王菲菲想捂着耳朵，但是她双手都被绑住了。但是王菲菲向来就是不服输的性格，既然被贬低了，她就一定要对回去，她不会让人白白欺负。你们胡说，陆云长就是喜欢我，他一定会娶我过门。你们妒忌我，所以才在我脸上刻字。你们以为这样陆云长就会放弃我吗？不会的，他对我的心不会改变，他一定会找你们算账，你们就等着瞧好了。王菲菲有信心，她此刻十分坚定地相信爱情，相信陆云长一定会来带她走。她以前很物质，以为钱就是一切，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经历过刚刚的毒打、被刻字、被虐待，她这才知道感情的重要性。这一切对她而言都变成了有意义的，让她知道感情有多重要，让她成长。王菲菲刚刚还特别恨，觉得自己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但是现在她突然明白了，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虐待，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命运的眷顾。命运想让她知道，学会感恩，明白感情有多么重要。等她出去以后，一定跟陆云长好好过日子，她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了，绝对不会再惹是生非了。王菲菲再次被送进了大牢，其他的女犯人都围了过来。女犯人之间的头目，那个方脸的粗壮女犯人十分心疼王菲菲，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弄成这样了？太过分了！方脸女犯人忍无可忍，冲到牢房门口，冲着外面大声喊道：你们不就是些衙役吗？凭什么欺负人？这天下还有没有公道？还有没有王法？其他的女犯人全都拉着他：老大，你少说2句吧，人家可是衙役，小心他们过来揍你。有的女犯人劝诫方脸女犯人，但是方脸女犯人根本不听。她此刻突然有了无限的勇气，要为王菲菲讨回公道。但是王菲菲并没有感动。
你们就不能随便欺负犯人？他要是做错了，会有律法惩罚他，但是你们没有那个资格。你们要是再对王菲菲动刑，我不会放过你们。方莲女犯人大声喊道。其他的女犯人们都醉了，让方莲女犯人别喊了，不然他们也会跟着遭殃。但是方莲女犯人就是不听。这个时候，一个女犯人在方莲女孩耳边小声说道：“你自己也说也欺负过王菲菲吗？她不同意你欺负她的时候，你可没停手啊！你要是不同意，衙役们打王菲菲，也就等于承认自己欺负了王菲菲啊！”方莲女犯人虽然有点听不懂，但是大受震撼。这个时候，王菲菲生气了：“你们那些混蛋，就算是为我讨回公道，又能怎么样？你们怕什么？衙役们今天这么对我，明天就会那么对你们。你们今天做事不管，明天谁又会管你们呢？”方莲女犯人一听，觉得还是王菲菲说的有道理啊，于是再次为王菲菲讨回公道。但是正因为这样，衙役们走了过来，方莲的女犯人并没有退缩。女衙役们打开牢房，让方莲女犯人出来，但是方莲女犯人不敢出去，她以为自己在牢房里就是安全的，要是衙役走进来抓人，愤怒的手下们便会一起都打衙役。只是她想多，衙役们见她不出来，果然冲进来抓人，只是并没有人殴打衙役们，相反，其他的女犯人全都躲得远远的。方莲女犯人被抓了出去，其他的女犯人全都小声地议论着：“老大中邪了啊，今天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正义？”“就是啊，老大平时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儿啊，今天竟然为别人讨回公道，老大肯定是脑袋抽筋了。”女犯人们都觉得方莲女犯人这次太蠢了。过了很长时间，方莲女犯人才被放回来。方莲女犯人被打了一顿，全身都是伤。方莲女犯人趴在地上，其他的女犯人想把方莲女犯人移动到草堆上，那样方莲女犯人也会趴得舒服一点。但是女犯人却让手下们把王菲菲搬到草堆上。女犯人十分关心王菲菲，但是其他的女犯人都不想管王菲菲。“老大，你管她干啥呀？要不是她，你也不会被打呀。”但是方莲女犯人却一下子就生气了：“我被打是我的事儿，关她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是我的手下，都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我让你们把王菲菲搬到草堆上，你们听见了没有？”其他的女犯人只能听她的，谁叫她是老大呢？但是在搬运王菲菲的时候，他们留了个心眼，故意碰到王菲菲的伤口，这样王菲菲就会疼得哇哇大叫，方莲女犯人就会心疼。“你们能不能轻一点？”方莲女犯人生气的大喊：“老大，要不还是别管她了，让她自己趴一会儿缓缓劲儿吧。”其他的女犯人也说：“王菲菲她金贵了，一碰就会这儿疼那儿疼，还是先别动她比较好。”但是王菲菲却生气了：“你们轻一点不就行了吗？你们都是故意的吧？是故意弄疼我的是不是啊？就你们的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要是再弄疼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王菲菲可是个聪明人，她很敏感，知道别人是在针对她。既然王菲菲都那么说了，那么方莲女犯人当然向着王菲菲说话，赶紧让其他的女犯人手脚轻一点，别弄疼了王菲菲。王菲菲终于被搬到了草堆上，这一下王菲菲总算是舒坦一点，毕竟草堆可比地面柔软多了，刚才趴在地面上，她被割得全身疼。方莲女犯人也被搬到了草堆里，这下方莲女犯人和王菲菲靠得很近，只要方莲女犯人往前探探脑袋，就能跟王菲菲脸碰脸。方莲女犯人很满意这个距离，是她特意让手下们把她放在这儿的。但是王菲菲却十分厌恶，她本来就讨厌方莲女犯人，因为在她里的第一天，方莲女犯人就曾经侵犯过她。王菲菲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她当然放过方莲女犯人，但是现在身上有伤，她还不能对方莲女犯人下手。方莲女犯人还有被利用的价格，她要先控制住方莲女犯人，让大牢里的人都听她的话，然后再干掉方莲女犯人。等到时候她身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施展从隔壁岛国絮到的秘术，能帮助她成功的打败大牢里的其他女犯人们。虽然她已经不打算使用秘术了，因为使用秘术对她的身体造成损害，会让她快速变老。但是现在情势所迫，她必须成为这里的新老大，不然的话还是会被欺负。她不想再被欺负了。菲菲，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护着你的。方脸的女犯人说道。她现在十分坚信，她已经喜欢上王菲菲了。虽然这种事情与礼法不合，但是她一定会坚守自己的内心。不管怎么样，她都不会辜负王菲菲。方脸女犯人把自己感动了一把，但是王菲菲却被恶心坏了。王菲菲真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方脸女犯人，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陆云长他们已经回到了碧水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一个新厨子。至于旧厨子，他们已经把大厨两口子送进了衙门。大厨的老婆可能会无罪释放，那样的话就可以继续养着他们的小孩，所以不用大厨的小孩担心。至于大厨，应该会被问斩吧。陆云长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大厨，因为那都是大厨自作自受。他们已经贴出了告示，要找个新厨子，但是从外面找的厨子，他们还是有点不放心。这2天都是公孙乐乐家的厨子过来帮忙做饭，碧水宗的师兄们都想留下公孙乐乐家的厨子。公孙乐乐问过厨子，厨子倒时没什么意见，全都听小姐的安排。公孙聊聊表示，要是最近几天找不到合适的厨子，他就把自家的大厨留下。还有，我们应该去山下的衙门，把我们上次给县衙的金币要回来。没错，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把金币要回来。现在我们已经靠着自己的能力给我们自己洗刷清白了，而且案子又不是从他的县衙办的，凭什么给他送礼啊？送礼也就罢了，但是他们要的也太多了啊！师兄们都不服气，不光是师兄们不服气，就连陆云长都不服气。他也不想让人那么赚自己的便宜，所以那个钱必须要回来。在碧水宗玩了几天，他们已经准备去县衙里要钱了，
结果县衙里的先派人过来了。上次你们欠县衙的钱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啊？师爷亲自过来了。陆云长直接就懵逼了。我们什么时候欠县衙钱了？上次你们资助了我们县衙一些金币，不是说好了过几天就把剩下的给我们吗？怎么这么多天过去了都不提那事儿了？师爷似乎有点不高兴了。靠了，陆云长还不高兴了呢。哼，我们给你们钱是我们想给才给，不是说你想要我们就给，跟不上我们非给补课。怎么，师爷的意思是给你们钱反而是我们责任了？师爷瞥了陆云长一眼，似乎是没想到陆云长竟然不买账，但是他并没把陆云长放在眼里，因为师爷觉得陆云长只是一个半大孩子，一个小角色而已。要不是觉得陆云长好骗，他真是都懒得跟陆云长说话。但是显然陆云长这个混蛋没那么容易对付，于是师爷想给陆云长一点压力，让陆云长害怕，那样陆运就会乖乖的把剩下的钱给交出来了。其实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还，把你的师傅叫出来。师爷严厉的说道。陆云长就呵呵，现在我们碧水宗主要就是我做主，我们师傅不管那些小事儿。师爷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小事儿？你觉得那么多钱是小事儿？对你们来说那些钱很多了，但是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师爷觉得陆云长是在说大话，但是碧水宗有钱更好，他们县衙就能多要点钱了。既然这样，你们就赶紧把剩下的钱付清吧。拜托大叔，你说什么呢？就算是那些钱对我们碧水宗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凭什么把钱给你啊？大师兄觉得好笑，其他的师兄们也都撇撇嘴。师爷生气的站了起来，他都亲自来要钱了，这群小混蛋竟然不给他面子。他用手指着陆云长，指甲很长时间没剪过了，有3寸长，跟老妖精似的。你敢不给我钱，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县官老爷有的是办法对付你，有成千上万种方法让你求饶。你最好现在乖乖的把钱交出来，不然的话就抓你去坐牢。对师爷来说，那些钱是陆云长应该给的，若是陆云长不给，那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曹你恩，是不是我们碧水宗的弟子们太好说话了，所以你觉得我们好欺负？告诉你，那些钱我们不会给，不但不会继续给你们钱，就连以前给你们的钱，我们碧水宗也决定要回来。陆云长也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跟师爷对峙。师爷没想到陆云长竟然难缠到如此程度，而且陆云长最讨厌有人指着他。陆云长一下子抓住师爷的手腕，只听见咔嚓一声，师爷的手腕断了。师爷疼得啊呀大叫。碧水宗的弟子们都冷淡地看着这一切。师爷捂着手腕，疼得额头上直冒冷汗。行，你给我等着，等我回去告诉大人，他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上次你们被抓受的苦还不够啊，这次一定会让你们受足够的苦。师爷终于离开了，师兄们都欢呼起来，因为这才打败了师爷，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县官应该不会放过我们，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没错，以后不管是出门还是干什么都小心一点，要是出门的话，最好好几个人一块，不要单独出门了。县官应该会派人来抓我们吧？谁知道呢？反正嫌我们暂时打败了衙门。哈哈哈！公孙乐乐说道：“师兄，不如趁着这几天有空，去把碧水宗原址的村民接来，让他们在碧水宗山下住吧。”陆云长点点头。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山下村子里的水源已经被污染了，如果村民来住，饮水问题怎么解决？陆云长也犯了难，他也不知都该怎么解决村子里那口有毒的水井。陆云长他们决定再到村子里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用来解决村子里的有毒的水井。陆云长他们来到是山下，围在有毒的水井旁边。陆云长想起来该怎么解决了吗？叶灵问道。陆云长摇摇头。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来系统音，可把陆云长给高兴坏了。咋的？系统里有什么东西能治理被污染的井水不成？果然，系统告诉陆云长有能配置解毒药水的房子，问陆云长买不买。买，多少钱都买。陆云长财大气粗地说道。他就不信了，一个方子还能多贵？而且自从上几次他差点信任值不够用后，就一直在努力的积攒信任值，可以从系统里兑换很多好东西了。最后陆云长用2000信任值买下了方子，本来想去抓药，结果方子到手后他傻眼了，都是现代化学公式。开什么玩笑，那些化学公式他一个都看不懂啊。系统能不能把上面写的药水直接卖给我，然后再给个视频的啥的，手把手的告诉我该怎么调配。方子上的公式我直接就看不懂啊。可以，一共2000金币。陆云长又花了2000个金币，这样一共就花了4000个金币了，应该可以制作好治理被毒药污染的井水了。但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化学能力。陆云长在现代的时光中，上学的时候成绩最差的就是化学。他以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对化学的理解应该可以有所提升，但是对照着视频，他还是无法成功调配出药水。陆云长真是服气了。这个时候，贴心的系统音再次在他脑袋里响起：我们有做好的药水，现成了，只需要3000金币。兑换？不兑换？此刻陆云长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什么情况？有调配好的药水，却一开始卖给他方子，然后卖给他各种药剂，让他自己调配。如果他能抓住系统的话，一定狠狠地揍系统一顿。可是现在他只能微笑着问道：请问你刚刚为什么不直接说有现成的药水？而且现成的药水竟然更便宜？请问系统，你是在逗我吗？系统不要脸的嘿嘿一笑。宿主可以把不需要的东西重新卖给系统，只需要出少量的折损费用而已。陆云长这是第一次领教系统的不要脸，但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需要那个药水，
只能把方子跟还没用上的药剂都卖给了系统，重新拿回了3000金币，用这个3000金币买了药水。师弟，那是什么？师兄们看到陆云长手里突然多了一瓶药水，正在往水井里倒，都好奇地问道。这个是可以让井水变得没有毒性的药水。陆云长说道。其他师兄们都很惊奇，没想到陆云长竟然有那种神药。等把药水都倒在井里，过了一会儿，陆云长从井里打了一桶水上来，然后喝了一口。怎么样啊，小师弟？其他的师兄们都焦急地问道。陆云长点点头，没事了，可以让碧水宗旧址的村民们搬过来了。陆云长喝了水以后，一点事儿都没有。系统果然没有骗他，只不过一下子坑了他1000个金币。陆云长真的想骂系统，但是他忍住了，下次学得聪明点就行了，这次就不跟系统计较了。毕竟系统里很多十分有用的东西还是很便宜的。再说了，陆云长现在也没空跟系统计较，这事儿他先记下了，等以后有空了再说。陆云长他们赶到了碧水宗旧址下的小村子，周倩正在照顾他的黄瓜。你们怎么来了？周倩一看到天上下来那么多碧水宗弟子，就迎了上来。村子的人也都出来了，所有的女孩子看到碧水用的弟子时候，都眼里冒星星。有的村民敲着盘子大喊：碧水宗弟子来了，碧水宗弟子里了，碧水宗弟子来了，大家伙快出来啊！你们可以开始搬家了，去碧水宗的新址山下。哪儿的小村子我们已经清理过了，陆云长他们已经花了找了人清理碧水宗的山下的村子。那怎么好意思呢？我们自己过去清理就行了。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又能去碧水宗山下住了。不管住在哪儿，我都想住在碧水宗山下，那样我心里才踏实。村民们都很高兴，周倩也很高兴。你们留下吃个饭再走吧。村长赶了过来，村长是个白胡子老头，十分热情，已经招呼其他的村民开始做饭。陆云长点头答应了，反正他们现在也是闲着，在这而吃个饭玩一会儿也挺好。周倩，你最近怎么样啊？是啊，我们都很惦记你呢。师兄们围着周倩。公孙乐乐小妹妹，你最近怎么样？周倩很喜欢公孙乐乐，公孙乐乐也挺喜欢周倩。两个女孩子虽然没见过几次面，但是都会对对方有好感，觉得能成为好朋友。叶灵在一旁看着周倩跟公孙手拉手的样子，心里觉得有点膈应，好像她被抛弃了一样。幸好叶灵向来喜欢独来独往。村长家里很快就做好了饭，村长家里坐不开整个碧水宗的人，于是就把他们全都在村里的祠堂里吃饭。平时村里人聚餐的时候都是在祠堂里吃饭，因为祠堂里地方大。村长端着酒杯向碧水宗的人敬酒，他们是按照师兄弟的排位做的，大师兄坐在村长的旁边。虽然在碧水宗陆云长说了算，但是他这个时候也没争没抢，安安分分地坐在桌子的最末端。陆云长并不在乎这些表面上的虚荣，其实大师兄也不在乎。之所以那么做，就是因为那样比划方便，不用跟外人解释什么，节省很多口水。村里做的饭菜跟碧水宗的差远了，虽然都是大鱼大肉，但是都是家常的做法。这个年代的普通人做饭都那么好吃。不过陆云长他们还是吃得很开心，毕竟这是村民们的一番好意，而且食材都够新鲜，所有的菜都是刚从地里摘的，鸡鸭肉都是刚杀的，比碧水宗的食材还新鲜。因为碧水宗新址下的村子没了，所以最近碧水宗吃饭的食材都是大厨去外边买回来的，一次性买2-3天的食材，新鲜程度怎么能跟这儿的比呢？非常感谢你们碧水宗的人，让我们这些原本无家可归的人有了住的地方，能过安生日子。村长不断地向大师兄敬酒，其他的师兄们可以不喝，但是大师兄必须喝。大师兄那人本来就不喜欢喝酒，他只想吃菜，可是村长和村民们敬酒，他不能不喝。早知道就让小师弟坐在这儿了，让18师弟坐在这儿也行，18师弟酒量好。可是现在换座位的话，村长会觉得我不给他面子吧？大师兄后悔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喝。公孙妹妹，你最近修炼的怎么样了？周倩和公孙聊聊坐在一起，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还好，公孙乐乐回答，我本来就是天灵根，修炼对我来说还算是毕竟容易。公孙乐乐笑着回答。周倩十分羡慕，她自己不能修炼，如果能的话，她也想去碧水宗。碧水宗的人都挺好，在碧水宗肯定能过上她想要的日子。周倩想要一个能一路往上的道路，起点不一定要多么高，但是在那条路上走的时候，她能一直进步，最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惜她在这个世界中只是个废物一般的存在，没办法修炼，只能做个普通人。要不是周倩心眼大，可能在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疯了。那还不算什么，更加让人受不了的是，同为穿越者，陆云长有系统，他没有，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受不了，一定会质问命运为什么不公平。周倩却大大咧咧地接受了，按照他的说法了，就算是他不想接受也没办法。他现在有了娘亲，能跟娘亲一起过日子，不用像以前一样吃苦受累，吃不起饭就挺好了。知足才能长乐。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1个时辰就过去了。这顿饭中午吃完了，陆云长他们都吃得饱饱的，唯有大师兄没吃饱。没办法，过来敬酒的村民太多了，他只能应对，没多少时间好好吃饭。吃完饭，村长请他们看戏，是村里人已经演的大戏。一开始陆云长他们都以为那些大戏肯定没意思，但是看下去才知道，那些大戏比秀才们读的经典典籍好多了。经典典籍都是些大道理，但是大戏使用讲故事的方式，演绎出一个人平时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告诉人们该怎么解决那种棘手问题。陆云长他们一直待到很晚才回碧水宗，而他们看戏的时间里，村民们也没闲着，都在家里收拾东西。第二天，村民们就开始搬家了，一觉搬了5-6天才搬完。周倩心里特别高兴，虽然她不能住在碧水宗里，但是住在碧水宗的山下也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心里特别踏实。公孙了了经常下山找周倩，
两个人一起出去玩。公孙了了已经学会了御剑飞行，带着周倩去了周倩以前住过的县里逛街，毕竟这里更加繁华一些。两个人吃着糖葫芦在大街上转悠的时候，周倩突然发现告示，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公孙妹妹，你快过来看啊，这个人不就是王菲菲吗？公孙了了急忙走了过去，告示上画着一个女人的头像，果然是王菲菲。王菲菲明天会被斩首，真快啊，还以为会秋后问斩，看来那些钱都没白花，县官收了钱后果然很办事儿。公孙了了喃喃地说道。周倩赞同的点头。你们花了多少金币？周倩好奇地问道。公孙了了毫不在意地回答，只不过花了50个金币而已。周倩十分吃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哪，50个金币那么多啊！对周倩来说，50个金币已经是天价了。她只有在梦里才会幻想自己拥有那么多钱。原来当官那么好啊！周倩也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以后能当个官僚。不过这个年代好像女人不能当官吧？而且她也不是学习的材料。想到这儿，周倩有点沮丧。怎么了？公孙乐乐问道。周倩把刚刚已经的所思所想告诉了公孙乐乐。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师兄们正在商量着要把咱们县里的县官拉下马来，然后找一个新县官上去，你倒是挺合适。公孙乐乐笑眯眯地说道。我是个女的，而且学习不好，考不了功名，我倒是想当县官，可是我当不上啊。公孙乐了却笑了起来。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当县官不用考功名，只要在当地有威望就行了。周倩更加无奈了。那就更不行了，我在当地毫无威望。那个完全不用担心，有碧水宗帮你背书，你很快就有威望了。公孙乐乐轻松地说道。他们公孙家已经通过运作，让3个人里蹲了8年，还有2年时间就可以出去了。他马上就要重获自由，但是为了王菲菲得罪了衙役，他把一个衙役的脑袋开了瓢，所以被判了问斩。但是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是真的喜欢王菲菲，愿意跟王菲菲一起死。什么情况？王菲菲勾引了一个女人？王菲菲还真是让人佩服，走到哪勾引到哪，甚至不在乎对方的性别，太豁得出去了。碧水宗的弟子们惊讶之余，纷纷议论：不是的，你们别听他胡说，我心里只有陆云长一个人。王菲菲激动地大喊。王菲菲想向陆云长证明自己的清白，她从没变心过，一直喜欢他。但是陆云长根本就不在乎那个，他只希望王菲菲别搭理自己。王菲菲越是想在他面前表现什么，陆云长越是觉得讨厌。奇怪了，他咋有种自己成了渣男的感觉？他没干什么坏事啊，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不起王菲菲，而且他并没有玩弄万菲菲的感觉，都是王菲菲在想倒贴他。吉时已到，斩立决！县官一声令下，王菲菲身后的牌子被抽了下来，扔到地上，刽子手举起大刀。即便到了此时此刻，王菲菲还是不死心，希望陆云长能救自己。奇葩的10当大刀落在他脖子上的那一瞬间，他终于开始后悔了。王菲菲突然感觉一阵绝望，她知道陆云长不会救她了。原来陆云长说不喜欢她都是真的，不是欲擒故纵。原来他什么都不是，原来一切都是他自作多情。但是现在明白那些都已经太晚了。王菲菲跟方连女犯人的人头落地，周围那些平民商贩里竟然又开始鼓掌。陆云长表示很惊讶，这种时候就算是不表现出很悲伤同情的状态，也不用鼓掌吧？放眼看去才知道，鼓掌的人都是曾经被王菲菲坑过的人。王菲菲被斩首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王菲菲会冒出来恶心人了。碧水宗的人都怕了王菲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10-20年，还是第一次遇到王菲菲那种人，明明那么普通，还那么自信。你要是说她不上进吧，她比谁都上进，想方设法达成自己的目标。你要是说她上进吧，她明明可以修炼，但是只靠禁术当过几天杀手，往后就把修炼的事儿都给荒废了。以后王菲菲就是我们的反面教材，千万不能做王菲菲那种人。陆云长喃喃自语。碧水宗的其他人都答应着，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认真。小师弟你放心吧，我们不能白白被王菲菲恶心一回，肯定要回点心眼啊。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做人，坚决不能做王菲菲那种人。就算是我以后只能当一个平凡人，也不能像王菲菲一样不要脸的去争抢不是她的东西。所有的师兄们都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连公孙了了都点点头，但是只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如果想要什么就去追求，不管结果怎么样，起码你努力过，总比害怕成为王菲菲就束手束脚的强。叶灵抱着双臂，侧着身子，高高的昂着下巴。其他的师兄们面面相觑，认真的想一想，觉得叶灵说的也有道理。陆云长同样点点头。叶灵虽然有时候得理不饶人，但是有时候也挺励志的。砍头已经砍完了，有人在打扫断头台上的血迹。过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散了，陆云长他们也离开了刑场。这几天正好闲着，碧水宗的弟子们都是好玩的天性，他们决定先观光再回去。一大帮子人吃这糖葫芦，正在大马路上溜溜达达，结果遇到一群同样出来溜达的人，对方也穿着修士的袍服。陆云长认出了对方是昆仑宗的人，上次碧水宗跟凌霄宗大战的时候，双方见过面。昆仑宗的弟子比碧水宗的还多，但是大马路一共就才那么宽，两拨人迎面遇上了，谁都不想主动让开。哼，你们碧水宗现在能耐了，好狗不挡道，懂不懂啊？赶紧给我让开！昆仑宗的大师兄十分嚣张。没办法，谁让我们小师弟是你们宗主的爹呢？我们想不能耐都不行啊！碧水宗的大师兄对了回去。上次还是在碧水宗跟凌霄宗的大战后，昆仑宗的宗主当着自家弟子的面跟陆云长叫爹，这个不管是碧水宗还是昆仑宗都听见了。那件事儿也成了昆仑宗之痛。即便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一提起那事儿，昆仑宗的人还是觉得丢人。你给我闭嘴！我们师父只是跟你们开个玩笑，逗逗你们罢了。
你还当真的了？告诉你们吧，你们整个碧水宗的人比我们师傅提鞋都不配。昆仑宗大师兄的唾沫星子蹦到了碧水宗大师兄的脸上。哦，这样，那行啊，有本事让你们宗门出来，然后让我们小师弟叫你们师傅一声爹，那我就信了你的话，不然你就闭嘴吧。论打嘴炮，碧水宗的人还从来没输过。哼，真是笑话。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说让我们师傅出来我们师傅就出来吗？告诉你，你不配。昆仑宗的人已经开始胡搅蛮缠，把大师兄气得够呛。陆云长却心情淡然，因为他知道跟疯狗没什么好说的。要是放在陆云长前世看过的网文里，他此刻早应该上去放狠话了。可是他又没那么傻，不想跟昆仑宗的人浪费唾沫星子。我们走吧，大师兄，去酒楼听曲儿多好啊，不比在这儿听人聒噪强。陆云长拍了拍大师兄的肩膀，但是大师兄气不过呀。小师弟啊，他骂了我就得骂回去，不然我不就吃亏了吗？大师兄嘴巴都干了，正想找个茶楼坐喝杯茶呢，可是吵架还没吵赢，他现在找茶楼坐着，不就等于是认输了吗？所以大师兄忍住了。拜托大师兄，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一只蛆，你会把它踩死吗？陆云长的话让大师兄幡然醒悟。对啊，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如果在路上遇到一起蛆，他不但不会把蛆踩死，反而会绕道走。那现在怎么不行了？现在他面前站着，那不就是一只蛆吗？而自己还跟他在这里吵，多像厕所里那群争屎吃的蛆啊！这么一想，大师兄顿时悟了。他看得跟昆仑宗的大师兄争吵了，跟陆云长他们一块喝茶去。昆仑宗的人还以为碧水宗的弟子们害怕，都在起哄。碧水宗的弟子们懒得搭理昆仑宗的人，可是昆仑宗的人像是苍蝇一样跟在他们身边。哈哈，我就知道你们害怕了，没人敢跟我们昆仑宗的弟子斗。自从凌霄宗完了以后，我们昆仑宗就是大陆上最强的宗派。以后见到我们都低调一点，别装得跟大尾巴狼似的。你们碧水宗也要进步啊！对，碧水宗现在怎么不要紧，不代表以后也那个德行。你们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别气馁啊！昆仑宗的人还在逼逼赖赖，大师兄他们实在忍不住了，但是一想到对方是蛆，又不好跟对方争辩。其实不光是大师兄，陆云长也忍不住了，周围老是有疯狗叫唤，让人很反感。陆云长直接一拳头砸在昆仑宗大师兄的鼻子上，这一拳用了全力，陆云长的手都被震麻了。昆仑宗的大师兄鼻子流血，整个人愣在原地，他此刻无法动弹，因为鼻子太酸了。你没事吧？你的鼻子怎么了？碧水宗的大师兄十分关心昆仑宗的大师兄，用手去捏了一下昆仑宗大师兄的鼻子。啊，那酸爽，简直了！昆仑宗的大师兄嗷嗷乱叫，鼻子酸的整张脸都麻了。碧水宗的人哈哈大笑，昆仑宗的弟子们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冲上去跟碧水宗的人打架。你们有毛病吧？就凭你们也想跟我们对打？你们没那个资格。虽然嘴上那么说，但是陆云长手上没闲着，又给了昆仑宗的大师兄一拳。昆仑宗的大师兄彻底怒了，碧水宗的人把昆仑宗的人按在地上摩擦，让昆仑宗道歉。虽然昆仑宗的人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只好向碧水宗道歉。太没有诚意了！既然你们如此没有诚意，那就给我们磕头！碧水宗的大师兄踩着昆仑宗的人，有本事放开我们再打一场。昆仑宗的人不服气，碧水宗的人当然没那么傻，他们没有放开昆仑宗的人，就把他们给打了一顿。你们这群废物以后见了我们得叫爷爷，别忘了你们的宗主跟我们小师弟叫爹爹，所以你们都比我们矮2倍。哎呀，他们肯定不会叫的，他们可是一群有自尊心的人啊！我决定尊重他们的选择，所以再把他们打一顿吧，那样他问教的会心甘情愿一点。碧水宗的师兄们都没想到47师弟会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就连陆云长都十分赞同。于是他们又把昆仑宗的人打了一顿。当天在街上逛街赶路的人都见识了壮观的一幕，100多个人跪在地上叫另外50来个人爸爸。又是哪2个宗门在打架？哦，是碧水宗跟另一个宗门不认识，是昆仑宗，真是自不量力，竟然敢跟碧水宗的人打架。两拨人刚刚打得太热闹了，比过年舞狮子的还热闹。周围的人都在议论着，但是碧水宗的人并未在意，他们在意的只是昆仑宗的人叫爷爷的声音太小，把昆仑宗的100多号人打了3-5遍后，他们终于能满意的听到昆仑宗的人喊爷爷了。我就搞不明白了，你们为啥那么贱？就不能一开始就好好喊爷爷吗？以后可不能再那样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生就是被打，懂了吧？陆云长好心的提醒昆仑宗的弟子们，昆仑宗的弟子们赶紧点头答应的，现在只要能放了他们，让他们做什么都行。碧水宗的弟子们心肠软，又把昆仑宗的弟子们打了一顿，然后让他们滚到了。但是昆仑宗的人已经爬不起来了，碧水宗的人却找到一家茶楼进去喝茶听曲，好不快活。刚刚打人的时候费了点力气，过会儿能多吃2碗饭。我突然发现我们能在打架中增强自身修为，而且打架比单纯的修炼有趣多了。为了让我们的修炼不那么枯燥，以后我们就找其他宗门的人打架吧。那个提议却被陆云长拒绝了，要把其他宗门的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们会惹上事端，到时候处理那些事端太麻烦了，没必要为了一时痛快给自己惹上麻烦。麻烦那种东西，但惹上了就会接踵而至，跟鼻涕一样很难甩掉。再说了，他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从县官那儿把钱要回来，然后把他拉下马，只不过填补谁上去呢？我们现在需要赶紧物色一个人，等把县官拉下马之后推那个人上去。陆云长的话刚说完，公孙乐乐就推荐了周倩，我觉得他很合适，他也算是我们的人，而且精力充沛，为人正直，人还有能力，
让周倩当新县官再合适不过了。公孙了了跟周倩赶请和睦，公孙了了觉得周倩完全能胜任县官的工作。呵，你说的那些根本不够放县官的标准，还有周倩动不动就脱衣服勾引男人，我觉得她跟被杀头的王菲菲没什么关系，太好了，肯定有臭味相同的心意。叶灵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公孙了了一听就不乐意了，你太过分了吧？你怎么能说她动不动就在男人面前脱衣服呢？她什么时候在男人面前脱衣服？公孙了了据理力争，哼，上一次你不在的时候，周倩在师兄们面前把外套给脱了，只穿里面的里衣，你可以问问陆云长是不是？叶灵没有说谎，在他们面前脱衣服那事儿，周倩确实干过，而且还干过不止一次。其实她也不是故意的，只是不小心忘记了这是在古代。在现代，别说穿着长袖子长裤腿的里衣了，穿短袖 T 恤超短裙都不算啥，在沙滩上还能随处可见穿着比基尼的美女。所以在陆云长眼里，周围因为天热脱衣服根本就不叫事儿，而且脱得太少了，要脱就大大方方的脱，像是在沙滩上晒太阳一样，直接比基尼出场。我觉得没什么，作为女孩子不应该被规矩束缚。这件事情评判的标准在于内心的想法，还有周为男生对她的看法。周倩是因为天热才脱衣服，又不是为了勾引男人才脱衣服，以她的美貌想要勾引男人，还不是手到擒来，用得着脱衣服吗？再说了，作为我们这些目击者，我们的心里全都一片正念，没有丝毫邪念，我们并不觉得周倩那么多伤风败俗。陆云长直接植入了一套价值观，公孙了了和师兄们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小师弟简直说到了我的心坎，当时周倩脱衣服的时候，我的确心中毫无杂念，而且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升华。我也是，肯定是因为我定力太强了的原因，我竟然没有丝毫激动。不就是脱个衣服吗？再正常不过了，我要是能娶个那样的老婆就好了。周倩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女孩，我相信她并没有坏心思，如果她对我有非分之想的话，那更好，我就可以追她了。师兄们也并不在意。叶灵惊讶了张大嘴巴，没想到师兄们都是这种反应，甚至觉得没什么，似乎显得他叶灵太小心眼了。拜托，你们以前也说王菲菲是个好人，你们忘了吗？叶灵提醒师兄们，师兄们没话说了，因为他们当时确实到了这个错误，把王菲菲当成一个好女孩了，所以后面王菲菲才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碧水宗。王菲菲是王菲菲，男士故意勾引别人，周倩只不过是因为天热，所以才脱了衣服。我建议以后天热的时候大家一块。而脱衣服，还有千万别把两个人搞混了，他们可不一样。陆云长坚定地站在周倩这边，师兄们他们都相信陆云长的眼光，因为当初小师弟坚决反对王菲菲，事实证明小师弟是对的，所以这次师兄们选择相信小师弟。叶灵懒得管他们了，他一直觉得碧水宗的那些师兄们有点笨，老是搞不清状况，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笨还那么自信？他们一边嗑瓜子一边听唱大戏，唱戏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化妆后比女孩子还娇嫩，简直比《红楼梦》里的柳湘莲更美。幸好陆云长对男人不感兴趣，所以懒得在那个戏子身上花钱。我本来就会像其他的达官贵人一样，为了戏子一掷千金，真是太可惜了。如果唱戏的是个女孩子就好了，我也是那么认为的。我本来还想打赏2个金币呢，结果戏台上的是个大老爷们儿，你说膈应不膈应？我来就是看美女的，又不是听戏的，干啥找个男人在上面唱？师兄们也都很有意见，可是周围的客人让他们闭嘴，说他们没有审美，男子唱女子的戏份才最独特。陆云长他们决定换个地方，去酒楼听曲子，还能一边吃饭一边听曲子，比在这听大戏强多了。他问站起来刚要走，却有人先他们一步站起来，冲上戏台子，对着男戏子真情表白。陆云长他们没想凑那个热闹，可是戏子为了躲开追求者，指着碧水宗的二师兄就说道：“他是我相好。”他看出来他们都是修士，追求者肯定不敢把修士怎么样，顶多只能吓唬一下普通人而已。果然追求者看着碧水宗那么多人，顿时软了，灰溜溜的离开。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二师兄身上，二师兄当时正在往外走，所以不知道戏子指着他的后背，只是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让他觉得毛骨悚然。有几个人站起来拦住了二师兄的去路，拦路的都是几个财大气粗家里有背景的人，他们自认不怕碧水宗。原来王老板的相好就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王老板身上砸了不少钱，你在他身上砸了多少钱？你凭什么能成为他的相好？就因为你那张小白脸吗？二师兄一开始还讨厌那几个拦路的人，但是此刻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二师兄简直心花怒放。他也成为小白脸了吗？他有那么帅吗？大师兄他们不服气，二师弟你别得意，那些人审美不好，你怎么可能是小白脸呢？我们才是啊！师兄们争论起来。陆云长却很淡定，他有自信自己才是那种最帅的小白脸。行了，告诉你们，我们不怕你们，不管你们是哪个门派的修士，我告诉你，离王老板远一点，以后再让我们知道你跟王老板在一起，别怪我们不可怕了。碧水宗的人怎么会害怕这种危险？但是二师兄还是点头答应了。你们放心吧，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都不知道你们在说啥，更不知道你们口里的王老板是谁。拦路的人面面相觑，把王老板的光辉身份介绍了一遍。王老板是整个大陆都非常有名的戏子，有太多的人想要接近王老板，王老板长得太帅了，男女通杀。碧水宗的人们这才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是场误会啊！你们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我跟王老板以前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为啥王老板说我是他的相好，有可能是他认错了，也有可能是他一厢情愿，反正我对他绝对没那个意思。二师兄实话实说，十分真诚。大师兄们都点头，为二师兄作证。他们这些是兄弟，基本上干啥都在一块行动，所以二师兄不可能有时间跟王老板搞上。可是听在别人耳朵里，
却觉得二师兄是在吃了便宜还卖乖。反正拦住二师兄的那些人，个个气得脸色发红，跟卤的猪头肉似的。臭小子，你也太不要脸了吧！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混蛋！二师兄也没想到，他只是说了实话而已，却把对方给惹生气了，而且对方直接动手了。不是大哥们，你们生什么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只跟我说了2句实话，你们就炸毛了吗？你们不会喜欢王老板吧？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着就你们那德行，王老板会喜欢你们吗？我不喜欢王老板，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啊！竟然还跟我动手，师兄弟们为我讨回公道啊！二师兄大声喊道，已经抽出了佩剑。师兄们上去就要凑拦路的人，但是被陆云长制止了。师兄们都很不服气，但是陆云长示意拦路的人，他要跟师兄们借一步说话。碧水宗的师兄们围在一起，他们听力比普通人高很多，只要很小的声音，他们就能听到。师兄们，你们想过没有想过，如果此刻你跟他们打起来，外界只会有一种传言，那就是碧水宗的人为了争抢戏子，在茶楼打架斗殴，这对碧水宗的名声有损，所以这事儿不能真的解决。陆云长考虑的十分长远，有大局意识。师兄们听后面面相觑，觉得说的有道理，那就算了，我就委屈一下吧。二师兄无奈地说道。其他的师兄们都安慰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把王老板找来，跟所有人当面对质，让他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二师兄清白。不然的话，这件事儿别人还是会说三道四。陆云长想得非常周到。大师兄有点不耐烦了，真是的，我们出来玩本来就爱寻开心来了，都怪王老板让我们陷入了麻烦。其他师兄们也都对王老板很有意见。你们说这个王老板不会是另一个王菲菲吧？五师兄担心地说道。他的话提醒了其他的师兄弟们，二师兄一听这话都要崩溃了。不会吧，我那么倒霉吗？竟然哪也被王菲菲那种人缠上了。二师兄可是清楚地觉得小师弟被王菲菲弄得多无语，他不想被王老板缠上。小师弟救我啊！二师兄一把拉住陆云长，满脸都是恳求地说道，小师弟我全靠你了啊呀！陆云长使劲甩手，把二师兄甩开。行了，我不会不管你。陆云长不会不管自己的师兄，而且如果二师兄真的被王老板缠上了，最后倒霉的可能就是碧水宗了。怎么样，打不打？拦路的那些人十分嚣张地挑战着碧水宗的人。陆云长摆摆手，我们不会跟你打，你们不够资格。臭小子，你说什么？你们闭嘴！陆云长大喝一声，然后冲着戏台上大喊，王老板你过来。王老板此刻正在唱戏，但是看戏的人都在看热闹，几乎没几个人听戏了。王老板不听，仍然在唱戏。呵呵，真是有趣啊，他给别人惹了麻烦，自己却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陆云长也是碎了，闹不好王老板真就是另一个王菲菲啊。王老板正在专心的唱戏，没工夫搭理你们。拦路的人说道，觉得陆云长他们真是太无理了，竟然在王老板唱戏的时候打扰他。但是陆云长只想赶紧解决问题，问题是王老板引起来的，解铃还须系铃啊！开什么玩笑，王老板诬陷我师兄，我们要王老板跟所有人解释清楚，还我师兄清白。陆云长说道。但是显然没人买账，大家伙儿不但不信王老板会干出那种事儿，而且觉得碧水宗的人以强凌弱。还没等王老板出手呢，所有都开始敌视碧水宗了。别以为你们是修士就能胡作非为了，修士之所以会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道德要求更高。如果你们做不到，不就别怪被人骂你们。王老板那么好的一个人，被很多人追求，你算老几啊？竟然敢说王老板的坏话！在场的所有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为王老板说话。陆云长也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朝着这样的局面发展，现在该怎么办？二师兄拉了拉陆运的衣袖，他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啊。大家伙儿咋都开始说他们的不是呢？他们啥都没干啊！现在我们先离开吧，回头调查一下王老板，然后再拟定作战计划。这个时候不能跟大家对着干，因为那些人明显就是故意的。这个时候跟他们硬刚的话，他们反而会说碧水宗仗势欺人。陆云长想离开都没那么容易，拦住他们的那些人不让他们走，碧水宗的弟子们再次差点跟拦住者打起来。不过好不容易他们离开了茶馆，几个人现在对茶馆有了阴影。我们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商量下该怎么办吧。公孙了了立刻笑着说，不如师兄们去我家的酒楼里吧，一边吃东西一边商量该怎么办，岂不好？陆云长点点头，起码公孙了了家的酒楼里比较安全，不有王老板那种人吧。你还真会为自己家招揽生意。叶灵就不信公孙了了吗有其的心思。公孙了了当然有其他的心思，但是他对碧水宗的人十分慷慨。师兄们去我家的酒楼吃饭都是免费的，我不会转师兄们的钱。师兄们大为感动。没关系，我们去小师妹的酒楼吃饭应该给钱，既然去外面吃饭都给钱，凭啥去小师妹的酒楼吃饭不给钱啊？难道小师妹还不如外人吗？师兄们十分疼爱公孙了了，不想占公孙家的便宜，但是公孙了了的态度很坚决。不行，师兄们来吃饭，我绝对不会收钱，我很愿意请师兄们吃饭呢。公孙了了笑着说道，嘴角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师兄们全都沦陷了，还是小师妹漂亮啊！如果能娶小师妹做老婆就好了。如果真的能娶到小师妹，这一辈子不会再娶其他的女人。哼，不让师兄们花钱又能怎么样？每一次碧水宗的人去吃饭，都会等于是在为你们酒楼打广告，让别人知道你们酒楼经常有碧水宗的人去吃饭，然后也会知道你成了修士，给你带来名气，你当然高兴了。叶灵耸耸肩，一副老娘早就看穿你了的表情。公孙了了也不生气，因为他确实是那么想的。但是公孙了了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师兄们也没觉得不对。难道我们去其他的地方吃饭，给了钱就不等于给人家做广告了吗？是啊，既然把便宜给别人，为什么不给小师妹呢？我们跟小师妹的关系总比跟外人近吧。况且小师妹的家酒楼做菜更好吃，而且更安全。今天要是在小师妹的茶馆喝茶，肯定不会出现被二师兄被王老板诬陷的情况。叶灵师妹，是我们就得说你两句了，为什么对小师妹这么苛刻呢？赚钱又不是羞耻的事情。就是啊，既然我们出来玩，肯定得花钱，那在小师妹家花钱也没什么。况且小师妹家的东西更好。师兄们心眼都非常大条，反而觉得叶灵有点小心眼了。叶灵也是醉了，他是为了师兄他们好，免得被别人利用了，还给人家数钱。结果呢，师兄们心甘情愿的被利用，然后还为人家说话，师兄们也太笨了吧。不了，各位师兄们，我不会收你们的钱，我确实想让你们给我打广告。你们来我们家开的酒店吃饭，就等于给我们家打广告了，所以不用付钱。师兄们不说，我的广告费已经很好了。公孙了了的话让叶灵感到震惊，公孙了了竟然承认了。叶灵觉得让师兄们帮公孙了了打广告，对公孙了了来说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那件事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可是公孙了了丝毫没觉得丢人。叶灵惊呆了，他知道公孙了了不要脸，没想到这么不要脸。他知道师兄们都很笨，可是没想到有那么笨。他们来到公孙了了家的酒楼，正好肚子饿了，叫了一大桌子菜，一边吃一边商量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这事也不算很严重，要么就算了吧。二师兄这人怕麻烦，而且神经大条，有火气当场就发作了，干不出过后报复的事儿。因为他觉得事后报复太难了，可是陆云长不同意。师兄你就算不会自己着想，你也要为咱们碧水宗着想一下。二师兄不明白了，没有那么严重吧？我们又没跟别人打架，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陆云长伸出一根手指，摇晃了一下。你太天真了，二师兄，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们没跟他们计较，你以为他们就会念我们的好吗？不会，他们只会觉得我们碧水宗的人好欺负。而且你要永远背负着是王老板向想好的名声。二师兄你可想清楚了，你没有断袖之癖，你想永远背负着跟一个男人好过的名声吗？陆云长的话让二师兄大为震惊，他没想那么多，现在听陆云长把利害关系在他面前摆了出来，他也明白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小师弟，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不想永远背着跟王老板相好的名声，这事儿请小师弟帮帮忙。二师兄诚恳地说，现在只有陆云长能忙他，因为他整个碧水宗小师弟的脑袋最好用，肯定能想出办法来。一开始他还觉得那事儿没什么，过去了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他才发现他想的太简单了，如果处理不好，他这一辈子的名声就坏了。我们当然先去找那个王老板，问问他为什么，说是二师兄的相好，顺便打探一下他那个人是善是恶，因为如果他是个善良的人，他肯定愿意出面澄清，那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还了二师兄清白。如果他是个混蛋，就是不肯帮忙，那我们只好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师兄们全都同意，就按照陆云长说的办。吃完饭，他们就去茶楼找王老板。这个王老板正在后台卸妆，小厮把陆云长他们带到了王老板所在的厢房。王老板看到他们进来，急忙从镜子前站起来迎了过来。几位，刚刚多有得罪了，实在是事出有因，还请你们原谅。看在王老板道歉的态度那么诚恳的份上，陆云长也不好再说什么责怪的话。王老板，我们这次过来找你，是想请你帮帮忙，把事情解释清楚。陆云长的态度也很客气，虽然在碧水宗他的年龄最小，但是行事却更加老练，毕竟他也算活了2辈子的人了，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就算心里对王老板带生气，表面上也装作和气的样子。我本来应该帮你们解释清楚，可惜我现在不能那么做。王老板叹口气，他内心没有多少愧疚，只不过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已。如果想所有人解释清楚了，对他而言坏处大于好处。首先，那些小混混回来骚扰他，那些小混混全都没钱，可是像苍蝇一样围在他身边转悠，赶都赶不走。王老板烦不胜烦，可是他又没能力对付那些小混混，因为很多小混混其实挺有势力，而且干他们这一行的不能轻易得罪人，每一个人都是客人，都是衣食父母。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以后，谁还来听你的戏？而他若是干碧水宗的人相好，那些小混混就不敢来招惹他了，而且跟碧水宗的人相好，还能抬高他的身价，丝毫不用担心那些有钱的大财主会嫌弃他，那些财主也只是玩玩而已，他们不会在乎他有没有相好。而且如果他跟碧水宗的人相好，说明他有些本事，大佬们会更新吗？绿了碧水宗的人，说明他们比碧水宗的人更有能耐，而他拒绝了碧水宗，难道就不怕碧水宗的人报复吗？他还真不怕，碧水宗这种名门正派不敢轻易搞出意外，不然对名声有损，所以他们不管看什么都很小心。虽然每一个弟子都年纪轻轻，但其实都非常保守。就像今天的事儿，碧水宗的人明明没错，却被很多人指责，碧水宗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发作，选择了隐忍。这个时候过来请自己帮忙解释，就说明他们负担不起坏名字。碧水宗虽然强大，但是在名声这件事上就是个软柿子，他完全可以捏一下，让碧水宗继续保护自己。当然了，他也不会亏待了碧水宗，因为从小就在戏班子里长大，还经常去达官贵人家里唱戏，也算是见过很多世面，所以他对宅斗非常在行。这些厉害关系他想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决定必须不能解释，而且跟碧水宗搭上关系，维持跟碧水洞二师兄相好的局面。碧水宗的人听到他的话，简直气炸了。除了陆云长，其他的师兄们都没沉住气，冲着王老板一阵臭骂：“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要吃定我们碧水宗吗？明明是你犯了错，让二师兄惹上了麻烦，你就应该帮着解决嘛！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我二师兄以前见过你吗？你凭什么说跟二师兄是相好？你配吗？你只不过是一个戏子而已，别太过分了。二师兄更是气得差点吐血，他做错啥了呀？跟着是兄弟们出来玩，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儿，结果却惹上一切深骚。若是王老板帮忙澄清就算了，他受到的那些小委屈不算啥，就当做是被蚊子咬了。可是王老板不想澄清，还想跟他捆绑在一起，那不就是在吸他的血吗？小师弟太可怕了，那个家伙就是第二个王菲菲。对二师兄来说，此刻他的恐惧大于愤怒，甚至被吓得火气都没了。王菲菲当初就是缠着小师弟，小师弟不答应，王菲菲就开始了疯狂的报复，给碧水宗惹出了很多事。今天王菲菲刚被斩首，他们刚觉得轻松了一下，结果又冒出一个王老板。二师兄觉得自己吃不消，小师弟救命啊，我该怎么办啊？二师兄欲哭无泪，觉得他已经简直倒霉透顶。稳住，二师兄，你好歹也是碧水宗的二师兄，能不能沉稳一点？陆云长也是醉了，在碧水宗他是年龄最小的，可他感觉自己是师兄的爹，大事小事都要他操心。拜托，师兄你们也该长大了，毕竟我也不是你们的爹啊。遇到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先动动自己的脑子？这话是说给二师兄听的，也不单单是说给二师兄听的。所有的师兄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不会吧，小声点，你不是我们的义父吗？我们一声声义父都白叫了吗？小师弟现在翅膀硬了，已经硬到不义子的程度了。真没想到，终有一天我们会被小师弟抛弃。师兄们摇头叹息，好像他成了抛弃弃子的渣爹似的。他们其实并不笨，莫问蕊让他们读了不少书，教会他们很多道理，也经常带着他们出去游历。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从不含糊。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们也都清楚。不然的话，以前怎么跟凌霄宗的人斗？只不过现在有了小师弟，小师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都让小师弟做决策的话，省了他们不少事儿。况且他们都知道小师弟对他们没有二心，不会坏他们，那干啥还要自己动脑筋？有事没事直接抱小师弟大腿得了。陆云长抬手做了个压制的动作，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没办法，师兄们懒散无赖，他就只能早当家。王老板，事儿因你而起，你应该负责吧？我们请你把事情跟众人解释清楚，也不算为难你。你当真就是想诬陷我们碧水宗？陆云长冷冷地说道。之前觉得王老板长得非常温婉大气，不像是会整出一蛾子的人，可是没想到啊，王老板给他上了一课。王老板请碧水宗的人坐下，又让下人们上茶。我知道这样可能给碧水宗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这个人也不喜欢让别人不高兴，所以我愿意支付一些酬劳。王老板的话让二师兄顿时来了精神。啥玩意儿？愿意付钱啊？那早说啊！你愿意付多少钱？告诉你，我这个人口很贵，每个月没有2个金币打底，我是不会同意的。陆云长听了二师兄的话，直接站起来一脚踹了过去。能不能要点脸？这是钱能解决的事儿吗？二师兄愣了一下，但是马上明白过来，小师弟这是帮忙要价啊。有小师弟亲自出马要价，他每个月起码能从王老板这里拿到3个金币吧？那以后他啥都不用干，直接躺平了。二师兄十分愿意。我不会付钱，我愿意用其他的方式支付酬劳，而且你们放心吧，我支付给你们的酬劳一定比钱更重要。王老板笑着说道，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左腿贴在右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不像是个男人，倒像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二师兄再次无语了，这次彻底无语，他就知道不应该相信姓王的。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真把我们当傻子吗？你想空手套白狼啊？二师兄没忍住，但是王老板用捂着嘴娇笑起来，副非常好脾气的样子。我虽然是戏子，但是我认识很多的达官贵人，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你，拓展你的人脉。难道这样不理，直接给你钱要枪吗？我相信你不是那种鼠目寸光的人吧？王老板的话让二师兄更佩服他了。二师兄也彻底看清了王老板。不好意思，我不想要什么赔偿，要么你把事解释清楚，要么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不发威，你以为我们是病猫啊？二师兄的语气也变得冰冷，完全没有刚才吊儿郎当的软弱的样子。王老板摇了摇头，看来他想错了碧水宗，碧水中的人也是那么的目光短浅，只知道盯着钱。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来找我。陆云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用冷飕飕的语气告诉王老板，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回复，我们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们只接受唯一的解决方案，那就是真相大白。既然王老板不让真相大白，那只能我们亲自上真相大白了。说完，他大步走出了厢房，其他的师兄们都跟在他的后面。陆云长过来找王老板之前，心里早就盘算好了2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王老板同意跟所有人解释清楚，那你就当做无事发生好了。第2个可能就是现在这一种，王老板拒绝合作，既然如此，他只能上手段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行动，既然王老板不让我们好过，那我们也不能让他好过。陆云长已经想出了对付王老板的办法。对付王老板那种人，必须以牙还牙，他用卑鄙对你，你就不能对他太客气，不然对他的客气会被他当成软弱。所以陆云长打算让师兄们轮流跟踪王老板，目的是为了了解王老板的行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晚晚上跟踪王老板的人是大师兄跟二师兄，2个人猫着身子趴在房顶上，听着王老板跟他相好谈话。王老板的相好个子很矮，长着4方脸，一副刻薄相。王老板长得不错的一个人，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上那种矮矬丑的。果然王老板那个人审美有问题，不然的话不会拿别人的客气当随便。大师兄二师兄能清楚地听到王老板跟相好的对话，王老板跟相好手拉手。真是的，你怎么才来看我呀？
王老板娇羞地说道：“你平时不是要陪哥哥负伤吗？我要是来了，你还怎么陪他们啊？”香豪冷声了一声，似乎对王老板很不满。死鬼，你吃醋了啊？我这不也是为了赚钱吗？只有多赚钱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好起来啊！赚到足够多的钱，我就不唱戏了，跟你去其他的县里，我们一块干个小买卖，比现在好多了。王老板憧憬着未来的生活，香好却表现得很着急，似乎不想继续跟你王老板卿卿我我。他打断了王老板的憧憬：“行了，你赶紧给我钱，要是我们两个相会被别人看见了就不好了。”王老板娇嗔道：“你每次来找我都是为了要钱？”香好笑了，理所当然地说道：“不然呢？”他本来不喜欢王老板，王老板啥呀？只不过是一个有钱人的万物而已。他孙天龙可是一个正人君子，怎么会要一个被别人玩剩下的人呢？他之所以忍着恶心跟王老板好，就是为了钱。这个年头，所有的人为了赚钱都很拼，他也很努力的在赚钱。他赚钱的方式就是来跟王老板约会。别以为这很容易，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谈情说爱没那么容易。他的自尊心和道德感备受煎熬。可是没办法，他向来是个努力的人，不能为了一点不如意就不去赚那个钱，放弃只会显得他无能。王老板听到对方就是来要钱的，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自己相好十分诚实。王老板喜欢诚实的男人，于是他给了香豪5个金币，香豪勉为其难的收下了。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也无法让我放弃道德感，我还是觉得你做的不对，不该跟那么多男人好。孙天龙无奈的说道。王老板立刻拉着孙天龙的手，向孙天龙忏悔：“我错了，但是我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啊，我是不得已才那么做的，你就饶了我吧。”王老板开始痛哭流涕。孙天龙到底是个心软的人，原谅了王老板，当然了，只是暂时原谅王老板罢了。王老板十分感动，依偎在孙天龙身上。最后小厮突然跑过来说有富商让王老板过去。王老板本来想要拒绝，但是孙天龙却教育王老板：“你是个戏子，怎么能拒绝你的衣食父母呢？你应该有点职业道德，我不喜欢干活不努力的人，你还是赶紧去陪富商吧。”王老板十分崇拜孙天龙。你果然是个男子汉，我都听你的。在王老板眼里，孙天龙是个完美的爷们，他一个唱戏的能找到这么爷们的男人，十分难得。王老板生怕孙天龙不要自己的了，所以不管做什么都十分积极，想要孙天龙知道自己是个努力干活的人。孙天龙离开了，大师兄和二师兄躺在房顶上，两个人伴话，内心都大受震撼。泡妞都是那么泡的吗？二师兄问大师兄，虽然王老板不是妞，但是在那段感情中明显是扮演女人角色，所以二师兄也没问错。我怎么知道？我又没追过女孩子，我只是有点不懂，王老板跟那个姓孙的到底啥情况？两个人在玩一种很新的游戏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孙天龙那种泡妞水平啊？大师兄跟二师兄都觉得自己跟孙天龙没可比性，他们平时都觉得自己挺牛，那些小姑娘们应该倒贴了。当然，他们只是在做梦的时候才觉得小姑娘会倒贴自己，现实中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倒贴小姑娘，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挺牛。今天孙天龙却给他们上了一课，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们觉得难如泡妞那种事儿，孙天龙竟然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在碧水宗面前耀武扬威的王老板，竟然在孙天龙面前那么温顺。大师兄跟二师兄回到碧水宗后，把他们的发现告诉了其他的师兄们，因为他们两个的经历太过神奇，其他的师兄们都不信。不信你们下一次一块去跟踪王老板，你们总会遇到王老板跟孙天龙偷偷相会的场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啊，平时待在碧水宗都待傻了，你们怎么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孙天龙那种牛人的存在？师兄们于是觉得一块监视王老板，可是他们的人数太多了，真要一块监视王老板的话，太显眼了，一定会被发现。师兄们想来想去，就打算找陆云长商量，让陆云长给个可以让他们隐身的东西。陆云长也醉了，他空间里的隐身设备都是现代社会的高科技，要兑换隐身设备需要大量的信任值，那还不是租赁，而不是直接购买。陆云长可舍不得，但是听大师兄二师兄说的玄乎，陆云长也想去见识一下。对了，我听说师傅哪有一件隐身衣服，不如我们去问问师傅，能不能把隐身衣借来用用。师傅有隐身衣吗？我不知道。大师兄很惊讶，师傅以前没有隐身衣，但是在清空凌霄总后就有了。陆云长笑嘻嘻地说道，其他的师兄们面面相觑。什么情况啊？公孙乐乐解释说，凌霄宗有一件隐身衣，凌霄宗的财产不是都到了我们碧水宗手里了吗？所以师傅就有了一件隐身衣。当初就是公孙了了帮忙清查的凌霄宗的财产，所以凌霄宗有什么东西，他比谁都清楚。可是我们那么多人，只有一件隐身衣的话，怎么够啊？大师兄说出了他的顾虑。完全不必担心，虽然叫隐身衣，其实就是一块布，叫隐身布更合适。我们50个人用的话，挤一挤完全够用。师兄们立刻去找莫问蕊，说要用隐身衣。你们用隐身衣做什么？莫问蕊好奇地问道。作为碧水宗的宗主，他并不是想干涉他们，只不过怕他们用隐身衣去做坏事。我们要去学习泡妞本领。44师兄实话实说了，立刻被其他人捂住了嘴巴。我觉得你们还是好好修炼吧，只要你们能修炼好，会有女孩子喜欢你们。莫问蕊真诚地劝众弟子们，毕竟谈恋爱不是你们的强项，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强求自己。所有的师兄们都垮了脸。师父，我觉得你这么说太过分了，我们怎么就不是谈恋爱的料？我们全面发展，不但会好好修炼，而且也会好好谈恋爱。我相信凭借我们的实力，谈恋爱会成为我们的强。没错，你就别废话了，快点把隐身衣拿出来。师兄们都很生气，听不进劝。陆云长也听不进劝，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牛，肯定很受女孩子欢迎。师兄们长得也不差，
而且还有钱，只要师兄们多加练习，定能在感情中游刃有余。莫问蕊也不再废话了，赶紧把隐身衣拿出来给了他们。陆云长他们来到了王老板所在戏园子，趴在房顶上，然后所有人挤在一起盖上隐身衣。公孙乐乐说的没错，隐身衣确实是一块布，而不是一件衣服。他们挤在一起，差不多能把他们都盖起来。但是公孙了了跟叶灵不想挤在里面，于是两个趴在外面。这样看去，就等于只有两个人趴在外面，不容易被发现。他们在王老板所在的戏园子待了4、5天，都没见到孙天龙。搞什么？我不想等下去了。孙天龙到底还来不来？你这什么节啊？已经等了那么多天了，孙天龙肯定很快来了。每次碧水宗的人离开屋顶，都会留下一堆瓜子皮。陆云长还要指挥师兄们打扫，好在打扫了几次后，师兄们已经自觉地收拾瓜子皮了。师兄们还干别的不行，但是在吃东西和偷懒上的造诣无人能及。他们后来去戏园子房顶时，都会带着一个大橘子，把橘子扒出来吃完后，用橘子皮装瓜子皮。终于，孙天龙来了。今天的孙天龙跟前几天不一样，他脸上贴着狗皮膏药，腿也一瘸一拐，身体不太好的样子。天龙，你怎么了？天龙，王老板心疼地问道。他扑在孙天龙身上，泪水连连。没事。孙天龙很不耐烦地推开粘在他身上的王老板。我只不过是受了一点皮外伤而已，我是一个纯爷们，这点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你就别哭哭啼啼了，跟个娘们似的。孙天龙很不待见王老板，他其实没有短袖之癖，喜欢大姑娘，每天他都会去青楼找他心目中的姑娘。当然去青楼要花很多钱，幸好他有冤大头王老板提供钱，而且王老板挺大方，给他钱也挺多，够他养活他心中的姑娘了。只不过最近几天青楼的风向变了，他昨天去青楼的时候，发现被他包外的姑娘正在接客，他非常生气。那个姑娘哭哭啼啼地告诉他，是青楼的老鸨让他接客，因为他给的钱太少了，至少每个月给5个金币，才能保证他去接客。孙天龙倒吸一口凉气，他一个月才能从毛老板那儿拿到5个6金币，他总不能放着大鱼大肉不吃，把金币全都用在姑娘身上吧？还说每顿饭都在青楼吃也不是不行，每个月要给姑娘我5个金币的话，应该也能在姑娘家吃饭。但是青楼的饭他已经吃够了，其实青楼的饭并不好吃，但是卖的挺贵，他更喜欢下馆子吃饭，而且他还喜欢赌钱。他能想到的唯一弄到更多钱的方式就是去赌钱，因为他不想为了钱而去求王老板，那样显得他太卑躬屈膝。作为一个纯爷们儿，这点自尊心他还是有的。于是跟昨天晚上从青楼出来之后，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就进了赌坊。可惜手里的钱全都输了个干净，不但把手里的钱输光了，他还借了很多钱，因为说还不起想赖账，被追债的人一顿毒打。他本来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他非常乐于助人，手里没钱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个被他包外青楼的女子。如果他手里没钱的话，那个女子又该怎么办呢？他不想让那么柔弱的女子生活得太辛苦，于是他只能来找王老板。可是他找王老板要钱的过程并不顺利，甚至充满了坎坷。还好我们没有放弃，他终于来了。想得那么丑，王老板口味挺独特啊。难道二师兄还不如那个丑男吗？王老板竟然对他软语温存，但是却对二师兄张牙舞爪。师兄们不解，陆云长也不解。陆云长现在只恨上辈子没去读个心理学，不然的话应该能理解王老板了。有的人就是喜欢丑人，对他们老说内在美更重要。陆云长觉得王老板就是一个喜欢内在美的人，虽然孙天龙没内在美，但是王老板找孙天龙那样的玩意，起码说明王老板并不会以貌取人。如果王老板想给自己立不以貌取人人设的话，找孙天龙就罢了。可是王老板也不需要立那种人设啊，因为王老板服务过的财主们长得一个比一个丑。师兄们还想继续讨论，但是陆云长做了个晋升的手势，没让他们继续说下去。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他们躲在隐身衣里倒是没事儿，可是小师妹在隐身衣外面啊。孙天龙继续要钱，在要钱的过程中备受屈辱。天龙，你真是太爷们了，竟然路面不平，能找到你这样的爷们，我知足了。王老板动情地说道。其实他知道孙晃，但是他很享受孙晃带给他的感觉。孙天龙很聪明，知道怎么从他这儿要到钱。王老板很欣赏孙天龙，但是孙天龙很不耐烦了。行了，你别再我身上哭哭啼啼了，眼泪鼻涕都蹭到我身上了，赶紧给钱，这次我要10个金币。王老板惊讶地擦干眼泪，10个金币太多了吧？你要那么多金币干什么？你别太过分了，我每个月给你5、6个金币已经很多了，你什么都不干，每个月花5、6个金币，你还不知足吗？王老板一改刚才温柔的样子，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指着孙天龙，对着孙天龙破口大骂。孙天龙十分生气，转身就走，但是王老板又跑过去拦住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孙天龙道歉。趴在屋顶上的师兄们都震惊了，他们都没那个信心，要是自己在姑娘面前一生气走了，姑娘们会向他们道歉吗？恐怖不会，他们要是真的那么干了，估计跟姑娘的关系也就凉凉了。天龙，我错了，你不要生气，我今天唱戏太辛苦了，所以才会情绪不好，我不是不想给你钱，可是我现在真的拿不出10个金币啊。王老板苦苦哀求，但是孙天龙一把甩开了王老板，甚至给了王老板一巴掌，看得师兄们一阵唏嘘。你连10个金币都没有，如果不给钱的话就什么都别说了，我以后不想跟你来往。孙天龙的态度那叫一个决绝。就在师兄们以为孙天龙跟王老板的关系已经完蛋了的时候，王老板扑通一声给孙天龙跪下了。我错了，天龙，我真的错了，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帮你去借钱，一定会跟你借出10个金币的，你在这里等着我。但是孙天龙却拒绝了，他拒绝了。师兄们已经完全懵逼了，以他们的脑容量完全不能理解孙天龙的境界。什么？
你要帮我借钱，你这么说是想让我对你感到愧疚吗？那我告诉你，这个钱我不要了，我以后不想再跟你来往了，这样行吗？孙天龙已经铁了心要离开。王老板倒在地上，抱住孙天龙的大腿，被孙天龙往门外拖。你这是干什么？赶紧放开我！孙天龙尽管很嫌弃王老板，但是并没有用尽全力去推开王老板，而是有点半推半就。神奇的是，两个人在推推搡搡中竟然抱在一起了。整个碧水宗的师兄们全都惊讶了，就连陆云长都压惊讶的张大嘴巴。奇葩呀！他刚才瞪着两个大眼，硬是没看清王老板跟孙天龙是怎么抱在一起的。他真想跟追电视剧，按下导放重新看一遍，观摩学习一下。整个碧水宗的泡妞经验加起来都没有孙天龙一个人的丰富。孙天龙真是个有天赋的人啊！喂，一美中不足的是，孙老板是个男人，而孙天龙喜欢女人。陆云长亲眼看到孙天龙盯着人家戏班子里美女色眯眯的，但是对戏班子里的男人却没有什么好脸色。而且孙天龙多次对王老板表现得非常嫌弃。孙天龙为了赚钱真是不容易啊！陆云长忍不住感慨，如果换成他的话，他真没那个忍耐力去赚那份钱。最终王老板好说歹说，终于成功让孙天龙把钱收下了。孙天龙告诉王老板，这次就给王老板面子，但是下一次他不会这么痛快的收下钱。王老板送走孙天龙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公子，你对孙天龙太好了，你越是对他好，他越是得寸进尺啊，所以你不能对他那么好。你懂什么？他家里特别有钱，只不过在那时没落了罢了，就算是家庭没落了，也是个士大夫的后代，身份上还是个贵族，我点钱就能给自己找一个贵族做依靠，其实我还赚了呢。王老板笑呵呵说道。小厮大为不解，被王老板这一席话说的脑袋都转不过弯来了。什么歪理啊？孙天龙也贵族？那我们的地位还在士大夫之上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贵族啊？我们比贵族更加贵族了呢。就是啊，要是真想跟贵族沾上关系，勾引二师兄不是更好吗？二师兄听后惊叫起来，不要啊！18师弟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这么诅咒我？完成今天的监视任务后，已经很晚了，他们几个决定去吃个夜宵。大半夜有在路边摆摊子的人卖一些馄饨或者汤面水饺之类，卖的比白天要贵一点。陆云长他们围在摊子旁边，一个个十分为难的样子。只有12个座位，我们该怎么做呢？就算每个座位挤2个人也坐不开啊！干脆这样吧，咱们抽签决定，2个师妹不用抽签了，她们可以坐在凳子上吃。大师兄说，其他人都赞成。陆云长很幸运的可以坐在凳子上吃，没抽到凳子的师兄们只能站在一边吃。晚上有点冷，吃点热热的东西，别提多爽了。陆云长不由得回想自己的上一辈子，上辈子这个时间他还在加班呢，所以这个时间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晚。相比之下，还是这辈子更爽，不用加班，想吃啥就吃啥，而且钱够花。更重要的是有系统。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这片大陆的美女质量特别高，而且数量也特别多。吃完后，他们才浩浩荡荡的回到了碧水宗。经过这几天的监视，他们知道了孙天龙平时都在干啥，也知道了王老板事后的几个有钱人是谁。想必王老板事后的那几个人都不希望王老板有相好吧？其实王老板有没有相好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王老板的相好是什么样的人。没错，如果他们知道王老板的相好是孙天龙那种人，肯定会觉得拉低了自己的身份，所以王老板才和孙天龙那么偷偷摸摸的，对吗？陆云长嘿嘿一笑，有办法整治王老板了。孙天龙拿到钱之后，先去了一趟青楼，过了一夜。这一夜，小莹苦口婆心的劝他，让他不要赌钱了。小莹就是他相好的名字，他设身处地的为了孙天龙着想。你去赌钱，不管赌多少次，你终究都是输，你还不如把钱留着放在我这里，我帮你存着，制造你信得过我，我保准能给你攒下小金库。小莹笑眯眯的说着，手已经伸向了孙天龙的荷包。孙天龙一把抓住小莹的手，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变得更有钱，到时候我就能帮你赎身了。孙天龙在小莹的脸蛋上亲了一下，小莹做出娇羞的样子，可是心里他不想离开青楼。还有什么地方比青楼赚钱更快吗？而且孙天龙赚钱的能力还不如他呢。孙天龙只能赚姓王的钱，暂时有钱罢了。等到王老板不想给孙天龙钱的时候，孙天龙就失去经济来源了。所以还是趁着现在孙天龙有点钱，想办法把孙天龙的钱弄到手。孙天龙吃了早饭，然后就离开了青楼，他要去赌坊还债，顺便再赌一把。他就不信了，别人都能赢，为什么只有他赢不了？孙天龙一进赌坊就被赌坊里的人盯上了。赌坊里的人走了过来，你小子怎么又来了？上次你欠了我没钱，还记得吗？这次要是不还钱，把你的腿打断。孙天龙手里有钱，当然不再害怕，反而底气十足的回答，不就是3个金币吗？给你们，那么点钱你们也至于跟在我屁股后边要？孙天龙把3个金币扔了过去，赌坊的人急忙接着，可是又一个金币还是掉在了地上。赌坊的人弯腰捡起来。孙天龙十分鄙夷赌坊的人，有钱的人在这里才是大爷，没钱的人在这里连条狗都不如。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道理，今天没钱的人不一定明天也没钱，你们以后少狗眼看人低。孙天龙觉得自己这话说出去后，所有人都应该给他鼓掌，但是大家伙儿都像是没听到一般，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我压大！有个人大声喊叫了一嗓子，声音极为刺耳，不少人都抬头向那个人看过去，效果比他刚刚的大道理强多了。孙天龙觉得其他人都是废物，受到不公平待遇了也不说，只有他敢说出来。其实赌场的人特别鄙视孙天龙，但是现在孙天龙有钱了，赌场的人不会跟钱过不去，所以他们对孙天龙还挺客气，心里却在想，
等孙天龙赌输了，他们就再次借钱给孙天龙，等孙天龙还不起的时候，再凑孙天龙一顿。孙天龙来到赌桌上，先小玩了几局，试了试手气，结果手气还不错，都赢了。只不过因为下注太小，就当是赢了，也赢不了多少，反而遭受到了荷官的鄙夷。你到底玩不玩呀？要是没钱玩，就去玩别的吧。看你抠抠搜搜的样，一次只下注几个铜板，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没钱就别来赌钱。孙天龙向来好面子，他是个要脸的人，被别人给鄙视了，就一定要证明自己。于是把自己的全部家底拿出来。现在知道我有钱了吗？你这人真有意思，我要是没钱，我会来赌钱吗？荷官不说话了。孙天龙觉得自己镇住了场子，于是开始放开手脚赌钱。在房顶上的陆云长他们仍然在嗑瓜子，竖起耳朵倾听着赌坊里孙天龙的话。小师弟，不如我们也下去玩玩吧。47师兄手痒痒了，还是算了吧，那种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总有一天会把所有的钱都搭进去。陆云长对赌钱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正在考虑怎么对付碧水宗山下县城的县官。本来碧水宗山下的县城是以凌霄宗的名字命名的，叫做凌霄县。现在凌霄宗已经被灭掉了，碧水宗想让县城的名字改成碧水县，但是那里的县官没同意，主要还是想要钱。但是碧水宗已经打算不给县衙钱了，而且还要把已经给了的钱全都要回来。县衙里因为钱的事儿没少找碧水宗的麻烦，碧水宗已经失去了耐心。陆云长已经把针对县衙的事儿提上了日程。47师兄耸耸肩，碧水宗可是小师弟当家，既然小师弟不让去，那就不去了吧。其实赌点钱也没什么，如果不赌钱的话，你怎么知道赌钱不好呢？公孙乐的相声说道，用小团扇给自己挡着太阳。小师妹，你不会赌过吧？陆云长有点不敢相信的问。公孙乐点点头，他确实赌过，他家里就是开赌坊的，他进去赌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就算是输了钱，也只不过是从左手到右手罢了。47师兄听后羡慕坏了，非要过去赌一把。公孙乐说道，没关系的陆师兄，那个赌场那么大，很正规，只会出老千而已，可以过去试试。陆云长听后一头黑线，啥叫做只会出老千？除了出老千还应该有啥项目？再说了，那是我家的赌场，47师兄就算是输了钱，我会让家里把钱还给他。有了这句话，陆云长跟47师兄都放心了。小师妹家的生意做得比想象中更大。大陆上的人一辈子离不开吃饭赚钱公孙家，因为生活中不管干啥要去公孙家来的铺子。只不过公孙家的生意做得都比较大，赚的是有钱人的钱，还没做下沉市场。三个人进了赌坊，他们长得都是很年轻的面孔，赌坊里的人一看，下意识的就像坑钱。再定睛一看，好家伙，那不是大小姐吗？大小姐你怎么来了？大小姐，你请到里面喝杯茶。赌场的人赶紧迎了上来，让公孙乐乐去喝茶吃点心。他们还以为公孙乐乐是来视察来了。不必了，我今天是来赌钱的。公孙乐乐说。他们几个来到了孙天龙所在的赌桌，47师兄摩拳擦掌，要让孙天龙输个底朝天。赌场的人对荷官使了个眼色，荷官会意，于是公孙乐乐他们赢了好几次。47师兄没想到自己手气那么好。陆云长早就看透了一切，他知道是公孙家看在公孙了了的面子上故意放水，这样下去对47师兄的教育不大好啊。47师兄，那边的赌桌很热闹，咱们去玩玩那个吧。陆云长拉着47师兄换了个桌子，同时找到赌场看守，让他们别放水。赌场看守都巴不得不放水呢。于是47师兄很快就把钱输光了。47师兄欲哭无泪，幸好他这次出来只带了10个金币，不然的话他赌钱根本停不下来，肯定会把家底掏空。47师兄，你可知借钱接着赌，要不我借给你10个金币吧，利益就收每天5个银币好了，你觉得怎么样？47师兄想了想，还是算了，回头是岸吧。我以后再也不赌了，我就算是借了钱赌也不会赢的，我还是攒着钱干点其他的事儿吧。他的话音刚落，周围就有赌客奚落他，一个年纪轻轻的人遇到一点问题就想打退堂鼓，真是没用，以后能干成什么事儿啊？47师兄听了毫无反应，就像老头说的人不是他一样。陆云长跟47师兄来到了公孙乐乐跟孙天龙的赌桌，孙天龙跟47师兄一样，也已经把手里的钱输干净了。但是孙天龙不想放弃，他向赌场借钱，接着赌，赌场这边借1个金币，一天要还5个银币，属于高利贷中的高利贷。但是孙天龙想都不想，直接就借了，反正他能赢回，只要赢回来了，很快就能把借的钱还上，当天借当天还，不收利息。孙天龙又借了2个金币，结果又输了，然后又借了1个金币，还是输了。再借的时候，赌场已经不肯借了，让他先把借的钱还上再说。你们什么意思？我不就是跟你们借点钱吗？我告诉你们，我有钱，借你们的钱我很快就能还上。我劝你们不要狗眼看人低。孙天龙是个有脾气的人，同样有道德感，最讨厌别人狗眼看他低。他以后是要成龙成凤的人，此刻却虎落平阳。孙天龙感到一阵悲哀。呵呵，那你就还钱呀！我告诉你，明天这个时候，你要是还不上钱，打到你另一条腿。赌场的规矩，只要是欠了赌场的钱，就要拉出去找打一顿，让欠钱的人有点怕头，不然的话，欠钱的人是不会乖乖还钱的。于是孙天龙又被打了一顿，之前被打得一瘸一拐的那条腿彻底被打断了，钱很快又输光了。孙天龙没想到自己这么倒霉，昨天好不容易从王老板那儿弄到了10个金币，今天就没了。幸好他昨晚就给青楼的小莹送去了1个金币，不然的话他都没脸去小莹那儿了。陆云长他们欣赏了孙天龙被打断腿的全过程，47师兄心有余悸。师妹，我不明白，你说你家的赌场很正规，只会出老千，这是什么意思啊？47师兄好奇地问。
他们此刻正在跟着孙天龙。有的赌场你赢了钱，赌场的人不会让你走，一定要等你输了钱才能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霸王条款。但是我们公孙家的赌坊不那样，你想什么时候离开都行。47师兄点点头，恍然大悟，原来赌场里面那么黑暗啊，以后再也不敢去赌场了。孙天龙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青楼，老鸨看到他鼻青脸肿的样子，十分鄙夷。但是听说他又出了一个金币，说明孙天龙还是青楼的财主，老鸨当然要对他热情客气。孙公子，你这是怎么了？难不成又去见义勇为了？我让小莹的丫鬟给你打盆热水，你好好的洗一洗。孙天龙来到了小莹屋里，小莹屋里今天没有男人，小莹正坐在桌子边梳妆打扮。孙天龙一下子倒在床上，困意袭来。孙公子，你怎么了？小莹装作很欢喜他的样子，过去摇晃着孙天龙。老鸨让小莹的丫鬟去打热水。小莹啊，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一定要多跟他要钱，我看他那德行，应该是坏没钱了。老鸨拉住小莹的手，苦口婆心地劝告小莹：娘，你就放心吧，我是谁啊？我可是小莹，我总得对得起自己的名字吧。老鸨乐呵呵地点点头，转身就离开了。他对小莹放心，小莹的名字就是他给取的，寓意是能像苍蝇一样孜孜不倦地把钱吃进来。碧水宗的3个弟子们也来到了青楼，趴在房顶上往下看去。站在他们侦查任务重新按照之前的规则分组，这一次正好落到陆云长做任务，他跟47师兄还有小师妹公孙了一组。3个人坐在青楼的屋顶上，正在听屋子里孙天龙跟小莹聊天。孙天龙睡了一觉，不过很快就醒了，因为他在梦里被追债，另一条腿也被打断了。一次赌一次输，真不知道是怎么了。孙天龙坐在桌子边，唉声叹气。小莹吭声一声：谁让你男女不精，现在落下报应了吧？我早告诉过你，一定要刚好做人，可是你不信啊。小莹摇摇头，对孙天龙的遭遇十分不屑。她一直觉得孙天龙那么做不对，为了钱就去跟一个男人好，像什么样子？小莹，我也是为了我们2个人的未来，我想赚更多钱，那样你就不用接客了。孙天龙都是为了小莹好，奈何小莹不领情，在小莹的心目中，她更喜欢高大帅气的男人，而不是孙天龙这一款。但是孙天龙却对小莹爱得死去活来，对他来说，小莹就是他的女神。小莹长得确实有几分姿色，孙天龙是发软和小莹结婚过日子的。孙天龙向小莹表忠心，他觉得小莹这种身份的人肯定都很自卑，只要有人对他们好，肯为他们花钱赎身，他们就一定会被感动得稀里哗啦。小莹知道孙天龙输了钱后，特生气，还讽刺孙天龙：我就说让你把钱放一次我这儿，你就是不听，现在好了，输了钱还欠了债，你打算怎么还钱？钱我还的，你先去请个郎中帮我看看腿。孙天龙本来没想治疗被打断的腿，因为他没钱，可是短腿的腿越来越疼了，他实在受不了了。你有钱请郎中吗？小莹问道。我给了你那么多钱，你就不能先用你的钱垫上？孙天生大声质问小莹。我忘了你难道是养了个白眼狼吗？小莹是受欺负的主儿，她也生气了，一下子从床边站了起来。你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你把我这儿当成什么人？花我的钱？我告诉你，我开门做生意赚钱的，还没听说过客人花我的钱。你有钱的话，我好好心帮你找郎中，你没钱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不然就滚出去。你最好跟个没事人一样，咱们说说笑笑，别哭丧着脸，我这不是你妈的坟头。小莹说着坐在桌子边，用手帕扇着风，很生气的样子。孙天龙惊呆了，你也太无情了。孙天龙只能再去找王老板要钱，结果正好被一个财主撞见。财主去问王老板跟那个瘸子什么关系，不会是相好吧？王老板当然否认，但是财主不信，多留了个心眼。孙天龙上次只要到了一个金币，还给了赌场，又被打了一顿，只不过因为还了一个金币，这次打的还不如上一次厉害。我说过不让你赌，你偏不听，现在尝到恶果了吧？王老板教育孙天龙，我求你了，就再给我15个金币吧。孙天龙厚着脸皮，王老板最后还是心软了，去拿了10个金币给他。孙天龙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再也不留恋这个地方，只想赶紧离开。可是王老板的这种行为还是被茶楼的老板看到了。茶楼老板以前就听到了风声，警告王老板之后不准再那样了，不然就只能从茶楼混蛋。茶楼老板研究觉得孙天龙不是个玩意。王老板听后觉得茶楼老板是在打压他，可是只能听着，他不想被赶走。只不过还是有客人知道了，客人们要求茶楼的老板一定要赶走王老板，而且还找人打断了王老板一条腿。被赶出戏园子的王老板想去别的茶楼自己唱戏，但是没有茶楼或者戏园子会收一个断了腿的戏子。王老板已经没钱吃饭了，只能去找以前的小厮。小厮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给了王老板几个铜板，让王老板去吃饭。只有6个铜板，能吃什么？能买到吃的吗？王老板十分惊讶，觉得小厮就是在打发要饭的。他很想把铜板摔在小厮脸上，但是又一想，已经2、3天没吃饭了，站在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又几个铜板总比没有强，或者能买半个馒头。不是王老板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想吃点好的，而是他真的不知道6个铜板能买什么东西。以前6个铜板掉在地上，他根本不会去捡，因为他以前那个月都能收入10-20个金币，6个铜板对他来说就跟馒头渣似的，根本没有必要去捡。6个铜板能买好几个馒头了，够你吃1-2天呢。小厮说道，他正准备出门干活了。王老板这才放心了，原来6个铜板就能买好几个馒头啊。可是2、3天以后我咋办？王老板拉住正要外出的小厮，小厮无奈的叹口气，挣脱了王老板。我又不是你爹，你以后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小厮推开王老板，他急着去干活。以前跟着王老板的时候活儿还比较好干，但是现在他找的东家很难伺候，他必须打起12分的小心。我以前对你不错吧？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王老板觉得小厮太无情了。小厮呵呵的笑了，你以前就发给我那么点钱，却让我干那么多活，你还好意思说？你自己想想，以前是不是很难伺候？小厮没好气的说道。其实小厮是在得了便宜还卖乖。他给王老板当小厮的时候，王老板并没有亏待过他，给他的工钱算是比较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王老板那干那么长时间。但是现在王老板想投靠他，那肯定不行啊，他可不想给王老板花钱。你这样的老板，也就我愿意伺候你，要是换了别人，不管你花多少钱，人家都不愿意搭理你。我劝你好自为之吧，我能给你6个铜板，就已经算是还了以前的主仆情谊。你自己想想，你以前有多么的任性，要不是你自己做的，你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都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你还不好好的反省一下？小厮冲着王老板一顿臭骂，只要他骂得够起劲，王老板就不好意思再跟他要钱。果然，王老板都惊讶了，他没想到小厮脾气那么坏，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啊？王老板对小厮非常生气，但是王老板也没有那么笨，他知道小厮就是故意找事儿。你不就是不想帮我吗？你用得着说那么多吗？过分的是你是不是我？如果以前有人对我像我对你那么好，那我一定会报答那个人的，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而已。小厮没想到自己被拆穿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慌，反正他就是不出钱就行了，王老板还能拿他怎么样？小厮道，我还要去干活呢，你快走吧，别赖在我家。小厮把王老板往外推，王老板不想走，但是也没办法，只能被小厮退出了家门，站在小厮家门口，看着小厮把门锁上。真是晦气，已经不是我的主人了，还来我家，而且我已经给了6个铜板，还不走，还想让我养着不成？没用的废物！小厮嘴里骂骂咧咧，说得很难听，王老板差点气炸了。小厮赶紧走了，生怕王老板会跟着他。等过了街角，小厮回头看了看，王老板并没有跟上来。太好了，如果干活回来，王老板还在他家门口，那就再骂一遍，制造骂得够狠，王老板就会知道他不会养着他。小厮的小算盘打得啪啪作响，小厮嘴巴太坏了，骂人骂得太难听了，他也是不想被王老板白吃白喝。王老板接下来会怎么办？王老板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办，对他来说能吃上饭就不错了，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打算。王老板用6个铜板买了2个肉包子，美美的吃上了，现在肚子吃饱了，但是又想喝水，水也得花钱买。他在茶摊上坐下，问老板一壶茶多少钱？2个铜板。老板说的已经把茶水端上来了，还附赠了一小碟花生米和瓜子。他没想到茶楼之外的茶卖得那么便宜，可惜他身上连1个铜牌都没有了。刚才买包子的时候，他说他有6个铜板，卖包子的老板就坑了他一下，其实5个铜板就能买2个肉包子。但是王老板丝毫不慌，还是慢悠悠的喝了茶。喝完茶之后，他告诉老板，虽然我现在没有钱付账，但你知道我是谁吗？茶摊的老板愣了一下，好家伙，是来喝霸王茶的，一壶茶才卖2个铜板，他煮茶也要下本钱啊？难道煮茶不用木材吗？不用茶叶吗？不用费功夫？甚至他煮茶用的都是山泉水养啊！老板越想越生气，我一壶茶总共才卖2个铜板，你没钱就别喝茶，你坑我2个铜板有意思吗？王老板立刻抓住茶摊老板话里的漏洞，你说对了，我坑你2个铜板没意思，所以我根本没想坑你的钱，我有办法付账，你听我慢慢道来。王老板敏锐地感觉到茶摊老板是一个好欺负的人，茶摊老板都要气炸了，脸色铁青，可是毫无办法。他赚个钱容易吗？为了这2个铜板他都想杀人了，可是像他这种无权无势的人，如果真的闹出了人命，他只能一命抵一命。你想怎么着？你说吧。我以前在咱们做一个比较大的茶楼里唱戏，我是一个非常受人追捧的戏子，我可以在你这里唱戏，帮你招揽客人，抵消我的茶钱，你觉得怎么样？茶摊老板上上下下打量着王老板，王老板穿的还挺好，都是他以前的衣服，但是却拄着一个拐杖，原来是个残疾人，都已经残疾了，还那么不要脸。不过还是算了，可能因为对方是残疾人，所以没法劳动，就没有钱付账。茶摊的老板决定把这一口气整下来。那行，你唱吧，只要你帮我招揽10桌客人，我就当是请你喝茶。王老板觉得招揽10桌客人简直太简单了，我觉得你还是多准备一些桌子椅子吧。王老板好心的提醒茶摊老板。为啥呀？茶摊老板很不理解。因为我帮你招揽的客户太多了，到时候他们没地方坐怎么办？茶摊老板有点懵逼，也有点小激动。你真的能帮我招揽那么多客人吗？王老板信心满满。当然了，你相信我的实力。当初在茶馆的时候，很多人来听他唱戏，简直座无虚席。这只不过是一个小茶摊，那些没钱去茶楼的人听到他唱戏肯定会来这儿。王老板开始唱戏唱了，刚开始唱没一会儿，摊子上了2个客人都赶紧付钱走了，路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着他。很快很多人都停了下来，都在看着他，像是在看一只猴一样。那个拐杖的人在干啥啊？是在卖唱吗？唱的什么玩意儿？一点也不热闹，那种文绉绉的东西听起来真没意思，就是还不如去看胸口碎大石呢。本来还想过去喝茶，结果他唱的什么东西？那个声音咋哭唧唧的，唱的苦情戏吗？真晦气。本来想过去喝茶的人也都离开了。王老板非常卖力的在茶摊上唱了一上午，可是在他唱戏的这段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有。茶摊的老板都傻眼了。之前每天上午起码都会有8、9个客人来喝茶，他的生意虽然不是很好，但是支撑温饱没问题。可现在一上午但没招来生意，反而连平常的生意都没了。你得赔我钱，我平时每天上午都有好些客人过来，都是因为你在这里唱戏，你把我的客人会赶跑了。茶摊的老板指责王老板，扯着王老板的袖子，
非得让王老板赔钱，不然就不放王老板离开。本来王老板就没想这样离开，他还想跟茶摊老板要工钱呢。你说什么胡话呢？我在这里帮你唱戏，是为了帮你招揽客人，就算没客人来喝茶，那是我的原因吗？王老板觉得很不可思议，茶摊老板太混蛋了，竟然把没有客人喝茶的事怪到他头上。他在唱了一上午的戏，容易吗？我不但不赔你钱，你还得管我一顿饭呢。此刻的王老板觉得自己太善解人意了，他没跟茶摊老板要钱，只是让茶摊的老板管一顿饭，已经很为茶摊老板着想了。他以前在茶馆唱戏的时候，唱一上午起码能拿1个金币呢。茶馆的老板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好欺负呀？把我的客人给赶跑了，竟然还向我要钱？王老板也很吃惊。你没事吧？我帮你唱了一上午的戏啊，你应该感谢我。现在我让你管一顿饭，有这么难吗？我又不是跟你要什么山珍海味，我现在都没跟你要钱，还说什么欺负老实人？茶摊的老板根本不是老实人，真正的老实人是他，那么勤勤恳恳的唱戏，却落得这个下场。王老板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益，一定要在茶摊老板这儿蹭上饭。本来他想吃2个包子就行了，但既然茶摊老板那么不要脸，他不但要吃2个包子，还要吃2个鸡腿。以前在茶馆唱戏的时候，他从来不敢吃那么油腻的东西，特别想吃鸡腿也不敢多吃，但是每次只能吃半个。现在终于不在茶楼唱戏了，他可以不用那么保护嗓子了，他要放开了吃。没想到不在茶楼唱戏也能有这种好处。想到这里，王老板笑了起来。茶摊老板看到王老板在笑，觉得王老板是在嘲笑他。茶摊老板老实了一辈子，他最讨厌别人欺负他。这个世界上的人总是欺负老实人，就因为他还太老实了，所以别人总是欺负他，被压抑了很久的怨气在这一刻爆发。茶摊老板像个疯子一样推开了王老板，并对王老板一阵拳打脚踢。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明明都是你的错。此刻王老板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在他唱戏的时候发现了，每当他休息的时候就有客人想坐下喝茶，但是只要他一唱戏，客人都走掉了，好像是他的原因。但是他没有什么损失，虽然他唱了一上午血，但是平时的时候如果不唱戏，他也会觉得不舒服，就当是练嗓子了。但是茶摊老板却蒙受了损失，那就不关他什么事儿了。打人了，疯狗打人了！王老板大声地呼喊起来。茶摊老板一边打王老板，一边痛哭流涕。为什么我兢兢业业的干活，我算好每天自己要赚的钱，你却要来骗我的钱，让我蒙受损失？为什么要专门带着老实人欺负？为什么要把我逼疯？我只不过想兢兢业业的赚2个钱而已。你以为我赚这点破钱，我就能发家致富了吗？我赚这点钱只能养家糊口，家里有人生病，我都没钱拿药，你却还坑我2个铜板！混蛋，混蛋！为什么要把我逼成疯子呢？茶摊老板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路过的人都以为他疯了，对他指指点点。哎，有手有脚的一个人，竟然打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世风日下，这算什么？你没听说吗？街口那一个给别人写信的秀才，把一个主顾家里的孩子都给杀了。我也听说了，秀才给那个主顾写信的时候，主顾没有给他钱，那个秀才就发疯了。越是那种表面上看上去老实的人，发起疯来越狠。就是老实人狠起来肯定要疯狗一样，可得离那些人远一点。咱们快走吧，免得一会茶摊老板咬了。茶摊他老板坐着哭完了，又趴在地上哭，就连王老板都惊讶了。有什么好哭的？不就是2个铜板吗？他不理解煮茶多么不容易，更不理解带别人写信有多不容易。毕竟不是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活儿，而且每一单生意都很麻烦。好了，你别哭了，不就是2个铜板吗？你煮的茶也不好喝，用的不是好茶叶，而且你煮的时间太长了，茶叶都带了一点苦味。就你煮的那种茶的，你还要钱？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现在的钱都那么好赚了吗？把茶叶沫子放在水里煮一煮，一小壶就卖2个铜板。虽然我赚那么多钱，但我赚的都是辛苦钱，我都是认认真真的在赚钱，不像你一样。我觉得你这钱赚的太容易了。王老板觉得茶摊的老板做的不对，把茶卖得太贵了，也就罢了，竟然还打他。王老板不想再搭理茶摊的老板，站起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得走了，任由茶摊老板坐在原地哭喊。他以前学唱戏的时候，从3、4岁开始，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嗓子，辛苦了10几年才能登台唱戏，赚的钱又全给师傅，一共磨练了20多年，他终于能赚钱自己花。茶摊的老板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都干不好的人。那种人觉得自己应该多赚点钱，所以做什么都不认真，活该赚不到钱。王老板心里一边骂，一边拄着拐杖艰难地往前走着。周围路过的人纷纷侧目看向他，对着他指指点点。路旁边的包子店里飘出阵阵香味，小丫鬟打扮的年轻女子站在摊位前买包子，她的肚子又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可是她口袋里却没钱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饿死。王老板饿得想哭，他实在忍不住了，一边走一边哭了起来。老板，跟我一壶茶。正在哭喊到老板抬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干净长袍的年轻人在茶摊上坐了下来。那个凳子他还没差呢，在大路边上摆摊就是容易遭灰尘，平时茶完了都什么的都是用布盖着的，但是凳子和桌子不能用不开的，所以就经常路上灰尘。公主穿的还是一件白色的衣服，岂不是更容易沾染灰？茶汤老板鸡毛痛，地上站起来拿了毛巾走过去擦了一遍桌子，然后又擦了旁边的凳子。公坐，你请坐这边的凳子。公子没说什么，就在刚刚擦过的凳子上坐了下来。茶摊的老板急忙去倒了一壶茶，然后又拿了一小碟瓜子。茶汤老板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客人是来喝茶的，之所以上外面来喝茶，可能是在赶路，也可能只是出来逛逛，但不管怎么说，人家都不是来看他的臭脸的，
所以他一定要笑脸迎人。陆营场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吃惯了互相关注，但是这种没有什么味道的原味瓜子总觉得有点无法入口。等了好一会儿，47师兄跟公孙乐乐才过来，两个人买了很多东西。我们出来是为了跟踪王老板，你们俩去逛街去了，这样不太好吧？他只是抱怨了一句，47师兄就给他呛回来了。闭嘴，上次你的衣服还是我帮你洗的。陆云长立刻乖乖把嘴闭上，下次还指望着师兄帮他洗衣裳呢。你怎么坐在这喝茶啊？王老板人呢？到那边去了，咱们一会儿就能追上。陆云长不在意的向一个方向指了指47师兄，点点头。公孙寥寥拿出了身上的5个铜板，那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人家找给他的零钱，他不喜欢带着那么多零钱在身上，就把零钱放在了桌子上，算是付了茶钱。姑娘，这茶钱太多了，这一壶茶一共才2个铜板，你要是想多给的话，给3个铜板就行了。茶摊的老板赶紧拦住了要离开的3个人，找给他们2个铜板。没关系，你拿着吧，大不了下次我们来喝茶的时候你少要点钱就行了。陆云长无所谓的说道。他们去追赶王老板，因为他们有事要请王老板去做。什么？你们竟然让我去勾引一个男人？你们太过分了！你们是看到我落魄了，所以想侮辱我对吗？王老板生气的全身发抖。虽然他现在没有钱，而且一条腿还被打断了，但是他也是有尊严的，他绝对不会为了赚钱就去勾引男人。在这个大陆上，断袖之癖是会受到鄙夷的。他是一个要脸的人。47师兄还想说点什么，但是被陆云长给制止了。算了，47师兄，既然王老板是一个道德观念特别强烈的人，那我们就不要勉强他了。陆云长他们离开了，王老板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宁愿去要饭也不会答应他们。你这身衣服还能卖点钱？一个老乞丐走路过来，盯着他身上的衣服来回看。他身上穿的是绸缎衣服，虽然有点脏了，有的地方还破了，还沾上了血迹，但是上面绣的图案可都是上好的手工。你把衣服脱下来就卖了吧。可是我要是把衣服卖了，我穿什么呀？我不能只穿着里衣吧？你放心，我这里有一身衣服洗得可干净了，穿上之后又保暖，你冬天的时候也不用再买衣服了，而且特别耐脏，比你身上这衣服强。你身上的衣服太容易脏了，不适合你。情感信誓旦旦地说。王老板动心了，他果然去把身上的衣服卖掉了，一共换了10个铜板。他这件衣服买的时候花了2个硬币呢，现在竟然才卖10个铜板。但是点当铺的人告诉他，他这件衣服那么脏了，需要找人清洗，而且上面还有血迹，太不吉利，有的地方还破了，需要修补。其他的当铺不收这样的破烂，给10个铜板已经很不错了。王老板赶紧买了2个包子，这一次他买2个肉包子只花了5个铜板，还剩下5个可以用来明天买东西吃。是我告诉你要去卖衣服的，你应该给我1个包子，别忘了你身上这件衣服还是我给你的呢。老乞丐过来跟他要包子吃，王老板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服，一件乞丐服上面布满了补丁，而且还有一股臭味，熏得他都睁不开眼。不提身上的衣服就罢了，说起来王老板就生气。你要是早说你给我的衣服是这么一件破衣服，我就不会卖我之前穿的衣服了。王老板觉得很委屈。嘿嘿，你都没饭吃了，以后只能要饭了，你还穿之前那么好的衣服干啥？乞丐就应该有个乞丐的样子。老乞丐教育王老板。就在王老板愣神的时候，乞丐从他手里把2个包子都抢了过去。王老板追乞丐，但是没追上，没想到一个老乞丐竟然跑得那么快。王老板只能又去买了2个包子，卖衣服的4个铜板都花光了。黄老板又没钱了，沦为了一个真正的乞丐，每天都去街头乞讨。陆云长他们每天都坐在房顶上看着王老板乞讨，有时候大发善心也会从屋顶上扔1-2个铜板下去。王老板敢，谢老天爷赐钱，上天果然没有放弃我，在我吃不起饭的时候还给我铜板。王老板非常感谢上苍。陆云长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如果他每天都给王老板钱的话，对他来说那点小钱不算什么，但是对王老板来说，每天几个铜板就是救命钱。有了那个钱，王老板肯定能活得下去，还能过得不错，每天都有肉包子吃。如果想要王老板帮忙的话，就必须让老王老板活不下去。于是他们打算不给王老板钱了。好几天没吃饭了，淋了雨感染了风寒，天上下起了雨，他的衣服都湿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避雨的地方，可是四处漏风，而且只要下雨，他就没办法出去乞讨，也就没有饭吃。他更没有钱请郎中抓药，病情也越来越严重了。王老板已经出现了幻觉，他看到以前的相好孙天龙来找他，孙天龙在他身上一阵乱摸。王老板闭上眼睛叹口气，他多希望这是真的啊！他心里一直想着孙天龙，他一直想去找孙天龙，可是怕自己这副样子会让孙天龙感到嫌弃。他不知道的是，这其实不是幻觉，孙天龙也是过来避雨的。本来孙天龙以为他只是一个乞丐，可是定睛一看，竟然是王老板。王天龙觉得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王老板穿的那么落魄，可是说不定身上有钱，于是在王老板身上搜了一遍，结果只搜出来2个铜板。混蛋玩意儿，身上竟然只有2个铜板！你现在怎么那么穷啊？我跑来这里避雨，竟然又遇到了你，真是晦气。孙天龙找了个角落，坐下闭目养神，准备等雨停就马上离开。王老板在睡梦中感觉孙天龙叹了口气，王老板顿时身上充满了力量，他一跃而起出去唱戏，因为他在大雨中唱戏，别人感动于他的努力，所以给了他很多钱。他拿着那些钱和孙天龙一起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到了第2天，王老板醒来的时候泪水了呢。他昨天做了一个美梦，可惜那个美梦到最后变得光怪陆离。他跟孙天龙还是分开了，甚至都不记得孙天龙了，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梦里的王老板每天都要出去要饭，终于给自己攒了个小金库，他要用这些小金库给自己买一双鞋，留着过冬的时候穿。
王老板又出去要饭了。可是，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要到钱，王老板差点被饿死了。还是上一次抢过他包子的老人出现，告诉他如果要不到钱，可以到别人家去要点饭。但是王老板不好意思，你现在都要饿死了，就别管那么多了，我带着你去别人家用饭，你很快就能学会，下一次你就可以自己去了。于是老乞丐带着王老板就看了一户人家，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真是的，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竟然出来要饭，真是不思进取。叶灵双手抱在胸前，装作一个邻家女孩的样子。按照计划，她要把王老板骂一顿。如果你不付钱，那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衙门，让你坐大牢了。陆云长说着，让师兄们把王老板从床上抓起来，就往外拖。王老板彻底崩溃了，又喊又叫，根本不像一个体面人，倒像是一个泼妇。陆云长让师兄们停下来，再次问：老板，我现在给你2条路，你自己选择，你是换钱，还是跟我们合作？怎么合作？王老板脸上挂着泪珠问道。我想让你去帮我们勾引一个人，就是凌霄县的县官，成功后不会亏待你。王老板突然想起来了，他就是为了这个来啊，人就是想来跟碧水宗合作来了。能跟这么大的宗门合作，说明他也是个有能耐的人啊。王老板的虚荣心首先得到了满足。你仔细说说怎么合作？陆云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王老板，他知道王老板已经没法拒绝了。果然王老板答应了。现在对王老板来说，这是唯一一个能赚钱的机会。碧水宗的人给王老板拿来了新衣裳，让王老板洗了个澡，换上新衣裳。王老板顿时全身舒坦了，这才是他应该穿的衣裳啊。碧水宗又给王老板吃了顿饱饭，然后就给县官下了帖子，让县官来碧水宗商量事情。县官以为碧水宗的人要付剩下的金币了，屁颠屁颠的来了。可是到了才知道，碧水宗的人只是告诉他，碧水宗绝对不会付钱，让县官好自为之，别跟他们作对。县官那叫一个生气。临走的时候，在碧水宗的门看到碧水宗的人在推一个俊秀的年轻人，想加入我们碧水宗，就凭你，告诉你，你不配。我们碧水宗连县官的面子都不给，你又算什么东西？还是个瘸子，滚蛋！那个拄着拐杖的年轻人眼眶子红红的，一声不吭，只能转身离开。但是碧水宗的台阶太多了，他一个腿脚不好的人，一个一个台阶的往下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碧水宗的人竟然笑嘻嘻的来到他身后，想要把他给推下去。给我住手！县官大喝一声，制止了碧水宗的弟子们，并且让那个文弱的年轻人坐上他的轿子，让人抬着他下山。文弱的年轻人对县官感激不尽，县官决定好人做到底，问年轻人住在哪儿，想用马车把他送回去。年轻人低着头说自己已经没有家了，现在没地方可去。县官非常同情年轻人，就让年轻人跟自己回去。师爷觉得不大对劲，就提醒老爷，让老爷别管别人的闲事儿。但是县官老爷不想听师爷的，最近他正在跟师爷闹矛盾，因为师爷觉得县官拿的太多了，县官觉得自己拿的不够多，想把全部都拿走，一个铜板也不分给师爷他们。师爷他们对县官很有意见，县官也想找个机会换了师爷，给自己换一个便宜的新师爷。县官本来还是客气一下，让王老板去自己家，但是经过师爷插嘴后，县官老也已经坚定了决心，一定要让王老板去自己家。师爷不同意，但是也没办法，这个衙门毕竟是县官做主。王老板被心里窃喜，计划的一部分已经成功了，只要能跟县官朝夕相处，他有办法让县官喜欢上自己。对于勾引男人，王老板有自己的一套绝学。再说这个大陆上有钱人玩的都很花，不但逛普通的青楼，还逛里面都是男人的勾栏。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法，县官背地里没少玩。他觉得王老板只是腿脚不好，但是长得真好，比勾栏里的那些小花好多了。再加上王老板有意无意的勾引，很快县官就让王老板住进了他的房里。师爷当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不想让县官的日子好过，这是其一。县衙里的人都勾心斗角，大家虽然表现上都客客气气，但是背地里都不希望本人说的舒坦。特别是县官，县衙了的所有人都不希望县官能过得舒坦，但是表面上不能那么说。师爷的意思是，县官老爷随便就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上床，万一对方想害县官老爷呢？还有就是，师爷也真的怕王老板会害了县官老爷。虽然师爷讨厌县官老爷，但是师爷还要靠着县官老爷吃饭呢。这个县官老爷虽然不怎么样，谁只能下一个会不会更混蛋？既然这个已经跟他们混熟了，那师爷就希望这个县官老爷能一直待下去，然后他们这些下边人总能想出个县官老爷要好处的方法。县官老爷虽然不知道师爷的小算盘怎么打的，但是他知道师爷肯定不希望他好，所以师爷不让他干什么，他就去干什么，那样准没错。县官和王老板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碧水宗的人过了1个星期，来县官府上，更加深了师爷的怀疑。但是县官却觉得那只是碧水宗的人想通过王老板跟他缓和关系，因为他让郡守给碧水宗施压，碧水宗的人肯定慌了。县官最近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体会到了什么叫君王不早朝。县官以前没有断袖之癖，反正他自己不记得自己喜欢男人。在这片大陆上，如果当官的喜欢男人被爆出来，那就是黑历史；如果没被爆出来，那就不算什么。县官觉得他的事不会被爆出来，毕竟他做坏事的时候很隐蔽。于是县官就跟他好上了，把他接到自己的宅子上住着。县官是外地人，家里的女眷都在老家，在本县也没设置在外宅。王老板就是他在本地唯一的家眷。其实县官心里，从此王老板又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陆云长他们来看望王老板，此刻的王老板怀里抱着一只猫咪，都不用正眼看他们。王老板，最近的日子很滋润呀。陆云长开口说道。王老板轻轻地叹了口气，
好像很无聊的样子。是啊，我本来就应该过这么滋润的日子，可惜我的命不太好，过了一段时间猪狗不如的日子。不过现在终于好了。碧水宗的师兄们都小声地议论着。哎，你们有没有觉得王老板好能装啊？是啊，也太能装了吧。他以为他是谁啊？他能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还不是多亏了我们？主要是多亏了小师弟，若不是小师弟要利用他，他现在还是个乞丐呢。你们说王老板那样的人会不会跟王菲菲一样，到了最后还是缠着我们？所以我们得早点想想办法，利用完王老板之后就赶紧把他一脚踢开，省得他给我们惹麻烦。没错，大不了到时候多给他一点钱就把他打翻了，不能让他缠着咱们。下人把茶端了上来，还端来了各色小点心。陆云长他们喝着茶，吃着小点心，打量着县官家的花园。这个院子真不错，仅靠县官一个人的薪水肯定修不起。是啊，小师弟，这样的院子的一看就知道，那得剥削了多少民脂民膏才能建成这么好的院子啊！王老板不满地说道。他剥削民脂民膏跟我没关系，反正又不是我剥削民脂民膏，他可是这个县里最大的官，剥削一下普通老百姓又怎么了？王老板很不以为然地说道。陆云长就呵呵了。王老板说的对，可是忘了吧？忘了我们的计划了吗？陆云长提醒王老板。王老板确实把计划给忘了，因为这段时间他生活的太惬意了，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啊，比他当戏子的时候生活的还要惬意。碧水宗的人面面相觑，他们都看出来了，王老板喜欢上了现在的日子，不想履行诺言。你放心吧，我没有忘我们的计划，我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陆云长点点头，他也没再说什么，在园子里转了一会儿，然后才和师兄们一起回碧水宗去了。王老板的心里十分忐忑，他知道如果他不履行当初的约定，碧水宗的人不会放过他。虽然他一直觉得碧水宗是一个小宗门，但是那样一个小宗门对付他有足够了。思来想去，他决定把一切都向县官和盘托出，相信一定能得到他的原谅。毕竟通过这几天的观察，发现县官非常疼爱他，简直就是对他有求必应，还不嫌弃他的腿。于是他泡了一杯茶，想给召唤送去，顺便跟县官坦白。但是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到了里面的说话声。什么？你担心他是我的敌人，专门派到我身边的，为了就是想抓住我的把柄？没错，老爷，所以你还是把他给送走吧。万一被别人知道你在家里养了一个男人，你的敌人一定会用这个借口来抨击你，到时候你可能连现在的位置都保不住了。根本不可能，他不是那样的人。县官十分坚定地说道。他不是相信陆云长，而是相信凭借他的审美水平，他觉得自己哭会看错人，而是像他这么有魅力的人不会遭到背叛。那些遭受背叛的人归根结底都是能力不行。老爷，你就不要对他抱有幻想了。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他来到了我们住宅之后，碧水宗的人都来了3次了。你等我去问问他。县官无论如何不相信王老板会出卖他。老爷，如果他真的是别人派来的，你会怎么处理？师爷问道。我会亲自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县官恶狠狠地回答。王老板吓得身子都凉了半截，他急忙往回走了几步，转过身来，装作正在往书房走的样子。听到开门的声音，他做出惊呆的表情。大人，你要去哪儿？我正要去给你送茶。县官达人嗯了一声。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要问你。王老板跟着县官进了书房，县官回头把门关上。王老板顿时有种压迫感。大人，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王老板装作淡定的样子，幸好他唱戏唱了那么多年，揣摩剧中人物的角色，练出了演技。此刻虽然内心特别慌张，但是表面上看去还是平静如常。师爷说你接近我有目的，我找你来解释一下。县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副一家之主看下人内斗的派头。即便是县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方式，无外乎吃饭听曲，所以让下人互斗看好戏也是他们的娱乐方式之一。大人，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我对你没有二心，当初是县官大人救了我，我愿意以为陪着县官大人。王老板说着，竟然拿哭了起来。师爷十分鄙夷，果然是戏子，真会演戏啊。大人，他分明就是在说谎，他认识碧水宗的人，肯定是碧水宗的人派他来的。你有什么证据？你在胡说八道。王老板哭得更厉害了，他扑到县官怀里，让县官给他做主。但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没侵犯别人的利益，为什么别人就是容不下我了？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啊？如果待在这里那么危险，那我宁愿去外面流浪，不如大人就放我离开吧。王老板哭得梨花带雨，让县官很是心疼。本来县官也不是个会怜香惜玉的人，但是一旁是长相丑陋、唯利是图、一肚子坏水的师爷，长得跟个黄鼠狼似的，下巴上还有一撮小胡子，而另一边是一个长相俊秀、漂亮、干净的，像是牡丹花的小公子，他当然会站到王老板这一边。况且县官也知道，整个衙门的人都不想让他过好日子。放心吧，我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我不会让你白白受到冤屈。县官心疼地摸着王老板的脑袋。师爷无语了。王老板从县官怀里探出头来，抬头看了师爷一眼，满眼挑衅的神情。师爷突然觉得这个小娼妇不好对付啊。从今天晚上之后，王老板突然想开了，他不打算把真相告诉县官，只想在县官身边好好生活，他也不会当为碧水宗做事，那样的话得不偿失。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尽办法留在县官身边，多跟县官要钱，多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对现在的王老板来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县官能给他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就想留在县官身边。小师弟，我怎么觉得我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王老板好像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所以才不打算帮助我们。他怕帮助我们之后得到的金币不足，也只从他过像现在这么好的日子。47始终说道。陆云长当然也看出来了，47师兄觉得他是看到了眼，但陆云长不这么认为。
陆云长一开始就没对王老板抱太大的希望，没觉得王老板是那种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的人。之所以还利用王老板，是因为陆云长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约束王老板，让王老板帮他达到目的。他着实过了一段舒坦日子，跟王老板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年轻了不少，不管干什么事都充满了活力。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郡守就派人过来，说有人举报他家里养了男宠，说他道德败坏，要对他展开调查。师爷趁机劝他赶紧把王老板处决，别给郡守派来的人留下什么把柄。县官也害怕了，他是个怂货，遇到事就想躲躲。这一次他想好好表现一下自己，就说了好像多硬话，表示自己一定会保护好王老板，要为了王老板跟郡守的人抗战到底。王老板十分感动，他觉得已经终于找到了生命中的良人，想跟县官好好过日子，而是更看不起师爷了。他以为师爷在挑拨他跟县官老爷关系上失败了，但是老谋深算的师爷却松了一口气，因为师爷知道他成功了。县官就是个两面派的怂货，越是表面上对王老板好，其实越是这样，内心越是放弃了王老板。果然师爷再一次提出要解决了王老板的时候，县官没有反对，只是顾左右而言他，说了很多伤春悲秋的事儿。师爷知道县官是怎么想的了，于是几个人绑架了王老板，把王老板扔到小树林里，要杀王老板。幸好碧水宗的人及时出现，救了王老板一命。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就知道你们是好人。王老板痛哭流涕地说，好像痛改前非的样子。请让我加入你们碧水宗吧，我想成为你们的一份子。王老板认真地说，他想要好好生活，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他的话反而让碧水宗的弟子们吓了一跳。怎么办？怎么办？他竟然想来我们碧水宗啊，跟王菲菲一样，他是另一个王菲菲，我们该如何应对？不让他来应该就行了吧？直接拒绝他。当年我们也直接拒绝了王菲菲，但是王菲菲还是给我们搞出了很多事情，给我们惹出了太多的麻烦，到现在我们还没解决完呢。我也不知这事那怎么办？我想小师弟应该有办法吧？是不是要小师弟？所有人都看向他，陆云长也无语了，他也没想到王老板的脸皮真的厚啊。不过他确实有办法对付王老板，这事简单呀，只要把王老板五花大绑弄回县官那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就交给郡守派来的人和县官吧。碧水宗的弟子们全都鼓掌，觉得他这个提议真是太好了，既省事儿又能解决问题。碧水宗的弟子们重新来到王老板站的地方，王老板以为他们同意让自己加入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回碧水宗吧，以后我就跟着你们一起生活了，还请你们要多多关照我，毕竟我现在腿脚不太方便，可是我可以给你们唱戏啊，给你们排忧解闷儿。王老板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他越是这样，碧水宗的师兄们越是害怕，他们一朝被蛇咬，10年怕懒生。陆云长冲着师兄们使了个眼色，师兄们用黑色的布袋子盖到了王老板的脑袋上，然后把王老班抬着扔进了县官家中。此刻的县官和郡守派来的人正在谈笑风生，两个人表面上十分友好，但是背地里都特别讨厌对方，想招法的让对方难受。县官十分得意，因为郡守派来的人找不到他任何的把柄。可是突然王老板出现了，王老板把黑色的头套摘了下来，一看竟然是县官的家里，顿时懵逼了。县官也一脸懵逼，师爷最先反应过来，赶紧向王老板发难，把所有的锅都推到王老板身上。王老板很生气，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背锅？王老板是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了，他认为自己说出的才是真相，他说的那些全都是碧水中的人教给他的，那些话杀伤力巨大，完全能把县官拉下马去。郡守派来的人听完，顿时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疼，现在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王老板被吓坏了，他以为郡守派来的人不相信自己的话，扑通一声给他跪下，请大人明鉴，我说的话句句当真，大人可以去调查，如果我说的是假话，我愿意听从大人的处置。王老板真希望能快点度过这一劫，只要能保住小命，他宁愿回去要饭。郡守派来的人走过去，把王老板扶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公正无私的语气对他说道，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洗刷你的冤屈。王老板一听，高兴的流下泪来，小师弟你真有一套，这事就这样成了。不知道县官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真希望他被斩首啊。那个家伙以前可犯过不少罪，贪过不少钱，做过很多坏事，应该也到了斩首的级别。要不我们去帮忙收集一下证据吧，这样的话有利于给他判刑。碧水宗的人总是这么乐于助人，为了帮郡守派来的人给县官判刑，他们亲自去收集证据，简直不吃劳苦。碧水宗的师兄们都自己感动了。郡守派来的人本来还担心自己是一个外地人，不好收集县官的证据，可是有人去帮忙把县官犯罪的证据给送来了。县官被关入大牢，大牢里的人没想到他会被关进来，立刻围了上来，还以为他是来微服私访体验民情，纷纷向他喊冤。一群傻货，你们给他跪下干嘛？他现在已经不是县官了，他跟你们一样都是犯人。衙役原本是他的手下，知道大牢的犯人都是什么德行，平生欺负新犯人全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县官进去之后有罪受了，犯人们一听县官也成了阶下囚，都十分惊讶，怎么可能？他不是我们的县官大人吗？怎么又成犯人了？他犯了什么罪？哈哈，这下有趣，他竟然也成犯人了，兄弟们好好招呼他吧。他听着他们的对话，县官脊背发凉。他听说过大牢里恐怖的事儿，新来的犯人总是会受尽委屈，被欺负的特别惨。一开始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关进大牢的都是犯人，但是背景不一样啊。大牢里欺负人的犯人，难道就不怕被欺负的犯人出去后报复他们吗？还是师爷告诉他，大牢里的犯人都是穷凶极恶之辈，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出去后会不会遭到报复，有的人根本出不去了，有的人能快过一会儿是一会儿，根本不考虑出去后的事儿。
谁知道出去后会怎么样呢？曾经就有一个富家子弟在大牢里没被欺负，大牢里的人都想出去后投奔他，结果后来大牢里的人出去后才发现，那个富家子弟被家族除名，成了乞丐。从那以后再进大牢的人都会把那个故事口口流传，教育大牢里的人及时行乐。当然及时行乐是体格强悍脑子灵活的人干的事儿，其他的人还是要受欺负，受欺负的人之间流行的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有关报仇的故事。你们好好招待他吧。衙役说着就离开了，他们一会儿再来看好戏。戏刚开场的时候没什么看头，衙役很害怕一个人被关进大牢，都贪污了，凭什么师爷没事儿，他却被下大狱？他不知道的是，师爷正在被利用，郡守派来的人对县里的事务不清楚，当然要找个能帮忙的人。师爷以为自己没事了，所以尽职尽责的帮着郡守派来的人掏空县衙。县官长得太丑了，就连玩他的心都没有。怎么长得比猪还丑？就是啊，长得像是一坨肥肉，又白又恶心。大牢的人都在笑话县官。县官最讨厌别人说他长得丑，因为从小他娘亲就说他长得丑，更喜欢他哥哥，所以别人只要说他长得丑，他就一定会发火。他跟大牢里的对打起来。县官虽然平时不怎么运动，但是他吃得好，又高又胖，体型上有优势。犯人们每天都吃不饱饭，早就饿得皮包骨头了。一开始县官占了上风，可是大牢里的犯人太多了，他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的犯人。县官差点被打倒在地，但是他一想起大牢里的人骂他丑，他又燃烧起熊熊斗志。大牢里的犯人竟然不能把他怎么样。衙役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幅场景，县官一个人对战10几个犯人却不落下风，这还了得？刚进大牢就闹事儿。衙役们打开牢房的门，让县官出来，然后把他押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本来县官还以为要给自己关禁闭，心想被关禁闭也不错，就跟被关进犯人牢房似的，还没有人跟他打架，清静多了。可是他被带到了刑房，他这才明白了县衙们要对他用刑。你们不能这样，你们对我这么差，你就不怕我出去报复你们吗？县官充满危险地问道。哈哈，你以为你还能出得去吗？冲着你刚刚说的话，你把自己出去的路给堵死了。衙役们笑呵呵地说。县官的后背发凉，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衙役们拿起一个烙铁，要在县官的脸上刻字。县官吓得冷汗连连。我以前对你们不错呀，现在我有难，你们不至于这样对我吧？县官觉得很不公平，早知道以前就不对县衙的人那么好了。哈哈，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对我们好，每个月都扣钱，2个月才发一次俸禄，你觉得这样就对我们好吗？衙役们也是无语了，他们以后县官是故意对他们那么差，现在才知道，原来县官不是故意的，以为县官竟然一直都觉得对他们很好，太恶心了。本来只打算在他一边脸上刻字，但是现在他们要在县官的2边脸上都刻上字。果然县官的2边腮帮子上都被刻了字。县官闻到了从自己脸上传来的烧焦味，以后你就是阶下囚了，绝无翻身的可能。哈哈，以前的你耀武扬威，现在的你成了废物，你连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了。哈哈，衙役们尽情地嘲笑着他，用各种刑罚把他折磨了一遍，这才把他重新扔回牢房。此刻的县官已经半死不活了，趴在地上一动也动不了。其他犯人都围了上来，有的用手戳了他一下，有的用脚碰他，还有的抓着他的头发把他脑袋往上拉，他都没有任何反应，因为身上太疼了，而且他被打得没有力气了，只能任人摆布。被打了一顿，终于老实了。你如果早一点那么老实，也不用吃这么多苦呀。就算我们打你打得再狠，也不可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不如让我们打一顿呢，自讨苦吃，以为自己还是当官的呢。你现在是个阶下囚，拜托你认清自己的身份。犯人们开始商量拿他怎么办，有的说现在就教训他一顿，有的说还是等他养好伤再说。如果现在就开始折磨他，万一他撑不过去怎么办？撑不过去就撑不过去呗。你以为县衙里还在乎他的死活吗？县衙当然不在乎，可是并不代表县衙就不需要一个替罪羊。说到此刻，大家都沉默了，他们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暂且放过他，等到他伤好了再开始折磨他。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全都围在他身边，有的拉拉他的耳朵，有人摸他的头发，还有的用脚一下一下的踹他，不过踹的幅度不大，没敢用力，怕真的给他踹死了，大家都拿他取乐。陆云长被请到县衙里做客，师兄们担心是鸿门宴，于是都悄悄地跟了过去，在屋顶上偷听郡守派来的人跟陆云长谈话。陆云长想要回来以前给县官的3000金币，但是他知道肯定要不回来了，因为金币已经进了郡守大人的口袋。你们碧水宗罪大恶极，竟然杀了整个凌霄宗的人，这事儿郡守大人不能不管，不然整个大陆还不乱套了。郡守派来的人义正言辞地说道。他已经跟郡守通过信，郡守的意思也很明确，一定要从碧水宗搜刮些油水。其实陆云长也不是个抠门的人，给郡守点好处也未尝不可。当初他们还给了义子2次好处，总共差不多100个金币呢。给郡守送点礼，以后有事儿找郡守帮忙也容易。但是陆云长怕的是郡守拿钱不办事儿。他打听过郡守的为人，当然不是他亲自去打听的，是通过叶灵和公孙了了家族的关系，还有碧水宗几个师兄当官的爹的关系打听到的。郡守的口碑并不好，唯我独尊，别人给他钱找他办事儿，他还喜欢摆谱。陆云长不想跟那种人合作，他知道郡守派来的人是在找碧水宗的麻烦。大人，当初凌霄宗跟碧水宗签了协议，我们不会滥杀无辜，请大人放心。协议里规定了，生死有命不怪别人，请大人明鉴。郡守派来的人看陆云长油盐不进，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指着陆云长大骂：别给！你脸不要脸！我在这里好好跟你说话，已经给足了你脸面，你要么乖乖拿钱，
要么跟县官一样去大牢蹲着。陆云长不解俩的问他们俩是什么罪名。好，你说什么玩意儿？想抓你就抓你，我的工作任务不是帮你找理由。郡守派来的人不断的敲着桌子，给陆云长压力。云存在不想再出钱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花的是冤枉钱。郡守是个只拿钱不办事的废物，要换的不仅仅是县官，还有郡守。你敢把我抓起来，我就让你们郡衙门夷为平地。陆云长一点不怕郡守派来的人，反而郡守派来的人被陆云长的气势所震慑。在这个大陆上，修士地位最高，甚至在公共场合，当官的还要给修士们行礼，他却确实不能贸然抓陆云长。在县官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县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了碧水宗的人，郡守派来的人不想犯同样的错误，他只能把陆云长放了。陆云长回到碧水宗后，师兄们终于放心了，他们还以为郡守派来的人一定会难为小师弟呢，可惜给县官的金币没拿回来。陆云长摇摇头，早知道那些当官的滚蛋，没想到那么混蛋。算了，以后师弟都已经给出去了钱，当然很难要回来啊。反正我们碧水宗不缺钱，就当做是做慈善吧。师兄们都劝他，但是陆云长最讨厌吃亏，他不能白白花了那3000金币啊。陆云长要想办法让坑钱的滚蛋们付出代价。县官他们的事儿暂告一段落，因为县里没人再找他们麻烦，郡守派来的人没过几天也回去了。县里没有了县官，但是按照传统，县官要县里的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即便是郡守也无法左右谁当县官，所以郡守干脆不管那事儿。骆云长想让周倩当县官，虽然以前公孙了了跟他说过一次，但是周倩以为公孙小妹妹是在开玩笑，还说公孙妹妹不但人长得漂亮，就连玩笑都开得让人高兴。他倒是想到县官，因为他不能修炼，他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官，但她是一个女孩子，在大陆上当官的一般都是男人，很少有女人。更重要的是，他人际关系没有那么熟悉，他才刚搬来不久，不是德高望重的人，县官要靠县里的人自己选，所有人都只会选他们熟悉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去当县官。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抱什么期望了，我是不可能被选上的。周倩一边干活一边说，她正在地里种菜，她必须让自己熟悉干农活，多种一些菜，除了自己吃之外，还要拿出去卖钱补贴家用。你放心，竞选的事我们来帮你搞定，我有的是办法。陆云长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想参加竞选的人自己去县衙报名，县衙会把他们的信息公布出去，贴在菜市口的信息栏里，上面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是谁，干过什么，还有家世背景。周倩去买菜的时候，在菜市口看到了自己的信息，上面说他巾帼不让须眉，充满正义感，有优秀的破案经验，如果他当县官之后会少很多冤假错案，还有其他很多夸他的话。他会破案吗？他歪着脑袋想，上辈子他看了很多破案的电视剧，还看了很多破案的书，那些破案知识拿到这个时代确实够用，勉强算是会破案吧。又过了2天，竞选县官的候选人们要进行公开演讲。公开演讲对他来说有点难，因为他上辈子的职业关系让他很少开口说话，毕竟作为一个保镖来说，闭嘴是重要的美。但是他不用担心，公孙了了会亲自帮他，他演讲的稿子是公孙了了帮忙写的。当然，如果现场出现意外状况的话，还需要他快速的反应，灵活应对。终于到了竞选的这天，竞选地点在菜市场路口，砍头是在这儿，竞选也是在这儿，幸好上次砍头的血迹都已经冲洗干净了。第一个上台演讲的是一位老人，他刚上台，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的口碑非常好，十分熟练爱的。周倩不由得叹了口气，那位老爷爷的人缘真好，我怎么能跟他比啊？我一定会落选吧？周倩对自己很没信心。你放心吧，相信我，你一定不会落选的，我们会帮助你的。公孙了了给周倩加油打气。周倩很感激公孙了了，因为他知道凭借自己的能力肯定连参加竞选的资格都没有，都是碧水宗，都是兄妹们在帮助他。一想到这里，他就感觉很惭愧，他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却跑来参加县官竞选，多少有点自不量力。而且陆云长他们完全可以扶持一个更优秀的人，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他。周倩不想让他们失望，当然下定了决心，不管最后能不能成功，他一定要全力以赴。第一个上台的老人演讲完后，所有人都给他鼓掌，周倩出于礼貌也鼓起掌来。他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找演讲稿的时候才发现演讲稿已经不见了。周倩急得额头冒汗，他明明放在口袋里的，怎么不见了呢？其他人还等着他开口演讲呢。如果这个时候去找演讲稿的话，一定会拉低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始自由发挥。等我当上县官，最后一定会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大力发展市场贸易，让每个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还有加大治安的投入，每天都会有县衙的兵丁在街上巡视。如果有人偷东西的话，一定会严惩，保障普通的民众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并且我还会大力发展教育，争取让每一个人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当然了，有钱人的孩子如果愿意花更多的钱，我会请更好的老师去教导他们。但是以前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也会请老师教他们认字，让他们以后也有考取秀才的可能。还有我当上了县官后，婚姻自由，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婚姻生活过得不好，都可以和离，然后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会办一个养老院，关注那些老年人的生活，让老人老有所依。至于年轻人，我会建设几个娱乐场所，让年轻人有地方可以玩。总之，我当上县官以后，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全新的面。周倩侃侃而谈，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她心里所想的，也是她想做的事儿。周倩想要改变这个县的风貌，让全县人民都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让经济为蒸蒸日上。她说完之后，
没有人鼓掌，所有人都惊呆了，很多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周倩有点尴尬，看着下面所有人都反应，他觉得此刻的自己像个白痴，肯定是他没讲好，或者是说他太想当然了，所以才让坐在下面的人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公孙了了却觉得周倩讲得很好，他给周倩热烈鼓掌。很快，其他人也给周倩鼓掌，掌声雷动。周倩没想到自己能收到这么好的反馈，民众开始投票，最后毫无悬念，周倩成功当选，成为了新一任的县官。碧水宗等所有人都为他感到高兴，特别是陆云长跟公孙乐乐，你演讲的真好，比我给你写的稿子说的还好。公孙乐乐拉着周倩的手，高兴地说道。周倩也特别高兴，脸上带着欣喜的笑容。其实他演讲刚开始的时候吓坏了，因为没找到演讲稿，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是等他开口后，他发现容易了很多，因为他只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已，其中没有丝毫的技巧，全是真情流露。我也不知道把演讲稿放到哪里了，上台之后就找不到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慌张。周倩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公孙了了从自己口袋里把演讲稿拿了出来，在周倩面前晃了晃。很抱歉，其实演讲稿是我从你兜里拿出来的。周倩惊讶地张大嘴巴，简直不敢相信公孙了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想让你自己演讲，说你想说的话，我相信你，凭借你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当上县官。公孙乐乐认真地说。周倩重重地点了点头。我还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把演讲稿拿走了，我也不可能发自内心地说那些话。我在演讲的时候说的那些话，都是我想要做到的事情。为了给周倩庆祝，他们一起去了隔壁的县城。隔壁县里有公孙了了家开的豪华酒楼，他们在后花园里设了宴席，大家伙开开心心的一起吃饭，所有人都恭喜周倩。只有叶灵显得有些不自在，他以为周倩竞选县官的事情一定会失败，因为他觉得周倩什么也没有，没有家世背景，本身也没有什么天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竟然能去竞选县官。叶灵觉得她去竞选的话，成功的概率会更大。可是没想到周倩竟然成功了，大家伙一直玩到深夜才回去。周倩回家之后就把好消息告诉了她的娘亲，娘亲万万没想到周倩竟然这么有出息，主要还是靠着碧水宗的人帮忙，若是没有他们的鼓励，我甚至都不敢去参加竞选。周倩打心眼里感激碧水宗的人，你真是幸运，能有那样一群有能力的好朋友，你一定要记得人家的好，以后有机会的话报答他们。娘亲教育周倩。周倩点点头，都一一记下了。碧水宗，我真是搞不懂你，干嘛让一个一无所有的新人去当县官呢？叶灵抱着双臂不解地问道。难道是觉得好控制吗？想到这儿，叶灵觉得自己想通了，肯定是陆云长肯定是觉得周倩好控制，所以才帮助周倩成为县官。陆云长还真是精明啊。不是，我之所以要扶持周倩，是因为我觉得他有那个能力。陆云长的话让叶灵很吃惊。你从哪里看出他有当县官的能力？他那么年轻，以前又没当过官，他懂什么？治理一个县可没有那么容易。叶灵提醒陆云长，觉得陆云长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你今天也听到周倩的演讲了吧？我觉得他讲的比所有参加竞选的人讲得好，他只要把他说的那些啰嗦下去，咱们碧水县的人就都能过上好日子。陆云长的话让叶灵很感慨，他觉得陆云长太天真了。陆云长的想法是好的，甚至周倩的说法就是好的，可是真正落实起来肯定难如登天。叶灵不信周倩能做好，其实不光是叶灵不信，碧水宗的所有师兄弟们都不信周倩能把事儿做得像他说的那么好。于是整个碧水宗的师兄们全体出动，一起帮助周倩。周倩成为县官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县的名字由原来的凌霄县改成现在的碧水县，然后开始办私塾。其他县的县官派人来送礼的时候，他正在为来私塾找地方。碧水宗的弟子们都来凑热闹，人多事儿难办，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的主意，各抒己见，一天过去了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周倩心想，明天绝对不让那些家伙来了，不然他就找到孝旨了。结果碧水的人回到山上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私塾选址的事儿。走的师兄甚至觉得把私塾设立在碧水宗里面，这样他就可以亲自教那些小孩读书了。其他的师兄大力反对，要真是那样的话，整个碧水宗都会不得安宁。第二天，他们走去县衙了，可是周倩先他们一步出门去了。碧水宗的师兄们觉得周倩太不近人情了，明知道今天他们回来，可是他自己先溜了。碧水宗的师兄们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已经去找适合来私塾的地方好了。他们不信周倩能自己找到，于是他们分散开，3、5成群去帮忙找地方。整个县城的人都知道碧水宗为了帮忙来私塾，正在找地方。于是有县里的大户人家愿意把自己的一处大房子贡献出类，让县官来私塾，条件是无论他们的孩子多么不成器，私塾都不能开除。碧水宗的人就想，不成器还能躲不成器啊？能有个大宅子来私塾才是最重要的。碧水宗的师兄们过去看过那个宅子，很适合办私塾，而且财主是免费提供地方，不收租金。于是碧水宗的师兄们就同意了。师兄们找了个地方吃饭，给了店小二钱，让店小二帮忙去找周倩。店小二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周倩。周姑娘，我们家公孙小姐跟碧水宗的公子们请你过去。小二擦了把汗说道。周倩正在到处找适合开私塾的地方，可是没有找到。一些居民们帮着她一块找，大家都满头大汗。你们小姐正在用膳吧？让她吃吧，我找到能开私塾地方再回去。周倩刚上了，要是找不到能开私塾的地方，她宁愿睡大街。哎呀，周小姐，你还不知道吧？家我们小姐和公子们已经帮你找到能开私塾的地方了。你先跟我回去吃饭吧，吃完饭让公子和我家小姐带你过去看看，保准你满意。真的吗？
周倩一听高兴起来，没想到碧水宗的那些家伙还挺办事儿啊。周倩来到了公孙乐乐家的酒楼，其他的人已经点了菜，都开始吃了。周倩笑盈盈地坐下，我听说你们已经帮你找到了开私塾的地方在哪儿。周倩恨不得赶紧去看看。先吃饭吧，吃完饭我们就带你过去看看，保准你满意。租金贵不贵？不用租金，人家免费租给你们用。周倩咋就有点不放心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她不信别人那么好，会把地方免费给他们开私塾。你们不会是被人给骗了吧？周倩有点怀疑碧水宗的师兄们的办事水平。人家当然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不管他的儿子多么不成器，你们私塾都不能开除人家。就那个，周倩想了想，还是有点担心。要是那位财主的儿子就是如此不可教，并且打扰别人学习，如果长时间屡教不改的话，我当然会把他开除回家，不能让他耽误其他的同学的学习。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就算是那个财主的儿子烦人，我们也有100种方法对付他。碧水宗的大师兄信心满满的说道。其他人也都答应着。周倩点了点头。现在终于又开始开私塾了，他特别高兴。到那时很快就又遇到一个麻烦，还要找2个私塾先生。找私塾先生的消息放出去后，有很多人过来应聘，质量当然那参差不齐。周倩怕自己看走眼，就找到了碧水宗的吴师兄帮忙长眼。最后吴师兄帮忙选中了2个私塾先生。财主的房子里很干净，周倩找人简单的打扫了一下，然后就买了一些桌椅放进去，只用了5天的功夫，私塾就弄好了。接下来就找学生了，因为私塾收费很低，所以来报名的学生非常多，很多都已经13、14岁了，在古代的普通人家，这个年纪都能成亲了。但是周倩没有设置门槛，谁想来认字都能过来，甚至还贴了张告示，要是年纪大了人，比方说30往上的人，如果想认字的话，也可以来，但是没有地方坐，只能站着听或者自己带着凳子。很快，周倩的私塾就开始上课了。周倩去听了节课，把自己给我坐着马车来的。周倩一边吃一边说道，过会儿我要去街上转转，给县里上一个赚钱的项目，反正你们都闲着，跟我一块去热闹热闹。陆云长打了个哈欠，无可无不可的说道，可以，反正我们确实都挺闲的。你想到做什么项目了吗？先说好，不支持你发展旅游行业。如果发展了旅游行业，那么碧水宗县一定会非常闹腾。陆云长不想生活在一个特别闹腾的地方。你想多了，咱们这个年代发展不起来旅游业。周倩抱了陆云长一眼。很多穿越者都以为到了古代能把现代的一切都搬运过来，其实根本不可能，现代的很多东西在古代都玩不转。陆云长放心了。吃晚饭，他们一起去了碧水县的街道上。咱们这个地方距离海港太远了，不然可以跟其他大陆上的人发展贸易。陆云长打了个哈欠说道，他出来主要不是为了帮忙，而是为了能逃避修炼。这几天不管他多忙，只要一回到碧水宗，莫问蕊都会抓着他们修炼。陆云长只想睡觉。其实我们也能发展贸易，可以走陆路。周倩说道，咱们这儿的特产很丰富，你想去卖水果呀？陆云长问道，卖水果肯定不行啊，虽然碧水县的水果确实岂比其他地方的好吃，但是在路上很容易坏。我说的是，咱们这儿不是有很多矿石吗？周倩打了矿山的主意，但是又被陆云长被反驳掉了。不行，那些矿山都距离碧水宗的山太近了，不管你想发展什么，一定要保证碧水宗的不被打扰，所有打扰碧水宗的事儿，我都不会同意。周倩瞪了陆云长一眼，但是也没把饭，只能另想其他。碧水县还有什么是别的地方的人会喜欢的呢？我们这儿生产的布匹一直都不错。公孙了了突然开口，因为碧水宗的风水好，所以这儿的土质好，桑树就长得好，树叶的营养更加丰富，所以残土的饲就好。如果只不过织布的技术一般，需要提高一下。公孙了了的话让周倩一下子兴奋起来，她冲过去一把抱住了公孙了了。还是我公孙妹妹聪明，一下子就想到这么个好项目。没错呀，我们可以大力发展丝绸行当，去外地卖丝绸啊。我的好妹妹，你真好，有你在我不管干什么都事半功倍啊。周倩真的跟感激公孙了了。公孙了了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周倩也不吃饭了，准备立刻去找碧水县的普通民众人们，带领他们做丝绸行当。小师妹行啊，有两下子。陆云长不无赞叹地说道。这样，周倩不但周到了自己该干的事儿，也终于放过了碧水宗。他真的很怕周倩破坏了碧水宗的安宁。吃完饭后，他们就一块下山，想去看看周倩动员民众的情况。倩征站在菜市口演讲，挑动大家要织布，然后他会统一把布匹收起来，拿去外地卖。但是大家伙儿都没干过那种事儿，怕织布织多了卖不出去。周倩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伙儿解释，不管他们织多少布，他都会回收并且卖掉。大家伙儿都想赚钱，有的家里已经揭不开过锅了。大伙儿同意了周倩的说的，都开始准备织布。四然这的桑叶不错，蚕丝很好，但是织布人不多，因织的布太多了，卖不出去。不过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织布，多赚点钱。但是你想过怎么把布匹运到外面吗？陆云长问周倩。周倩习惯性地看向公孙了。陆云长在周倩的面前挥了挥手，不让公孙了。周倩想了想，把各种因素都想清楚后，给出了一个他所认为的最好的答案：用你们做押标，把布匹运到不同的地方。说的陆云长没脾气了，这倒是把碧水宗以后的就业问题都给解决了。其实陆云长之前也说那么想的，只是不知道师兄们能不能吃那个苦，毕竟长途跋涉很辛苦，他不知道师兄们能不能吃那个苦。我觉得不错啊，等到我们离开碧水宗后，就有事儿干了，能赚钱养活自己。大师兄率先说道。大师兄，做镖师很辛苦，你们行吗？陆云长摇摇头。但是大师兄却是个乐天派，这有什么不行的？你不就是觉得我们平时太懒了，只想吃点好的，不想干活吗？
但是我们心里有数，大家伙儿都是碧水宗的弟子，但是有的家里有钱，有的家里没钱，我就是属于家里没钱的那种。我们出了碧水宗，跟有钱的师弟们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我早就认清这一点了。这有什么不行的？你不就是觉得我们平时太懒了，只想吃点好的，不想干活吗？但是我们心里有数，大家伙儿都是碧水宗的弟子，但是有的家里有钱，有的家里没钱，我就是属于家里没钱的那种。我们出了碧水宗，跟有钱的师弟们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我早就认清这一点了，并且我也经常给其他家庭贫寒的师弟们上课，告诉他们出了碧水宗就不能再像待在碧水宗的时候一样，所以大家心里都有数。大师兄拍着陆云长的肩膀说道。陆云长给大师兄点赞，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人，关键时刻说话看事儿还挺通透啊。也就是说，我们离开碧水宗后就有地方赚钱了吗？其他的师兄弟们也都很高兴，大家伙儿都觉得周倩的主意很好。周期的计划在一点一点的进行着，其中的每一步都有碧水宗的支持。下面周倩想修建小广场，但是公孙了了提醒周倩还是等等再说，一下子做那么多事儿，魏空弄得衙门里没钱。但是陆云长却说道，衙门里要是没钱了，你去你家的钱庄借钱，你给他们算利息，这样你家的钱庄也能多赚钱，何乐而不为呢？公孙了了听好了，看了看周倩，周倩点点头，觉得可行。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有好处能让自己人赚，那他当然乐意了。周倩开始修建小广场了，这个对碧水县来说是个大工程，画图纸选地方，所有的步骤都是陆云长跟公孙了了棒足完成。周倩当然也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最后终于动工了。古代建筑工程进度非常慢，但是周倩每天都去建工，让工人们加大进度，甚至还跟工人们一起干活，让建造小广场的进度快了很多。周倩的小广场就建造在菜市场旁边，因为菜市场是最靠近碧水县中心的地方。小广场上用青石板铺路，还制造了山水花园等等景观，然后还有些健身设备都是周倩画好图纸，找了工匠打造的。这可是县里的大事儿，住在附近的居民们每天都回来看施工进度，有时候还会自发的组织起来给工人们送水。工人们一高兴干活就跟家卖力了。工程的进度比之前快了许多，只过了1个月的功夫，小广场就建成了。毕竟这个小广场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周倩就是先造成一个看看效果，如果居民们都喜欢小广场的话，他会多建造几个。小广场投入使用的那天，他请来了陆云长他们，而且当着碧水县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在对碧水县的一系列建设中，碧水宗的人都帮了很大的忙，所有人都为碧水宗的人鼓掌。周倩还邀请陆云长上台讲话，陆云长一个头两个大，他不想去，虽然他平时不安分，但是也不爱出风头，在人多的时演讲他会很紧张。没办法，最后在所有人面前讲话的活儿落在了公孙了了的头上。公孙了了从来不怯场，说了很多让人感动的话，大家伙儿都理解了周倩的不容易。周倩真是佩服公孙了了小妹妹，几句话的功夫就把所有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完全掌握的所有人的节奏啊！这小的小妹妹不如蛊惑人心，当大女王真是可惜了。以前看原著的时候，公孙了了小妹妹好像也只是小配角，要是公孙了了小妹妹能当主角就好了。周倩很乐意看公孙了了大杀四方的样子，两个优秀的女孩子互相钦佩着。中午的时候，一帮子人又去找了个地方庆祝，大家伙儿都恭喜周倩。周倩，你在县官的职位上干得真好，相信你以后会升官的。是啊，以后你要是飞黄腾达了，不要忘了我们啊。放心吧，我不会忘了大家对我的帮助。周倩真的很感激碧水宗的人，以后碧水宗的人都是她的家人，她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碧水县的人很喜欢小广场，周围的老人小孩都会经常去小广场玩，住得远的人把小广场当成了一个旅游地，花半天的功夫走路过来，在小广场的玩一会儿，然后再回去。整个碧水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还没有显著的提高，因为经济方面的建设要等到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起码要等到丝绸之后，卖丝绸的队伍回来之后，才能知道赚了多少钱。但是所有人的幸福指数提高了，以前觉得辛苦的日子，现在不觉得辛苦了，日子有了奔头，就算是要一直都过现在这种日子，大家伙儿也觉得没什么不好，现在的日子十分安定。时间飞逝，又过了1个月，很多人都把织好的丝绸卖给了衙门，碧水宗的师兄们留下25个人看着碧水宗事，剩下的去卖丝绸。家过大部分师兄们都想出门，只能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出门，谁留下看宗门。陆云长抽到了外出，公孙了了抽到了留下。虽然很长时间见不到小师妹了，但是能出去转转也很不错。陆云长跃跃欲试，厨房给要出门的师兄们准备了路上干粮，是牛肉干和蔬菜干，还有大饼，够他们吃一段时间了。一队伍人浩浩荡荡的上路了，队伍共25个人，25匹马，还有10个大箱子，里面都是丝绸。整个碧水县的来都出来了，欢送他们，还送了鞭炮，有的人通过传统的方式为他们祈福。陆云长他们上路了，陆云长顺着后代的丝绸之路走，准备沿途把布料卖一卖，无论走到哪儿都无所谓，只要能把东西卖掉就行，把东西卖掉了就回去。他们首先来到了一个小城邦，城里的有钱人把他们请到了自己的家里，问他们有什么货物。陆云长打开箱子，拿出了一块布匹，有钱人对此赞不绝口，问了价格后更是连连感慨，果然好的东西都有一个好的价格。有钱人想用东西交换，陆云长不知道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能有什么东西，结果对方拿出了羊毛制品，还有各种水晶石头，都十分精美，把陆云长都给惊呆了。只不过这样以物换物的话比较麻烦，不过就算是直接货币交易，不是一个地方货币都不大一样，比方这个效果的金币重量就更轻一些，如果直接用货币交易，陆云长他们就比较吃亏，如果想不吃亏就会弄得很麻烦。思来想去，陆云长决定
还是以物换物吧。一批丝绸可以换很多精美的宝石，因为对这个地方来说，金矿非常少，而宝石矿毕竟多，对他们来说，宝石不值钱。但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陆云长知道那些宝石的价值。他们在财主家里吃了饭，其他一些财主听说有商人来卖精美的布匹，都干了过来。精美的布匹是一定要买的，错过了这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他们不想再穿着上输给其他的财主，那样会显得其他财主比他们更加厉害，这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但是陆云长想快点离开，因为还要赶着去下一个地方，如果不赶紧上路，晚上就赶不到住宿的地方了。但是那些财主太热情了，围着他们不让他们离开。陆云长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太多的宝石了，万一这些宝石没有那么值钱，他不就赔本了吗？所以鸡蛋不能放在同一篮子里，还是继续往前走，了解一下情况比较好。但是那些财主就是不放人，陆云长实在没办法，跟师兄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现在这个小国过夜，明天的时候再离开吧。当晚他们用丝绸换了更多的珠宝，师兄们都不太明白这种彩色的石头有什么用处。师弟我们觉得应该让他们用金币跟我们计算，这种彩色石头谁会喜欢啊？是啊，要是物以稀为贵还好说，问题这种彩色的石头太多了，他们这儿都不把这种石头当好东西，起码不如金子值钱，我们何必当那个冤大头？明天肯定还会有人想买咱们的丝绸，都让他们用金币结算吧。陆云长倒时觉得无可无不可，反正他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宝石了，剩下的用金币结算也行。到了第二天，果然还有财主来买丝绸，但是陆云长他们要用金币计算，财主没办法，只能用了金币结算了。陆云长他们继续上路，在天黑之前来到了下一个地方。这儿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已，村里的人大部分都买不起丝绸，村里的几个小财主也只能买上一点，做条手帕或者做个帽子，表现一下自己有了丝绸，有了身份的象征。在路上连续走了1个星期，才到达下一个小城市，这是港口城市，也是这一个小国的京都，有钱人特别多，人民的生活非常富裕。陆云长他们来到了客栈门口，先找了落脚的地方，马车上挂着一个帆，上面写着卖丝绸几个字。他们正在客栈里喝茶呢，客栈到了，老板娘走过来了，说要看看他们的丝绸。陆云长让其他的师兄们继续喝茶，他带着老板娘去看丝绸去了，大师兄也跟了过来。老板娘被丝绸给迷住了，他们这儿富裕，但是还从没有过这么漂亮的布料，布料上竟然带着图案，老板娘还是第一次见，于是要买2批布料。陆云长他们关心的是用什么计算，幸好是金币结算。老板娘拿着布料跟拿着宝贝似的。陆云长突然想起来他们还有很多的珠宝，于是拿出一串粉红色的宝石给老娘看。没有女人能拒绝粉红色，就算是老板娘这个年纪也不行。粉红色的宝石特别漂亮，晶莹剔透，这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串珠宝，本来打算去皇宫里卖给贵族们，因为怕一般的人买不起，但是老板娘你能一下子买2匹布料，必能买得起这串珠宝。客栈的老板娘对珠宝爱不释手，问要多少钱，陆云长说只要500金币。大师兄的眼睛都要砸到地上去了，陆云长怕大师兄的脸色出卖了他们，毕竟这一条项链只要5个金币。500金币是什么概念？他们收这些丝绸都用不到那么多金币，出来一趟算上路上的开销都用不了500个金币。只要这条项链卖出去，他们所有的本期钱都华丽了，而且还赚了300-400，完全能回去了。回去后，这些金币就是他们地方纯收入，不用分给那些提供丝绸的居民，以为丝绸是向他们买断的。怎么卖500个金币？你有意见吗？陆云长问大师兄。大师兄赶紧说道：我们要是拿到皇宫里卖，说不定买得更贵。你干啥要跟钱过不去？陆云长装作陷入沉思的样子，其实他只是装一下，还是想用500金币把这串珠宝卖掉的。客栈的老板娘也很想买。行了，你们既然会所500个金币，就500个金币吧。这个项链我要了。客栈的老板娘拿了一张500个金币的银票给他们。陆云长一看，这个票号他认识啊，公孙乐乐家的银庄。大师兄也整个的震惊住了。我以为我们挺厉害了呢，跑出来做生意，原来小师妹家早就把生意做到这儿来了。陆云长比较小心，他让给大师兄看着摊子，去他钱庄问问情况。做生意做最怕的就是弄到假银票。陆云长亲自去银行问了一下，知道了那是真的银票。你们老板的闺女叫公孙乐了吗？陆云长问店里的掌柜。掌柜回答：没错呀。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宗门你知道吗？掌柜十分自豪地回答：在大陆上最大的宗门碧水宗。陆云长点点头：你是从东林大陆来的吧？掌柜的笑着回答：还能听出我的口音是吧？陆云长也笑了：没错，我也是碧水宗的人。那我跟你家公孙了了小姐是师兄妹，我是她的师兄。掌柜一听激动起来，终于见到老乡的感觉十分亲切。我家小姐怎么样了？你家小姐好得很，她在碧水宗修炼很刻苦，而且进步很大。掌柜听后十分欣慰，公孙家果然没有让我们这些人失望啊，竟然培养出一个修士，以后不会有人看不起我们经商的人了。商人虽然有钱，但是地位等级很低，经常被人看不起，所以很多经常的人都十分头疼，但是无力改变什么。但是公孙家族不但经商达到了最大成就，而且立志改变人们对商人的看法，提高商人的地位。陆云长拿着银票回去了，师兄们知道陆云长一下子就赚了500个金币后，都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打道回府也行了，师兄们都放松下来，觉得没有必要再紧绷着了。他们一路上都有点担心要是卖不出足够的钱怎么办？要是被用来抵钱的珠宝卖不上价格怎么办？但是现在一切都解决了，师兄们想出去玩一下放松一下，但是陆云长觉得在外面还是低调一点的好，想玩的话等回去再玩。小师弟，就让我们出去玩一下吧。你想啊，地方不一样，玩的花样也不一样，回去能玩到这儿的东西吗？
陆云长觉得师兄们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一群人就一起出去玩了。他们先是来到街上，今天正好逢集，逢集不但是白天，而且晚上也会接着逢集，晚上逢集比白天更热闹。白天集上主要是一些卖菜的，但是到了晚上，卖菜的都已经收摊了，把位置让给其他的卖艺者。大集上就有很多卖艺的人，因为是毕竟富庶的港口城市，所以大家也愿意为了卖艺人花一点钱，几乎所有逛街的人都会给那些卖艺的人钱。陆云长他们在街上走着，他们换了一些零钱，看别人卖艺地方时候，好把钱给人家，不能白看人家的表演。然后有去了茶馆喝茶，这儿的茶馆不仅仅是茶馆，还是酒吧，因为里边还卖酒，跟现在的酒吧有点像啊。陆云长要了一杯酒，店家还送一小碟花生米。要么回去后我们也开一个这样的茶馆吧，这不比普通的茶馆好啊？我也觉得这儿挺好，还能喝酒，就叫做酒馆吧。酒馆已经有了，就跟酒楼差不多，咱们开个跟茶馆差多的地方，所以不能叫酒馆，那应该叫啥啊？陆云长在一边淡淡的说道，叫酒吧。所有人都惊讶了，不愧是小师弟啊，竟然能想到这么好的名字，只不过他们都想不通为什么叫酒吧呢？小师弟，你是怎么想出来那个名字的？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到了而已。陆云长耸耸肩，师兄们决定了，等回到碧水县就开一个酒吧。大家伙儿高兴的商量着开酒吧的事儿，但是陆云长听后都觉得不靠谱，这事二环的让小师妹来，你们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材料。陆云长无奈的说道，师兄们都很沮丧，但是我们也想开酒吧呀，小师妹开就让她开呗，我们自己也开一个，有没有生意我们都认了。师兄们以为陆云长不让他们开酒吧，所以都有点小失望，但是他误会了陆云长的意思，因为陆云长说的是让他们出钱入股，跟公孙乐的师妹一起开酒吧，那样你们赚了，因为小师妹能自己开酒吧，可是她却跟你们一块开，这样的话你们就能跟着小师妹赚钱了。陆云长的说法让师兄们特别激动，原来还可以这样啊，这样算下来小师妹好像很吃亏啊，能跟小师妹一起开酒吧，起码不会舍本吧？小师妹那么会做生意，一定能把酒吧开得很好。师兄们对开酒吧的事儿充满了向往，也都十分有信心。喝完酒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明天还要卖货，所以就回去早点睡觉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吃了点东西，就开始在集市上摆摊子，也是他们运气好，遇到了1个月一次的集市，每一次的集市都会连开2天。这段时间，军民们会准备好他们1个月的食物等等，等着下一次贵族们过来。师兄们不得不感慨，这个村子真是繁华，要不是古代走路不方便，这里的人都出去走走的话，未来的发真是不可限量。在这个村子里卖货一定非常好卖吧？如果能在这个地方把货全都卖掉就好了。我们是只卖丝绸，还是把珠宝一起卖啊？我觉得还是不要买珠宝了，卖给客栈老板娘珠宝的时候，已经让老板娘觉得那串珠宝非常昂贵了。如果现在再拿出很多珠宝的话，可能老板娘会觉得珠宝比较廉价吧。我们可以卖品相稍微差一点的，珠宝卖的便宜一点。最后大家还是都看向陆云长，等到陆云长做决定。陆云长认真的想了想，这才回答，这一次我们把厕所和珠宝一块卖，但是一定要注意，只卖品相差一点的珠宝，品相好的珠宝绝对不能买，一定不能搞差了。物以稀为贵，不怕这里所有人都有珠宝，只要客栈老板娘的珠宝是最好的珠宝，那么那条珠宝就值500金币。如果所有的珠宝都跟客栈老板娘的一样，那他的珠宝自然就贬值了。大家伙儿都重重的点头。陆云长亲自挑选出一些能卖的珠宝，他们在集市上找到了位置，开始摆摊子。丝绸非常受欢迎，所有人都喜欢丝绸，一些大户人家听到有人卖丝绸，都亲自跟过来买丝绸。陆云长他们的生意特别好，其实他们这一次带来的丝绸并不都是高档货，有些还是比较平价的，一般的有钱人也能买得起。既然一般的有钱人都能穿得起丝绸了，那么有钱人们当然只能穿更贵的丝绸，所以那些高档丝绸的价格就特别的昂贵，一边在卖丝绸，另一边卖珠宝。陆云长他们赚2个盆满钵满，陆云长不用自己动手卖了东西了，师兄们在干活，他只负责出脑子，告诉师兄们怎么干就行了。陆云长坐在一旁的大树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着树下的师兄们卖东西。师兄们到时很享受这种买东西赚钱的时光。经过这一天的忙碌，他们的丝绸基本上卖光了。回到客栈后，陆云长决定这样回去就行了，没有必要继续往前走了。反正东西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而且钱已经赚够了。他们赚的这点钱跟碧水宗的进账相比，简直就是9牛1毛。但是这是他们自己赚的钱，大家伙儿还是高兴的跟什么似的。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三师兄警告大家伙儿，三师兄家里是开镖局的，对走镖很有经验。虽然他以前没亲自走过镖，但是听家里人讲过很多走镖中的故事。为什么这2天一定要小心啊？东西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就算是有点想抢劫，也早就应该抢劫了呀，何必等到现在呢？三师兄给42师兄脑袋上来了一个脑瓜崩，42师兄吃疼的捂着脑袋。你是不是傻啊？早就让你吃点核桃补补脑子，货物卖出去了，我们手里就有钱了，抢劫的人当然会盯上我们啊。没卖货的时候盯着我们干啥？抢了我们的货，他们还得自己卖，多麻烦啊！不光是42师兄，其他的师兄们也都恍然大悟，原来之前一路上那么顺利，不是因为没有劫匪惦记他们，而是劫匪们在等待时机啊。果然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都小心了许多，但是陆云长他们也敏锐地察觉到，路上好像有人在跟着他们。此刻他们已经往回走，正好走在第2个货物大卖的小国和第1个货物大卖的小国之间，这儿有一片小树林，这片小树林是必经之路。三师兄让大家伙儿小心点，他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其实不光是他，其他的师兄弟们也都感觉出来了，好像周围埋伏了人。身为修士，他们的第6感比普通人强很多。
大家都小心点。我也感觉到了，好像有人跟着我们，不会真的遇到劫匪了吧？放心吧，不就是劫匪吗？就算劫匪是修士，肯定也不是什么厉害的修士，哪个厉害的修士会当劫匪啊？所以不用担心，咱们肯定能打得过他们。石师兄这么一说，兄弟们觉得有道理，心里就没那么害怕了。劫匪们其实早就盯上他们了，只不过当时他们的货还没卖，当时就抢劫的话，他们就只能自己去卖货。但是现在那些人的货应该都卖掉了，因为车轱辘压在地上的痕迹没有那么深了。现在正是抢劫的好时机，现在不抢劫，什么时候抢？大家伙儿贪婪的目光盯着碧水宗的马车，兄弟们一起上，只要干掉他们，我们就能吃好几年的肉了。他们是这附近最有名的强盗窝，两个国家的朝廷都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招安他们，但是他们非常明智，知道被招安后一定没有好下场，所以只能继续做强盗。也多亏了他们，让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几乎全断，因为没有人敢出门做生意，怕被抢劫，这才让碧水宗的人有了可乘之机。师兄们，把他们拿下！陆云长根本不带害怕的，他发现对方的人中虽然很多都是修士，但是修为应该都不高。师兄们很久没实战了，正好拿对方练练手。强盗们觉得陆云长他们和你嚣张，竟然敢跟他们对着干。以前路过的商贩被他们拦路后，都会主动把财物交出来。劫匪们决定给陆云长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教这群公子哥做人。劫匪发现他们小看了这些年轻人，甚至很快他们就处在了下风。他们做劫匪5、6年了，竟然干不过一群公子哥。本来他们看陆云长一行人长得白白净净，不像是镖师，倒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公子们。总有些小公子们不知道天高地厚，非要跑出来卖货证明自己。劫匪们干的就是那些小公子们的生意。可是这群小公子战斗力竟然那么强悍。战斗已经结束了，陆云长用脚踩着劫匪头目的脑袋，教育劫匪的头目做人的奥理，要勤劳发家，懂不懂啊？下次我们还从你们这儿经过，要是再看到你们抢劫，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大师兄说道。但是陆云长却摇摇头，劫匪们怎么可能不继续抢劫啊？想要让劫匪们不要继续抢劫，这样是不行的，得用其他的招数。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陆云长走过去，对劫匪的头目说道：我知道兄弟们也不容易，这样吧，你们以后继续当劫匪。不，公子，我们再也不敢了。劫匪敢，紧说道，并且还要举手发誓，但是被陆云长给阻止了。你发誓要是有用的话，你也不会当劫匪了。陆云长根本就不信任劫匪，他只相信他自己。你们以后抢劫，但是别杀人，能明白什么意思吗？我们赚的越多，兄弟们吃的越好。陆云长说着，从口袋里拿出100个金币，交给了劫匪头目。劫匪头目捧着100个金币，感动的跟什么似的。大哥啊，不义父，你以后就是我们山头的义父。整个山头的上千劫匪都给陆云长跪下了，感动的要死要活。大师兄他们真是佩服陆云长啊，小师弟真行，走到哪儿都能收获一群义子，真不愧是小师弟，一下子成了那么多人的义父。小师弟也是我们的义父，难道我们要跟那群劫匪一个辈分？师兄们陷入了纠结。陆运才搞定了劫匪们，继续上路往回走。劫匪们非要送陆云长一程，但是被陆运给拒绝了。要是被人看到他们跟劫匪在一起，他们共同的小秘密就守不住了。碧水宗留守的弟子们的都在等着小师弟他们回来，本来说过2个月左右就能回来，也不知道才卖多少钱，2个月的时间啊，吃那么多苦头，要是真的只能卖100个金币的话，那也太吃亏了。我想以小师弟的头脑，肯定不只是卖100个金币那么简单。得了吧，周倩的计划是卖80个金币，就算是赚到了，谁都对这么出去卖货没有信心，只是希望小师弟他们能平安回来就行了。师兄们都很为小师弟他们担心，每天都盼着小师弟他们赶紧回来。过了1个多月，陆云长他们终于回来了，整个碧水宗都沸腾了。莫文蕊亲自出来迎接，碧水县的县衙里也挂上了红灯笼，甚至在城门口放了鞭炮，庆祝陆云长他们回来。你们终于回来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早一点，路上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周倩关切地问。从城门口就跟在陆云长他们的车队旁边，一直到了衙门。陆云长他们能提前回来，让周倩特别高兴。不管卖的怎么样，人先回来了就好。碧水县的人也都出来看陆云长他们，还自发地组织了民间的一些游神活动，都是为了庆祝陆云长他们平安归来。陆云长他们把箱子都卸了下来，回到衙门办理交接手续，把钱都拿了出来，一共1273金币，远远超过了周倩的预期，甚至也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莫文蕊本来想的是，他的徒弟们能回来就行了，至于没卖得了的货物，或者货物没了，但是钱也没赚到，都没关系，他会出钱弥补亏空。剩下的这2个箱子是我带给师兄们的礼物，我们要带回碧水宗。陆云长指着马车最后的2个箱子说道。周倩没意见，今天晚上我设宴给你们接风洗尘。周倩叫人去安排酒席，但是却被碧水宗的师兄们制止了。对不起，县官大人，师傅要我们带小师弟们要回去。是，父已经在宗门口等着小师弟了，今天师傅已经设宴为小师弟们接风洗尘。周倩只能答应着，说明天再给碧水宗的人接风。明天我会下帖去请你们，到时候你们可不能不来啊。碧水宗的人回去没多久，刚洗完澡去了饭厅，县衙就派人送的东西过来，原来是500个金币啊，还有一封周倩亲笔写的信，大致内容是，以后陆云长他们每一次出去卖货，县衙都会定一个预期收益，只要超过了预期收益，超过的部分陆云长他们可以自己拿着用。这500个金币是给我们的，没错，就是给咱们25个人一块分，每个人可以分20个金币。500个金币听起来是很多，但是分到每个人手里就只剩下20个金币了。我觉得还是算了吧，这些钱就放在碧水宗，要是需要的话就过去拿了用。
三师兄提议，其他的人也都同意。他们根本不缺20个金币，他们把2个笑了，帮助了其他师兄。好奇的围绕了箱子打开之后，他会惊讶的看到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有笔墨纸砚，还有上好的砚台，各种珠宝。最有趣的是去卖货路上找手艺人捏墨25个是兄弟的小泥像。当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手艺人，坚手艺人间的小像十分逼真，于是他们挨个让手艺人帮他们捏小像。太逼真了，下一次我去送货的时候也要让所有人帮我捏这种小像。你们应该让手艺人给你们每个人都50个，这样我们每个人手里都能凑齐整个碧水宗了。对啊，下一次我们去送货的时候一定要让手艺人帮我买多捏几个。陆云长他们把带来的东西都分了，当然除了给师兄弟买的礼物，陆云长他们也给师傅莫问带了礼物，是各种各样的珠宝，全都挑了品相最好的留下来。莫问蕊毕竟是个女人，只要是女人就喜欢珠宝，他们想到徒弟还会给她带礼物，看来徒弟们长大了，他特别欣慰。这2天碧水宗的人特别忙，去县衙吃了饭，然后很多的居民们也要请他们吃饭，心里的一些有头有脸的长老都在家里摆的宴席，陆云长他们只能去吃饭，甚至就连碧水宗下面的小村子里也摆了宴席，而且已经摆了2次了。第一次去请碧水宗的时候，别人已经请了碧水宗了，碧水宗的人没有去。第2次他们又去请碧水宗的人，这一次陆云长一没意见，村子们他们去了。村里杀鸡宰羊，烤了羊肉，做了红烧肉，炖了鸡汤，全都是村民平时舍不得舍的硬菜。碧水宗的人出去卖货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还不养蚕，更不织布，但是他们就是觉得碧水宗的人很厉害，自己身为碧水村的人十分骄傲。吃完饭临走的时候，陆云长告诉村长，你们可以做一些小手工，下一次我们出去卖货的时候帮你们一块卖掉。天上一天十分激动，若是碧水腿的人能因此而走上富裕的生活，那真是太好了。可是我们能做什么手工呢？碧水村的人平时也不太会做手工啊。腿长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了解碧水村的人，碧水村的人都很老实，平时中庸的为危机，有时候出去买点菜，但是家家户户都不是多数工作材料。虽然做手工其实没那么难，回头我们会教你们的，而且动手功能本金特别低，这个你放心。真是太感谢你们了，竟然这么向着我们这个小村子。村长十分感激地说。碧水县以前的县官在大牢花期也听说了外面发生的事，他们本堪想让自己太悲观，见到老这么短的时间，外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他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被大牢里的人教育重新做人。你是为什么？我做县官的时候干的也不差啊，为什么最后成了阶下囚？王菲菲，没错，都怪那个王菲菲，要不是她说话，她也不会得罪碧水宗的人。县官有一个毛病，只要出了事，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错都没有。现在他在大楼里的地位一直很低，大佬，你所有的人都能欺负他，他只要耐心的等着周倩。不光是前县官自己那么想，甚至就连牢房里的人也都是那么想的。县官每天都会受到欺负，他已经习惯了，只想那天来个新人，他就可以欺负新人了。结果还真让他给等来了。这一天，大牢里来了一个新人，新人年纪不大，也就是7、8岁，长得特别高，特别白净，像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他刚进大牢，所有人的眼都看直了，大牢里从没来过长相那么漂亮的人，这是谁家的公子高呀？竟然也会犯罪，管他谁家的工资了，反正他们家里没出钱给他弄单间，那就使劲欺负他呗。是啊，好不容易逮着一个长得那么好看，当然要使劲欺负过他，不然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衙役大哥，他是犯了什么罪进来的？一个犯人问衙役，衙役不耐烦地回答了一句：杀人罪，把人家犯罪13口全都杀了，老人小孩都没放过，现在连人家里的狗都给杀了。犯人们都震惊了，看不出来啊，还挺狠的。既然那么混蛋，那欺负他就当是替天行道吧。小子，你怎么那么混蛋啊？竟然连老人小孩都上杀，就算大人得罪了，你管小孩什么事？像你这种人活该蹲大牢。既然你刚来，我们就教教你规矩。是啊，不管哪里都有规矩，咱们大楼里有咱们大楼里的规矩，你刚来的好好学。这第一条就是学着好好侍候，让我们满意，你赶紧学起来吧。新进来的犯人就像没听见似的，坐在墙根一动也不动，连个反应都没有。其他的犯人们面面相觑，什么情况？竟然敢不搭理他们？新来的这个人也太嚣张了吧，必须给他点厉害看看。有一部分犯人冲着那个人扑了上去，其他的犯人在一旁看好戏，但是那个犯人的战斗力太强悍了，直接就把扑上来的犯人给打到了。其他的犯人一看，竟然敢跟老犯人动手，这还了得？如果不好好教训一顿的话，这个新犯人以后是不会听话地方。所有的犯人都冲了上去，一起对新犯人动手。新犯人终于被收拾了一顿，最后被扔到草堆上，他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总有苍蝇过来跟他聊天。你真可怜，不过我刚来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被他们欺负，但是我挺过来，我相信你也能挺过来。前县官趴在草堆上，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开导新犯人，但是新犯人并不搭理县官，县官觉得新犯人太高傲了，就应该多被折磨几次，以后就老实了。衙役走过来，打开牢门，李川，过来，该给你脸上刻字了。李川根本动不了，也不打算动。衙役走过来，把李川给拖出去了。原来新犯人叫李川啊！前县官觉得自己可以跟新犯人好好发展一下关系，结成一个小联盟，前提是新犯人要开窍，别不开窍，整个跟个闷葫芦似的，把人拒千里之外，那种人没有朋友的。受到欺负的时候，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在大牢里待了1、2个月的前县官，现在对于坐牢已经很有经验了。李川回来的时候，两边脸颊上都刻了字。前县官在心里叹息一声，
那么好看的一张脸就那么毁了呀！利川自己趴在草堆上，前线官还是过来跟他说话，表示对他的关心，但是利川根本不需要，他只想自己恢复身体。到了第二天，他没饭吃了，因为送来的饭都被抢光了。前线官拿了饭走过来，那是一个棒子面馒头，前线官要分给他一块，但是一直跟利川说话，意思是让利川说几句好话才会把棒子面馒头分给他。但是李川才不想跟前线官说话呢。前线官突然就生气了，对着利川破口大骂：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心好意的给你吃东西，你连一声谢谢都不愿意说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现在只是一个阶下囚而已，你脸上刻字了，你出去后也找不到工作了，而且你杀了人你根本就出不去了。你要是还算聪明人，就给我会说几句好话，我说不定还会可怜你，给你吃点东西，不然的话你就等着饿死吧。县官疯狂地骂着李川，但是利川仍然像是没听见一样，只是趴在干草上。但是过了一会儿，前县官觉得自己好像是做错了，又过来跟利川道歉：我只是想要个朋友而已，我不会跟其他人一样欺负你的，你放心好了，我是一个好人。前县官对自己的人品很有信心，别的人欺负李川，甚至在李川还在发烧的时候就开始一起负李川，根本不给李川休息的机会，他却一次都没有欺负过李川。前县官希望自己能用真心感动李川，跟李川结成利益联盟，这样等到他们的利益联盟壮大，就没有人能欺负他们了。但是李川似乎对什么都不上心，还是不搭理他。前县官觉得李川是一个笨蛋。前县官说了一阵子，但是李川都没有说话，好像前县官说的不是他。李川此刻虽然外表非常平静，但是他其实内心十分煎熬，他想发火。他讨厌那些像是苍蝇一样的家伙围着他嗡嗡的转，想从他身上捞好处，直接说捞多少，能给他就给，不能给就算了。但是像是县官那种又想从他身上捞好处又想装好人的人，李川真的不想搭理。他非常讨厌噪音，被周围的声音烦得已经糟透了。但是他没有丝毫办法，以为他只要发货，周围的反而肯定也会团结起来，一致针对他，所以他还是忍着吧，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做。但是他感觉自己快抓狂了，但是不能发火，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控制自己的脾气。但是其他的人还是经常过来撩拨他，周围都是噪音，有人开玩笑的时候就会带上他。他真的很讨厌这种感觉。他的案子还没有审，但是他已经承认了，只等着过几天被砍头了，可能被砍头是最好的归宿了，就不用在这受罪了。过了几天，他的案子开始审了。周倩发现李川这个人挺可怜，他们家的救助了一个穷亲戚，穷亲戚却把他妹妹给搞大了肚子，又把他们家的财产吞掉了。他爹妈都被比斯利，他杀了亲戚家所有人，包括大人小孩和狗。周倩觉得李川是被逼无奈，想判他一个无期或者流放，最好决定还是判个无期吧。周倩故意给李川开了便利之门，李川免于一死，但是在大牢里他还是被别人欺负着。但是李川毕竟是个杀人犯，不能因为他可交流处处优待他，所以只能放任。可是李川这么多支撑不下去了，在其他人有一次欺负他的时候，他爆发了，然后不小心又打死了一个人，这一次只能被判死刑，秋后问斩。要是再闹事，就把你关到水牢里，水牢里比较还难受，你自己想清楚。衙役们威胁他。李川听说过水牢，水牢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人会被绑住四肢浸在水里，只有脑袋露在外面，不能睡觉，不能上茅房，吃喝拉撒都在水牢里，水别脏，会有很多虫子，还有很多水蛭，会吸人的血。水牢确实比这里难受多了，他只能压抑着脾气，希望别人别再招惹他。可是怎么可能呢？别人不会放过他，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忍不到秋后问斩，于是他请求县官给自己派个任务，比方说押镖，他宁愿在路上能被土匪打死，也不愿意在大牢里受这个罪。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碧水宗兄弟们要出去卖货，就把李川配套在队伍里。李川对比千恩万谢，于是他跟着队伍出发了。他们已经听说了他的事儿，觉得他做的没错，因为他其实并不是碧水县的人，他在的那个县腐败非常严重。李川今年被坑的时候就想跟亲戚打官司，可惜县衙里收了亲戚家的钱，判亲戚家无罪。他如果想为家里讨回公道，就只能提着刀去杀人，所以这件事并不是他的错，只是他比较倒霉，而且非常勇敢而已。你放心吧，等回去之后，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洗脱罪名，就连你脸上靠的字，我们都能帮你洗掉。他没想到有人竟然想帮助自己，感动的想哭，但是他忍住了。这次是用了没有走之前的路线，而是换了一个路线，货物重量非常好卖，他们囤积了大量的金钱，然后就开始往回走。原来卖货还挺容易的，一下子就能赚那么多钱，这样多卖几次货，咱们县里的人生活水平肯定能提高很多。是啊，而且咱们也可以借着这个由头出来玩，挺好的。那还是小心一点，听说这附近有抢劫的。怕什么？难道我们还打不过几个抢劫的吗？小师弟们上次也遇到了抢劫了，他们都不怕，咱们也不用怕。他们有说有笑的往前，结果路上遇到了土匪，给你们5个金币，你们去买点吃的就散开吧。三师兄拿出了5个金币给对方，反正对方也没做什么就收到了5个金币，应该很高兴才对。土匪哈哈大笑，觉得这就是一群傻货，用我的金币就想打发，我们开什么玩笑，把你们所有的货物所有的钱都留下，我或许可以给你们一个全尸。土匪头目嚣张地喊道。呵呵，想要我们的财物就凭你们。碧水宗兄弟们根本不害怕，土匪跟碧宗的人打了起来，当然是碧水宗的人大获全胜。碧水宗人用一条长长的绳子把那些土匪都绑了起来，像是一串蚂蚱。他们把土匪们送进了最近的衙门，衙门早就想抓土匪们了，但是一直没有抓到，现在竟然有人把土匪送上门来。县衙里给了碧水宗的师兄们20个金币，
当作是奖励。虽然这个钱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多了，即便每个人都分不到1个金币，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很多了。只不过对碧水宗的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于是他们干脆把钱给捐给衙门里了。县官非常惊讶，觉得这群卖货的人真是道德高尚啊，摆了酒席给他们吃，但是碧水宗的人谢绝了，在外面他们不会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谁知道县官跟土匪没有勾结呢？县官请他们经常来卖货，碧水宗的人答应着，然后继续上路，又走了4、5天的路，这才回到了碧水宗。碧水宗其他的弟子们都来迎接他们，去衙门里交接后，也把李川带回了碧水宗。一开始周倩当然不同意，说把李川带走不合规矩等等，但是碧水宗的人好说歹说，最后给李川带上枷锁，跟着碧水宗的人回到了山上。尽管身上带着10几斤的枷锁，但是李川还是非常高兴，只要能离开大牢就行。再说了，碧水宗的人都很好，他很愿意跟碧水宗的人在一起。回到山上之后，碧水宗的人就把他的枷锁给打开了。李川一开始不同意，说这样会弄坏枷锁上贴的封印，衙门里肯定不会同意。但是碧水宗的人有办法，能再不破坏封印，封印也就是贴在枷锁上的那2张纸，在这种情况下帮他把枷锁弄开了。李川觉得一身轻松，跟着碧水宗的人一起去洗澡，然后一起去食堂吃饭。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叶灵并不同意碧水宗的人那么干，他觉得一个人不管做了什么都应该承担结果。李川也感受大了叶灵不喜欢自己。吃饭的时候，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他竟然跟叶灵吵起来，还动手了。整个碧水宗的人都有点吃惊。我就说他连续2次杀人，是个杀人犯，你们非要把他带回碧水宗，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叶灵生气地说道。大家也觉得李川这个人有点过激了。李川看着碧水宗的人低下头，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己去了食堂外坐着。等到碧水宗的人都吃完饭了，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李川逃跑了。就在大家伙着急的时候，发现了一封李川留下来的信，他说自己会县衙了，请碧水宗的人不要担心。碧水宗的人赶紧跑去县衙，发现李川果然回来了，而且正在被大牢里的人欺负。陆云长他们都去了县衙里，周倩以为出了什么事儿，本来都要睡觉了，又急忙穿戴整齐出去了。你们来干啥？找李川。陆云长他们终于在大牢里找到了李川，李川正在被欺负起。陆云长他们救了李川，但是别陆云长他们看到了自己不堪的一面后，李川是绝对不会回到碧水宗了。陆云长只能让周倩帮他换个单人牢房。李川挺可怜，那样的一个人可能就要毁了。大师兄十分惋惜地说道，并且请周倩照顾一下李川，他的案子我已经给他判了无期，又不是死刑，只要他努力好好干，还是有机会减刑的，你们也不用太悲观了。周倩打着哈欠说道。李川确实已经做错了，他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李川身上的人命案子不仅仅是杀了一家13口，在大牢里的时候还杀过人，那就不可原谅了，没什么需要同情的。所以说他可能被毁了啊。杀人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整个人也很难恢复到没有杀人的状态。大师兄感慨着。周倩想了想，叹口气，也是，他自己上辈子就是保镖啊，遇到过那种同事，只要是杀了人就不能干保镖了。以前他还不明白是为什么，现在总算是明白了。放心吧，我会开导他的。周倩说道，以后你们有任务的话，也可以带着他，让他出去做事儿，比他在大牢里强太多了。出去干点事儿，能让人心胸开口，对李川很有好处。出了县衙的大门，叶灵说道，你们真是太心软了，我早就说过，杀过人的人跟经常人不一样，你们非要把他带回碧水宗。叶灵很不赞同师兄们的这个决定。大师兄忍不住了，叶灵师妹，你说的没错，你而已知道杀过人的人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吃刺激李川呢？叶灵也很生气。大师兄你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刺激过他？我都听到了你说的那些话，说给我们听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说给李川听就是在刺激他。47师兄也站在大师兄那边，明知道李川那样，为什么还要跟他说那些话？但是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已经无法改变他杀人的事实啊，他就是杀过人的人了。叶灵觉得师兄们太不尊重事实了，以为好好的对待李川就能掩盖李川的过去吗？他当然做错过，既然知道就不要说啊，不要刺激他，展现他好的一面，为什么要一直盯着他不好的一面呢？虽然师兄们都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的吵架，但是一共47位师兄，每个人一句话都能把叶灵给淹死，叶灵最后只能认输。等到李川从大牢里出来后，不要再说他了。大师兄告诉叶灵，但是没有责怪叶灵的意思。大牢里的李川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差点就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结果跟碧水宗的人吵起来了，最后动手了吗？他自己都忘了。碧水宗的很肯定会他很失望吧，以后他再也不想见到碧水宗的人了，因为他让碧水宗大人失望了，他不想看到碧水宗的人失望的脸色。从这以后的李川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干活开始变得积极了，吃饭的时候也知道抢饭吃了，像是一个真相的犯人了。这么过了一段时间，监狱里有来了一个犯人，但是监牢不够用了，那个犯人本身犯罪不是很严重，而且是上边关照过的，所以就先跟李川关在一起了。一开始两个人相处的还不错，第二天一块干活的时候，新来的犯人受到了欺负，因为新来的犯人长得很好，所以很多人都想欺负他，被李川阻止了。李川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跟所有的人对抗，还打赢了。李川跟新来的犯人都十分高兴，他们两个似乎成了好朋友。新来的犯人说，等他出去了就跟自己的相好成亲。他的相好是一个男人，在大陆上男人之间可以谈感情，但是不能成亲，他就是因为想跟男人成亲所以被抓进来的，其实是家族里想让他害怕然后放弃跟男人成亲的想法，但是他不会放弃。李川顿时很生气，
他最讨厌男人跟男人发生关系了，因为刚进监狱的时候他就被欺负了，所以他也很讨厌新来的犯人。但是新来的犯人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跟未婚夫的事儿。不知道怎么的，李川觉得对方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讽刺他。李川觉得自己是个小孩，看着对方可爱的笑脸，李川突然有了一种想去摧毁的冲动。于是第二天，衙役们来牢房巡逻的时候，发现了新来的犯人已经被杀了。周倩知道后都震惊了，不但震惊了，而且后背发亮，那可是郡守的亲戚家的儿子啊！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周倩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周倩觉得自己完蛋了，于是赶紧派人去给碧水宗的人送信，请碧水宗的人来帮自己一下。陆云长他们接到周倩的来信，都吃惊了。叶灵也耸耸肩，他早就说过，李川那种人是不会变好的，现在闯祸恶了吧？陆云长跟大师兄他们赶紧去了衙门，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李川这条命是保不住了。陆云长他们也没有再去看望李川，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保住周倩的仙官位子，不要被李川给拖累了。太难了，毕竟周倩曾经把李川的死刑给改成了无期，大家都会觉得是周倩的错，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等到郡守亲戚过来的时候再说吧。要是做了什么被查出痕迹，就更难说了。郡守的亲戚终于来了，他们一起去大牢的时候，有衙役跑过来告诉周倩，李川已经跑了，李川越狱了。周倩赶紧组织人追赶李川，郡守派来的人不信李川会自己逃跑，他觉得一定是有人包庇李川。而李川一个杀了人的死刑犯，竟然能单独住一个单间牢房，说明是周倩在包庇李川。郡守的亲戚当即决定要告诉郡守，让周倩丢官。周倩想了想自己上任以来干过的事儿，觉得自己对得起老百姓了，后来的县官可以在他打出的框架中继续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周倩要被住起来了，但是碧水县的人不干了，都开始抗议，说周倩不是故意的，还请郡守大人开恩啥的。郡守都亲自来过来碧水县了，以为毕竟是他亲戚的孩子，抓周倩是郡守亲自下命令，周倩被抓了，关在了大牢里，成为阶下囚。但是碧水县的人都觉得周倩不是故意的，只能怪李川。他们都建议把李川斩立决，然后放了周倩，毕竟周倩为碧水县做了那么多好事儿，大家伙儿都认定周倩是个好人。郡守迫于众人的压力，也只能放了周倩，但是要撤掉周倩的县官职位，消息一放出去，整碧水县的人都不同意了，他们又开始游行，让郡放任。郡守没有办法，只能让周倩前官复原职。这其中最痛苦的就是死者的家属了，他们只是想让儿子吃点苦头，可是没想到让儿子送了命，现在又不能给儿子报仇，让人痛哭流涕。他们也想找个人说理，于是带去找郡守，但郡守让他们大局为重，没办法用，一切是会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周倩还是碧水宗的县官，而且他决定好好做一个县官。周倩私底下还是想给死者的家属一些补偿，于是派人送去了300个金币，这是这段时间卖货的全部收入。本来想用它建造一个大型游乐场，可是现在显然这笔钱派上了其他的用途。他也在努力地反省自己，如果不是他当初做出了错误，决定那个犯人也不会被杀。周倩最近心情十分低落，他还怀疑自己肯定是自己这段时间飘了，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叶灵早就说过他不适合当县官，当时他的还不服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但是现在他自己都没信心了。有没有可能叶灵说的是对的，他的能力确实不足以胜任一个县官，在失败中吸取经验就好了，但是不要过度沉迷于失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你真的觉得抱歉，那你就把自己献给整个碧水县吧，以后不管做什么都为了碧水县考虑，不要再考虑你自己，我相信那样的话你不会再做有愧于心的事。陆云长安慰周倩，周倩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他开始学着振作起来。但是叶灵说过的话却像是魔咒一般一直萦绕在他耳边，他好多次都快崩溃了，但是慢慢的他走了出来，并且他接受了叶灵对他说的话，既然说他不适合当县官，那他就时刻牢记自己并不适合当县官，所以一定要时刻小心才能当好县官。周倩一直在试图让自己进步，他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所以大力为整个碧水县做好事儿。碧水县的人也都看到了他的努力，十分爱戴他，只有少数人会在私下里说他曾经做过的错事儿。午夜梦回时，周倩也会时常惊醒，回想自己今天做的决定有哪些纰漏。与此同时，李川正在外面流浪，大陆上到处都是抓他的告示，他只能去其他的大陆生活。他偷渡到了其他的大陆，但是因为没有身份，只能从最低级的苦力活干起。偶尔他也会回想以前在碧水宗的日子，在碧水宗半个晚上，那是他无限黑暗中最闪光的日子里。可是为什么他最后会走上这条路呢？应该怪谁呢？应该怪他自己吗？不知道周倩怎么咋样了，或许自己给他惹的麻烦让他很头疼吧。他终究是辜负了对他好的人，他应该是一辈子没有脸面回到碧水县了。他做苦力的时候受尽了欺负，在这儿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做个混蛋，因为这儿没有了对他好的人，全都是一些混蛋，他可以用对待混蛋的方式对待那些人。就这样，他很快就起来了，成了码头上的一个小头目。他上面的头目十分心狠手辣，但是他更加心狠手辣，为头目把整个码头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头目的信任。头目为了表示对他的器重，还把自己的婢女送给他玩了2天，所有的人都十分羡慕他，当然还有人会妒忌他，背后说他的坏话，希望他能倒台。但是他一直都稳如老狗，不知道怎么的，他的运气越来越好，赚的钱越来越多，他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开心。他真想这样过这一辈子。可是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女孩子，那是他最就害怕的女孩子，因为对方特别好，长得漂亮，温柔善良，是他一直以来都喜欢的类型，而且是真的善良，心里只有他。他很害怕
但是因为太喜欢了，还是跟女孩子结婚了。婚后2个人过着美好生活，他就想这么过一辈子。只有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会回想以前的自己，那个时候他的很青涩，但是他忘了，那只不过是半年前的他。已了，当时碧水宗的人想帮助他，他也差一点就被帮助了，但是有一个女人戳破了肥皂泡，他成了现在的样子，也要感谢那个女人吧。如果能选择的话，他还是想回到在碧水宗的那个一晚上，他一定会忍耐下来，等着碧水宗的其他兄弟们帮他安排地方住，帮他安排活干，他一定会好好干活，只要能给他口吃的，给他一个地方住就行了。他想要的就是在碧水宗的生活，只是现在说神都晚了。这天他接到了任务，要去抢劫。临行之前，老婆给他做了饭，嘱咐他一定要小心。其实老婆不想让他去抢劫，不想让他干现在的活儿，但是没有办法，这儿的环境就这样，如果不干这些事儿就没饭吃。且因为李川脸上有刻字，所以他也不能去前提的大陆生活，甚至也不能去这片大陆上好的区域生活，他们只能待在这儿，像是老鼠一样。李川不想让老婆担心，老婆已经怀孕了，他说自己会早点回来，跟老婆一起吃晚饭。但是李川没想到的是，他们遇上的竟然是陆云长的商队。李川进退两难，他不想被陆云长认出来，于是蒙着脸。他们当然不会是陆云长的对手。李川想的是，陆云长他们以前不会杀劫匪，所以只要装作跟陆云长他们对打一下，然后撤退就行了。要是不打就撤退的话，恐怕回去后其他人会说3到4，所以只能先上去刚一下。可是没想到，碧水宗这一次竟然大开杀戒。碧水宗的人发现，这群人就是上次偷袭他们的那群人，那群人害死了他们好几个师兄，幸好他们有复活丹药，不然的话，师兄们就真的完蛋了。所以这一次，碧水宗的人要报仇。李川最终被杀了。幸运的是，碧水宗的人并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这半年变化太大了，眼神不再清澈了，而且蒙着脸。李川在此刻想到了自己的老婆，想到了自己的孩子，还未出生的孩子。他多想一家3口能在一起好好的生活啊。他的老婆是从闯进家门的人口中得知李川的死讯的，他十分恐惧，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生活下去。头目亲自来看望他，表示以后愿意照顾他，这让他十分感激。从此他成了头目的女人，但是头目不想让他生下李川的孩子。李川的老婆觉得，如果不生下那个孩子，对不起李川，于是就坚持要生下孩子。他担心别人会害他，于是想要连夜逃跑，但还是被抓回去了。婊子，我给你吃给你喝，不嫌你坏了别人的孩子，你竟然逃跑！头目特别生气，觉得自己的真心喂了狗，他已经同意他把孩子生出来了，他竟然还要逃跑。他的逃跑严重伤害了头目的感情，头目把他给折磨死了，连同他肚子里的孩子。愿李川跟他的老婆孩子能在天堂相遇。陆云长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失去了，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其他的师兄弟们都有那种感觉，但是大家大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倒失去了什么。那一年的碧水宗里，他们带回来一个为了给自己家族讨回公道，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的年轻人，给他饭吃，想给他筹划一个未来。可是他们都太年轻，还是因为一点带你的意外，造成了蝴蝶效应。最后他成了罪大恶极的罪犯，逃走了，消失在他们的生命里。陆云长他们到了目的地，吃饱喝足后就开始收拾摊子，准备摆摊，同时在菜市场贴了告示，寻找李川。他们想把李川找回去，想想还有没有办法能救他，想知道他还能不能做个好人，希望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虽然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毕竟李川杀了无辜的人。他们第2次在这贴告示，李川曾经看到过这儿的告示，曾经生气过，痛骂过碧水宗的人，他都已经这么惨了，为什么碧水宗的人不肯放过他？他以为碧水宗的人是想把他抓回去砍头，但是他还是想念碧水宗的人。陆云长他们开始卖货，县衙的人过来找他们，告诉他们已经清理过战场了，那些土匪的名字也已经查出来了，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是他们要找的人。说着告诉了陆云长一个人名，李川。陆云长听后直接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其他的师兄没看到陆云长脸色不好，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他摇了摇头，没什么，只不过刚刚县衙那边来人跟我说了一下劫匪的名单，我没想到我们那么厉害，把200多个劫匪给干趴了。呵呵，只不过200个劫匪而已，对我买来说都是小意思，别说200个，就是500个劫匪，咱们兄弟这样把他干趴下。碧水宗的师兄们笑呵呵地说道。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陆云长也没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但实在不忍心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亲手杀了自己想找回去拯救的人。陆云长的心情很低落，但是他决定把这份低落自己消化掉，他绝对不会告诉师兄们。买了几天货物，陆云长心情很沉重，没去别的地方就回去了。在衙门里办完交接，把该给衙门的钱给了衙门，把该自己留下的钱留下了。周倩说快过年了，年底出去卖货，应该会买得更好，问陆云长愿不愿意去。陆云长办道，李川死了，比我们给打死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他来抢劫货物。周倩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道，他果然走上歪路了，那也不能怪你们，是他自己你不好，干啥去抢劫呢？说着又开始清点东西，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难过，只不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让它发生来吧，他管不了也懒得管。但是他脸上被刻了字，他不去当劫匪又能去干什么呢？就算是他脸上没有了刻字，他也被逼到坏蛋的路上了，他已经无路可走了。陆云长十分惋惜，周倩想了想，觉得陆云长说的有道理，但是事情到了现在的局面，他们什么都干不了了。这还没完，李川已经有了家庭，他走后我去找过他的家庭，他老婆和孩子都被杀了。周倩问道，是谁杀的？是他的头目。你想为他老婆孩子报仇吗？周倩问道。陆云长摇摇头，不想，
他老婆为了活命跟了头目，反被头目杀了。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去杀人？你也说了，他老婆只是为了活命，才只能去跟着头目。他老婆姨没有错啊。周倩忍不住为李川的老婆说了几句公道话。不过，我并不支持你们去给他老婆孩子报仇，以为那也不管你们的事儿。而且去那么远的地方杀人，对你们来说很危险。更重要的是，就像叶灵说的，杀过人的人心跟普通人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或许那就是李川的人生。他的一切都从自己当家人被杀开始，然后又从自己的家人被杀结束。有一句老话叫做尊重别人的命运，不要干涉别人的命运。周倩不想让陆云长去给李川报仇，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希望李川的事儿就到此结束。他是挺可怜的，我也觉得他挺可怜，他被命运把持看。可是我们不欠他什么，我也差点被他搞废了。要是说起来，他还欠我呢。所以我能不让你们去给他报仇？凭什么？我想让你们惹上麻烦。如果你们把我当成朋友的话，我希望你们去给他报仇之前，先替我想一想，如果没有了你们，我以后该怎么生活？周倩不耐烦地说道。他确实没有理由为李川着想。陆云长点了点头，好吧，我知道了。知道归知道，但是他还是想为李川的家人报仇，因为李川是他们亲手杀的，他们欠李川的。回到碧水宗后，师兄们正在吃饭，陆云长想了想，还是没说什么。如果师兄们知道了事实，他们杀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人，不知道他们会作何感想。陆云长找莫问蕊请了几自己想去散心，莫问蕊自然知道陆云长有事儿，一再逼问之下，陆云长终于忍不住，把李川的事儿告诉了莫问蕊。为师跟你一块去吧，你自己去，万一遇到危险。莫问蕊十分关系自己的徒弟，况是他最喜欢的徒弟。陆云长可一定不能出事儿，因为他的天命之书里写了，陆云长会改变整个碧水宗未来。也就是说，整个碧水宗的未来都被压在陆云长身上，他更要保护好这个徒弟了。陆云长却无所谓道，我一个人能赢能搞定。之前他也算是经历过几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了，每一次都是他发生了关键的作用，扭转了局势，才让战役最终成功了。所以陆云长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莫问蕊摇摇头，你知道那些有名的修士最后都是怎输的吗？就是因为太自以为是，每当一个有名的修士出现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等着他自满，只要他自满，被人就有机会打败他。莫问蕊对修士之间的争斗十分了解，虽然他自己不怎么参与。师父，对付的不是修士，大部分都是一些普通人，真正的修士谁会去当劫匪啊？你就放心吧。陆云长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现在的他已经学会了御剑飞行，不用从系统里花大价钱租直升机了。每次租现代的东西，价格贵的包他一层皮。幸好当代的东西很便宜，比方说各种丹药，陆云长显示兑换了2个复活丹药带着，万一自己要被杀的时候，赶紧吃下去，就自己一命。走路要好几天，但是御剑飞行1天就到了。陆云长先找了个地方住下，然后开始踩点，多方打听李川头目的消息。这件事儿一定要做得精细一点，不是说帮着李川的家人报仇，就直接去把头目一家给杀了，要先了解一下情况。李川的老婆问为什么要改嫁给头目，李川的老婆为什么要逃跑？既然改嫁了，又要逃跑，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是头目让他受的委屈，还是头目的家眷让他受的委屈？经过李川那件事儿，陆云长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一根稻草也可以压垮一个人，而不是骆驼被前面的重物压垮，他只是被稻草压垮。叶灵如果不说那些话，李川也不会来开碧水宗，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些事儿。但是在报仇的时候，往往只看到重物，而忽略了那根稻草。但是想调查清楚并没有那么容易，陆云长决定加入头目的组织，这样就能更好地了解李川家人被害的情况了。于是陆云长就去头目家里应聘下人，但是头目家里的下人的名额都被其他的下人给占领了，他们都想让自己的亲戚过来当头目家里的下人，因为在头目家里当下人虽然没有人权，但是起码可以吃得上饭。更重要的是，成了头目家的下人后，就可以在其他的人面前耀武扬威，可以从其他的人那儿抢好处，抢到的好处比领的工钱还多。所以去头目家里当下人是很多男人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陆云长以为没有人推荐，所以一开始就被刷下去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正好头目的妹妹从外面回来，正好遇到了陆云长，就问陆云长是来干啥吗？陆云长说自己来应聘下人，但是没有府上说不需要下人了。头目的妹妹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谁说我们家不需要下人的？我们家里正缺下人呢。最终陆云长成了头目家的一个下人，在头目家当下人工钱很少，而且吃得很差。头目家的下人分等级，等级高当下人把等级低的下人当狗。等级高的下人虽然吃得差，但是他们有钱出去吃，都是压榨的其他下人的钱。那些没有钱地方下人就只能在头目家吃了，连棒子面门头都没有，只吃主人家剩下的饭菜。一开始下人们还挺高兴，因为主人家吃剩下的饭菜也比他们平时吃到好，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受不了，只想吃棒子面馒头。陆云长也见识到了头目家下人的工作餐，简直就是泔水啊！所有的剩菜都被倒在一块，一大桶抬上来，里面什么都有，说不好吧里面还有肉，说好吧跟泔水是一样的，而且没有主食，只有泔水菜。陆云长在碧水宗的时候，碧水宗的猪吃的都比这个好啊，他根本吃不下去，但是所有的下人都扑上去疯抢，喜欢能抢到一点好吃的东西。你为什么不上去抢？一个一等下人问陆云长，陆云长不抢饭在他们看来就是罪过，这儿的下人必须抢饭。我一会儿出去吃。陆云长淡淡的说道。一等下人吃惊了，在这儿一等下人能其实就是下人的领导，能惯着其他的下人，甚至对其他的下人有生杀大权。一等下人一共才10个，管理着宅子里的方方面面。你出去吃，你竟然敢不吃孙大人家的饭？我实话告诉你，孙大人家的饭你是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
你一个下10等下人，你竟然还有钱出去吃饭？把钱给我交出来！一等下人上来就抓陆云长的脖子，想把陆云长的头按到泔水桶里，但是陆云长根本没给他机会，直接往旁边一躲，躲开了。他现在不想闹事儿，因为他还要追查李川老婆孩子的死因，所以不想被赶出去。但是一等下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你们都给我上啊！他今天敢对我无礼，明天就敢针对你们！一等下人生气的大喊，其他的下人都面面相觑。现在是拍一等下人马屁的好时机吧？只要我们帮了一等下人，他以后就会记住我们，说不定还会给我们升职呢。没错，这是跟一等下人套近乎的好机会啊！在一等下人面前刷个脸熟，以后他一定会提拔我们了。有的下人们反而想趁着这个机会讨好一等下人，陆云长都吃惊了，当狗还当上瘾了吗？没办法，陆云长只能摇摇头。在这种环境下，李川的老婆确实很难生存，有可能随便一个什么人就会成为压垮他的稻草。其他的下人们一起针对陆云长，他们全都把陆云长围了起来，站在道德制高点骂陆云长不识抬举。孙大人对我们那么好，给我们肉吃，大家伙都吃，你凭什么不吃？你以为你是谁啊？一个最低等的下人也敢嫌弃饭不好吃？你别忘了是谁给你一口饭吃，这种不知道感恩的人不配当下人。就是啊，他根本就不适合这一行，自命清高，他觉得自己是谁啊？不过是孙大人家的一头猪而已。呵呵，孙大人，原来头墓碑叫做孙大人，一个无耻之徒也陪叫大人。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陆云长想在这儿待下去就必须吃泔水，但是他不想吃，因为就算是他吃了泔水，今天的事儿也过不去，其他的人还是会找各种事儿来整治他，直到把他整死才算。所以陆云长知道自己没有装下去的必要了，干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能在孙家待下去那就不待，想其他的办法打听李川老婆是谁害的。臭小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泔水你到底吃不吃？陆云长同样十分坚定地告诉对方，不吃。我不吃，谁想吃泔水谁吃，反正我不吃。一等下人气急反笑，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不吃泔水？兄弟们，给我打！一等下人一声招呼，其他的下人们全都围着陆云长，他们都想在一等下人面前好好表现自己。臭小子，你高贵什么？谁让你不吃泔水？大家都一样，平时嘛就你搞特殊，不吃泔水的人就不是好下人，给你饭吃就不错了，你凭什么不吃啊？你有什么资格不吃孙大人给你的饭？莫问蕊坐在屋顶上看着这一切，十分心疼，没想得到他的徒弟为了帮被人报仇，为了查出真凶，竟然那么忍辱负重，都要被人打了。不行，他不能出手，不然的话，徒弟的计划不就白费了吗？正当莫问蕊在想陆云长会不会被打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多了，陆云长根本就没忍，直接就还击了。还吧，他差点忘了，他的徒弟都不是吃亏的主。陆云长把所有的下人都给打趴下了，然后把泔水倒在他们身上。你们吃你们的泔水，老子都还没说什么，你们竟然质问我为什么不吃？你们有病是你们的事儿，老子对吃泔水没兴趣。一群垃圾，他也没去招惹他们啊，竟然被强行吃泔水，什么玩意啊？陆云长也是服了，打他们一顿还不解气，于是陆云长又把他们给打了一顿，这样总算是解气了。臭小子，敢打我，你给我等着，我去衙门里告你。一等下人不服气，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外面响起一阵骚动，一个穿着绫罗绸缎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好几个丫鬟。大小姐你来了，你要给我们做主啊！一等下人哭喊声给年轻女子跪下了，竟然一等下人都跪下了，其他的下人也学着跪在地上，一副虔诚的样子。陆云长也认出了对方，不就是首领的妹妹吗？他之所以能留下来当下人，还多亏了首领的妹妹。首领的妹妹长得5大3粗，却喜欢年轻漂亮的男人，陆云长曾是她的菜。孙小姐从看到陆云长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陆云长，喜欢到不能自拔。她担心陆云长吃下人的饭吃不习惯，所以亲自来请陆云长去与他一同用膳。结果就看到其他人在欺负陆云长，孙小姐顿时怒不可遏，她双手叉腰，对着一等下人一顿破口大骂：你们凭什么欺负他？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他一个人，这样太过分了。一等下人没想到自家的大小姐会帮着一个刚来的下人。大小姐，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是她不听话，所有人都吃了孙家里的剩菜剩饭，只有她不想吃，我们是在替大小姐教训她。孙小姐皱眉头往地上看了看，剩菜送饭全都洒在了地上。你说要给她吃这些东西啊？孙小姐惊讶地问道。一等下人点了点头，这都是府上给下人们安排的饭菜，小的们对此感激不禁感恩戴德，只有他是个例外。等下人指着陆云长，好像陆云长是一个反派。此刻一等下人把这个反派当着主人的面前叫了出来，一等下人觉得自己这次立功了。正等着主人夸奖的一等下人做梦也想不到，主人竟然会把他臭骂一顿。你为什么要给他吃那么差的东西？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你们真是太过分了，这么差的东西连狗都不吃，这不就是泔水吗？你们竟然给他吃泔水！来人啊，把这个害混蛋给我拖出去打！孙小姐正义感爆棚，让人把一等下人拖出去暴打了一顿，其他的下人跪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吭声。孙小姐真的很生气，那些泔水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都是他们之前太纵容一等下人了，所以一等下人才那么嚣张，随便给人吃泔水。要不是他及时赶来，真是苦了他。孙小姐一阵心疼，走，我带你吃饭去。说着，孙小姐就要去拉陆云长的手，陆云长眼疾手快躲了过去。你怕啥呀？我请你吃饭，你跟我去就行了，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虽然你是下人，但是我不会把你当下人看待。孙小姐说着就要对陆云长动手动脚，陆云长赶紧闪开了。
别动手动脚，男女授受不亲。主要是他不喜欢孙小姐这款，孙小姐完全就是一副大小姐脾气，而且长得又丑又胖，长得又丑又胖又挂了，有自知之明也行啊。陆云长嫌弃他，可是孙小姐不这么认为，孙小姐觉得陆云长害羞了。你个大男人家那么害羞干什么？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告诉你，虽然咱们这边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你放心，我信奉婚姻自由，只要我看上你了，我才不管我哥哥怎么看呢。如果哥哥不让她嫁给他的话，她就离家出走，反正她一定要嫁给心目中的情郎。此刻的孙小姐觉得自己特别勇敢，这个年月有几个姑娘能像她一样为了婚姻自由而战？陆云长真无语了，拜托大小姐，你喜欢我是你的事儿，但是我不喜欢你，不要跟我扯远了。陆云长的拒绝在孙小姐眼里都是那么有魅力。我早就说了，你不要那么害羞，来，我请你吃饭。孙小姐硬是拉住陆云长往外走，这时跪在地上的一个年轻男子抬起头来，孙小姐，你为什么喜欢那种给脸不要脸的人呢？我向来仰慕孙小姐，我愿意陪孙小姐吃饭，我愿意给孙小姐当牛做马。他的豪言壮语一出口，其他人全都震惊了，大家伙好像打开了任督二脉一样，每一个人都跃跃欲试，都想为孙小姐当牛做马。所以小姐，我比她长得好，你还是选我吧。小姐，你选我吧，我对你更加深情。那些人全都爬向孙小姐，孙小姐感到十分厌恶。孙小姐抬脚就踹那些人，被踹的人却甘之如饴。这是他们距离大小姐最近的一次，他们希望自己的深情能打动大小姐。以前大小姐从不正眼看他们，总是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下人没有机会接近大小姐，连进入大小姐周身5丈之内都是奢望。大小姐，你再踢我们2脚吧。大小姐，我是真的喜欢你，就算你替我打我骂我，我也愿意陪着你一直到老，我对你是真心的。他胡说，大小姐，只有我对你才是真心的。他们全对孙小姐是真心的，孙小姐在他们中间随便选一个人就能获得一个死士，他们对孙小姐爱得发疯，他们为了孙小姐宁愿去死。但是孙小姐看不上他们，他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茅坑里的石头，而陆云长是金子，孙小姐喜欢金子，不喜欢茅房里的石头。不过那些家伙喜欢她，让她觉得很高兴，因为这样显得她有人追，身价高。她听说了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人追她，以前没有人追她，她非常受伤，可是今天突然冒出来那么多人追她，孙小姐觉得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孙小姐过去一把拉住陆云长，陆云长一把把她甩开，并且遏制住了想踹她一脚的冲动。我再跟你说一遍，别动手动脚，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不过陆云长也想过了，这个可能是个好机会，接着跟孙小姐吃饭的功夫，打听一下李川的老婆是怎么死的。于是陆云长就跟着去吃饭了。孙小姐高兴的跟什么似的，让厨房夹菜、夹鸭鱼肉全都端上来了。但是陆云长觉得没什么特别好吃的，虽然都是好东西，但是烹饪方式都太一般了，比碧水宗的大厨差多了。我听你们当下人说，孙大热娶了朋友的老婆，而且那个女人还怀孕了。陆云长一边吃一边跟孙小姐打听八卦。孙小姐为了跟陆云长有话说，就喋喋不休的把李川老婆的事儿告诉了陆云长。在孙小姐的版本里，李川的老婆是一个放浪的女人，勾引了他哥哥，但是却肚子里却有着别的男人的孩子。他哥哥没计较，还是对那个女人很好，但是那个女人不懂感恩，竟然想逃跑，所以就被他哥哥给杀死了。他为什么想逃跑？陆云长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还能为什么啊？我嫂子老是欺负他，想把他肚子里的带孩子给做掉，但是他想留着那个孩子，于是机想逃跑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傲刻薄的女人走了过来。我说妹妹，你还真能说谎话啊！明明就是因为你，那个女人才想离家出走，你却说是因为我。你要是不打她，她会离家出走吗？真是笑话。孙小姐双手叉腰，不服气道：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打过她？你跟你娘都打过她，别为我不知道。要不你们打她，她在咱们家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俩开？而且可是你说她那样的女人朝三暮四，留不得，所以你哥哥才对她痛下杀手。来的刻薄女人原来是孙小姐的嫂子，两个人平时就互看不顺眼。大嫂觉得小姑子那么大年纪了还不出嫁，都是为了谋取家产。小姑子觉得嫂子家那么穷，嫁过来肯定是为了他们家的家产。两个人平时就经常打架，而且打得可开交，主要就是为了争夺家产。两个人都怕对方的多了，把自己的那份也给拿去了。也就是说，你们两个都欺负李川当老婆了呗？陆云长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稍微有点不好意思。虽然只是欺负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但是孙小姐还是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她是一个超级讲道理的女人，本来不想欺负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但是那个女人太可恶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老是在她眼前晃，她正在花园里唱歌呢，那个女人从亭子角落里走过去，她正在河边准备洗脚呢，那个女人从石头后溜走，到哪儿都能见到那个女人。孙小姐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姑娘，十分的尊敬长辈，从来都按照规矩办事，就算是下人打碎了她心爱的碗，她也只是让下人跪在太阳底下顶着盆水而已。她很看不起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家里上上下下所有大人都不喜欢她，都欺负过她，因为这个是应该的，她不知廉耻就应该给欺负。陆云长淡淡的听着，孙小姐跟她嫂子一开始还在吵架，但是很快两个人就一块说起李川老婆有多不要脸。这顿饭吃了1个时辰，陆云长听得够多了，站起来告辞：今天晚上我还请你吃饭，你等着我啊。陆云长没说什么，也没表示什么，只是抬脚离开了。哇哦，他真的好帅啊！孙小姐沦陷了。莫文蕊吃着包子，坐在陆云长旁边，两个人正坐在茶馆里。你倒好，自己去好的，把为师晾在房顶上。莫文蕊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但是又害怕自己的徒弟会受欺负，只能坚持地坐在房顶上。但是陆云长却叹口气：
师傅，我觉得有点害怕。这是陆云长第一次在莫问蕊面前表现出脆弱。莫问蕊赶紧把嘴巴一擦，表情也变得认真起来。没关系，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可以跟为师说，以为师的能力一定能帮到你。陆云长摇摇头，你还是别帮了，我的苦难之处在于我太优秀了，总是会招惹很多女孩子，我觉得太苦恼了。莫问蕊点点头，继续吃包子。这事儿他确实管不了，毕竟他自己就面临着这个问题，他也有很多人追，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能让徒弟自己去解决那个问题了。到了晚上，月黑风高夜，正是杀人放火时。陆云长坐在屋顶上嗑着瓜子，一伙人冲进了孙家。很快，孙家传来了哭喊声。半个时辰后，在一个小树林里，孙家太有钱了，从他家弄来的钱，用兄弟们用一短时间了。你真的不分一点吗？小头目问陆云长。他们是一伙劫匪，洗劫了孙家后，他们获得了7万金币，这么多钱，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钱。陆云长摇摇头，我一分不要，你们全都拿走吧。那群劫匪是陆云长第一次卖货的时候在路上认识的，这次陆云长让对方来帮忙，虽然一开始对方不想过来，因为要走很长时间路，时间过得那么久，再待下去就天凉了，劫匪要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赶紧回去。第二天，县里的人都知道了孙家的惨案。陆云长找到了知情人，知情人带着他知道了一具尸体，是一个大人肚子鼓鼓的，那正是李川老婆和女儿。陆云长找了几个人来验证，他们都说那是李川的老婆女儿。陆云长把李川一家人合葬在一起。办完这一切后，他准备离开，但是在城门外被人拦下了。一切都是你做的吧？那个人很年轻，陆云长认出了对方，就是上次孙小姐请他去吃饭的时候，刺一个冲出来说要给孙小姐当牛做马的人。你想干什么？我要为孙小姐报仇。陆云长都忍不住笑了。你真的喜欢孙小姐？那个人怒斥陆云长，我当然喜欢孙小姐。你以为我这么卑贱的一个人就没有心，不去喜欢别人的吗？告诉你，我的喜欢比谁的都高贵，我愿意为我喜欢的人付出生命。陆云长点点头，觉得嘲笑别人的喜欢确实不大好，但是这个人明显脑袋有问题啊！你到底喜欢孙小姐，还是喜欢孙小姐的钱？陆云长只是好奇地问了问，可是暗个人立刻暴怒了，你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喜欢孙小姐的人了，孙家已经完蛋了，我1分钱都没拿到，幸好我那天被孙家赶出阿里了，不然我就和孙家其他的人一个下场了。我愿意为了孙小姐报仇，当然是为了感情，钱对我来说算个屁啊！你别用钱玷污了我对孙小姐的感情。那个人越说越激动，好像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陆云长看一看，但是陆云长对这个根本没兴趣。孙家的人不是我杀的，如果一定要追问责任的话，孙家人自作自受，我建议你把孙小姐的尸体从衙门里抢出来，然后再重新杀他一次，就算是为了他报仇了。陆云长不想跟那个人纠缠，只想快点回到碧水宗吃饭。在外面好几天，最想念碧水宗的大厨，不愧是公孙乐乐家的顶级大厨，做的菜太好吃了。在碧水宗吃惯了就觉得很一般了，但是一出了碧水宗后，吃了其他地方的饭，就会更加的怀念碧水宗的大厨。那个人却不肯放过陆云长，回屋看着砍柴刀冲着陆云长劈了过来。陆云长真是服了，他就算是修为在碧水宗垫底，也不至于被人用砍柴刀砍吧？你起码弄个像样的刀，才算是看得起我啊！陆云长不想跟那个人打，直接御剑飞行离开了地面。孙小姐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喜欢，你也不是什么好定西，你以为自己喜欢孙小姐？得了吧，你只是喜欢有钱人，为了不让别人说你喜欢有钱人，所以逼着自己认同自己不喜欢钱。你那种蠢货不配跟我交手。那个人眼睁睁地看着陆云长飞走了。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找到你。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做天后。天后下定了决心，就算是跋山涉水，就算是没有盘缠要饭，他也一定要找到陆云长，向陆云长挑战，杀了卢彩云为孙小姐报仇。陆云长回到碧水宗后，师兄们都问他请假干啥去了。陆云长说出去玩了几天，但是师兄们都不信。你一个人能去哪儿玩啊？你如果出去玩的话，一定会带上我们这些义子吧？就是啊，义父，我们整天在碧水宗修炼，闷都快闷死了。你能不能出去玩的时候带上我们啊？小师弟，你不在碧水宗的这几天，师傅也不在，你不会是跟师傅一块出去玩了吧？大师兄狐疑地问道。其他的师兄们也都好奇地盯着陆云长，觉得他跟师傅之间肯定有猫腻，不然两个人为什么同时外出？你们脑洞开得太大了，是外出办正经事儿？什么正经事儿啊？师兄们逼问。但是陆云长不会告诉他们，他知道师兄们什么德行，虽然都是大嘴巴，但是都是单纯善良的傻鸟。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一直寻找大人被他们杀了，他们的心里一定会遭受巨大的创伤。哎，没办法，整个碧水宗只有他陆云长一个人心智健全，所以当然只能多承受一点了。这个事儿大家很快就忘了，因为已经到了冬天了，碧水宗开始储备过冬的物资。整个冬天他们都很少外出，所以必须储备够一整个冬天吃用的东西。每个人都特别喜欢冬天，因为冬天太冷了，莫文蕊爱护徒弟，就不会让他们到户外修炼，他们就能在室内玩了。说来说去，只要不用修炼，简直天天等于过年。他们穿着带着狐狸毛的袍子下山去采购，几个人一个小组，只要把分给每个人的采购任务完成，剩下的时间每个人想买什么都可以买什么，自己为自己准备过冬想要的东西。陆云长从牛肉铺子出来，抱着一大包牛肉，心里骂着13师兄不要脸，肯定是13师兄在写签子的时候动了手脚，所以才让他抽到了买牛肉的任务，抱着50斤牛肉，这活儿不大好干。正在吐槽着，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个乞丐。你还认识我吗？那个乞丐激动地说道，我就是天后啊，我终于找到你了。陆云长差点忘了天后这个名字了，
但是他看到那个人的3白眼，立刻想起来了。舔狗，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说过我一定要找到你，杀了你，为孙小姐报仇，你还记得吗？天后仿佛在诉说自己的刚回事迹。陆云长点点头，我记起来了，所以你不会是来找我报仇的吧？天后偷偷地拿出了手里的匕首，脸上的表情依然笑着。没错啊，我就是来找你报仇来了，我一定要为我的感情负责。说着，他一刀子捅向陆云长，捅的脖子。陆云长没有想到那个家伙那么执着，他手里又抱着东西，把注意力放在手里的东西上了，没有注意到天后的刀子。看着陆云长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白色的袍子，天后觉得自己终于做到了。他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更加紧迫起来。他接下来要做点什么呢？既然他这么厉害，能做到自己理想做的事儿了，那其他自己想做的事儿，他也一定能做到。不如就去当镖师吧，那样既能赚钱，又能晋升，说不定还能娶了镖局老板漂亮的女儿呢。虽然现在的他还是一个乞丐，甚至都没有钱吃饭，但是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师弟，13师兄冲了过来，他扔掉手里的东西，趴在陆云长身上，哭得很投入。就当是一次体验吧。哭完了，这才从怀里拿出复活丹药给陆云长吃下去。可嗨！陆云长一阵剧烈的咳嗽中醒了过来，13师兄把他扶起来。师弟，谁把你给捅了？13师兄问道，想知道对方厉不厉害。如果对方很厉害的话，有没有走远？如果对方回来了的话，他能不能打得过对方？这些都想了一遍后，他对陆云长说道，小师兄，你还有几颗复活丹药？陆云长拿出1颗复活丹药给了13师兄。幸好当代的东西都很便宜，不然他也兑换不起复活丹药了。碧水宗真是个奇葩呀，复活丹药的消耗量十分巨大，几乎每个师兄都死过一次了吧。陆云长也是醉了。放心吧，那个家伙你一定能打得过，只不过抱着太多东西了，没注意到他捅刀子而已。啧，师兄你学艺不精，就怪在牛肉干上。13师兄说着，把牛肉干抱起来，让陆云长拿着他买的大米。陆云长发现大米也不轻，看来13师兄在写签子的时候没作弊。师弟，要不要报仇啊？那个捅了你一刀家伙，你就这么放过他了吗？13师兄问道。陆云长当然不会放过舔狗，开什么玩笑，他穿越过来不是为了当白莲花。不过他不打算亲自手动杀舔狗，他相信会有更好的办法对付舔狗。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去了跟师兄们集合的酒楼。师兄们都惊讶陆云长怎么了。陆云长把过程说了，大师兄很心疼小师弟，毕竟一个是师兄弟们中辈分最大的，另一个是辈分最小的，虽然两个人差不了几岁。小师弟的东西我们几个分着拿吧。大师兄把陆云长带东西给大家分了，陆云长顿时感觉轻松不少。我感觉以后我们又有好玩的事儿了，就是看看哪个叫舔狗的什么下场。几个师兄们商量着，陆云长也有点期待，他也很想吃到一条忠诚的舔狗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天后十分顺利的就找到了一份镖师的工作，他通过捅了陆云长一刀后，胆子就变大了，所以才走镖遇到劫匪的时候表现得异常勇猛，得到了镖师东家的器重。而且东家也有个闺女，这简直跟他想要的生活一模一样。他决定把东家的女儿拿下，但是东家的闺女心有所属了，根本不喜欢他。东家闺女喜欢的是一个小白脸，只知道读点书，念2句算酸腐的诗句，就轻易的俘获了小姐的心。天后没想到小姐的审美那么差劲儿，她明明就比那个书生要好很多啊。她经常在小姐面前表现自己的，但是不仅没有赢得小姐的好感，反而小姐觉得她非常讨厌。平时跟其他的镖师喝酒的时候，她就吐槽过为什么小姐不喜欢她，就连东家都觉得她比小白脸强。东家让她好好干活，说小姐也到了该许配人家的时候了，一定要给小姐找一个非常爷们的男人，不能让小姐嫁给娘炮，娘炮没办法保护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东家是在暗示什么？东家对她非常热情，俨然把她当作未过门的上门女婿。在东家家里喝完酒出来，他觉得自己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只要自己好好干，就能迎娶大小姐。东家只有一个闺女，没有儿子，以后镖局就是女婿的，他只要成了东家的上门女婿，这个镖局以后就是他的了。从那以后，他干活更加卖力了。不过大家背后都在议论他，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个家伙最近练功很卖力啊，跟打了鸡血似的。那个傻子以为东家会把闺女嫁给他，所以就整天表现自己跟孔雀开屏似的。他也太异想天开了，他算什么东西啊？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他以为东家会把闺女嫁给他，咱们东家可精明着呢。大家伙都等着看他的好戏，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每天做梦都想着东家会把闺女嫁给他。碧水宗的人坐在屋顶上看着院子里的情况，那个家伙倒是挺努力的嘛，每天跟公鸡似的到处叫唤，他又在大小姐面前表现自己了。你们觉得东家会把闺女许配给他吗？我觉得应该会吧，他长得也不错，而且身手也不错，对东家也非常忠诚。东家毕竟是开镖局的，如果找一个书生当女婿的话，那镖局以后传给谁啊？就算东家不开镖局了，也不会把镖局给他。天后开车出去给大小姐们买饭的时候，正好看到了陆云长，他正在卖红薯的摊府去买红薯。他不敢相信是陆云长，因为他不敢相信他竟然还活着。当时他把刀子扎进了陆云长的脖子里，刀子完全没入了，他的脖子肯定是活不了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活蹦乱跳呢？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问道：“你是陆云长吗？”陆云长一回头，原来是舔狗。舔狗你好啊，不认得我了？天后惊讶地长大嘴巴，不可能，你不是已经别我给……嘘，小点声。陆云长做出了一个嘘声的手势。你理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杀过我吗？化了，老子不是也没杀成吗？
你怎么在这儿？天后觉得陆云长是来找他报仇来了。陆云长既然没被杀死，说明有两下子，要是找他报仇的话，他真不一定能应付得了。不过也不一定吧，他现在在镖局的地位呢，那么高，要是他遇到什么事儿的话，镖局的人一定会站出来支持他，就连东家也会出阿里帮他吧。陆云长不知道天后在想什么，但是看舔狗那自负的脸色，难道是在做白日梦？看你穿的挺体面了呀，你现在做啥工作呢？陆云长随口问道。我现在是一个镖师，每个月都吃穿不愁，跟你不一样，你是一个无业游民吧？他想把话说得好听一点，其实他想说的是，陆云长是个靠勾引女人赚钱的人吧？平时没有什么正经事儿干，就到处勾搭女孩子，跟人急要点钱。他是听镖局的人说的，以前他太纯情了，还不知道是世界上竟然有那么不要脸的男人呢。他知道后就告诉了大小姐，让大小姐小心一点，不要上了那些臭男人的当。但是大小姐不但不领情，反而更加讨厌他了。他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明明都是为大小姐好，只能说大小姐太大小姐脾气了。但是他为了表达自己对大小姐的爱，决定要忍耐大小姐的脾气。谁让他是大心眼里喜欢大小姐呢？我是一个修士，有正当的事儿干，我的工作比你的还好呢。陆云长一边说一边吃，根本不把舔狗放在眼里。天后惊讶了，你开什么玩笑？你是修士？天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白脸竟然是修士。不过也对，当初他踩着剑就能飞走，说明对方真的是修士。既然这种人都能当修士，那么他的条件更好，比健壮，更应该当修士啊。修士无论在哪儿都非常受人尊重，这片大陆上是修士最多的大陆。他从小就想当修士，可是他生活的小国家没有人修炼，天后认为自己又行了，要是哪天他不想当镖师了，就去当修士。于是他赶紧问问，你们在那儿修炼？陆云长意味深长地看了天后一眼，你不行的，你当不了修士，能把镖师的工作干好就不错了，做人不要好高骛远。陆云长知道能怎么把人气死，果然天后差点被气死，他一下子涨红了脸，紧紧握着拳头，你胡说，凭什么你都能当修士，我就不能当？我比你差在哪儿？我明明就比你强。在天后的眼里，陆云长还是一个小白脸，根本就没什么能力，不像他那么壮实，而且有冲劲儿。你连灵根都没有，当然不能修炼，你注定是个凡人，能把凡人的事儿干好了就行了，就怕你连凡人的事儿都干不好。陆云长吃着烤地瓜，悠哉悠哉地走掉了。天后紧紧握着拳头，恨不得冲上去再杀陆云长一次。陆云长回到师兄们那儿，把遇到天后的事儿告诉了师兄们。那个混蛋真行，哪儿都有他。师兄们的不喜欢舔狗，他们自己也当过舔狗，知道舔狗都没好下场，他以后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容易了。陆云长信誓旦旦地说道。其他的师兄们都来了兴致，你又想到馊主意了？陆云长想到的这个主意不但馊，而且阴险。他把自己的主意跟师兄弟们说了，被师兄弟大骂阴险。骂完之后，每个师兄都想扮演计划里的角色，最后只能抽签决定。47师兄抽中了，然后又上演了一场大乱斗。每一次抽签后，所有的师兄弟们都怀疑有人作弊，然后就开始起哄要重新抽签，然后还要检查签子真伪。但是每一次都没人作弊。47师兄特别高兴，第二天就换了一身衣裳，来到碧水县大街上溜达。碧水宗的大街上人来人往，他穿得破破烂烂，倒在了镖局门口。镖局的人发现了他，给他一口水喝，问他从哪儿来的。他说从另个一大陆来的。我原本是碧水宗的弟子，但是家里捎信来说家里出了事儿，于是我就回家去了。可是家里遭到了变故，我也只能回来搬救兵。47师兄装得很像，虚弱的嘴唇上都起皮了。那得感谢碧水宗的其他师兄们，为了能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受过苦的人，用盐巴搓他的嘴巴，一晚上没给他喝水，弄得他都想退出这次任务了。但是看到其他师兄们那不怀好意的眼神，他知道其他的师兄们都等着他退出，然后好取代他。于是他只能谣言坚持，原来是碧水宗的弟子啊，是修士啊。镖局的东家也被惊动了，急忙迎了出来，亲自请他去家里休息一下。不用了，我喝口水就得赶路，我还要去碧水宗找我的师兄们呢。我那匹马跑坏了，好不容易到这儿，我不能休息。说着就要强撑着起来。公子，你尽管先在我家休息着，我派人去碧水宗给你的师兄们送信，你觉得怎么样？镖局的东家突然变成了热心肠，其他的镖师们的都很惊讶，但是马上就想明白了，东家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巴结碧水宗啊，能跟碧水宗搭上关系，光是说出去也是一件有面子地方事儿啊。东家急忙派人去请碧水宗的人过来，并且把47师兄扶到了屋子里休息，又是倒茶，又是足饭，又是端点心的。天后一听说是碧水宗的人，顿时就没好感了。东家，别跟碧水宗的人扯上关系，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他已经知道陆云长是碧水宗的人了，暗个辜负了他的孙小姐，杀了孙小姐全家的混蛋。碧水宗能容得下那种混蛋，就一定不是正经地方。他不想让东家跟碧水宗的人扯上关系，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要是东家跟碧水宗扯上关系了，那么会威胁到他在镖局的地位。你胡说什么？你一辈子都进不了碧水宗，却说碧水宗的坏话，承认人家的优秀就那么难吗？东家训斥天后，天后咬着牙瞪着47师兄，并且红了脸色。其他的镖师们都在看热闹，他们就是想看天后被骂，谁让那个小子平时跟打了鸡血一样。他们想偷懒不想训练的时候，那个小子竟然一个个的把他们叫起来去训练。镖师们早就对他怀恨在心。47师兄对镖局的东家感激不尽。不知道过了多久，碧水宗的人终于来了。你没事吧，我的师弟？你不是回家探亲去了吗？咋成这样了呢？大师兄的演技有点浮夸，
47师兄已经在心里开始吐槽了。大师兄看到47师兄的反应，就知道自己没发挥好。不对啊，昨晚上对戏的时候他发挥得很好啊，怎么今天实战的时候就不行了呢？大师兄，我们家出了变故，还请你们赶紧去支援啊！我怕去完了，我们家都没了。47师兄拉着大师兄的衣袖，急切地说道。大师兄点头，把47师兄扶起来。师弟，我们这就回碧水宗，然后召集所有的师弟们，咱们一起去你家，帮你家撑场子。镖局的东家想让他们留下吃饭，但是大师兄拒绝了，还是47师兄说道：感谢你收留我，改天一定登门道谢。碧水宗的人走了，镖局东家开始打起了小算盘。那个青年长得挺好吧？他说过几天来道谢呢，到时候就介绍他跟咱们闺女认识。他回到房里的时候，悄声对自己的老伴说。没一会儿，外面又响起惊呼声，他赶紧出去看去，只见天上的碧水宗弟子们全都在御剑飞行，排着队形向着一个地方飞驰而去。相比是帮着刚刚那个弟子报仇去了，真是壮观啊！镖局的东家县木的说道，他要是有个儿子能进碧水宗，那多好啊！只要家里出一个修士，简直就光耀门楣了。以后的几天，东家都在家里等着碧水宗的弟子上门，可是一连等了好几天的都没有碧水宗的人来。天后心里乐呵，好心的提醒东家，碧水宗的人不是来了，你还是不要等了，跟那些人扯上关系没好处。镖局的东家一听就火大了，本来没等到碧水宗的人，他心里就不舒服，但是更让他心里不爽的话，他脱了鞋对着天后的脑袋一阵打。天后东躲西藏，但是心里高兴。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跟东家的关系更近了。只要碧水宗的人不来打扰，他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东家的女婿，到时候整个镖局都是他的了。他一定会把镖局做大。他心里有很多想法，但是以为自己只是个小镖师，没有资格管理镖局，所以只能把想法压制在心里。镖局的东家告诉自己的闺女，让她这几天好好的学些规矩，等到碧水宗的人来的时候，把人拿下，以后就能飞上枝头做凤凰了。过了半个月左右，47师兄拎着礼盒来到了镖局，可把镖局东家给高兴坏了，赶紧杀鸡宰羊的款待47师兄。小姐打扮得很漂亮，还穿上了新买的衣裳，在大厅外徘徊，等着叫自己过去。这一切天后都看在眼里，她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放着她那么好的女婿不要，非要巴结碧水宗的人呢？终于东家出来把闺女叫了进去，小姐娇羞的跟47师兄说着话，刚说上两句脸都红了。天后更加妒忌了，以前小姐跟她说话的时候，向来都是对她呼来喝去，从没有脸红过，更没娇羞过。快过年了，你们碧水宗准备年货了吗？镖局的东家跟47师兄聊天，47师兄答应着，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就已经在准备年货了。宗门里买了很多肉，牛肉、羊肝、羊肉干，还有一些冻了的水果，坚果、大米也都买了。镖局的东家点点头，不愧还是碧水宗的人啊，生活条件真好。牛肉还好说，羊肉多贵啊，而且只买那2种肉，不买最便宜的猪肉。镖局的东家问了47师兄很多问题，比方说他多大了，老家是哪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将来从碧水宗出去后有什么打算。47师兄一一回答了。我对将来没什么打算，碧水宗应该会给我安排活干，给我安排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你不回老家去吗？我们老家的生意都交给掌柜的打理，不用我亲自打理，不回去也行。再说了，我其实是想搬到碧水县来着，不太想回老家。镖局东家一听，心里都乐开了花。家里给你许配亲事了没有？镖局东家激动地问。就算家里可以许配了亲事也没什么，在这片大陆上，男人3妻4妾，只要他没娶3妻没娶4妾，自家闺女就有机会。还没有，我这辈子打算只娶一个老婆就行了。我们碧水宗的师兄们也都是这么想的。47师兄礼所当然地说。此刻陆云长跟他师兄坐在屋顶上，拿掉了几张瓦片，听着屋里谈话的声音。吃得不错呀，鸡鸭鱼肉都有了。陆云长看着那满满当当的一大桌的菜，他口水直流，也想下去尝一尝。但是大师兄表现得十分不屑。那算什么？不就是鸡鸭鱼肉吗？咱们又不是没有吃过，咱们的碧水宗大厨做的比他们家做的更好吃。就是因为碧水宗做的做饭太好吃了，所以我才想去尝尝普通人家做的菜。经过陆云长那么一说，大师兄也想去尝尝了。镖局东家听了47师兄的话，惊讶的下巴差点砸地上。你真的打算出只娶一个老婆？那太好了，等把闺女嫁给他之后，他就是自己的上门女婿，并且只有自己这一家亲家。当然了，我们碧水宗一直反对3妻4妾，就连镖局的小姐听了心里也特别高兴，她不用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了，何况是那么有本事那么帅家境又殷实的一个优秀男人。47师弟说谎话的能力进步了呀。大师兄感慨着。什么啊？有可能这是47师兄真是那么想的，这辈子只娶一个老婆。没错。怎么可能呢？3妻4妾多好呀，为什么只娶一个老婆？就像你喜欢吃某种东西，难道一辈子只吃一样东西吗？这个得分人，有的人喜欢3妻4妾，但有的人就喜欢一生唯一。47师兄就是那种喜欢一生唯一的人。上辈子陆云长的爸爸就是那样的人，他爸爸是个工程师，会给他妈妈做戒指，并且把餐巾纸折成鲜花的样子，还亲手给他妈妈做衣服穿，长得又帅人又高，性格又好，从来不在外面沾花惹草，跟他妈妈吵架从来没赢过。陆云长不敢说自己就是那样的男人，可是他知道世上有那样的男人。大师兄还是不理解，一辈子只吃一样东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酷刑。47师兄吃完了，要回去的时候，镖局的老板再三挽留。我们碧水宗有规定，我不能在外面过夜，下次有时间再过来拜访。47师兄还是决绝了镖局东家的好意，离开了。爹爹，他真帅啊！小姐犯花痴了。
比你自己找的那个小白脸强多了吧？镖局老板问道。小姐不说话了。你放心，爹爹一定帮你做成这门亲事，让你嫁给修士。你老爹，我也想找个修士当女婿。镖局东家笑呵呵地说道。这话都让天后听到了，天后的天都塌了。镖局是他的呀，小姐也是他的呀，凭什么碧水宗的弟子半路杀出来？天后越想越生气，她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跟她说过一话，想要的东西不会自己跑过来，你要自己去争取。于是她决定找小姐谈一谈。演戏演得不错呀，47师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的看上那家小姐了呢。47师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确实有点看上那家小姐了，嘿嘿。大师兄真个一个惊呆了，不会吧，师弟你打住，坚决不能喜欢上那个小姐啊，不能假戏真做呀。说实话，她配不上你。大师兄十分激动，他最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师弟们全都是恋爱上的白痴，喜欢得上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最稳妥的办法还是让师傅给介绍妻子吧，干脆别自己找了，师傅起码不会害了他们。放心吧，我只是喜欢一下，又不会真的跟他怎么样。我现在修身养性，不想谈恋爱。其实他不敢谈，怕自己喜欢上一个渣女。三个人有说有笑的回到碧水宗去了。天后一直在寻找机会跟小姐谈谈，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终于这天，小姐要出去买东西，她一早就蹲在大门外的拐角处，等到小姐从家里出来后，她就把小姐拉到了墙角。小姐被吓了一跳。天后，你干啥？你要是敢对我干点啥，我一定告诉我爹爹，让他扒了你的皮。小姐惊慌失措地说道。小姐你放心，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想找个机会跟你谈谈。小姐疑惑地问道。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你不是就是个没钱的穷鬼吗？我告诉你，不玩需要你的真心，你别来招惹我就行了。我最讨厌你这种人的了，癞蛤蟆想吃天鹅头。大小姐说着往地上催视了一口。天后彻底伤心了。大小姐，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我的心呢？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其他的人只是想利用你而已。还有那个碧水宗的家伙根本就不喜欢你，他只是想玩弄你而已。天后苦口婆心地说道。但是小姐觉得天后是在贬低她，太不尊重她了，于是给了天后一巴掌。天后脸上火辣辣的疼，但是打是疼骂是爱，她总算跟小姐更进一步了。天后是个厚道的人，她觉得自己喜欢小姐就不能为难小姐，别说小姐是被骗了，就算是小姐主动喜欢上了碧水宗的人，她也不能对小姐发脾气。真男人就应该找碧水宗的人说理。她是那么想的，也是那么干的，于是她赶紧紧紧地跟着大小姐。她就不信大小姐是纯逛街，肯定是为了跟碧水宗的人约会。果然大小姐在路上遇上碧水宗的人，但是碧水宗的那个人只是跟大小姐说了2句好就来开了，好像有事儿的样子。天后赶紧跟脸上去。等等，你是碧水宗的人吧？47师兄回头一看是天后，于是停下脚步。你不是镖局的人吗？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是来警告你离我们大小姐远一点的。天后鼓起勇气说道。虽然她还是有点害怕，甚至害怕的手有点发抖，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碧水宗的人的对手，但是为了爱情，为了大小姐，她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原来你喜欢你们大小姐？没错，所以你离她远一点。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陆云长已经赶紧去找大小姐，改善她有人拦着47师兄搞事儿，希望大小姐能去拯救师兄。大小姐还想她怎么能救得他呢？她什么都不会啊，更不会修炼，不会打架。可是去了才知道，原来给47师兄找麻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镖局的天后。怪不得碧水宗的人让自己来解救47师兄呢，原来找事儿的是他们家的大人。天后，你在干什么？大小姐生气地走了过去，质问天后。大小姐，我只是在跟他聊天而已，没干什么。47师兄走过来，笑着对大小姐说道。刚刚他跟我说他喜欢你，原来你们两个人互相爱慕，抱歉我以前不知道这事儿，以后不会打扰你了。说着47师兄就和陆云长走掉了。不，我跟他没关系，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在大雪天里，镖局小姐追着碧水宗的弟子在奔跑，但是碧水宗的弟子没有回头，反而御剑而去。大小姐倒在风雪里，一个穿着普通的壮汉走了过去，把大小姐从地上扶起来。大小姐，为了那样的人不值得。天后十分心疼大小姐，同时心里也十分高兴，特别畅快。这下小姐应该知道谁对她好了吧？小姐那种人，不吃点苦头，不知道好赖人。小姐，别哭了，你想去哪儿？我陪着你。她骄傲地说道，因为只有她才永远不会把小姐丢下。小姐给了她一巴掌。你给我滚！天后摸着火辣辣的脸颊，愣在了原地。小姐一口气跑回家去了。回到家就把刚刚发生的事儿告诉了自己的爹爹。镖局东家一听，心里大叫一声可惜啊，然后就气不打一处来。都怪天后那个混蛋，要不是他，镖局的女婿就是碧水宗的人了。现在好了，碧水宗的人肯定以为他的女儿不知检点，去把天后给我叫来。别人去叫天后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的好日子来了呢。东家肯定是看出了他对小姐的深情，所以要给他赐婚了，努力豁然有回报。他来到东家住的地方，东家正在会客的小厅里等着他。东家！天后兴冲冲的大步走过去，兴奋的大喊一声，恨不得喊的不是东家，而是岳父。镖局的东家一巴掌扇到了天后脸上。天后根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做错什么了？她只觉得这一下天都塌了，原本美好的生活轨迹就在这一巴掌中改变了渠道。东家，你这是干啥？东家是练过的，这一巴掌打得比小姐打得疼多了。天后捂着脸，简直欲哭无泪。你个混蛋，谁让你垂涎我女儿的美色？我女儿是要嫁给碧水宗的人的。现在倒好，你把亲事给弄黄了。镖局的老板把他给打了一顿，
其他的镖师都在看热闹。活该那个家伙就是自作自受，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竟然垂涎什么大小姐。咱们东家差一点就跟碧水宗攀上亲了，结果就是因为他功亏一篑，咱们东家生气才怪呢。他从哪里来的自信，觉得他能配得上咱们大小姐？真是太自以为是了。天后被打了个半死，腿都被打断了，他本来可以还手的，他能打得过东家，但是他选择不还手。他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东家明白，他对东家非常忠诚，是这个托付的人。东家感动之下就会把女儿嫁给他。他想东家只要眼不瞎，就一定能看出来他的好。他碧水宗的小白脸好多了，不管东家怎么打他，他都一声不吭。最后东家把他赶了出去，他就坐在镖局的门口。他想东家一定会让他回去，可惜晚上他差点冻死了，镖局也没人出来让他回去，他都没地方去茅房，只能他说跟底下尿尿，也没东西吃，身上也没钱，铺盖卷都没有。到了第二天，他就熬不住了，他敲响了镖局的大门。臭要饭的赶紧走，别待在我们门口，妨碍我们做生意。我不是要饭的，你们看清楚，我是天后啊！什么天后地薄的，赶紧滚蛋！镖局的人拿着扫帚把他赶走。他认为这还是在考验自己，于是他还是没还手。他希望东家可以让他回去，但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东家都没有让他回去。这几天他靠身上仅剩的4个铜板过活。铜板花完之后，他就开始在街上讨饭。正在讨着饭，发现碧水洞的弟子在买东西，那个勾引大小姐的小白脸也在。混蛋东西，如果不是那个小白脸勾引大小姐，大小姐也不会不把心思放在他身上，现在他也不会被赶出来。一切好像都是一个圆圈。天后本来以为杀了陆云长，然后好运来了，去了镖局做镖师，但是现在被从镖局赶出来了，又遇上了碧水宗的人。碧水宗的人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是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现在被从镖局赶出来了。天后没有了工作后，不知道该怎么办。要饭了几天，发现要饭的时间太难过了，他不想再继续要饭了。可是几家镖局都是互相通信的，他在碧水县休想再去其他的镖局了。他此刻有个想法，你欠我一个说法，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被镖局解雇，所以你得帮我找个工作。47师兄都吃惊了，帮舔狗找活干。他的确很乐于助人没错，但是舔狗曾经杀了他小师弟啊，那可是他最爱的小师弟，要不是有复活丹药的加持，他小师弟就必死无疑了，所以他怎么可能去帮舔狗呢？你想得美，凭什么让我帮你找活干？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跟我没关系。47师兄啃着地瓜，想去旁边买个玉米，但是天后不放他走。这个时候陆云长过来了，师兄你们干嘛呢？你干啥搭理那个乞丐啊？陆云长认出天后了，但是假装没认出来。天后双气的双手叉腰，陆云长，你别太过分了。陆云长惊讶地问道，你认得我？你是谁啊？我跟你很熟悉吗？47师兄帮他们做介绍，你不认识他了？他就是舔狗啊，上次还捅了你一刀来着。陆云长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是舔狗，差点没认出来啊。为什么穿成这样呢？这是碧水县今天流行的款式吗？天后身上的衣服好几天没洗了，特别脏，按说她平时也好几天不洗衣服，也不至于那么脏，但是这2天她在外面抢东西的时候被人推到地上，身上沾了泥巴，所以衣服就显得特别脏。天后觉得陆云长他们是在侮辱自己，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允许别人侮辱自己，于是他冲上去跟2个人理论，但是他根本不是陆云长他们的对手，被陆云长一脚踢翻了。陆云长根本没用上3分力，生怕把天后给打死了。他已经决定了，绝对不会亲手杀死天后，只会让天后自作自受。天后倒在泥水里，身上很疼，很多天没吃好饭，让他的承受能力很弱，所以被踢到的地方很疼，但是他绝喊疼的十分丢人，所以忍住了。他刚要站起来，又被陆云长踹翻在地。陆云长走上前去，踩着他的脸，恶狠狠地说道，你是一个废物，你什么时候才能接受你是个废物？如是不接受，你就永远都只能是个废物了。我不是废物。天后生气的大喊，他从来都不是废物，他是比陆云长更加努力的人。陆云长冷笑一声，像是看一个白痴一样看着天后，太天真了，你这么天真，要饭都不合适，你连要饭都要不好。陆云长的话击中了天后的心，他恨不得再次杀了陆云长，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机会了，因为只要陆云长没有走神，他天后就没有机会。陆云长眼里的天后只不过是一个小蚂蚁，一个不值得被尊重的蠢货，甚至捅了自己一刀后的天后都不值得自己去动手报仇。我不是个要饭的，你给我等着吧，我一定能东山再起。天后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在镖局干活的日子就是他的光辉岁月，他一定可以回到那个时候的日子。他要让陆运看到，他天后不是废物。陆云长大发慈悲，把天后揍了一顿，然后跟47师兄一块离开了。天后倒在地上，默默地爬起来，然后找了个屋檐坐下，结果刚想哭就被赶走了。臭乞丐，赶紧滚，别坐在我们家的门前，一会儿若是离我们小姐出来看到你，一定会大发雷霆。一听家里有小姐，天后更不想走了，她觉得凭借自己高大威猛的身材，还有俊秀硬朗的长相，一定能得到小姐的欢心。陆云长跟47师兄一边吃地瓜，一定蹲在房顶上，看着天后在干嘛。陆云长有种在现代追直播的感觉，那家伙脸皮挺厚，在人家门口不走，人家都赶了他3趟了吧？他是不是想在人家里找工作？2个人猜测着。陆云长突然想起来，到了该跟碧水宗的师兄们集合的时间了，但是他不想去，还是想在这儿看看天后要干啥。是他去一旁的巷子里，向着天空发了一个烟雾弹，那个烟雾弹是告诉师兄们，他们2个人现在没事儿，但是不去集合。小姐晚上要去看灯会，所以打扮好了从家里出来，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乞丐，
小姐心里很生气，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她是大小姐，跟看门下人生气这种事儿，她干不出来。老妈子对着看门人泼口大骂：“你们不知道小姐要出门吗？也不把门口打扫干净，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看门人没想到他们已经赶了好几次了，结果乞丐还没走。两个看门人赶紧过去抓着天后，想把她弄走，但是天后却铁了心要让小姐好好的看她一眼。她相信以她的长相，只要小姐能看她一眼，她一定能成功吸引到小姐的注意力。但是小姐被她给吓到了，一个劲儿的往后躲。那个家伙什么情况？干啥去吓唬人家小姐？那样怎么可能在家人里找到活干？不是吓唬小姐，是想勾引小姐吧？陆云长解释说道，他以为人家小姐会看上他，这样他就能当上门女婿了。47师兄听后都惊讶了，还有这种操作？这种操作怎么可能成真呢？陆云长笑着拍了拍47师兄的肩膀，师兄你还不知道吧？天后肯定是属于自恋型人格障碍。47师兄更加惊讶了，小师弟，你懂得好多呀，简直比秀才懂得还多啊。但是啥？是自恋型人格障碍？师兄认真的问道，眼神里有单纯的愚蠢。陆云长只记得一个概念名词，但是真记不住啥叫具体，啥叫自恋型人格障碍。但是47师兄肯定也不知道，而且也没法上网去查，所以他就能胡诌了。嗨嗨，自恋型人格障碍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好，异性都能看上自己。舔狗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王菲菲也是，王老伴差不多也是，都觉得自己魅力无限，别人肯定能看上自己，甚至世界上的所有异性都能被自己的魅力拿下。陆云长解释的说，大口咬着地瓜，这个年代的地瓜真好吃，特别甜。47师兄给他鼓掌，真是没想到小师弟的学识将如此渊博。他们家乡有一个秀才，还有一个举人，他本来以为秀才跟举人的学生已经够渊博了，但是很显然小师弟知道的比举人还多。小师弟若是以后从碧水宗毕业了，可以去考状元，一小师弟的才能一定能考上，到时候官居一品，威震一方，多么气派。舔狗又被打了一顿，然后被抬着碰到了街上。陆云长他们都担心舔狗被打死了，陆云长还特意跳下去看了看，舔狗还活着，只是被打得很重。陆云长好心的把手里的半个包子放在舔狗面前，舔狗闻着包子的味道，激动的跟什么似的，急忙两只手去接，但是陆云长把包子往高处一拿，舔狗拿了个空，这样反复几次后，舔狗都不想去拿包子了。陆云长再次把包子放到他鼻子前面边，舔狗不抱希望的再次伸手去拿，终于拿到了包子。舔狗打吃起来，牛肉馅的包子，牛肉大葱馅儿，舔狗最喜欢吃的馅儿了。舔狗激动的吃了起来，可惜只有半个包子，他很快就吃完了。吃完后才发现是陆云长给他的包子，他恨不得把包子从嗓子眼里扣出来。天后已经在扣了，但是陆云长制止了他，不就是一个包子吗？吃了就吃了吧，没关系，反正我走的是钱买包子，给你吃半个也没关系。陆云长无所谓的时候，天后认为陆云长实在无语业，他明明已经这么努力，可是天不遂人愿，他还是失败了。而陆云长只不过是一个运气好的人罢了，凭什么这样3番5次的羞辱他？他院子饿着，有没有让陆云长给他包子吃？陆云长为什么要给他包子吃？天后哼了一声，这个有骨气的人从地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街上走去，消失在人群里。真是一个傲娇的人啊！陆云长冷笑一声，他有10000种方法整治舔狗，舔狗先招惹他的。天后来到以前经常住的破庙里，但是他以前经常睡的地方，此刻已经有人了。那个人身下垫着他辛苦捡来干草。天后走了过去，让那个人闪开。哈哈，你让我闪开？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个女人，我是弱女子，身为乞丐就能不尊重女性了吗？乞丐爬起来就冲着天后大喊，但是发现天后长得还不错，可以做自己的男人，那样自己就不用别欺负了，以后让天后去干体力活，自己也就不用再去要饭了。这样一想，女乞丐的脸上带上了几分羞涩。天后被气得不轻，跟女人理论了半天，但是说不过女人，只能另外找个地方睡觉了。第二天去要饭的时候，他看到了坐在对面房顶上的陆云长跟47师兄，那个2个混蛋都是他的敌人，但是他现在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老乞丐走了过来，坐在他身边，跟他说起昨天晚上抢了他甘草味的女乞丐。你觉得那个女乞丐长得怎么样？凑合吧。天后并没有正眼瞧过那个女乞丐，那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他喜欢富家小姐的类型。像他这样的男人就应该配一个富家小姐，不然的话他太吃亏了。这个时候女乞丐从他面前走了过去，还往他身上看了看，天后也看清了女乞丐的长相。女乞丐长得一张长脸，尖下巴，皮肤有点黑，在外面要饭晒的，不但脸洗得很干净，而且穿的也挺干净，身上大衣服虽然都破破烂烂的，但是比其他乞丐的干净很多了。女乞丐走后，老乞丐接着对道，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天后摇摇头，老乞丐小声的告诉天后，他是个卖的。天后憨厚的问道，卖的？卖啥的？老乞丐解释说，就是卖给男人的。天后还是不明白，但是老乞丐不想多说了。老乞丐没想到天后看起来是个傻子，而且真的是个傻子，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还是听不懂。天后仔细琢磨了一下，突然一拍大腿叫道，我知道了，你说他跟青楼的里的姑娘一样。老乞丐叫他小点声，你说对了，他就是那样的人，整天在乞丐群里转悠，用身子向乞丐换钱。老乞丐十分不屑地说道。但是天后却对女乞丐的印象有了改观，原来女乞丐也是一个和你认真的生活的人啊，就跟他一样啊。他已经生活的那么努力了，但是生活没有放过他。那个女乞丐是个女的，应该比他更不容易了吧？老乞丐看到天后开始盯着女乞丐看了，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告诉太后，我告诉你他的身份，
就是为了让你离他远一点。你倒好，咋还老是看他呢？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么不听劝啊，就跟以前他带过的那个乞丐似的。那个乞丐以前是唱戏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被打断了腿，他可怜那个小乞丐，就教导他怎么做乞丐。但是那个小乞丐从不知道感恩，还来了碧水宗生活。前2天他见到那个小乞丐了，以前唱戏的那个小乞丐现在也是个卖得了，并且卖得很便宜，还有人经常不给钱。那个小乞丐的生活应该很拮据，穿的新衣服都破了也脏了，还想跟他要钱买馒头吃。后来那个小乞丐离开了碧水县，不知道去哪儿了。老乞丐还想让以前唱戏的乞丐给他养老，但是现在他只能重新找别人了。他是真的把以前唱戏的乞丐当成自己的儿子，为了找到那个小乞丐，他从以前的县一路要饭到了碧水县。可是那个乞丐根本不把老乞丐当回事儿，老乞丐很失望。但是天后比较忠厚，老乞丐觉得天后能给自己养老，所以他要对天后好一点，告诉天后做人的道理，还有要饭的诀窍，让天后以后给他养老。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2天就要过年了。女乞丐问天后这个年打算怎么过，自己去给人家帮忙，赚了5个铜板，能买2个肉包子吃，女其他就跟他要了吃。天后嘴上说不同意，但是心里还是打算给他肉包子吃。女乞丐嘴上跟天后打趣，但是背地里还是要做生意，她赚的比天后赚的都多，所以觉得自己比天后有能耐，经常对天后发脾气。天后也陷入了那种感情漩涡中无法自拔，把她的小姐梦都给忘了。那个家伙太不坚定了吧，他不是只喜欢大小姐吗？怎么跟一个女乞丐打得火热？确实太不坚定了。以前他的豪言壮语就是一定要给富裕人家做上门女婿，现竟然喜欢上乞丐了。女乞丐有不少客人，那些客人都是穷人，平时斤斤计较。天后不用给女乞丐钱，能跟女乞丐好，这样让很多人妒忌。于是他们打断报复天后。天后在一天要饭结束，回答住的破庙的时候，发现有几个人坐在他平时睡觉的地方，那些人在等他。天后走了过去，问他们要干嘛。我们当然是想在这里睡觉了，不然还要干嘛？那几个人理所当然地说。天后憨厚地笑着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地方，你们去其他地方睡觉吧。呵呵，你说这是你的地方，这就是你的地方，你叫他答应吗？那几个人明显就是来找茬的，但是天后不想惹麻烦，她现在腿还十分不舒服，因为上次镖局的东家把她的腿打断了，她没有钱医治，于是腿一直是断掉的状态。如果跟别人打架，可能会碰到她的腿，到时候她的腿会更疼。面对那几个人的百般挑衅，天后都忍了。这些看在女乞丐的眼里，女乞丐觉得她是个怂货。最终那几个人在聊聊天或睡觉的地方，天后只能坐在墙角。女乞丐把她大骂了一顿，说她是个窝囊废，她不想再搭理你女乞丐了。但是过了没几天，女乞丐的钱都被抢走了。女乞丐找到她，告诉她她怀了她的孩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跟女乞丐虽然只干了1-2次，但是女乞丐说不会怀上，她还以为自己赚便宜了呢。天后想再不想要孩子，不想负责，但是女乞丐在她面前卖惨，说她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天后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到了过年的时候了，碧水宗的人都回到碧水宗过年。陆云长也不知都天后发生了什么。碧水宗里挂上了彩色的灯笼，好看点灯笼全都随从外面买回来的，难看的全都是碧水宗大人自己做的。厨房里做了年夜饭，水饺、汤圆，还有各种菜色。大家伙儿在食堂吃饭，然后被抽中签子的师兄们要上台表演节目。莫问蕊也跟弟子们在一块过大年夜。到了第2天，弟子们全都给莫问蕊磕头，这就比较尴尬了，因为大家伙儿不想给莫问蕊磕头。莫问蕊好不容易逮着一个能让自己像师傅的机会，当然不想错过，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最后莫问蕊无奈的妥协了，磕吧，给你们每个人包100金币的红包，100个金币，一笔巨款了。大家伙儿这才齐刷刷的跪下，认认真真的给莫问蕊磕头。起码收了钱的徒弟们磕头的时候十分的认真虔诚啊。莫问蕊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弟子们磕完头就伸手要钱，莫问蕊痛快的给钱。大家伙儿还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最近几天碧水县的商贩们都不会开业，他们没有地方消遣，只能继续抽签，然后师兄们唱戏。碧水屯村派了人过来，代表村长给碧水宗的人磕头，因为村长年纪大了，不能亲自过来。那人在碧水宗们再磕了3个响头，然后说碧水村准备了大戏，连唱3天，请碧水宗的人去听戏。碧水宗的人当然乐意了，他们正愁着没地方玩呢，然后就一块去了山下的碧水村。周前这段时间不用去县衙，也在村子里呢，跟碧水宗的人一块听戏。碧水宗的人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年，还放了鞭炮和烟花。天后过年的时候差点饿食，因为过年的时候外面基本上没什么人，没办法讨饭，然后如果去人们家里讨饭，人们会很反感，因为大过年的家里被人家讨饭很不吉利。天后连着饿了几天，最后还陆云长去山下玩的时候，遇到天后倒在马路边上，陆云长给了他半个馒头。又是半个，上次就给了我半个包子，这次就不能给我整个的馒头吗？天后有气无力地说道，而且只有半个馒头，连个咸菜都没有，让他怎么下肚啊？幸好是刚整出来的馒头，还冒着热气儿呢。天后已经很久没吃过新出笼的馒头了，立刻大吃起来。陆云长，虽然你给我了我半个馒头，但是我依然不会让放过你。作为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他是不会轻易的原谅陆云长，因为陆云长勾引孙小姐，并且杀了孙家的人。对太后来说，孙家能杀别人，但是别人杀孙家人就是罪大恶极了。陆云长有没想要天后的原来，他干啥要一头猪的原谅？得了吧，你一只舔狗，要是能被你原谅，我不就是你的同类了吗？所以你还是继续恨着我吧。陆云长说完，从怀里掏出一个肉包子，大咬了一口。你有肉包子，为什么不给我吃啊？
天后又生气又委屈，陆云长却不搭理他，啃着肉包子就走掉饿了。天后只能仰望陆云长的背影。陆云长要跟师兄们去隔壁的郡县玩，没工夫跟天后纠缠。隔壁的郡也改了名字，现在叫做灵水郡。以前凌霄宗还在的时候叫做静霄郡，因为修士非常受人尊重，跟修士居住的宗门近的郡县都会用那个宗门的名字给自己的郡县起名字。陆云长他们以前就经常去灵水郡的灵水县逛悠，灵水县的县官是他们的义子。一群人先去了公孙乐乐家的酒楼，吃了饭就找了个地方听戏，然后就几个人一个小组分开转悠。陆云长跟大师兄走到了一个巷子口，正在买糖葫芦，猛然听到有人在吵架。啥情况？不知道啊。咋大过年的还吵架呢？陆云长跟大师兄的八卦之魂被燃烧起来了，两个人都探头往巷子里看去。那个是郡守养的外宅，是个男人，以前是个戏子，被打断腿了，郡守可怜他，就把他收下了。但是郡守的其他老婆觉得有伤风化，经常过来闹事儿。卖糖葫芦的老伯告诉陆云长他们，陆云长跟大师兄一边吃着糖葫芦，一边跳到房顶上找了个合适的位置看好戏。结果看到当事人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吃了一惊，因为那个人他们认识，就是唱戏的王老板。王老板之前想利用二师兄，所以被碧水宗的人给整治了。碧水宗让王老板的金主们知道他有了相好，王老板的金主们忍受不了王老板的相好那么垃圾，因为那显得他们花钱买了一个垃圾也能用的废物，所以他们一生气就把王老板的腿打断了。王老板要过饭，现在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有吃有喝有房子住，有下人侍候，他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正妻们经常来闹事儿。他跟郡守说过这事儿，想让郡守帮他做主，但是根本不当回事儿。如果他的女的正妻过来闹，会被人说闲话，说正妻善妒，但是他是男人，别人也觉得这样不大妥，但是也不至于有伤风化。这种情况下，正妻过来闹，别人也不会说正妻坏话。就这样，王老板的处非常尴尬。但是对王老板来说，总比去路上要饭强多了。原来王老板还以为是谁呢？陆云长跟大师兄都没放在眼里，也没想到搭理王老板。但是两个人从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正好被老王老板看到，于是王老板叫住了他们，跟他们诉说自己的光辉事迹，说自己现在过得有多好。这个时候，正妻已经离开了，王老板脸上多了几个指印，而且脸也肿了。陆云长跟大师兄没想拆穿他，两个人什么都没说，只想转身离开，但是王老板不同意。两个笨蛋给我站住！现在我混好了，你们终于知道在我面前自卑了是吧？我告诉你们，我那个老板就不是吃苦的料，我一定会过上好日子。他有自信，他的日子已经能打败一多半的碧水宗弟子了。拜托，你子的日子过成什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用你日子来膈应人了好吗？大师兄没好气的说道。王老板觉得这是在妒忌自己，你妒忌了吧？如果你妒忌的话就求我，我愿意接近你们。陆云长跟大师兄气急反笑，这个王老板还是那么大言不惭。火攻回到厂里，老板但是没有这办法，陆云长跟大师兄不好意思动手，不然的话他们一定让王老板尝尝不要脸的代价。先不说王老板，天后的事儿就已经开始让他们头疼了。天后好几次说自己是碧水宗的人，在街上要饭，结果都要到饭了，有一次要的还挺多。一开始碧水宗的人都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警告天后，天后破天荒没发脾气。天后有了自己的打算，她想攒点钱，然后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她不想跟女乞丐成亲过日子，因为她知道女乞丐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不是她的，女乞丐整天都缠着她，要她负责。她只能想方设法的躲着女乞丐。女乞丐又何尝不是看不起天后呢？她觉得天后没本事。天后终于攒到了一点钱，一共20个铜板，她决定用这个钱重新开始。这个时候乞丐也找到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答应娶她，虽然那男人长得不如天后，但是比天后有钱，是个正经的商人，卖炊饼的。所以天后自由了好几天。这几天天后已经打算离开了，只是天气太冷，再下雪，她决定等到雪停了就走。可是就是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而让她走不了了。女乞丐跟那个老板分手了，原因是老板发现女乞丐真的怀孕了。本来还以为女乞丐是在考验自己，结果不是考验，竟然是真的。买炊饼的老板受不了，于是让女乞丐滚蛋。这个时候女乞丐又没有人养活自己了，于是她只能投靠天后。因为被天后拒绝了，女乞丐当着所有人的卖名，告诉大家天后有铜板。结果那天天后被抢劫了，身上积攒的铜板都被抢走了，然后她自己被打了一顿，以前被打断的腿又被打断了一次，以为抢劫的人没想到她只有那么少的铜板。是女乞丐在照顾天后，女乞丐告诉天后，也就只有我愿意照顾你，别人谁愿意照顾你啊？天后不想让女乞丐照顾，但是女乞丐弄来了一碗粥，天后被那碗粥给收买了。天后养伤的这段时间，陆云长他们来看望过天后，还给天后带来了一点吃的。天后不知道陆云长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有吃的，天后就很高兴。碧水宗的人走后，破庙里所有的乞丐都围了上来。没想到你真的认识碧水宗大人啊？你跟他们是仇人吧？不然他们为什么只来看望你，却不管你啊？天后嘴硬道，他们只是回去收拾一下床铺，他们会回来接我，我劝你们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女乞丐本来以为天后是在吹牛，现在才知道天后没有吹牛，于是更加坚定了嫁给他的冲动。但是天后不想娶她，女乞丐整天给天后洗脑，说自己是对天后最好的人。时间长了，天后甚至觉得确实是那么一回事儿。她现在已经落魄成这样，可是女乞丐并未嫌弃她，而是细心的照顾她。过了几天，太后的伤势好了，天后还是想去别的地方生活。这次她没敢说出自己的机会，主要是怕女乞丐坏事。以她现在的样子，想让大小姐们心动已经很容易了，大小姐们应该会心疼她，
所以等到了其他地方，再想办法迷倒一个大小姐，以后他就不愁吃喝了。只不过想得很美，但是实现起来太难了，因为他的腿很疼，想离开太难了。女乞丐为了不让他到处乱跑，把他的拐杖给藏起来了。天后找不到拐杖，就冲着女乞丐发脾气，女乞丐只能委屈的擦眼泪。就这样，女乞丐一定要嫁给天后。天后已经想到了，她绝对不会娶女乞丐，她要想个办法她走。天后的腿恢复一点后，就觉得要离开这里，就算是没有钱也要离开。她反正是乞丐，在路上要饭就行了。但是走了2天后，她就开始发烧了，她很难受，又没有事的，她还是想吃点东西，想有人照顾自己，哪怕对方啰嗦一点也没关系。不过她还是来到了隔壁县，正好隔壁县的一个小姐正在发馒头，小姐还在那个的温婉大气，虽然不是运喜欢的类型，但是小姐家的条件足够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了，所以天后也没那么挑剔了。于是想跟小姐说起话，只不过身边很多家丁让她很难靠近小姐。如果现在手里有一把笛子就好了，那样一定能引起大小姐的注意。天上真的掉下来一把笛子，天后就用笛子吹奏起悠扬的音乐。当时小姐确实动心了，小姐叫人去问谁吹的笛子，下人回来说是一个俊俏的公子，并且那位公子请小姐过去品茶。小姐就去了小亭子，和一位公子品茶去了。那位公子就是碧水宗的大师兄，这是大师兄第一次约会，特别激动，他十分感激师弟们能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刚才吹笛子的也是他，你们知道不？刚当我去找吹笛子的人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乞丐在学那位公子吹笛子呢，幸好我没搭理那个乞丐。下人们在一旁小声的小聊天，天后差点被气得吐血了，好不容易有了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竟然有人跟自己抢。天后不能忍，她想去找那个混球理论，但是被小姐家的下人拦下来。大师兄跟小姐聊天不亦乐乎，结果小姐说她以前欺负平民的事儿，说得绘声绘色，把大师兄都给惊呆了。大师兄顿时对小姐没了好感，找了个借口溜掉了。小姐十分诧异，刚刚不是还聊得挺好吗？小姐，或许那位公子听到有乞丐来找你，觉得跟你认识很掉价。奶妈小声在小姐耳边说道。小姐一想，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找人又把天后打了一顿。此刻的天后就伤没好又添了新伤，差点就被打死饿了。为了活下去，她重新要饭，回到了碧水县，找到了自己以前住的破庙。自己的位置已经差点被别单占领了，但是这次她没有去找那个人理论，因为她实在没那个精神了。她随便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想等女乞丐回来，两个人重归于好。可敌怎么等女乞丐都没来，最后还是老乞丐要饭回来，给了他半个冷馒头。他问老乞丐女乞丐去哪儿了，他找了个有钱人，给人当外宅去了。老乞丐提醒他，你还是别想他了，自己好好要饭吧，以后就跟着我，咱们父子俩好好要饭，你觉得行不？当然不行。老乞丐没想到自己竟然被这么直白的拒绝了，天后甚至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老乞丐伤心了，用忧伤的眼神看着天后，你想什么呢？我才不会做一辈子乞丐，我现在做乞丐只是暂时的，你自己要你的饭去吧，别扯上我。天后特别讨厌老乞丐，就算是老乞丐对她再好，她也讨厌老乞丐，因为老乞丐总是告诉她好好要饭，把她当成一个真正的乞丐。她天后不是乞丐啊，她只不过暂时要饭而已。那个家伙真是个奇葩啊！坐在房顶上的47师兄说道，天后简直让他开了眼，长了见识。我觉得那个老乞丐很可怜，只是想找个人给自己养老而已，结果遇到的都是一些不安分的家伙。陆云长打了个哈欠，继续吃着花生。47师兄点头，确实，他干啥不招安分的人啊？是因为找不到吗？大概他喜欢不安分的人啊，可能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安分的人，所以老了就很喜欢教育那些不安分的人，可惜根本就没人愿意听他的话。老乞丐对天后很失望，走到自己的干草上躺着去了。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女乞丐的宅子。女乞丐的宅子是个2层的小楼，虽然不怎么气派，但是比住在破庙里好多了。你来干什么？女乞丐看到他的时候没好气地问。女乞丐很讨厌天后，觉得他就是个怂蛋，根本没有前途。而且女乞丐也清楚，孩子根本不是他的，只不过女乞丐需要找个人做依靠，千选万选选择了他，因为女乞丐觉得他长得比较高大，能保护自己。可是没想到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我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你肚里的孩子呢？天后惊讶地问道。他发现女乞丐的肚子已经瘪下去了，难道已经生了吗？也就是说他现在当爹了。天后感到一阵兴奋。女乞丐冷哼了一声，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想什么呢？我怎么可能生下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被我打掉了，为了能给有钱人做外宅，他必须打掉那个孩子，人家可不想要个拖油瓶。天后一听震惊了，你怎么可以打掉我们的孩子呢？你太狠心了。哈哈，笑死我了，你怎么知道那个孩子是你的？我说那个孩子是你的，你就信了吗？你什么意思啊？天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告诉你，那根本不是你的孩子。不可能，你不是说他是我的孩子吗？天后以前也不喜欢的孩子，觉得他是个累赘，如果没有那个孩子的话，他就不用娶女乞丐了。但是现在经历过种种之后，他对那个孩子已经有了感情，甚至为了那个孩子，他愿意跟女乞丐组成一个家庭。可是现在女乞丐告诉他，那不是他的孩子，而且还把那个孩子拿掉了，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天后整个人都恍惚了。女乞丐一直在天后面前说自己的生活有多好，一直在显摆自己，拿掉那个孩子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天后根本没工夫听，她只想着那个孩子。此刻她觉得失去了生命中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我现在每天都能吃上肉，白面馒头刚才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且
我现在不用自己做家务，我有一个丫鬟，我现在是人上人了，别跟着你要饭强多了，我可不想跟你要饭要一辈子。最后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天后。谁说你要跟我要饭要一辈子？我不会一辈子要饭，我当乞丐只是暂时的。他紧紧握着拳头，因为愤怒而全身发抖。女乞丐看到他生气，心里更高兴了。被我说中了吧？你也觉得自己会当一辈子乞丐？告诉你，认识你的第一天，我就觉得你肯定是一辈子乞丐，你逃脱不了你的命运。女乞丐狠狠地刺激着他，因为以前想要得到他的保护，自己的地位比他弱，可现在自己的地位比他强了，所以当然要踩他一脚，这样才能显得他自己确实提高了地位。你别胡说八道，我不会当一辈子乞丐，如果你再胡说，别怪我不客气。天后已经快要失去控制了，双眼变得血红。乞丐乞丐臭乞丐，你不客气又能把我怎么样？你有那个胆量吗？女乞丐十分嚣张，觉得自己有了靠山，完全不把天后放在眼里。天后不上去掐住了她的脖子，小丫鬟待在了一边，吓得不敢动，更不敢上来阻止，直到天后把她给掐死了。她不是故意的，她探了探她的鼻息，她已经没气了，她吓了一跳，她仓皇地逃走了。天后不知道的是，她逃走没一会儿，女乞丐竟然醒了。原来女乞丐只是昏死过去了，但是没用正的死，所以醒了过来。但是小丫鬟一个飞身上前，卡住了女乞丐的脖子，把女乞丐给掐死了。因为女乞丐欺负过她，她要私吞女乞丐的钱。杀了女乞丐后，丫鬟去衙门告状，说天后情杀了女乞丐。天后背上了官司，丫鬟被扔进大牢关了几天，在大牢里被女犯人折磨了几天，身上的钱也被搜刮走了。她害怕的躲在一条小巷子里，如果自己一直躺在这儿，或许不会被抓住；如果自己逃走，一直做一个乞丐，或许县官也懒得抓她。搞问题就在这儿，她不想当一辈子乞丐，不想一直活在阴影里，她想生活在阳光底下。她抱着头痛哭起来，不知道哭了多久，她终于哭累了。此刻她的脑袋异常清明，她会想自己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都怪碧水宗的群家伙，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会在孙小姐家一直干下去，吃的剩菜，领着工钱，迎娶孙小姐，成为孙家的上门女婿，继承剩下的财产。可惜陆云长把孙家人都杀了，自己的梦想泡汤了。后来他差点就杀了陆云长报仇，可是不知道怎么到陆云长又活过来了。他进了镖局之后，还有希望成为镖局的上门女婿，可惜又是碧水宗的人出现，他的计划泡汤了。上次他吹笛子引诱富家小姐的时候，又是碧水宗的人出现，吸引了小姐的注意力。别以为他不知道，都是碧水宗的人，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碧水宗的出现，所以他现在的日子过得那么惨，罪魁祸首就是碧水宗的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碧水宗的人一直在迫害他，但是既然现在已经知道了是碧水宗迫害他，他就不能坐视不管，他要为自己报仇，他要去碧水宗找他们报仇。虽然他不是碧水宗的对手，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但是有些事情该做就应该去做，不在乎结果。如果他不找碧水宗要个说法的话，碧水宗的人只会越来越嚣张，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受到碧水宗的伤害。他是一个十分有正义感的人，他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天下众生。于是他就真的去碧水宗了。道阻且长，他为自己准备好了干粮，2个馒头，1个玉米面饼子。本来想准备水，但是他没有水壶，买水壶还要花钱，于是他只能做出一个设想，那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要水喝。碧水宗是个山，山上肯定有水，到时候喝山泉水就行了。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要不到水，就算是碧水宗山上没有山泉水也不怕，毕竟下的雪还没有全都化掉，他可以吃雪，就等于喝水了。于是他开始往碧水宗走，走了2天，终于快到碧水村了。陆云天他们正在往回走，遇到了天后。你干啥去？我要去碧水宗找你们开战。天后一瘸一拐地说道。陆云长此刻真有点佩服天后，不是讽刺，是真的佩服，敢一个人上他们碧水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吧。行，我们在碧水宗等你。说完，碧水宗的弟子们一溜烟跑到前面去，很多就不见了。天后本来想让碧水宗的人捎带自己一程，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出口，碧水宗的人就不见了。天后的腿太疼了，不想走了，但是刚从已经说了要去碧水宗，如果自己不去的话，肯定会被碧水宗的人嘲笑吧。早知道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那样就不会遇到碧水宗的人了。我真有点佩服那个家伙了，他要来碧水宗找我们报仇啊！就冲着他这份勇气，我也要请他吃一顿好吃的。我也是，真是有点期待他来到碧水宗的那一刻。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山门处等他。没错，不知道他一炷香的功夫能不能上来。碧水宗的人让厨房的人开始做饭，他们先回去洗澡更衣，等着天后上来。他们很重视天后，但是此刻的天后正坐在碧水村村口休息，他不想继续往前走了。幸好前面有一个小村子，他就进去歇歇脚。小村子里的人发现有人来了，还是一个瘸子，都过来问他干啥的。天后还以为自己要被赶走，但是村里大人都拿出了好吃的给他吃，还给他水喝。于是天后开始说谎话，说自己是走亲戚，结果迷路了来到了这儿，希望能在村里休息一会儿。当然没问题，你就到我家里去休息吧，要是明天不想走，再多住1天也行。你放心的在这儿住着，每家都住2天，不用急着走。村里已经很久没有来外人了，村里人都很激动。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好客的村子，可是因为村子比较隐蔽，很少有人回阿里。现在终于来了一个人，他们都想跟那个人多交流一下。这件事儿也有人通知了周倩，因为过年的关系，周倩现正在家里。平时周倩的娘请就继续住在村子里，周倩自己住在衙门里。周倩听说村子里有外人过来，就打算过去看一看，她倒是一点都不好奇，
因为他平时在衙门里经常见到陌生人，他是怕来了个坏人。周倩拿着个柿饼子就跑到了村里的王大爷家，此刻天后正在王大爷家吃花生。天后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花生了。周倩以前没见过天后，不知道天后跟碧水宗的恩怨，天后也故意没说。周倩跟天后聊天2句，觉得天后这个人不太正常，但是好像不是坏人。她告诉王大叔，要是天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去告诉他。周倩走后，天后问王大叔周倩的事儿，他是咱们碧水县的县官呢。王大叔十分骄傲地说道，然后把周倩的事儿告诉天后。天后听后觉得周倩跟自己很像，周倩既然能当上县官，她也一定能当上更大的官啊。天后顿时又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她就是想功成名就，可是现实中处处碰壁。她自己而已也不知道怎么了，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成功了，但是听了周倩的故事，她明白了自己肯定行。她相信周倩是懂自己的人，于是就去周倩家拜访周倩。周倩没想到天后会来，她其实讨厌天后，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讨厌她，可就是讨厌，没把发。天后装作很和善憨厚的样子，说自己听了她的故事，很崇拜她，所以过来拜访，请她为自己指点迷津。周倩尴尬的不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周倩谦虚地说道。这句话天后爱听，她也觉得周倩只是运气好罢了，跟她比起来差很多。她是个能力强悍的人，只可惜自己运气不好，所以越混越惨。怎么回事？哪家伙怎么还不上来？我们派个人下去看看吧，希望他别遇到什么危险。一个师兄担心地说道。其他的师兄也都是那么想的。虽然天后想杀陆云长，而且又想杀47师弟，还想来找碧水宗报仇，就是想杀整个碧水宗的人啊。但是他们还是希望天后能快点来。他们碧水宗已经好久没有发生特别有趣的事儿了，天后的挑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儿。但是左等右等，天后都没上山来，说不定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事儿了，会不会是累得昏过去了？碧水宗的人决定下山看看，确保天后的安全。他们在为天后的安全担心，天后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以中性的身份和地位完全配得上他，只要他能跟他结婚以后守的日子吃穿不愁，而且还能接住他的势力走上仕途。他也不想找碧水宗的人报仇了，逐渐跟冰雪中的人有交往，看在他的面子上，他的身体是可以原谅他们，当然前提是他们向他道歉。姑娘，你现在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也该会对你的未来想一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姑娘，你需要一个男人保护你，虽然你现在是当官的，可是这毕竟是一个男人的社会，你身边还是有个男人比较好，有个男人疼你爱你，你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孤独。天后一副都是为了周倩好的样子，你到底什么意思？直接说了吧。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跟姑娘十分投缘，我也很喜欢姑娘，如果姑娘不嫌弃的话，我们两个就成亲吧。那不好意思，我嫌弃你。周倩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认为天后是在调戏她。你为什么嫌弃我？天后想不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嫌弃你，反正我就是嫌弃你，所以咱们两个不能曾经你就死了那条心吧。我劝你早一点离开碧水村，不然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周倩生气的双手叉腰，天后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又不是你邀请我住在碧山村的，是你们的村长邀请我的，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离开？你是不是因为我是瘸子，所以才看不上我？我告诉你，虽然我的腿是瘸的，但我意志坚强，一般的男人都比不上我。大哥，你有没有想过我并不想成亲，还有我跟谁成亲就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已经说我不喜欢你了，你赶紧走吧。他肯定是遇到危险了，不然的话以他的性子一定会来咱们报仇。竟然敢对我们的敌人动手，到底是谁那么不要脸？好不容易来一个敢到我们碧水宗挑战的人，一定不能让他在上山时出事儿。碧水宗弟子们风风火火地跑下山寻找天后的踪影。村子里的人看到他们下山，因为他们要出去玩，因为如果下山的话就一定会路过村子中间的那条大路。他们在村口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天后的踪迹，他们着实担心。村里人看他们在村口转来转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于是热心的上来帮忙。这才知道他们在找人，而且走的是一个瘸子，正好村里来了一个瘸子。那个人现在在周家，你要是想找他，我领着你过去。热心的村民好，领着他们来到了周倩的家。此刻周倩正拿着擀面杖追着天后打，他是个瘸子跑不快，被周倩结结实实的打了几个人了。他们全都懵逼了，到底什么情况？原来天后真的遇到了危险，那个对他有威胁的人竟然是周倩。村里人看到周倩打天后的名场面，周倩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打他？村里的人都围到了周倩的家里，天后赶紧躲到村里人的后面。这次不是他不想还手，他还手了，他不能被一个女人打，不然会被看不起。可是还手之后才发现他根本打不过周倩，所以只躲避。周倩单手叉腰，用擀面杖指着他，你们还不知道吧？那个混蛋想调戏我。周倩气得脸色通红，大家伙听他这么说全都懵了，他们没想到天后竟然是这种人。你真的调戏倩倩？你们别听他胡说，我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儿？天后不承认，还说没有你敢不？敢陈述一下，你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周倩大声质问。我只是说我喜欢你，想跟你成亲，那段是调戏你吗？我说了，我不同意，你还一个劲儿的说个没完，难道不是调戏吗？那算哪门子调戏你啊？男欢女爱不是很正常吗？我喜欢你就勇敢的说出来，难道你喜欢温柔的男人吗？碧水懂的人都傻眼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他们以为天后遇到了危险，所以从那个山上跑下来，为了救出天后，结果天后竟然在调戏他们的朋友。天后真不愧是你啊！碧水宗的人对天后都是一个大写，都佩服。天后根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以前就是太含蓄了，喜欢人家而已，不好意思再早点说明白，说财总是错过。现在他要改变自己，喜欢就知己 A 说出来。天后，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我们在碧水宗做好饭，沐浴更衣，等着你来找我们报仇，结果竟然在这调戏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山下的我们的村子里调戏我们的朋友，我们还以为你出事了来救你。天啊，我们真是冤大头！天后根本听不懂碧水宗的人在说什么，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你们搞错没有？你们来救我！你们陈其是杀我吧！天后不信碧水宗的人会有那么好心，竟然会来救她，应该是想趁机来杀她，或者是趁机来破坏她的表白。反正碧水宗的人肯定没安好心，少在她面前假惺惺。周倩，这儿你打算怎么处理？陆云长问周倩。既然天后调戏了周倩，那么就不仅仅是天后跟碧水宗之间的事儿了，还是天后跟周倩之间的事儿。我打算把她抓进大牢。周倩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陆云长跟师兄们面面相觑，师兄们显然不想让周倩把天后抓进大牢，他们想让天后按照原计划上碧水宗挑战他们。陆云长倒时觉得无所谓，他真是不想让天后上碧水宗挑战他们，不然杀了天后之后处理尸首很麻烦，还不如让周倩把天后关进大牢呢。但是也要尊重一下师兄们的意见，于是陆云长就跟周倩先商量，我们跟天后有恩怨在先，按说应该让我们先处理跟天后的恩怨，然后再轮到你，但是现在我们让天后自己选择吧，她想先处理跟谁的恩怨我们都接受，然后没被选中的一方跟她恩怨就一笔勾销吧。周倩想了想，然后就答应了，于是就让天后自己选择。天后满脑门子冒汗，她不知道该怎么选，如果选择碧水宗就要跟碧水宗开战，她肯定输，会被碧水宗杀掉。之前说上碧水宗找他们要说法，只是一时冲动，现在不冲动了就不想去了。如果选择周倩，那么就要被抓进大牢，她听说大牢里很恐怖，有很多变态，像这么显眼出众的一个人进了牢房肯定会被各种摧残。思来想去，她还是选择了周倩，跟周倩去衙门进大牢，起码还能保住小命，要是跟碧水宗对打，她小命都保不住。陆云长摇摇头，整个碧水宗的人都十分失望，没想到他们认为可以跟自己一战的人竟然选择了大牢。并不是说天后武力值上有资格跟他们对打，而是他们佩服天后明明武力值不行，却有那个胆量与他们对战。但是现在事情突然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了，天后竟然怂了。不是，你是为了跟我们对战才来碧水宗的不是吗？只不过在山下歇个脚，你怎么就改变主意了呢？我们碧水宗的人都等着你呢。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得做到底吧，不能半途而废啊。碧水宗的人都在给天后加油打气，开导天后，让天后坚持自己，不要半途而废。我本来就想来碧水村，没想去碧水宗，是你们想多了。我选择周倩，就是在坚持自己，因为我喜欢周倩。碧水宗的人再次被震惊了，他们怀疑天后是不是傻。拜托，你是不是弄混了？让你选择接受谁的报复，不是让你选择跟谁好。天后也意识到刚才自己太激动了，但是她还是不思悔改。我知道，我选择接受周倩的惩罚，以为我喜欢她，你们管得着吗？周倩被气得紧紧握着双手，这个登徒子竟然还敢当众调戏她，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大牢里有很多变态，你进去后保不住尊严，性命也不一定能保得住，还不如跟我们打一架。你一个人单挑我们整个碧水宗，说出去你肯定会名留青史啊。陆云长苦口婆心的劝说，但是天后主意已定。陆云长摇摇头，对大师兄他们伸出手去，师兄们每个人都拿出一个金币放在陆云长手上。师兄，真被你猜对了，他果然不敢上碧水宗。公孙乐乐佩服的说道。其他的碧水宗的弟子们都没想到自己会输，他们在回碧水宗的路上遇到天后，听要去碧水宗寻仇，大家伙都十分高兴。终于有个人敢单挑碧水宗了，真是勇气可嘉，他们好久没遇上这样有勇气的人了。上一个让他们佩服的还是李川，为了给家里人报仇，放弃了自己的前途，杀了仇人家里13口人，整个碧水宗的人都为他叫好。只可惜造化弄人，那么好的一个人竟然没留住，最后不知道去了哪儿。以为天后也是一条血腥汉子，虽然天后自己做错了，不应该找碧水宗报仇，碧水宗根本不欠他的，但是碧水宗的人还是欢迎天后去报仇。结果只有陆云长一个人说，天后根本没那个胆子找碧水宗报仇。其实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有胆，但是我们在碧水宗左等右等他不来，我就知道他肯定不敢来了。当时碧水宗的师兄们还以为天后出事了，遇到了危险，所以都着急下山救敌人。你们够了，我就知道你们是在闹我寻开心。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出身好就瞧不起出身差的人，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还努力，你们只是运气比我好一点罢了。陆云长他们承认，他们运气确实不错，来到了碧水宗。我们运气确实好，但是不代表我们在运气不好的时候会像你一样。这个世界上运气差的人多了去了，所有人都得像你一样吗？我们运气好，我们又没在你面前显摆，这和你做错事儿有什么必然联系吗？陆云长的话让天后想了半天才明白什么意思。要不是你设计杀了孙家满门，我现在早就迎娶了孙小姐了，也不至于要饭。天后还想着孙小姐，陆云长也是醉了。孙小姐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对你没意思，你只是幻想自己能入赘孙家，都是假的。陆云长戳破了天后的肥皂泡泡，你在孙家只能吃剩饭，他们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待，你还不明白吗？天后不愿意醒过来，她还是愿意生活在自己编织的梦境里。胡说，孙小姐一定会发现我对她的好，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对她是真心实意的，其他的人都是图她的钱财。她被杀之后，也只有我一个人在为她报仇，足以见得我对她真心的。陆云长套拉着眼皮，他真是听够了天后的解释。你对一个混蛋真心，如果贪图他的钱还情有可原，
可是你竟然不图他的钱，反而是看中了他的人，是不是说明你也是个混蛋？陆云长的话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天后顿时恼了，扑上去要跟陆云长拼命，却被陆云长一脚给踢开了。天后四面朝天摔倒在地，十分狼狈。她感知到了自己多狼狈，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最后，天后被碧水宗的人带到了县衙，关进了大牢里。大牢里的犯人们可算是高兴坏了，过年了，大牢里竟然有个新人进来，真是过年就见喜啊！这是给我们的新年礼物吗？真是太好了！这个新人是个瘸子，瘸子更好，瘸子好对付，我们就喜欢瘸子。虽说长得一般般，但是比大牢里的人强多了。大牢里的人一个个长得都凶神恶煞，新来的跟我们一比，算是清秀了。大牢里的犯人对天后还是很满意，天后却脚底板都发麻了。她不想进大牢了，还不如去碧水宗跟碧水宗的人打一架摁，说不定依靠她的个人魅力，还能跟碧水宗的人称兄道弟，就不用丢小命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你们去告诉县官，我不想蹲大牢了，我原则碧水宗。他惊恐的大声喊道，但是衙役们根本不搭理他，直接打开大牢的大门，把他给扔进去了。你竟然敢当众调戏我们县官，罚你在大牢里好好反映1个月。衙役们说完就出去了。天后不知道这漫长的1个月该怎么过，她才刚来就想离开了。犯人们都围了上来，这2天在下雪，你的腿疼不疼啊？你的腿要是疼的话，就说出来，我们帮你揉揉。你千万别跟我们客气。你饿了吧？一会儿我们给你点好吃的，窝窝头、棒子面、饼子、清水，都是他们实在吃不下剩在那儿的。天后现在还不饿，因为刚在碧水村吃饱了饭，就跟犯人他们舀了口水喝。犯人们给他端来一个破碗，刚喝了一口，天后就把水吐出去了。这是什么水啊？一股子泔水味儿，比他要饭的时候要的水还难喝。他突然有种感觉，就连要饭也比蹲大牢好。可是现在已经进来了，就出不去了。在这儿过1个月，天后不知道这1个月该怎么度过。不过大牢里的人似乎也不坏，还要给他东西吃，或许这1个月能相安无事。可是他很快就明白，相安无事只是他的幻想而已。以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有人盯着自己。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大牢里昏暗的火光下，大牢里的人都围着他站着，一个个都不怀好意的样子。你们要干什么？天后睡意全无，惊恐地问道。我们让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啊！别害怕，我们都很温柔的哦，哈哈哈！犯人们狰狞地大笑起来，把天后折腾到天亮。等到衙役去查房的时候，发现天后躺在干草堆上，已经快要断气了，只能给她喂了点水，然后拿出一张特制的草药让她问了问。天后这才清醒过来。醒过来的天后那叫一个后悔，她不想待在这儿了，想让周倩把自己放回去。没过几天，天后已经绿瘦嶙峋，比她要饭的时光还瘦。周倩提审天后，但是天后什么都不说，只是不断的重复要选择碧水宗。过完年后，碧水宗的人很快就忘了天后，以为他们即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事儿——炼丹大会。炼丹大会在农历1月16举行，过完元宵节就开始。以前举办炼丹大会的地点都选择在大陆最大的宗门，就是凌霄宗。现在大陆最大的宗门变成了碧水宗，但是地址还是一样。路程远的宗门真是当过了大年初1就开始准备启程了。碧水宗的人都在吐槽，也不知道传版炼丹大会的人怎么想的，把日期定在16，简直就是不让人好好过年啊！那是为了提醒个宗门的弟子，1年之始就要开始努力了，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懈。对修炼来说，过个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距离最大的宗门远的宗门就活该再点努力启程，也是为了提醒他们要努力追赶，就算不能成为最大的宗门，也一定不能松懈。虽然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是碧水宗大弟子们还是对此嗤之以鼻。他们15晚上还能去看个灯会。当天晚上，他们就来到了碧水县。现在碧水县逛了一圈，碧水县的人在周倩跟碧水宗的帮助下赚到了钱，所以今天格外大方，弄得花灯比往年多得多，而且都十分漂亮。就连一个小小的碧水村也因为搬了新地方很高兴，也做了不少好看的花灯。碧水宗的人不爱出去凑热闹，就在自己的村子里欣赏花灯，街坊邻里互相串门作为消遣。碧水宗的人在碧水县逛了一圈，又一块去了临水郡的临水县，这儿更加繁华，花灯更多，玩的地方也更多。他们分开玩，几个人一个小组，2个时辰后在公孙乐乐家的酒楼会合。陆云长跟公孙了了和大师兄他们一队去了一家小酒楼的2楼，要了窗子的位置吃饭。这个位置公孙乐乐早就定下了，他自己家的酒楼已经满了，这是除了他家之外欣赏花灯最好的地方，而且师兄们都想尝尝普通农家小菜的味道了，这家小酒楼正合适。几个人点了菜，正吃着瓜子等着上菜呢。小二端着一盘菜走了过来，红烧鱼来了。红烧鱼应给是陆云天他们这桌的，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却被隔壁桌的人给拦下来了。这个菜是我们的，小二你要端到哪去？隔壁桌上一个长得十分高大的胖子大喊。小二被吓了一跳，对不起这位客官，这个菜不是你们桌的，你们的菜马上就到。小二也不敢得罪他们，陪笑说道。但是胖子不答应，非要小二把菜端给他们，还拦住了小二的去路。胖子的同伙们也一块起哄，那些家伙只是想找事而已，他们不是想立刻吃到鱼，而是只是觉得找事儿能让他们快乐。陆云长无奈地摇摇头，大师兄忍不了了，站起来就要去跟胖子理论。陆云长也跟了过去，这盘菜是我们的，你们走开。大师兄没好气地说道。胖子转身上下打量着陆云长他们，2男1女，长得不错，穿得好，但是没有豪门大户那么耀武扬威，应该是普通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胖子专门欺负这种人，他不敢欺负家世太好的，也懒得欺负家世太差的，毕竟家世差的一个个跟狗似的。
你欺负他，他一声不吭，没意思。谁说这道菜是你们的？你叫他一嗓子，他答应你吗？你别没事找事儿。大师兄气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没事找事儿了，你能拿我怎么样？胖子笑呵呵地说着，抢过小二手里的胖子放到了自己桌子上。大师兄点点头，被气糊涂了。在碧水宗的时候，他哪受过这份气？大师兄也不再废话，一拳砸在胖子脸上，把胖子的脸砸凹了一块。胖子摔倒在桌子上，一张脸贴在了热鱼上，看得陆云长那叫一个心疼啊！本来还能把鱼端回他们桌，现在好了，那盘鱼算是彻底完了。把那盘子鱼记在他们账上，然后再给我们做一份。小二答应着，转身去通知厨房了。胖子没反应过来，都没喊疼，他懵懵懂懂地站起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是这附近的恶霸，一直都很嚣张，平时欺负人欺负惯了，可是没想到今天竟然被别人给欺负了。其他吃饭的人也都向这边看过来。公孙乐乐抱着手臂站在大师兄和陆云长身后，他习惯性的计算这件事儿用多少钱摆平。如果把人打死了，要用多少钱摆平？他自己积攒的小金库够不够？要从碧水宗的金库里抽钱用吗？这事儿应该归碧水宗管，所以应该从碧水宗抽钱用。下一步必须好好抓碧水宗的紧张了，把这部分钱赚出来，不要动平时的收益。臭小子，你们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县官是我什么人吗？说出来吓死你们！县官是我的远房亲戚。陆云长和大师兄都无语了，只是一个远房亲戚，有必要拉出来说吗？那你知道县官是我们什么人吗？陆云长好心的告诉胖子，县官是我们的义子，我们是县官的义父，论起辈分来，你恐怕得喊我们一声爷爷吧。不过他们不想要这种孙子，太逊色了。胖子不服气，说陆云长他们县官，他要为县官维护名声，于是上去就跟陆云长和大师兄打了起来。这种货色，陆云长根本不放在眼里，都懒得跟对方动手。但是大师兄好像很想活动一下筋骨，那就都交给大师兄好了。最后大师兄把胖子等人都从2楼扔了下去。师兄，这样不太好。公孙了了在一旁开口了。大师兄有点不好意思，抱歉我一时没忍住，下次不那样了，吓到小师妹了吧？他刚刚确实太粗恶意了，忘了小师妹还在旁边。公孙乐了摆摆手，我觉得那样做不划算，万一楼下有尖利的物体，把他们弄伤或者直接弄死了，要赔很多钱才能解决问题吧？那是一笔不必要的开销。大师兄，好吧，想想也是，小师妹管理碧水宗的生意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不要给小师妹在金钱上添堵比较好。我知道了，师妹，下次不会了。他们重新坐下，没一会儿就开始陆续上菜。刚吃了几口，就看到一对衙役进了酒楼，然后从1楼出来了吵闹声。是谁敢当众斗殴？衙役们叫嚷着上了2楼，已经肿成猪头的胖子在前面带路。就是他们打我，你快把他们都抓起来！胖子指着陆云长跟大师兄。县衙的都头看着陆云长跟大师兄，愣了2秒，然后一改之前阴沉的脸色，换上了讨好的笑容。原来是义父们啊！你们怎么来这儿吃饭？我们县官在本县最大的几楼订了桌子，义父们一起过去吃吧。陆云长皱着眉头问道：我们只是县官的义父，怎么你也跟我们叫义父？义父给县衙的捐赠，我们也分到了一点，所以我们也是你们的义子。快，还不赶紧叫义父！都头的手下们赶紧作揖，义父，义父，义父！喊爸爸的声音此起彼伏，陆云长和大师兄听在耳朵里，那叫一个舒服。胖子他们在旁边都傻眼了，什么情况？你们竟然叫他们义父？胖子用手指头指着陆云长的鼻子，问都头他们：你们这样认贼作父，我那当县官的叔父知道吗？都头一把抓住胖子的手指头，下一秒胖子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嚎叫声，胖子手指头被硬生生掰断了。胖子捂着手指头，泪流满面。义子们，你们也看到了，是那个家伙挑衅我们。都头连声说道：是义父，那个死胖竟然敢跟我们衙门里的人说谎，说是义父你欺负他，我们一定会给义父一个说法。说完就让人把胖子给绑起来了。义父们，请来我们县官订的酒楼用餐吧。不必了，我们在这挺好，你们退下吧。这点钱给兄弟们买点瓜子吃。说着把5个银币放在了桌子上。5个银币是都头1个月的俸禄。多谢义父。都头赶紧把银币收起来，然后领着手下人走了。临走的时候一路推到了楼梯口，这才下楼。2楼吃饭的客人都惊呆了，还以为只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公子小姐，没想到来头那么大。都头都叫他们义父，你刚才没听到吗？就连县官都叫他们义父，果然英雄不问年龄啊！年轻人真厉害啊！大家伙儿都十分羡慕他们。陆云长吃了饭，站在露台上欣赏花灯。楼下2个美女走过，一个美女抬头看了一眼，顿时俘获了大师兄的心。陆云长都承认，那个美女确实挺漂亮，长得娇俏可爱，脸上胶原蛋白满满的，很像是现代的内娱小花。况且美女还冲着他们一笑，在灯火的掩映下，那叫一个漂亮。不过陆云长扭头看向旁边的公孙乐乐，顿时缓过神来了，还是小师妹漂亮。公孙乐乐发觉陆云长一直看着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了。师兄，你看我干啥？他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呢。今天出来没擦胭脂，因为昨天处理碧水宗的账目到深夜，早上起晚了，怕师兄们等急了，洗了把脸，梳了头发就出来了。小师妹，不管什么时候看，都觉得你真漂亮啊。大师兄听了这话，立刻看向小师妹，结果发现小师妹确实比楼下路过的美女漂亮，于是疯狂点头。没错，我也觉得小师妹最漂亮。虽说花开百朵，各有不同，每个人审美也不一样，但是总有顶级的美人能美到统一所有人的审美，即便是不喜欢她这一款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句，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确实比我喜欢的类型长得好。陆云长把手拍在大师兄的脸上，硬是把大师兄的头转了过去。你那种见个美女就拔不动腿的人，
没有资格欣赏小师妹的美。陆云长推了大师兄一把，大师兄无奈了，不要这样，我一直觉得小师妹漂亮，就像明明我们碧水宗有好饭好菜，我们还是想出来吃一些家常小炒。师妹已经那么漂亮了，但我还是偶尔会欣赏一下外面的小花小草，也是情有可原嘛。嘿嘿嘿，大师兄笑嘻嘻地说道。哼，大师兄，你这样三心二意是没有办法跟我竞争的。陆云长挑了挑眉毛，对于小师妹，他势在必得。从第一眼见到小师妹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小师妹了。那个时候，小师妹穿着男装，他还不知道小师妹是女孩子，他都要怀疑自己的取向了。后来知道小师妹是女孩子，别提多高兴了。陆云长一直对小师妹不错，大师兄和陆云长两个人对视着，眼里能喷出火星子。平时的兄友弟恭手足情谊全都抛之脑后，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平时他们关系好到跟亲兄弟一样。只不过面对美女的时候，暂且把兄弟情抛到脑后而已。早路上逛街的时候，已经能看到很多异域打扮的人在逛街，其他的宗门的弟子们已经到了灵水县，看来他们已经找地方住下，等着明天上碧水宗了。碧水宗的弟子们出来逛街之前，莫问蕊就跟他们说过，让他们见了那些穿异域风的人一定要躲着走，别跟人家起冲突，必然第二天见面的时候尴尬，要不然就穿上碧水宗的宗服上街，让人家知道你是碧水宗的人，这样如果还能起冲突，那就是他们不对。碧水宗的弟子们不想出去玩的时候，还要穿着碧水宗的服饰，于是果然在路上遇上其他宗门弟子的时候，都表现得很客气。一天下来，他们也摸清了各个宗门的脾性。上次碧水宗跟凌霄宗比试的时候，只有距离毕竟近的几个大宗门到场，但是现在整个星球的上的宗门都来了，想必明天的碧水宗一定非常热闹。晚上回到碧水宗后，他们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聚在一起，把第二天各个宗门来后可能发生的事儿都预演了一遍。明天就要跟那么多人比试了，咱们一定得加油啊，争取别输得太惨了。大师兄警告众位师弟们，大家伙儿都点头答应着。莫问蕊听后泪流满脸，人家子弟都是永争第一，到了他这儿就是输得别太惨了，差距也太大了吧。到了第二天，他们早早的起床，吃完早饭后，已经有其他宗门陆续上门了。因为头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把接待的事项都安排好了，今天便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莫问蕊还省心，因为一切事情都不用他管。大师兄主动把接待事项全都承包了下来，整个接待都是他来完成，包括比试项目、开场与结束也都是他来安排。莫问蕊只需要跟其他宗门的宗主打个招呼，坐在评委席上就行了。在比赛期间，所有宗门的伙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一部分开销全都由碧水宗承担。公孙乐乐从周围自家酒楼召集了很多的帮手过来，碧水宗的弟子们也去厨房帮忙。冰雪宗的伙食比凌霄宗强多了，上次咱们去凌霄宗的时候，他们给咱们吃的是什么？都是菜帮子，难吃死了，肉都很少见。是呀，本来以为来碧水宗会吃的比在凌霄宗还差，我还自己带了些肉干，没想到在这吃的这么好，比在咱们自己宗门吃的还好。今日的碧水宗跟以前大不一样，连我都想加入呢。谁能想到如今碧水宗发展的那么好，只是几顿饭而已，就把你们给征服了。他们修炼不好，炼药不好，照样顶不起大宗门的名声。总有人会说风凉话。就在大家伙都在夸碧水宗的时候，天意宗的人却在说碧水宗的坏话。天意宗跟碧水宗算的上是世仇，两个宗门在创立之初久互看不顺眼，碧水宗跟好几个大宗门都不对付。当年很多宗门成立初期，难免用了点不入流的手段，但是碧水宗却坚持不用不入流的手段，于是跟很多宗门都成了对头。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碧水宗的人专门找其他宗门的黑历史，并且将之公布于众，有的宗门甚至为此而覆灭，这也让碧水宗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幸好碧水宗的人想来努力修炼，主打的就是一个顶10个，所以就算是有其他宗门上门寻仇，他们也能一一化解。天意宗早就听说现在的碧水宗比以前好了很多，他们当然不愿意相信，但是来到一看，确实比以前好了太多了。他们有觉得不过是因为碧水宗占了凌霄宗的地盘，是因为凌霄宗的地盘让他们觉得碧水宗好了很多，只不过是错觉而已。但是直到碧水宗把饭端上来，他们才猛然发现，如今的碧水宗确实大变样了，这让天意宗的人十分嫉妒。他们天意宗这么多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以前还能觉得自己再差也不会比碧水宗差了，但是现在碧水宗已经完全超过了他们。碧水宗吃的饭比他们的年夜饭还好，咱们一定要争气，在炼药比试中打败碧水宗的人。天意宗的宗主说道，弟子们都答应着。放心吧师傅，我们一定能打败碧水宗的人，像你当年一样，我们要向师傅学习，打败碧水宗的人，把碧水宗踩在脚下。整个碧水宗都响起斗志昂扬的口号，只有宗主心里苦啊！你们千万别学我啊！你们要是都学我的话，咱们这次比试必输无疑啊！当年他并没有打败碧水宗的人，只不过撒个谎骗骗自己宗门的人罢了。他当然很高兴自己的弟子们都信了，但是弟子们千万别学他啊！第一次比试是海选，每个宗门选出10个人继续参加下一轮的比试。到了晚上，碧水宗再次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大师兄把公孙了了叫到一边，小声地问道：师妹，给他们吃那么好，咱们的钱够吗？大师兄很担心这么吃下去会把碧水宗给吃垮，但是公孙了了却笑着摇摇头：放心吧，大师兄，他们一直这么吃下去，也不可能把咱们碧水宗吃垮。作为整个碧水宗财政大管家，公孙了了知道碧水宗的实力，一个碧水宗能买下整个碧水县灵水县了。后山禁地不仅仅有妖兽，还有地下金矿，就算是碧水宗部做生意了，把金矿挖出来也够吃了。只不过现在他们搬走了，那些金矿没人看管，幸好后山有妖兽，一般人都不会踏足那里，不然的话他当初真不建议搬到这里来。
当然，这些他都没告诉大师兄，只有他跟莫问蕊知道。莫问蕊一开始还不知道碧水宗后山有金矿，是公孙了了根据土质风水等等推算出来，又进行了一些基础开采，确定了后山有金矿。莫问蕊本着谁发现谁有份的原则，把金矿给了公孙了了一半。公孙了了并未没有开采金矿，反而是重新把之前开采的地方给掩盖了。他觉得后山的金矿可以作为碧水宗的隐形金库，等到实在没钱用了的时候再拿出来用也不迟。公孙家就经常那么干。现在公孙家账面上的资产并不是公孙家所有的资产，公孙家在世界各地都有隐形资产。公孙了了在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拥有了一片山头，全都种了树，树木长大后可以建造一座宫殿，可以卖掉树木做木材。他现在有好几个类似的资产了。大师兄当然不知道碧水宗多有钱，但是听到小师妹这么说，他总算是放心了。太好了，碧水宗的钱够花就好了，我还以为碧水宗要被大家伙给吃穷了呢。不会的，大师兄，你就放心吧，只有我在，碧水宗永远都不会被吃穷。我当然相信小师妹。大师兄把心放到肚子里，该干啥干啥去了。只不过碧水宗的房间不够那么多人居住，来得晚的宗门就只能在室外打地铺。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起来，声音震耳欲聋，响彻了整个碧水宗。陆云长睡得好好的，结果被从梦中惊醒了。他赶紧穿上衣裳跑出去一探究竟，碧水宗的其他的师兄们也都跑了出来。中毒的是天意宗的人，碧水宗的人都围了过去，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天意宗的人却让他们滚开。一定是你们给我们宗门的人下毒，不然的话我师弟怎么可能中毒。就是你们碧水宗大人太卑鄙了。天一的人差点就找借口跟碧水宗的人开战，碧水宗的人觉得自己很冤枉，也很生气，两个宗门的人差点打起来，就连莫问蕊都过来了。怎么回事？莫问蕊皱着眉头问道。天意宗的人说他们宗门里有人中毒了。大师兄回答。莫问蕊跟天意宗的宗主交涉了一下，弄清楚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天意宗的一个弟子被毒蛇咬伤，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控制住被咬伤者体内的毒素。莫问蕊问道，你们带解毒药了吗？如果你们没有的话，碧水宗愿意提供解毒药。莫问蕊是一片好意，但是遭到了天意宗的反对。你们是想趁机下毒吧？我们用不着你们的药，我们自己有解毒的药。陆云长觉得好笑，如果想给谁下毒，用得着在药里下毒吗？在饭里下毒不行吗？打饭的时候以出师的手速完全可以做到在制定的饭菜里下毒，而不被打饭的人察觉。天意宗的人太小题大做了，我们不用帮忙，天意宗会处理好这件事儿。天意宗的宗主也说道。其他只是死要面子而已，他们这次出来的匆忙根本就没带什么解毒的药，但是他们相信就算是此刻开始炼药也能很快就炼好。既然天意宗的人不想要帮忙，那么碧水宗的人也就不说什么了，让天意宗的人自己去解决。天一的人开始炼药，炼制了解毒的药给那个中毒的弟子服下，但是作用并不大。莫问蕊跟着着急，他是真的着急，生怕天意宗的人都废物，炼制的药也是废物，弄得天意宗受伤的弟子死在碧水宗了，那说出去的话对碧水宗的名声不好。我说王宗主，你平时怎么不好好练习一下炼药呢？我上次就跟你们说过，修炼固然重要，但是炼药也十分重要，让你们分配一下时间，一定要把炼药重视起来。但是你们显然没有听我的呀，还是用我们碧水宗的药吧，不然的话，如果你们的弟子出了什么事儿，肯定会把锅甩在我们碧水宗头上。莫问蕊恨不得亲自上阵，用毕生功力把那个中毒的弟子治好，免得让人说碧水宗的闲话。天意宗的王宗主听了，简直气不打一处来。莫问蕊，你别太过分了，明明就是你们碧水宗做的手脚，却说我们天意宗的不是。陆云长悠悠道，我们为什么要对你们宗门的一个普通偏弟子动手脚？天意宗的人一时间找不到说辞了，但是他们坚持不用碧水宗的丹药。其他的宗门见到这种情况，主动提出来愿意帮助天意宗，并且奉上丹药，但是天意宗的人说什么都不要，他们一定要靠自己。碧水宗的人都替天意宗的人捏了把汗。不过幸好天意宗的中毒的弟子没死，撑到了第二天大早上，莫问蕊就把陆云长叫到自己住的地方，问陆云长这事儿怎么办。一个好好的比试，结果出了这种幺蛾子，不如我们就用那个毒药做考题，看谁能制造出解药。陆云长只觉得这样挺好玩，莫问蕊觉得这样也不错，起码能把解药研制出来，到时候让天意宗的人吃下去，千万别让天意宗的人死在碧水宗，他不想让碧水宗惹上麻烦。莫问蕊最怕的就是麻烦。比试开始了，碧水宗的考题得到了各个总门的一致认可，大家都觉得这样甚好。天意宗觉得这是给自己难看，但是所有的宗门都同意了，他们也没法反驳，只能同意。碧水宗派出去的是陆云长，他这段时间在碧水宗认真修炼，行为进步很大，但是炼药上他一直没什么进步。抓药以为他有系统，可以从系统里弄到丹药，没有必须亲自炼制。碧水开始活，各个宗门的人都在有条不紊的炼药，只有陆云长在摸鱼。他从系统重绘还了一个方子，正对着房子炼药。陆云长对自己很有信心。一炷香的时间到了，大家都已经把丹药炼制好了。判断输赢的标准也很简单，炼药人主动被毒药咬一口，然后把自己炼制的药吃下去，最快全虚的人获胜。小师弟炼药的水平一直都不怎么样，这次恐怕只能用复活丹药救命了。幸好与复活丹药，不然小师弟的小命就交代在这一天了。不要这么说师兄，他师兄最近也很努力的在练习制药。公孙乐乐说道，他不希望陆云长有事儿。当然聪明如公孙乐乐，他当然知道陆云长的炼药水平一般般，陆云长很聪明，但是比代表他啥都能干好。可以说碧水宗的弟子们都是学渣，平时比试的时候根本就赢不了，不然也会派陆云长上场了，因为大家觉得派谁上场都一样。但是陆云长好歹还有个脑子在，
说不定还能一战，不对是说不定还不会被毒死。每个弟子都被毒蛇咬了一口后，出现了中毒的迹象。陆云长的眼前开始出现万花筒一样的景象。一开始他还觉得好玩，想多看一会儿，结果刚伸手拿药，这么小的浮动竟然让脑袋发懵，他赶紧把解药吞下去。很快，眼前的万花筒就变成了赛场的人，周围的人也都在昏昏沉沉，看样子都在中毒中。但是第一个解毒成功的就是他了。这场比赛，陆云长获胜，所有碧水宗的弟子们都沸腾了。叶灵没想到陆云长竟然回应，他抱着手臂站在一边，简直就不敢相信。本来他想代替陆云长去参加比试，但是陆云长没同意。他还觉得陆云长就是上去丢人现眼，没想到啊，不但没丢人现眼，反而还拿到了第1名的好成绩。公孙了了和大师兄拿了陆云长炼制的丹药，去了天意宗，把丹药送给天意宗的人。如果这次你们还是不接受丹药，那么你们那个中毒的弟子就跟我们没关系了。不要说是碧水宗害了他。天意宗的人知道这个时间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只好把丹药收下了。其他宗门的人会在碧水宗待上7、8天，中间有3天是在比试中，其他的手就可以自由活动。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拉动碧水郡经济的时候，获益最大的就是碧水县、临水郡和临水县也都得到了好处。虽然临水郡比较远，但是对于会御剑飞行的人来说，那点距离不算什么。没有见识过碧水郡和临水郡风光的其他宗门弟子全都出去玩。作为弟子，他们大多数花钱都很大方。再说了，为了能在比试的时候顺便出来玩，他们早就开始存钱了。陆云长他们也都出来转悠，他们几个最喜欢去临水县转悠。临水县有很多消费的地方，可以说整个临水县都被公孙家给买下来了，打造成了一个度假村的样子。但是公孙家只是买下来商铺，民房并没有买下，所以临水县还有很多居民。公孙乐乐说这么做是为了让临水县更有人气，有烟火气，不然的话，有钱人出来消费给谁看呢？陆云长跟公孙了了一起躺在房顶上，公孙了了说起有钱人的体验。一个有钱的财主挺着一个大肚子，坐在豪华的马车里在街上行驶而过，街上有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乞丐讨饭的声音，还有买东西的人讨价还价的声音，这些嘈杂都跟他没关系。他来到了公孙了了家的酒楼，点了早饭，总共花了2个银币，这是普通人家好几天的饭钱。吃完饭再去找个地方听曲子，从2楼的窗子上俯视一下普通人的生活。那个卖花的小女子长得真俊俏，不过比青楼里的花魁还差点意思。街上还有跳舞的女子，长得跟外国人似的，真热闹。陆云长跟着公孙了了的诉说，在脑海里想象着，别说，还真不错。我也想去尝尝2个银币的早茶了。陆云长笑着说道。现在已经到了中午了，2个银币的早茶要到明天才能喝，不如我们去喝3个银币的下午茶吧。陆云长直接惊坐起。你咋知道下午茶这东西？公孙乐乐耸耸肩，回答，是周倩告诉我的。我觉得不错，就在家的酒楼茶楼里上了下午茶，而且反应很好，很多有钱人都吃这一套。可不吗？陆云长想到，上辈子的经济环境中，下午茶特别受到欢迎，特别是刚兴起的时候，都是有钱人在享受，后来才成为小资阶级的专利。2个人来到了公孙乐乐家的酒楼，要了走廊上的位置。街道两边都是公孙乐乐家的商铺，一家酒楼，一家茶楼，中间是一条露天走廊，可以在走廊上吃饭，欣赏路上的景色。还有歌姬在一旁吹拉弹唱，十分惬意享受。这里才要3个银币，陆云长有点不敢相信，很便宜啊。师妹，为啥这这么便宜？才3个银币，能吃点啥？公孙乐乐道，这个位置是一个金币的价格，不是银币，吃定席的话额外算钱。陆云长恍然大悟，合着入场费就是1个金币啊。正在吃着点心，天意宗的几个人来了，他们也想来走廊上喝下午茶，但是这儿已经没位置了。没有位置就给我空出位置来，凭什么你说没有位置我们就不能上去？没有位置了我们就上去看看，不坐下总强了吧？他们好不容易来一趟，不想就这样回去，但是小二还是拦着他们，这让碧水宗的弟子们很生气。店小二好说歹说，请他们在1楼大厅里喝下午茶，但是他们不容易，甩了店小二一巴掌。店小二转了圈摔倒在地，掌柜的急忙赶回来，挡在店小二前面，讨好的说道，几位公子，这样咱们小店里刚上了茉莉花茶，我沏一壶茶给你们尝尝，免费的，就当是小店给各位公子赔不是了。你算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是谁吗？竟然如此，怠慢沃恩。一个天意宗的弟子说着，反手又给了掌柜一巴掌，掌柜也被打翻在地。把你们老板叫出来，让他给我们安排走廊上的位置，不然我跟你们没完。天意宗的弟子们很嚣张。陆云长跟公孙了了看不下去了，陆云长站起来大声喊道，你们狗叫什么？天意宗的人抬头看到陆云长，扯着嗓子大骂起来，狗东西，凭什么你能在走廊上吃饭？你给我下来！你有什么资格在那么好的地方吃饭？那个地方是我们的。陆云长跨过栏杆，跳到了大街上，然后走到了天意宗的子弟们面前。想去走廊上吃饭是吧？行啊，你们知道去走廊上吃饭要多少钱吗？天意宗的人听后都笑了，我们有的是钱，你以为我们像你们碧水宗一样穷吗？陆云长恍然大悟道，原来你们有钱啊，那就好办了。这样吧，给我10个金币，我就把走廊上的位置让给你们，怎么样？公孙乐乐道，师兄，10个金币也太便宜了吧。虽然他们已经吃完了，本来就要离开了，但是想宰人的话，下手狠一点嘛。师妹，你不懂，他们其实没钱，10个金币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价了，他们拿不出来。天意宗的人脸色都很难看，因为让陆云长给说对了，天意宗的几个人全身的钱都加起来也不到2个金币，用2个金币吃一顿饭，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天价了，结果陆云长上来就要10个金币，太多了。
你以为我们是冤大头吗？想从我们身上坑金币，你还嫩点呢。我们是不会上当的。你没钱花了吧？所以才想从我们身上骗金币。想必你们没钱付这顿下午茶钱了吧？你心眼真多呀！我们才不会上当，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休想从我们这儿坑走一分钱。天意宗的弟子们虽然没有钱，但是有嘴，能把自己没钱说成自己聪明不被坑钱。陆云长干脆地掏出2个金币。小二，付账。店小二急忙赶过来，结果2个即便你。公子，你那一桌一共花了1个金币20银币，我给你找钱。天意宗的人都吃惊了，原来喝一顿下午茶这么贵。他们街上听到别人说喝下午茶，还说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儿，他们还以为自己就是有钱人，完全能喝得起呢。下午茶都是什么东西？镀金的吗？师兄，下午茶太贵了，咱们还是走吧。是啊，师兄，咱们几个人的钱加起来才2个金币，那是我们半年的零花钱了，不能搭在一顿下午茶上。2个师弟们都舍不得，天意宗的大师兄也觉得贵，还是算了吧。他们刚想走，却被陆云长给叫住了。什么情况？我都把位置给你们空出来了，你们竟然要走？刚才不是还叫嚣着要去走廊上喝下午茶吗？怎么喝不起了呀？陆云长朝着这又给了小二1个金币。那个喝茶的位置我再包一次。小二双手把金币接过来，高声道：好嘞，来客人了。然后就上走廊去帮忙收拾了。你们没钱还跑到这里来喝下午茶，还叫嚣着让店家给你们腾地方，给你腾地方，你们也没钱啊？我真不明白了，这世界上怎么有你们那么不要脸的人？你们让店家给你们腾地方，结果你们没钱喝茶，拜托，让店家都得罪了其他客人。你们听天意宗的人真是又蠢又不要脸。陆云长毫不客气地把天意宗的人给骂了一顿。正在大厅里喝茶的人都在热闹喝，他们原本不知道那些穿着异域风的是哪个宗门的人，但是被陆云长这么一喊，他们都知道了。没钱就不要装大，这里不是没钱人家来的地方。没钱就去大街上多的小摊上喝点茶，还跑来这儿了，真是丢人现眼。跑这儿上就算了，坐在大厅里安安静静的喝茶也行，他们非要走廊上的位置，真是贻笑大方啊。天意宗的人被嘲笑了，打一个个羞得脸红脖子粗。天意宗的大师兄想要找回面子，我们有钱，我们就决定在这喝茶了，我们就要走廊上的位置，不就是1个金币的入场费吗？我们出的钱，说说就让师弟们凑钱，好不容易抽出了1个没金币的钱。哼，你们就是这样凑出的钱呀？把整个宗里都掏空了吧？你胡说，我们有钱，只不过没带在身上，我们你一会儿去。钱庄取钱。天意宗的大师兄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在众人面前维护自己的颜面，不惜说谎。因为大厅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大师兄的脸都红了，想赶紧离开。但是如果现在离开，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他们真的没钱。即便不认识那些人，他也不想陌生人嘲笑。你开什么玩笑？你耳朵聋了吗？我把位置让给你的话，你得出10个金币，没钱就别装大。穷鬼！陆云长从不嘲笑穷人，他是嘲笑天意宗的人。天意宗的大师兄还想用之前用过那一套，说自己是因为不想被坑钱，所以才不会从陆云长手里买座位。没有座位就算了，我们去别的地方喝茶。天意的大师兄觉得这样离开的话，还算是保住了面子，但是陆云长可不是给他们那个机会。穷鬼，每天喝茶还跑来恶心人，天意宗怎么会有你们那种东西？简直把天意宗的脸给禁了。我的吧，这事儿告诉你们王宗主，让你们王宗主好好管教你们。他自己没钱还喜欢装逼也就罢了，把你们当弟子的也教育成这样，他真失败啊！你竟然敢说我师傅！天意宗大人顿时都火大了，说他们可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师傅。他们的师傅是一个十分有能耐的人，曾经把碧水宗打得落花露水，但是现在却要被碧水宗的人嘲笑。你们等着，不就是10个金币吗？我们这就去钱庄取钱，你们就等着瞧吧。说完就离开了，其他的2个师兄急忙跟上。师兄，点这样跑了，餐厅的人会嘲笑我们吧？谁说我们要逃走了？我们去跟师傅要钱，回去喝茶。大师兄是个要脸的人，一定要挣回面子。可是那么多钱，师傅不可能给我们啊。就是，师傅有多抠门，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大师兄还是算了吧，咱们趁机逃走，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们。大师兄训斥自己的师弟们，你们太糊涂了。酒楼里的人不认识我们，但是碧水宗的人认识我们啊。他们回碧水宗告诉所有的宗门弟子我们今天的糗事，我们以后还怎么做人？还有不许你们说师傅的坏话，师傅一点都不抠门，我一定会从师傅那儿弄到钱。大师兄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师傅，为了整个天意宗的名声。师傅，我们想跟你要点齐呢。大师兄他们来到天意宗的宗主面前，王宗主此刻正坐在碧水宗的莲花池边修炼，他心里十分羡慕碧水宗。刚起步的时候，碧水宗跟天意宗差不多的实力，真是天意宗还比碧水宗高上一筹。但是现在碧水宗已经发展的这么好了，天意跟碧水宗简直没法比啊！有事儿吗？师傅不是想买复活丹药吗？我们找到了一个颗复活丹药，是个落魄的修士世家的人卖的，那个人肾，知不知道那是复活丹药？只要10个金币，师傅买不买？当然买，又便宜就要赚啊！王宗主一直都喜欢赚小便宜，这也是天意宗的传统。他们祖上开门立宗的时候，就是捡了别人的便宜。当时一个门派因为跟别的门派大战，2宗都损失惨重，天意宗趁火打劫，干掉了其中一个宗门，占据了人家的山头，这才开辟了天意宗。在往后的发展中，天意宗也是到处赚便宜，跟碧水宗简直是2个反击。其他的宗门维护正义的时候，天意宗的人不是跟着维护正义，而是跟在跟家宗门后面，等着人家宗门出事的时候蜂拥而上，占尽便宜。这样的天一没少被其他宗门针对，
所以最近几十年来，天意宗的人收敛了不少，但是喜欢赚便宜的习性依然没改。一听说复活丹药才10个金币，立刻就心动了。复活丹药比古董还金贵，也更难得，那可以能让人起死回生的东西啊，在整个大陆只有10颗吧。他记得去年有消息说，整个大陆的复活丹药大概有10颗左右，十分金贵。现在10个金币竟然能买1颗复活丹药，简直不要太便宜。你确定吗？消息真假？师傅你就放心吧，消息绝对是真的，要不你亲自过去看看。大师兄知道王宗主的德行，王宗主不会主动过去看的，免得被人认出来。王宗主想占便宜，但是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赚便宜，所以之前赚便宜的事儿都是让自己的徒弟去干的。大师兄没少帮师傅干那种事儿，所以师傅很信任大师兄。天意宗的宗主给了大师兄10个金币，大师兄他们高兴地离开了碧水宗，又去了灵水县的酒楼。这一来一会儿少说2盏茶的功夫了，幸好他们是御剑飞行，不然的话恐怕1天的时间都不够来回的。怎么才来？钱庄有那么远吗？你们直接给我银票也行啊。陆云长坐在走廊的座位上嗑瓜子，看到天意宗的人来了，就从走廊上跳了下来。天意宗的大师兄拿出了10个金币，有理有钱后，底气也很足。看到没有，这里是10个金币，是谁说我们没钱来着？呵呵，狗眼看人低。陆云长抱着手臂，摸了摸下巴，笑呵呵道：有10个金币和消费10个金币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你本事就把金币给小二，把走廊上的位置拿下，光显摆有什么用啊？哼，你不就是想坑我的钱吗？没们，我们有钱，但是不会被你坑钱。天意宗的大师兄自作聪明，他以为自己能从陆云长的算计里逃脱。拜托，我又没让你把金币给我，我是让你把金币给酒楼，这个钱让酒楼去赚好了，我不赚你的便宜。你以为我跟你们天意宗的人一样吗？只想着赚便宜。陆云长不忘把天意宗拿出来笑话一遍。他从其他的师兄们那儿听到过很多天意宗的闲话，天意宗是怎么赚小便宜的，他都一一说给了小师妹听，整个酒楼的人也都跟着听了一遍，大家都挺得津津有味，就连说书的都省了。听说你们天意宗特别喜欢赚便宜，怪不得100多年了还是一个小宗门，那么小气的宗门是很难发展的，不够大气。开宗门跟做生意一样，只想着自己赚便宜，就只能永远小打小闹。看你们穿的就很穷，赚小便宜没让你们赚到欠吧？还是跟碧水宗学学，大气一点啊！要学会为其他人考虑，你们好歹也是修士，只想自己赚便宜，说出去太丢人了。客人们都在议论纷纷，天意宗的人脸都绿了。陆云长，你都跟他们说什么了？天意宗的大师兄气急败坏地问道，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当然是你们天意宗的光辉历史啊！怎么，你们敢做就不敢让人知道吗？天意宗的人个个脸色红成了猴子屁股，他们没想到自己一不在，陆云长就把他们的事儿到处宣扬。幸好这是碧水县，不是他们天意宗所在的县，但就因为不是他们天意宗所在的县，所以没办法堵上大家伙的嘴啊。如果是在天意宗所在的郡县，根本就没有人敢说他们一天宗的坏话。你们到底还喝不喝茶？是不是不舍得钱？在陆云长的刺激下，天意宗的人终于下定了决定，他们一定要扳回脸面。不就是喝个茶吗？我们能消费得起，拿去。天意宗的大师兄很大方的把钱给了店小二，店小二诧异的看着陆云长跟公孙乐了，这个给你就拿着吧。公孙乐说道。小二答应着把钱放进了柜台里。天意宗的人昂首挺胸，从陆云长身边走过去了。忘了告诉你们，10个金币只是入场费，你们吃东西额外花钱，别点太多东西了，免得付不起钱啊。陆云长好心提醒天意宗的人，天意宗的切了一声，好像根本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们心里都没底。幸好公孙乐家的酒楼里都有菜单，菜单上都标上了价格，这让天意宗的人松了口气。其他的酒楼里有没有价格表？他们总不能说给我们来最便宜的吧？幸好可以根据价格表点茶水点心，什么便宜点什么，每点一个就计算一次，进挨个，千万别点贵了。陆云长跟公孙了来到酒楼对面的茶楼，在2楼茶室里喝茶，还不忘向天意宗的人打招呼。天意宗的人不可一世的样子，也向陆云长抬了抬手上的茶杯点心。陆云长睁大眼睛仔细看了看，啊，你们果然都点了最便宜的呀！陆云长大吼一嗓子，整个酒楼的人都听到了，天意宗的人脸色又红了。陆云长，你故意的是不是？天意宗的大师兄爆发了。是啊，陆云长干脆的回答，反而让天意宗的人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大师兄，他说他是故意的，我听到了，我耳朵又没聋。天意宗的大师兄冲陆云长，挥舞着拳头，你敢再说一次，别怪我不客气了。陆云长呵呵哒，他有啥不敢？我说我就是故意问你，是不是点了最便宜的茶和点心？你心里不平衡啊？陆云长的嗓门很大，主打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听清楚。天意宗的人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他们已经花了10个金币找回面子了，陆云长那个混蛋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天意宗的大师兄忍不了，站起来飞身来到陆云长所在的窗子边，想从串子跳进去。他要找陆云长好理论理论，教陆云长做人。结果还没进到屋子里呢，就被陆云长一脚给踹出去了。天意宗的大师兄摔到了地上，一个宗门的修士当街从窗子上摔下来，成了大街上所有人瞩目的焦点。不会吧，哈哈，太搞笑了，被人一脚给踹出来了。所有人都笑起来，天意宗的人丢脸丢到家了。但是天意宗还是想找回面子，跟陆云长打了一架，被陆云长给打得找不着北。天意宗的5个人身上都挂了彩。回到碧水宗后，天意宗的弟子们来到师傅面前，请师傅为他们治伤。这是什么东西？王宗主从弟子们胳膊里取出一个箭头一般的东西，但是黄色的，不像是铁器，那是陆云长用的武器射出来的。
他说是机关枪。天意宗的弟子们说道，每个人都受伤了，疼得脸色惨白。机关枪是什么法宝？天意宗的宗主第一次听说机关枪，他以前从没见过机关枪。弟子们告诉他，机关枪是陆云长的法宝，非常邪门。那种东西就像是暗器，能一直往外吐子弹，很难躲开。是啊，师傅，要是我们也能有一个那种法宝，我们天意宗一定能战无不胜。哼，什么厉害法宝？肯定是你们不好好修炼，打不过陆云长，又不想回来被我责罚，所以才编造出一个机关枪。天意宗的宗主根本不信弟子们的话，他知道自己的弟子们都傻德性，一个个都是说谎精。他突然想起来了，复活丹药买回来了吗？弟子们的伤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把复活丹药买回来。师傅，那个人骗了我们，他的复活丹药是假的，把我们的钱给骗走了。大师兄说谎的时候根本不打草稿，张口就来。师傅根本不信，他知道大师兄他们你什么样，一个个都是说谎精。他后悔没有亲自去买。你们到底是没买，还是买了自己把复活丹药私吞了？天意宗的宗主不再信任自己的徒弟们了，徒弟们也都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师傅竟然会这么问，师傅以前特别相信他们，现在竟然不相信了。师傅，你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你最诚实的徒弟啊，我们怎么会欺骗你呢？师傅，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啊！天意宗的大师兄哭的那叫一个伤心，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天意宗的宗主误会他了呢。天意宗的宗主没说话，大师兄哭得更加伤心了。行了，这事儿我会掉，查清楚，反正明天没有比试，你们带我一起去找那个买药的人，我到时要看看到底何方神圣，竟敢骗我天意宗宗主。说着就一把抓起大弟子，让他带路。灵异宗的大师兄脸色特别难看，他自己吞了那10个金币，骗子就是他本人啊！师傅，还是别去了吧，这毕竟是碧水宗的地盘，若是弄出事儿来，碧水宗不会饶了我们。天意宗宗主一听更来气，难道他堂堂天意宗会怕了碧水宗不成？不行，必须去！我就不信了，碧水宗能拿我怎么样？我被人坑了钱，难道还不能去讨回公道吗？如果碧水宗连这个都管，那直接跟他们开战好了，我咽不下这口气。天意宗的宗主大声叫嚷着：“王宗主，你快咽气了！”陆云长从外面走进来，故作惊讶地问道：“小师弟，你说什么呢？人家不是快咽气了，而是快没气了。”碧水宗的大师兄纠正陆云长，陆云长了然地点头：“你们两个别胡说八道！”天意宗宗主大喝一声：“这两个小混蛋太没礼貌了，竟然敢对他这么说话！你们宗主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作为小辈见到宗主应该客气一点。”天意宗的大师兄立刻为自己的师傅说话，想转移师傅的注意力，让师傅忘了10个金币的事儿。你小子跟你师傅说谎了吧？我们早就听到了，你们在说10个金币的事儿，哈哈哈！陆云长一把抓过天意宗的大师兄，在大师兄耳边小声说道。大师兄原本嚣张的脸色顿时垮了。其实陆云长是在胡说，他根本没有偷听到10个金币的事儿，毕竟他的修为比天意宗的宗主差多了。陆云长要是想偷听，只能趴在房顶上头顶，但是如果他趴在房顶上行的话，天意宗的宗主一定会感知到。就算是他再厉害，想在一个宗门的宗主面前偷听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只是炸了一下天意宗的大师兄。陆云长猜测，天意宗的大师兄肯定是通过不正常的方式弄到了10个金币。在公孙了了家的茶楼喝茶的时候，他听到一点天意宗弟子们的说话声，知道好像是跟他们师傅要的金币，还说复活丹药什么。于是陆云长就把所有的事儿连起来，脑补了一下，得出了可能是跟复活丹药有关系，所以天意宗的弟子们但从他们师傅那儿弄到了10个金币。真被陆云长给猜对了。天意宗的宗主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你们在说什么？徒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天意宗的几个弟子都额头冒汗了，但是大师兄强撑着镇定的撒谎：“师傅，没什么，碧水宗只是想挑拨我们使徒指示的关系而已，师傅你可不能上当啊。”然后他就在陆云长手心里写了一个数字。陆云长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天意宗的人想给他2个金币，让他闭嘴，才2个金币就想让他闭嘴，开始摸玩笑。陆云长在天意宗的大师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数字，天意宗的大师兄直接震惊住了，以为陆云长写的是数字时，还有一个代表金币的富豪。陆云长竟然跟他要10个金币，太多了，他们1年都弄不来10个金币啊！天意宗的大师兄还想继续跟陆云讨价还价，但是陆云长一副不想合作的样子。不行，10个金币太多了，少一点，只是让你闭嘴别说话而已。你至于要那么多金币吗？天意宗的大师子用眼神跟陆云长交流，陆云长也用眼神跟天意宗的大师兄交流。小子，你用2个金币就想打发我？你以为我是要饭的吗？告诉你，没有10个金币面谈，我一定会把你在酒楼花了10个金币喝下午茶的事儿告诉给你们师傅，到时候有你小子受的了。你不能说啊，还有这件事儿，你那儿都不能说，不然我跟你没完。天意宗的大师兄急了，要不是当着自己师傅的面，肯定会跟陆云长打起来。陆云长也不是吃素的，冷笑一声，接着用眼神示意道：“这有什么不敢？我会让所有来参加炼药比试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你要是不想让我说出去，就给我100个金币，不然我现在不告诉你师傅，你师傅也会从别人那儿知道这事儿，你就等着你师傅修理你吧。”天意宗的大师兄确实被吓坏了，100个金币太多了吧？我没有那么多钱啊！陆云长这个小子价值狮子大开口，他上哪儿弄100个金币去？你可以一次金币货，这银币直到你给够100个金币为止。陆云长好心的帮着天意宗的大师兄想办法。天意宗的大师真的要好好谢谢陆云长了，为了跟他要钱，还帮着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天意宗的大师兄不想同意的，但是又不想让自己的师傅知道自己骗了他的钱，然后去酒楼花了10个金币，只喝了一个下午茶的事儿，
于是就只能答应陆云长。于是陆云长果然不说啥了。你们到底在干啥？眉来眼去的。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那么好了？天意宗的宗主知道陆云长跟天意宗的大师兄在交流信息，但是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师傅，我们关系一直都很差，我们只不过是在吵架而已。天意宗的大师兄说道。陆云长抱着手臂，正在一旁看好戏。天意宗的大师兄想法设法的奇葩自己的师傅，想让师傅忘了拿10个金币的事儿。师傅，我都是为了你好。你想想，要是你去找那个骗钱的人，所有都会知道你想占小便宜了，到时候大家伙会怎么看你？经过弟子的提醒，天意宗的宗主觉得很有道理。压实这叫人尽皆知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他喜欢占小便宜了，那时候他的面子往哪儿放？想到这儿，天意宗宗主不说话了。看到师傅闭嘴了，天意宗的大师兄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对了，你们来干什么？天意宗的宗主这才想起来，陆云长他们怎会突然来他们这儿？我们师傅来让我们通知你们一声，希望你们天意宗的子弟别在外边惹事，不然的话对你们的名声不太好。天意宗的宗主听完，气得血气上涌。你胡说八道什么？还有你们师傅在胡说八道什么？我们天意宗的徒弟怎么会在外面惹事呢？不要污蔑我们，是不是污蔑你们？你问问你自己的好徒弟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啊？陆云长碰了碰天意宗大师兄的胳膊，天意宗的大师兄被陆云长拿住了把柄，只能听陆云长的话。师傅，我们以后不敢了。天意宗的大师兄表现出悔悟的样子。天意宗的宗主还想跟陆云长好好说道，结果自己的弟子就承认了，他十分没面子。等到陆云长走后，他质问大徒弟：你怎么回事？刚才你为什么说当着外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你让师傅的脸往哪儿搁？对不起师傅，我只是不想你跟碧水宗起冲突。你也看到了现在的碧水宗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在碧水宗的地盘跟他们起了冲突，说不定他们会找借口灭了我们呢。天意宗的宗主没觉得自己的徒弟在撒谎，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竟然会害怕一个碧水宗。不过他也不想惹事儿，他只想让自己的徒弟们去惹事儿。既然自己的徒弟们不想去，那他就有义务让自己的徒弟们去惹事儿。于是天意宗的宗主开始给自己的学生们讲述忠君报国的故事，还有弟子们维护宗门听宗主的故事。大师兄跟其他的师兄们一句都不想听，但是不得不听着，只要师傅别再提那10个金币就行了。至于师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陆云长跟自己的大师兄从天意宗主的地方出来，大师兄很纳闷地问道：你只跟天一的那个弟子要100个金币，也太少了吧？对于天意宗的大师兄来说，100个金币就天价中的天价了，但是对于碧水宗的大师兄来说，100个金币只是小意思而已。碧水宗每个月都会发金币，过年的时候莫问蕊给每个弟子的压岁钱就有100个金币。平时他们还有其他的进账，比如过去进行远程贸易撒狠的周倩只收取一部分钱，并且每次收的相对他们赚的钱来说都很少，一大部分都留给了他们。所以100个金币对碧水宗的弟子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让他们还100个金币，不是以为这些钱对我有多重要，而是因为这些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可能得用几年10几年来还这些钱，他们会被这些钱困住，会为此做错很多事儿。陆云长笑嘻嘻地说道，大师兄似懂非懂的样子，因为他觉得只要好好干活，凭借一个修士的能力想赚10个金币还是很简单的吧。不过小师弟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肯定能把天意宗那几个人吃得死死的。2个人说这话去了食堂吃饭，天意宗的宗主脸上挂不住了，他知道莫问蕊就是在说自己的宗门，当初说好一起去碧水宗禁区猎杀妖兽，10个人以下的小宗门不用去，但是天意宗有100多人了，也不算是小宗门了，但是他们也没去，不是说像凌霄宗一样花钱请了死士故去，而是直接就没去。碧水宗当时知道后都懵逼了，但是以为当时急着去猎杀妖兽刻不容缓，所以他们就没有追究。后来跟凌霄宗开战又耽误了时间，也就没来得及追究天一宗的事儿。但是现在他们想追究了，这是碧水宗总院都不过去的坎儿，凭什么让他们碧水宗自己去猎杀妖兽啊？当初把妖兽关在碧水宗后山的时候，各个宗门的宗主可说好了一起去猎杀妖兽，也就是说猎杀妖兽是每个宗门的责任，但是有的宗门就是没肩负起责任，谁没负责碧水宗都记着，并且会一笔笔的算。你们碧水宗太过分了，总是揪着那一点事儿不放，就不能让那点事儿过去吗？天意宗的宗主不想再听到妖兽的事儿了，那是他的黑历史，但是只要没有人提起，就等于没有人知道，所以他非常反感碧水宗的莫问蕊动不动就说起这事儿。你长得也不差，被整天像个怨妇一样，见到我就说我们天意宗没有去猎杀妖兽，你们想去猎杀没人拦着你，我们没去有原因，就算是我们做错了，你也不用一直都指着我们的缺点不放吧。天意宗宗主简直都要气炸了，他还没见过一个女人像莫问蕊这么讨厌，老是翻旧账，过去的事儿就不能让他过去吗？我也觉得碧水宗太过分了，明明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还拿出来说，这样太过分了吧？跟个怨妇一样，说来说去说来说去，有意思吗？很多宗门的人都不买账，都一直针对碧水宗，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没有去碧水宗猎杀妖兽。不过有的宗门觉得自己做的不对，就闭上嘴不说话，但是有的宗门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把屎盆子往碧水宗脑袋上扣。莫问蕊当然忍不了，跟那些人大吵起来。结果本来是商量事情的大会，现在变成了吵架大会。莫问蕊站在凳子上，踩着桌子，上双叉腰，十分泼辣的样子。不是吧？这种事儿你们以为过去就算了？我当然要经常拿出来说啊！凭什么？你们可以那么不要脸？莫问蕊说的很难听，一些小宗门知道自己错了，想要认错，于是都站在莫问蕊这边，跟莫问蕊一起针对天意宗和那些不知悔改的宗门，两派吵得不可开交。
就在这个时候，陆云长直接扔了一颗烟雾弹进去了。莫问蕊知道那是啥，因为以前他错过亏，于是紧张的带领着站在他这边的宗门逃走了，剩下的宗门都遭殃了，被熏得直咳嗽。拜托我的好徒儿，你下次再这么玩的时候，能不能先提前跟为师说一声啊？他差一点就跟着遭殃啊！莫问蕊嘟囔着腮帮子，像是在撒娇。在徒弟面前，他基本是没脾气的存在，他的徒弟可以跟他发脾气，但是他很少跟自己的徒弟们发脾气。不过如果遇到什么危机时刻，他一声令下，他的徒弟们是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豁出命去。我上次不是跟你预演过了吗？你一看到有东西被扔捡去，就也应该快速反应啊！师傅你都这个修为了，反应还那么慢，那怎么行呢？还要接着练习才行啊！陆云长特别喜欢这些炸弹，系统里开启了新的商城，里面全是武器，只可惜太贵了。他虽然已经攒了很多信任值，但是现代化武器贵的离谱，最便宜的烟雾弹也要上万信任值，根本买不起啊！陆云长最近绞尽脑汁的在想办法，希望弄到更多的信任值。莫问蕊，这是你的徒弟干的好事儿？他生的什么东西？就是想杀我们灭口吗？你们碧水宗是不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其他宗门的宗主们都在讨打碧水宗，不过一些平时跟碧水宗关系好的小宗门依然站在碧水宗这边。虽然那些小宗门心里也在骂，这什么玩意？碧水宗的徒弟们平时都玩这么大吗？莫问蕊只在把陆云长骗进碧水宗的时候硬气了一回，那一回之所以硬气，是因为天命之书上说了，只要能把陆云长请进碧水宗，以后他们碧水宗一定会发达，成为星球上最大的宗门。莫问蕊理解的是，壮大门楣的事儿终于有人替他干了，那个人就是陆云长，所以当时他不惜用上美人计，也要把陆云长请进碧水宗。效果果然很好，现在碧水宗的大事小事基本上都不用他操心了，全都由陆云长打理。可以说陆云长掌管着整个碧水宗，而且把碧水宗打理得井井有条，师兄们也都十分佩服他。行了，你们一直在吵架，正事儿还没说呢。去猎杀凶兽的事儿我同意了。陆云长很痛苦地说。莫问蕊眨眨眼，既然他的爱徒都这么说了，那他就同意了就行了。其他宗门的人还等着莫问蕊说话呢。莫问蕊清了清嗓子，这才说道，我徒弟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没意见。大家伙直接震惊了好吗？什么情况啊？堂堂一个宗主竟然听自己的子弟的话。莫问蕊不会是被那个弟子抓到把柄了吧？还是说他们两个之间有点啥啊？大家伙都在乱猜中，但是还是把一起猎杀凶兽的时间定下来了，就在2个月之后。到了明天就是炼药的最后一场比试了，大家伙都兴奋的睡不着觉，因为明天谁要是赢了，拿了第1名就能得到100个金币的奖励，那可是一笔巨款啊！只有碧水宗的人觉得这点奖励太少了，所以都劝小师弟随便比试一下就行了，没必要为碧水宗争气，更没必要为了100个金币去努力。终于到了第2天，巅峰对决的时刻到了，比赛开始了，所有人都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陆云长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炼制还魂丹，还魂丹的功效跟复活丹药有点像，但是药力远远赶不上复活丹药。复活丹药能将一个死去的人复活，等于给了人第2条生命，但是还魂丹不一样，还魂丹只不过能救将死的人一命，但如果那个人真的死了，还魂丹便没有任何效力了。比赛开始了，所有人都开始炼制丹药，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陆云长已经从系统里兑换还魂丹药的方子，系统里什么都有，而且距离他所在的年代越近，价格越便宜。比方说，在所有人眼中价格昂贵的还魂丹，对他来说就是很便宜，只需要20个信任值就能买1颗。当然，商城里也有他买不起的东西，距离他现在所在的年代越远，东西越贵。比方说，系统里有很多现代的东西，直升飞机、自行车、摩托车、手机、电脑，各种电器械、枪械，还有电动车。陆云长早就想兑换一辆电动车，但是无奈电动车的价格太贵了，一辆电动车需要10万信任值，简直贵到姥姥家去了，谁出得起啊？只能租。如果给电动车充电的话，还需要信任值，每一次充电都需要100个信任值。如果电动车坏了，想要把电动车送回系统维修，那需要更多的信任值，每一次维修至少1000个信任值起价。所以就算富有如他，也没有那么多信任值兑换现代的东西。不过兑换一个还魂丹的方子还是轻轻松松，5个信任值轻松搞定。还魂丹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有的参赛选手已经开出手忙脚乱，可是陆云长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因为他有方子，所以炼制还魂丹要对他来说没那么难。看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碧水宗的莫问蕊跟师兄们对他都很放心。看小师弟胸有成竹的样子，这一次一定能赢。小师弟来我们碧水宗之后，不管是修为还是炼药，进步都很快。叶灵耳朵动了动，白了师兄们一眼。师兄们，你们是认真的吗？陆云长的进步有那么大吗？他只不过学会了一个御剑飞行，终于能炼制丹药了，仅此而已。你们觉得他进步大，这是因为他以前什么都不会，现在稍微会一点东西，你们就觉得他进步了？对他的要求也太低了吧？别说小师弟这次能赢，就算小师弟输了也没什么，就是咱们碧水宗输得起，咱们不在乎那100个金币的奖励。没错，对于这些比赛来说，咱们重在参与，不要太在乎输赢，不要给小师弟太多压力。碧水宗的师兄们根本不在乎陆云长的输赢，碧水宗的弟子们主打一个佛系，不管什么比赛，他们其实都不想参与，如果必须参加的话，那对他们来说，去参加了就等于赢了，至于比赛的结果，输赢都无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莫问蕊一直这么教育他们，再加上他从来不对自己的徒弟们发脾气，所以就养成了他们与世无争的性子。时间到，比赛结束了，裁判敲了一种铜锣，比赛现在就已经结束了。所有的弟怎么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不管已经把丹药炼完成了，
还是没有炼制完成的，都必须停下手里的动作。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停下手里的动作，那么他们就等于失去了比赛资格。下面有请评委进行审查。每个选手的还魂丹都被装进了一个小瓶子里，送到了评委席上。各个宗门的弟子们都紧张地看着评委席，并且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不知道这一次谁会赢。我觉得碧水宗赢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巧了，我也是那么觉得，所以我把2个金币全都压碧水宗能赢。你把2个金币加了碧水宗能赢，万一碧水宗输了呢？你不就倾家荡产了吗？就是，你也太傻了吧！我压了天意宗能赢，我相信天意宗在凌霄宗被灭之后，天意宗完全能取代凌霄宗的位置。你开什么玩笑？能取代凌霄位置的不是天意宗，而是逍遥宗。我相信逍遥宗能赢，我压了3个金币，压逍遥宗能赢。每一次有宗宗之间的比赛，东门的弟子们都会彼此下注，有人会在下注中赢得盘满钵满，也有人会输掉底裤。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所有人都紧张地看向主席台。下面我来宣布这次比赛的结果。根据以往的惯例，每一次比赛只会选中一个最终获胜的人。这一得获胜者是碧水宗的陆云长。太好了，我就知道小师弟一定能赢。小师弟太给我们争气了，不愧是小师弟，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碧水宗的人欢呼起来，他们冲上赛场，把陆云长抱起来，抛向空中，然后又接住了。碧水宗的人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陆云长顺利的获得了100个金币的奖励。小师弟，你现在有钱了，要不要请客啊？就是你现在多出了100个金币，不如就拿出1个金币，请我们吃饭吧。没问题，陆云长大方的说。他本来就不是个小气的人，现在手里有钱了，当然乐得大方，请师兄们一块热闹热闹。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去临水县一块热闹一下。小师弟这么争气，我们一定得好好热闹热闹，今天晚上不醉不归。跟碧水宗的兴奋相比，有的宗门的弟子脸色就没那么好看了。苍天呐，我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快输掉了，早知如此，我之前就应该压碧水宗能赢。我还是借钱下注，现在好了，不但老本没了，我还欠了一屁股债，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我压了天意宗赢，我以后再也不相信天意宗了。很多宗门的弟子们都痛苦地哀嚎着，特别是那些一开始站在碧水宗对立面的宗门，这些宗门的弟子无一例外没有压碧水宗赢，所以他们都输了个底朝天。但是也有跟碧水宗关系好的宗门，他们的弟子很多都压碧水宗能赢，赚大了。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呢？我们就这样输了吗？我们竟然输给了一个小小的碧水宗。师弟，你在比赛之前不是向我们保证过，说你一定会赢吗？为什么现在输了？你怎么连碧水宗都斗不过？我们还以为你能赢，所以才派你上场比赛，早知道你那么错，我们就不派你去了。就是师弟，要是早知道你不行，我们就派别人上去了。你白白占用了一个比赛的名额，却丢了我们天意宗的脸，这像碧水宗在我们面前一定会更嚣张了。咱们还尽早的回去吧。天意宗的人都觉得大师兄说的对，于是他们开始收拾行李，甚至没跟碧水宗的人告别，就灰溜溜的离开了碧水宗。陆云长发现天意宗的人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了，天意宗大师兄他们几个欠他的钱还没还，今天应该还给他2个金币，但是他们没有吭声，就偷偷的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决定有空的时候就去天意宗要账，而且是天意宗的人先不守规矩，没有按时还分期的钱，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他把天意宗的那些破事儿全都抖露出去，现在所有的宗门都知道天意宗的宗主喜欢占便宜，却被弟子给骗了。陆云长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天意宗宗主的耳朵里，到时候天意宗的大师兄一定会受到责罚。谁让天意宗的大师兄不按时还钱，活该！那些打赌赢了钱的弟子们也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开始为他欢呼起来。他们身上的钱至少翻了一番，有的甚至翻了2番。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到下次猎杀凶兽还有2个月的时间，其他的宗门就开始收拾行李先回去。陆云长2个月之后再见。再见了，碧水宗，过2个月我们再来，到时候再请我们吃好东西啊。那些跟碧水宗关系好的宗门临走的时候全都笑脸盈盈，碧水宗送了他们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地瓜干、各种果干，还有肉干，全都是碧水宗的大厨亲手做的。他们已经听说了，碧水宗的大厨以前在非常有名的酒楼里当大厨，尝过大厨的手艺之后，只能说果然名不虚传。他们觉得碧水宗的弟子们都太幸福了，每天都能吃到那么好的东西，现在离开他们真有点舍不得。不过幸好再过2个月他们就能回来了。等把所有宗门的人送走，已经是下午了，天色已经变黑。碧水宗的弟子们已经事先通知过大厨，让他不要做晚餐，他们要出去吃。他们俩来到公孙乐乐家开的酒楼，把整个后院都包了下来，摆了几张大桌子，点了很多菜和美酒，大家一边吃菜喝酒，一边聊天赏月。刚刚过完年，天气还有点冷，幸好他们都是修士，御寒能力很强，根本不怕冷。天上的月亮薄地像是一张白纸，发出淡淡的光泽。月光之下，他们哈哈大笑，十分畅快，每个人心里都特别高兴。我们已经做好了输掉比赛的准备了，可是没想到竟然赢了，简直出乎意料啊！就是，我们的小师弟真是太牛了，小师弟真给我们碧水宗的人仗脸。下次再有比赛就派小师弟上。小师弟万岁，小师牛逼，小师弟简直就是我们碧水宗的骄傲。师兄们都开心的聊天，陆云长心里就觉得特别爽，不单单是赢了这一场比赛，而且那些讨厌他的人全都得到了报应。因为那些讨厌的人全都没压他赢，甚至压他输，结果那些让他赢的人赚得盆满钵满，而那些没有压他赢的家伙全都输了个底朝天。特别是天意宗的那些混蛋们，估计每一个人都输了不少钱。他相信天意宗的人绝对不会买他赢，
肯定每一个人都买了别人赢，不输钱才怪。至于天意宗的大师兄之所以跑得那么快，肯定是手里没钱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这样的比赛简直不要太爽，应该多来几次。聊着聊着，他们又聊到了2个月后一起去猎杀凶兽的事儿。师兄们都不想去，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待在碧水宗什么都不干更舒服的了。那些凶兽对附近的居民根本构不成威胁吧？用不着我们马，也不知道师傅怎么想的，竟然会答应让我们一起去猎杀凶兽。就是那些凶兽聚集的地方，根本没有人住啊，而且还有山脉河流作为阻挡，他们根本没办法伤人，放他们一条生路，难道不好吗？我也觉得也不能随便杀生，我们应该去找师傅，让他拒绝这次行动。没错，今天晚上我回去，我们就去找师傅，让他拒绝其他宗门想猎杀凶兽，其他宗门自己去好了，根本不用叫上我们。师兄们明显对去猎杀凶兽很有意见，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根本不是莫问蕊决定的，而是他陆云长决定的。陆云长清了清嗓子，向师兄们科普了一下猎杀凶兽的种种好处，可以有机会提高自己的技能，还能获取内丹。凶兽其实也有内丹，只不过他们的内丹不像妖兽一样经过了修炼，师兄们可以获取凶兽的那种内丹拿回去自己练，修炼好的内丹拿到拍卖行里能卖出很高的价格。师兄们面面相觑，他们都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小师弟会向他们科普这个？他们差点忘了，现在的碧水宗其实是小师弟做主，师傅一般不管碧水宗内外的事儿。难道说，小师弟，你老实告诉我们，这次去猎杀凶兽的事儿是不是你答应的？所有的师兄满都虎视眈眈地看着陆云长，好像只要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就会化成凶兽向他扑上来。陆云长还是有点怕低，嗨，师兄们你们都冷静一点，其实我同意去猎杀凶兽，都是为了你们好。师兄们顿时哗然，好啊，小师弟原来真的是你，你竟然出卖我们，小师弟，我们跟你拼了！师兄们全都冲他冲了过来，开始叠罗汉，他被压在下面，差点被压断气了。他把复活丹药都准备好了，若是真的被师兄们压掉断气，就赶紧吃下去。他可不想被师兄们压死，主要是不想让师兄们背上误杀同门的罪名。谁让师兄们个个都是蠢货，他身为师兄们的义父，当然要为他们考虑周到。哎，他这个当爹的不容易啊，他不由得感慨一声。师兄们也怕把他压出个好歹来，玩闹了一下就全都站了起来。对他们来说，定个罗汉不算什么，但是他们怕小师弟太废物了，修为太差，叠个罗汉都能被压死。没办法，他们平时一直监督小师弟修炼，可是小师弟偷懒的技术炉火纯青，有这么一个废物的小师弟，他们表示没办法，只能由着他，不然的话，万一他生出叛逆之心，最后成了魔头，灭了整个宗门，就得不偿失了。看到师兄们都很有情绪，陆云长脑瓜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们住客栈，明天我们在这里玩一天，我带你们去拍卖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拍卖。他相信，只要师兄们经历过拍卖，就一定会喜欢上这种事，他们肯定会想拿东西去卖。但是他们此刻没有什么东西要拿去卖的，所以就只能去猎杀凶兽了。整个凶兽都可以拿去拍卖，凶兽的皮毛、凶兽的肉、凶兽的内丹也可以分开卖。凶兽比普通的野生动物更加值钱，有的有钱人家专门喜欢穿凶手的皮毛所造成奇草御寒，既能抵抗寒冷，又显得雍容华贵。而且你们想想，猎杀凶手之后，凶兽的内丹我们可以卖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去卖丝绸的时候，顺便带上内丹一起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而且猎杀凶兽跟猎杀妖兽不一样，没有那么危险，所以不管怎么想，去猎杀凶兽都是益大于弊。师兄们面面相觑，他们有点心动了。他们相信以小师弟的聪明才智，绝对不会干赔本的事儿。所以这件事既然小师弟答应了，那肯定就有大大的好处。他们选择相信小师弟。到了晚上，他们就在灵水县客栈上住下了。他的隔壁住着2个师妹，公孙了了跟叶灵。叶灵还记得上次他们刚去碧水宗的时候，也住在客栈里。那天晚上，莫问蕊进了他的房间，2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说2个人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不信；但是说2个人发生了什么，他又不愿意。叶灵特别纠结，这件事他一直压在心里，并没跟别人说起过，也没问过他。叶灵很想问问他，那天晚上他跟师傅到底发生过什么没有？师傅莫问蕊一直对他疼爱有加，似乎已经把陆云长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且把整个碧水东路交给陆云长管理，对他十分信任。这完全超出了一个师傅对徒弟的信任了吧？哪有师傅还在位的时候就把宗门交给手下徒弟打理的？就不怕徒弟谋权篡位吗？所以叶灵几乎可以肯定，师傅莫问蕊跟陆云长他们2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怪不得他一直对他这个未婚妻非常冷淡，原来已经跟师傅发生过什么，心里还有一个小师妹公孙了，所以才不把他叶灵放在眼里。真是的，偏偏他的2个竞争对手又非常有实力，长得非常漂亮，就连在颜值普遍更高的修士当中也是拔尖度美人。虽然他已经很优秀了，但还是不能艳压那2个人，这让他很有压力。叶灵是卷王，只有当自己的实力完全碾压别人的时候，叶灵才会觉得畅快。他喜欢那种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本来他是叶家的大小姐，白种人捧在手掌心长大，你是整个家族的骄傲，整个家族的人都对他寄予厚望，因为他是天灵根，有天2根的人十分罕见，整个大陆找不出10个。想要成为修士，第一步就是得有灵感天灵盖，几乎是所有觉醒的连根当中最顶尖的存在。当然，他上面还有一地灵根，只不过已经上百年了，在这片最适合修炼的大陆上也没有全现过地灵根。也就是说，他在家族里的时候，完全是站在家族金字塔阶上的人，所有人鲁班服在他的脚下。可是当他来了配送之后，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再也不是出来金字塔尖的人了。虽然他的修为应该是整个碧水宗弟子里最高的一个，他显示跟该大师兄打个平手，有的时候还能险胜大师兄。可是奇葩就奇葩在碧水宗跟其他宗门不一样，并不太把修炼等级当回事儿，所有人都非常佛系，根本不存在竞争，这让他非常不习惯。没有竞争，怎么能凸显他的能力呢？可是悲催又悲催在这里，碧水宗的人除了修炼之外，个个身怀绝技。比方说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公孙了了，也是一个天灵根，但是修为比他差。不过公孙了了好像跟其他的师兄们一样，都不怎么在乎修为。公孙了了喜欢做生意，都来碧水宗修炼了，竟然还能继续在这做生意，甚至在家里的时候都没这么做生意过。整个碧水宗的生意全都由他负责。莫问蕊的心还真大，竟然把那么多事生意都交给一个公孙了了。但是公孙了了确实让碧水宗赚了更多的钱，他们的生活一直都富裕的流油。不行，再这样想下去都要疯了，他一定要找个机会问问陆云长到底跟莫问蕊是什么关系。既然打算要问了，那就现在问吧。叶灵从床上跳起来，来到了陆云长房间门外，敲了敲门。谁啊？我叶灵，进来吧。陆云长赶紧把手里的画册藏着，枕头底下那是大师兄给他的。大师兄发现客栈里会提供画册，于是就试着要了一下，客栈里果然给了。师兄们每人一本。叶灵走了进来。陆云长，我有事问你。你来做什么？陆云长打开门后发现是叶灵，有点诧异。叶灵已经好几天没有搭理他了，怎么会突然过来找他呢？这个时候的陆云长还不知道，他正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境地。我有事问你。叶灵进屋后在桌子边坐下，显得十分认真。难道是有事请教他？陆云长还有点小激动，不知道叶灵能有什么事请教他，就连叶灵都不懂的事儿，不知道是啥，让他很好气啊。你跟师父之间有什么事儿吗？叶灵还是没有直接问，他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对他来说那种事儿有点难以启齿。没有啊，怎么了？陆云长回忆了一下，觉得师父对自己还不错，应该谈不上虐待吧。为什么叶灵会突然这么问呢？他误会了叶灵的啥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跟师父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叶灵又问，但是没有直接的问，所以陆云长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跟师父之间不应该是师徒关系吗？陆云长简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行了，你就别装了。叶灵反而自己生气了。我知道你跟师父的感情不简单，你就做成人吧。叶灵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陆云长更加懵逼了，咋还生气了呢？不是，师妹，我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你生气干啥啊？陆云长只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灵干啥突然来找他，说这些奇怪的话，还突然生气。叶灵看着陆云长，觉得这个家伙就是在装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师父惊讹了你的房间，你们在一块了，是不是？叶灵生气的把自己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陆云长皱这眉头，没有想起来有没有那回事，但是叶灵还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他。陆云长终于想起来了，你说的是我们一起去碧水宗的时候是吧？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刚加入碧水宗，我记起来了。那个时候莫问蕊确实在晚上进过他的房间，把他给吓了一跳。不过两个人并没有发生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莫问蕊在梦游。陆云长跟叶灵解释了一遍，原来你都看见了呀，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陆云长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叶灵觉得陆云长是在有意隐瞒。你已经有我这个未婚妻了，虽说咱们这儿男人三妻四妾，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在外面找女人的话，应该跟我说一声。叶灵生气地告诉陆云长，给陆云长立规矩。陆云长觉得有点好笑。第一，为什么告诉他？第二，他没有在外面找女人，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跟师兄们到处玩，把碧水宗扩大。第三，当初是叶灵斩钉截铁的要跟他退亲，现在又吃醋妒忌，这算啥呀？陆云长真后悔改了叶灵的天命之书，要是不该，说不定叶灵早就跟他退亲了，也不用跟他一起来碧水宗了，也就没有后面的这些事儿了。只不过因为当时被叶灵退亲气不过，所以改了叶灵的天命之书，让叶灵求着他不要退亲，这样显得他有面子。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个面子不要也罢。这个女人真烦人，虽然长得很漂亮，也很有能力，好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姑娘了，但是只与跟她相处下来，才知道其中的烦人。还是公孙乐乐师妹好，公孙了了小师妹有能力，长得漂亮，还脾气好，关键是讲道理。陆云长告诉叶灵，自己并没在外面找女人，如果真的找女人的话，会告诉她。没错，陆云长妥协了。叶灵还是不满意，因为陆云长说这些的时候态度非常的不耐烦。陆云长，你态度有问题啊！叶灵抱着手臂，居高临下的看着陆云长。废话，你让我干了我不想干的事儿，你还让我有个好态度，你想什么呢？你姓美吗？陆云长不是舔狗，不会让着叶灵。好啊，你既然跟我这么说话，你态度有问题还有理了吗？叶灵双手叉腰，更加生气了。本来就是你做错了，你就应该有个认错的态度吧，你还这么着。叶灵不敢相信自己选择的男人会是这种货色，早知道这样，他当初就应选择傅月明。虽然傅月明有点阴郁，但是起码表现出的人品非常正直，绝对不会像陆云长这样犯了错误还没有认错的态度。陆云长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但是不想跟叶灵争吵。你先回去吧，我要睡觉了。陆云长说着往床边走去。你这是冷暴力，当然会更加生气了。陆云长这是在拒绝沟通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敲门。叶灵皱起眉头，这么晚了，谁会来敲门呢？果然是一个姑娘的声音。师兄。
陆云长打开门，是公孙乐乐小师妹。我听到你房间里有动静，所以过来看看，师兄还没有休息吗？公孙了了就住在陆运隔壁，听到吵架声，觉得陆云长太憋屈了，就想过来一下，这样说不定因为有第三个人的存在，所以叶灵跟师兄就不会吵架了。你来做什么？看到竟然是公孙乐乐，叶灵更气不打一处来。你是故意来的吧？叶灵觉得自己看穿了公孙乐乐的小心思。我当然是故意来的呀，不然还是碰巧路过吗？陆云长跟叶灵的房间都在他房间的里面，过意他根本不会路过他们两个人的房间，当然是故意过来的呀。两个人眼看着又要吵起来，陆云长赶紧站在两个人中间。两位，我想睡觉了，要不咱们明天再聊吧？叶灵不肯。陆云长明显偏向公孙乐乐呀，这样太不公平了，他才是他的未婚妻呀。但是陆云长看到叶灵不想走，直接就把他推了出去。有事儿明，今晚到此为止，不然我不客气了。但是公孙了了还在陆云长房间里，这样叶灵非常不满。你为什么还不走？陆云长见叶灵没有马上离开，生怕叶灵会再次冲进来，他对叶灵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你干嘛还不走？陆云长双手抱在胸前，做出一个保护自己的样子。叶灵不会霸王硬上弓吧？也不是不行。叶灵皱着眉头，他不是也没走吗？叶灵指着公孙乐乐，为什么你走的话，就一定也要让小师妹走？你走是你的事儿，小师妹走不走跟你没关系啊。陆云长理所当然地说，他真的不明白叶灵离开和小师妹在不在这儿有啥关系。不行，我离开的话，他也必须离开。叶灵不依不饶地说道。但是公孙了了此刻抱着手臂跟叶灵杠上了。凭什么师兄让你走，又没让我走？你走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公孙乐乐的话差点把叶灵给气死。在叶灵的眼里，公孙了了就是一个勾引别人未婚夫的狐狸精。此刻公孙了了说话的语气更像是一个狐狸精了。为什么陆云长看不出来呢？两个女人再次争执起来。你特别烦我是不是？叶灵看出了陆云长面对她的时候非常不耐烦。陆云长也是个勇士，直接就点头承认了。叶灵气得要吐血了，他也看清了陆云长的渣男本质，于是一脚踢在陆云长裤裆上。幸好陆云长躲闪够快，不然的话人就废了。叶灵师妹，你下手太狠了吧？叶灵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回到了自己房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陆云长跟公孙乐乐都松了一口气。叶灵师妹的脾气太大了，好像我得罪她了似的。陆云长在桌子边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也给公孙乐乐倒了一杯。可能是来红了，所以脾气大。公孙乐乐也过来坐下，拿起来茶杯。来红？作为一个现代人，陆云长很快明白了来红的意思，可能就是女生的生理期吧。根本不是那个原因，她不可能一直都是生理期啊。叶灵师妹的脾气一直很差，又不是这一次。陆云长表示不理解，公孙了了也不理解了，他从小就脾气温和，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叶灵处处发脾气。只有房间里的叶灵独自一人趴在桌子上哭泣。陆云长太过分了，他遇到了渣男，早知道就不跟他和好了，应该坚持退亲，现在后悔也晚了。叶灵哭了半天，突然发现现在后悔并不晚，还能退亲，毕竟他们还没成亲呢。就算是成亲后也能退亲。叶灵的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但是他突然想起来了天命之书上的内容，上面写着陆云长等于是他的好运之源，只要跟陆云长待在一起，自己就能获得好运，如果不跟陆云长待在一起，自己可能会倒霉。哎，要是那样的话，还是要跟陆云长待在一起啊。叶灵无语了，有陆云长的存在帮他挡掉了很多灾难，所以要待在陆云长身边，这才是当时他没有跟陆云长退亲的理由啊。他差点就忘了，还以为自己多喜欢陆云长呢。算了，那就先忍一忍吧，如果实在忍不了陆云长，再想别的办法。想到这儿，叶灵突然就想通了，他上床睡觉，懒得纠结。第二天吃完早饭，陆云长领着师兄们来到了拍卖行，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店小二忙坏了。问清他们是碧水宗的人后，都对他们豪声招待。幸好拍卖行的大厅够大，他们还坐得开。小二拿过来一本册子给他们看，上面是这次要拍卖的东西。陆云长翻开看了看，有各种丹药和各种武器，这些东西他空间商城里都有，而且价格便宜。以为这是跟他同一个时间点的东西，所以即便是在现实中十分稀有的复活丹药，在他的空间商城里也非常便宜。只有距离他所在年代久远的东西，价格才特别贵。陆云长把小册子交给了其他人。诸位这次是想买东西啊，还是买东西啊？店小二客气地问道。买东西，我们没什么可卖的。大师兄说。其他的师兄也点头。我们可以把五香瓜子的方子卖了。公孙了了的生意头脑特别好用，在做生意这方面，他总是能想到赚钱的好主意。五香瓜子的房子，那东西谁会买啊？师兄们都笑了。叶灵露出鄙夷的神情。公孙乐乐果然是商人家出来的人，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赚钱，一个炒瓜子的方子而已，他竟然也想卖掉，钻到钱眼里去了。有做生意的经历，还不如好好修炼。叶灵冷不丁的来了一句。公孙乐乐听到了，但是并不搭理叶灵。公孙乐乐对叶灵的态度，能不搭理就不搭理，以为他发现自己不搭理叶灵，叶灵都会找他麻烦，所以公孙乐乐努力的把叶灵当成一只苍蝇。他尽管不去跟苍蝇一般见识，不过小师妹想试试的话，我们没意见。大师兄说他们对公孙了了一直都很好，怕公孙乐乐被叶灵说了之后会心里难受，再说一个五香瓜子的方子而已，他们不会把一个五香瓜子的方子放在眼里。公孙乐乐对店小二道，我们卖一个五香瓜子的方子，这儿排行第2的茶馆里买的瓜子就是五香瓜子，去他们那儿听书的人特别多，
我想很多来参加拍卖的人应该听说过。店小二自己就吃过五香瓜子，觉得那真是人间美味。好嘞，拍卖五香瓜子的方子，请问小姐起拍价格是多少？公孙乐乐想了想说道：20个金币。师兄们惊呆了，没想到公孙乐乐会把方子卖那么贵。小师妹，卖这么贵，不会有人卖吧？大师兄担心地说。叶灵也无语了，你干脆去抢劫好了，想钱想疯了吗？只是一个炒瓜子的方子而已，卖的也太贵了。嗨嗨，小师妹，说不定人家会去茶楼用更便宜的价格买方子。五师兄提醒小师妹。公孙乐乐摇摇头，胸有成竹地回答：师兄你们就放心吧，不会，以为周倩并没有把方子卖给茶馆，只是在茶馆炒瓜子而已。陆云长道：我也有东西要卖，你们这儿什么东西卖得好？小二想都不想就回道：现在买的最好的当然就是灵力果实啊。大师兄他们全都懵逼了，什么是灵力果实没听说过啊？灵力果实很受欢迎吗？难道复活丹药不受欢迎吗？店小二无奈了，复活丹药当然受欢迎，而且特别受欢迎，但是大陆上一共才10颗复活丹药吧，谁舍得拿出来卖啊？碧水宗的弟子们全都面面相觑，然后每个人都拿出一颗复活丹药。店小二认识复活丹药，看到47颗复活丹药，整个人都傻了。掌柜的，掌柜的，不得了啊！店小二转身就往外跑，结果被台阶被绊倒了，站起来接着跑，终于把掌柜给叫来了。掌柜看到那么多复活丹药，直接就昏过去了。他这辈子真是活久见了。天哪，这么多复活丹药，起拍价大概多少啊？掌柜的拍着笑脸问道。碧水宗的师兄们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合适，他们都看向陆云长，陆云长却摇摇头，当然不能卖啊，不但不能卖，甚至都不应该拿出来，让掌柜和小二知道他们有那么多复活丹药，掌柜和小二一定会把消息放出去，到时候肯定会有人上门求要，甚至派杀手暗中杀了他们抢药，他们以后的色生活肯定是不得安宁。哎，真是装逼的心思害死人啊！大师兄他们看陆云长脸色不太好，也知道自己刚才大意了，不该把复活丹药拿出来。我们不卖，就拿出来让你们羡慕一下。大师兄说着，把复活丹药收起来了。其他的师兄们也把丹药收了起来。但是陆云长知道，肯定已经晚了，很快就会有很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知道他们手里有复活丹药。我也卖灵力果实。陆云长说道。他还不知啥是灵力果然，赶紧去空间商城里找到灵力果然，翻开简介看了看。灵力果然可以让人快速恢复灵力，功效就跟功能饮料似的，当然效果比功能饮料强多了。直接卖功能饮料会咋样？应该也能卖得很好吧？他看了一下功能饮料的价格，算了吧，太贵了。你的灵力果实起拍价格是多少？陆云想了想，他想起来了，在介绍拍卖品的小册子上有其他的灵力果实的起拍价格，好像是2000金币，并且只能恢复70%的灵力。我的灵力果实的起拍价格是3000金币，只比人家的多1000个金币。陆云长觉得自己的灵力果实的起拍价格已经很厚道了。店小二记了下来，我们的拍卖时间是明天上午。店小二告诉陆云长他们，陆云长还以为今天就能参加拍卖呢，有点失望，但是只能明天再来。他们刚要走出拍卖行，就遇到了一伙人正在拍卖行里大呼小叫，谁家的灵力果实起拍价定得那么高？我们公子的灵力果实起拍价才2000金币呢，他就敢要3000金币的起拍价，这是不把我们公子放在眼里吗？在拍卖行里，同一种东西，谁的起拍价格高，等于谁更受到尊重。掌柜的和店小二当然都知道这个道理，之所以同意陆云长3000金币的起拍价格，是因为他们觉得碧水宗有那么多复活丹药，理应成为拍卖行的贵宾。掌柜和小二都被碧水宗的复活丹药给震惊了，他们不想让这些复活丹药落到别的拍卖行手里。店小二陪着笑，让那几个高声喧哗的人小声点，免得吵到其他客人。而且陆公子还在我们铺子里呢，这种话被他听到不太好吧？店小二笑着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竟敢这么跟我说话！一直在坐着喝茶的公子扔了茶碗子，怒视着店小二。店小二吓尿了，他当然不敢得罪这位公子。王公子，你消消气。店小二陪着笑脸，可是王公子一巴掌扇在了店小二脸上，店小二被扇翻在地。掌柜的满头是汗的走过来，对不起王公子，你消消气，我正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呢，你也不是病重嘛，现在有付。掌柜的话还没说完，王公子又给了掌柜的一巴掌，掌柜的摔倒在地。王公子，你这是？掌柜的都懵了，王公子打人上瘾吗？王公子特别嚣张，在嚣张之下还带着一股怨气。当初是你们拍卖行求到我们王家，请我们王家把灵力果实放在你们拍卖行卖，现在你们拍卖行做大了，就不把我们王家放在眼里。王公子左右开弓，连着打了掌柜好几个嘴巴子，掌柜的脸肿成了猪头。王少爷咋跟疯狗似的？34师兄没忍住，把心里话说漏了嘴，急忙把嘴巴捂住了。他们出来的时候，师傅交代过，在外面不要惹事儿，但是王公子已经听到了。你们就是另外一家拍卖灵力果实的人？王公子打量着碧水宗的人。没错，就是我们。师兄的语气铿锵有力，充满正气。你无缘无故打人，这样不好吧？二师兄也说道，既然已经被姓王的注意到了，姓王的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所以干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个时候怕惹麻烦已经晚了。王公子放开掌柜的，走了过来了。你们有什么资格把起拍价定那么高？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整个大陆所有修士用的灵力果实都是我们家提供的，你们敢骑在我们王家头上拉屎？你们哪来的混蛋？碧水宗的师兄们面对叫嚣的王公子都没生气，反而觉得王公子像是一条疯狗，甚至都小声议论开了。
小师弟的灵力果实只不过比他的起拍价贵了1000金币，他就那么生气？听所有一种疯狗病，人得了之后就会跟疯狗一样想咬人。王公子的症状跟疯狗病很像啊，要不要提醒王公子去看郎中？陆云长也是醉了，师兄们的脑洞还真大。师兄们都很担心王公子的身心健康。王公子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叫嚣对一群人来说没用。碧水宗的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同情王公子，觉得王公子只是一个疯狗，应该去看看郎中。你们不要乱操心了好吗？陆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时候王公子都要赞同陆云长了，可是陆云长接下来却说道：王公子的症状看郎中有用吗？郎中能治疗疯狗病吗？你们都给我安静点，让王公子尽情的发疯，然后灭了他，不能让他继续咬人。陆云长觉得自己的处理方法才是最合理，师兄们也都赞同，大家伙儿也都不说话了，等着王公子继续发疯。你们这群混蛋，脑袋怎么长的？你们听不懂人话吗？王公子指着陆云长他们大骂：王公子，我们给你一盏茶的时间，你尽情的骂吧，但是过了这一盏差点时间，我们就不客气了啊。陆云长说道，并且让掌柜跟店小二给自己佐证，并不是他们招惹王公子，而是王公子招惹他们。混蛋，你们是在嘲笑我？王公子气不打一处来。陆云长做出惊讶的样子，哎呀，你竟然发现了，看来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笨啊。但是大师兄他们却摇摇头，我们不是嘲笑你，王公子，我们是真的觉得你有病，有病得赶紧治疗。我们听小师弟说过，有的人会患上疯病，叫做心理有问题，估计是你爹妈对你很差，所以你才会那样，建议你做心理治疗。大师兄说的有鼻子有眼。陆云长没想到自己当时那么随口一说，是师兄们竟然都记住了。王公子不知道什么心理问题，他只知道这群混蛋在嘲笑他。给我上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王公子踹了自己的手下人一脚，要是放在平时不用王公子腿粗，他们早就冲上去凑陆云长他们了。但是今天他们不敢。王公子，他们可是碧水宗的人啊，而且对方那么多人，我们讨不到好，还是算了吧。是啊，对方50个人呢，我们只有10个人，肯定打不过对方啊。这种时候还是走吧。别说对方人数比我们多，对方可都是修士，就算是人数都一样，我们也打不过呀。王公子的手下们还算是清醒。王公子虽然在气头上，但是没蠢到家，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对方没动手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你们的灵力果实肯定不如我们王家的，所以你们不能卖那么贵，你们的起拍价必须比我们的低。王公子不死心的说道，开始跟碧水宗的人讲道理。既然打不过了，那就只能讲道理了。我的灵力果实比你的好，凭啥要卖的起拍价比你的低？陆云长理所当然的说道。王公子很想揍陆云长一顿，但是知道打不过，还是要压着火气跟陆云长讲道理。因为我们王家是大陆上最大的灵力果实供应商，只有我们家产的灵力果实才是最好的，你没法跟我们的比。陆云长觉得王公子说的都是废话。你说你们家的是最好的，你们家的就是最好的了？开什么玩笑？我还说我的灵力果实是大陆上最好的呢，你能把我怎么样？陆云长毫不客气的反击。就是啊，好不好全凭借你一张嘴。你以为你是谁啊？灵力果实的好坏应该让大家伙来评判，而不是你家里说了算。咋的？大陆上除了你家就没有其他人能生产灵力果实了吗？三师兄不服气地问王公子。五师兄叹口气，三师兄，整个大陆上确实只有王公子家生产灵力果实，所以王公子才那么嚣张，其他人家生产的只能叫做次等灵力果实，以为质量不如王公子家产的好，所以连灵力果实的名字上都要加上前缀，叫次等灵力果实。所以王公子说的也没错。碧水宗的一听，没想到王公子这么不要脸啊，竟然不然别人生产的灵力果实叫灵力果实。既然只有最好的灵力果实才能叫做灵力果实的话，那行啊，我的灵力果实比你的好，以后你的灵力果实也叫做次等灵力果实吧。陆云长说。王公子呵呵一声，他对自己家里的灵力果实非常有信心，别人的灵力果实不可能比他的强，因为整个大陆上只有他家有一棵1000年灵力果树，其他的人的灵力果树都只有几十年罢了。等到他的灵力果树上万年的时候，其他人的灵力果树也只有几千年，还是比不过他们家。但是灵力果树的寿命只有2000年左右，我们小师弟的灵力果实比你的强多了。你小子是没见过真正顶级的灵力果实，不怪你大惊小怪，以为你家的灵力果实好，因为你太鼠目寸光了。哈哈哈！大师兄笑了起来。整个碧水宗的师兄们也都笑了起来。陆云长就纳闷了，大师兄好像都没见过他的灵力果实，怎么知道他的灵力果实比王公子的好，还说的那么肯定？大师兄，你也懂灵力果实？陆云长好奇的小声问道。大师兄也同样小声回答，当然不懂，只不过我相信小师弟你的灵力果实肯定比那个王公子的强。陆云长点点头，没想到大师兄如此信任自己，真是感动啊。结果就看到大师兄在跟其他的师兄私下交易，原来他们在打赌，大师兄赌他的灵力果实比王公子的好，其他有的师兄赌他的灵力果实比王公子的差。陆云长真是无语了，总有一天他要想个办法让师兄们输的底裤都不剩，这样那些家伙才不会遇到啥事都压一把。胡说八道，他的灵力果实怎么可能比我的还好？哼，你们根本没见过好的灵力果实吧？我的灵力果实最多可以恢复80%的灵力，最少的也能恢复60%，你的呢？王公子信心满满的问了陆云长。陆云长反而惊讶了，什么？你的灵力果实最多只能恢复80%灵力，灵力果实不是应该恢复全部的灵力吗？王公子听后笑了起来，现实讽刺的笑，接着哈哈大笑。原来你是个外行啊，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灵力果实不能完全恢复灵力，能恢复80%的灵力已经是最好的了。10个灵力果实里能有5个恢复80%灵力，已经算是好的了。我家的就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灵力果实10个里面只有1、2个能恢复到50%灵力，剩下的有可能只能恢复1、2成的灵力。所以说，我家的灵力果实是最好的。王公子的嚣张来源于对自己家灵力果实的信心。陆云长的嘴巴长得更大了，他更加惊讶了。原来你家的灵力果实也不是每个都能恢复80%灵力啊，那么差劲还拿出来炫耀，不太好吧？碧水宗的师兄们也都做出惊吓的样子，一起围攻王公子。唾沫星子差点把王公子给淹死。不会吧，王公子，你的灵力果实那么差，原来不能恢复全部的灵力啊？我们还以为你的灵力果实能恢复全部的灵力呢，最多只能恢复80%的灵力，你还那么骄傲，真不知道你在骄傲些什么。面对碧水宗师兄们的嘲笑，王公子不以为然，他觉得是碧水宗的师兄们不懂，你们懂什么啊？能恢复80%的灵力已经不错了，其他的灵力果实连80%灵力都恢复不到呢。我的灵力果实能恢复80%灵力，你们的恐怕只能恢复2成吧，弄不好只能恢复1成，丢人的是你们哈！王公子大笑起来，根本不把碧水宗的人放在眼里，更不陆云长的灵力果实放在眼里，他觉得自己的灵力果实才是最好的。陆云长伸出一根手指头晃了晃，我的灵力果实能完全恢复灵力。陆云长的话让王公子的笑声更大了。王公子觉得陆云长简直疯了，恢复全部灵力？怎么可能？你在逗我吗？我们王家可是世世代代培养灵力果实，都没培养出能恢复全部灵力的灵力果实。你的灵力果实能恢复全部灵力，哈哈哈！你是在骗傻子吗？陆云长不搭理王公子，反而对掌柜的说道：掌柜，我想好了，一开始制定起拍价的时候是我不懂行情，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我的灵力果实那么难得，我要修改起拍价格。王公子听后立刻眉开眼笑，这样就对了，哈哈哈！你的灵力果实不能卖那么贵。掌柜有点惋惜，劝解陆云长：这位公子，其实你的灵力果实很好，我已经检验过了，完全能卖3000金币的起拍价格。掌柜的虽然已经被王公子打惨了，但是他的职业道德还在，所以不得不提醒陆云长。陆云长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王公子气的还要打掌柜的，掌柜的抱头鼠窜。掌柜的躲在碧水宗弟子身后，这样王公子就打不到他了。店小二一看还可以这样，于是也悄悄地躲到了碧水宗的弟子身后。王公子就算是再厉害，也不敢跟碧水宗的人动手。不过王公子还是很高兴陆云长能主动修改起拍价，最好是改成只有几百金币。还是你上道，你改价格是对的，我建议你把你的灵力果实的起拍价格改成500金币，不然根本不会有人竞拍你的灵力果实，到时候你多尴尬啊！王公子一副为了陆云长好的样子。我的灵力果实的起拍价格为1万金币。王公子直接被惊掉了下巴，什么玩意儿？起拍价1万个金币？你的灵力果实起拍价为1万个金币，你以为有人会拍吗？王公子狞笑着，你太自不量力了，我告诉你吧，你的起拍价格为500个金币，说不定有人还会拍，但是你的起拍价格到了1万个金币，绝对不会有人拍，你等着瞧好了。一颗次等灵力果实也想卖那么贵，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王公子在心里吐槽陆云长，我检验过，这位公子的灵力果实确实可以恢复到9成以上的灵力，这是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了，相比不会有错。躲在陆云长身后的掌柜露出一颗脑袋说道，说完后又跟进把脑袋缩回去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灵力果实能恢复9成以上灵力，从我们家做灵力果实的生意以来，从来没听说也没见过那种事儿。陆云长不想继续跟王公子争论下去了，既然这样，那我们明天就比一比了，你看我的灵力果实能不能恢复全部灵力。陆云长对自己的灵力果实充满信心，他相信系统的东西，系统里的东西不论多贵的东西还是多便宜的东西，给出的都是质量最好的东西。比就比，明天拍卖之前，我们就在所有人面前做一个比较，你一定会输得很惨。王公子说完，领着自己的手下离开了。掌柜和店小二这才从碧水宗的弟子身后走出来，他们刚才都被吓坏了。这位小公子，王家的人不好惹，你们以后最好小心一点啊。掌柜的想跟陆云长他们拉近关系，所以才嘱咐他们。他自己也知道碧水宗的实力远在王家之上，王家还不敢跟碧水宗的人对战，这一下得罪了王家，说不定王家的人会把灵力果实放在别的拍卖行去卖，那样的话对他们的生意会有重大打击。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大陆上能提供最好的灵力果实的人只有王家，不过那是过去了，现在最好的灵力果实出现在碧水宗，如果碧水宗能持续为拍卖行供货就好了。他算什么东西啊？我们的灵力果实比他的好，我们碧水宗也从来没怕过谁，他要是敢找我们麻烦，直接废了他。大师兄淡定地说。掌柜笑呵呵地问陆云长，这位小公子，请问你还有多少灵力果实啊？不如都放在我们拍卖行拍卖吧。陆云长耸耸肩，我只有1个灵力果实。掌柜脸都垮了，什么？你只有1个灵力果实？早说啊！早知道是这样，他就不得罪王公子了。现在好了，王公子肯定生气了，以后肯定不会再把灵力果实拿来卖了。那该怎么办？他们拍卖行以后就没有灵力果实拍卖了吗？那样会少赚很大一笔钱啊！而且他们拍卖行的声誉也会下降。掌柜开始后悔了，但是他现在后悔也已经晚了。哎，早知道我就不替你说话了，原来你只有1个灵力果实，我失算了。掌柜很失望。陆云长本来还有点感激掌柜为自己说话，结果一听掌柜是为了他自己才为他说了，那就没什么好感激掌柜的了。陆云长他们从拍卖行走出来，几个人又去逛街了。掌柜，
我们已经得罪了王公子了，以后可怎么办呢？店小二试探着问掌柜。我有办法，王老爷不是病重吗？眼看着就快要嘎了，他们一直想买一颗复活丹药，但是不知道哪里有卖。我们已经知道了复活丹药哪里可以买到，只要我们把这个信息提供给王家，刚才都不快肯定那边一笔勾销。店小二听后给掌柜的竖起大拇指，还是掌柜的脑子灵活，怪不得人家能当掌柜。于是掌柜派店小二去王家，把碧水宗有复活丹药的消息告诉王家。店小二不敢耽搁，赶紧去了。王公子走在路上越想越气，嘴里骂骂咧咧，把碧水宗祖宗18代都给骂了个遍，还是不解气，扬言改天好好修理碧水宗。可是碧水宗毕竟是一个大宗门，他们都是修士，咱们打不过他们呀。是啊，王公子，这事儿就算了吧，你把人家骂得不轻，人家没揍咱们就算不错了，咱们不能自己送上门去。手下的人都劝王公子，王公子自己想挨揍是王公子的事儿，他们不奉陪。但是王公子铁了心，就是要跟碧水宗的人干到底。你们说那个家伙是不是有毛病啊？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他老想找我们麻烦，刚才就应该把他揍一顿。没错没错，我跟三师兄刚才都坚持把他揍一顿，结果你妈不同意，现在好了吧？你看他多嚣张啊！那小子就是欠揍，不揍他一顿，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不如我们现在过去把他揍一顿吧。碧水宗的商量了一下，还是把王公子揍一顿比较好，那样可以让他别那么嚣张。这也是为了王公子好，像王公子那么嚣张的混蛋，万一哪天遇上一个狠角色，还不直接把他给打死了。所以为了王公子着想，他们决定教王公子做人。王公子他们走进一条巷子的时候，突然听后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一群黑衣人蒙着脸，就是陆云长他们几个。陆云长事先让师兄们换了衣裳，并且不是所有的师兄都去教训王公子，10几个师兄就够了。王公子依然嚣张，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王公子一如既往的嚣张。废话，我们当然知道你是谁，你是个混蛋。碧水宗的师兄们没有废话，冲上去直接开打。王公子高估了自己和自己的手下，他以为自己的手下都是花大价钱养着的，肯定很能打，但是他错了，跟面前的黑衣人相比，他们毫无还手之力。王公子他们只有挨打的份儿。王公子他们几个被打得鼻青脸红，王公子的手下已经开始求饶了。好汉们，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打我们，但是肯定是我们的错，你们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以后我们绝对夹着尾巴做人，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们吧。王公子的手下恨不得给黑衣人们跪下了，但是王公子不想求饶，王公子大骂自己的手下没骨气。公子，这个时候还是求饶吧，不然被打死了还是我们吃亏啊。是啊，公子，你就求饶吧，先活着再说啊。但是王公子从小嚣张跋扈惯了，不会这么容易服软，他就是不求饶。于是碧水宗的弟子们只能接着揍他。王公子被打得全身都疼，疼得哇哇乱叫，他实在受不了，也开始向碧水宗的求饶。但是碧水宗的师兄们不想让他现在求饶，现在求饶太早了，你等一会儿他就要吧。没错没错，等过一会儿你再求，饶也不迟，让我们再打一会儿，现在才刚开始热身呢。王公子听后泪流满面，再打下去他可能就被打死了。各位好汉，你们饶了我吧，我身子弱，再打下去我肯定会被打死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你们了，要不这样吧，我身上还有一些金币都给你们，你们就饶了我这次吧。王公子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哭的那叫一个伤心，简直闻者落泪。碧水宗的人都停手了，不是因为他们心软了，还是他们刚刚打王公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王公子确实真的挺弱，就是那种好吃懒做什么事都不干，然后还发虚的身体，这样的身体扛不住打，所以真的不能再打了，如果再打下去可能就要出大事了。把你身上的金币都拿出来吧，要是少于1万个金币，我们接着揍你。王公子从身上摸出银票，他刚从外面收账回来，身上正好有12000个金币的银票。我把身上的银票都给你们，你们就别打行不行？拿过来吧你。黑衣人把银票拿了过来，然后离开了。王公子全身都疼，疼得站不起来了，他手下的人把他扶起来。王公子，你说你早定求饶多少啊？早点求饶的话还不用银票拿出来了，那可是12000个金币啊，回去后来也一定会说你吧。王公子下次一定要注意啊。王公子的手下装作对他好的样子，他实际上是不想让他追究他们的责任。王公子把他们骂了一顿，王公子哭着回家了。王公子一回到家里，就找到自己病重的老爹哭诉：老爹，我在外面被欺负了，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呀。我的儿呀，你这是被谁打了？谁那么大胆竟然敢打你？我也不知道是被谁打了，是一群蒙面人把我给打了，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怎么为你报仇啊？王老爷叹口气，觉得自己生了个傻儿子，他这么精明，儿子却这么傻，他都怀疑儿子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爹爹，虽然我不知道谁打我，但是你可以找碧水宗的人帮我报仇。什么碧水宗的得罪你了？王老爷脑袋嗡的一声，儿子咋跟碧水宗的人干上了？没错，他们也卖灵力果实，而且把灵力果实的起拍价定得特别高，根本没把我们王家放在眼里。真是没想到呀，他们竟然那么过分。王家好歹也是一个大家族，在大陆上非常有名，所有的人都得给王家3分面子。可是碧水宗的人竟然得罪了王家，完全是没把王家放在眼里。对一个大家族来说，面子非常重要，如果连面子都没有了，那随便什么人都会骑在他们头上，规矩就乱了，意味着什么人都能赚这一份钱，那他们还怎么赚钱？他决定要去碧水宗找他们说道，向碧水宗要一个说法。王老爷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他现在有病在想，如果他的身体好好的，他今天就打，
上碧水宗，让碧水宗的人给他王家赔礼道歉。父子两个正在吐槽碧水宗，王老爷已经决定了，一定要亲自去碧水宗向碧水宗的人要说法。就在这个时候，店小二来拜访，肯定是来道歉的。不见。王公子说，因为说话太大声，牵扯到了嘴上的伤口，疼得龇牙咧嘴。都怪那家拍卖行，不然我不可能跟碧水宗的人争执。我要不是不跟他们争执，早就回来了，也不会被打。王公子越想越气，决定找人把店小二再打一顿，但是被他爹给制止了。算了，不要跟拍卖行结仇，既然人家是来道歉的，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吧。说着，让人把店小二叫进来。店小二进来的时候，被王公子踢了一脚，店小二也不敢说什么，一副笑呵呵讨好的样子。王老爷，我们掌柜派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听了一定会高兴。什么消息？王老爷不在意的问道。你们能有什么好消息？王公子哼了一声，难道说碧水宗的人同意降低灵力果实的起拍价了？倒不是这个，是比这个更好的消息。店小二笑嘻嘻的说道。王老爷，你不是一直在找复活丹药吗？王老爷狐疑的问道。你们已经找到了？在那儿，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买。碧水宗的人就有复活丹药。店小二说道。王老爷的脸都绿了。碧水宗的人有复活丹药？他的儿子刚跟碧水宗的人闹不快，还把碧水宗的人给骂了。不是碧水宗得罪了王家，是王家得罪了碧水宗啊。王老爷心里那个恨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好不容易知道了碧水宗有副丹药，结果他的倒霉儿子却得罪了碧水宗。他的倒霉儿子跟他有仇吗？如果不说他亲生的儿子，他真想一脚劈死王公子算了。这个倒霉孩子唯一的用处就是继承他的血脉，反正在生意上一点别指望他。为什么偏偏是碧水宗的人？爹，你别被他们给骗了，碧水宗的人怎么可能有复活丹药？王公子信誓旦旦地说。他就不信了，一个人碧水宗能有复活丹药？就算有，他也不想让老爹去碧水宗买。谁让碧水宗得罪他了呢？他老爹年纪那么大了，他老爹40岁的时候才生了他，现在他已经25岁了，他老爹已经60、70岁了，是时候入土了。要是他老爹不快点入土，他怎么能快点继承家业呢？王老爷，碧水宗的人真的有复活丹药，是我亲眼所见，而且不光是我看见了，我们掌柜的也看见了，他们不只有1颗复活丹药，有整整47颗复活丹药。店小二说道。你少胡说八道！王公子扑上去抓着店小二就打，店小二被打得哗乱叫。王老爷一听都惊呆了，这么多复活丹药，碧水宗的人有那么多复活丹药，怎么可能呢？王老爷很心动，但是他又想到自己的儿子把碧水宗的人给得罪了，碧水宗的人肯定不会把复活丹药卖给他。王老爷顿时六神无主起来。爹，他们都是骗你的，掌柜和店小二都是胡说八道。你想想，碧水宗就算是真的有那么多复活丹药，他们怎么会拿出来让别人知道？那不是让别人惦记吗？王公子突然变得聪明了。王老爷一想，也对啊，谁要是有复活丹药，一定会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怎么会随便就拿出来呢？你们当真不是骗我？王老爷不相信地问店小二。店小二再三保障自己亲眼看到过碧水宗拿出了47颗复活丹药，而且掌柜的也看到了，碧水宗把复活丹药放在你们店里拍卖了。王老爷激动地问道。只要是碧水宗把复活丹药放在拍卖店里拍卖，那么不论多少钱他们王家都要把复活丹药给买下来。王家世世代代卖灵力果实，积攒了丰厚的家底，虽然家族财富不如公孙家，但是也几乎等于富可敌国了，买个复活丹药还是绰绰有余。没有复活丹药他们不卖。店小二的回答让王老爷整个人都蔫了。不卖？那他怎么买啊？只能花更多的钱了。用钱砸，不信拿不下复活丹药。等店小二走后，王老爷忍不住的叹气啊，好不容易知道碧水宗有复活丹药了，结果自己的儿子跟碧水宗的人有争执，他怎么就养了那么个不孝子啊？王公子还觉得是拍卖行在骗他们，于是一个劲儿的劝说他的老爹别上当。你给住嘴！王老爷决定亲自去碧水宗给碧水宗的人赔礼道歉，然后顺便买一个复活丹药回来。必要碧水宗的人肯卖，他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药买回来。王老爷决定亲自去碧水宗。王公子之后都吃惊了。爹，你被骗了，碧水宗不可能有复活丹药。你去碧水宗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去帮我讨回公道，而不是去买复活丹药。王公子苦口婆心的劝说自己的老爹。王老爷生气的打了王公子一巴掌。你这个不孝子，你老爹有病重，急着需要。王老爹动身去碧水宗了，把王公子五花大绑，让王公子去跟碧水宗的人道歉。你给我好好的跟碧水宗的人道歉，要是因为你得罪了碧水宗，而让我买不到复活丹药，我饶不了你。王公子就算是再不情愿也没办法，只能跟着王老爷去了碧水宗。碧水宗的人没想到王老爷跟王公子回来，还以为他们是来兴师问罪的来了，结果王老爷是来道歉来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是我儿子的错，他从小没了娘亲，被我给惯坏了，你们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说着就让王公子跟碧水宗的人道歉。王公子不情不愿站着没动。王老爷来气了，愤怒的在王公子屁股上踢了一脚。王公子从没受过这种委屈。爹，你踢我干啥呀？他都已经这么大了，而且在外面的时候都十分嚣张，现在却被自己大老爹当着外人的面踢屁股，他的面子往哪儿放？果然碧水宗的人都笑了。这么大了还被自己的老爹教育，王公子你真是好福气啊！你爹为了讨好碧水宗的人竟然打我，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亲儿子，是你唯一的儿子啊！王公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自己的老爹，你不会私生子吧？这一下差点把王老爷给气死，这个混蛋儿子想什么呢？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哪有什么私生子？
我倒是想多生几个，不然也不会如此溺爱你。要是他儿子多，他肯定不把王公子当回事儿，而去培养那个能力强的孩子。王公子这个混蛋，没什么能力，还到处给他惹事儿，惹别人也就罢了，结果却惹到碧水宗了。如果他能从碧水宗买了复活丹药，那么不光是能续命，而且还能增强某些方面的能力，到时候多生几个孩子不在话下。想到这儿，王老爷心里再次燃起希望，只要能买到一颗复活丹药，让他能再过个10-20年，他愿意花光家底。我这个儿子被我惯坏了，各位别在意，我代替他给你们赔礼道歉。王老爷说。碧水宗的人一开始还不以为然，做错事的儿子不想道歉，老爹轻飘飘的帮忙道个歉完事儿。哼，他们就那么好打发吗？而且听他们的意思是来买复活丹药来了，为了买复活丹药才来道歉，然后就这么轻飘飘的说一句话就完了。但是令碧水宗的人没想到的是，王老爷竟然扑通一声给碧水宗的人跪下了。碧水宗的人都惊讶了，王老爷为了买复活丹药真肯下血本啊。就是啊，竟然连下跪这种事儿他都干，果然没有底线，我喜欢。他要是有个女儿就好了，估计这会儿我都能脱单了。师兄们议论纷纷，陆云长也觉得王老爷太豁得出去了，这就能屈能伸啊。要是不好好修炼，以后想办成什么事儿，屈的时候多，伸的时候少了。王公子直接一个震惊住，爹，你不要脸了吗？爹，你不能这样啊，爹。王公子过去拉自己的老爹，但是他的老爹不但没有起来，反而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嘴巴子。混蛋玩意，你给我滚开，我没有你这么个儿子。王老爷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买到复活丹药，所以儿子不儿子的先上一边去吧，只要能买到复活丹药，他愿意现在把儿子杀了，给碧水宗的人赔罪。反正吃了复活丹药，他的某些功能就也能变得十分强悍，以他的江湖地位，找个女人很容易，到时候生几个儿子不算什么。王公子不敢相信自己老爹能跟自己动手，顿时恼了。你敢打我？等我继承了你的家业，不给你养老，你等着瞧吧。王公子捂着脸哭了起来。不孝子，你敢威胁我？王老爷被气得不轻，没想到这个儿子竟然如此不孝顺，早知道当初能生的时候就应该多找几个女人，多生几个，免得被这个给气死了。我威胁你又怎么着？你能拿我怎么样？王公子根本不怕自己的老爹。你敢威胁我？你要是再威胁我，我就不继承你的财产了。你这一辈子赚的钱就只能给外人了，你不信就试试。王公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惊呆了，特别是陆云长。上辈子他听说过很多人为了争夺财产，跟爹妈斗智斗勇，跟兄弟姐妹打得热火朝天，做儿子的在父母面前扮演大孝子。可是第一次听说用不继承老爹的财产来威胁老爹的人。陆云长真是佩服王公子的脑洞啊。放眼整个大陆，整个星球，保险现代古代，能这么威胁自己的老爹人不多见，放在整个历史长河都是十分炸裂的存在啊。碧水宗的其他弟子也都怀疑自己的耳朵，没想到王公子这么有魄力。为了让王公子不继承财产，我想卖一颗复活丹药给王老爷，我也想满足王公子的心愿。王公子不想继承家产，全世界都有责任让王公子梦想成真。师兄们纷纷感慨，你个混蛋小子，你不想继承我的家产？你以为我想让你继承吗？要不是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的钱你一个同伴也别想要，我要把你赶出家门，让你当乞丐。王老爷也在气头上，说话就很难听，不过他真的这么想的。如果他现在有的挑，他绝对不会管那个不成器的儿子。王老爷，你打算花多少钱买复活丹药？陆云长开口问。王老爷一听，觉得买复活丹药的事儿有戏了。我愿意花1000万金币买一颗复活丹药。王老爷霸气回答。碧水宗的弟子们都倒吸一口凉气，王家到底有多少钱？王老爷一开口就是1000万金币，王老爷还真是大方啊。就连公孙了了都吃了一惊，他知道王老爷为了买复活丹药已经豁得出去了，毕竟那可是1000万金币啊，能买下一个小国家了。王老板太大方了，一定要把复活丹药卖给他。这么多钱啊，我们把复活丹药卖给他之后，这些钱我们平分吧。是啊，反正我们每个人都有复活丹药，到底谁卖给他呢？所以不管谁卖一个复活丹药给他，钱都由所有人平分吧。你们想什么呢？你们的复活丹药都是小师弟免费给你的，不管谁卖复活丹药给王老爷，那1000万个金币都要给小师弟。没错，我们的复活他要多少小时就给他骂不过，他要的钱应该全给小师弟。说的有道理，刚才是我财迷心窍给忘了。陆云长打算找个人商量一下，复活丹药该不该卖给王老板。可是找谁商量呢？陆云长想起了公孙了。公孙了了小师妹那么聪明，肯定知道应不应该把复活丹药卖给王老板。小师妹，你觉得应该把复活丹药卖给王老板吗？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公孙了了摇摇头，当然不会，反而我觉得把复活丹药卖给王老板对你而言好处多多，对碧水宗而言也没什么坏处。陆云长觉得公孙了了说的有道理，于是就决定把复活丹药卖给王老爷。王老爷当然感恩戴德，可是复活丹药只有死翘翘了吃下去才有用，但是王老板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万一他不行的时候，儿子不救他怎么办？很有那种可能。相比自己的儿子，他更加相信碧水宗的人，他要当场自杀，跟碧水宗的人说好了，他自杀后，碧水宗的人就把复活丹药给他吃下去，他复活后付给碧水宗1000万金币。如果那样，2000万几块金币。陆云长突然把价格翻了一番，这个操作把所有人都惊呆了。不会吧，师弟，你这也太狠了！陆师兄，王家比不过我们碧水宗有钱，对我们碧水宗来说，2000万金币不算什么，但是对我家来说，这个价格能让他们家破产了。公孙了了提醒陆云长，
但是陆云长坚持要这个价格。如果王老板不同意的话，那王老板买了复活丹药回家吃吧，我们不负责给王老板喂复活丹药。王老爷当然那不敢，他要是回家死了，家里的人就开始瓜分财产了，他必须在碧水宗嘎，然后让碧水宗的人为自己吃下复活丹药。但是拿出2000万金币，已经要了他半个家底了，王家的财产要缩水一半了。不过没事儿，只要他还活着，就能把钱赚回来。想到这儿，王老爷同意了陆云长的索要的价格，答应自己复活后一次性付给碧水宗的陆云长2000万个金币。陆云长答应了，但是王公子不乐意了。爹，你这是干啥？你疯了吧？竟然给碧水宗的人那么多钱，你给他们的越多，我继承的就越少啊。王公子想的没错。王老爷冷笑一声，鄙夷道：怎么，你不是说不继承我的钱吗？我告诉你，我不会给你1分钱，并且会把你赶出王家，让你当乞丐。王公子直接懵逼了。老爹，你为了买一个复活丹药，连你的亲生儿子都不认了吗？王公子很伤心，在老爹病重的时候，他还未想办法为老爹找药来着，早知道他当时就不那么用心了。他曾经为了老爹照相，但是老爹却一点不为他这个儿子着想啊。王老爷，我们签字据吧，就按照字据上写的办。陆云长说着，拿过公孙了当写好的字据，上面写明白了，王老爷不能给王公子任何财产，必须让王公子出家门当乞丐。公孙了写的数据，陆云长很放心，上面全是对他有用的条款。王老爷拿过字据看了看，表示同意。他想不同意也没办法。签字后，王老爷就在碧水宗自杀了。陆云长拿出一颗复活丹要给王老爷吃了下去。王公子希望王老爷永远也不要醒过来，他太伤心了。王老爷竟然相信碧水宗的人，也不相信他这个儿子。王老爷吃了复活丹药后，没一会儿就复活了。他感觉神清气爽，不但复活了，简直就是重获新生，身体素质比以前强了太多太多。太好了，我终于复活了，我的病都好了，我觉得自己还能再活100年。王老爷欣喜若狂。你再活100年是不可能的，不过你现在的身体素质起码年轻了30岁。陆云长说道，他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童叟无欺。王老爷痛快的付钱，让管家回去拿了张2000万金币的银票。公孙了亲自检验了银票的真伪，他觉得是真的，然后让47师兄拿去了公孙家的银号。很快47师兄就回来了，银票是真的，王老爷果然在公孙家的银号有2000万金币，但是不知道他一共有多少金币，掌柜的不肯说。公孙了点点头，我们的银号有为客人保密的义务，所以掌柜当然不会说出来。王老爷千恩万谢的回去了。临走的时候，王公子好冲着陆云长做出不友好的手势，他觉得自己的老爹一定不会把自己赶出家门。可是刚到家门口，王老爷就不让他进门了。爹，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你不让我进门以后，王家就没后了。王公子大声说道。这个你放心，我能再生几个，悉心教导，长大了肯定比你强。你除了会花钱会惹祸，还能干什么？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忍你很久了。王老爷一脚把王公子踹了出去，不让我进家门。行，你得多给我点钱，我在外边生活的开销肯定比住在家里的稍大，至少每个月多给我100金币才够花。王老爷听后笑了起来。王老爷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他的儿子是个白痴吗？竟然还跟他要钱，看来他这个儿子还没搞清楚状况呀。他把他赶出去，要把他逐出突破，以后他就不是我家的人了，竟然还跟自己要钱，而且还要更多的钱，以为自己还要养着他吗？臭小子，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王家不养废物，你就是个废物，你已经被我赶出去了，以后你就是个乞丐，我一个铜板都不会给你。王公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不能这样，我可是你亲儿子，你怎么能不给我钱花你？王公子感觉不可思议，他可是王家的大少爷，不管王家未来如何，不管他的爹是不是买到了复活丹药，甚至不管他能不能继承王家的家产，王家都应该养着他，给他钱花，不能说把他赶出去就赶出去，说不给他钱就不给他钱啊。他可以被赶出去住，反正他也不想住在家里，出去做更自由。在家里住的话，他受到颇多限制，很多疯狂的游戏他都不能玩。出去住的话，没人管着他，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可以把勤劳的姑娘叫到自己家里，在自己的家里开个赌局，玩个翻天覆地。但是如果王家不给他钱，他不但没钱玩了，更没钱吃饭。他的开销一直都很大，他自己又不会赚钱，他甚至不懂灵力果实的好坏。在王家生活了那么久，他啥都不会，只会花钱。反正王家有钱，有的是能人异士为王家干活，有懂灵力果实的人为他们家工作，所以就连种植灵力果实这种事儿，他都不用亲自动手。只不过现在他要被赶出王家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以后该怎么生活啊？王公子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还是抱有一点幻想，希望自己的老爹别那么无情。爹，我好歹是你的儿子，你就算是把我赶出去，也得给我点钱，不然我就只能真的去要饭了。王老爷哈哈大笑起来，对管家说道：你听听，他到现在还没明白状况，你说他是不是傻呀？管家从小看着王公子长大，心里还是很心疼王公子的，于是为王公子求情：老爷，少爷毕竟还是你的儿子，你每个月就给他点钱吧。王公子听到有人为自己说话，心里别太多高兴了。可是管家接着说道：起码每个月给少爷2个金币吃饭。王公子一听就不乐意了：管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嘲笑我吗？让我爹每个月才给我2个金币，你确定不是在为难我？管家一个劲儿冲着王公子使眼色。王公子太不识好歹了，太笨了。王老爷是个老顽固，他决定的事儿很难更改，谁劝都没用。能让王老爷每个月给王公子2个金币，已经是最好的局面了。
2个金币对王老爷来说，就等于是每天吃饭露出来的饭渣子，给了王公子，也就给了。管家十分了解王老爷，所以才这么为王老公求情。王公子每个月拿着2个金币，就不用要饭了。王老爷本来应该能同意，但是被王公子这么一掺和，王老爷直接拒绝了。2个金币都不给，你为那个逆子求情，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呢。王老爷对管家说完，就转身进了大门。王公子想跟进去，但是却被管家给拦住了。公子，我也帮不了你了，你还是走吧。王公子抓着管家的手，恳求管家帮帮自己。管家，你可是看着我长大的，你不能不管我啊。管家叹息一声，甩开了王公子的手。王公子，你搞清楚，你又不是我儿子，就连你爹都不管你了，我凭啥管你？管家让人把王公子扔得远一点，千万别让王公子进门，然后也进门走了。家丁们拖着王公子，把王公子拖出了2条街。你们干啥？我可是你们的主子，你们竟敢这样对我！我爹只是暂时把我赶出来，总有一天我还能回到王家，你们就不怕我到时候报复你们吗？王公子嗷嗷大叫。家丁们扔下王公子，一改平时对王公子唯唯诺诺的作风，大声嘲笑王公子。你真是个蠢货，你当了王老爷20多年的儿子，还不知道王老爷的脾气。王老爷把你赶出来，就没打算让你回去，他会再生几个小公子，到时候王家就会有好几个王公子。没错，至于你这个废物，王老爷已经放弃你了，以后别说你是王家的人，就连我们都觉得丢脸。墙倒众人推，王公子没有了王老爷的庇佑，就连下人都开始看不起他。主要是王公子确实没用，什么都干不好，而且平时对下人非打即骂，还非礼下人的老婆女儿，他还不忌口，真是非礼长得好看的男下人。所以府上的下人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反正王老爷不管他了，要不咱们把他打一顿泄恨吧。家丁们互相商量着，这家伙以前没少欺负咱们，之前咱们不敢把他怎么样，但现在他已经被赶出家门了，没人能护着他，不如趁这个机会，我们把以前的仇全都报了。没错，我们打他一顿，把他的腿打断，反正王家也不管他了，我们就算打死他，他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说打就打，几个人把王公子揍了一顿，王公子疼得哭天抢地，在地上打滚。你们给我等着你，若是有一天我回到王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王公子生气的大喊。家丁们面面相觑，他们也害怕王公子的报复。他说的也没错，如果有一天我老爷心软了，让他回如王家，那咱们几个怎么办？到时候他肯定不会放过咱们，要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删了吧。那样不太好吧？如果王老爷有一天想让他回去，却得知他死了，一查知道是咱们几个杀的，咱们几个吃不？兜着走。我有个办法，怎么把他打傻？这样就算有一天王老爷想让他回去，他已经成了傻子，回去之后也不能把他们几个怎么样。对啊，把他打傻之后，他们平时逛街的时候对他好一点，他还能对咱们几个感恩戴德，更不怕王老爷让他回去了。王公子一听都懵逼了，这帮家丁太坏了。王公子害怕了，你们别过来，你们不能那么干，你们那么干不道德，我好歹是你们的主子。王公子是真的害怕了，吓得全身发抖。家丁们坏笑着摩拳擦掌，王公子彻底怂了，跪下求饶。我知道错了，你们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王公子只求家丁们能放过他。家丁们当然不会放过他，上去就把他揍了一顿。他们把王公子按在地上，狠踢王公子的脑袋，直接把王公子打傻了。家丁们这才满意。从此大街上多了一个乞丐。王公子从小养尊处优惯了，不会要饭，幸好有一个老乞丐可怜他，于是带着他要饭。老乞丐想让王公子给自己养老，但是马上就发现了王公子是个傻子。老乞丐看着王公子满身是血，叹息了一声，真是可惜，也不知道是谁把他打成了这样，一个傻子是没法给我养老的，还是算了吧。于是老乞丐也不想管王公子了。到了拍卖的日子，碧水宗的人早早的来到了拍卖行。拍卖还有一个时辰才开始，碧水宗的人无聊的坐在凳子上喝茶吃点心。掌柜亲自过来招呼碧水宗的人，十分殷勤。掌柜的，你要是忙就去招呼其他客人，我们自己坐着就行了。陆云长说道。不忙不忙，其他的客人让店小二招呼就行了。掌柜呵呵的笑着，一直站在碧水宗的人旁边端茶倒水递瓜子。掌柜的有自己的考量，他现在已经知道了碧水宗的实力，知道碧水宗的人有复活丹药，他想让碧水宗把复活丹药放在他们这儿拍卖。虽然现在碧水宗的人不想卖复活丹药，但是只要把关系搞好，等到碧水宗想卖复活丹药的时候，一定会拿到他们拍卖行来卖。当然他也做到了保密，让小二绝对不能说出碧水宗有复活丹药，他相信王老爷也不会把事儿说出去。除了王家，只有碧水宗的灵力果实质量最好。但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又有人来卖灵力果实，而且质量很好，能恢复8成灵力。现在就连王家的复活果实都只能恢复7、8成灵力了。卖灵力果实的人是个胖子，也是一个富家公子哥的派头。起拍价5000金币。胖子伸出5个手指头。掌柜点点头。胖子很满意，他的这个灵力果实值这个起拍价，因为就连王家的灵力果实也比不上他的了。其实他的这个灵力果实也是从王家买的，只不过当时买的时候没这么贵，只用了3000金币，当时是10年前，那个时候还没货币通胀。他觉得自己的灵力果实是目前大陆上最好的灵力果实，不可能有比他的灵力果实更好的了。就连王家现在到灵力果实也比不上他的灵力果实。其实这2年王家出产的灵力果实质量明显下降，据说是因为大陆上的灵力正在逐渐减弱，所以连灵力果实的质量也变得越来越差。可是他这个灵力果实是在王家种植灵力果实的巅峰时期买的，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质量非常好，现在拿出来卖一定能卖个好价格。在修士巅峰对决的时候，
灵力果实的好坏至关重要，级别相差无几的灵力果实对比赛的结果也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拿出质量这么好的灵力果实，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这次拍卖会的焦点。胖子特别得意，他想炫耀一下，于是就问坐在对面的碧水宗弟子们：“你们卖什么？”灵力果实。陆云长回答。哈哈，胖子大笑起来：“你们也卖灵力果实？那你们今天不走运了，因为你们遇到了我。我的灵力果实质量特别好，是现如今大陆上质量最好的灵力果实。你们的肯定跟我的没法比。我的灵力果实起拍价到了5000金币，你们的灵力果实起拍价是多少？”陆云长喝着茶水，淡淡的回答：“2万金币。”胖子差点被茶水呛到，听到如陆云长的报价，胖子太惊讶了：“怎么可能？你们的为什么卖那么贵？我都才卖5000金币，你们凭什么卖2万金币？你们知道我的灵力果实是从哪儿来的吗？我的灵力果实是我爹在10几年之前从王家买的，那个时候是王家生产灵力果实的黄金时期，生产的灵力果实很多过世质量都特别好。这个时候掌柜的说话了：“这位公子，你的灵力果实是不错，可是跟碧水宗的灵力果实没法比。碧水宗的灵力果然能瞬间恢复所有灵力，就是古书上记载的完美灵力果实，你的只能恢复80%而已，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胖子一听很不服气，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能完全恢复灵力的灵力果实，他觉得掌柜是在撒谎。没想到你们这么大的拍卖行也会为了倒噱头而撒谎啊！你们小心搞砸了自己的招牌。一旁的公孙乐乐反而心想，要是这个拍卖行搞砸了自己的照片还好，他们公孙家就能趁虚而入买下这个拍卖行。只是因为现在拍卖行的生意太好了，所以公孙家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公孙家一直想开拍卖行，可是这里已经有2家大型拍卖行了。公孙家做生意很有自己的原则不行了，扎堆做生意赚不到钱，所以本地有2家大型拍卖行之后，公孙家就没有在这里开拍卖行。可是公孙家也想在这里开一家拍卖行，他们一直等着现在的2家拍卖行鹬蚌相争，这样公孙家就能瞅准机会之后收购其中一家。胖子不相信掌柜说的话，他还是觉得掌柜的是在骗自己。公孙家做生意很有自己的原则不行了，扎堆做生意赚不到钱，所以本地有2家大型拍卖行之后，公孙家就没有在这里开拍卖行。可是公孙家也想在这里开一家拍卖行，他们一直等着现在的2家拍卖行鹬蚌相争，这样公孙家就能瞅准机会之后收购其中一家。胖子不相信掌柜说的话，他还是觉得掌柜的是在骗自己。可是这么大拍卖行的掌柜怎么会骗人呢？如果你不是有意骗我，那就是你看错了，这个大陆上没有能把完美恢复灵与灵力的灵力果实呢。胖子信誓旦旦地说道。陆云长都懒得搭理胖子，可是大师兄却不惯着胖子：“你说没有就没有，我绝对不会看错，我用拍卖行的信誉担保。”掌柜的在拍卖行干了一辈子，早就对鉴别灵力果实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真是就连王家都想买他鉴别灵力果实的方法。只不过也这算是掌柜吃饭的本事，掌柜的当然不卖。没一会，拍卖就开始了。掌柜的调整了一下胖子跟陆云长的灵力果实的拍卖顺序，本来先拍卖的是胖子的灵力果实，因为陆云长的灵力果实太好了，如果先拍卖陆云长的灵力果实，那么胖子的灵力果实很可能成交价很低了。但是既然胖子那么嚣张，对自己的灵力果实那么自信，那么涨的就成全他。陆云长的灵力果实被竞拍的时候，所有人都想将它收入囊中。一开使大家伙还对灵力果实存有怀疑，即便是掌柜担保，很多人也不相信陆云长的灵力果实能完全恢复灵力。胖子十分得意。怎么样，大家伙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灵力果实肯定不能恢复全部灵力，你就承认吧，不然大家伙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这个时候公孙乐乐站了起来：“诸位，我是公孙家族的公孙聊聊，我以公孙家族的信誉做担保，我陆师兄的灵力果实一定能恢复全部灵力，以后这个大陆上将会继续有可以恢复全部灵力的灵力果实卖。如果陆师兄的灵力果实不能恢复全部灵力，我们公孙家愿意赔偿损失。”陆云长没想到小师妹竟然会为他做到这一步。能来参加拍卖的都是有钱人，当然都知道公孙家族大陆上富可敌国的大家族，这样的家族十分讲信誉。大家伙儿都选择相信，既然相信陆云长的灵力果实能完全恢复灵力，当然就要用超多金币把它拿下。大家伙儿开始了竞拍，过程异常激烈。公孙乐乐坐下之后，陆云长感激地向公孙乐乐道谢：“小师妹，谢谢你帮我做担保。”公孙了了无所谓地笑着说：“方正你的灵力果实能恢复全部灵力，就算是我不帮你做担保，所有人迟早会知道的。”陆云长点点头，觉得小师妹做事儿就是让人心里舒坦，帮了你，还让你觉得不用感激她。这样的小师妹，当然要娶回家呀。陆云长坚定了娶小师妹的想法。虽然在大陆上，男人可以3妻4妾，但是主母的位置肯定是小师妹的。一边的叶灵双手抱在胸前，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真是醉了，公孙了了也太喜欢秀了吧。还有陆云长那个家伙，每次看着公孙了了的时候，都是一脸花痴的样子。公孙了了长得有那么漂亮吗？好吧，就算是公孙了了长得还不错，但是陆云长也不用那么花痴吧？他不比公孙乐乐更好吗？叶灵对自己很有自信。最后有人用了10万金币拍走了陆云长的灵力果实，陆云长轻松进账10万个金币。他发现自己可以把金币卖给系统兑换信任值，然后用信任值去买系统商城里的东西。以为汇率差，陆云长发现这比直接用信任值兑换东西好多了。下面拍卖的是胖子的灵力果实，胖子对自己特别有自信，他觉得自己的灵力果实一定能卖出个好价格，就算是不能卖个10万金币，起码也能卖个8万金币吧。可是奇葩了，他的灵力果实最后只卖掉了1万金币，
就没有人出价了。胖子为了太高价格，给一旁的人使眼色，让一旁的人出价。那个人是胖子的自己人，果然那个人出价了，直接出价2万金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有人再出价。刚刚出价1万个金币的人也松了一口气。2万金币一次，2万金币2次，2万金币3次。恭喜那位先生，你用2万金币把这个灵力果实收入囊中。胖子直接傻眼了，他自己用2万个金币，我自己的灵力果实买过来了，而且还要给拍卖行200个金币的佣金。胖子，你不是说你的灵力果实很受欢迎吗？咋的了？还要自己花钱买下来啊？大师兄毫不留情的尽情嘲笑胖子，其他的师兄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嘲笑胖子的大军中。你可真心啊，想抬高价格就让自己人出价，结果更没人出价了。完了，你还得自己把自己的灵力果实买下来。实在不行，你跟拍卖行坦白吧，就说出价2万个金币的人是你的人，让拍卖行少收点佣金。那可是200个金币啊，对你来说200个金币不是小数目吧？胖子被说的一张老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这时候参加拍卖的人还没走，听到了碧水宗的人跟胖子的对话，这才知道用2万金币买下灵力果实的人竟然是胖子的人，太不地道了，竟然用这种方式哄抬价格，幸好我没有上当。是啊，这种人应该赶出拍卖行，禁止他来卖东西。胖子为自己争辩，你们别听碧水宗的人胡说，说我让自己人买下灵力果实，证据呢？没有证据，你们就是在诽谤我。碧水宗的人卡壳了，他们虽然看出来买下灵力果实的人跟胖子是一伙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证据。想要证据的话也很简单啊，如果这位公子想证明自己，就让拍卖行公开等级信息，看看那个人是不是跟他一块来的。我想登记信息上肯定写着他们是一起的吧。公孙乐乐说道。公孙家虽然没有开拍卖行，但是他对拍卖行很了解，知道拍卖行会对客人进行严格的登记，而且拍卖行知道每个客人的人际关系网。陆云长是从现代穿越的，他知道有一个说法，谁怀疑谁举证，也就是说他们怀疑胖子跟那个买下胖子灵力果实的人是一伙的，他们就要找证据证明。但是这个年代大家还没有那个活法，所以可以让胖子来证明自己。只要胖子证明不了自己，那么就说明胖子跟那个人是一伙的。胖子汗如雨下，整个人都被汗水打湿了。他在登记的时候确实跟那个人登记在一起了，因为那个人就是他的管家。我认出那个人了，他就是胖子家的管家啊，我以前还见过他跟胖子一块逛街呢。有个人突然大喊了一嗓子，这个时候大家伙才明白过来，原来胖子跟买下胖子的灵力果实的人真的是一伙的啊。那个胖子破坏了拍卖行的规定了吧？他的行为属于恶意抬高价格啊，应该禁止他来拍卖行。就是拍卖行拍卖的时候有胖子那种人，本来能用10万金币买的东西，现在也只能用20万金币买了。那种人真可恶了，就不应该让他进拍卖行的大门。所有人都讨厌胖子，大家伙都要求拍卖行出面禁止胖子再来参加拍卖。胖子很害怕，因为他已经家道中落了，全靠拍卖些家里以前积攒的东西来换钱维持生计。现在不让他参加拍卖了，他还怎么换钱维持生计呢？他以前家里很有钱，所以早就养成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现在家里已经没钱了，但他还是喜欢大手大脚的花钱，有1万金币在他这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花完了。在临水赵县城只有2家大型的拍卖行，他已经得罪了另一个拍卖行，所以只能在这个拍卖行卖东西。如果这个拍卖行业界禁止他卖东西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若是不拍卖东西，他就赚不到钱，家里就揭不开锅了。胖子都快急哭了，他向大家赔礼道歉。这个时候还嘴硬就是蠢货，如果服软能解决问题，他宁愿给大家跪下，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如果不来拍卖东西，我家里都吃不上饭了。胖子求着大家，请大家放过他，但是没有人想放过他，大家伙儿都不是他爹，没有责任放过他。拍卖行的掌柜出来了，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之后，他立马让人去查了胖子的登记，然后就把胖子给赶出去了。以后我们拍卖行不欢迎你。掌柜的不让胖子进门了。胖子又失落又生气，碧水宗的混蛋们，你们给我等着！碧水宗的人当然不怕胖子，他们刚想离开就被大家伙给拦住了。你们谁卖的灵力果实还有没有啊？我也想买一个。我也想买，卖给我一个吧。我也买，我想买2个，我愿意出20万金币。大家伙拦着碧水宗的人要买灵力果实。行了，都让开，我们要去吃饭了，我们要走了，你们让开啊！现在都到了饭点了，我们要去吃饭。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师弟的灵力果实吗？现在都想要了，等着吧，等我师弟哪天缺钱花了就卖你们一个。大师兄急着去吃饭，硬是从人群里杀出一条血路。碧水宗的师兄们都是乐天知命的人，他们不贪婪，平时有点钱够花就行了，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饭。现在碧水宗的师兄们急着去吃饭，不想被人耽误。陆云长本来就喜欢躺平，他有系统，啥都不用干都能吃好喝好玩好。进了碧水宗后，深受师兄们的真传，也不喜欢争来争去，饭点必须吃饭。你们想买灵力果实，改天吧，今天我们都饿了，真的要去吃饭了。陆云长跟在师兄们身后往外走，他们都急着去吃饭，那些想买灵力果实的人只能放他们离开。一大群人来到街上，反而都迷茫了。我们去哪儿吃饭？大师兄问师弟们。去师妹家的酒楼吧，肥水不流外人田。陆云长说道。师兄们都点头同意。他们去公孙家的酒楼吃饭，公孙乐乐不想收他们的钱，但是他们一定要付钱，公孙乐乐只能收下。可是今天他们还没走到酒楼门口，就被人给拦下了。拦下他们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胖子，就是在拍卖行里卖灵力果实的那个人。你想干啥？大师兄没好气地问。其他的师兄们也都气不打一处来，他们现在正着急吃饭呢，
竟然被拦住去路，像什么话啊？小胖子，你给我们闪开，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急着去吃饭，好狗不挡道，你快点闪开，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对你不客气。小胖子，你三番两次的招惹我们，小心我们揍你！碧水宗的人都很生气。哼哼，想吃饭？别急啊，被我打一顿，你们再去吃也不迟。你们那帮子混蛋，你们就去阎王殿里吃饭吧。胖子说着就一挥手，他的手下蜂拥而上。为了对付碧水宗的人，胖子这次下了血本，他还剩下50个金币的家底，这次全都拿出来，请了一大帮子修士，想教训碧水宗的人。但是碧水宗的人根本不怕，我们这么多人才都留下来跟他们纠缠的话，太浪费人力资源了，不如留下几个人，其他的人都先去吃饭吧。二师兄向大家伙提议，大家伙都赞同，于是他们快速的围成一个圈子，开始抓签儿。最后10个人留下对付胖子他们，剩下的人去吃饭。你们要是打不赢，就放一个信号，我们过来帮你们。大师兄对留下的师弟说道，他身为大师兄，有责任为师弟们的安全负责，但是还是该吃饭吃饭，师弟们自己的事儿让师弟们自己去解决吧。吃你们的去，这点小事儿难不倒我们。陆云长也留下来了，公孙乐乐走过来，想跟陆云长一块留下来。师兄，我留下来帮你吧，对方不好对付，你们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陆云长被感动得不得了，小师妹，你太好了，不过不用了，我们能对付。陆云长也是很心疼小师妹的，让小师妹去吃饭，他留下就好了。叶灵看着陆云长跟公孙乐乐2个人在大街上就你侬我侬，顿时吃醋了，他大步走了过去。你们2个都去吃饭吧，我留下好了，反正你们2个的能力加起来也打不过我。叶灵真是服了公孙乐乐跟陆云长2个人磨磨唧唧，真讨厌。陆云长没想让叶灵管闲事儿，你该干嘛干嘛去，这儿有你什么事儿？我愿意在这儿，你管得着吗？陆云长只想让叶灵赶紧离开，叶灵直接懵逼了。你什么意思？陆云长，你太过分了，我让你去吃饭，你为了你好，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你真是个渣男。叶灵终于看清了陆云长的真面目，陆云长也是无语了，是你自己跑过来管闲事儿，我不让你管，你还说我是渣男，我看你才是喜欢多管闲事儿的八婆吧。陆云长嚎，不让着叶灵，直接就骂了回去。叶灵觉得陆云长太没品了，竟然跟他一个女孩子家对骂，哪一个男人不会哄着女孩子呢？只有陆云长个渣男，不把她当女孩子看待。叶灵真想跟陆云长退婚啊，可是他的天命之书上说了，跟陆云长待在一起，陆云长才能为他挡灾，并且给他带来好运，所以他为了自己能拥有好运，不能跟陆云长分开。叶灵真是服了，他是真想一脚踹开陆云长啊，但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着想，他只能选择忍耐。叶灵真是不明白了，自己这么好的姑娘，陆云长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陆云长也是服了，他只是跟小师妹说个话，叶灵就过来阴阳怪气，然后还觉得是他的错，他太冤枉了吧。陆云长想跟叶灵好好说道，但是一想还是算了吧，毕竟叶灵是个女孩子，他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女孩子计较什么？于是陆云长就闭嘴了。但是陆云长越是这样，叶灵越是觉得陆云长不尊重他，以为陆云长竟然都懒得跟他解释了。公孙了了也觉得叶灵是在无理取闹，你不要再闹了，你什么意思啊？谁说是我在闹了？明明是你们2个不对，你们2个都应该向我道歉。叶灵觉得公孙了了是在贬低自己，公孙了了凭什么说他？公孙了了没资格说他。师兄们也都来劝架，大家伙儿都不知道叶灵为什么哭，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大男人，看到叶灵一个女孩子哭得那么委屈，当然是选择安慰她，当然要把过错都归罪在陆云长身上。陆云长也真服了，大师兄们让叶灵一起去吃饭，叶灵也不想搭理陆云长了，就跟着师兄们一起去吃饭了。陆云长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胖子愤怒了，你们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是打架的关键时刻，你们到底在干啥呀？胖子气得跺脚，跟个小姑娘似的。陆云长都惊呆了，什么情况？胖子咋跟个小娘们似的？胖子的爹妈把他当成姑娘养的，要是小姑娘撒娇或者长得好一点的男孩撒娇，陆云长都能接受，可是胖子一个大老爷们长得跟头猪似的，却在那儿撒娇，这也太离谱了吧。陆云长吃惊的同时，跟陆云长一起留下来的师兄们也都吃惊了，他们也没想到胖子竟然会来这一出。小师弟，你不是说有的男人是同性恋吗？胖子是不是同性恋啊？二师兄在陆云长耳边小声问道。陆云长怎么会知道？陆云长对同性恋根本就没了解，只是当时王老板缠上了碧水宗的一个师兄，其他的师兄都不明白咋回事儿，陆云长只能跟他们讲解了一下。其实陆云长也不明白同性恋，只不过他是现代人，对同性恋有所了解，毕竟他去过成都啊。你们到底打不打啊？胖子双手叉腰都破音了。陆云长他们都被吓了一跳，他们很害怕胖子，主要是胖子太情绪化了，像是随时会冲上来吃了他们。胖子其实不是同性恋，他只是觉得自己被无视了，所以非常生气。胖子从小就是一个被长辈呵护着长大的孩子，长辈们对他有求必应，不管他想干什么，家里的长辈都会赞同，并且在后面支持他。他不管说什么，就是放个屁，家里的长辈也会围在他周围给他鼓掌，觉得他真是太棒了。所以胖子从小就很有自信，并且有时候像个女孩子，非常矫揉造作。可是他们家在他18岁那一年突然家道中落，他们家从有钱变得都没钱，他的零花钱也从原来50个金币每个月到了现在10个银币一个月，而且他们家的情况越来越差，这样下去恐怕他就领不到零花钱了。他对家里的长辈很生气，觉得都是家里的长辈在生意上经营不善，所以才让家道中落，才让他过上了苦日子。家里的长辈终于意识到了他不懂事，想把他扫地出门，觉得他是个没用的人，只知道吃喝玩乐，不多给家里挣钱。于是他就偷了家里的灵力果实出来卖，
想卖个高价钱，可是却遇到了碧水宗的人。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倒霉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遇到他们呢？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我一定能把灵力果实卖一个好价钱。你们这群混蛋，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我只想赚点零花钱呀。胖子说着说着，竟然呜的哭了起来，像一个委屈的小姑娘。他这一波操作让所有人都懵逼了，怎么回事？那个家伙为什么哭了？难道是我们惹他了吗？我们好像也没惹他，明明是他找我们吧？这奇葩啊！这是我第一次见一个大男人哭成那样，他就委屈个傻啊！你们说他是不是失恋了呀？因为失恋了，所以脾气差。我不觉得他不是失恋了，因为他那么丑，肯定找不到相好的人。没错，我觉得他肯定不是失恋了，他肯定是因为自己的灵力果实没有卖出去才哭。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赶紧开溜吧。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呀？要不我们帮帮他吧。12师兄这个人比较心软，看到别人难过，他就会跟着难过，所以他还想帮帮胖子。12师兄的话遭到其他师兄弟们一直反对，他们就觉得胖子是个混蛋，不能帮他。胖子哭就哭吧，他们一个个应该这个机会赶紧逃走，赶紧去吃饭，因为他们都饿了。12师兄让其他的师兄们先去吃饭，他一个人留下来帮助胖子，但是其他的师兄们绝对不会扔下他一个人，因为要是扔下他一个人的话，胖子肯定会揍他。既然12师兄一定要帮胖子，那其他都是兄弟们也留下一块帮胖子，他们这么干不是为了胖子，而只是为了12师兄。12师兄知道师兄们都是为他好，所以非常感动。师兄们走到胖子面前，问他怎么了。胖子哭得这么伤心，没想到有人会来心关心自己。胖子生气地站了起来，冲着师兄们大吼，还不都是因为你们？我本来去卖个灵力果实，卖得好好的，一定能卖出很高的价格，你们偏偏出现，打扰我的好事，你们说你们是不是错了？胖子一边哭一边抹着眼泪，委屈得不得了。碧水宗的师兄们都惊讶了，师兄们直接懵逼了，这是什么逻辑啊？当时他们没想招惹死胖子，是死胖子非要招惹他们，他们只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没想到胖子的承受能力太弱了，这也能怪他们吗？师兄们都觉得胖子这个人不可理喻，还是别帮他了。12师兄也看出来了胖子的为人，觉得胖子这个人就是个坏蛋呀，这样的人还帮他干嘛？帮胖子等于助纣为虐，他是不会干助纣为虐的事儿的。12师兄也不管胖子了，他们想要离开去找其他的师兄们吃饭，但是却被胖子手下的人拦了下来。陆云长冷笑一声，他就知道胖子这种人给脸不要脸。陆云长冷冷地问道，说半天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当然想揍你们一顿，因为你们，我从家里偷来的仅有的金币也豁出去了，你们必须把金币赔给我，不然的话谁都别想走。陆云长继续问道，那你想让我们赔给你多少金币？你们必须赔给我1000个，不对是1万个金币。胖子狮子大开口。陆云长当然不会惯着胖子，胖子想把他们打一顿，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倒是想胖胖不打一顿，教胖子做人。陆云长也不再多说什么，冲着师兄们一挥手，师兄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于是蜂拥而上，把胖子给打了一顿。胖子的花钱请来的修士打手们根本不是陆云长他们的对手，胖子他们只能跪地求饶。陆云长踩着胖子的脑，问胖子还敢不敢了。胖子连声说以后再也不敢了。公孙了了小声提醒陆云长，还是速战速决吧，如果我们不快点去酒楼的话，其他师兄们点的菜恐怕都要吃凉了。公孙了了不想继续跟胖子纠缠下去，胖子这种人就像路边的一坨狗屎，遇到了还是赶紧躲开比较好。公孙了了肚子也饿了，只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他也想赶紧去吃饭。陆云长还在乎公孙了了的感受，他知道公孙了了肚子饿了，因为刚才他听到他肚子叫了的声音。12师兄这个时候也不想管胖子了，因为他不想管混蛋。碧水宗的人决定再次揍胖子一顿，让胖子学得老实点，然后撤退吃饭去。碧水宗的人说干就干，既然胖子3番2次的招惹他们，那么他们也没有必要对胖子手下留情，他们再次把胖子揍了一遍，然后他们才去吃饭。胖子被打得全身是伤，腿都被打断了，然后就扔下胖子，乐哈哈的去吃饭了。胖子拖着一条断腿，根本没钱治伤，他只能回家要钱，但是家里也没钱了，而且家里又不止他一个男孩，他没有用，还有其他的男孩顶上，所以家里也放弃了他，把他赶出了家门。胖子根本没有赚钱的能力，只能在外面流浪，然后沿街乞讨，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乞丐。之后的几天，碧水宗的人逛街的时候还见过胖子，胖子很不好意思，想找个地方钻进去，碧水宗的人还施舍给他2个银币。2个银币够一个普通的乞丐生活很久了，上次有个乞丐可以用2个银币翻身，买点材料做点手工，然后拿到街上去卖，做点小本生意，慢慢的就能赚到钱，做一个普通人了。但是胖子不一样，胖子拿着钱就去吃好的，想好好犒劳自己，结果很快就把钱花没了，然后他又回到了街上要饭。碧水宗当时逛街看到他之后，又给了他2个硬币，然后他又拿着去吃喝玩乐了，很快又把钱花光了，然后又回到街上要饭。碧水宗的人逛街的时候遇到他，都会给他钱，然后胖子就习以为常了，以为他们会一直养着他。碧水宗的人有一个恶趣味，养胖子就像养一条小狗一样，他们经常给胖子钱，并且让胖子学狗叫。虽然这么做很不地道，但当初是胖子主动招惹他们的，并且他们第一次给胖子钱的时候，胖子连声谢谢都没说，好像他们给他钱是应该的。胖子花钱又开始大手大脚起来，他觉得这样的日子也不错，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好歹有的花。碧水宗逛街的时候再次遇到胖子，但是这次他们没给胖子钱，胖子顿时不乐意了，